迷迷糊糊睁开眼，李阔下意识抓起枕头边的手机。这个手机不是我3年前丢的那个吗？解锁屏幕，查看日期。操！我回到了3年前。一个机灵蹦起来，李阔朝自己脸上抡了一巴掌。定睛一瞧，映入眼帘的正是自己3年前租住的破旧租房。卧槽！我真的重生了。这么说，那么再有几天，不就是巫域游戏降临地球的日子吗？卧槽！翻出所有的积蓄，李阔疯了一样的冲出家门。陕安市雁塔区某小卖部内，老板，你店里的六粮液还有几瓶？男娃子，没哄人，只有2瓶，明儿就散球了，让代卖。打住，2瓶装袋，我全要了。李阔没有还价，买了就走。苏京市玄武区某公园内，草，真有快递盒。李阔从灌木丛中翻出一个脏兮兮的快递盒子。川都市锦江区某施工现场，牛批！李阔跳到人工湖中捞上来一个黑漆漆的罐头瓶。东周市天河区某小旅馆305号房间内，脏，不过老子忍了。李阔从半年都没打扫过，堆满了卫生纸的床底下翻出一个白色小药瓶，急速离开，住房押金都没退。新鲁木齐市天山区某菜市场内，别说话，听我说。前阵子有人给你一只大白条鸡，让你代卖，不管你卖不卖得出去，他都会来取这只大白条鸡，到时候会给你200块钱的辛苦费。你嫌白条鸡标价太贵，怕影响你的口碑，就一直扔在冰箱里没有动。现在拿出来给我，我带走。给你白条鸡的那个人是我表哥，新疆的。李阔听不懂新鲁木齐的方言，也不让老板娘说话，扔给他300块钱，拎着白条鸡就走。金海市朝阳区破旧租房内，转了大半个华夏国的李阔回来了。打开六粮液的纸酒盒，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红色胶囊。打开脏兮兮的快递盒，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红色胶囊。打碎黑漆漆的罐头瓶，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红色胶囊。拧开小旅馆的白药瓶，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红色胶囊。费尽9牛2虎之力，抛开大白条鸡的腹部，取出一个密封完好的红色胶囊。终于集齐了，李阔松了一口气。明天就是巫域游戏正式进入地球的日子，在这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款拥有100%真实体验的拟真游戏，3年以后竟然会与现实世界结合，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到那时候，人类将会与妖兽共存于同一个星球，人类也将迎来世界末日。李阔就是死于3年后的那场灾难。虽然那时候的游戏玩家都拥有了在游戏世界里的真实力量和装备，但是在强大的妖兽面前仍是不堪一击。到那时，游戏玩家也不再拥有游戏里最宝贵的复活机制，死亡就是彻底的在宇宙中消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星系主神为了在太阳系创造新的物种，强行使用大神通，把地球人类糅合进了游戏世界的星球，从此弱小的人类变成了妖兽嘴中的食物。想要在新世界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超强的实力，而唯一有可能改变人类悲惨命运的，就是主神留在地球的5滴精血。这5滴精血中蕴含了强大的能量，这是作为星系主神留给人类最后的机缘和希望。不过主神没有给予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提示，一切顺其自然。弱肉强食本就亘古不变，在上一世，这5滴精血1滴都没有被人类玩家获得。而在游戏公测24小时后，如果没有玩家找到这5滴主神精血所幻化的胶囊，那么被蒙在鼓里的游戏公司负责人就会全程现场直播找出胶囊，并进行销毁。销毁胶囊，5滴主神精血就会重新回到主神的身体里。游戏公司只是巫域游戏在地球的代理商，他们除了卖登录游戏的设备以外，在游戏的各方面都没有任何权限，更不清楚自己毁掉了多么重要的东西。不过上一世李阔看过游戏公司的直播，所以他清楚地记得5个胶囊的位置，这才会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取来胶囊。而华夏国作为巫域游戏的全球总代理，5滴精血恰好都在华夏国境内。既然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这一世我就要逆天改命。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借钱买个游戏头盔登录游戏。李阔是个孤儿，穷困潦倒，没有什么朋友。大学4年来，同学们都不愿意接近他，唯独校花苏沫对他不错，2个人是同学关系，半个月前更是确定了恋爱关系。不过活了一世的李阔知道，这个苏沫可不是什么好鸟，他完全是为了拿自己来气林鹏。苏沫喜欢的是他们班级里的副班长林鹏，2个人在京都市都算是富二代，但是他们性格不合，经常斗气，所以苏沫就找了班级里最穷的李阔来故意刺激林鹏，这也导致了林鹏一直看李阔不顺眼，在学校的时候就处处针对他。不过现在李阔和苏沫还是恋爱关系，想了想，眼下也只有找苏沫才能借到钱，没有别的办法。很快，李阔就来到了苏沫家的别墅花园小区。苏沫绝对是个100年难得一见的大美女，
即使李阔知道了苏沫品德不好，但是见到他还是忍不住有些心动。什么事？这么急叫我出来？苏沫一脸的不耐烦。也没什么事，明天不是有一款虚拟现实游戏公测吗？我想玩玩，所以想找你借点钱买一套游戏登录设备。没钱买游戏设备，你玩什么游戏？好好找份工作不好吗？游戏就这么好玩？游戏不好玩，那你半月前花100万买了个游戏仓。李阔心里这么想，但是嘴上却不能说。他知道苏沫不是不舍得借钱给他，苏沫就是单纯的从心底里瞧不上他，就想教育他几句。哼，就是下班玩玩，打发时间。我这几天出了趟门，把钱都花干净了。李阔只能陪笑。行了，你走吧，钱我一会转你微信上。苏沫转身回了别墅，心想这个游戏每个人只能注册一个角色，多条舔狗给我刷装备，倒也没什么坏处。很快，李阔就收到了苏沫用微信转过来的10100元 RMB， 同时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打车去买吧，6点就不营业了，多给的100是车费，明天注册好了 ID 记得联系我。第2章传说级天赋。李阔买完游戏头盔，激动的一夜没睡。凌晨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以至于没能第一时间进入游戏。上午9点钟，这个时候的游戏已经开服1个小时了。把5粒红色胶囊吞入腹中，戴上游戏头盔，李阔的意识很快就进入了游戏世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宏大的蛮荒世界场景，这里是一处战场，无数遮天蔽日的妖兽正在疯狂的攻击着陆地上奔跑的渺小人类，无情的收割着人类的生命。随着血腥的开场画面结束，白光一闪，李阔已置身于一座庞大的宫殿之中。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欢迎来到巫域的世界，我是系统巫小丁，下面将抽取玩家血液，检测 DNA 并进行游戏绑定，请玩家做好准备。现实中，李阔的游戏头盔里冒出一根细针，扎入到了他的头皮之中，很快血液便抽取成功。叮，血样抽取成功，检测到玩家体内有主神精血，请问是否绑定？绑定。叮，绑定成功，恭喜玩家获得传说级天赋：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请问是否解锁？解锁。李阔心里砰砰狂跳，再上一世传说级天赋他听都没听过。叮，解锁成功。另外检测到玩家佩戴了游戏头盔，请问是否进行抽奖？抽。叮，恭喜玩家抽中史诗级天赋精神集中，请问是否解锁？解锁。李阔心中大喜，这还真是锦上添花，没想到自己竟然抽中了史诗级天赋，上一世他可是只抽了个 B 级天赋。叮，解锁成功，请玩家选择游戏职业。战士。叮，玩家已选择战士职业，请玩家选择游戏 ID， 起一个响亮的游戏名字。孤独不苦，这是李阔上一世用过的游戏名字。叮，吴崇明取名成功，下面进行 DNA 绑定。叮， DNA 绑定成功，祝玩家在巫域的世界里游戏愉快。眼前白光一闪，李阔直接来到了新手村复活点。虽然游戏已经开服了1个多小时，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玩家涌入游戏，以至于很快就把新手村复活点围了个水泄不通。卧槽，这游戏也太牛逼了吧，跟在现实中一模一样。这风景也太好了，还有这空气，呼吸的让人真的好舒服啊。特么的，是哪个傻逼摸老娘的屁股？对不起，我就是想试试手感，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你特么的给老娘滚！垃圾！麻痹的，谁一直踩老子的脚？疼死老子了！游戏里只有现实中1%的痛感，至于大呼小叫的，麻痹的没踩你，你在这说风凉话。不理会周围嘈杂的人群，李阔左冲右撞，终于挤出了一条通道，离开了复活点。就在这时候，正东方的天空中突然泛起橙黄色的光芒，随即一块巨大的公屏出现，吸引了所有玩家的目光。系统全副公告，恭喜华夏区玩家使用游戏头盔抽奖，抽中最后一个史诗级天赋技能，2小时内华夏区所有玩家经验值翻倍。系统全副公告，恭喜华夏区玩家使用游戏头盔抽奖，抽中最后一个史诗级天赋技能，2小时内华夏区所有玩家经验值翻倍。连续10遍的系统全副公告，让所有的华夏国游戏玩家都懵逼了。紧接着，天空中巨大的公屏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是华夏本区的公屏，内容只有华夏的玩家可以见到，需要使用游戏里的道具大喇叭才能发送。华夏区公屏，巅峰依旧，哪位兄弟这妖牛批？游戏头盔抽中了史诗级天赋，可否说下效果？封神乱。话说巅峰的太子党们瞬间就觉得花了几个亿 RMB 刷出来的 SSS 级天赋不香了。妩媚动人，用头盔抽中史诗级天赋的那位大神，需要游戏 CP 吗？小女子除了不能满足你的以外，
什么都能满足大神。请允许小女子沾一沾你的王霸之运。武媚娘，二姐，你又调皮了。天下风云，麻痹的瞬间不想玩了。巅峰依旧，风云狗花了6个亿 RMB，2次机会都是 SS 级天赋，笑死。不过男人说话要算话，风云狗，你特么不退游，你死一户口本。天下风云，巅峰狗，你喊尼玛13呢？真把自己当太子了。巅峰荣耀，天下公会的狗，天下第一，巅峰公会，巅峰老六，我 X 天下 Triple X。公屏上喇叭霸屏，立刻在普通玩家这里引起轰动。哈哈，刚进游戏就能观摩神仙打架，运气不错呀。1000块 RMB 一个的大喇叭，一刷就是几百个，就为图个嘴痛快。你们都看论坛了吗？游戏官方公布，每个区的新手村都有几千个分区，玩家都是随机分配，哪个区都有。等出了新手村，大家就都会被传送到唯一的一个华夏区，到时候各路大神云集，咱们就能看现场版神仙打架了。话说这游戏是真的屌啊，咱们华夏起码有1亿玩家，都在华夏区，不会把服务器挤爆吗？巅峰和天下这2个公会，以前在别的游戏上就一直干，这次这个可是虚拟现实游戏，每个人一个角色，还不能删号重练，这么屌的游戏又肯定都舍不得退游，出了新手村感觉要出大事。不过话说回来，是哪个傻逼用个破头盔就抽中了史诗级天赋，气死了！要是我抽中就好了，我特么的游戏仓就抽了个 A 级天赋。不要想太多，最后一个史诗级如果被外国区抽去，你连经验翻倍的机会都没有，肯定是游戏的托，要不就是外挂，还没看见过游戏头盔抽中史诗级的。不过看在经验翻倍的份上，我就不举报了。真为这位兄弟的智商担忧，请你先去查查游戏公司的背景再说话，如果脑子不用的话，建议直接捐掉。不理会周围嘈杂的争吵声，李阔直接打开了游戏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战士，等级1级，生命值10，1点体质等于10点生命值，魔法值10，1点精神等于10点魔法值，物理攻击力1，1点力量等于1点物理攻击力，魔法攻击力1，1点魔力等于1点魔法攻击力，物理防御力1，1点耐力等于1点物理防御力，魔法防御力1，1点智力等于1点魔法防御力，速度1，1点敏捷等于1点速度，未分配属性点5，气运值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降临，巫神血脉，职业技能嘲讽，通用技能神识术。战士职业说明，这是一种忘记死亡的职业，他们天生拥有着强壮的体魄，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用自身强大的体魄来吸引敌人的火力攻击。升级说明，玩家每升1级，各属性点加1点，另外获得5点自由分配属性点。战士属性说明，1点体质等于10点生命值，1点精神等于10点魔法值，1点力量等于1点物理攻击力，1点魔力等于1点魔法攻击力，1点耐力等于1点物理防御力，1点智力等于1点魔法防御力，1点敏捷等于1点速度。气运值说明，气运值需要通过特殊任务或物品来增加，气运值的高低影响击杀怪物和玩家后的掉宝几率，以及被怪物和玩家击杀后自身的掉宝几率。另外，气运值还影响攻击和被攻击时的暴击几率。天赋技能说明，天赋技能属于被动技能，无需主动使用，拥有触发即生效。史诗级精神集中说明，不受任何负面状态影响。传说级巫神重动体说明，自身的最大生命值提升300%。传说级巫神吞噬说明，击杀游戏玩家会吞噬被击杀者的部分属性来提升自身属性。传说级巫神反噬说明，反弹攻击者对自身造成的实际伤害，反弹伤害10000%，反弹伤害无视攻击者的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无视攻击者的护盾以及无敌等状态。传说级巫神血脉说明，每秒回复自身20%的最大生命值，生命值不满时立即触发。巫神降临说明，生命值归零后有50%的几率触发巫神降临，巫神降临状态下，玩家立即复活，并清除自身所有的负面状态，恢复自身100%最大生命值。职业技能说明，职业技能属于主动技能，要主动使用才能产生效果，职业技能只能拥有对应职业的玩家才可以使用。嘲讽说明，创建战士角色时自带的职业技能，使用嘲讽，怪物或玩家则会不受控制的主动攻击施法者，是战士保护队友必不可少的专属技能。通用技能说明，通用技能全职业可使用，没有具体限制。神识术说明，创建角色时自带的通用技能，可以查看怪物、装备以及物品的基本信息情况。看完了自己的天赋介绍，李阔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也太强大了吧！在上一世，这样的天赋他想都不敢想。第3章，刷怪升级。
接下来，李阔又看了一遍游戏里的抽奖机制。进入巫域得抽奖机制说明，每个玩家只有一次抽奖机会，以后更换登录设备不会再触发抽奖机制。通过游戏头盔进入游戏的玩家会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抽到的天赋无法重置，可能抽到的天赋从低到高依次有 C 级、B 级、A 级、S 级、SS 级、SSS 级、史诗级。通过游戏舱进入游戏的玩家会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抽到的天赋无法重置，可能抽到的天赋从低到高依次有 A 级、S 级、SS 级、SSS 级、史诗级。通过巫域至尊游戏舱进入游戏的玩家会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可能抽到的天赋从低到高依次有 SS 级、SSS 级、史诗级。通过巫域至尊游戏舱进入游戏的玩家可以花费5亿 RMB 选择一次重新抽取天赋的机会。史诗级以下的天赋数量无限制。史诗级天赋，整个巫域游戏共100个，抽完即止。传说级天赋，整个巫域游戏共5个。巫域传说级天赋介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天赋，没有任何人见过。李阔有着强大的天赋做后盾，当然不会和普通玩家一样循规蹈矩的杀怪升级。5级以下的野怪不但经验少，而且还不爆任何东西，他对此提不起任何兴趣。绕过低级野怪区，很快李阔便来到了7级长嘴狼的练级区。这里的怪物并不多，远远望去，零零星星只有几只。走到怪物附近，扔出神识术，怪物的信息立刻显现。长嘴狼7级，气血500，防御40，攻击力100，无特殊技能。战士的体魄强壮，1点体质属性点可以增加10点生命值，而其他职业只能增加5点。李阔此时已经把5点自由分配属性点都加到了体质上，他现在的体质是6点，也就是60生命值，加上天赋技能巫族重体的3倍效果，生命值直接变成180，可以挡住长嘴狼一击。技能发动，嘲讽。长嘴狼受到李阔嘲讽技能的影响，立刻呲起獠牙，凶狠地冲向了他。99，李阔的物理防御力是1，在抵挡了部分伤害后，他的头顶上冒出了99的数字，生命值变成了81。真疼啊！李阔咧嘴道。虽然游戏里只有现实中1%的痛感，但还是让李阔后背一阵剧痛。与此同时，攻击他的那头长嘴狼被天赋技能巫神反噬反弹伤害，头顶上冒出了9900的恐怖数字，立时毙命。天赋技能巫神血脉，每秒回复20%的最大生命值。李阔此时是180的最大气血，每秒可以回复36点气血，不到3秒满血。拥有这种天赋技能，他完全不用带奶妈回血，更不用打坐和服用丹药恢复气血。叮！恭喜玩家升到2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叮！恭喜玩家升到3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叮！恭喜玩家升到4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一怪升3级，这就是越级杀怪的好处，而且单独杀怪可以独享经验，如果组队杀怪，系统则会把怪物经验平分给队员。怪物死亡的位置爆出了一枚黄灿灿的金币，捡起金币继续杀怪。技能发动，嘲讽。96，李阔4级，虽然没分配自由属性点，但是每升1级，各属性自动提升1点，所以他现在耐力是4，物理防御力同样也是4。9600，怪物直接被巫神反噬技能反死。叮！恭喜玩家升到5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哈哈，就是这种感觉，就一个字，爽。继续，嘲讽，嘲讽，嘲讽。连续击杀了3只长嘴狼，李阔得到了2金币，等级也升到6级。巫域前期金币的价格一直很贵，10枚金币就能卖出300元 RMB 的高价。现在李阔背包里有3枚，就相当于挣了90块 RMB， 变成3怪1级了。看来要换个地方了呀，或许我可以去10级野怪区去试试。打开面板，李阔把自由属性点分配了，分配完以后，他的最大生命值已经达到了1080。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战士，等级6级，可分配属性30点。巫神重体效果使生命值增加300%，生命值1080，体质36点，魔法值60，精神6点，物理攻击力6，力量6点，魔法攻击力6，魔力6点，物理防御力6，耐力6点，魔法防御力6，智力6点，速度6，敏捷6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0，
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通用技能：神识术。来的10级野怪区，这里是烈火豹的地盘。烈火豹兽如其名，全身赤红，远远看上去就非常凶猛。李阔立刻施展神识术。烈火豹10级，气血1000，防御70，攻击150。嘲讽144，14400。拿下烈火豹，李阔又得到了1枚金币，等级也升到了7级。进入游戏1小时，等级升到了7级。这要是在以前，李阔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要知道，怪物的实力并不弱，不是土豪级玩家，几乎刷怪升级都要组队，不然就有可能被怪物反杀，不但拿不到经验，还要掉1级。上一世，李阔就有4个固定队友一起刷怪，他是肉盾战士，负责走位放风筝，吸引火力；队友有全力输出的高伤法师，远程攻击的弓箭手，隐身偷袭的刺客和恢复治疗的药师。不过上一世的他实力太弱，天赋技能又最差，所以经常被队友嫌弃，后来甚至被抛弃。只有药师还算对他不错，他也暗恋过固定队的美女药师一段时间，不过人家始终对他不感冒。他怀疑，就是因为他暗恋队伍里的美女药师，才会被那个 SB 法师队长踢出的固定队，最后只能自己一个人玩。这一世，除了美女药师，李阔也不打算再联系那几个固定队队员了。上一世的美女药师 ID 叫烟雨江南，李阔搜了一下，果真在游戏直接发去了好友申请。叮，烟雨江南通过了你的好友申请。叮，烟雨江南发来消息，是否查看？查看。你是牛哥？不是说叫烟雨牛牛吗？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啊？靠！原来烟雨江南和那个 SB 法师烟雨牛牛现实中早就认识，当初还说不认识，只是名字有缘，新交下的朋友。我不是牛哥，不是牛哥，那你怎么找到我的 ID？ 李阔当然不会告诉他自己重生了，顺口胡诌。我找烟雨江南，弄错了。哦，李阔不再回复，继续刷怪升级。在10级练级区足足杀了2个多小时，李阔终于升到了10级，背包的金币也从3枚变成了20枚。第4章等级突破任务。巫域游戏每10级是一个门槛，需要完成等级突破任务才能继续升级。突破任务要在新手村老村长那里领，李阔只得暂时返回新手村。新手村的西面是1到5级的野怪区，南面是6到10级的野怪区，北面是11到15级的野怪区，东面是黑漆漆的魔鬼森林。魔鬼森林里是从1级到15级的各种怪物 BOSS。 回到新手村，这里的玩家3两成群，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来个奶妈，只要女的快速升级，6级野怪区刷怪，没带脑子闪远点。来个法师组队，男女不限，垃圾勿扰，有极品药师，绝对奶到你怀疑人生。来个战士，能扛得来，队伍里的药师妹子操作有限。刺客求组，听指挥，不拖后腿。新手村老村长的家门口还站着一个战士骂街。麻痹的，早晨的风6级野怪区为了抢1金币杀队友，大家记住这个垃圾刺客，别和他一起组队，老子就站这无限骂他3天3夜。麻痹的，早晨的风6级野怪区为了抢1金币杀队友，大家记住这个垃圾刺客，别和他一起组队，老子就站这无限骂他3天3夜。你恐怕是个脑残，一起组队我不能捡金币，只能你捡，我捡了就叫抢。最后一刀我打的，怪死我旁边了，你隐身过来把我杀了，这不叫抢叫什么？你爱怎么说怎么说，老子还不搭理你了。你愿意刷就刷，牛批！你学土豪刷喇叭，没钱就别装，在这喊有毛用？口水狗！麻痹的，早晨的风6级野怪区为了抢1金币杀队友，大家记住这个垃圾刺客，别和他一起组队，老子就站这无限骂他3天3夜。看来还是低估了这些玩家对这虚拟现实版游戏的热情啊，升级也挺猛啊，能刷6级野怪，那最起码也是6级或者7级的玩家啊，甚至有一些土豪们可能已经达到了8级以上。因为土豪们小弟多，还有的是钱，会专门找一些陪练的，陪练把怪物打残血，然后土豪们过去一刀秒杀，最后经验都给了土豪，而土豪则会给予陪练丰厚的 RMB 作为回报。如果不是李阔能越级杀怪，即使能秒杀怪物，也追不上土豪们的升级速度，毕竟他要到处去找怪，而那些陪练会不断的把怪引到土豪身边。见到老村长，李阔开门见山：你好村长，我已经10级了，要去做一下突破任务。知道了，为了考验你的实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你需要至少2人组队去击杀危害村民多年的巨齿虎王，并取下他的牙齿交给我。记住，巨齿虎王只会在魔鬼森林一带出没。叮，触发10级等级突破任务，是否接受？接受。叮，10等级突破任务接受成功，与至少1名以上玩家组队击杀巨齿虎王。李阔已经玩过1次巫域了，对此他早已轻车熟路，领完任务直接离开。
突破任务接受后，系统会专门为玩家刷新出一头独一无二的 BOSS。BOSS 的实力比较强横，但是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玩家。没有突破任务的玩家也无法攻击特殊 BOSS。特殊 BOSS 只会和领取突破任务的玩家队伍互相攻击。领取突破任务的玩家队伍击杀特殊 BOSS 不会得到经验，所以突破任务很难组队。在上一世，最让李阔头疼的就是突破任务，经常会卡在这里很久不能升级。遇到突破任务，他只能求大神帮忙，或者花金币找有实力的玩家帮他突破。只有完成了突破任务，才能继续升级，以及穿戴相对应的等级装备。突破任务的组队人数不能超过5人，不然不会触发战斗，多余的玩家也不会对突破怪物造成任何的有效伤害。来到组队区，李阔大喊：“帮忙杀10级突破怪的进队，我杀完了以后帮你杀包裹。帮忙杀10级突破怪的进队，我杀完了以后帮你杀包裹。”一些不知道突破怪是什么的玩家听得一头雾水，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李阔。看了攻略对突破怪有所耳闻的玩家则是骂李阔 SB。 突破怪实力强横，一不小心就会被怪秒了，直接死亡掉1级。不认不识的谁会冒着掉级的风险去帮你杀这东西，而且还不给任何的经验和奖励。眼看喊了半小时也没组到人，李阔只好重新组织了自己的语言，换了种方式继续吆喝：特殊怪物随便来个人一起杀，话少的进。特殊怪物随便来个人一起杀，话少的进。叮！小青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同意。什么是特殊怪物？没听见我说话吗？话少的进。李阔回复了小青的消息，直接邀请他进队。叮！小青加入了队伍，是个法师妹子。走吧。组到人了，李阔一刻也不想耽搁，直接往魔鬼森林走。就咱们2个人吗？叫小青的玩家快走了几步，跟上李阔问道：一个战士和一个法师，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练级的组合啊？还想去魔鬼森林打 BOSS， 起码得带3个奶妈。李阔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叮！小青退出了队伍。李阔一愣，旋即转身回了新手村。还特殊怪物，不就是普通 BOSS 吗？你要是不会玩的话，就回去研究一下攻略再来，别跟个傻子一样。小青在好友里发来消息，说完这句话，他直接把孤独不苦这个 ID 给拉黑了。李阔懒得跟他计较，直接删除小青好友，继续喊人：随便来个人，男女不限，杀特殊怪。随便来个人，男女不限，杀特殊怪。足足喊了10多分钟，才有一个叫早晨的风的7级刺客进了队，没有退队。带着早晨的风来到魔鬼森林，眼前出现了一头巨齿虎王。早晨的风也不是来刷怪的，他看李阔有点傻，自己玩的又是刺客职业，就想杀了李阔找点成就感。刺客有隐身技能，如果怪物不带感知技能是打不到他的。早晨的风虽然没见过这个怪物，倒也不怕，丢了一个神识树过去。操！10级感知 BOSS，SB 想害老子？早晨的风吓得一激灵，当即甩出刺客职业技能隐了身，嘴里还不忘骂街，战士都特么是弱智。刺客隐了身，李阔也找不到他，当下不再理会，直接触发突破任务。190，19000，巨齿虎王直接被反噬致死。叮！早晨的风退出了队伍。62，6200，早晨的风被反噬致死。原来是早晨的风看见 BOSS 死了，地上闪着白光，就跑过来准备捡巨齿虎王的牙，顺便捎带着偷袭了李阔一刀。击杀玩家以后会触发巫神吞噬，这使得李阔也了解了巫神吞噬这项技能。玩家死亡会掉1级，减少5点属性点，另外一个属性点也会减少1点，而每种属性减少的那1点会通过巫神吞噬技能加到李阔的属性面板上。第5章，妩媚动人，这次算是坑了。得到巨齿虎王的牙，李阔回到新手村，交给了老村长。叮！10级等级突破任务已完成，你可以继续升级。叮！10级等级突破任务已完成，你可以穿戴10级装备。叮！恭喜你第一个完成10级等级突破任务，奖励你200金币。下面系统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 ID？ 隐藏。全服公告：华夏区玩家 XXXXX 第一个完成10级等级突破任务，奖励200金币。华夏区所有玩家获得 20% 的经验加成，持续2小时。全服公告：华夏区玩家 XXXXX 第一个完成10级等级突破任务，奖励200金币。华夏区所有玩家获得 20% 的经验加成，持续2小时。连续2遍的全服公告，直接让所有玩家傻眼了。出超级大神了？这是哪位大神？坐着火箭来玩的游戏吗？操！我拼了命跟那帮独自抢野怪，才升到6级。突破任务怎么打过去的？麻痹的，我还想冲等级第1，这还冲的毛啊！没日没夜升级也赶不上啊！与此同时，华夏区公屏上有喇叭公告飘过：钱多多，职业商人收金
一枚40元，嫌低还可以商量。妩媚动人，这位玩家在多少号新手村？麻烦帮我打下突破任务，条件随便你开。封神，这位玩家私聊我一下，高价收你手里的金币，价格保证让你满意。另外，封神公会收人，待遇优厚。无封神，不兄弟，顶起！封神狂，无封神，不兄弟。封神萌一，封神雷，无封神，不兄弟。巅峰9儿，呵呵。封神狂，巅峰的狗，你乐你麻痹。巅峰不败，封神狂，你午饭吃屎了？嘴这么臭。巅峰荣耀，封神公会我草，装什么逼啊？一帮某某。封神萌，个人恩怨，请某人不要带上公会。巅峰老六，就带了，我草，封神公会的狗，你全家。天下第一，我库列没拉好，2个儿子出来乱废，影响大家心情了，我对不起大家。巅峰老六，天下公会。巅峰荣耀，天下公会和封神公会的所有人听着，1000块一个的大喇叭，足足飘过了上千条。封神公会和天下公会的老大现实中就认识，关系还不错，2家公会一直联合起来打压巅峰公会。3年后，灾难降临的前一天，他们3家公会还在打。另外，巅峰老六是华夏区出了名的撕逼大王，没有一天不在喇叭上喷的。李阔玩过一次游戏，对这些他也是见怪不怪了。不过这妩媚动人怎么这一世升级这么快，也领取了突破任务了？难道他抽中了那个击杀野怪增加300%经验的史诗级天赋了？这也太扯了吧！要知道在上一世，这个技能被封神乱抽去，可是差点就坑得他退了游。史诗级天赋大多数都会在土豪玩家的手里，毕竟他们都是至尊游戏仓，抽中史诗级天赋的几率极大，而且还能抽取2次。随即李阔向妩媚动人发送了好友申请。叮，妩媚动人通过了你的好友申请，帮你打突破任务能给什么好处？李阔给妩媚动人发去消息。滚！妩媚动人回复了李阔一个字。妩媚动人刚才发了个喇叭公告，立刻就收到了999加条好友申请。经过逐一询问，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竟然都是来拿他找乐子的，甚至都没有一个10级的玩家。游戏刚开始，很多人还不知道妩媚动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能量有多大，这让一直高高在上的他受了不少窝囊气。怎么了，二姐？妩媚娘就在妩媚动人的旁边，看他脸色铁青，忍不住问道：“奶奶的，又来个傻逼！”妩媚动人心情很不好，他刚才收到了1000多条消息，一半以上都和李阔说的话一样，上来就问有什么好处，模棱两可，也不介绍自己是谁。等他说完了好处，那人回复了个哦，就没反应了。还有的回复他，等我10级了帮你杀，希望你能给我留个名额。你们特么的到底懂不懂到突破怪是什么？哎，这个天赋还真的是个坑啊！妩媚娘是妩媚动人现实中的表妹，此刻她也是一阵头大。她二姐妩媚动人还真的抽中了增加300%经验的史诗级天赋技能，刚开始可把他们俩给乐坏了。这么说来，别人10级的时候，她二姐可能就已经20级了，多1倍的等级，在游戏里别说横着走，想躺着走都行啊！谁还敢和他们叫板？可是升到10级以后就傻眼了，直接被突破怪给卡住了。突破怪很强大，起码得5个土豪玩家穿上极品装备才干得过。现在妩媚动人虽然升到了10级，可是他也只能干瞪眼，只能等着其他的玩家升到10级以后一起组队，这样就显得这个史诗级天赋技能太鸡肋了，还不如弄个 SSS 级攻击技能。每个玩家只能抽取1个天赋技能，也可以理解成妩媚动人相当于没有天赋技能，这真坑了。脑子里装了大病。李阔见妩媚动人开口就让他滚，心里也是很不爽，直接拉黑了妩媚动人这个 ID。妩媚动人很厉害，在上一世游戏开服1年以后，他的身份就被爆了出来。他的亲姐姐是华夏富豪排行榜第1名的大人物。虽然李阔知道妩媚动人不差钱，帮他杀突破怪肯定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不过有钱归有钱，也不能随便骂人吧。这个游戏最不缺的就是土豪，李阔想用击杀突破怪来挣钱，有没有妩媚动人的赞助还真的影响不大。在上一世，一般的土豪玩家打完突破怪以后，只会帮自己的小弟或者自己公会的活跃玩家去杀突破怪，不会帮其他玩家打，因为他们不缺钱，钱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串数字。这也是很多玩家撞破头都想挤进一个强大公会的原因，因为土豪帮他们杀完突破怪以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升级，等级升高了，就可以帮普通玩家击杀突破怪，然后接单赚金币。突破怪只对领取突破任务的玩家有等级限制，对其他玩家没有限制，不管你是1级还是20级，都可以帮别人击杀10级的突破怪。但是前提是你得不怕死，因为被突破怪秒了，同样会掉等级。第6章隐藏任务，击杀野怪只能爆出金币。击杀 BOSS 不但可以爆出金币，还有可能爆出装备、技能书以及各种道具。来到魔鬼森林，这里已经有不少玩家在组队杀 BOSS 了。
不过他们杀的都是10级以下的 BOSS， 这帮人时不时的还会往周围瞧上几眼，以防别人过来抢 BOSS。上一世李阔的团队打的 BOSS 血条到底了，就经常会被突然冒出来的一帮人给屠了，然后把 BOSS 抢走。还有一些刺客专门无敏加属性点，等别人把 BOSS 打死了，他们就隐身过来抢爆出来的东西。装备对于玩家来说至关重要，一件好的装备能让玩家的属性大幅度提高，有些装备还附带特殊技能，所以装备的价格也都很贵。能抢到一件极品装备，就算是被打死5次，只要抢的装备不爆出来，那也值了。李阔现在看不上这些低级的 BOSS， 他直接往魔鬼森林深处走去。魔鬼森林的深处都是10级以上的 BOSS。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只猎物，千足巨型蜈蚣王，15级白银 BOSS， 气血5000，防御200，攻击力480，技能无嘲讽-464，-46400，巫神反噬反弹了恐怖伤害。千足巨型蜈蚣王一命呜呼，只爆出了2金币，别的什么都没有。继续寻找猎物，白金红尾蛇王，15级黄金 BOSS， 气血8000，防御300，攻击力600，技能白金蛇毒。介绍：带有剧毒的蛇王，即使最凶狠的狼族也不愿意与他们为敌。白金蛇毒每次攻击都会释放蛇毒，中毒者眼珠会变成白色，短暂失明，并且每秒会损失 5% 的最大生命值。李阔丢了一个神识树，得到了白金红尾蛇王的资料。嘲讽！红尾蛇王立即受到了嘲讽的影响，吐着信子攻来。588，史诗级天赋精神集中触发，不受白金蛇毒影响。-58800，白金红尾蛇王直接被反弹伤害打死。地上爆出2金币，并且还有一道蓝光闪现。爆蓝装了！李阔立刻捡起来查看。玄蛇之甲，用蛇王的皮制作而成的铠甲，水火不侵，非常的坚韧。玄蛇之甲，男性10级铠甲，品级蓝色装备，品阶良好，佩戴等级10级，基础属性生命值加50，速度加10，物理防御力加10，附加属性智力加10，耐力加10，特殊效果无。这件装备在前期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适合双抗的药师穿戴。不过李阔不想穿，加这么多防御，他怕别人破不开他的防，到时候攻击他时打出一点强制伤害，那么他的巫神反噬也就反弹100点伤害，这数据根本就反不死人。把玄蛇之甲放进背包，李阔继续找 BOSS。 紫头狼王14级黄金 BOSS， 生命值4500，防御力160，攻击力480，技能狼嚎。狼嚎，狼王的呼唤会唤来同伴，遭受狼群的集体围攻，非常危险。这个不错，李阔没有第一时间使用嘲讽，而是使用普通攻击，用刚进游戏时系统赠送的木棍打了狼王的头一下，立刻就跑。他要让狼王使用出狼嚎这个技能。果不其然，随着李阔的挑衅，狼王很配合地用出了狼嚎。一转眼的功夫，就有数十头14级白银 BOSS 紫头巨狼从四面八方向李阔围拢了过来。嘲讽-464，-419，-419，触发巫神降临，原地复活，恢复 100% 最大生命值。叮！恭喜玩家升到12级。-419，-419，-419，叮！玩家死亡，降低1级后复活，你的等级降低为11级，同时你的玄蛇之甲好像不见了。叮！恭喜玩家升到12级。叮！恭喜玩家升到13级。李阔已经被传送到了新手村复活点，系统提示音还在不停的响。我擦，这也太猛了！每秒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根本就抵挡不住。李阔刚才1秒内就被狼群攻击了8下，没有触发巫神降临，直接被送回了复活点。不过这经验来的也是真快，现在立刻回去把掉落的玄蛇之甲捡回来，总体来说也算是赚了。装备掉落5分钟以后，没有人拾取才会消失。不过等李阔来到刚才的位置时，懵逼了，我的玄蛇之甲呢？这里都是高级 BOSS， 不应该有玩家过来刷怪啊。与此同时，公屏上有喇叭飘过，早晨的风，哈哈哈，哪位大神去魔鬼森林刷 BOSS 了？还掉了一件极品蓝装，我隐身过去看风景，被我捡到了，不过物归原主是不可能的，想买回去咱们拍卖行见，哇哈哈。天下风云私聊我一下，属性适合的话卖给我，价钱包你满意。风神狂兄弟卖给我，我可以让你进封神公会，以后在游戏上横着走。巅峰9儿，呵呵。风神狂巅峰的狗，你是傻逼吗？天天就知道呵呵。天下风云，封神的这位兄弟有好势力，请不要和我抢装备。巅峰荣耀，麻痹的封神狗，你骂你亲妈。华夏公屏上又一波撕逼开始了，李阔懒得理会。不过早晨的风这小子，
你不去好好的打怪升级，每天就特么引着个身乱溜达。玄蛇之甲虽然只是10级装备，但是最起码能卖3000金币，土豪们可不管是不是什么过渡装备，有时候为了增加几个属性点，都敢花几个亿的 RMB。按现在的行情，3000金币能换10万 RMB 了，想想都牙疼。继续刷怪，15级的 BOSS 怪和1级的野怪在李阔这里都是一样，完全是秒杀。很快，李阔就把等级升到了14级。就在这时，一声狼嚎引起了李阔的注意。这是一头和刚才那些紫头巨狼外形一样的狼王，只不过它的体型更加巨大，而且全身都已经变成了紫色，应该是刚才那些狼的老大。神石硕，紫火巨狼王，史诗级 BOSS， 等级，生命值，防御力，攻击力，技能。介绍：魔鬼森林的霸主，森林之王，整个魔鬼森林只有一头，极其凶狠，身上好像隐藏着强大的力量。什么都看不到，这是什么情况？叮！触发隐藏任务，是否接受？接受。叮！已接受隐藏任务，击退紫火巨狼王，会得到老村长丰厚的物品奖励。任务介绍：对紫火巨狼王造成5万点有效伤害，就会将这头恶狼驱离魔鬼森林一带。任务组队人数无上限。第7章，获得祖龙之魂。在上一世，李阔在游戏论坛上看见过风神乱发帖子骂巅峰公会，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隐藏任务。据说当时有很多玩家都触发了这个隐藏任务，但是只有风神乱接近完成任务。没错，是接近。当时他把所有风神公会和天下公会的强力玩家都聚集到了他所在的1025号新手村。要知道，从一个新手村转到另一个新手村，每个玩家都要花费2000金币。他花费大量 RMB 收购金币，给小弟们转区，然后带着足足1000号人前去击杀紫火巨狼王。即使紫火巨狼王防御力很强大，但是架不住人多，死了就从复活点出来继续过去打伤害。他们愣是活生生的把紫火巨狼王打掉了4万多点有效伤害。就在他们以为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巅峰公会带着几百号人也来了。他们不是来打紫火巨狼王的，他们是来打风神公会和天下公会的。在巅峰公会的不懈努力下，3个公会的玩家最终都被紫火巨狼王送回了新手村的复活点。风神乱也死了，隐藏任务消失。想想还是挺有意思啊。李阔嘿嘿笑了2声，触发了隐藏任务。无知的人类，去死吧！紫火巨狼王竟然还会口吐人言，随即从嘴里喷出一大片火焰。这火焰是群体攻击，在一定范围内的玩家都会受到伤害。我擦！一个隐身的刺客瞬间被秒，传送回了复活点。李阔一愣，看了下 ID， 又是早晨的风，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时候隐身藏他旁边了。早晨的风死亡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爆出来，看来玄蛇之甲是被他放仓库里了，仓库的东西死亡不会被爆。与此同时，李阔的头顶上冒出了85063的恐怖伤害，8万多的伤害。卧槽！巫神降临触发，生命值恢复 100%， 负8506300。巫神反噬技能让紫火巨狼王直接损失了800多万的生命值。李阔没死，紫火巨狼王也没死，这怪物生命值是真的爆炸。李阔赶紧走位，跳到了火焰的攻击圈之外。叮！已造成5万点伤害，隐藏任务完成，回去找老村长聊聊吧。李阔可不想再死一次，任务完成了，他急忙转身就跑。怎么回事？我的魂力怎么损失了这么多？气死我了！紫火巨狼王暴跳如雷，直接冲着正在逃跑的李阔释放了3支火焰箭。火焰箭速度奇快，眨眼间就击到了李阔身上。负9万，巫神降临触发。负18万，巫神降临触发。负36万，巫神降临触发。同一时间，紫火巨狼王的头顶冒出恐怖伤害数字：负900万，负1800000，负3600000。敖智，这不可能，不可能！会说人话的狼王竟然一命呜呼了。李阔眼疾手快，立时就发现紫火巨狼王死亡的位置有一道光柱冲天起。他急忙返回去，捡起了紫火巨狼王爆出来的东西——祖龙之魂。祖龙之魂是什么东西？上一世也没听说过啊。神石硕，负99999999。李阔头顶冒出差一点不到1个亿的恐怖伤害，直接回了复活点，等级也掉了1级。死亡的时候，他看到早晨的风又来了。我没动手啊，这个弱智战士怎么头顶上冒出了1个亿的伤害？遭雷劈了，还有游戏出 bug 了。不过那弱智战士刚才捡到的是什么？谁爆出来的？不闪光，直接特么的闪光柱！操，路上跑快点就好了，这东西就特么是我的了。早晨的风此刻后悔极了，狠狠地往自己脸上抡了一巴掌。回到新手村复活点的李阔，此时也是一脸的懵逼，急忙查看祖龙之魂，
还好没掉。看来以后出门要带个药师啊，药师的通灵术可以发现刺客，抱了好东西也不至于被截胡。要不就找个有感知天赋的玩家带上，不然这整天屁股后头跟着个鬼，这谁受的了？还有这1级等级掉的也太莫名其妙了吧！突然灵光一闪，复活点是安全区，这里查看祖龙之魂不就死不了了吗？说干就干，直接丢了一个神识术过去。轰隆隆，轰隆隆隆，几声巨响，整个新手村都在震动。祖龙之魂，乌域大陆上魔龙一族最高首领的残魂。3万年前，乌域大陆第1代统治者魔龙在被星系主神击杀后残留的一缕魂魄，拥有祖龙之魂，可以在乌域里感应到龙族的后代，并让其认主。龙族后代吞噬祖龙之魂，可以进化成祖龙血脉。祖龙是龙族之祖，龙族向来性格高傲，使用低级神通窥探祖龙之魂会受到无形之力的反噬。叮！请玩家立刻停止窥探祖龙之魂，此行为严重挑衅龙族信仰。所有龙族感应强烈，无形之力正在攻击新手村主神封印，主神封印破除会使整个游戏世界崩塌。叮！请玩家立刻停止窥探祖龙之魂，此行为严重挑衅龙族信仰。所有龙族感应强烈，无形之力正在攻击新手村主神封印，主神封印破除会使整个游戏世界崩塌。连续不断的系统提示让李阔吃了一惊，急忙收回了神识术。与此同时，新手村又恢复了平静。什么情况？游戏里也会晴天打雷，还地动山摇的，游戏出 bug 了吗？怎么回事？游戏里刚才是闹地震了吗？卧槽！现实中闹地震了！我他妈身体还在18楼的游戏舱里躺着，我这边打的 BOSS 也只剩下皮血了，我他妈到底是该退游逃命，还是该把这个 BOSS 打死啊？我干！所有游戏玩家都有些懵逼。以防祖龙之魂死亡掉落，李阔把祖龙之魂放进了仓库，这才来到老村长家里。小伙子，感谢你为我们赶走了恶狼。不瞒你说，听村里的老人们常讲，其实这头狼是当年村里的傻子王二养大的，性格一直非常温顺。但是突然有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一道光柱，正好砸中了这头狼，然后他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现在这头恶狼不但到处吃人，还变得越来越厉害，我们都拿他没办法。不过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为了感谢你，我要将我珍藏多年的好东西送给你，作为回报。看来恶狼应该是被祖龙的残魂附体了。这时系统发来了提示音，叮！因为你赶走了恶狼，获得了村长赠送的500金币和1件橙色装备，同时你在村民心中获得威望，赠送你20点气运值。第8章橙装，无级别限制。装备对于玩家来说至关重要，物欲的装备好坏由品级和品阶判定，从低到高依次为：装备品级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史诗。装备品阶普通、良好、优秀、稀有、完美、史诗。白色装备1条基础属性，绿色装备2条基础属性，以此类推。普通品阶1条附加属性，良好品阶2条附加属性，以此类推。物欲游戏爆宝率极低，一般的土豪玩家穿的都是紫色装备，超级土豪也不一定能凑齐全套橙装。至于史诗级装备，能得到1件那都能乐得半个月睡不着觉了。老村长还挺有钱，竟然送了1件橙色装备。李阔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背包进行查看。奔雷法杖，20级法杖。佩戴职业法师。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品级橙色。品阶优秀。基础属性橙色品级5条，魔法攻击力加75，魔法攻击力加70，魔法攻击力加85，最大生命值加200，魔法防御力加40。附加属性优秀品阶3条，魔力加45，体质加35，耐力加40。附带技能神佑，说明死亡后有 5% 的几率立即复活，并恢复200点生命值。极品，极品啊！卧槽，这个神佑技能太屌了，太他妈适合我了。如果拿上这件装备，即使没有触发巫神降临，触发了神佑就有可能活下去，然后死亡就有可能再次继续触发巫神降临。我的专属啊！而且还没有佩戴等级限制，也就是说5级的玩家也能佩戴。最气人的是，这属性还加得这么完美，没有一条是没有用的呀。如果装备加力量或者物理攻击力的话，那么就等于废了一条属性，因为法师使用的是魔法攻击。更气人的是，我他妈是个战士啊，我没有办法使用。李阔气得真想痛扁老村长一顿，这特么的老村长，这是玩我呢！费了半天劲，打了个装备，感情是给别人打的。10级带上这武器去打突破怪，那还不跟玩一样？别人要打了20级突破怪才能穿戴20级的装备，这可好了，无级别限制，多少级都能穿。用不上就只能卖了，以免到时候越放越不值钱。20级的装备只能用到29级，毕竟和30级的装备比起来，属性还是有点距离的。接下来，李阔就把奔雷法杖在拍卖系统上了架，竞拍底价5万金币。
拍卖行上架以后，会对武器进行12个小时的竞技价拍卖，最后谁出的价格高，武器归谁所有。如果12小时内没有人给出的价格超出底价，那么武器则会退回给李阔。玩了一天的游戏，李阔肚子也饿了，直接退出了游戏。等有了钱，还是得买个游戏舱，那样才能称得上专业玩家。游戏舱里有营养液，玩家不吃饭也不会饿，而且躺在游戏舱里也比较舒服，几乎都带自动按摩系统。回到现实世界，李阔的手机上弹出几条未读信息，是苏沫发来的。你游戏 ID 多少？你在多少号新手村？怎么不回话？忘了你是游戏头盔，无法外接手机，看到信息回复。李阔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也没隐瞒。我在312号新手村，孤独不苦。游戏里并不显示玩家的等级，李阔还拿着系统赠送的木棍，所以也不怕苏沫发现什么。回复完了苏沫，李阔泡了3袋方便面，还荷包了2个鸡蛋。这时候苏沫又发来了微信消息：咱们在一个新手村，快上游戏，我加你好友了。在一个新手村，还真是巧啊。李阔没有回复苏沫，吃完了泡面，重新进入了游戏。刚一进游戏，系统就弹出了苏沫的好友申请，李阔直接同意了。很快，苏沫便发来了消息：来新手村复活点，我被人杀了。李阔无奈，只能过去，毕竟2个人现在名义上还是恋爱关系。来到复活点，一眼就发现了苏沫，他的游戏名字叫苏如烟。苏沫旁边还站着一个法师，不是林鹏是谁？真 TM 的冤家路窄。林鹏的游戏名叫彭少爷，他见到李阔，气就不打一处来，指着李阔，转头问苏沫他多少级。苏沫也不知道李阔多少级，示意他说5级。李阔冷着脸说道5级。林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带个5级的废物去杀人，你们是真不怕被对方看笑话吗？苏沫也对李阔的等级十分不满意，真不知道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了，玩不了游戏就别玩，还非要借钱买游戏头盔。哈哈，笑死了，借钱买游戏头盔？你确定不是借钱买游戏舱？说话这人叫巅峰小刀，是苏沫在新手村练级认识的朋友。默默，这人就是你说的傻驴吧？一个叫小仙女的药师说完，呵呵笑了起来。小仙女是苏沫现实中的闺蜜。行了，林鹏，小仙女都别说了，你们花2000金币转到我新手村，不就是为了给我出气吗？咱们先把杀我的那个垃圾弄死去。几个人商量完了，就准备去找仇人报仇。李阔被他们嘲讽了半天，就算是头野怪都该攻击了，冷着脸道：你说谁是傻驴？苏沫见一直被自己呼来喝去的李阔竟然公然和自己的闺蜜叫板，脸色立时也冷了下来。你还觉得自己挺聪明吗？你们聪明，杀人你们自己去，老子还不奉陪了。李阔也是真的生气了，你他妈怎么说话呢？林鹏首先发难，说你是傻驴都是抬举你，你就是默默身边的一条狗，舔狗。你小子活腻歪了，老子见你一次杀你一次，得罪我们巅峰公会，你以后别想再玩这个游戏了。3个人一起骂李阔，苏沫则是冷着脸不说话。你能代表巅峰公会吗？如果巅峰都是你这样的人，老子早晚把巅峰公会给灭了。哈哈，巅峰小刀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拍着大腿大笑。装逼之前你他妈也不照照镜子，灭我们巅峰公会，你怕是没睡醒吧？行了，苏沫打断了众人对话，自己的舔狗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他现在心里很不爽，指着李阔说道：滚吧，从现在开始你和我们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还有，看在同学一场，借我的1万块钱不用还了，我打发要饭的一般也都给2万。哈哈哈，众人全都大笑起来。李阔没有说话，转身大步离开。李阔走后，林鹏走到苏沫身边，搂住了他的肩膀。亲爱的，没必要跟这种废物生气，一会咱们去把欺负你的那个封神小屁屁杀了，然后一起练级，咱们都是 SS 级天赋，和李阔这种狗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种狗只配仰望咱们。苏沫望着李阔离开的背影，淡淡道：的确像条狗。第9章，金币赚到的第1桶金。李阔很想在游戏中弄死苏沫他们几个，但是那样他就会暴露自己的天赋技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懂。现实中他只是个刚毕业的穷学生，而苏沫、林鹏、苏沫闺蜜无一不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得罪了他们随便花点钱就能找来几个社会混混，整天跟着自己，还想安静的玩游戏，想都别想了，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现在只有尽快搬家，让苏沫找不到自己，那样才可以在游戏里大展拳脚。李阔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RMB， 没有钱他在现实中寸步难行。想到这里，李阔急忙打开了拍卖界面。奔雷法杖已经有人出11万金币了，刚刚竞拍了2个小时，价格就飙升到了11万，
看来这个装备最起码能卖25万金币，因为真正的买家都是在拍卖的最后几十秒内才会出手。接下来，李阔一边打怪，一边关注着拍卖行的情况。与此同时，696号新手村内正在刷怪的巅峰依旧接到了一个外接电话：“少爷，又给你银行账户转账了5亿 RMB， 需要钱再联系我。”知道了。巅峰依旧挂断了电话，立马买了100个喇叭，刷起了全区公告。巅峰依旧最高价收金币，手里有金币的兄弟赶紧上架，巅峰公会的都给我一起收。另外，卖奔雷法杖的玩家看见喇叭联系我一下。982号新手村，王者扛把子也不打怪升级了，对着一众王者公会的玩家发号施令，所有王者公会的都给我去收金币，100人民币以下直接秒。而他自己则是刷起了无线喇叭。卖奔雷法杖的是哪一位？你先把法杖下架，我和你私下 RMB 交易，保证让你比卖金币更划算。李阔虽然缺钱，但是也不会傻到 RMB 私下交易，那样的话他就会暴露自己，以后在游戏中得罪了土豪，那肯定会遭到现实报复。所以他对王者扛把子的喇叭内容嗤之以鼻。788号新手村，武媚娘二姐，金币已经涨到120元 RMB 一枚了，好恐怖。RMB 最高价收金币，价格美丽，量大的还能多给钱。武媚动人发完了一条全区喇叭公告，这才对武媚娘说：“不用管，你就盯着金币交易行，150人民币以下直接秒。”武媚娘能够有实力和咱们竞争的法师，只有巅峰依旧和王者扛把子，不如我去联系他们，一起把价格压下来。这样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武媚动人，你真的很傻很天真。如果你去找他们，他们肯定会答应你，然后趁机拿下这把武器。在游戏里讲信誉的人，除非是傻子。而且你别看封神乱和天下风云现在这么消停，他们只是不想抬价，等到了最后几秒，他们肯给也会出来搏一下。他们手底下的法师可不少，不过他们用不了这把武器，应该不会出太高的价格。咱们收购50万金币，应该能拿下这把武器。叮！恭喜玩家升到15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经过几个小时的刷怪，李阔终于升到了15级。15级是目前游戏里的最高等级，因为新开服，目前等级还在封印中，还没有开放16级。打开属性面板，李阔把未分配的属性点全部分配完毕。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战士，等级15级。巫神重体效果使生命值增加300%，生命值2730，体质91点，魔法值160，精神16点，物理攻击力16，力量16点，魔法攻击力16，魔力16点，物理防御力16，耐力16点，魔法防御力16，智力16点，速度16，敏捷16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通用技能：神识术。李阔把所有属性点都加了体质，其余属性都没有加。之所以15级能有16点其他的属性，是因为他杀死了一名玩家，被巫神吞噬技能吞噬死亡玩家而来的属性。打开拍卖行，此时的奔雷法杖已经被拍到了22万金币。又看了一下金币交易行，现在的金币价格已经被炒到了160元 RMB 一枚。在上一世，这种价格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最高的时候也就50元一枚。李阔果断地把金币以170元 RMB 一枚的价格上架了，2秒钟都没到，金币就被秒了。现在各大势力都在盯着交易行，李阔的金币量大，贵点他们也无所谓了，只要有货就行。李阔完成等级突破任务时，系统奖励了他200金币，打紫火巨狼王老村长给了500金币，再加上这一天来打怪爆出的金币，他现在足足有760枚金币，这让他得到了12万9200元 RMB。金币交易需要绑定银行卡，都是实时到账的，加上他自己的800元 RMB， 李阔现在银行卡上也有13万元 RMB 了。他长这么大，银行卡上还是头一次出现了6位数的数字。随即他直接退出了游戏。李阔办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想着搬家了，那他一刻也不想耽搁。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房东还没休息，他找到房东退了房。租房押金房东肯定是不会退的，李阔也懒得计较。搬出破旧租房，他的一些旧衣服都扔了，就用行李箱装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来到了苏沫居住的别墅花园小区。现在有钱了，他准备把苏沫的钱先还了，那么以后在游戏中杀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愧疚感。毕竟他能抽到史诗级天赋技能，苏沫也算是功不可没。苏沫已经把李阔的微信拉黑，敲开苏沫家的大门，李阔直接说明了来意，把10100元 RMB 还给了苏沫的爸爸，然后
坐着地铁离开了金海市朝阳区，来到5环外的东洲区，他找了一家酒店住了下来。打了一天的游戏，李阔也累坏了。游戏头盔并不像游戏舱，并不能为玩家缓解疲劳，而且玩家长时间在线还会困乏。游戏舱则不同，玩家在游戏舱里打游戏，不但不会觉得疲劳，退出游戏以后还会觉得神清气爽。而且游戏舱还能链接外部设备，玩着游戏也能聊微信、接打电话、查看乌域官方论坛等，现实中有什么事都能第一时间知道。在游戏舱里打游戏，连续24小时在线，打1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游戏舱现在李阔可买不起。第10章一夜暴富。奔雷法杖在拍卖行的上架时间是昨天下午的5点钟，现在已经到了凌晨4点50分。李阔被闹铃叫醒，第一时间进入了游戏。这个时候，奔雷法杖的竞拍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距离竞拍期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巅峰依旧看着拍卖行上30万金币的竞拍价格，咬了咬牙，再次加价，直接出了35万。王者扛把子也没闲着，他一边盯着竞拍价格，一边疯狂让手底下的兄弟们用邮件给他邮寄金币过来。他之前把重心放在了私下交易上，只收了35万金币，现在再收也来不及了，只能靠王者公会那1000多号兄弟。不过如果竞拍价格涨到40万，那他也只能无奈退出。时间1分1秒的过去，此刻进入竞拍倒计时，距离竞拍期结束还剩1分钟。59、58、57，麻痹的，到底是谁在跟我作对？看到又有人出了40万金币，巅峰依旧恨得牙根直痒痒。他现在很想刷喇叭问候对方全家，可是没时间分神，他只有48万金币，不敢再加价，他要等最后几秒，把这48万全部加上，放手一搏。这把武器他必须拿下，都是花最高价收来的金币，如果到最后拍不到这把武器，那 TM 就亏到姥姥家了。5、4、3，就在竞拍马上要结束时，巅峰依旧直接把全部家当扔了上去，48万8536金币。可是下一秒，他就收到了系统的邮件，48万8536金币都被退了回来。这证明有人比他出的价格更高。麻痹的，巅峰依旧骂了一句。同一时间，李阔收到了系统发来拍卖成功的邮件，邮件里一共是50万04900金币，寄售平台的拍卖行会收取1%的手续费。这么说，奔雷法杖是被人用51万金币拍走的，这大大出乎了李阔的意料。没有犹豫，李阔留了4900枚金币，把剩下的50万金币分成几批，全部以每枚50元 RMB 的价格挂上了金币交易行。退出游戏，继续睡觉。上午11点半，李阔揉了揉眼睛，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银行卡里收到了几笔进账，一共是2500万 RMB。这钱来的也太快了吧！李阔一个机灵，直接从床上掉了下来。如果是 RMB 交易的话，那还不得卖5000万？赶紧收拾好东西，李阔来到酒店前台退了房。有钱了，哪里还睡得着觉？首先，李阔给乌域游戏公司打了个电话，订了一台游戏舱，然后他又在东洲区直接花1300万买了一栋小别墅。上大学的时候，他在东洲区做过暑假工，很喜欢这里。这里生活节奏慢，离着市区又近，最主要的是房子还便宜。有了钱就好办事，房子手续很快就办完了，游戏舱也送了过来。这中间，李阔还花了100万给小别墅安装了最高级的防盗窗和防盗门。游戏世界弱肉强食，肯定会得罪不少人。在他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这段时间，他要确保自己在现实中的绝对安全。等以后他获得了游戏中的力量，那时候睡大街都不成问题。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李阔现在银行卡里还有1000万 RMB， 他在超市大肆购物，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和衣物外，又买了大量可以储存的食物、饮用水，以免物业打扰自己。他又临时去了一趟物业，直接交了3年的物业费。这波操作直接让物业公司的美女客服对李阔青睐有加。他干了5年，还没遇见过这么痛快的人，非要加李阔的微信。李阔当然不会加。做完这一切，已经来到了晚上11点钟。李阔反锁好全部的门窗，吃了点东西，直接从游戏舱里进入了游戏。接下来干什么呢？李阔来到游戏世界以后，也有点迷茫了。刷怪，等级封印还没解开，不能升级了。刷金币换 RMB， 卡里现在还有近1000万，够花了。3年以后灾难降临，钱就是废纸。刷金币买装备，都是过渡装备，买来没意义。游戏里交朋友，穷的时候没人理，现在也不想理别人。看来只有杀人这一条路可走了，也好增加一些属性点，强大自身。一直受气的李阔在心里下定决心，以后谁再惹他，他就杀谁，不管谁。正当李阔想着拿谁练练手的时候，2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华夏区公屏上，是林鹏和巅峰小刀在刷大喇叭。彭少爷，封神小皮皮，服不服？以后再杀我游戏 CP
我就把你杀回0级。我说到做到。巅峰小刀3次击杀已完成，希望以后封神公会管好自己手底下的人，最好不要引起2大公会对抗。封神小皮皮，我是封神的无名小卒，你不用带上公会，只是掉3级而已，老子不怕。以后见到苏如烟，老子继续杀，老子就看不惯他这种傲娇的货色。封神狂，巅峰小刀，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小傻逼？脑袋上顶着个巅峰的名字，真把自己当个人了？封神，哎，谁允许你们2个在新手村装逼的？告诉爸爸，你们在多少号新手村？爸爸教教你做人。见到封神的大佬出面了，巅峰小刀心里有点慌，不过他玩游戏就是为了找存在感，只能硬着头皮硬上，随即又刷了个大喇叭。巅峰小刀，我们巅峰也不是好欺负的，而且是封神小皮皮先杀的我朋友，我们只能杀他3次以示惩戒。封神，哎，这个小刀，你 TM 脑子里缺点什么吧？玩个游戏逼都不够你一个人装的。封神狂，那个封神小皮皮，加我好友一下，告诉我你们在多少号新手村，我和雷子过去。还有那个巅峰小刀，给老子听好了，你摊上大事了。封神小皮皮，谢谢老大，谢谢大佬，跪拜跪拜。封神是我永远的家，无封神不兄弟。顶起。没什么钱的封神小皮皮咬着牙花了1000 RMB 又刷了一个喇叭。这时候巅峰不败和巅峰老六刚好打完一只白银 BOSS，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也看到了喇叭内容。巅峰老六，哎呦，封神狗好厉害啊！巅峰不败，巅峰小刀联系我一下，告诉我位置，我和老六过去。封神的想约架，咱们随时奉陪。在华夏区公屏上发完了一个大喇叭，巅峰不败这才问巅峰老六，老六，这个巅峰小刀是谁？巅峰几群的？巅峰老六，我他妈怎么知道？第11章，收了个小弟。游戏开服已经2天，大部分玩家都升到了10级，有一些超级土豪更是已经打完突破怪，升到了15级满级。就比如妩媚动人，他不但有增加300%经验的天赋，就连奔雷法杖也是被他买去的。看到巅峰老六和封神在喇叭上约架，他第一时间就带着妩媚娘转到了312号新手村。不错，他就是要杀巅峰老六，因为玩上一款游戏的时候，巅峰老六在世界频道上骂了他3个月。通过巅峰公会群里的线人得知，这个巅峰老六正是他要找的人。这款游戏是虚拟现实游戏，大家都非常重视，而且不能删号重练。这次他要打的巅峰老六怀疑人生，让他后悔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叮！下面将进行全服公告。系统全服通报：2032年11月18日8时0分0秒，服务器将解开等级封印，开放最新等级，请玩家们提前做好准备。达到15级的玩家可以前往魔鬼森林找到主城接引人申请登记，届时将会被传送到主城。系统全服通报：2032年11月18日8时0分0秒，服务器将解开等级封印，开放最新等级，请玩家们提前做好准备。达到15级的玩家可以前往魔鬼森林找到主城接引人申请登记，届时将会被传送到主城。连续10遍全服通报，立刻让玩家们炸了锅。特么的，这么快就开放新等级了？我特么才9级，这下等级更追不上了。知足吧，我特么才6级，我都没说啥。来个大神帮我打一下突破怪，能给我打过去，让我叫他爸爸都行。你叫爷爷也没人帮你打。话说第一个打完突破怪的玩家也太牛了吧！开服第1天就突破了等级任务，怎么做到的？与此同时，李阔收到了一条添加好友的申请，是早晨的风发过来的。这小子又想搞什么鬼？李阔通过了好友认证。大神，大神，终于找到你了，帮我打下突破任务呗。没空。李阔回复。早晨的风和李阔打过一次突破怪，现在他升到10级以后也领取了突破任务。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当初遇见的竟然是第一个完成突破任务的大神，而且还是秒杀了突破怪。这特么也太强大了！自己当初还偷袭了大神一刀，真特么是死有余辜啊！求求你了，大神，看在我也帮过你的份上，你就伸伸手帮我打一下呗。你那是帮我吗？你他妈是想偷袭老子？我错了，你帮帮我，我以后认你当大哥，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以后就是你的小弟。李阔一愣，听上去好像还不错呀。这个垃圾刺客没事就爱瞎溜达，把他培养一下去，收集个情报啥的，倒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你想当我的小弟，也得看看你有什么实力啊。你是什么天赋？李阔想了想，给早晨的风发去消息。大哥，我是 SS 级天赋负0，使用职业技能的冷却时间可以减少50%。早晨的风也是个自来熟，这就喊上大哥了。刺客的职业技能是鬼影，可以让刺客隐身60秒，在隐身状态下速度提升1倍，但是不能发动任何攻击，如果发动攻击就会立即结束隐身状态。而鬼影的技能冷却时间是70秒，也就是说这中间有10秒的空白期，无法连续隐身。不过有了负0
这个天赋技能，那用在刺客身上可就厉害了。他可以使用鬼影技能隐身，然后跟着猎物寻找机会，缩短一半的技能冷却时间，让他只需要35秒就可以继续隐身。此时他的隐身状态还剩下25秒，这25秒就可以寻找机会击杀目标，没有机会也可以继续隐身等待。如果打不过，也可以立即隐身逃跑。这种无限隐身简直不要太香，想想李阔都有点羡慕了。怪不得早晨的风这小子干了这么多坏事，人还活得好好的。不过还是要先问问这小子现实中有多大岁数，如果比自己岁数还大，那他整天和自己喊大哥，这感觉就挺怪了。你现实中多大了呀？我18了，大哥，已经不读书了，因为我是个孤儿，没钱上学。和自己一样，也是个孤儿。这让李阔立刻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不过后来李阔才知道，这早晨的风只有15岁。好吧，我也是个孤儿，不过不要抱怨，靠自己的双手，一切都会变好的。李阔回复道：是的，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昨天我就靠自己的双手捡到一件极品蓝装，哈哈，直接卖了10万 RMB， 也不知道是哪个傻逼掉的。1万只羊驼在李阔的心中呼啸而过。操，赶紧滚过来，老子带你去杀突破怪。来到魔鬼森林，李阔有意在早晨的风面前树立威望，严肃道：你就站着别动，看着就行，看看我是如何击杀怪物的，学着点。嘲讽！李阔大喝一声，一头巨齿虎王受到嘲讽技能的影响，立刻冲着李阔飞奔来。负184，李阔头顶冒出损失的生命值，巫神反噬状态触发。负18400，巨齿虎王被李阔的巫神反噬技能直接弹死。卧槽，大哥，你这也太牛逼了吧！早晨的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特么刚才和4个玩家组队过来，直接死了3个，要不是我跑得快，也得让这家伙干死。大哥，你不会是用外挂了吧？废话，你觉得这游戏会有外挂吗？李阔不屑道：看清楚我是怎么出手的了吗？大哥，对不起，我没看清楚，你可不可以再打一回给我看看？没关系，我就知道你看不懂，你以后要学的东西还多了，这才哪到哪。还有，哎，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怪都没了，我还打个啥？是这样的，大哥，我在孤儿院的时候认了个姐姐，她也没打呢。刚才我们不是5个人组队死了3个吗？我刚才拼了命才把她救出来，别人我没管。好吧，好人做到底，喊你姐姐过来吧。第12章，杀红了眼的妩媚动人。姐姐，快过来，我认了个大哥，可牛逼了，帮你杀突破怪，秒杀。早晨的风给他姐姐发去消息，很快一个药师就一路小跑过来了，一见面就给李阔行了一礼，谢谢大哥带我。这个 ID 名字叫晚上的星，这就是你姐姐吧？李阔象征性的问了一句。是的，大哥，我和我姐姐都在312号新手村，我姐姐还有一个闺蜜在555号新手村，我有一个死党在102号新手村，我们一共4个人。哦，你姐姐多大了？李阔看这2个人都显得不太稳重，随口问道。我姐姐16了，大哥。你18？你姐姐怎么才16？我说错了，我姐姐19了，大哥。我姐姐的闺蜜也19了，叫亮晶晶，等到了主城就能碰面了。哦，晚上的星，亮晶晶，很有意境。李阔随口道。是的，大哥，我们都是组合名字，我的死党叫凉快。凉快？晚上的星，亮晶晶，早晨的风，凉快。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大哥？没问题。不过，你确定你们都成年了吗？李阔感觉自己认了这个小弟，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有了李阔的加入，杀10级突破怪，那就是喊2个字的事。1秒钟的时间，突破怪就躺下了，地上爆出了巨齿虎王的牙。你们先去把任务交了，然后我带你们去练级。收到，收到。2个人一路小跑回去交了任务。15级的 BOSS 经验给的多，现在又多了2个人给李阔引怪，刷起经验来就像是做了火箭。3个小时没到，早晨的风，晚上的星都已经15级了，这中间还爆出了几件不错的蓝色装备，李阔也都给他们穿上了。15级以后刷怪就没经验了，李阔知道早晨的风喜欢隐身瞎转悠，随即给他指派了一个任务，杀彭少爷10次，然后自己下线去吃夜宵。李阔刚刚使用游戏仓，还不太适应营养液，还是泡面吃着爽。一边吃泡面，李阔一边刷了一下官方论坛，最上面的帖子是官方发的，标题是5个传说级天赋全部被找到，是巧合吗？打开一看，下面有500多万条评论，置顶的一条评论是一位外国玩家：游戏不公平，华夏国游戏商把5个传说级天赋都放在华夏国，有失公允，难道外国玩家就不是玩家吗？一点机会都不给。这条评论下面也有100多万条回复：不玩滚你麻痹的，放到你们国家你能找得到吗？傻逼，你找得到，你用得明白吗？你完全可以退游，我替乌玉感谢你。
想要机会，让你们国家的游戏商接下乌玉的代理权啊！我保证还会玩这个游戏，但是花1分钱我剁手。我承认我是白嫖党，华夏永远是你触摸不到的神。吃完泡面，李阔躺在床上睡了一觉。早晨8点钟才会开放新等级，现在才凌晨3点多，上去游戏也没事干。一觉睡到7点，李阔被闹铃吵醒，进了游戏。一进去就看见华夏公屏上炸了锅。巅峰老六，妩媚动人你麻痹，封神是你爹，你帮封神杀老子。巅峰不败312号新手村巅峰公会的集合了，一起去教某些人做人。封神狂，谢谢妩媚动人仗义相助，以后有事只管说话，我封神狂必到。封神雷，巅峰的遛狗子又吹牛逼了，大家躲远点，这条狗早晨起来没刷牙。封神小皮皮，人家妩媚大大拿的是无级别，你杀得过吗？巅峰不败。还有巅峰小刀和彭少爷2个儿子怎么不吹牛逼了？彭少爷，你麻痹早晨的风，垃圾刺客，老子在刷怪练级，你他妈过来就把老子给秒了，你手怎么这么贱？巅峰小刀，希望妩媚动人不要再参与巅峰和封神的事，否则后果自负。早晨的风，呵呵，垃圾彭少爷，你还得死9次，咱们走着瞧。早晨的风发完一条大喇叭，见到李阔来了游戏，急忙给李阔发送消息：大哥，彭少爷被我杀了，然后我隐身跑了，嘿嘿，做得很好。李阔回复道：不过大哥，我也被干了。李阔一愣：你满级还穿着装备，还有无限隐身技能，谁能杀了你？特么的，有个疯娘们拿着把无级别法杖，见人就杀，他旁边还跟着个药师，通灵术把我的隐身给破了。走，带我去看看。李阔和早晨的风来到11到15级野怪区，早晨的风眼尖，一眼就瞧见了妩媚动人。大哥，就是这个疯娘们，你看他又杀人了。早晨的风指着妩媚动人说。此时妩媚动人还在尽情地挥舞着法杖，屠戮着名字前缀带巅峰2个字的玩家。因为他使用的是群体技能，导致一些非巅峰公会的玩家也枉死了不少。妩媚娘是个药师，站在妩媚动人旁边，不停地给他回血。2个人在11到15级的野怪区横冲直撞，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来到妩媚动人附近，就听妩媚娘喊道：不是巅峰公会的都闪远点，群体技能可没长眼。我不是巅峰公会的，我刚才都喊了，你们为啥还追着我杀？早晨的风气愤地问道。怪你自己瞎。妩媚动人懒得理会眼前这个垃圾刺客，面无表情，说了5个字。妩媚娘还不忘补充一句：姑奶奶们想杀谁就杀谁，不服吗？哟呵，还带了个垃圾战士，想报仇是怎么地？小妹，和他们说这么多干嘛？看二姐的。妩媚动人刚才杀了巅峰老六3次，此刻他心情大好，杀红了眼，也不管不顾，对着李阔就扔过来一个火焰术。484，不得不说这法师的伤害就是高，再配上极品橙色武器，伤害简直爆炸了。500的魔法攻击力，放眼整个游戏，没有几个15级的玩家能扛得住。妩媚动人有这个骄傲的资本。对于484这个伤害，妩媚动人自己也很满意。不过随后令他惊恐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发现自己的血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清零了。48400，法师都是伤害高血量低的脆皮，妩媚动人的血量目前只有450，这主要还是依靠橙色武器给他带来的属性加成，不然会更低，因为他把每一级的属性点都加到了魔力上。第13章2次买卖。什么情况？二姐被秒了。妩媚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她眼里，二姐就是游戏里的神，因为她二姐拿了全区唯一的一把极品无级别武器奔雷法杖。当她看到她二姐打出484伤害的时候，她还挺激动的，这就是实力。不过等她看到她二姐躺在地上，接着白光一闪被送回了复活点的时候，她懵逼了，一直懵逼到现在。同样懵逼的还有妩媚动人，在复活点出来以后，她的脸色非常难看，竟然莫名其妙的被秒杀了，而且等级还掉了1级。他立刻朝着之前的方向跑了过去，他想要弄清楚到底是谁秒了自己。他觉得应该是巅峰公会的几个隐身刺客，不然一个没有攻击力的肉盾战士怎么可能秒了他？你干什么呢，小妹？妩媚动人急匆匆赶回来，发现妩媚娘还在原地傻愣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二姐，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我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妩媚娘问道。妩媚动人白了妩媚娘一眼，怪他竟然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我特么要是知道怎么回事，刚才不就死不了了吗？可能是有刺客偷袭，而且还不止一个，这个阶段的刺客一个人根本就秒不了我，你抓紧用通灵术看看。妩媚娘听了妩媚动人的话，立刻释放出了通灵，除了早晨的风，周围一个刺客都没有。这特么怪了，奶奶的！妩媚动人一脸的疑惑，瞅了瞅李阔，这个垃圾战士从始至终都没动一下，我特么到底是怎么死的？突然灵光一闪，妩媚动人仿佛抓住了什么重要线索，难道
难道这个垃圾战士抽中了什么反伤的天赋技能？可是按照以往的游戏经验，反伤技能最多只能反弹受到伤害的20%到30%就不错了，怎么可能100%反伤？我打出了484伤害，直接反伤450以上秒了我。难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垃圾战士竟然抽到了史诗级天赋技能？只有史诗级天赋才有可能做到100%反伤这么变态。妩媚动人一顿分析，竟然把事情分析了个8、9不离10。同时经过这次的事情，李阔也知道了巫神反噬技能只有打怪的时候才会显示伤害，反噬玩家根本就不显示伤害数字，这真是让人死得不明不白了。你们还打不打了？不打给我小弟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李阔见妩媚两姐妹就在那傻站着也不动，忍不住开口问道：想屁吃呢？还道歉？姑奶奶长这么大就没和人道过歉？你以为自己抽了个反伤的技能就了不起了？你找死！姑奶奶这就成全你。冰封术！妩媚动人大喝一声，直接施展了另一个单体封印技能冰封术。冰封术可以冰冻目标并造成少量伤害，他是想把李阔慢慢耗死。47，妩媚动人打出了47点伤害。李阔的史诗级天赋精神集中立即触发，不受封印类状态影响。妩媚娘这次也没闲着，同一时间也对李阔发动了攻击。17，药师是纯辅助职业，没有攻击力，能打出17点伤害，还是靠着装备上附加的魔法攻击力。紧接着，妩媚动人和妩媚娘分别受到了4700和1700的伤害反弹，直接回了复活点。这一次妩媚动人死亡后，地上爆出了东西，闪着橙光。早晨的风岁数不大，操作贼溜，他眼疾手快，立刻跑过去捡了起来。卧槽！卧槽！大哥，咱们发财了！妩媚动人把无级别橙装给爆了，哈哈哈！随即，早晨的风把奔雷法杖交易给了李阔，这让李阔立刻对早晨的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毕竟面对这么高价值的装备，能够不为所动，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卖了奔雷法杖就能一夜暴富，回到现实中享受人生。单凭这份度量，就值得李阔认真看待眼前这个岁数不大的小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妩媚动人和妩媚娘皱着眉头，一起从复活点走了出来。此时他们一个比一个猛，只要攻击那个战士，好像就会立即死亡。这个战士不能碰的吗？是不是游戏 bug？ 不是这么简单，这件事有蹊跷。妩媚动人并没有被怒气冲昏头脑，正准备仔细分析，突然觉得自己手里好像少了点什么。操，我的奔雷法杖呢？两个人心里同时一震，急忙朝着之前的位置飞奔而去。李阔和早晨的风并没有离开。小子，识相的赶紧把武器交出来，不然后果很严重。妩媚动人厉声说道：你都动手杀我2次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李阔现在住的地方谁都不知道，他可不怕威胁。不过看在你长得还算不错的份上，这把武器我可以卖给你。游戏里的人物会完全复刻现实中的真实身材和容貌，虽然这妩媚动人和妩媚娘都戴着面纱，故意隐藏自己容貌，可是大致轮廓还是能看得明白，这绝对是两个大美女，而且身材都极好。虽然穿着游戏里的低级装备，但是仍然掩盖不住胸前饱满的双峰。卖给我！妩媚动人肺都快气炸了。不过他现在也不敢再贸然对李阔动手，他已经掉了2级了，虽然有300%的经验加成，可还是忍不住一阵肉疼。怎么，你不想买吗？那我就挂拍卖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武器，你还想卖给我们？你要点脸行吗？妩媚娘也气坏了。那你说说你想卖多少钱？妩媚动人这时候倒比妩媚娘冷静多了。万一眼前这个垃圾战士没见识不懂货，能花个几万金币把武器买回来，那是最好不过，真摆上拍卖行，到时候再哭就晚了。痛快！我就喜欢和痛快的人打交道。李阔贱兮兮的笑着说，这把武器的属性我看了，如果挂在寄售平台拍卖，起码能卖30万金币，我就卖给你10万金币，你看怎么样？你去抢好了，马上等级封印就解开了，20级的武器哪还有这么值钱？妩媚娘愤愤不平地说道，这可是橙装武器啊，能用到29级呢，你们可想好了呀？李阔不理会妩媚娘，盯着妩媚动人说道，好，10万就10万，我现在金币不够，我去秒金币，一会找你交易。武器你可给我看好了，放心，武器在我身上，谁都抢不去。李阔嘿嘿笑了2声，走。妩媚动人瞪了李阔一眼，带着妩媚娘离开了。第14章天土城属于战士的主城。现在的金币价格并不贵，妩媚动人很快就凑齐了金币，把奔雷法杖买了回去。得到10万金币，李阔也没小气，直接给了早晨的风5万金币。这时候已经到了早晨的7点45分。早晨的风因为被妩媚动人杀了，等级掉到了14级，留在新手村练级，而李阔则是直奔魔鬼森林而去。来到主城接引人旁边，这里已经有2个玩家在此等待，一个叫风神雷，一个叫风神狂。这位兄弟是什么来头？
升级这么快？风神雷见到李阔以后，主动和他打了声招呼。你们二位也不慢啊。李阔瞧了瞧风神雷，回复道：呵呵，彼此彼此。风神雷答道。这个时候，旁边的风神狂也开口了：妩媚动人怎么还没到？风神雷笑了笑，估计是还在杀巅峰公会的人吧。哈哈，你抓紧时间发个消息问问。风神狂点了点头，随即给妩媚动人发送了好友消息：我和雷子在魔鬼森林，你怎么还没有来啊？马上就可以传送到主城了。时间不长，妩媚动人回复了消息：你们去吧，我去不成了。风神狂愣了一下，回复消息问道：什么情况？奶奶的，被一个垃圾战士和一个傻逼刺客坑了，现在13级。收到妩媚动人的回复，风神狂吃惊不小，妩媚动人竟然被人杀了2级，谁这样牛逼？他可是拿着20级的无级别武器了呀。随即问道：谁这么放肆，敢杀我们的女神？告诉我名字，我们给你报仇。孤独不苦，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这么熟悉呢？风神狂不由得转头望向了李阔。风神雷也看出了有事情发生，急忙问道：怎么了？风神狂向风神雷使了个眼色，随即猛地跳起来冲向了李阔。风神雷和风神狂整天混在一起，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急忙施展弓箭手的技能瞬移，闪身到了50米开外，同一时间也对着李阔发动了攻击。妩媚动人是他们2个心中的女神，如果给女神报了仇，就有可能得到女神的青睐，所以精虫上脑的这2位也没考虑李阔的实力如何，各自施展出了最猛的技能火焰术、2重剑，2个技能砸到了李阔的身上，紧接着3个伤害在李阔的头顶上冒了出来。弓箭手的2重剑是一次性发射2支箭矢，所以造成了2个伤害，322 105 210。随后3个伤害反弹给了风神雷和风神狂，送他们一起回了新手村复活点。怎么回事？直接被秒了。新手村中，风神狂看着自己等级减少了1级，有点不敢置信地问风神雷：我特么更惨，射了个2重剑，直接掉了2级，在复活点也能死人吗？2个人完全懵逼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早晨8点钟，李阔正准备去传送，突然收到系统提示：叮，有外接电话，是否接听？接听。李阔说道，同时心里疑惑，以自己这种贫穷状态，谁会主动联系自己？喂，李阔，周6的晚上7点，咱们班级同学聚会，我给你报上名了，到时候我开车接着你，咱们一起去。我还是不去了吧，都是 AA 制，每人2000块，钱我都给你交上了，你不是要我去找班长退回来吧？那好吧，说定了呀。对了，你和苏沫是不是分手了？算是吧，我早就看出苏沫不可靠，只是之前你们谈着恋爱，我没好意思说。听说和林鹏搞一块去了，他俩是挺合适的，我无所谓。哈哈，你能看得开就好，周6晚上他俩也去，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哈哈，最起码我睡过他的房间，喝过他的水，吃过他的剩饭，亲过他的嘴，也见过他刚起床素颜的。行了，别唱了，我他妈连指甲盖都没碰上过，那他妈真是太可惜了。电话挂断了。来电话的人叫冯远，是个马大哈的性格，也是李阔唯一的朋友。大学4年来，只有他对李阔算是不错，没有瞧不起李阔。听说他毕业以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建筑公司，马大哈的性格让他赔的就剩下贷款了。每次同学聚会，知道李阔没什么钱，他都会提前给李阔把钱交上，以免李阔下不来台。都这么难了，还要逞强，真有你的。李阔会心一笑，他了解冯远的性格，有朋友记挂着自己，总归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李阔觉得自己的干劲更足了，随即找到了主城接引人。我已经15级了，麻烦送我去主城。主城接引人也没有过多废话，指着身旁的传送阵说道：去传送阵。李阔走到传送阵中，周身立刻泛起白光，包裹住了他。3秒钟以后，直接从原地消失。眨眼间的功夫，李阔已经置身于主城内的传送阵中。他来到的主城是天土城。巫域游戏里一共有5座主城，分别是正东方的铃木城、正西方的白金城、正南方的炎火城、正北方的黑水城，以及中心位置的天土城。铃木城对应的职业是药师，白金城对应的职业是弓箭手，炎火城对应的职业是法师，黑水城对应的职业是刺客，天土城对应的职业是战士。每种职业离开新手村都会被传送到自己对应职业的主城传送阵内，每个传送阵的周围也是死亡复活点，在复活点的范围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属于安全区。5座主城的传送阵互相连接，可以免费传送到任意主城。每座主城内都不允许杀人，不然的话就会被护卫抓进监牢监禁。叮，欢迎玩家来到天土城，触发主线任务，是否接受？接受。叮，主线任务已接受，前去拜访主城内的炼器大师。
李阔玩过一次巫域游戏，对主线任务也算是轻车熟路，无非就是把主城里的重要 NPC 拜访一遍，了解一下他们的作用。炼器大师在天土城的炼器坊，玩家除了刷怪能够爆出装备外，还可以收集材料去找炼器大师，花费一定金币打造装备。打造出来的装备一般属性都比较好，且处于未鉴定状态，这时候就需要拿着装备去找炼器坊的装备鉴定师，花费金币进行鉴定，鉴定出装备属性以后，玩家才可以穿戴。第15章，你让我去屠龙。拜访完了炼器坊的 NPC， 李阔按照主线任务的提示，又一一拜访了其他重要的 NPC， 最后终于到了拜访战士大宗师的环节。战士大宗师是天土城所有战士们的职业导师，第一次拜访战士大宗师可以学习到一种新的职业技能，运气好的玩家还有可能触发隐藏职业，升级成为战将，获得属性加成。只有第一次拜访战士大宗师的时候才会触发技能学习，如果以后想要学习另外的职业技能，就要不断找战士大宗师来领取任务，完成任务获得积分，用足够的积分来换取技能书学习。战士大宗师就在离着城主府不远处的演武堂中。李阔走进偌大的演武堂，发现除了自己并没有其他玩家，而一个身披铠甲的威武战士正端坐在堂前，正是战士大宗师。导师您好，我是刚来到天土城的孤独不苦，我很喜欢战士这个职业，希望导师能够指点一二，让我快速成长起来，做一名真正的战士。李阔直接触发了任务对话，既然你选择了战士职业，那就是我最忠诚的伙伴，我会慢慢把所有的技能都传授给你，不过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品行好坏，所以我只能传授你一种技能傍身，以后想要在我这里学习新的技能，就要通过我的考验才会传授。战士大宗师说完这句话，只见一道白光出现，立刻包裹住了李阔，随即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恭喜玩家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半月斩。半月斩介绍，战士的职业技能，使用半月斩攻击时，自身的物理攻击力提升 100%， 技能冷却时间60秒，60秒内只能使用一次。半月斩能够提升 100% 的物理攻击力，对目标进行攻击，这个技能非常实用。不过前提是必须要把属性点加上一些力量才行，不然依旧是鸡肋。李阔现在的等级是15级，属性点全部都加了体质，只有升级时系统自动赠送的属性点在力量上，再加上吞噬了几点力量，现在也就才20点力量。战士重体质，1点体质可以提升10点生命值，而1点力量只能提升1点物理攻击力。20点物理攻击力使用半月斩，即使不计算目标的物理防御力，也只能造成40点有效伤害。如果计算目标的物理防御，拿15级玩家来说，最起码升级时系统自动提升的耐力就有15点，也就是15点物理防御力。这也算来，即使是打5魔加点的脆皮法师或者武力加点的弓箭手，使用半月斩杀也只能打出25点伤害。如果是打中防御的药师，即使增加 100% 伤害，也根本破不开药师的防御，只能打出1点强制伤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李阔无奈安慰了自己一句。他现在也只有等以后参加一些大型的血盟战，多杀点人，多吸收一些属性点，才能用得上这种技能了。除非是那种强加到李阔身上的力量点，不然李阔是断不会用自身属性点来增加力量的。第一是战士职业力量属性增加攻击力少，以后等级高了，差距会越来越明显。第二是物理攻击远没有巫神反噬好用，攻击只能针对某个目标，而被攻击可以反弹一群目标，只要自己血量足够高，反正是谁碰谁死。上一世李阔没有触发到隐藏职业，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战士升级为战将，见战士大宗师传授完技能不再说话，李阔也只能无奈离开。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战士大宗师突然间喊住了他，等等小伙子，我看你体质非常不错，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做个实验？难道是运气好触发了隐藏职业？李阔立马来了兴趣，跨着大步回到战士大宗师跟前。我愿意。李阔激动说道。你先别着急答应，这个实验有风险。战士大宗师说道。不过如果实验成功，你也将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如果实验成功的话，就管这种体质的战士称之为无双战神。战士大宗师说话间直接引诱李阔，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不过李阔可不管这些，有什么破风险？死了不就是掉一级吗？怕个毛！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光听这名字就比战将强大太多，无双战神，独一无二的战神，哈哈哈！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愿意，我不怕风险。李阔一口答应下来。叮！触发战士大宗师发布的隐藏任务，是否接受？接受。叮！隐藏任务接受成功，任务完成，可以找战士大宗师升级职业，变成无双战神。任务失败，职业降低为低级战士，请玩家自行查看任务栏里的任务介绍。低级战士？什么鬼？李阔急忙打开任务栏，体魄实验任务。战士大宗师多年前得到了一本远古药方，经过多年的钻研，研究出可以强化战士体魄的秘方，
但是却一位独一无二的主要。玩家需要击杀孽龙球被困的血龙，取出血龙的龙源为主要。因为战士大宗师手中其他的辅助药材有保质期限，所以玩家需要在30日内击杀血龙，否则战士大宗师多年搜寻的药材就会失去药效，前功尽弃。任务失败，玩家将会遭到战士大宗师的鄙夷与怒气，将会变成低级战士。低级战士的体质提升生命值效果将会变成原本的 50%。完不成任务变成低级战士，就是以后加一点体质，只能提升5点生命值了。卧槽，你有没有搞错？你他妈这是让我去屠龙啊？干不死还要降低资质，这么严重？不过任务已然接受，抱怨也没有用。李阔只能硬着头皮来到天土城传送阵，直接传送到了黑水城。在极北之地的黑水城，再继续往北走，有一处死亡峡谷，那里常年积雪，人迹罕至，这里就是李阔此行的目的地。活了一世，玩过一次巫域游戏的李阔，对于游戏的地图也有很丰富的了解。第16章孽龙球入口。星系主神创造的巫域游戏是利用阵法的大神通直接封印住的世界。3年以后，游戏和现实结合，被封印住的游戏世界位置也正是地球融合进来的所在地。东南西北4座主城已经到了游戏地图的边缘，再往外走就是阵法壁垒。在游戏世界里，刷怪或是切换地图都是利用传送阵来完成的。李阔想不明白，在地图的边缘连野怪都不会存在，这里怎么会有一条龙？来到死亡峡谷，一直往北，果真如李阔所猜想，眼前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深渊，左右看不到边际。往前看，深渊对面白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出来。眼前的黑色深渊中，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还不断有沼气弥漫，这个深度让站在悬崖边上的李阔感觉就像是自己脚底下踩着云朵。盯着深不见底的黑色深渊，这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的感觉，任谁看了都会不自然的在心底里发怵。看了看任务栏，体魄实验任务确实真实存在，所标记的地点也正是这里。可是去哪里找什么孽龙球呢？李阔抓了抓脑袋，特么的，不会是想让我从这里跳下去吧？看一眼腿就软了，还特么跳。不过上一世在游戏世界里也真有胆大的。李阔记得有个刺客，因为在游戏中失恋了，直接跑到4大主城的边缘看风景，有一天想不开，就真的跳了崖。但是刚跳下去以后，直接就被阵法之力攻击死亡，回到了新手村复活点。这是上一世那个想不开的刺客在论坛上发帖子说的，至于真假也无从考证。又看了一遍任务栏，李阔确定就是这个坐标。深渊的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石碑，石碑上雕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还刻着孽龙球3个大字。这特么的真是小子打老子，岂有此理！我特么应该怎么办？哪里来的孽龙球？突然灵光一闪，莫非孽龙球就是这块石碑？石碑里封印着龙。想到这里，李阔立刻就用系统赠送的木棍开始打石碑。石碑果然提示掉血，不过这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打烂？用头撞！妈的！想到就做，李阔就是这种性格，他立刻拿头撞向了石碑。85，游戏里自残行为也会掉血。巫神反噬技能触发，不管目标是怪物还是玩家，或者是石碑，伤害就被反弹。8500，这样就快多了。不过就是脑袋有点懵。虽然游戏里只有现实中1%的痛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脑袋蒙这种晕眩效果还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游戏里所有的感官都和现实中无异，怎么也是懵一下，加大力度撞。李阔咬了咬牙，继续撞石碑。砰砰砰，120、122、121，连续撞了10多下，石碑轰然倒塌。在石碑倒塌的地方，石碑下面果然有一个直径大约1米多的圆形深洞，就像是一口黑漆漆的深井。看着深不见底的黑井，李阔是真的不敢跳。这虽然是个游戏，但是说不定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不然3年以后怎么还能游戏和现实世界重合呢？像这种高级任务会有很多变数，根本不受游戏设定的控制。就像新手村那头饿狼，以正常的游戏逻辑，新手村根本就不该出现这么恐怖的存在。这是搞不好出了什么幺蛾子，这条命还真就得交代到这里了，而不是掉一级这么简单。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放弃也是不能的。先不说能不能得到战神职业，就是变成低级战士，这也不是哪个玩家能够接受的。不过在跳井之前，还是要先升一下等级，再穿上点装备，这样貌似更安全一些。李阔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灰溜溜的离开了死亡峡谷。他确实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毕竟这种事情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行。来到黑水城，已经稀稀拉拉有几个刺客在做主线任务了。李阔没有停留，直接用黑水城的传送阵传送到了天土城。他总觉得那里更有安全感一些。游戏现在的封印等级是25级，玩家只能击杀25级或以下的怪物。15级、25级的野怪区有好几处，李阔选择了红丁草原。
每座主城都有 NPC 可以让玩家传送到红丁草原，去那里打怪升级。李阔找到天土城的红丁草原传送师，花费了2枚金币，白光一闪，直接被传送到了红丁草原。红丁草原一望无际，一片赤红，这里生长的都是赤红色的红丁草，而这里最多的野怪就是紫冠赤蛇。这种蛇也是全身赤红，舌头上长着一块犹如鸡冠子一样的紫色肉瘤。蛇和草融为一体，不仔细寻找根本就发现不了，所以刚从新手村过来的玩家在这里练级，经常会被这种蛇偷袭致死，再一次被送回新手村。不过这些对于李阔而言并不受影响。嘲讽，李阔使用了嘲讽技能，附近隐藏的紫冠赤蛇受到嘲讽的影响，不由自主地开始攻击李阔。310、380，精神集中触发，不受毒类异常状态影响。巫神反噬触发，反噬10000%受到的伤害。31000、38000，一条15级的紫冠赤蛇和一条16级的紫冠赤蛇野怪，双双毙命。地上爆出2枚金币，李阔从草丛中捡了起来。红丁草原的野怪等级并没有划分区域，也就是说从15级到25级的野怪都有，而且还有各种 BOSS 混在里面。李阔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练级，是因为这里怪多人少，他不用到处去找野怪，而一般的玩家惧怕蛇毒和赤蛇，也都不愿意来这里打怪。而除了红丁草原以外，主城15级、25级的野怪区还有好几处，比如苍穹蓝海，那里是一个海底世界，风景优美，一般的女玩家都会选择去那里，一边欣赏游戏里的风景，一边打怪升级。而且苍穹蓝海里的野怪等级也都划分好了区域，比较安全，你可以选择在15级的野怪区，也可以选择去18级的野怪区。每个野怪区都只会刷新出相对应等级的野怪和 BOSS。第17章，紫冠赤蛇腰带。神识术，李阔释放了通用技能。他已经在红丁草原上刷了6个小时的野怪，等级也已经升到了16级，马上就快升17级。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终于遇见第一头 BOSS。本来 BOSS 的刷新频率没有这么慢，但是整个偌大的红丁草原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刷怪，所以遇见 BOSS 的几率就小了很多。不过他这一次直接遇到了一头铂金 BOSS， 也算是运气不错。紫冠赤蛇王19级铂金 BOSS， 最大生命值12000，物理防御力560，魔法防御力560，魔法攻击力980，技能巨蛇缠绕，紫冠蛇毒。巨蛇缠绕，释放一条由魔法幻化而成的巨蛇，缠绕住目标，使目标呼吸困难，每秒损失300点气血。紫冠蛇毒，每次攻击都会释放蛇毒，中毒的目标每秒会损失 5% 最大生命值。紫冠赤蛇王竟然带有2个技能。嘲讽，李阔大喝一声。紫冠赤蛇王受到嘲讽影响，立刻冲向了李阔。嘶嘶，与此同时，不远处又来了一头紫冠赤蛇 BOSS， 吐着信子往李阔这边快速游来。959，紫冠赤蛇攻击了李阔。精神集中，不受蛇毒影响。巫神反噬触发，反噬紫冠赤蛇王95900点有效伤害，无视目标防御。紫冠赤蛇王一命呜呼，同时草丛中闪现出紫色光芒，爆了一件紫色装备。紫装啊，哈哈哈！李阔立刻捡起装备，顺便捡起怪物爆出的10枚金币。来不及细看，眼前还有一头 BOSS 送上门来。嘲讽，另一头紫冠赤蛇 BOSS 来到跟前，见到同伴被李阔打死，竟然掉头跑了。嘲讽，嘲讽，嘲讽！我擦，不管用。李阔速度不如怪物快，根本追不上，眼见怪物越跑越远，就要消失在视线里了，急忙丢了个神识术过去。紫冠赤蛇头领18级黄金 BOSS， 最大生命值9000，物理防御力420，魔法防御力460，魔法攻击力810，技能紫冠蛇毒。弱点，天生胆小，不受嘲讽类强制攻击技能的影响。我晕，这到底是弱点还是特点啊？李阔无语。打开背包，刚刚爆出来的紫色装备属性映入眼帘。紫冠赤蛇腰带，用紫冠赤蛇蛇王的皮制作而成的腰带，非常坚韧，水火不侵。装备等级10级腰带，男女均可佩戴。佩戴职业，全职业可佩戴。装备品级紫色。装备品阶稀有。基础属性紫色品级4条基础属性，生命值加120，生命值加110，生命值加90，生命值加120。附加属性稀有品阶4条附加属性，体质加22，体质加20，体质加22，敏捷加18。附带技能紫冠蛇毒，说明物理攻击或魔法攻击时会释放蛇毒，中毒的目标每秒会损失 5% 最大生命值。完美啊！哈，除了一条属性加了敏捷，其他都是加的气血，适合我穿。李阔直接穿上了紫冠赤蛇腰带，随后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战士，等级16级，
巫神重体效果使生命值增加300%，生命值6270，体质165点，加装备属性。魔法值210，精神21点，物理攻击力21，力量21点，魔法攻击力21，魔力21点，物理防御力21，耐力21点，魔法防御力21，智力21点，速度39，敏捷39点，装备附加18点敏捷。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厉害厉害，牛批啊！这巫神重体的效果终于体现出来。李阔喃喃道。李阔现在16级，每升1级各属性自动增加1点，外加击杀了5次玩家，吞噬增长的5点体质就有21点体质。每升1级会有5点自由分配属性，自由分配属性16级就有80点，这就有了101点体质。再加上紫冠赤蛇腰带一共附加的64点体质属性，他单体质属性点就有165点体质属性，在战士身上就有1650的最大生命值。另外，紫冠赤蛇腰带的基础属性还增加了440点生命值，加在一起就是2090点生命值，再加上巫神重体的提升300%的效果，生命值直接变成了6270。看来以后还是要多穿点加气血的装备啊，不然都对不起巫神重体这个传说级的天赋。李阔瞅着自己的属性面板一阵傻笑，接下来争取打几件20级的装备穿上。10级到19级的 BOSS 爆出的装备大多数都是10级的，但是也有几率爆出20级装备，怪物的等级越高，爆出20级装备的几率越大。巫域游戏的爆率极低，且只有 BOSS 才会爆出装备，普通野怪只会爆出金币。BOSS 爆出装备也是有规律的。BOSS 的品阶从低到高分为青铜 BOSS、白银 BOSS、黄金 BOSS、铂金 BOSS、钻石 BOSS、史诗级 BOSS 6个品阶。装备品级也分6级，从低到高分别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史诗级。装备品阶同样是6级，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良好、优秀、稀有、完美、史诗级。BOSS 爆出的装备由自身的品阶决定，也正好对应着装备的6个品级和品阶。例如，青铜 BOSS 只会爆出白色品级的装备，并且必定是普通品阶；白银 BOSS 则有可能爆出绿色品级加良好品阶的装备。当然，白银 BOSS 也会爆出白色品级加良好品阶，或是绿色品级加普通品阶的装备，但是绝不会超过自身的品阶。李阔打掉的这头紫冠赤蛇王 BOSS 是一头铂金 BOSS， 所以最高可以爆出紫色品级加稀有品阶的装备。接下来，李阔继续在红顶草原上疯狂杀怪，打了1天1夜，他的等级终于升到了20级。这期间还爆出了几件不错的装备，也都被他穿上了。已经20级了，是时候去完成隐藏职业任务了。李阔往红顶草原的出口走去，在红顶草原的入口处，已经有几个玩家在这里看风景了。他们就是单纯的想看看红顶草原的风景而已。毕竟红顶草原野怪都是混在一起的，不但有15级的野怪，还有可能碰见25级的野怪。只要是脑子没有问题的玩家，都不会选择来这里杀怪。所以，当他们看到李阔在红顶草原深处走来的时候，都有些惊讶。这小子是想告诉我们，他去里面杀怪了吗？看着垃圾战士一本正经的模样，我就知道他在装13。第18章神秘洞穴。死亡峡谷还是和往常一样寂静阴森。李阔一边往死亡峡谷走，一边反复观察着手里一颗黑漆漆的珠子。这是他在新手村得到的祖龙之魂，都是龙族，或许祖龙之魂能对这次的任务有所帮助。就在即将到达石碑洞口时，一道突然冒出来的女人声音打断了李阔的思绪。游戏里如果能买个手电筒就好了。这声音非常的悦耳好听。李阔走近一看，果然有一名女性玩家正蹲在洞口，不停朝洞里观看。你也触发了隐藏职业任务？李阔突然问道。啊！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女玩家差一点就掉进了洞里。转过身来，一张绝美的脸也已经因为惊吓变得苍白。不错，是绝美的脸，美到无可挑剔。你特么一个大块头战士，怎么走路都不带一点声音？女玩家现在非常气愤，她是一名药师。可能是你太投入了吧？怎么可能走路没声音？李阔解释了一句。他确实是悄悄来到女药师身边的，但是身为男人，见到美女怎么也不能承认。切！美女药师名字叫武玲珑，她没有再继续抱怨李阔，道：你也触发了隐藏职业任务。果然和李阔猜想的一样，这个任务并不是只有自己能触发，每种职业都会有玩家能触发到。没错，我要找龙鳞，你呢？李阔用话炸女药师。咱们不犯冲突，我要龙血。那正好一起做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组队，
否则触发不到任务。但是并不阻止两个带着任务的玩家一起完成。在这种地方，多个人心里总是踏实多了。不用看了，按我推测，血龙就在下面。趁着别的玩家没到，咱们抓紧跳下去吧。见武玲珑还是犹豫不决，不停朝洞里观望。李阔提议道：“哪有这么多玩家会接到这个任务？”武玲珑不以为然，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顺着洞口扔了进去。足足有10几秒，才听到轻微的扑通一声。好深！武玲珑和李阔同时惊愕。很快，武玲珑就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对着李阔说道：“赚大发了！”虽然神龙套装现在看上去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李阔知道这种装备才是超级极品，死亡不会被爆掉，而且还可以通过吞噬装备来提升装备等级，简直不要太香。用史诗级装备来吞噬是不可能的，第一是史诗级装备凤毛麟角，而且李阔也不会这么干，那样就等于2件史诗级换1件史诗级，不划算。但是紫色装备在游戏里还是挺多的，按照游戏的换算比例，10件紫色装备根本就不可能换成5件橙色装备，更不可能抵得上1件史诗级装备。10件紫色装备在游戏里能换上1件橙色装备，那也得是碰见傻子。按照神龙套装的吞噬换算比例，吞噬10件紫色装备就相当于吞噬了1件史诗级装备，这岂不是赚大发了吗？而且是吞噬同等级装备就能升级，就像现在这个阶段，玩家们几乎都升到了20级，那么10级的装备就不值钱了。吞噬10件10级的紫色装备，就能把神龙套装中的1件提升到20级，香不香？而且只要吞噬1件同等级的紫色装备，就可以重置某一条属性，这特么简直也太疯狂了！如果装备某一条属性是加的魔法攻击，那么就可以通过1件紫装来重置，这就说明这神龙套装的属性完全受自己控制，自己想让装备增加6条气血属性条都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自己手里有足够的紫装，1件紫装重置的属性不满意，那就继续用紫装重置，直到满意为止，毕竟紫装在游戏里并不难获得。而且吞噬装备还有可能保留下被吞噬装备的技能，这特么就牛13了，到时候1件装备上附带5、6个技能，想不牛13都不行。哈哈，赚大发了！哈哈哈哈！看到神龙套装以后，李阔早就把出不去这事给忘在脑袋后头了，立刻就把6件无级别限制的神龙套装都穿了上去。只见他穿上神龙套装以后，全身都泛起黄色的光芒，金光闪闪，犹如天神下凡。炫、酷、帅！李阔穿着神龙套装在巨大的溶洞中跑来跑去，爱不释手。发泄完了自己心中的激动，李阔拿起了最后一件物品，一枚龙蛋。被封印的龙蛋，强大的龙族子嗣，孵化后可与玩家签订灵魂契约，成为玩家的坐骑，并成为玩家强大的助力。签订灵魂契约后，宠物永远不会背叛玩家，并且玩家可以随意掌控宠物的生死。孵化龙蛋需要特别珍贵的祖龙之魂，龙蛋与祖龙之魂融合后会变成祖龙血脉，并自动与玩家签订灵魂契约。完美！李阔此刻已经激动到无以复加，祖龙之魂我特么也有。很快，李阔便拿出祖龙之魂与龙蛋进行了融合。时间不长，只见被封印的龙蛋缓缓破裂，紧接着一条小金龙咻的一声从龙蛋里飞了出来。小金龙此时只比普通的蛇大一点，正在溶洞内来回飞舞，而小金龙的蛋壳也是金光一闪，变成了一枚戒指，飞到了李阔手中。多了个戒指，怎么没有系统提示呢？随即一道金光钻进李阔的眉心，他的大脑里多出了一些信息。龙戒，自成空间的戒指，可放置龙族在戒指空间内成长，不属于巫域游戏内的物品。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松紧刚刚好。随即李阔大喝一声收，只见那条小金龙瞬间就钻进了戒指里。意念一动，李阔也出现到了戒指空间。现在小金龙是他的宠物，戒指也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李阔的。戒指的空间现在只有1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随着小金龙不断成长，戒指的内部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厉害厉害，赚了个空间宝物，这就是典型的可移动仓库，而且以后我在现实中的安全也得到保障了。意念一动，李阔出现在了溶洞里，随后退出了游戏。现在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小别墅的游戏舱中。从游戏舱中走出来，李阔倒了一杯热水，喝了口水压了压惊，李阔心里还是忍不住砰砰直跳。意念一动，李阔又一次出现在戒指空间，而此时李阔的身影已经从小别墅里消失，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有了这个戒指，我完全不用再害怕现实中的任何报复行为，他们找都找不到我。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戒指的储物功能，把现实中的东西带进游戏，或是把游戏中的东西带到现实。想到就做，李阔就是这种雷厉风行的性子。先把游戏舱弄进去。只见李阔手摸着游戏舱，意念一动，人和游戏舱全都到了戒指空间里。卧槽，牛逼！哈哈哈哈！李阔乐得直接蹦了起来。
不做迟疑，李阔把游戏舱挪动到介质空间的角落，钻进了游戏舱里。在介质空间里的游戏舱中，一样能进入游戏。来到溶洞，李阔抓着一块石头，意念一动，人已经到了介质空间，可是石头没进来。看来除了小金龙和龙界不受游戏封印控制外，游戏里的其他东西并不能带出来，只有等3年以后，游戏现实结合才可以混到一起。虽然游戏里的东西不能通过龙界转移到现实世界，但是李阔也并没有沮丧，他已经得到了天大的好处，这已经让他很知足了。小金龙现在还太弱小，也不能当坐骑，只有把它放在龙界里先养着。不过迟早有一天，小金龙可以成长成为雪龙那般强大，到那时候就可以骑着金龙到处飞了，而且还能在现实与游戏2个世界中成为最强大的助力。小金龙除了在介质空间里可以缓慢成长外，还可以借助吞噬妖兽的精气来加速成长。游戏世界里的野怪与 BOSS 身上都有妖兽精气，以后李阔打怪身边就要时常带上小金龙，让他吞噬死亡怪物的精气，不然也是白白浪费了怪物精气，因为玩家是不能吞噬怪物精气的。如果小金龙自身强大了，他自己也是可以在游戏里杀死怪物来吞噬精气的。小金龙还太弱小，不能载着我飞出溶洞，眼下我还是要先想办法出去才行啊。冷静下来的李阔对着空无一人的溶洞喃喃自语。第21章巅峰公会的挑衅。玩过一次游戏的李阔知道，想要离开洞穴目前只有2种办法。第一种是被玩家击杀，系统会自动把它传送到主城复活点。第二种是使用传送符离开。击杀20级以上的 BOSS 有可能会爆出传送符，而且价格也并不贵。把全身的装备都脱掉，李阔先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最大生命值3630，物理防御力21，魔法防御力21。这么说，需要3630的攻击力才能被打死，还要在不触发巫神降临的情况下。妩媚动人拿着橙色武器，目前约700的魔法攻击力，再穿上整套20级装备，差不多能达到1000攻击力。如果想要回复火点，起码需要4个妩媚动人这样的高端玩家在1秒之内同时发动攻击才行，不然触发巫神血脉，每秒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前功尽弃。想到这些，李阔撇了撇嘴，这一种方式太麻烦，先不说没有什么朋友的他能不能集齐一批高端玩家为他解围，就算集齐了，如果大家不同时出手，前后差上半秒就会触发巫神血脉，到时候一切都是徒劳。毕竟每个职业的技能释放速度都不相同，想要做到1秒内承受到多个伤害，这需要极其精密的计算，要做到完全同步，这太困难了。而且即使做到了这些，触发了巫神降临，那一切全都玩完，那些被反弹死的玩家还能不能继续来解围，就不好说了。看来只有从传送符上下功夫了。李阔打开了寄售平台，并没有传送符卖。接下来他又刷了几个大喇叭，孤独不苦，高价收传送符，手里有货的玩家抓紧联系我，价格保证让你满意。孤独不苦，高价收传送符，手里有货的玩家抓紧联系我，价格保证让你满意。一连刷了5个喇叭，同时李阔在心里决定，以后每天都刷5个喇叭收传送符，争取早日出动。叮！早晨的风发来好友消息，大哥，你收传送符干嘛呀？主城里都有传送阵，免费的，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别问这么多，我自有用处。你来到主城了吗？我到主城了，大哥，我杀了彭少爷5次了，那货还在新手村，我现在18级了，去不了新手村，没办法杀他了。干得好，等他来主城继续杀就是了。我最近在做特殊任务，可能先在秘境里出不去，等我出去了联系你。收到。叮！武玲珑发来好友消息，你还在捏龙球？是的。巨龙没杀了你吗？游戏出 bug 了，巨龙自己死了。你在搞笑吧？骗你干嘛？没看我在收传送符吗？巨龙死了，我出不去了。游戏里只有 1% 的痛感，你不会这么怕疼，不敢撞墙吧？李阔不想解释，没有回复。很快武玲珑又发来消息，那巨龙死了，材料都在我手里。李阔回复，天呀，你运气也太好了吧？那你可不可以把龙血卖给我？我不缺钱。求求你了同学。李阔没有回复。你到底要怎样嘛？半小时后，只听外面的小溶洞里传来扑通的一声响，紧接着武玲珑穿着一身湿衣服回到了地底洞穴，走进溶洞，看着四周空空如也，并没有巨龙的影子，武玲珑一颗小心脏砰砰直跳起来。在李阔手里获得龙血，可远比在巨龙身上获得要容易的太多了。你不会打算要用抢的吧？李阔见到武玲珑走进来，笑着说道。怎么会呢？我这不是找你商量来了吗？武玲珑一边说着话，一边坐到了李阔身边。他可不会相信游戏会突然出现什么 bug， 哪有这要巧的事？他觉得李阔身上肯定有特殊的史诗级天赋，所以更不会杀人夺宝。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对方，
即使打得过，也不一定会爆出龙血，到时候结下仇，那就真的别想得到龙血了。所以他决定采取软磨硬泡的怀柔政策，一定要让李阔把龙血卖给自己。孤独大帅哥，你就把龙血卖给我呗，多少钱你随便说，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会铭记于心的。武玲珑一边摇着李阔的胳膊，一边撒娇，巨大的凶器还时不时地摩擦李阔的胳膊，这让李阔好一阵面红耳赤。就在这时，突然就听到外面又传来了落水声，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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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了。武玲珑疑惑道：来了5个人，我去看看。李阔说完起身就往外走，武玲珑死活不肯放开李阔，挽着李阔的胳膊不撒手，也一起跟了出去。老大快看快看，这有一对小男女。一个刺客立马发现了李阔和武玲珑，兴奋地吼道：卧槽，这个妞好正点啊，太他妈好看了吧，这个小子哪来的福气？是啊，这一对堪称绝世凶器啊，我他妈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几个小弟眼睛里露出了贪婪的光芒。反观他们嘴里的老大，这个人倒是没有被武玲珑的样貌所迷倒，一脸严肃地说道：吆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这一对小骚货怎么敢躲在这地底下干坏事？你妈中午做饭喂你们吃屎了？满嘴喷粪。武玲珑见对方口无遮拦，立刻反骂道：你他妈骂谁？臭婊子，敢骂我老大，我们一会就在这洞穴给你来个先知央后杀。哈哈，玩了这么多天游戏，光顾着升级了，还没试过游戏里的妞呢，想想就刺激爽啊哈哈。看着几个人各种言语侮辱，武玲珑也被气得一张俏脸通红。李阔终于忍不住了：尼玛的13，都找死呢！这几个玩家名字都带着巅峰前缀，李阔对于巅峰公会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妈的，你个垃圾战士，谁给你的胆量，也敢口出狂言？一个叫巅峰老六的刺客说完话，瞅了瞅他的老大巅峰依旧，这是在等待他的老大发号施令，如果收到老大的命令，他就会立刻扑上去杀死李阔。只见巅峰依旧点了点头，说道：六子，去把男的干了，女的先留着，一会咱们折磨折磨这个小娘们。好嘞，老大，收到收到，嘿嘿。巅峰老六早就想动手了，此刻收到老大的命令，不再犹豫，立刻使用出了刺客的隐身技能，隐了身，向李阔冲去。第22章，脸被美女偷袭了，去死吧，小傻屁！巅峰老六隐着身，直接冲到了李阔的身后，挥动着手中的匕首，朝李阔后颈扎去。他自身20级，刚和巅峰依旧组队打完了突破任务，手里也换上了20级的极品紫装匕首，他很有自信能秒了眼前的垃圾战士。486，李阔也懒得去防守，头上直接冒出了486的伤害。下一秒，巅峰老六直接趴在了李阔脚下，白光一闪，回了复活点。新买的紫装匕首也爆了出来，被李阔捡到扔进了背包。老六被秒了，怎么回事？我看到老六打出了486的伤害，怎么直接躺下了？老六怎么死的？剩下的4个人面面相觑，都有点懵逼。下一个，要不然就一块上，妈的！李阔也懒得墨迹，直接叫板：小子，你找死！巅峰依旧是个法师，更是巅峰公会的老大，他玩了这么多年游戏，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跟他对着干。废话真尼玛多！李阔一脸的不痛快，说完还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巅峰依旧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给我一块上，弄死他！收到了老大的命令，剩下的3个人一起冲向了李阔。巅峰依旧是个法师，他躲在了后面远程攻击，放了个火焰术。288、310、760、455，白光闪了4下，4个巅峰公会的玩家全部回了主城复活点，每人掉了1级。这武玲珑有点猛，这是什么情况？一个人秒了一对高级玩家，这还是玩的同一款游戏吗？不理会震惊中的武玲珑，李阔对他说道：龙血送给你吧，交个朋友。龙血除了完成隐藏任务，并没有其他的用途，虽然可以卖出天价，但是武玲珑也算是和自己一起组队的玩家，真把龙血卖给他，李阔心里也过意不去。你是说把龙血免费送给我？武玲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不想要啊？你可别说什么无功不受禄之类的话，我这人最怕麻烦。我要，我当然要。那你拿着龙血抓紧离开吧。李阔是真受不了武玲珑在这软磨硬泡的。说完这句话，李阔直接把龙血交易给了武玲珑。看着背包里的龙血，武玲珑激动的胸口不断起伏，双手紧紧捂住嘴巴，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欢喜。就这么得到龙血了？情绪一失控，武玲珑猛地抱住李阔，朝他脸上亲了2口。李阔随即愣在了原地，初吻就这么没了。我劝你迅速回主城完成隐藏任务，不然巅峰公会的绝不会善罢甘休，一会肯定会回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就会杀你泄愤，杀了你爆了龙血，再哭也晚了。李阔见武玲珑盯着自己，想入非非，
不清楚他接下来要干什么，急忙一本正经的劝说。这一番话立刻点醒了武玲珑，李阔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男人想的真周全。武玲珑现在是越看李阔越喜欢，这么大方却又不墨迹的男人，他还是第一次碰到。那你送我一程呗，我想死在你手里，自己撞墙去。李阔说完，直接回了大溶洞。这也太影响美感了吧？武玲珑在小溶洞里抱怨道。不过抱怨归抱怨，他的动作一点不含糊，只用了10几秒钟就把自己送回了复活点。时间不长，还给李阔发来了好友消息：我已成功回到主城，真心感谢你送我龙血。游戏中我应该帮不上你什么忙，不过现实中有事可以找我。我现实中叫武玲珑，我父亲叫武龙，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我的电话是1396688xxxx。武龙，天龙集团的老板吗？真没想到武玲珑竟然还有这种背景。天龙集团在华夏国算是知名的跨国集团，实力非比寻常。不过我一个整天不出门的宅男，能用得上你帮什么忙？呵呵，李阔不以为然。此刻溶洞里又剩下了他一个人，闲着没事，李阔把所有的紫色装备都看了一遍。紫冠赤蛇腰带10级紫色稀有装备，紫冠赤蛇铠甲10级紫色良好装备，紫冠赤蛇项链10级紫色良好装备，紫冠赤蛇项链10级紫色优秀装备，紫冠赤蛇鞋子10级紫色普通装备。经过这段时间在红丁草原击杀 BOSS， 李阔背包里有5件紫色装备。玄蛇王匕首20级紫色稀有匕首，这件武器是巅峰老六死亡爆出来的，属性非常不错。玄蛇是苍穹蓝海独有的野怪，看来应该是某个玩家在苍穹蓝海打出了装备，然后高价卖给了巅峰老六。毕竟这种极品装备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刷出来的。以后神龙套装想要提升，需要大量的紫装，单靠一个人打 BOSS 很难凑齐这么多紫装。上一世在游戏里怂了一辈子，看来这一世要高调点，学杀人抢装备了，这可比打 BOSS 快多了。李阔心里琢磨着，他现在住的小别墅谁都不知道，而且他还有龙戒，根本不怕现实报复，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也不怕在游戏里暴露天赋招人嫉妒，反而是希望多点人来找他麻烦，那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杀人夺宝。巅峰公会的怎么还不来？一回合就怂了，还真是高瞧他们了。此时巅峰依旧和4个手下正在主城复活点。阿切，打了个喷嚏，巅峰依旧骂道：哪个小骚娘们又特么想老子了？老大，不如咱们今晚去酒吧约几个漂亮妹子带到龙城别墅，晚上好好玩玩。巅峰老六见老大想女人了，立刻对巅峰依旧皱眉道：他们被李阔一个照面全给秒死了，现在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好好升级，特么的别总想女人，抓紧都给我升到25级，再多集合点人，咱们再过去弄那个孤独不苦。老大，你说那小子躲在地底洞穴到底有什么企图？难道他也领了隐藏职业任务？巅峰不败问道。废他妈话，不然你真以为他们会在那种地方交流身体吗？可咱们这次去没有发现神龙啊，老大？巅峰荣耀也问道。神龙应该就在那扇门的后面，那小子堵在门口就是为了不让别人完成任务，真特么卑鄙。巅峰依旧眼神中闪现着一丝杀气，恨恨道：那小子身上肯定有什么特殊手段，不然不能一次性秒了咱们5个。不过这种特殊道具肯定有使用次数，先升级，任务还有时间，到时候咱们多带点人一起去收拾那小子。是，老大。知道了，老大。几个人急忙应承着。巅峰依旧又道：顺便给我查查那小子现实中什么来头，敢他妈惹老子，老子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妈的！还有他的家人都给我查明白。是老大，嘿嘿。巅峰老六道：等查出来就给这个沙比送进去，蹲上几年，让这个沙比以后都玩不成游戏，嘿嘿。第23章同学聚会。玄蛇王匕首属性非常不错，李阔想了想，决定给早晨的风留着，让他使用。接下来他看了一遍寄售平台，现在寄售平台上10级的紫色装备价格大约在3000枚金币左右，而且属性还都不好。按理说目前大部分玩家都升到了20级，这10级的紫色装备应该不值钱了。不过李阔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用得起20级的紫色装备，平民玩家也就是穿一身蓝色装备，或者穿别人淘汰下来的紫装，所以土豪玩家用完了紫装就换成了平民玩家为紫装疯狂，这价格居高不下，也都是平民玩家炒起来的。在上一世李阔30级了，才勉强凑齐一身10级的紫装，这都足以让他乐得半宿睡不着觉。毕竟蓝装和紫装相比属性差太多，而且还少一条属性条。升级神龙套装的等级并不需要看紫装的属性，所以想要把6件10级的神龙套装升到20级，就需要60件垃圾的紫装，每件大约3000枚金币，60件紫装就需要18万金币，这是真的费钱。李阔现在身上只有55160枚金币，
这还是他当初卖了奔雷法杖留下了4900枚金币，第二次又把奔雷法杖卖给妩媚动人赚了5万金币，再加上这么长时间打怪爆金币的总和，如果没有奔雷法杖，即使如李阔这样快速杀怪，他现在也就只有260枚金币。这就是平民玩家与土豪玩家的区别。土豪玩家完全不用考虑没有金币花，因为他们有的是 RMB。巫域里这么多玩家，每人卖给他们10枚金币，只需要10万人，他们就能立刻拥有100万枚金币。这么大数额的金币，平民玩家靠兢兢业业的打怪，打一辈子也不行，而他们只需要花费几千万 RMB 就能得到。几千万 RMB 在那些大财团眼里根本就是9牛1毛。再上一世，像妩媚动人和风神乱这样的大财团接班人，他们都是带着几千亿 RMB 来玩游戏的，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游戏，这些大财团很快就嗅到了商机，都在游戏里发展了第二产业链。李阔击败血龙，爆出了5种材料，这就代表每个职业都会有不止一个人触发隐藏职业任务，而最终每个职业却只能有1个人完成任务。隐藏职业可以提升1倍的属性点加成，这完全可以媲美一个史诗级天赋，所以这材料也绝对可以卖出天价。李阔自己要用龙元，现在他手里能卖的还有龙鳞、龙骨、龙角这3种材料。任务时限是30天，虽然过期材料就一文不值，但是李阔现在还不准备把材料拿出来卖，因为他要等更多的人触发了隐藏任务，那时候再拿出来，这样才会有竞争，才能卖到最理想的价格。毕竟这款游戏里土豪玩家可不在少数，否则的话，现在拿出来拍卖，没有人出价，很有可能会被人用低价买走。毕竟摆上拍卖行的东西，只要有人出价，就不能拿回来了，况且还有底价限制，根本不会让你摆出太高的低价。李阔现在手里有5件紫色装备，他很快就在寄售平台又秒了5件，凑齐10件，把神龙之刃升到了20级。神龙之刃2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带激活，附加属性带激活，附带技能带激活。5件紫装花了李阔15150金币，武器除了等级提高了，属性完全是白板，这还需要他继续用紫装激活属性。不过剩下的40010金币，李阔也不敢再用了，因为他要留着买传送符。虽然传送符作用不大并不贵，但是他怕有些土豪故意砸钱给他使绊子，买不到传送符，到时候再溶洞出不去，什么都是白扯。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和冯远约定的时候，李阔退出了游戏，准备去参加同学聚会。同学聚会是晚上7点开始，此时已经到了6点30分，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灯都已自动开启，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建筑亮起5颜6色的灯光，整个市区可谓是一片灯火辉煌。李阔坐着出租车用了20分钟，终于赶到了金海世纪大饭店。走进888号雅间，同学们都已经到齐了。冯远见李阔来了，急忙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来到了靠着门口的座位上。你来得晚，只能坐门口了，别嫌弃啊。冯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反观其他的同学都对李阔视若无睹，三三两两的聊着天。我不是事多的人，你忙你的。李阔笑着对冯远点了点头，随后坐到了椅子上。每次同学聚会，班长都会坐在主座位上，而李阔永远都是守着门口，大学4年来一直如此，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则。李阔对这些也都无所谓，他本来就是奔着冯远的面子来的，不然他根本不会参加这种聚会。见到人都到齐了，服务员马上开始上菜，很快各种丰盛的酒菜就被端上了偌大的桌子。好了，人都到齐了，菜也上齐了，咱们大伙一起举杯，共同干一杯。班长站起身来，打断了酒桌上嘈杂的交谈声，朗声说道。众人闻言纷纷起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第2杯，咱们就共同敬咱们大伙这4年来的同窗之意，希望以后咱们这12位俊男靓女在社会上能够相互帮助，常来常往。李阔的班级分为好几个班，每个班都有班长和副班长，所以每次同学聚会都是每个班的班长自己组织自己的，并不互相掺和。开头3杯酒，这是历年来的规律。喝完了第2杯酒，班长又嘿嘿笑道：这第3杯酒可谓是意义最重大的，大家先端起酒杯，听我慢慢道来。众人举起酒杯，只听班长道：想必大家也都清楚，咱们班的副班长林鹏和苏沫已经订婚，所以这第3杯酒咱们就敬给他们2位，祝他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众人闻言纷纷起哄。还有呢，祝大帅哥林鹏和仙女一般的大美女苏沫同学早生贵子。哇哈哈！喝完酒就可以直接送入洞房了。洞房，不单单要有洞，还要有房。不过幸亏林鹏同学财力充沛，听说前阵子貌似在望海花园买了一栋超级大别墅哦。望海别墅有钱住，今天喝酒喝不吐。郎才女貌招人妒，李阔穿着开裆裤。念诗这人是林鹏的死党，和李阔非常不对付。见众人都喝了第3杯酒，
李阔不但没喝，还重新坐到了椅子上，立马开始发难，羞辱李阔穷。起因是在大二那年，李阔利用周六日去干临时工，干完活没注意裤子开裆了，然后穿着开了线的裤子就去了教室，所以留下了笑柄。第24章，苏沫的舅舅。哈哈哈哈！众人听到诗，全都捧腹大笑。班长和林鹏都是富二代，他们没有办法比，但是李阔这么个穷逼，竟然和苏沫谈上了恋爱，这本来就让这帮犊子心里很不爽，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现在见李阔被甩，而且苏沫还和同班的林鹏搞到了一起，这让他们心里非常的解恨，都在等着看李阔的笑话。同一时间，林鹏也抓住机会撒了一波狗粮。呵呵，我和我们家默默，谢谢大家了。说着话，还端起酒杯要敬酒。这时候，冯远突然抢先端起了酒杯，一本正经地说道：“同学们听我说，我最近正准备去参加金海好声音，同学们先帮我当一回裁判，我唱2句，你们帮我分析分析我这实力，以免到时候出丑。”众人闻言一起鼓掌。李阔，冯远故意叫了一声李阔的名字，随即唱道：“你睡过他的房间，亲过他的嘴，吃过他的剩饭，喝过他的水，也见过他刚起床素颜的。不好意思，唱错词了。”冯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转头眨着眼睛问林鹏：“班副，你看我唱的怎么样？”冯远这番骚操作，在座的众人都明白其中的意思，随即脸色都变得有些奇怪起来。林鹏则是一张脸憋得通红，可是冯远却不管这些，嘿嘿笑了2声，把酒仰脖喝了下去，继续哼着歌就往自己座位上走。我睡过他的房间，亲过他的嘴。林鹏和他的死党都是气得不轻，但是却并没有发作，因为冯远是班里有名的愤青，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上学那会还拿刀子捅过社会上的混混，所幸混混受伤并不严重，他亲戚又是个当官的，所以只被关了半年。而他上学的时候就一直看不惯林鹏装逼，在学校就经常揍林鹏和林鹏的死党，他早就把林鹏给揍服了。他可不管什么富二代不富二代的，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就像他自己说的，管他富几代呢，他他妈有钱又不给老子，老子管他个毛，惹着老子，老子就打。林鹏害怕冯远，忍着不敢说话，但是并不代表苏沫也能忍。冯远，你他妈什么意思？苏沫骂道。冯远一般不和女人计较，但是今天他把李阔拽来，怎么能看着李阔被侮辱？转过身来，指着苏沫喝道：“给你个逼脸了吧？你跟谁他妈的呢？”苏沫气得胸口不断起伏，道：“冯远，你会为你今天所说的话后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破公司就靠着天龙地产的项目活着，我舅舅是你项目的负责人，你就等着带着你那帮废物手下滚出天龙地产这个项目吧。”班长和冯远关系还不错，眼见这就要出大事，急忙出来打圆场。都是同学，这是干嘛呢？同学之情深似海，抓紧喝酒，来，都少说2句。说着话就端起了酒杯。冯远性格比较实诚，与同学们关系都不错，所以其他的同学见事情闹大发了，也不看热闹了，也急忙出来打圆场。李阔此刻却是忍不住了，以前都是冯远护着他，现在他有了龙戒，生命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又得到了5个传说级天赋，要钱也容易得很，有了实力，怎么还会和以前一样整天指望别人？所以他决定要为冯远做点什么了。猛地站起来，李阔怒道：“天龙地产吗？你舅舅就能只手遮天了吗？”李阔清楚地记得武玲珑说他父亲就是武龙，武龙可是整个天龙集团的掌舵人。吆喝，开裆裤也硬起来了，狗仗人势的家伙。林鹏的死党见李阔说话，立马又来了脾气：“这没你说话的份，你个穷逼一样的玩意！”苏沫也一点不给李阔脸。说完这句话，他立马掏出手机给他舅舅打去了电话，怕别人听不到，他还故意打来了扬声器。苏沫，算了吧。班长还想阻拦一下，可这时电话已经接通了。喂，默默。喂，舅舅，和你打听个事，你们的供应商里是不是有个致远公司？你说的是冯远那个公司吧？那小伙子人不错，前几天还请我吃了顿饭，他正准备投我另一个新开的项目，你是来给他说情的吧？这个项目竞争的可不单单是他一家公司啊，有些事情需要顾及很多情面，不能儿女情长。说情？呵呵，舅舅，冯远是我同学，他刚才骂我是婊子。我他妈什么时候骂你是婊子了？冯远吓得脸色都白了，因为他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正是他项目的负责人一把手。这下不但新项目没戏了，正在干着的老项目估计也得玩完。有这种事吗？我明白了。这句话说完，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听得出来，苏沫的舅舅语气很冷，他很生气，骂苏沫是婊子，那岂不是把他妹妹也一起骂了？紧接着也就1分多钟，冯远的手机就响了，他颤颤巍巍地接通了电话。我知道主任，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什么？他们公司已经中标了？我们老项目为什么要停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主任。操！去你妈的吧！
什么几把主任，狗东西，给老子滚！冯远直接挂断了电话，一张脸气得通红。刚才是苏沫他舅舅的手下打来的电话，停掉了他的项目。呵呵，知道我的能量了吗？苏沫见冯远这副模样，心里很受用，趾高气扬地笑道：“你得意什么？老子还有10几个项目忙不过来呢。天龙地产你爷爷我早就不想干了。”冯远现在真想冲上去暴打苏沫，不过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打打杀杀也解决不了问题，那样只会让对方看笑话。钱没了可以再挣，想让他和苏沫道歉、委曲求全，他做不到。一个人心底的信念崩了，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也不会快乐。李阔了解冯远的性格，所以他很快说道：“我去趟洗手间。”第25章反转。冯远现在独自喝着闷酒，没人愿意过去和他说话。这家伙脾气不好，闹不好说错了话就得挨顿打。时间不长，李阔走进了雅间，拍了拍冯远的肩膀，李阔走回了自己的座位。紧接着，冯远的手机就响了。“喂，哪位？你给我完蛋去！你是想让我给你外甥女道歉吧？老子不为5斗米折腰，老子不干了！什么？真心想和我们合作？你他妈是想让我回去慢慢算计死我吧？滚蛋！”冯远挂断了电话。李阔一看这情况，就知道冯远喝高了，急忙说道：“你应该好好听听他说什么的。”“我不听。”李阔无奈。刚才李阔借着去洗手间的空隙，给武玲珑打去了电话。武玲珑信誓旦旦地和他保证，要让苏沫的舅舅亲自打电话道歉，不然立刻开除。紧接着，苏沫的手机就响了。苏沫一看是他舅舅打来的，以为是来通知他已经替他整治了冯远，所以很高兴地接通了电话，还直接打开了免提接听。“喂，舅舅。”苏沫的声音非常的媚。“沫沫呀，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苏沫一听立刻懵了。苏沫的舅舅并不知道苏沫开着免提，慌张地说道：“刚才总部来电话了，必须要用致远公司，要我把冯远请回来，不然就让我卷铺盖走人，还要追查我这些年在公司的账目有没有违法行为。”听到这话，苏沫的脸色刷的就白了，但是现在再关掉免提也晚了，那样就也会被大家瞧不起。反观冯远，酒立刻就醒了，瞪着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苏沫的手机。“你把话说明白，舅舅，这怎么回事？”“沫沫啊，你帮舅舅去和冯远说几句好话，就说这件事是个误会，毕竟你们是同学，比较好说话。”“你还没回答我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舅舅？”“哎，那个冯远，他的铁哥们是我们董事长的千金的未婚夫。”众人听到这番话，顿时全都懵了。董事长的千金，武龙的女儿。据说武龙就这么一个女儿，视若珍宝，对他更是百依百顺。谁这样牛逼，泡到了超级富二代？冯远也懵逼了，我认识这样的哥们，我自己怎么不知道？苏沫现在也懵了，不过这么一大桌子人看着，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和他舅舅对话。“这不可能，舅舅，冯远认识几个人，我比你更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舅舅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吗？刚才就是大小姐在总部亲自给区部打来的电话，说是她未婚夫刚刚给她打了电话。”这句话说完，众人很快反应了过来，全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李阔。这件事发生的突然，只有在座的这些人清楚，而这些人都没有人动过电话，甚至冯远自己都在喝闷酒，也没给他哥们打电话。唯一出去过的人就只有李阔，只有他有机会打电话而不被众人发现。这也太扯了吧！这个穷逼是天龙集团的董事长的千金的未婚夫。李阔也没想到武玲珑竟然这么形容自己，不过看到事情瞒不住了，李阔索性也不装了，摊牌了，不装了，电话是我打的。李阔站起来对苏沫说道：“我说了，天龙集团你舅舅不能只手遮天。”这句话落地，冯远猛地站起来，窜到了李阔身边，摇晃着脑袋，一字一顿的严肃问道：“你确定你没有和我装逼？”李阔知道他喝高了，也严肃的答道：“我确定我没有和你装逼。”“卧槽，牛逼！”哈哈哈！冯远一跳老高，随即端起酒杯和李阔碰了一杯，仰脖子喝了下去。苏沫此时的脸色却是非常难看，他再也无法镇定了，立刻挂断了电话，随即拎着包就要离开。林鹏也急忙跟了上去。这时候李阔喊住了他俩：“苏沫，就像你说的，咱们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如果以后你再惹到我，我不会再顾及情面。还有林鹏，你们都一样，我说到做到，别太把自己当个人，小人得志。”苏沫冷哼一声，转身离开。林鹏也是恶狠狠地瞪了李阔一眼，也走了。麻痹的，老子今天高兴，你个狗东西不走，是要挨打吗？冯远指着林鹏死党说道：“远哥，阔哥，我和林鹏也不熟，那个我也在天龙集团上班，以后能不能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照顾一下？你等着被开除吧，傻逼！”冯远怒道。眼见大家都站在了李阔和冯远这边，林鹏死党也没脸再待下去了，
悻悻而去。事情闹成这样，大家都没有了把酒言欢的心情，各自客套几句，聚会很快就结束了。冯远今天非常高兴，聚会散了以后，他又拽着李阔去了神话辉煌 KTV。李阔想着肯定拗不过他，而且游戏被困在洞里也出不去，索性也就陪着他去了。神话辉煌 KTV 在金海市非常有名气，里面的消费也很贵。冯远直接叫了6个陪酒的小妹，每人3个，一个小妹5000人民币3个小时。李阔并不喜欢这种环境，坐在 KTV 高端的沙发上，对冯远说道：“你知不知道最近出了一款拟真游戏，叫巫域？或许你可以玩玩。”得了吧，我可没心思玩那玩意，有那功夫，还不如唱唱歌来的痛快。冯远说着话，还对着自己怀里的小妹胸部狠狠抓了一把。李阔现在如果和他说3年以后游戏会和现实重合，估计他就不会唱歌了，而是觉得李阔脑子坏了，会直接送李阔去医院。毕竟这种事，但凡一个脑子正常的都不会相信。其实游戏里挣钱并不比开公司挣的少，如果你玩游戏，我可以帮你提升起来。李阔还想劝说冯远几句，去你的吧，游戏哪有现实好玩？冯远笑道：“如果你真想帮我，那就让你未婚妻多给我点项目干干，嘿嘿。”李阔知道冯远这个人很固执，他认准的是谁都改变不了他。上一世他就和他提过很多次巫域游戏，可是人家根本就不感兴趣。人各有志，李阔也不再强求。不过有些事还是要说明白。话说那个武玲珑真的不是我未婚妻啊。第26章传送符。时光匆匆，一转眼就过去了半个月。半个月来，李阔除了每天去游戏刷几个大喇叭收传送符外，其余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小别墅里。如今地底洞穴出不去，进去游戏也没事干。这一天，李阔照常上来刷喇叭。孤独不苦，高价收传送符，有货的老板联系我，价钱随你开。叮，5条青龙请求添加你为好友。系统发来了好友添加消息，这让李阔心中一跳，终于有反应了，立即通过。紧接着5条青龙好友里发来消息：5条青龙，你收传送符，多少钱收？孤独不苦，你有货就行，价钱你开。5条青龙，可是我不懂这个东西的价格啊，我也是刚刚打出来的。孤独不苦，1万金币。5条青龙，你确定出1万金币买传送符？孤独不苦，对，没问题的话，你现在就来找我交易。5条青龙，好，告诉我你的坐标。眼瞅着就要大功告成，这时候公屏上突然飘出一个大喇叭：巅峰依旧，有传送符的联系我，不要卖给那个孤独不苦，他出多少钱我都比他多出1000金币。李阔气炸了，忍住不在公屏上发喇叭骂道：你他妈脑子有病！这个巅峰依旧每天都来捣乱，他算是恨上李阔了。李阔发了一个大喇叭，立刻引起了巅峰工会的围攻。巅峰老六，那个孤独不苦，你他妈骂谁呢？你个傻逼玩意！巅峰不败，谁敢卖给孤独狗传送符，请做好被巅峰工会追杀到0级的心理准备。巅峰荣耀，支持巅峰依旧老大。巅峰9，同上。巅峰大雷，支持巅峰依旧老大。巅峰沉沉，支持巅峰依旧老大。几百个巅峰工会的玩家刷喇叭支持巅峰依旧，没办法，整个华夏国玩家都在华夏区，世界就这么大，都能看见。李阔没有再理会巅峰的这帮人，继续和5条青龙在好友里聊。来了吗？来了直接跳下来，我就在洞底做任务，我出2万金币，咱们直接交易。时间不长，5条青龙回复了消息：不好意思啊，我联系了巅峰依旧，他说你出多少金币他都会多出1000。孤独不苦，一个传送符而已，你真相信巅峰依旧会出天价吗？这样吧，那你问巅峰依旧出多少，我也比他多出1000金币。5条青龙，算了吧，我可不想得罪巅峰工会。孤独不苦，那你挂拍卖行吧，这样你也不得罪人，不是我出多少他都会多出1000吗？你也好多卖点钱。刚发完这条好友消息，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巅峰依旧请求添加你为好友。这个傻逼加我好友干嘛？李阔想了想，通过了好友认证。随即巅峰依旧直接发来3条好友消息：我去过几次孽龙球，你都没在，恐怕是没办法玩游戏了吧？呵呵，你有回血的天赋技能吧？没办法自杀，所以你现在有2条路可走。第一，看你实力不错，现在加入我们巅峰工会，以后大家做兄弟。第2条路，只要我想，就能让你在孽龙囚困一辈子，断送游戏生涯，或许等我50级的时候会考虑放你出来。你出来以后会面临上万个50级的玩家追杀，相信会很快就能掉到0级。呵呵，选一条路吧，我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选择。傻逼！李阔暗骂一句，没有回复消息，直接拉黑了巅峰依旧。一个传送符而已，后期多的是，还想困老子到50级，白日做梦。随即
李阔把隐藏职业的材料龙角和龙骨全都挂上了寄售平台，起拍价100万金币一个，只剩下一个龙鳞没挂。巅峰依旧是个法师，需要龙鳞，看看谁卡谁吧。妈的，刚摆上材料，华夏区公屏上就炸了锅。啥东西？100万金币的底价拍卖，穷疯了！你懂个吉伯，那特么是升级隐藏职业的，看着吧，一会土豪们就打起来了。我擦，龙骨谁摆的？麻烦下架，私聊我，多少钱我都收。要不一个不出，要不一下冒出来2个。龙骨，巅峰公会势在必得，希望各路兄弟给个方便。哼，拿金币说话吧，这方便真给不了。龙角，我特么触发了隐藏职业，可是龙角不是我能拥有的。刺客大宗师，我擦你妈13！趁着公屏上热闹，李阔又刷了2个大喇叭。孤独不苦，高价收传送符，有货的老板联系我，价钱随你开。孤独不苦，高价收传送符，有货的老板联系我，价钱随你开。叮！5条青龙发来好友消息，是否查看？李阔打开了好友消息。5条青龙，听你的哥们，我把传送符挂拍卖行了，不管了，妈的，多卖点金币换成 RMB， 现实中买套楼，游戏不玩了又能咋地？你很明智。李阔回复了消息。5条青龙，谢谢夸奖，我这就联系巅峰依旧，告诉他挂拍卖行了，要就去秒，价高者得。李阔没有回复消息，查看了一下拍卖行，果然出现了传送符。传送符拍卖的时间比隐藏职业材料晚3分钟，时间上刚好够用。随即，李阔删除了5条青龙这个好友。这小子和自己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买卖做完了也就不来往了。但是也谈不上有什么仇，毕竟遇见这种情况，不会坐地起价的玩家，除非是傻子，也怪不得人家。不过这次肯定是要出点血了。李阔想想就是一阵牙疼，随即直接回到了现实世界。来到小别墅里，没有任何的停留，意念一动，李阔已经置身于戒指空间。小金龙经过这段时间在戒指空间里成长，如今已经长成了2米多长，消防水带这么粗，看上去威武多了。而戒指里的空间也变成了足足有2个篮球场那么大。假以时日，戒指空间就能自成一方天地。到那时候，李阔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想到这些，李阔就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第27章脱身。龙骨和龙角这种隐藏职业材料对玩家非常重要，而且还是蝎子巴巴独一份，所以李阔根本不用去关注，就坐等收钱。12小时以后，拍卖结束，李阔邮件里收到了688万金币，龙骨卖了320万金币，龙角卖了368万金币。与此同时，系统发来了系统消息：叮！恭喜玩家登上金币排行榜，请问是否隐藏 ID？ 隐藏。李阔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隐藏姓名，他并不喜欢炫耀。游戏等级开放了30级以后，就会出现全服排行榜和区排行榜。目前一共出现了3个榜单。实力排行榜在华夏区又叫华夏风云榜，血盟排行榜在华夏区又叫华夏血盟榜，金币排行榜在华夏区又叫华夏金榜。实力排行榜以玩家综合属性为依据，包括等级、装备以及玩家通过特殊途径获得的属性点等，这些属性的总和越高，排名越靠前。血盟排行榜是以血盟所有成员的综合实力为依据进行排名。金币排行榜是以玩家金币数量进行排名。李阔立刻打开金币排行榜看了一眼，区排行榜只显示前10名的排行，李阔目前近700万的金币，也只堪进入榜尾，在华夏区排行第10名。排行第一的是一个叫钱多多的，金币足有2000多万。钱多多在上一世的游戏里也是一直占据本区金币排行榜榜首，甚至在全球总服排行的前100名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个钱多多是个职业金币商人，等级不高，整天待在安全区不出来，主要就是关注金币行情，每天都在收购玩家手中的金币，在合适的时候再把金币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次的龙鳞龙骨之争，相信他又能大赚一笔，毕竟土豪们遇见极品装备都是找这种金币商人来大量购买金币。至于实力排行榜，李阔也没去查看，毕竟他一直被困在孽龙球，神龙套装又没激活属性，根本上不了榜。随后，李阔急忙打开了拍卖行。此时传送符已经被拍到了5万金币，价格很整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应该就是巅峰依旧出的价格，毕竟别人不会花这么多钱来买这种东西。此刻距离传送符拍卖结束还有2分钟的时间，李阔也不着急，和土豪硬刚财力，他绝对不是对手，他要等到最后一刻直接偷塔。时间1分1秒的过去，李阔死死盯着拍卖行，很快进入了拍卖倒计时。10、5、4、3，李阔直接上了22万金币。叮！恭喜玩家竞拍成功，获得竞拍商品传送符。与此同时，巅峰依旧也收到了邮件，竞赛失败，巅峰依旧的10万金币被退回了邮件。
巅峰依旧眼中凶光一闪，死死盯着系统邮件，恶狠狠道：“有点意思。”他以免李阔偷塔，愣是在最后一刻又加了5万金币，没想到竟然输了。这是他和李阔2个人的竞争，一直高高在上的他竟然输了，这怎么对得起吃瓜群众？随即，巅峰依旧对着身边的巅峰老六恶狠狠地骂道：“麻痹的，让你查个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来。动用省厅的关系，5天之内给我查到，我必须叫他死。”是，知道了，老大。巅峰老六额头上冷汗直冒。竞拍成功，李阔没有犹豫，第一时间便使用了传送符。只见白光一闪，下一刻，李阔已经来到了天土城的传送阵内。现在的游戏封印等级是35级，这一次封印等级时间较长，大部分玩家都已经满级了。主城内各大血盟代表都在卖力地吆喝着，为自己血盟拉拢有潜力的玩家。巅峰收人，待遇优厚，别的不说，自己去查度娘。封神收人，无封神不兄弟，来了就是弟兄，不受气，不惹事，不怕事。天下大量收人中，待你天天激情，加入天下，天下我有。五妹阁收人，只要女玩家，阁主全区实力排行榜第1名，更是第1把无级别拥有者，欢迎漂亮的妹子、奶大的妹子入驻五妹阁。玩家达到30级便开放了血盟系统，血盟就像现实中的帮会，玩家可以在血盟领取任务，为血盟做贡献，也可以在血盟找到专业导师学习技能。每个血盟在游戏里都是最强大的势力。李阔一边往演武堂走，一边打开了华夏区血盟排行榜。华夏血盟榜第1名巅峰盟主巅峰依旧，第2名封神盟主封神乱，第3名天下盟主天下风云，第4名五妹阁盟主五妹动人，第5名王者盟主王者扛把子，第6名战神殿盟主战神灵妖，第7名法师联盟盟主树，第8名女士优先盟主叶倾城，第9名药师协会盟主醉浪小药师，第10名杀手组织盟主暗影。李阔现在只有20级，神龙装备没穿，手里还拿着木棍，所以并没有玩家找他搭讪，更没人邀请他进血盟。毕竟游戏开服这么久，就算是业余玩家也应该达到25级了。来到演武堂，李阔找到了战士大宗师，简单说了几句过场话，李阔便把龙源交给了战士大宗师。叮，隐藏任务已完成，接下来便是由战士大宗师为李阔升级体质。这个过程也并不复杂，只需要李阔脱掉衣服，在战士大宗师特制的药缸里泡上一会，再服用1颗不知名的丹药，这体质升级就算是完成了。叮，恭喜玩家升级成为无双战神，完成了体质升级。从这一刻起，李阔以后再升级，每增加1点体质属性点，就会增加20点气血的最大生命值。再配合传说级天赋巫神重体，这样每增加1点体质就能增加60点气血，直接比以前强了整整1倍，堪称恐怖。这一次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李阔和武玲珑，因为他们都是20级完成的隐藏任务，而在拍卖行买了材料的玩家完成隐藏任务时起码也是30级。这样算，虽然他们完成了隐藏任务，也永远找不回丢失的10级增强属性了。如果他们知道李阔20级就有材料没拿出来，绝对会全世界追杀李阔。下一步就是要废寝忘食的升级了，争取早日追上等级。第28章入盟。目前游戏的最高等级是35级，李阔为了快速升级，直接来到了35级的野怪区。刚杀了2个怪，他就遇见了熟人。晚上的星亮晶晶，早晨的风凉快。4个人正在组队杀怪，等级都是34级。本来李阔还想着把巅峰老六爆掉的紫装给早晨的风，但是看到他已经34级，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4个人加上李阔，正好5人一队，5个人刷怪就快多了。他们4个只管去引怪，杀怪的事交给李阔。李阔杀怪就是喊2个字的事，完全是秒杀。很快，早晨的风4人就都升到了35级。他们现在杀怪已经没有经验了，但是李阔等级低，所以他们也没退队，直接帮李阔引怪，辅助李阔升级。时光匆匆，一晃就过去了3天。有早晨的风几人辅助，再加上李阔秒杀怪物，这3天时间，李阔也已经把等级提升到了35级。合作愉快，李阔和早晨的风几人一一挥手告别。这几天里，李阔要经验，至于怪物爆掉的装备和金币，则是由其余4人平分了，这也算是各取所需。早晨的风等人还是继续留在原地刷装备和金币，李阔则是回了主城。是时候升级一下神龙套装了。眼下大部分玩家都已经超过了30级，10级和20级的紫装并不贵。李阔也不看属性，直接秒了50件10级的紫装和60件20级的紫装。一顿操作下来，神龙套装6件
全部升到了30级。李阔并没有急着激活全部装备属性，如果用30级的装备激活，那么得到的只是30级的属性，等到40级以后，还是需要用40级的装备去激活，这简直就是浪费。所以他只激活了武器的一条体质属性，便停了下来。做完这些，硬生生花掉了李阔70万金币。看了一眼，目前金币还有整整600万。隐藏了特效以后，李阔把神龙套装全部穿在了身上。因为隐藏了特效功能，所以神龙套装从外面看也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也就相当于穿了一身蓝色装备。李阔又情不自禁地浏览了一遍身上的神龙装备。神龙之刃3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体质加65。附带技能待激活。龙鳞铠甲30级铠甲，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待激活。附带技能待激活。龙筋腰带30级腰带，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待激活。附带技能待激活。龙角头盔30级男头，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待激活。附带技能待激活。龙爪青旅30级鞋子，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待激活。附带技能待激活。龙形项链30级项链，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待激活。附加属性待激活。附带技能待激活。接下来李阔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35级。生命值13200，体质285点。巫神重体效果使生命值增加300%。20级以后，无双战神使每点体质提升20生命值。1到20级升级属性+1，自由分配属性每级+5，击杀10人增加10点体质，共计130体质。巫神重体效果致使气血增加至3900。23-5级升级属性+1，自由分配属性每级+5，神龙之刃+65体质，共计155体质。巫神重体和无双战神双加成，使得每点体质可增加60点气血，气血合计9300，总计13200气血。魔法值450，精神45点，物理攻击力45，力量45点，魔法攻击力45，魔力45点，物理防御力45，耐力45点，魔法防御力45，智力45点，速度45，敏捷45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看到自己的血量，李阔倒吸了一口凉气。1点体质增加60点气血，这简直就是呈几何式增长。眼下他迫切的想要提升体质，而目前等级封印，唯一可以提升体质的办法，就只有利用巫神吞噬来增加体质属性点。随便杀人，那肯定会被大喇叭天天在公屏上问候全家，但不杀人又太可惜，毕竟被野怪和其他玩家杀死也是掉1级，失去的属性点相当于系统回收了。而被自己杀死就不一样了，玩家并不多损失什么，而自己却能得到各种属性增加1点的好处。反正等级还在封印，死亡了完全可以把等级再提升上来。你们也算是为人类做贡献了，我强大了，3年以后才好当救世主啊，嘿嘿。李阔嘴角上扬，随即向 N 个血盟发送了入盟申请。一般前10的血盟不会轻易加人，入盟前需要考察玩家的实力和背景、在线时间等因素。所以就在大血盟接到李阔的入盟申请，还在犹豫时，一个小血盟通过了李阔的入盟申请。这个血盟叫江山。
盟主也是个战士 ，ID 是战无不胜。刚一进盟，血盟频道就有人不断艾特李阔。哇，小哥哥你好，未来的大神，哈哈，欢迎欢迎。需要游戏 CP 吗，小哥哥？带我一起了。别发骚，说正事。今晚8点的盟战，希望大家都积极参加，争取拿个名次。说话这人正是盟主，战无不胜。第29章盟战。血盟每周日晚8点都有盟战，所有血盟都可以选择缴纳10万金币报名参赛。而在盟战中排名靠前的血盟，不但可以得到丰厚的金币回报，更有机会得到紫装、橙装或者是锻造史诗级装备的材料。江山盟此次是第一次参加盟战，盟主已经联合了其余的3个友盟协助。毕竟一个小盟想要在众多大盟中取得名次，难如登天。4个血盟的成员并入一个盟，这导致血盟频道非常的混乱。迫于无奈之下，盟主选择了禁言普通成员，只有管理可以发言。时间来到晚上7点30分，到了盟主布置战略方针的时候。盟主战无不胜用略显粗犷的嗓音在血盟频道激动的吼道：首先感谢3个友盟的兄弟们前来支援，我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就像我的名字一样，咱们终将战无不胜。另外，老人都知道规矩，可是这周新进盟的兄弟们恐怕还不了解，在这里我再重申一遍。第一，咱们4个血盟是友盟，自30级开始便结盟了，每周由1个血盟参战，其余血盟全部过来支援，希望大家都团结一些，和和气气。这周我们江山参战，辛苦各位兄弟了，下周我们盟部参战，我会带着我的弟兄们过去支援你们血盟。一会在盟战的时候，大家都看好头顶的血盟提示，以免误伤。咱们是江山，除了江山盟的，其余都是敌人。因为人数众多，大家一会都自行组队，最好是战士、刺客、法师、弓箭手，要是这种常规队，以便首尾相应。然后进去以后都切血盟频道，由我统一指挥。如果组不上常规队，就尽量多组奶妈和战士，扛得住的这种，等待其他队伍支援。咱们打土豪队只能靠战术，不然没有赢得希望。每组上队的刺客注意隐身，偷袭对面弓箭手和法师，切记别偷奶妈和战士，尽量做到一击必杀。好了，时间不多了，就说这么多。我们江山如果有不听指挥的，盟战完了，我会把他踢出血盟。另外有盟的兄弟，你们盟的你们自己负责。真是墨迹啊！李阔听战无不胜，喋喋不休，直接关闭了血盟频道，坐等盟战开始。很快，时间到了7点50分，这时候就可以找传引人进入盟战区域了。李阔跟着人山人海的大队伍，很快就找到了 NPC 盟战接引人，缴纳了1金币的费用，直接传送到了一个广阔的区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山谷，出口处有阵法禁锢，此时还不能出去。盟战是无规则战斗，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杀死敌人，就算胜利。死亡的玩家会掉1级，然后被强行传送出去。哪个血盟的成员首先全部被击杀，这也就意味着此血盟为倒数第1名。相反，坚持到最后的血盟杀光所有敌人的，则是第1名。玩过一次游戏的李阔对于规则早已轻车熟路。这时候，旁边一个法师喊道：那个孤独不苦，装备发给我看看，实力可以的话，来我们队，我带你飞。李阔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表示拒绝。傻逼，装什么犊子？不组队进来干鸡毛了？这法师刚说完，旁边的药师妹子接话道：二哥，理这种人干嘛？估计他是装备垃圾，不敢让人看。一会我朋友过来，也是个战士，身上3件紫装。我擦，牛逼，快让你朋友来。大家都听好了，没组队的抓紧组队，还有1分钟就开始了。牛逼倒计时还剩55秒，全部注意，一会看见战神殿的先别打，咱们2个盟紧挨着，我和他们盟主说好了，先联合杀其他盟，人多力量大，争取拿到名次。战无不胜激动的吼道。时间还剩下10秒，大家静默5秒，然后出去给我干。叮！华夏区第2届血盟战已开启。随着系统提示音落地，一众玩家呼声震天，大吼着冲出了山谷。麻痹的！战神殿的，见咱们人就杀！一个有盟的盟主是管理，在血盟频道大喊。战无不胜一愣，麻痹的！被战神灵妖这个孙子给阴了，给我干战神殿！干个球啊！我刚出来就被战神殿的在后边给砍成皮血了，我们盟冲的最快，全盟死了1多半人了。另一个有盟的盟主气愤道：战神殿的把咱们队伍给切断了，谷口被他们堵着，大量人出不来，前面的快被杀没了。妈的，我 CP 大奶妈被杀出去了！血盟频道的几个盟主此刻慌了一批，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吼大叫。这时候李阔也终于冲到了谷口。125 352 668 311 401。虽然谷口人山人海，但是仍有5个伤害打到了李阔身上。这5人直接被反噬致死，强行传送了出去。反噬伤害并不显示伤害值，这5个玩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反正也杀够本了。等盟主拿了理想的名次，这次少不了要多奖励点金币了，哈哈。有了李阔的加入，很快就在以他为中心的地方破开了一道缺口，突破了战神殿的围堵。江山盟大量的玩家从山谷里冲了出来，因为战神殿的强力玩家都在堵谷口，而打出的伤害只要碰上李阔就会被巫神反噬给反死，所以时间不长，就见战神殿的强力玩家已经死伤殆尽。眼看形势逆转，战神殿已经被杀得四处奔逃，战无不胜，哈哈大笑。战神殿位居血盟榜前10，也不过如此，这回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哈哈！兄弟们给我追，杀的战神殿一个不留，送他们先出去。不胜，你丫跑慢点，大家在一起，以免被其他盟逐个击破。一众江山盟的成员浩浩荡荡朝着战神殿的玩家追去，哈哈哈！牛逼，牛逼啊！哈哈！就这一会的时间，赚了55个人头。李阔激动得语无伦次，不理会江山盟的众人，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35级，生命值16500，魔法值1000，精神100点，物理攻击力100，力量100点，魔法攻击力100，魔力100点，物理防御力100，耐力100点，魔法防御力100，智力100点，速度100，敏捷100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第30章疯狂吞噬属性点。前面有个小盟，兄弟们给我杀！说话这人叫王者扛把子，是王者血盟的盟主。此时江山血盟众人正在追杀战神殿，而后方则是被王者血盟的人追上来了。因为场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所以大家早晚都要碰头，并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地方。刺客虽然可以隐身，但是每个血盟都有药师通灵，所以脆皮刺客想要靠隐身活到最后也是异想天开。另外，盟战的规则是，如果5分钟内没有对敌人发动攻击造成伤害，或者没有被敌人打掉气血，那么也会被强行传送出盟战场地，所以根本不能苟着混日子。而此时，李阔正远远地跟在江山盟的队尾。王者扛把子身为王者盟的老大，一马当先，在前开路，立刻就冲到了李阔身边。没有一句废话，王者扛把子直接率先对李阔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后面的王者队伍也冲了上来，打进了江山盟的人群之中。一波伤害过去，江山盟损失惨重，眼睁睁地看着王者盟从自己的队伍里穿插而过，追着战神殿逃跑的方向扬长而去。王者盟实力强过江山盟，损失略小，不过大队伍跑出去2公里才发现盟主呢。王者扛把子自己此刻也懵逼了，刚追上江山盟的队伍，发动了攻击，自己就被传送出来了，等级还掉了1级，这就证明自己竟然被秒了。江山盟有这么厉害的大神吗？华夏风云榜上也没见上榜啊。第一届盟战，王者拿了个不错的名次，这一届刚开始便落了个群龙无首的境地，看来注定是要凉凉。这一波伤害过去，李阔又吸了30多个人头。大家集合，都别掉队，咱们继续前进。虽然这一波损失有点惨，但是战无不胜也不敢含糊。过了5分钟不杀人，那么大队伍就要全军覆没了。盟战就是互相厮杀，锻炼玩家的临战能力。虽然战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实力。李阔跟着大部队，很快就又遇见了一个小盟。小盟遇见小盟，算是比较幸运的。再上一世，有些相互认识的小盟盟主，更是早早的就商量好，如果遇见，就像争性的打着玩，反正是掉血，就是打不死人，在这耗时间。耗的时间越久，最后拿到的名次就越靠前。而大多数的血盟看到有2个盟在厮杀，一般也都会绕过去。他们并不想耗费自己的实力，毕竟谁杀不是杀，反正是死一个少一个。但是也有例外的，有些大盟就不管不顾，遇见2个小盟厮杀，直接过去都给屠了。毕竟大盟实力强悍，不惧怕损失一部分成员。这一世游戏刚开始，大部分盟主还都没达成默契，所以这一次小盟间的战斗也是异常激烈。2个月盟打了个旗鼓相当，虽然江山盟有李阔，但是盟战是看综合实力，单靠他自己并不能改变大势。这一场战斗下来，对方全军覆没，而李阔所在的血盟也只剩下了20几个人，战无不胜，也战死了。没有了盟主的指挥，剩下这20多个玩家则是各自奔逃，早已是溃不成军。李阔参加盟战就是为了刷属性点，当然不会东躲西藏。很快，一些小盟就都被大盟清扫干净了，而李阔也终于遇见了一场大规模战役。这里可以说是此次盟战的主战场了。这些大盟以免小盟浑水摸鱼，早已达成了默契，进场先把小盟清干净，然后找个宽阔的地方进行火拼。
眼见人山人海的玩家正在厮杀，李阔一头就扎进了这些玩家群中。这场战役中足足有6个血盟参战：巅峰、封神、五媚阁、天下、法师联盟、杀手组织。李阔一边站在人群中吸人头，一边观察着战斗情况。很明显，封神、天下、五媚阁这3个血盟是一伙的，而巅峰、法师联盟、杀手组织则是另外一伙势力。这么多人火拼，根本就没人注意到李阔。看着不断飙升的属性值，这让他心里一阵狂跳。虽说站在人群中1秒内会遭受很多攻击，但是李阔此时足足有2万的生命值，况且因为不断吞噬死亡玩家的属性点，防御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根本就不用害怕被群殴，甚至连巫神降临都没有被触发。随着战场上人越来越少，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不对劲。只听巅峰依旧喊道：“都散开，不对劲！”他已经关注李阔很久了，自从在场中发现孤独不苦这个 ID 以后，他就一直在偷偷观察这个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名字。因为上次在孽龙球吃过亏，所以巅峰依旧并没有攻击李阔，以至于才能活到现在。随着巅峰依旧的一声大喝，一众巅峰的玩家都散了开来。其余势力的玩家不明所以，但是见大家都往外跑，也不由自主地停下攻击，跑到了外围。这时候战场中心就剩下了杀红了眼的几队玩家在互砍，还有站在那傻笑的李阔。这时候还有一个刺客正在疯狂地砍李阔，但此时李阔的防御力早已今非昔比，对方一刀下去只打出了1点强制伤害。那刺客也砍红了眼，隐身都忘了用了，在他连续砍了10几刀以后，直接趴到了李阔脚下，白光一闪，被强行传送了出去。司众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哪里来的狗托？刺客砍战士只打1点强制伤害，奶妈也没这么能烫吧？即使5只加点也不能有这么高的防御力吧？这战士莫不是 NPC？ 肯定是5智力加的属性点，不抗物理攻击。一个弓箭手不信邪，站在外围对着李阔放了一箭。操，双抗都这么高，游戏出 bug 了吧？此时场中每个血盟剩下的人都不多了，有的血盟幸存者更是只有寥寥几人。可以说这场盟战的排名走向完全被李阔一个人给打乱了。李阔眼看大家都不打了，也慌了，毕竟5分钟内没有造成伤害就会被强行传送出去，这么好的赚属性点机会，他肯定不想轻易结束。来个人啊，砍我一下吧大哥。李阔说着话就要求别人砍他，但是他往哪边走，哪边的人就像躲瘟神一样躲得他远远的。第31章华夏风云榜第1。这个傻逼应该是遇见了隐藏任务，得了什么奇遇，短时间内无敌，大家都散开，各自和身边人简单对攻，5分钟一到，这个狗东西就会被强行传送出去。巅峰依旧指着李阔恨恨地骂道。李阔也不废话，对着巅峰依旧的方向追了过去。巅峰依旧是个高伤法师，因为怕被阴了，身边带了4个奶妈，组了一个队。眼见李阔冲着自己来了，他带着奶妈就跑。但是此时李阔吞噬了这么多属性点，敏捷早已爆炸，凭他的速度怎么跑得了？只一个转身的功夫，李阔就追到了巅峰依旧身边。对着巅峰依旧就是1个半月斩。李阔现在不单单是防御力惊人，武力也是不容小觑，只一刀就直接把巅峰依旧这个脆皮给秒了。只剩下巅峰依旧身边的4个大奶在风中凌乱。随后李阔又陆续追杀了不少巅峰血盟的玩家。这时候别的玩家也在其他地方厮杀，以至于场中的玩家已经不多了。偌大的场地，并且玩家都已分散，李阔虽然速度快，但是想要找个玩家击杀也不太容易。终于在5分钟之内，李阔没能造成伤害，被强行传送了出去。来到天土城，直接收到了系统消息：叮，恭喜玩家已登入实力排行榜，请问是否隐藏 ID？ 隐藏。说完这句话，李阔打开了排行榜界面。华夏风云榜第1名 XXXXXX， 第2名妩媚动人，第3名巅峰依旧，第4名封神乱，第5名天下风云，第6名竹，第7名王者扛把子，第8名叶倾城，第9名战神灵妖，第10名暗影。接下来李阔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除了体质，各属性都是898。随即他来到35级野怪区，随便秒了2个巅峰的玩家，把属性提升到了整数900。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35级，生命值64500，魔法值9000，精神900点，物理攻击力900，力量900点，魔法攻击力900，魔力900点，物理防御力900，耐力900点，魔法防御力900，智力900点，速度900，敏捷900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
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终于，盟战结束了，排名也出来了。华夏区公告：华夏区第2届血盟战已结束，恭喜封神血盟获得冠军，获得第1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5，30级橙色装备破天飞刃1件，奖励金币500万。恭喜五媚阁血盟获得第2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2，30级橙色装备青龙连珠弓，奖励金币400万。恭喜天下血盟获得第3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1，30级橙色装备碧彩腰带，奖励金币300万。恭喜法师联盟血盟获得第4名。奖励：30级橙色装备青云履，奖励金币200万。恭喜巅峰血盟获得第5名。奖励：30级橙色装备青云雷腰带，奖励金币100万。上一届第1名的巅峰血盟，这一次直接被踢出了前3。盟战的前3名都可以获得1件橙色装备，还有制作史诗级装备的材料。凑齐了材料，就可以制作出1件史诗级装备。史诗级装备都非常强大，有的甚至携带特殊技能。而第4名和第5名都是获得1件橙色装备，并不给材料。至于5到10名，则是赠送紫装。第5名是5件紫装加100万金币，第6名是4件紫装和100万金币，第7名3件紫装和100万金币，第8名2件紫装和100万金币，第9名1件紫装和100万金币，第10名只奖励100万金币。因为这场盟战有李阔的参加，江山盟的名次直线上升，竟然拿下了第7名。盟战拿了名次，最高兴的就属盟主。李阔也想看看盟主能给自己这个大功臣发放什么奖励，于是打开了血盟频道。战无不胜，哈哈，果然是人多力量大。这场盟战拿了第7名，爽！网恋被骗12万，盟主赶紧发奖励，哇哈哈，等不及了。大飞机，紫装可否发1件啊，盟主？呜，我一身蓝装。战无不胜，紫装只有3件，我给了3个有盟的盟主每人1件，不能让人家白忙活。至于咱们自己盟的，每人去金库领取金币，参与者就有份，每人1000金。我是漂亮妹纸，哇，盟主威武！风息一水寒，谢谢盟主奖励金币。另外，我要投诉一个人，战无不胜。风息一水寒，盟里有个叫孤独不苦的战士不组队，我本想带他，他也不发装备，而且还一直在后面躲躲藏藏，根本就没出一点力。花飘零，水寒说的没错，我可以作证，还是我喊了有盟的我朋友来的，我们才扛到了最后。我朋友穿着3件紫装的大战士，小女子，这样的人也能和我们拿一样的金币？没规矩不成方圆，都他这样，以后都别想拿名次了。战无不胜，了解了。战无不胜，那个孤独不苦出来，是你自己走，还是我送你飞机票？战无不胜，血盟虽然不说是强盟，但是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宁缺毋滥。你自己走吧，虽然这场你没出力，但是我也不亏待你。退盟以后，你来找我，我给你500金币。李阔看得有些发懵，我没出力吗？道不同不相为谋，李阔也懒得解释，直接在血盟频道说道：孤独不苦，不用了。说完直接退了盟。小女子，盟主威武！风息一水寒，盟主威武乘1。花飘零，盟主威武乘2。与此同时，公屏上有喇叭飘过：巅峰依旧，那个孤独不苦，我记住你了，马上开40级，希望40级以后你还能这么强。巅峰老六，孤独狗就是个前期装逼货，靠着等级封印，运气好弄了几件好装备，出来装，现实中狗都不如。巅峰荣耀，孤独狗恐怕已被吓死在狗窝里。巅峰不败，现实中越是卑微，游戏里就越是能装，不刷点存在感，孤独狗子是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低。巅峰9，你们说的都对。苏如烟，孤独不苦，现实中叫李阔，我可以证明他真的很穷，玩游戏时还是我借给他钱买的游戏头盔，呵呵。彭少爷，默默我爱你。王者扛把子，卧槽，这是网暴吗？现实名字都给整出来了，威武！苏沫和林鹏通过巅峰小刀的引荐都加入了巅峰血盟，毕竟他俩都是 SS 级天赋，实力也不算弱。第32章，加入五媚阁。巅峰血盟这次盟战连前3都没进去，把责任都赖到了李阔身上，集体上大喇叭攻击李阔。而得了前3名的血盟本来就和巅峰不对付，自然不能看着他们嚣张。五媚动人觉得这是一个拉拢李阔的好机会，他可是清楚李阔实力的，随即也上了大喇叭。五媚动人，输了就找借口，玩不起就找个场子拧螺丝去。太子党果然心态脆弱。话说孤独不苦大神
需要游戏 CP 吗？等40级开了婚姻系统，我第一个就嫁给你。风神狂，女神在开玩笑吧？我的心灵也很脆弱呀。风神雷，女神绝对是开玩笑的。呜呜。巅峰老六，两条舔狗，呜呜你妈个批！风神狂，遛狗子，我操！天下风云，孤独不苦大佬，有想法加入我们血盟吗？妩媚动人，入盟也是来我们妩媚阁，虽然我们只加女性玩家，但是我愿意为大神开这个先例。这么多妹子，希望孤独老公来了以后别累着，保重身体啊！妩媚娘孤独不苦，二姐夫来我们盟，什么情况？天下血盟和妩媚阁的盟主都亲自出来拉孤独不苦。孤独不苦不是刚才被盟主给踢了吗？我们好像错过了什么啊！一众江山盟的成员看着公屏上的大喇叭，心跳那叫一个加速。战无不胜更是手速快，第一时间向李阔发送了入盟邀请，不过被李阔拒绝了。这时候公屏上又开始撕逼了。巅峰老六，妩媚动人，你他妈是真的骚，等哪天我非得试试你。风神雷，巅峰老六我擦你妈，你个恶心狗东西。妩媚娘，恭喜妩媚阁喜提盟战第1名，恭喜风神血盟喜提第2名，恭喜天下血盟喜提第3名，恭喜巅峰血盟荣获第5名，脸都被打地上去了。另外妩媚阁收女性强力玩家。妩媚柔儿，恭喜妩媚阁喜提盟战第1名，恭喜风神血盟喜提第2名，恭喜天下血盟喜提第3名，恭喜巅峰血盟荣获第5名，脸都被打地上去了。另外妩媚阁收女性强力玩家。妩媚灵儿，恭喜妩媚阁喜提盟战第1名，恭喜风神血盟喜提第2名，恭喜天下血盟喜提第3名，恭喜巅峰血盟荣获第5名，脸都被打地上去了。另外妩媚阁收女性强力玩家。妩媚小乔，恭喜妩媚阁喜提盟战第1名，恭喜风神血盟喜提第2名，恭喜天下血盟喜提第3名，恭喜巅峰血盟荣获第5名，脸都被打地上去了。另外妩媚阁收女性强力玩家。妩媚阁的玩家见有人侮辱他们盟主，很自觉的集体出来上大喇叭，把公屏上巅峰老六刚发的消息顶掉。巅峰老六，操，收你马，婊子集中营。叮，收到好友消息。李阔看了一眼，是武玲珑发来的。武玲珑，厉害啊，被大佬看上了，恭喜恭喜，喜提软饭一盆。孤独不苦，别闹。武玲珑，话说你来妩媚阁吗？我也在这个盟。孤独不苦，都是女性玩家，恐怕不方便吧？武玲珑，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这就让盟主拉你。时间不长，妩媚动人发来了入盟邀请。李阔犹豫了一下，最终点击了确定，加入了妩媚阁。妩媚大乔，卧槽，大佬真来了。妩媚小乔，今晚盟战，大佬辣手摧花，我和大姐都被大佬处理了，请求大佬给点补偿金，安慰幼小心灵。妩媚，今晚大佬大杀四方，真是吓人，别人打他都破不开防，他输出还这么高，一刀秒了，巅峰依旧。妩媚小乔，话说大佬到底为什么这么强，可以透露一下吗？妩媚动人，此男人是我的，都别和我抢。武玲珑，其实他是我现实中的未婚夫。妩媚娘，吴总也太直白了点吧。妩媚妹，哈哈哈，终于见到男人了，让我们以后每天都尽情的摧残他吧。呼呼。妩媚梨儿，好辣眼睛，我闭了，刷装备去了。继续在游戏里，还不知道他们要说出些什么离谱的话，李阔怕麻烦，索性直接下了游戏。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李阔便离开了自己的小别墅。现在苏沫去了巅峰，相信巅峰的人很快就会在现实中找到自己。金海虽然很大，但是知道姓名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毕竟巅峰都是太子党，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各部门的关系错综复杂。李阔思索了一下，急匆匆离开了小别墅。现在他需要多购买一些生活物资，好在戒指空间里生活。来到商厦，大肆购物，床、单人沙发、煤气炉灶、柴米油盐、大量饮用水、方便面、鸡蛋、面包、零食等等等等，凡是李阔能想到的，他都买了个一应俱全。现在戒指里的空间面积比小别墅还要大，完全能容纳一个人在里面生活。至于台灯就不用买了，戒指空间里常年自行带着光亮，不刺眼也不昏暗，刚刚好。不过还是要买些建筑材料搭建一个简易房子，不然晚上睡觉总是这么亮，也休息不好。做完了这一切，李阔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到了晚上10点钟，李阔才把所有东西都布置好，随即进入了游戏。现在游戏的封印等级已经被解除，开放了全新的等级，并且以后都不会再有等级封印。前期封印等级只是为了让玩家们更好的适应一下游戏，毕竟以后还要在现实世界中和妖兽战斗，如果一直封印下去，那更打不过异世界的妖兽了。李阔已经玩过3年巫域游戏，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游戏40级才算是真正的步入正轨，40以后会开放所有的地图秘境，玩家可以自由发挥，
在游戏世界里，再没有任何限制，一切以实力为尊。封印等级在凌晨就已经解开，现在所有玩家都在拼命的升级。一天的时间，有的玩家甚至就已经达到了40级。就比如妩媚动人，毕竟他有300%的经验加成。李阔一上线就收到了妩媚动人发送的好友申请，同意添加好友。紧接着，妩媚动人就发来了好友消息。妩媚动人，这一天都去哪了呀，老公？你都不着急升级的吗？孤独不苦。妩媚动人，老公，来帮我杀突破怪。这妩媚动人也不客气，老公老公的叫个不停，就好像以前被李阔敲诈了10万金币的事情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李阔没有拒绝，进入了妩媚动人的队伍，杀个突破怪而已，分分钟的事。第33章40级突破怪。40级的突破怪是苍鹅，这是一只巨大的蛾子进化的兽头人身，背上长着3对刀翅。人类是万物之灵，实力强大的妖兽都会往人类进化，到了后期，有些妖兽更是与人无异。地球的人类依赖科技和热武器，并不能体会人类的强大，而有些星球上的人类因为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甚至可以吸收天地灵气修炼，大成以后更是可以活上万年，有的还能飞天遁地，移山倒海。这也是3年以后新世界融合，李阔所了解到的信息，当时就把他震惊得无以复加，世界观被彻底打开了。而新世界融合后的第2天，李阔就被妖兽给吃了，所以更多的秘密他也无法窥探。但是有一点他非常确定，那就是对于强大的追求永无止境。来到葬魂谷，妩媚动人立刻被眼前这只已经初具人形的飞蛾给震惊到了。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人不人兽不兽的生物，一看就知道非常难对付。杀突破怪不能超过1队人，也就是最多5名玩家。害怕打不过，妩媚动人这次带出来的都是血盟的强力玩家，有武媚娘、武玲珑、武妹妹，还有李阔。武妹妹也是土豪玩家，而且很污，见到苍鹅后立刻惊呼，这蛾子的胸好大，恐怕已经达到了 H 杯。妩媚动人对武妹妹很是无语，白了他一眼，道：你奶也不小，一会给我报血。说着话，已经触发了突破任务。众人一拥而上，武妹妹冲得最快，看我先去抓上一把，凉凉具体悲照。妩媚动人见状大惊，你他妈一个奶妈，你当你是战士啊？话音还未落地，再看武妹妹已经被苍鹅一翅膀呼死，队伍里直接少了一个奶妈。知道突破怪难打，妩媚动人这次带了3个奶妈，准备慢慢耗死突破怪。哪知道刚开始就死了一个大奶，剩下武媚娘和武玲珑，面对2奶2的局面，对面又是高伤，根本就奶不过来。正当他暗呼此次任务即将失败之际，李阔已经轮着神龙之刃对着苍鹅来了一击半月斩。600，苍鹅防御力足足有1200，李阔此时900物理攻击力，使用了增加1倍伤害的半月斩，伤害直接飙升到1800，打掉苍鹅600血。能！妩媚动人忍不住叫道。他早用神识术探查了苍鹅，了解了苍鹅的信息。苍鹅有5000血，物理防御力1200，魔法防御力800，物理攻击力1200，魔法攻击力800，主打物理攻击，用3对刀翅伤敌。他知道半月斩会增加1倍伤害力发动攻击，但这也证明了李阔一个战士竟然有足足900的物理攻击力。要知道他自己一个高伤法师，等级40，穿着极品装备才堪堪1380的魔法攻击。他本意是让李阔肉盾吸引火力，然后3个奶妈不断给自己在外圈加免疫，然后自己用魔法攻击打伤害。毕竟李阔在盟战中展现出了不凡的防御力，只要李阔能扛住突破怪的攻击，那么他这边就有时间周旋。因为药师可以为队友增加3秒的无敌状态，可以免疫一切伤害，但是这个技能冷却时间非常长，所以他需要李阔放风筝吸引火力，自己使用火焰寂灭这个技能。火焰寂灭是火焰术的升级版，同样可以造成加倍伤害。他1380的魔法攻击，使用火焰寂灭就能打出2760的伤害。苍鹅魔法防御只有800，这样他一个技能就能打掉突破怪1960的气血。因为火焰寂灭有60秒的冷却时间，所以接下来他要用火焰术。火焰术不加伤害力，能打1380伤害，去掉怪物抵挡的800防御，也有580伤害。这样一回合下去，突破怪就能掉3340生命值。随后3个药师依次给他加无敌状态，无敌状态可以持续3秒，而火焰术冷却时间也是3秒。如果能顺利放出3个火焰术，每个打掉突破怪580气血，加上之前的伤害总和是5080，正好可以击杀突破怪。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3个奶妈都不被秒掉，而李阔必须扛住突破怪的攻击。如果李阔扛不住，被突破怪秒了，那么突破怪下一次必定会攻击其余4人。这时候如果武玲珑给妩媚动人放无敌，而突破怪却攻击了武媚娘，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所以这套战斗是需要十分精密的计算的。妩媚动人的5个伤害
必须保证完全放出来才行，而且突破怪还要按他们计算的顺序来发动攻击。在他看来，李阔双防都很高，应该是2智力、2耐力、1体质加点。35级的战士，即使只加1体质，那么加上升级自动增长的1点体质，也有70点体质。战士重体70点体质就能增加700气血，如果能有不错的装备，那么生命值最起码在2500以上，即使不计算防御，2500的气血也能扛住突破怪2击，没有任何问题。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释放技能和安排队伍里药师的行动。但是五妹妹不听指挥，触发了任务没往外圈跑，以至于第一个被秒了，算是全盘皆输。不过第一次击杀突破怪也是为了找怪物攻击的顺序经验，所以五妹动人也没想一次过。毕竟当初打30级的突破怪，他可是整整杀了2天才过去的。小妹，给我上无敌！五妹动人这时候也只能死马全当活马医，毕竟来都来了，打不过大不了掉1级，等升到40级继续过来打。他这句话刚说完，武媚娘还没来得及放技能，只见突破怪苍娥对着李阔就是一个大刀刺。突破怪有1200的物理攻击力，李阔有900的物防，这一刀下去伤害并不可观。300。看到李阔头顶冒出的数据，队里的几个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李阔有900的物理攻击力，还有900的物理防御力，这是什么战士？大家都从盟战最后幸存的玩家口中了解到了李阔的厉害，但是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变态。900物理攻击加900物理防御，这是多少属性点？35级的战士能有1800的属性，莫不是穿了一身30级的史诗级装备？就在武媚娘和武玲珑愣神之际，武媚动人却不想错过这次击杀突破怪的好机会。毕竟武媚娘已经给他加了无敌。正在他准备对着突破怪使用火焰寂灭的时候，猛地发现突破怪没了。这时候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恭喜你完成了突破任务。第34章蓝星剑。40级突破怪只有5000生命值，一刀刺打了李阔300气血，直接被反噬了3万生命，一命呜呼。众人虽然不明白突破怪是怎么死的，但是也知道肯定和李阔脱不了关系，这让李阔在他们眼中变得越发神秘。现在等级封印已经解除，大家都着急升级，李阔能秒杀怪物，自然不想组队。他和几人告别后，独自前往40级野怪区。临别前还把龙鳞送给了武媚动人。虽说这东西能够卖出天价，但是李阔并不想挂拍卖行，以免让巅峰依旧得到，并且龙鳞也有时效期，他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武媚动人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龙鳞，公屏上发大喇叭感谢李阔，自然引起了巅峰依旧的强烈不满。因为李阔拉黑了巅峰依旧，所以他并不能给李阔发送消息，以至于在公屏上对李阔放下了狠话。这一次两个人算是不死不休了。时光匆匆，6天后李阔已经升到了40级，并且完成了突破任务。玩家40级以前只能在职业主城的范围内活动，打怪升级也只是职业城内传送的指定区域。40级以后便可以通过职业主城的传送人传送至乌域大陆的蓝星界。李阔玩过一次乌域游戏，也了解蓝星界的一些情况。3年以后，地球会被星系主神施展大神通，强行与乌域大陆融合，而蓝星界便是地球融合进来的地方。蓝星界的面积大小与地球分毫不差，这是早已计算好的。眼下的蓝星界还处于妖兽横行的荒芜之地，这是被星系主神用神通封禁的区域。蓝星界的中心位置有一座超级大城，叫蓝星城。玩家可以通过职业主城的传送人，花费1万金币直接传送到蓝星城，也可以不花费金币，通过免费的传送人传送到蓝星界。免费传送人不太靠谱，传送到蓝星界的位置完全随机。在上一世，很多玩家就被免费传送人给传送到了100多级的妖兽眼前，直接被秒回职业主城。也有幸运的玩家直接被传送到蓝星城附近，然后一路狂奔，有惊无险的免费进入蓝星城。来到2个传送人跟前，李阔看了看蓝星城传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上一世他可是足足攒了3个月的金币，才咬着牙花费1万金币进行传送的。这一世他身兼5种传说级天赋，所谓艺高人胆大，自然不想再花钱，直接找到蓝星城传送人身边的蓝星界传送人，李阔选择了传送。白光一闪，李阔已置身于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只有极少的几束阳光可以照射进来。透过一处略微宽敞的树木缝隙，李阔看到了一颗比太阳足足大了几倍有余的浅蓝色恒星，这里就是乌域大陆了。3年以后，所有的人类都会被强行放置在这个偌大的星球之上。呼，李阔轻轻叹了一口气，找准了正东方向，小心翼翼地徒步前进。蓝星界传送人的传送是完全随机的，李阔也不知道自己目前距离蓝星城有多远，反正离开职业主城也是为了打怪升级，至于自己身在何处
倒也没什么区别。蓝星界里妖兽横行，同时奇遇也非常的多，但是想要在蓝星界生存下来，同样十分艰难。因为这里不但有40级以上的妖兽，更有100级以上的妖兽，根本没有什么野怪分区，一切全凭运气和实力。很快，李阔便遇到了一头巨型猛虎。这里的怪物之所以被称为妖兽，实在是因为它们长得太凶恶，而且体型都非常巨大。眼前的巨虎一看就实力不凡，李阔不敢大意，丢了一个神识术过去。绿尾虎，等级55级，生命值8000，物理攻击力1500，物理防御力1200，没有特殊技能，只是一只普通的野怪。如果是40级的玩家遇见，那玩家是必死无疑。可是以李阔现在的实力而言，他根本就不惧怕这种级别的妖兽。技能发动，嘲讽。绿尾虎受到嘲讽技能的影响，呲起泛着森森寒光的獠牙，猛地冲李阔扑了过来。595，李阔懒得抵挡，任由绿尾虎向他攻击。头顶上冒出595的生命值损耗。再看绿尾虎，头顶上冒出了59500的恐怖伤害，立时毙命。叮！恭喜玩家升到41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一怪一级，爽！李阔捡起绿尾虎爆出的金币，继续前进。足足走了有1刻钟，李阔才再一次遇见妖兽。这次遇见的妖兽，已经有3年巫域游戏经验的李阔也是第一次见到。只见这头妖兽体牛首人身，体魄非常的健壮，可以直立行走，一身的肌肉无处不散发着爆发力，手里还拎着一把巨型斧头，身高足足有5米。还未等李阔用出神识术，这牛首人身的妖兽便对着李阔一斧头丢了过来。负85368。李阔头顶冒出恐怖伤害，他现在只有66660的生命值，没有触发巫神降临，直接被妖兽秒杀了。叮！玩家死亡，你的等级降低为40级。你因死亡导致等级降低1级，体质6，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与此同时，怪物也被李阔的巫神反噬给秒了。只见怪物头顶上冒出8536800的恐怖伤害，偌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扑腾一声巨响，尘土飞扬。临死前，李阔看到了那把巨型斧头。妖兽手中丢出去的斧头现在已经成了无主之物，但是李阔已经因死亡被传送回了天土城，这把斧头他是捡不到了。等以后哪个运气爆棚的玩家途径此地，捡到这把斧头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这把斧头是妖兽手里拿着的，并不是死亡爆出来的，所以不会和其他装备一样5分钟内无人拾取而自动消失。看这妖兽如此强悍，恐怕已经达到了100级，那他手里的武器级别肯定也不低。如果是个100级的无级别限制武器，那得到的玩家可以在游戏里横着走了。回到天土城的复活点，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恭喜玩家升到41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叮！恭喜玩家升到42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杀死了牛首人身的妖兽，李阔直接升了10级，一怪10级。李阔心里一阵狂跳，现在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50级。如果不是达到了等级瓶颈，需要领取突破任务才能升级，李阔相信杀死这么一只怪物，绝对还能再多升几级。不过这种以命换命的杀法是真的爽啊！反正神龙装备都绑定了，死亡不会被爆掉，身上啥都没有，死了也不怕。而击杀这种高级怪物给予的回报，却是能让其他玩家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第35章，巅峰依旧的能量。职业主城的范围内只有40级以下的野怪和 BOSS， 如果玩家升到了40级以上，就要去蓝星界打怪升级。当然也有一些玩家比较例外，他们会一直待在职业主城内刷怪，这样虽然经验少，但是安全系数高，长时间在线刷金币换取 RMB， 用来维持现实中的生活。李阔走出天土城复活点，准备找个人去组队杀突破怪，立刻打开了游戏好友界面。早晨的风还是不在线，这几天来，早晨的风、晚上的星、亮晶晶都没有在游戏，这让李阔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随即他给唯一在线的凉快发去了好友消息：孤独不苦，这几天怎么你那几个朋友都没在？时间不长，凉快发来了消息：凉快，狗东西，别给我发消息，我已经加入了巅峰公会，滚一边去。这个凉快怎么回事？叛变了吗？孤独不苦，这么说是你出卖了你的朋友？凉快，以后你都看不见早晨的风了，不是你得罪了巅峰，他们能出事？孤独不苦，他们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凉快，早晨的风蹲进去了，犯了奸杀少女罪，奸杀了晚上的星和亮晶晶，因为他15岁未成年，目前还没被枪毙。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凉快，认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妈的，给老子滚！这条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震得李阔险些站立不稳。这妥妥的就是栽赃陷害。这件事的始作俑者，除了巅峰，依旧还能有谁？能在几天内搜集到早晨的风几人信息，看来是这个凉快贪生怕死，出卖了朋友。李阔不想理会这种小人，直接拉黑了凉快。巅峰依旧竟然如此卑鄙，在现实中对付几个小孩子，李阔恨得咬牙切齿。可以想象，眼下他自己的别墅内也并不安全，可能早就有杀手隐藏在暗处，等着李阔出现。就在这时，李阔接收到了妩媚动人的好友消息。妩媚动人，李阔，对不起，我想我要把你踢出血盟了。孤独不苦，了解了。妩媚动人，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孤独不苦，我没必要知道。妩媚动人，感谢你送我龙鳞，我一会通过邮件给你500万金币，算是我买了你的龙鳞吧。李阔没有回复消息，直接拉黑了妩媚动人。没想到巅峰依旧在现实中的能量竟然这么大。早晨的风几人没权没势，被报复可以理解，但妩媚动人的姐姐可是华夏国富豪排行榜第1的人物，难道也怕巅峰依旧？叮，你已被踢出妩媚阁血盟。叮，收到邮件，请问是否查看？李阔查看了邮件，邮件是妩媚动人发来的，里面有500万金币。李阔没有装逼，直接领取了金币。随后他给武玲珑发去了消息：孤独不苦，你没有被巅峰依旧威胁吧？武玲珑，我才不理那个狗东西。孤独不苦，这么说他也威胁你了？看来巅峰依旧现实中很强大。武玲珑，巅峰依旧现实中背景很深，他父母都是高官，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那个私生子，是青龙会的会长。这些消息普通人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你也别到处乱说。青龙会是有名的黑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你自己小心。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在华夏，巅峰依旧还没这么大胆子动我，他也就欺负普通人。不过妩媚动人就很难了，他姐姐的企业现在正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他是不能在这时候得罪巅峰依旧的。妩媚动人踢你出血盟，也是迫于无奈，希望你不要恨他。孤独不苦，不会。武玲珑，那就好。武玲珑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健谈，寥寥几句便匆匆结束了对话。看来对于巅峰依旧，他还是有所顾忌的。看来这1周的时间里，巅峰依旧在现实中动用了不少关系，目的就是孤立我。毕竟一个人的游戏不叫游戏。好得很，你想玩，我就陪你好好玩玩。李阔打定了主意，直接花费1万金币，通过蓝星城传送人传送到了蓝星城。玩家40级以后，可以去往蓝星城，在蓝星城的神秘商人处购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其中就包括追杀令。对玩家使用追杀令以后，每分钟都会提示被追杀玩家的坐标，一枚追杀令可持续1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蓝星城，李阔直接找到了神秘商人，直接购买了100枚追杀令。追杀令的价格并不贵，每枚1000金币。输入巅峰依旧的 ID 以后，李阔点击了使用。此时的巅峰依旧正在蓝星城郊附近刷怪升级，遇见等级高的妖兽，他便让手下去送死，自己逃跑。遇见45级左右的妖兽，他们便合众人之力将其击杀。当然，最后一刀永远是巅峰依旧来砍，这样他就能一个人独享经验。杀死一只妖兽后，巅峰依旧的等级已经升到了46级。这时候，他突然收到了系统消息：叮，孤独不苦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老子正要去杀你，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有点意思，嘿嘿。巅峰依旧阴险笑了笑，他现在已经46级，并且穿上了全套40级的紫色装备，其中还有一件是橙色的。他现在并不惧怕李阔的报复。很快，李阔就找到了巅峰依旧，没有多余的废话，李阔对着他就是1个半月斩。李阔现在足足有915的物理攻击力，使用半月斩可以打出1830的物理伤害，但是打到巅峰依旧身上，却只打出了430点伤害，这让李阔吃了一惊。这巅峰依旧竟然有1400的物防。巅峰依旧嘿嘿一笑，喝道：狗东西，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虽然巅峰依旧脸上挂着笑容，但是心里也是吃惊不小。如果不是他的装备大部分属性都是加的耐力和物理防御，还真挡不住李阔一击。他现在46级，属性点都加了魔力，如果没有装备加成，他的物理防御力只有46。可是他早就查看了游戏攻略，知道这蓝星界的妖兽大多以物理攻击为主，所以他花重金买了6件40级装备。这6件装备一个橙色，另外5件都是紫色装备。这些装备除了几条属性加的体质，几条属性加的魔法攻击外，其余属性都是加的耐力或者物理防御，这就使得他的物理防御直接飙升到了1400。物理防御力高了，一来可以抵挡妖兽攻击，二来也能克制李阔。
毕竟李阔在蒙战时的伤害，到现在还让他心有余悸。而李阔是战士，使用的也是物理攻击。第36章比武招亲。巅峰依旧被李阔打掉了430气血，急忙让身边的奶妈帮他回血。法师是高伤害血量少的脆皮，这430的气血损失已经让他的血条减半了。同时，他也对着李阔使用了火焰寂灭技能。因为巅峰依旧装备大部分都加了物防，所以他现在的魔法攻击力并不高。况且他没有完成隐藏职业的升级任务，导致自己变成了低级法师。一个双倍伤害的火焰寂灭打出去，落到李阔身上，只打出了185伤害。李阔受到攻击，立刻触发了巫神反噬，负18500。巅峰依旧直接被反弹致死。巅峰9是巅峰依旧的游戏 CP， 也就是游戏老婆，只不过眼下两个人还没在游戏里结婚。眼瞅着巅峰依旧只打出了185伤害，对方还未攻击，他自己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他好像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随即他对着李阔发动了攻击。巅峰9是个药师，没有伤害力，根本就破不开李阔的防御，只打出了一点强制伤害。但即使是这样，依旧触发了巫神反噬，让他损失了100生命值。巅峰9时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生命值，眼见打到对方一点伤害，自己反倒少了100气血，他这已经非同小可，忍不住在心底里惊呼：100倍反伤！巅峰9是女性玩家，心思比男性玩家更为缜密，他立刻联想到这种反伤技能很有可能是李阔的天赋，而并不是装备附带的技能。开什么玩笑？100倍反伤，这是什么概念？什么装备能附带？这绝对是传说级天赋神通，5个传说级天赋不是都被找到了吗？这小子就有一个。不敢有丝毫犹豫，巅峰9对着一众巅峰公会的玩家骄喝道：“快退！”说完这句话，他自己扭头先跑了。剩下一众巅峰公会的玩家，大多数人都不明所以，有的还在攻击李阔。李阔现在的防御力极高，一般的玩家都破不开他的防御，只能打出一点强制伤害，这样的数据根本就反不死人。李阔眼见反不死别人，也不再留手，抡起手中的神龙之刃，对着一众巅峰公会的玩家就是一顿乱砍。见到李阔如此强悍，况且当头的都跑了，其余巅峰公会的玩家也不傻，顿时作鸟兽散。这一场拼杀下来，李阔只打死了5名玩家。哎，有时候天赋多了也未必都是好事啊。如果没吞噬这些属性点增加防御力，那么这么多攻击打在身上，管教他们全军覆没。李阔自语道。打跑了巅峰公会的刷怪团队，李阔查看了一下巅峰依旧的坐标，巅峰依旧如今还在炎火城复活点，并没有传送到蓝星城。李阔也不着急，就在原地等着巅峰依旧。蓝星城的城郊都是一些低级的妖兽，最适合刚来到蓝星界的40多级玩家练级。如果再往深处走，那就有可能遇见强大的妖兽，到时候练级不成反被杀，那就得不偿失了。除非巅峰依旧不想升级，不然他必然要来城郊。时间不长，追杀令显示巅峰依旧已经来到了蓝星城。又过了一会，李阔突然收到了一连串系统消息：巅峰依旧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巅峰老六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巅峰不败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巅峰荣耀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巅峰公会的人一连对李阔使用了上百道追杀令。李阔当然不相信他们敢来追杀自己，之所以这样，那就是想知道李阔的具体位置，一来可以躲避李阔追杀，二来也能顺道装个13。李阔懒得理会，等追杀令的时效到了，他又对着巅峰依旧使用了一枚追杀令。华夏区公平，巅峰依旧，孤独不苦，你他妈的还真是个狗皮膏药。孤独不苦，以后升级这件事就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不用感谢我。巅峰老六，孤独狗，你装你妈什么13？巅峰9，小人得志。不理会公屏上的大喇叭，李阔直接盯着巅峰依旧。只见他并没有继续出来刷怪，而是直接去了姻缘殿。姻缘殿是男女玩家在游戏上结婚的地方。结婚以后，夫妻双方都可以学习到夫妻技能含情脉脉。含情脉脉技能可以为配偶抵挡追杀。如果有人对夫妻中的一方使用了追杀令，那么夫妻双方都会得到系统提示，而一方可以选择使用含情脉脉技能，把追杀令的效果转移到自己身上，用来隐藏配偶的坐标，以躲避追杀。看来巅峰依旧是想要利用这个技能脱身。李阔嘴角上扬，露出一丝微笑，他当然不会让巅峰依旧如愿以偿。随即直接回了蓝星城。蓝星城中的姻缘殿每晚6点钟都可以由女性玩家支付金币进行比武招亲，每天只能有1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所以
哪位女性玩家出的金币最多，就指定谁为主角。看了一眼姻缘殿的魅力榜，前2名的都是巅峰公会的女性玩家，而位居第1名的正是巅峰9。以免被其他玩家偷塔，巅峰9直接选择用100万金币进榜，而第2名的巅峰雨只支付了50万金币。位居第3名的女性玩家是风神萌，支付了20万金币。位居第4名的就有点寒蝉了，只支付了2万金币。这个位居第4名的竟然是苏如烟。风神萌是风神乱的游戏 CP， 比武招亲每晚都能竞选。很显然，风神乱并不急于一时，没有准备和巅峰依旧抢的打算，不然他不会只上20万金币。只有第1名的女性玩家会在当晚举行比武招亲，而没有获得第1名的女性玩家支付的金币则会退还给他。时间很快来到了5点30分，已经停止竞选。不出所料，巅峰9获得了第1名，将在今晚的6点钟举行比武招亲，剩下的半个小时时间则是由男性玩家竞选。第37章出场。男性玩家竞选并不需要缴纳金币，因为游戏的婚姻系统是比武招亲，所以报名参加的男性玩家是以实力强弱来排名。每晚的比武招亲会在所有报名的男性玩家中选出实力最强的10名玩家来参赛，最终获得胜利者将会抱得美人归。获胜的男玩家也可以选择拒绝女性玩家，那么这场比武招亲宣告失败，女性玩家的金币也不会退还。在上一世，很多男玩家害怕被人抢婚，落得个人财两空，都会找有实力的大神来替自己保婚。大神击败了所有对手，然后故意输给他，这样他就能圆满结婚。40级才能够参加比武招亲，所以这一次报名参赛的玩家并不多。而这种事，大多数玩家都会提前沟通商量，错开时间，以免发生矛盾。如果有人故意捣乱，那么等他结婚的时候，别人也会去捣乱，让他结不成。李阔找到报名参赛的 NPC， 选择了报名。他现在位居华夏实力排行榜第1名，当然不怕落选。时间来到了5点45分，10名参赛玩家终于尘埃落定。这时候，在姻缘殿里的 NPC 处就可以查看参赛对手的 ID 了。李阔查看了一番，巅峰不败，巅峰依旧，孤独不苦，巅峰老六，巅峰荣耀，巅峰2个，巅峰11弟，巅峰老3，巅峰老5，巅峰13。除了李阔外，清一色全部都是巅峰的玩家。虽然封神和天下都跟巅峰不对付，但是这种事也不会过来捣乱，毕竟谁都在谁门前过，凑这种热闹绝对是得不偿失。每个公会都有众多玩家要结婚，如果梁子结下，那么以后女性竞选都狂砸金币，男性参赛都过来捣乱，大家都要平白无故多花费大量的金币和时间，对于各盟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距离比武招亲开始还有15分钟的时间，这时候便是安排谁先出战谁后出战的时间。排位也很简单，谁出的金币多谁最后出赛。因为这次参加的都是巅峰公会的人，所以并没有什么竞争。巅峰依旧只花费了1万金币，便位居第1名，最后一个出战。李阔1分金币没有花，第1个出战，和金币倒数第2名的先打。华夏区公平，巅峰依旧，孤独狗，你很好。巅峰荣耀，孤独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逼样，还敢来参加比武招亲，你个穷逼怎么这么不要脸。巅峰依旧在姻缘殿查看了参赛人员，看到孤独不苦这个名字后，他气得暴跳如雷，直接上了大喇叭。他有专业的游戏团队会为他查看攻略，告诉他所有的游戏活动和规则。他原本以为李阔不会明白比武招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想着抓紧偷鸡，先把婚结了。他怎么能想到李阔早已经玩过3年巫域了？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事情已成定局，报了名以后想退出都不行。如果强行下线，那么就会被永久剥夺参加比武招亲的权利。巅峰依旧不怕结不成婚，他是怕丢不起人。如果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李阔打死，这比在现实中杀了他更让他难受。越想越气，巅峰依旧直接打开了外接设备，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巅峰依旧直接发飙：你们怎么办事的？他妈的，让你们去那小子住的地方堵他，他还能天天上游戏。电话那头传来了略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少爷，我们几个轮流在这看守，可是这小子并不在家，实在是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别跟我废话，我就给你15分钟的时间，我要立刻看到他下线，不然你就立刻给我去死。说到最后，巅峰依旧几乎是吼着喊出来的。时间来到6点钟，比武招亲正式开始。白光一闪，李阔已被自动传送至比武招亲的擂台上。擂台四周的高台上站满了各种职业的玩家，在那里窃窃私语。巅峰公会的玩家自然是来助威的，而其他血盟的玩家则是过来看个热闹。大家都想看看这巅峰9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论坛上关于她的帖子早已满天飞了，公认她是游戏里的第1美女。
巅峰这边首先上场的是巅峰13，他是个暴力法师，没有过多废话，叫巅峰13的玩家刚进场就直接对着李阔来了一个大招火焰寂灭，负4025。这个法师果然够暴力，应该是全魔加点，另外装备属性大多也是加了魔力。围观的一众巅峰公会的玩家忍不住鼓起了掌。巅峰13果然牛逼，在巅峰公会恐怕除了巅峰依旧就要数他最强了。巅峰依旧也要给13几分薄面，据说13在现实中也能和巅峰依旧碰一碰。不是说这个孤独不苦双防很高吗？怎么一下就被打出了4000加伤害？废话，就是因为他双防高才会打出4000加伤害，如果换你上去，我估计得打5000。打4000有可能，巅峰13毕竟穿的都是40级的装备，保守估计他的装备至少加了1000加魔力属性。45级如果属性全加魔力，那么也有270点魔力属性，再加上装备的1000点属性，就有1270的魔力属性点。法师1点魔力增加2点魔法攻击，这么算的话，巅峰13目前的魔法攻击估计保守得有2540。我的天，2540的魔法攻击力，使用火焰寂灭增加双倍伤害，就能打出5080的伤害力。火焰寂灭还是个群体攻击技能，技能打出去，那还不得死一片？这么说，这个孤独不苦能有1000加的魔法防御力？一个战士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防御？你们都别逼逼了，看不见13趴了吗？一众巅峰公会的玩家闻言，急忙定睛往擂台上望去。果不其然，巅峰13已经趴到了李阔脚下。能打出4000伤害，那么触发巫神反噬后便会遭受到40万的伤害反噬。40万气血损耗，就巅峰13这个脆皮的血量而言，足够他死上几百次了。比武招亲死亡也会掉级。击杀了巅峰13，李阔的各属性点又增加了1点，而巅峰13则是直接被传送回了炎火城复活点，再来蓝星城还要花费1万金币的传送费。第38章拒绝巅峰9。第二个上场的是巅峰老6，这小子心知打不过李阔，到了擂台上便隐了身，然后不停地在李阔身边骂街。刺客隐了身，李阔找不到他也无计可施，眼下只能等他隐身时间结束。时间不长，巅峰老6的隐身状态消失，被李阔一刀送回了复活点。接下来巅峰11弟、巅峰不败、巅峰老5、巅峰老3、巅峰荣耀、巅峰二哥依次上场。毫无疑问，他们全部被李阔送回了复活点。最后一场是李阔和巅峰依旧对决，只见白光一闪，巅峰依旧被传送到了擂台之上。小子，如果你识相的话，现在自己退出游戏还来得及，然后给我道歉，不然的话，我保证你活不过这个圣诞节。傻逼！李阔骂了一句，抡起神龙之刃，对着巅峰依旧就是一个半月斩，负460。半月斩提升了双倍攻击力，只打出了460的伤害。操，这个战士也不怎么样啊！让你们说的神乎其神，他打脆皮法师才打400加。一个封神血盟的玩家不屑地说道：“你懂个鸡蛋！”一些了解巅峰依旧情况的人同时在心里说道：“要知道，巅峰依旧可是穿了一身加物理防御的极品装备，竟然被一个肉盾战士给打破防了，这战士简直是个变态！”咦，巅峰依旧为什么不还手呢？火焰寂灭都没放。又一个封神血盟的吃瓜群众好奇地问道：“你特么懂个鸡蛋，依旧敢还手吗？妈的，那比有100倍反伤，还手死得更快。”半月斩有冷却时间，60秒内只能使用1次，而没有了半月斩的双倍伤害加持，李阔也确实破不开巅峰依旧的防御，这就导致擂台上出现了极其滑稽的一幕：一个战士追着一个法师狂砍，每次砍1点强制伤害，而法师任凭怎么挨打都不还手。比武招亲只能单人参加，并没有人给巅峰依旧回血。虽然他坚持不还手，但是也抵抗不了多久。随着半月斩冷却时间结束，李阔又一记半月斩，巅峰依旧此时已经只剩下皮血了。咬了咬牙，巅峰依旧也不跑了，早死晚死都改变不了结局。随着李阔几刀下去，每次打1点伤害，硬生生把巅峰依旧送回了炎火城复活点。擦，就这么被打死了，到死都没还手。与此同时，公屏上发送了系统消息：恭喜玩家孤独不苦获得此次比武招亲的最终胜利，请尽快迎娶自己心仪的姑娘巅峰9吧。随着公屏消失，李阔收到了系统确认消息：叮，恭喜你获得比武招亲的最终胜利，请问是否接受巅峰9的求爱？拒绝。李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结婚的请求。比武招亲结束以后，女性玩家并没有权利拒绝胜利者，只有胜利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是不接受。随着李阔拒绝巅峰9，公屏上再次发送了系统消息：很遗憾，孤独不苦拒绝了巅峰9的求爱。打完了比武招亲，接下来便是盟战的时间了。李阔向 N 个血盟发送了入盟邀请，
毫无疑问都被拒绝了。巅峰公会每天都刷大喇叭骂李阔，整个华夏区都看得到。这种时候，没人愿意得罪巅峰公会。虽然封神不惧怕巅峰，但是也没必要为了李阔和巅峰彻底闹掰，到时候两大公会火拼，谁都得不到好处。毕竟李阔只是一个人，不管他如何强大，对于整个血盟团队来说影响并不大。没有血盟敢收留我吗？李阔苦笑，他并不想放弃盟战这种快速吸收属性点的机会，但是自己成立血盟又建不成，因为成立血盟必须要有100名玩家的参与。本来他就没有什么朋友，现在又被巅峰公会针对，根本就找不到100名玩家支持自己。这件事只能以后再想办法，眼下还是先把突破怪杀了。李阔打定了主意，迅速赶到葬魂谷去击杀50级突破怪。击杀了突破怪以后，才能突破等级上限，继续升级。自50级开始，突破怪便不需要组队击杀了，不管你是一个人去还是一队人去，都可以触发任务。杀个突破怪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叮！恭喜你完成了等级突破任务，你可以继续升级，同时可以穿戴50级装备。任务完成，李阔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0级，生命值70800，魔法值9300，精神930点，物理攻击力930，力量930点，魔法攻击力930，魔力930点，物理防御力930，耐力930点，魔法防御力930，智力930点，速度930，敏捷930点。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看着自己的属性，李阔陷入了沉思。35级的时候，一场盟战把除了体质外的其他属性直接从35提升到了900，如今50级，属性点才930，这还是杀了15个人以后的结果。单靠升级提升的这点属性，还真是杯水车薪。现在防御力已经930，普通玩家根本破不开防御，这样巫神反噬就发挥不了效果。如今的情况，想要提升实力，就只能不断的使用巫神吞噬天赋，大量吞噬属性点。而想要把巫神吞噬发挥出最大功率，就要大幅度提升战斗力，这样才能快捷有效的击杀玩家，获得属性点。看来有必要提升一下物理攻击力了。930的物理攻击力不能做到秒杀，这样吞噬起来太慢。想明白这些，李阔急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金币，目前金币数量1100万。打开拍卖行，目前40级的紫色装备都非常贵，每一件都要10几万金币。如果用40的装备来激活神龙套装，那么一套下来，直接回到解放前，金币都不见得够用。看来只能用30级的紫装来激活属性了。李阔开始在拍卖行寻找30级的紫色装备。第39章，激活装备属性。30级的紫色装备在拍卖行的价格大约在5万金币左右。李阔没有犹豫，直接秒了100件。此时他的金币还剩下520万。接下来，李阔用60件30级的紫装，把6件神龙套装全部升级到了40级。吞噬装备升级神龙套装时，还保留了原装备的2个附带技能。下一步便是激活属性了。史诗级装备吞噬30级的紫装，基础属性和附加属性每个属性条只能增加60左右。在消耗了12件30级的紫装后，神龙之刃全部属性已经被激活刷新。神龙之刃4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魔法攻击力加63，物理攻击力加60，魔法攻击力加73，最大生命值加260，魔法防御力加58。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魔力加65，体质加55，力量加65，耐力加57，耐力加61，智力加59。附带技能忽视物防正 2%， 物理攻击时忽视对方 2% 的物理防御力。12条属性只有2条增加物理攻击。现在生命值已经有7万多，况且还有巫神血脉和巫神降临，根本没有玩家能击杀李阔。体质倒也不急着提升，还是全部洗成物理攻击力吧。打定了主意，李阔开始洗属性条。足足花费了34件紫装，李阔才把剩余的10条属性全部洗成力量和物理攻击力。因为手里的紫装不够，他又在拍卖行秒了6件，平均洗3次出现1条物理攻击，运气不算好也不算坏。神龙之刃算是彻底打造好了。李阔忍不住观看起自己的杰作来。神龙之刃4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
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65，物理攻击力加60，物理攻击力加71，物理攻击力加70，物理攻击力加59，物理攻击力加63。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5，力量加55，力量加65，力量加58，力量加62，力量加54。附带技能忽视物防正 2%， 物理攻击时忽视对方 2% 的物理防御力。现在手里还有近500万金币，李阔选择继续激活其他装备的属性。500万金币只能买100件30级紫装，把金币花的只剩下12万以后，李阔也只是洗练完了3件神龙套装，其余的还要等以后慢慢赚钱洗。操，还真是费钱啊！李阔忍不住吐槽，随即打开了装备查看。龙鳞铠甲40级铠甲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5，物理攻击力加58，物理攻击力加51，物理攻击力加68，物理攻击力加62，物理攻击力加65。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3，力量加65，力量加57，力量加58，力量加66，力量加67。附带技能紫冠蛇毒，攻击时会使对方中毒，每秒损失1%生命值。龙筋腰带40级腰带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4，物理攻击力加68，物理攻击力加61，物理攻击力加57，物理攻击力加55，物理攻击力加64。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1，力量加58，力量加59，力量加53，力量加63，力量加65。附带技能带激活，龙角头盔40级男头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带激活，附加属性体质加65，附带技能带激活。龙爪青旅40级鞋子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带激活，附加属性带激活，附带技能带激活。龙形项链40级项链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带激活，附加属性带激活，附带技能带激活。穿上神龙套装后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0级，生命值70800，魔法值9300，物理攻击力3130，魔法攻击力930，物理防御力930，魔法防御力930，速度93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穿上3件被激活属性以后的装备，物理攻击力直接飙升到了3130，这就是装备的重要性。看着自己的物理攻击力，李阔很满意。这时候盟战也结束了，公屏上发送了系统消息：华夏区公告，华夏区第3届血盟战已结束，恭喜巅峰血盟获得冠军，荣获第1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5，40级橙色装备1件，奖励金币500万。恭喜封神阁血盟获得第2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2，40级橙色装备1件，奖励金币400万。恭喜天下血盟获得第3名。奖励史诗级装备制作材料3位真火 X1，40级橙色装备1件，奖励金币300万。盟战奖励的装备是以报名参赛时盟主的等级决定的，现在各盟盟主都已经达到了40级，所以奖励的橙装也是40级的，还真是让人眼馋啊！如果用橙色装备来激活神龙套装，那么附加的属性会更高，况且还是40级的，得不到那就抢。李阔嘿嘿一笑，忍不住有些手痒。
他也想试试自己3130的物理攻击力到底能打出多少伤害。第40章钻石 BOSS。 蓝星城东面有一处暗黑森林，这里资源丰富，野怪很多，而且都是40级到45级的野怪，非常适合刚来蓝星城的玩家打怪升级。巅峰血盟此次盟战获得了第1名。在分完奖励以后，巅峰依旧带着一众巅峰的强者来到了暗黑森林。都滚！暗黑森林我们巅峰包了，不想死的赶紧给老子滚！巅峰老六冲着正在打怪的玩家们吼道：“太霸道了吧！你们打怪就不许别人打吗？”“是啊，这么大的一片区域，我们打几个怪也影响不了你们什么呀！”“我擦你妈的！”巅峰老六也不废话，直接隐身过去秒杀了那个不服气的玩家。见到这种情况，剩下的玩家都不再说话，摇了摇头，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暗黑森林。老六，你带着一个团去亲人，如果有不听话的，直接给我发消息。巅峰依旧对巅峰老六的做法很满意，直接给他下达了驱赶其他玩家的指令。收到，老大，嘿嘿。巅峰老六谄媚道。这时候，巅峰九叫住了正准备出发的巅峰老六。如果遇见那个孤独不苦，不要攻击他，就按提前商量好的，不用理他就行。知道了，嫂子。巅峰老六又嘿嘿笑了笑。那个孤独狗虽然有100倍反伤的天赋，但是攻击力并不算强。大家现在都穿上了增加物防的装备，他也拿咱们没什么办法。况且我的团队都是刺客，能隐身，嫂子不用担心我们。快滚！说起来老子就心疼，给蒙里买这些40级的物防装备，花了老子好几个亿。巅峰依旧不满道：“收到收到，我这就走，老大。”巅峰老六带着自己的团屁颠屁颠的走了。一个队可以组5名玩家，一个团可以组20名玩家。此次巅峰过来练级，带的都是血盟里的强力玩家，足足有15个团，300人。巅峰老六带着一个团去驱赶其他血盟的玩家，剩下的14个团都开始原地打怪升级。为了能快速升级，巅峰依旧和巅峰九等几个带头的都没有组队，其他巅峰血盟的玩家将怪打残血，然后由他们过去补刀。这样一来，他们独享经验，大大提高了升级的效率。当然，这些成员也不亏，反正巅峰依旧有的是钱，到时候会给这些人丰厚的 RMB 作为回报。这样打游戏可比出去上班挣得多多了。所以一众巅峰的玩家们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刷怪。时间不长，离开的巅峰老六突然给巅峰依旧发来消息：“老大，坐标 468.422， 这边刷新了一头41级的钻石 BOSS， 哈哈哈，快来快来！”巅峰依旧正在埋头升级，收到巅峰老六的消息后立刻兴奋起来。41级的钻石 BOSS 并不难击杀，击杀以后有几率得到40级的完美橙色装备，那可是游戏里最高级别的装备了。至于史诗级装备，巅峰依旧现在还不敢想。都跟我走！巅峰依旧立刻招呼一众巅峰的成员，快速朝巅峰老六发送的坐标飞奔。这个 BOSS 他一定要拿下！带着众人赶到坐标处，巅峰依旧立即对 BOSS 使用了神识术。大力熊王41级钻石 BOSS， 生命值5万，物理攻击力1000，物理防御力1000，魔法防御力1000，附带技能无。哈哈，天助我也！查看完 BOSS 的信息，巅峰依旧哈哈大笑。这头 BOSS 的攻击力并不出众，属于防御型 BOSS， 血厚防高，况且只会使用物理攻击，而巅峰依旧全身都是增加物理防御的装备。都给我往外散，里3圈外3圈，把 BOSS 围起来，以防别人偷鸡。弓箭手注意自己的站位，别靠太近，保证安全，持续输出。奶妈该上无敌上无敌，该回血回血。杀了这头 BOSS， 每人奖励1000金币，死亡掉级的奖励2000金币。不过丑话说前头，谁如果故意送死，为了多赚那1000金币，那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另外，当 BOSS 皮血的时候，都给我停止攻击，由我来进行最后一击。谁如果抢了我的最后击杀，那我就让他从此在地球上消失。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几百名玩家异口同声地答道。攻击！布置完了战术，巅峰依旧向众人下达了攻击的指令。一众巅峰玩家各部就班，开始围攻 BOSS。哈哈，爽啊！前面有肉盾战士和奶妈围着，我就躲在后面放箭，一会还能得到1000金，牛逼！一个弓箭手正在惬意地对着 BOSS 射2重箭。叮！你被孤独不苦杀死了。叮！你因死亡，等级降低为41级，力量6，体质1，精神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草！一刀被秒了。弓箭手看到自己出现在职业主城的复活点，大脑有些懵逼。妈的，再去蓝星城又得花费1万金币，赔了8000。妈的，这个 SB 孤独不苦。原来是李阔追踪到了巅峰依旧的信息，赶到了暗黑森林，正在大杀四方。都给我挡住他，别让他进来。巅峰依旧看到李阔以后，把他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个遍，
妈的，这个狗皮膏药又来了！老大，那个孤独不苦的物理攻击力最起码有3000。放屁！一个战士能有3000物攻？你他妈说什么胡话？真的，我隐身看见的。我二哥足有600的物防，2000生命值，被他一刀秒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他妈还隐身看热闹？你他妈的等着被我追杀退游吧！现在 BOSS 剩下的血量不多了，巅峰依旧很是着急，他生怕被李阔抢了 BOSS。奶妈和战士都给我上，用身体拦住孤独狗，给我砌成一面人墙，剩下的人和我一起打 BOSS， 击杀 BOSS， 捡了装备就撤。巅峰依旧下达完这个指令，再看李阔已经来到了他不远处。这时候一大批人全部冲着李阔靠拢过来。虽然李阔的物理攻击力高，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太多，一时半会还真冲不到巅峰依旧跟前。有些女玩家甚至都不用技能，直接上去就抱住了李阔，偌大的双峰在李阔身上乱挤乱蹭。终于 BOSS 被打死了，地上泛起橙色光芒，很明显这是妖兽爆了一件橙色装备。第41章，郁闷的苏沫。老六捡了橙装，赶紧隐身跑。蓝星城碰面，巅峰依旧见 BOSS 死了，立刻指挥着巅峰老六捡装备。这句话刚说完，他就被李阔一刀给秒了。在巅峰依旧死亡的地方，又爆出了一件橙装，这是他获得盟战冠军后系统奖励的装备。李阔刚想去捡，却被巅峰一名隐身刺客把装备给捡走了。没办法，谁让巅峰人多呢？一个人怎么抢得过一群人？继续杀！李阔咬了咬牙，继续疯狂砍杀巅峰公会的玩家。现在 BOSS 已死，巅峰公会的玩家也不会待着等死，立时一哄而散。这一场屠戮下来，李阔又吸收了不少属性点。打开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0级，生命值79800，魔法值10800，物理攻击力3280，魔法攻击力1080，物理防御力1080，魔法防御力1080，速度108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巅峰公会300名玩家出来练级，被李阔杀了150个，整整一半人。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李阔很享受这种越来越强的感觉。不过想要在3年后的新世界没有任何危险，这些还远远不够。有巫神吞噬这种技能，只要杀的玩家足够多，等新世界来临，我依旧能够站在巅峰。李阔信心满满。这时候突然弹出的一条系统消息打断了李阔的思绪。叮！苏如烟请求添加你为好友。他找我干什么？李阔心中疑惑，通过了好友验证。很快苏沫就发来了好友消息。苏如烟，李阔，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总是重伤你，那是我不懂事。不过在和你分开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我这才知道我其实非常爱你。可笑，真把我当傻逼了。李阔没有理会，也没有回复信息。不一会儿的功夫，苏沫又发来了消息。苏如烟，让我们重归于好，好吗？如果你还能接纳我，明天晚上7点，在咱们经常去的火锅店见面，我等你。看到苏沫的信息，李阔怒火中烧，这简直就是侮辱他的智商。他忍不住给苏沫回复了一条信息：孤独不苦，你把我当傻逼？我去和你见面，我还有命回来吗？苏如烟，你为什么这样想我？我爱你有错吗？孤独不苦，如果你爱我，就来蓝星城东边的暗黑森林，当面和我说，坐标652.156。苏如烟，好，你等我，我很快就到。时间不长，苏沫便来到了暗黑森林。刚和李阔碰面，嘴里喊了个李字，直接就被李阔一刀送回了职业主城的复活点。苏如烟，李阔，你什么意思？孤独不苦，你猜？回复完了这条消息后，李阔直接拉黑了苏如烟这个 ID。苏沫见无法再给李阔发消息，自己还掉了一级，肺都气炸了。打开好友栏，他立刻给巅峰依旧发送了好友消息。苏如烟，老大，李阔不上当，我还被他杀了。巅峰依旧，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李阔引出来，让我在现实中干死他，一解我心头之恨。你不是他的前女友吗？这点事对你来说很难办到吗？或者你可以出卖色相，让他把你睡了，再把他拉拢到咱们的阵营来。你只有这2条路可走。如果你拿不下李阔，我玩不了游戏，你也别想玩了，等着被巅峰公会追杀到退游。你家在现实中的生意也别想做了，办不到我交代的事，我让你一无所有。巅峰依旧一连发送了好几条消息。再看此刻的苏沫，早已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越想越气，他不敢再给巅峰依旧发消息，转手给林鹏发去了消息。苏如烟，林鹏，
你麻痹。彭少爷，怎么了默默？彭少爷，谁惹我家大默默生气了？亲爱的告诉我。彭少爷，说话呀，亲爱的，爱你哟，么么哒。苏如烟，滚！时光匆匆，一晃就过去了3天。这3天里，李阔不断追杀巅峰公会的玩家，导致很多巅峰的成员都回了职业主城，不敢再踏入蓝星界一步。巅峰为首的几人，即使在蓝星城，也不敢再出去练级，并且每晚的比武招亲，李阔都过去参加，根本不让任何人结婚成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老大，这个李阔是个孤儿，现实中无亲无故，这种人还真是难对付啊。巅峰老六和巅峰依旧等人在蓝星城的石桥墩上坐着，垂头丧气地说道：“麻痹的。”巅峰依旧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哎，别人都50级了，咱们倒好，被杀回了41级，再死2次，直接回职业城混了。巅峰九满脸不悦地说道：“我也找孤独狗谈过好几次，这个狗东西一点不松口，就是咬上咱们了。”巅峰不败恨恨道：“行了，都别说了，这个狗东西不让咱们好过，咱们也不让他好过。”巅峰依旧道：“老六，你带几个人隐身追踪他，就隐身在他旁边骂他。孤独狗速度很快啊，老大，上次我隐身时间还有10秒的时候，我就撤退了，结果还是被他追上，把我杀了。死就死，怕个毛！赶紧去。”我知道了，老大。巅峰老六耷拉着脑袋，领了任务走了。你们也别闲着，找点人给我上大喇叭骂那条狗。知道了，老大。很快，巅峰公会又刷上了大喇叭。巅峰荣耀，妈的，狗皮膏药孤独狗，没有妹子全靠手，现实穷逼臭屌丝，一天给你一个大鼻窦。巅峰不败，孤独狗出来叫几句，主人们喂你几个大馒头。巅峰老五，孤独小狗子，试问你的爪子为何如此之贱？爷爷们招你惹你了？你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巅峰11弟，孤独狗出来说话，没钱刷大喇叭吗？知道你穷，买不起说一声，爷爷施舍给你几万块。第42章，蓝星城城主。封神公会的见到巅峰再刷大喇叭，也积极参与了进来。封神狂，哎呦呵，打不过人家，现在开始打口水战了。大神变成口水狗了。封神雷，怎么不见遛狗子？平时这条狗不是最爱骂人吗？巅峰老六，封神雷你麻痹，爷爷惹着你了。巅峰不败，封神的也有脸说话。上周盟战时，貌似那个叫封神盟的被我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番哦。封神狂，呵呵，九儿求爱被拒了。封神乱，巅峰依旧出来，管好你手底下的几条狗，别满嘴喷粪。巅峰依旧，怎么？你们封神的没喷粪？你们是想和我们巅峰碰碰？封神乱，时间、地点，约架我随时奉陪。巅峰依旧，现在马上暗黑森林走起，记得多带点人。刷完了大喇叭，巅峰依旧对着巅峰不败说道：“组织人马和封神的干一架。”巅峰不败说道：“恐怕孤独狗会帮封神的杀咱们人啊。他去了更好，到时候人多手杂，难免误伤。我就是要让孤独狗把封神一块得罪了，到时候游戏再没有他的容身之地，让他完成单机游戏。”我明白了，老大，我这就在盟里喊人。不一会儿的功夫，巅峰不败就组织了大几百号人，浩浩荡荡的奔着暗黑森林而去。封神这边也一样，几百号人早早就到了，正在暗黑森林刷怪，等着巅峰公会的人。两方人马一见面，立即火拼。李阔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来到两大公会火拼的地方，直接加入了战斗。开始时，李阔是专挑巅峰的人杀，但是这样的效率实在太慢，杀完一个以后，还要仔细寻找下一个。最后，他索性也不管不顾了，见人就杀。一场拼杀下来，两大公会的人一大部分都死在了李阔手里。随着战斗结束，李阔这一次又是收获满满。经过3天的不间断击杀和这一次大型火拼，李阔的属性整整提升了1倍有余。打开属性面板，角色属性映入眼帘。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0级，生命值147000，魔法值22000，物理攻击力4400，魔法攻击力2200，物理防御力2200，魔法防御力2200，速度220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玩家升到50级以后，就可以在蓝星城的城主府里找到城主领取副本和秘境任务。城主颁布的任务难度很大，但是任务奖励也是非常丰厚。奖励的物品除了装备外，还有机会获得地契、潜能果以及每个玩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业技能书等。潜能果的价值并不太高，每个潜能果可以增加1点自由分配的属性点。在上一世，
巅峰依旧和风神乱这些高端玩家之所以实力强横，就是因为服用了大量的潜能果。虽然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刷出大量潜能果，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有些玩家得到了潜能果，都会卖给土豪，因为一点属性点的增加对于平民玩家来说并没什么用，但是对土豪来说就不同了。土豪有大量的资金做后盾，可以购买大量潜能果，服用上几千个潜能果，那就能增加几千的攻击或者防御。这潜能果是土豪玩家成功路上必不可少之物。再说职业技能书就更不得了了，游戏上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专属技能，而职业技能书的出现可以让玩家学习到不同职业的职业技能，堪称完美。上一世李阔也是战士，他梦寐以求，朝思夜想的就是能拥有一本刺客的鬼影技能书。有了鬼影技能，他就能和刺客一样隐身。不过上一世的他太垃圾，根本就打不了这种高级任务，更别提获得职业技能书了。有时候刷100个高级任务，也不见得会出现一本技能书，而且就算刷出来，也不一定是鬼影。在上一世，鬼影技能是最值钱的，每本都能卖出天价，而其他的技能书就相对便宜了。就比如战士的嘲讽技能就根本不值钱，这种技能用处不大，最多是提升一点升级的速度。如果一个刺客或者法师得到这种技能，就算送给他，他也根本不会使用。本来就是脆皮，还用嘲讽，那不是死得更快了。城主在蓝星城中心位置的城主府内，李阔来到这里，发现城主身边还站着几名玩家，分别是妩媚动人、武媚娘、风神狂、风神雷和武玲珑。看来他们也都升到了50级。李阔帮妩媚动人打了40级突破怪，结果却惨遭踢出血盟，心里多少有点怨气。而妩媚动人知道理亏，见到李阔也是一张俏脸变得通红。几人突然偶遇，气氛略微有些尴尬。这些人里和李阔关系最好的就属武玲珑，眼见气氛不对，他急忙出来打圆场。厉害啊，李阔，这么快就升到50级了。他们都是土豪玩家，有人帮忙引怪，所以升级快。没想到李阔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竟然也丝毫没落下风。运气好而已。李阔说道，你也是过来领取任务的吗？对啊，谁不想得点好东西啊？武玲珑微微一笑，我说李阔呀，最近我忙着升级没联系你，你是真不联系我啊？一条信息都不给我发。我这不也忙着升级了吗？风神狂和风神雷是妩媚动人的追求者，见到李阔以后脸色都非常难看，轻轻咳嗽了一声。风神狂对着妩媚动人说道，女神，咱们走吧。这两个人身为风神公会的得力干将，却天天围着妩媚动人转，就连刚才和巅峰公会的火拼，他俩都没去，反而是陪着妩媚动人帮妩媚娘去杀50级突破怪了。妩媚动人点了点头，随即看向了李阔。李阔，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去做任务？自从苏沫在公屏上公布了李阔的真实姓名后，现在游戏上都知道孤独不苦这个 ID 现实中叫李阔了。你们5个人正好一对，我还是别给你们添麻烦。李阔拒绝了妩媚动人的邀请。妩媚动人皱了皱眉，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自己的队伍离开了城主府。第43章，米国玩家。蓝星城城主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很有气质，也很漂亮。因为这里是华夏区，所以城主的样貌是华夏人的模样，而其他国家的分区，城主也会按照本国人物的样貌出现。你真的确定一个人进入秘境？城主见李阔只身前来，有些惊讶。是的，请给我颁布任务吧。你很勇敢，城主说道，但是在这个世界，勇敢的人不一定活得久。这是我的事，就不烦城主大人操心了。你的勇敢和无知倒是很般配。城主微微皱眉，脸色不悦，见对方不识好歹，也不再多说什么，随手丢给李阔一枚传送令。李阔有3年游戏经验，也知道传送令怎么使用，转身离开。刚走出城主府大门，就收到了系统消息，叮！玩家已成功领取50级秘境任务，可以使用传送令前往九幽洞穴。叮！因为玩家引起了蓝星城城主的反感，城主对你的好感度降低，导致威望值减少，目前威望值为20。还能这样？李阔一脸懵逼，他最近实力突飞猛进，有些飘飘然起来，没想到竟然凭空减少了20威望值。玩家升到50级可以找城主领取秘境任务，而秘境里的妖兽等级都在60级以上，这也是上一世的李阔打不了这种高级任务的原因。上一世他是59级领取的任务，依然没能完成，而升到60级以后再去领任务，就会领到60级的秘境任务，秘境里的妖兽等级又会比秘境等级高10级。第一次领取秘境任务，城主会免费送给每个玩家一枚传送令，让玩家进入秘境，而以后如果再想做任务，就必须要用威望值购买传送令。玩家初始威望值为0，完成秘境任务会增加威望值，失败以后不会减少威望值，但是需要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威望值，不然就没办法买到传送令，也就没办法进入秘境。
看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随便装13啊！李阔手上使劲捏爆了手中的传送令，随着传送令的使用，眼前光芒一闪，李阔已置身于一处昏暗的巨大洞穴之中。秘境任务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击杀秘境里的妖兽，获得妖兽内丹。回到蓝星城以后，上缴的妖兽内丹越多，内丹等级越高，得到的奖励也就越丰厚。秘境任务没有时间限制，可以一直待在里面，也可以找到秘境传送人传送出去。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玩家在秘境里被击杀，那么身上的妖兽内丹会丢失，同时会被传送出去，属于任务失败，白白浪费一枚传送令。在秘境里，玩家可以相互攻击厮杀，杀死对方可以夺取对方手上的妖兽内丹。很快，李阔就遇见了一头妖兽，这是一头由蜥蜴进化而成的妖兽，和蜥蜴人差不多，可以直立行走，两只粗壮的手臂上长满了鳞片，手指上是几公分长的坚韧指甲，犹如利刃，面目狰狞。李阔现在也懒得再用神识术查看妖兽信息，直接过去硬刚。他足有147000的生命值和4400的物理攻击力，即使没有天赋技能，也不是60级妖兽可以抵挡的。叮！恭喜玩家升到51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击杀了蜥蜴人，李阔直接升了1级。这里倒也不失为一个练级的好地方。说着话，李阔弯腰捡起了地上爆出的妖兽内丹。得到妖兽内丹以后，会自动存入系统赠送的内丹袋中，玩家死亡，内丹袋将会丢失。继续打怪，李阔沿着洞穴甬道继续深入。走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前面有争吵声，急忙走了过去。来到近前，只见有2队玩家正在互相指责，眼瞅着就要动手。其中的一队正是武玲珑他们几人。李阔，快过来！武玲珑也发现了李阔，满脸惊喜，立刻招呼李阔。那一队玩家也发现了李阔，叽叽喳喳的不知说些什么。看长相样貌，应该是米国玩家。秘境是全服任务，每个区的玩家都会被传送到同级别的秘境中。外国区的朋友升级也够猛啊，竟然也有人突破了50级。李阔说完，就见一个米国玩家正对着他怒目而视，不知道和同伴说了句什么话。李阔问武玲珑，他刚才说什么呢？你听不懂谜语吗？武玲珑惊讶。李阔一阵尴尬，上学那会就是这谜语一句没学会。见到这种情况，武玲珑立刻给李阔当起了翻译。他刚才说又来了一个混蛋垃圾，很显然这是在骂李阔，怎么上来就骂人呢？我也没惹着他们。这时候武媚娘说，米国这几个玩家非要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打怪刷内丹，给他们白打工。这几个米国玩家还真是霸道。李阔说，那你杀了他们不就完事了吗？武媚娘脸上一红，刚才打了一架没打过，还死了一个。李阔这时候才发现武媚动人队伍里的封神雷不见了。你们考虑清楚了没有？不同意，现在就杀死你们。一位女性米国玩家不想再听他们啰嗦，趾高气扬地说，同意的话，你们才能生存下去，等我们获得足够的内丹，就会给你们自由。武玲珑几人都知道李阔厉害，现在哪里还怕什么米国玩家的威胁？武媚娘知道李阔不懂谜语，指着李阔用利索的谜语说道，如果你能杀死我身边的这位朋友，我们就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不尊敬我，我现在就要杀死你。米国女性玩家大怒，直接对武媚娘放出了火焰寂灭。她是一个法师。李阔还愣着干嘛啊？动手！武玲珑和李阔关系最好，这时候见米国玩家动手，立刻招呼李阔帮他们。大家都是华夏玩家，李阔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一个半月斩冲着米国女性玩家打了过去。这位米国女性玩家是个暴力法师，魔法攻击非常高，但是防御力低，是个脆皮。李阔4400的物理攻击力，使用半月斩能打出8800的物理伤害。那米国女性玩家只有550物防，一个半月斩打到她身上，打出了8250的恐怖伤害，直接秒杀。我的天，这是什么？剩下的几名米国玩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第44章回盟。强，太强了！前阵子李阔的物理攻击力才只有1000左右，没想到几天不见，物理攻击力竟然直接飙升到了4000加。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都望向了李阔的装备，看上去平平无奇，就像一身蓝装。莫非李阔隐藏了装备特效？他实际上穿了一身50级史诗级装备，这也太扯了吧！游戏里到现在都还没出过一件史诗级。众人都在震惊中还没缓过神来，只听妩媚动人娇喝道，奶奶的，受了半天气，把他们都杀了，送他们出去。说完率先动了手。众人闻言想都没想，一起对米国玩家发动了攻击。李阔自然也不留手，能吸收属性点，他必须抢人头。1分多钟的时间，米国区这一队玩家全军覆没，都被李阔秒杀了。打死了米国玩家，妩媚动人上前一步，捡起了他们的内丹袋，
转身扔给了李阔。李阔，多亏有你，这些内丹你拿着。羡慕嫉妒恨啊！这几个米国玩家在秘境里待了好几天了，内丹肯定不少。武玲珑说道。李阔也不想吃独食，还是大家分了吧。你们拿吧，我不需要。风神狂绷着个脸，冷冷地说道。风神狂是妩媚动人的舔狗，见到李阔大出风头，自己花了几个亿人民币玩游戏，混成这熊样，心里大受打击。武玲珑却也不惯着他，要不要？李阔，把风神狂那份给我。呵呵，风神狂冷笑。虽然武玲珑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但是风神狂并不给她面子，甚至经常针对她，为的就是赢得妩媚动人的好感，证明自己只喜欢妩媚动人一个人，有点踩武玲珑舔妩媚动人的意思。大家都是成年人，武玲珑也知道风神狂的小心思，只是看破不说破，反正是看见风神狂就烦。眼见气氛有点尴尬，武媚娘急忙转移话题。李阔，咱们一起组个队呗，我们队少了一个人，你正好进来。说完，满是期待地盯着李阔。李阔还是想一个人打怪升级，他把内丹分成4份，自己留了1份给妩媚动人，武媚娘和武玲珑各1份，这才开口说道：我一个人打怪习惯了，组队恐怕影响我发挥，还是算了吧。李阔呀，你还真是小心眼，你不是还在生楚总的气呢吧？李阔知道武玲珑口中所说的楚总，指的就是妩媚动人，急忙摆手，没生气。这话说出来，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妩媚动人说道：没生气就进队啊。说完，直接给李阔发送了组队邀请。李阔拒绝了组队邀请。武玲珑道：还说没生气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跟个娘们一样？人家楚总觉得对不起你，还给你那个同学签了2个大单呢。同学签单？李阔问道。你说的是冯远？李阔对于自己这个仅有的朋友还是很关心的。可不是嘛，我和楚总聊天说起你们上次同学聚会的事，人家楚总直接拜托我询问集团的项目经理，要来你那同学的电话，然后给你同学签了2个大工程。不过楚总没提你，估计你那同学也不知道是因为你的缘故。那我真要替冯远谢谢楚总了，谢谢照顾。客气什么？是我做事没注意分寸，你不生气就好。妩媚动人说道。既然欠了人家人情，李阔也不好意思拒绝妩媚动人的邀请了，只好进了队伍。随即妩媚动人直接发来了好友验证，李阔通过了好友申请，几人继续前进。一边走，妩媚动人一边给李阔在好友里发消息。我跟你说啊，我姐姐的集团前阵子拿地皮，需要巅峰依旧他母亲拍板这件事，我也是没办法才替你的。巅峰依旧他母亲及其护犊子，为了个游戏竟然都亲自给我姐姐打了电话，也不知道巅峰依旧怎么张开的嘴和他母亲说这种事。孤独不苦，吴总跟我说过这件事了，我能理解。除了李阔，别人都不知道3年以后游戏会和现实结合，当然不会因为个游戏去影响现实企业，毕竟那都是上千亿的大生意。妩媚动人，哟呵，还知道吴总呢？妩媚动人，吴总可是我的好闺蜜，要不要我撮合撮合你俩？孤独不苦，你想多了。妩媚动人，吴总可是超级大美人哦。李阔没有回复。妩媚动人，一会我邀请你进血盟，现在合同签了，我不用再给巅峰依旧面子，希望你能不计前嫌，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事情已经到这份上了，李阔也没办法拒绝了。不过回头一定要好好的吃冯远一顿才行。李阔无奈，只好同意了入盟申请。盟战可以快速吸收属性点，李阔本来也不想放弃这种快速吞噬人头的活动。虽说之前给了妩媚动人龙鳞，可是人家也给了500万金币，这都高于市场价格了，所以谁也不欠谁的。如果换成其他人，龙鳞都到手了，很少会有人再往外掏金币。所以妩媚动人的人品还是很讲究的。李阔答应了妩媚动人的请求，妩媚动人很开心，立刻给李阔发送了入盟邀请。叮，恭喜你加入妩媚阁血盟。一进血盟，血盟频道就炸锅了。妩媚妹，哎呦，大神回来了，恭喜恭喜，你可想死奴家了。妩媚小乔，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放荡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护你的鸡。妩媚小乔直接用语音在血盟频道唱起了歌。妩媚妹，死小乔，你又挖苦姐姐。妩媚灵儿，感觉这周盟战能拿冠军了。妩媚大乔，那是当然必须一定的了。这几天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大佬把巅峰依旧给砍到了40级。妩媚多姿，牛逼。李阔正在翻看血盟消息，突然被一声大喝惊醒，急忙关闭了血盟频道。谁他妈舌头没捋直就敢出来打怪升级？李阔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忍不住抱怨。这是岛语，翻译过来是站住的意思。武玲珑连忙给李阔科普，你懂得真多，精通各国语言啊。基本操作。武玲珑得意道，把你们的内丹都交出来。说话这人是个大约40来岁的粗鲁汉子，是一位岛国人。他身后还站着4位玩家，都是岛国人，
看来是岛国区的玩家队伍。咦，你们快看，哪位岛国女性是不是那个苍老师？妩媚动人听武媚娘这么一说，定睛一瞧，果然越看越像。小妹，你眼怎么这么尖？你是不是看过她的片子《从实招来》？武媚娘脸红了。现在队伍里有李阔，他们几个人也不怕其他区的玩家来找晦气，一副一谈笑风生的模样。来找晦气和来送内丹没什么区别。第45章暴力刺客。见到这几个华夏区的玩家竟然敢无视自己岛国玩家的队长怒了。小仓、三上，注意奶血，其余人给我杀。话音刚落地，人就趴了。剩下4个岛国的玩家面面相觑，原来是李阔给他来了一记半月斩。这个战士好猛，他能有4000多的攻击力，简直不敢相信。不过这几个岛国人也是岛国实力排行榜前10的玩家，全部都是史诗级天赋技能，他们一直高傲惯了，不肯服气。先把那个法师秒了，拆了他们队伍。一个刺客说完，直接隐了身。李阔这边，武媚娘还没来得及放通灵，只见岛国弓箭手就对着他射来了个2重箭，打断了他的施法。紧接着，那刺客已经隐身到了妩媚动人身旁。去死！岛国刺客现出身影，拿着匕首朝妩媚动人扎去，稳准狠，一刀正好扎到妩媚动人胸部。负2500，妩媚动人只有2200的生命值，竟然被一刀毙命。我擦你妈！封神狂见岛国刺客竟然这么不要脸，匕首竟然往那种位置扎，气得暴跳如雷，一甩手打出去一个火焰寂灭，直接把岛国刺客打掉了一半的生命值。这刺客好厉害，估计有攻击型史诗级天赋，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攻击力，还有这么高的气血。武媚娘惊呼。与此同时，李阔也来到了刺客身旁，一刀秒了他。李阔现在有2200的敏捷，速度极快，一个闪身又跳到对方的弓箭手身边，一刀秒杀。跑！剩下的2个岛国女性玩家见到大势已去，扭头就跑。不过他们速度虽快，也跑不过李阔。几个闪身的功夫，李阔已经追上那个苍老师，一刀把他送出了秘境。这他妈是个什么战士？物理攻击4000加，防御力还这么高，速度也这么快。眼见跑不掉，岛国仅剩的一名女性玩家也不跑了。等等，他喊住正要动手的李阔，说道：“我错了，请原谅我，放过我好吗？”说完，对着李阔鞠了一躬。你他妈想得美！妈的，看老子不用法杖敲碎你的胸！只见封神狂这时候也追了上来，抡起法杖就往岛国玩家胸部来了一击，没有放技能。负1，法师使用的是远程魔法攻击，像这种物理攻击招数只能打出1点强制伤害。你岛国女玩家被气得俏脸通红，指着封神狂，愣是半天没说出话来。李阔不想墨迹，一刀结果了这名岛国玩家。妩媚动人被杀回了蓝星城，队伍里成了4个人。武媚娘垂头丧气地说：“二姐出去了，我也不打了。走，咱们出去找楚总，现在手上的内丹也不少了。”封神狂捡起2个岛国女性玩家的内丹袋，又对武玲珑说：“你出去吗，吴总？如果再被人杀了，现在这点内丹也保不住了。关键时候，有些人并不一定指望得上。”说完瞅了瞅李阔。李阔闻言冷笑一声，对封神狂说：“想走没人拦着你，但是你手里的内丹袋得留下。”什么？你别欺人太甚，这是我拿到的，我为什么要留下？武玲珑呸了一声：“你出什么力气了？捡东西你倒快！我特么打了那女玩家一法杖。”封神狂也自知理亏，他本想浑水摸鱼，拿点好处传送出去，没想到被人盯上了。你是自己留下内丹袋，还是让我杀了你？留下内丹袋。李阔也懒得和封神狂废话，一队的队友你也杀？封神狂满脸惊恐，但是最近李阔杀疯了，把巅峰依旧都打到了40级，他也不敢跟李阔叫板，随即把内丹袋扔到了地上。都给你们行了吧？捡起来，交到我手里。你自己不会捡。这句话还没说完，李阔便一刀秒了封神狂。找死！见到李阔如杀神降临，武媚娘吓了一跳，胆战心惊地问：“姐夫，你不会连我也要杀吧？我杀你干什么？你快捡起内丹袋，我护送你出去。”哈哈，二姐夫最好了。对了，吴总你出去吗？武媚娘捡起了地上的内丹袋。我先不出去，我和李阔一起走。哎呦，孤男寡女的也不怕人家说闲话呀。武媚娘嘿嘿一笑。九幽洞穴里面有很多传送人，可以免费传送到蓝星城。3人没走多远，就见到了一个。这次击杀了米国的一队玩家，获得了12颗妖兽内丹。武玲珑、妩媚动人、武媚娘和李阔各分了3颗。击杀岛国玩家又得到了15颗，3个人又各自分了5颗。妩媚动人虽然死了，但是武媚娘还活着，她自然是把妩媚动人的内丹袋捡到了自己手里，等出去再交易给她二姐。就这样，武媚娘带着她二姐和她自己的战利品
和李阔二人挥手告别，传送回了蓝星城。因为李阔自己击杀了一头妖兽，现在他的内丹袋里有整整9颗妖兽内丹，而武玲珑只有8颗。上一世李阔没打过这种任务，也不知道9颗妖兽内丹上缴后能到什么奖励，但肯定是等级越高，数量越多越好。随即他决定前往九幽洞穴的深处去打怪。玩家刚升到50级，一般都会在秘境边缘徘徊，以免遇见强大的妖兽。这也是为什么米国人在秘境里待了3天，却只杀了12头妖兽的原因。毕竟边缘地带并没有那么多的妖兽出现。你准备去里面杀怪？武玲珑现在已经和李阔重新组了一队，见到李阔往里走，他忍不住询问道：对，这里怪太少了，这么半天都没遇见一头。我可是看了攻略了呀，虽然是60级秘境，大多数怪物都是60到69级的妖兽，但是偶尔也会出现高级妖兽，听说甚至有可能出现100级的，咱俩对付得了吗？试一试吧，死了就当没来，爱拼才会赢。突然想到了什么，李阔又道：等一会遇见妖兽，你就躲在后面，什么都不用管，我在前面用嘲讽技能让妖兽都攻击我。如果妖兽太多，或者有高级妖兽出现，你记得直接给你自己上无敌，别被妖兽给秒了。武玲珑点了点头。危险往往伴随着大量好处，有李阔这么个大神玩家在身边，他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第46章收获满满。九幽洞穴深处十分的阴暗潮湿，举目望去没有任何生机，却有很多怪异的妖兽吼声传来，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味。李阔转头问武玲珑：害怕吗？怕什么？一个游戏而已。武玲珑强装镇定道。李阔笑了笑，没有说话。巫域可不单单只是一个游戏这么简单。随着奇怪的吼叫声由远及近，可以判断有不少妖兽正往这边奔来。武玲珑也听到了吼叫声，忍不住咽了一口咸唾。就在这时，前方的甬道中嗖的一声，一道巨大的残影迅速掠了过去。啊！什么东西？武玲珑此刻正在全神戒备，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他花容变色，下意识地抓住了李阔的胳膊，一对巨大饱满的双峰更是贴紧了李阔后背。李阔心中一跳，一种异样的感觉从后背传来，但此刻没空体验这些。看这妖兽的速度应该等级不低，你靠后一点，注意安全。李阔冲武玲珑摆手道。武玲珑俏脸一红，满脸尴尬地放开了李阔。与此同时，随着一声嘶吼，一只体型巨大的妖兽出现在二人的视线里。这头妖兽虎头人身，除了一双巨爪和脚掌，身体的其余部位都和人类无异，只不过比人类更加强壮，肌肉充满了爆发力，身高足有4米。这可不像是60级的妖兽。武玲珑不敢怠慢，急忙丢了一个神识术过去。虎头怪等级80级，生命值8万，物理攻击力3000，物理防御力3000，魔法攻击力3000，魔法防御力3000，速度1000。变态！看完虎头怪的信息，武玲珑一颗心直接坠入谷底。这岂是他们这种级别可以对付的？先不说攻击力爆炸，就是那8万生命值，这得打多久？这他妈还怎么玩？正当武玲珑还在愣神之际，李阔已经使用了技能嘲讽。使用嘲讽技能，怪物会不受控制的主动攻击施法者。负789。李阔现在有2211的防御力，被虎头怪打掉了789生命值。巫神反噬触发，反噬伤害78900，百倍反噬竟然都没能杀掉虎头怪。这防御力高了，果然会导致巫神反噬效果锐减。李阔无奈，只好又给虎头怪来了一击半月斩进行补刀。他在秘境里杀了11个人，吞噬了11点物理攻击力，现在有4411物理攻击，配合半月斩能打出8822伤害。虎头怪只有3000物理防御，直接被一刀打掉了5822气血，一命呜呼。虎头怪死了，地上爆出一枚80级的妖兽内丹，李阔捡起来扔给了武玲珑。武玲珑知道李阔厉害，但也没想到就连80级的妖兽他都能轻松击杀，我这真是傍上大款了呀。武玲珑咯咯笑着，也没推让，直接把妖兽内丹装进了内丹袋。什么大款，我就是一穷屌丝，就咱俩，你低调给谁看呀？武玲珑呵呵笑道。冒昧问一句，李阔，他们都说你有100倍反伤的天赋，不会是真的吧？我看你只打出5000加伤害，这怪有8万生命值啊，不然怪不能死啊。算是吧。李阔含糊道。卧槽！武玲珑忍不住爆了粗口。传言和亲口承认，这意义可不一样。100倍反伤天赋什么概念？这岂不是无敌了？天赋不像装备，这东西会伴随玩家一生，怪不得敢来洞穴内部刷怪，这是典型的谁碰谁死啊！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又忍不住惊呼：你还有4000加攻击力和2000加防御力。武玲珑算术好，通过妖兽和李阔的战斗数据，轻易就把李阔的属性给推出来了。你别什么事都好奇行不行啊？李阔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这属性完全靠吞噬提升，
一场盟战下来，差不多就能各搞1000，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到时候被发现了，问来问去又要解释半天，这种头不能开。不过想到盟战，李阔还是非常期待。如果有群体技能就好了，一打一片，那吞噬属性点才叫一个爽。现在防御力这么高，不是华夏区排行前100的暴力输出玩家，根本破不开防御，单靠自己物理击杀，吞噬速度将大打折扣。唉，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呀。如果能搞一本火焰寂灭的技能书就好了，到时候就可以使用魔法攻击。别的物理职业可能用不到魔法攻击，毕竟他们没有魔法攻击力，可李阔不同，他吞噬属性是同步提升的，使用魔法攻击依旧暴力。走一步看一步吧，继续刷怪。接下来李阔便带着武玲珑在秘境里继续深入。九幽洞穴越是深入，怪物越多。李阔见面就放嘲讽，武玲珑遇见怪就给自己上无敌，两个人都遇不到什么风险，一路上可以说是横扫千军。很快，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30分，我要出去了，你走不走？李阔击杀完一头妖兽，收起妖兽内丹，对武玲珑说道：“这不废话吗？没你我能打过谁啊？不过咱打得正爽呢，你着急出去干嘛呀？”李阔说道：“我要去参加比武招亲。”武玲珑突然明白过来，笑道：“你这人还真记仇，巅峰依旧得罪了你，这号算是彻底废了。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明天我就去竞选比武招亲的女主，到时候你娶我，怎么样？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李阔认真的说。死样！武玲珑瞪了他一眼。找到传送人，李阔和武玲珑传送回了蓝星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击杀高级怪，两个人都升到了55级。李阔直接去了姻缘殿，妩媚动人则是兴高采烈的去了城主府交任务。这一次获得的妖兽内丹，两个人都是平分的。击杀了这么多妖兽，相信奖励一定不错。李阔在50级秘境里杀怪，巅峰依旧也是知道的。毕竟两个人相互使用追杀令也不是1天2天了。趁着李阔腾不出手来这段时间，巅峰依旧又把等级提升到了48级。知道李阔在刷秘境，他今晚更是花了重金在巅峰9身上竞选女主，甚至还给封神乱服了软，才让封神乱和封神盟退出今天的比武招亲。他今天一定要把婚先结了，结了婚就能躲避追杀令。蓝星界这么大，想找一个人谈何容易。第47章，巅峰依旧妥协了。时间来到傍晚5点44分。巅峰依旧时时刻刻都在刷新着比武招亲的报名表。巅峰依旧，巅峰13，巅峰不败，巅峰荣耀，巅峰老6，巅峰老5，巅峰2个，巅峰11弟，巅峰老3，巅峰辉煌，清一色都是巅峰公会的玩家。要成了！此时距离确定人员还剩下不到40秒。巅峰依旧咬着牙，一颗心砰砰狂跳。孤独狗，等着吧，等老子结了婚，看你还怎么追杀老子！现在他对李阔使用的追杀令已经失去了时效，怕提醒到李阔，他这时候也没敢继续使用追杀令查看李阔坐标。还剩下15秒了，巅峰依旧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报名表。如果这次还没有孤独不苦的名字，那他一定是被妖兽缠住了，还在秘境里杀怪。妈个逼！巅峰依旧见到报名表以后，直接大骂，后槽牙咬碎了一颗。只见此刻的报名表已经发生了改变。孤独不苦，巅峰依旧，巅峰13，巅峰不败，巅峰荣耀，巅峰老6，巅峰老5，巅峰2个，巅峰11弟，巅峰老3。见到李阔的名字，巅峰依旧就知道一切全完了，恨得直接刷上了大喇叭。华夏区公平！巅峰依旧，孤独狗，你给我等着！其他巅峰的人也看到了李阔，也上了大喇叭。巅峰9，杀了我们这么久，还不够是吗？巅峰不败，孤独不苦，上大喇叭谈谈。巅峰荣耀，杀人不过头点地，都是一个区的玩家，有什么深仇大恨？秘境不打了，过来捣乱。巅峰老6，真是没完没了，有病是吧？酷爱撕逼的巅峰老6也有点让李阔给杀怕了，这一次破天荒的刷喇叭没带脏字。李阔理也不理。时间来到6点钟，比武招亲正式开始，战斗毫无悬念，毕竟实力差距太大，没有任何的变数。李阔和往常一样，直接夺冠，然后再一次拒绝巅峰9的求爱。比武招亲结束后，巅峰依旧把手下叫到一起，临时开了个会。你们那边也都查不到李阔在哪？巅峰依旧问道。没查到，就好像凭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应该是躲到山沟沟里去了。华夏这么大，想找到难如登天。肯定的，这个逼躲在山沟里吃野果，喝脏水，茹毛饮血，活得像个野人，不洗澡的脏逼，就为了在游戏装逼。巅峰依旧眉头紧锁，思量了一番后说道：目前也只能先和这个狗东西服软了，不然出城就被秒，这游戏没法玩了。
你有和解的办法？巅峰九好奇地问。这个狗东西和妩媚阁走得近，你没见他又回妩媚阁了吗？只要他在游戏有朋友，这件事就好办。我找中间人和楚晴、武玲珑都打声招呼，由他们出面调和，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就这样认怂，我是真不甘心啊，老大。巅峰老六撇着嘴说：“你特么懂什么？这叫权宜之计，以退为进。等大部分玩家都升到59级，就会去刷秘境，到时候潜能果出来，我特么把属性提升上去，再去找这个狗东西算账。对，虽说他现在攻击和防御都不低，但这毕竟是游戏前期，靠一些运气还是不难做到。等到了后期，才是谁有钱谁是王。如果不妥协，照这样下去，咱们连50级都升不上去，有潜能果也吃不了，成长起来会非常困难。”巅峰九倒是很赞成巅峰依旧的做法，打定了主意，巅峰依旧一刻也不想耽搁，立即接通了外接设备，打电话找关系去了。李阔来到城主府，直接上缴了内丹袋。你很有实力。城主面无表情，淡淡说道。这时候系统消息响起，叮，恭喜你完成了50级秘境任务，由于你在秘境中表现突出，获得30点威望值，城主奖励你一件橙色装备，潜能果65颗，技能书1本。奖励这么丰厚，李阔大喜。这次他学精了，不敢再顶撞城主，急忙和城主道谢。离开城主府，李阔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背包。凌云项链等级50，佩戴等级50级，佩戴职业全职业可佩戴，装备品级橙色，装备品阶稀有，基础属性生命值加600，物理攻击力加90，魔法攻击力加95，速度加93，魔法攻击力加94，附加属性魔力加95，敏捷加92，魔力加90，体质加91。附带技能鬼影步，佩戴装备刺客隐身时间延长10秒。橙色装备的属性就是强，50级的装备各属性都在90加，如果是紫色装备50级的属性只能加80加。这项链除了基础属性加一条物理攻击没有用处外，其余属性都不错，是一件非常适合刺客穿戴的极品装备。尤其附带的技能实用，刺客使用鬼影可以隐身60秒，技能冷却时间70秒，中间有10秒的空白期。穿上这件装备，那岂不是能无限隐身？这装备上有这种技能，可以让猥琐的刺客穿一辈子了。李阔玩过3年游戏，知道刺客最头疼的就是不能无限隐身，而这件装备刚好能弥补这个缺陷。接下来，李阔又迫不及待地点开了包裹里的金黄色技能书。看到技能书的类型以后，李阔眼睛一亮，通灵，竟然是通灵！哈哈哈！第一次打秘境得到技能书已经算是运气爆棚了，没想到竟然还是一本实用的技能。这种技能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没太大用处，但是对李阔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有了通灵，就不怕刺客隐身了。没有丝毫犹豫，李阔直接选择了使用，随即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5级，生命值15万，魔法值22250，物理攻击力4425，魔法攻击力2225，物理防御力2225，魔法防御力2225，速度2225。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装备技能忽视物防正 2%， 紫冠蛇毒。通灵介绍：召唤通灵会使玩家周身10米范围内的刺客无所遁形，立即破除刺客隐身。第48章激活全部神龙装备。李阔有神龙套装，用不着橙色装备，直接挂上了拍卖行。当然，这是他学习了通灵技能以后才临时做出的决定。如果没有通灵技能，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橙装吞噬掉，因为这种装备一旦被巅峰老六这种人秒去，他就能无限隐身，那还不得整天隐着身在自己耳朵边上骂街。挂完了装备，李阔把65个潜能果全部吞掉了，都加了体质。这时候突然收到了武玲珑的好友消息：武玲珑，李阔，巅峰依旧托人找到了我父亲和楚星，然后让我和楚晴做中间人，给你们调和，说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自己玩自己的。如果你同意，他愿意出1000万金币给你。楚星是华夏富豪排行榜上的大人物，李阔也是知道名字的。看来妩媚动人现实中叫楚晴。想了想，李阔给武玲珑发送了好友消息：孤独不苦，这不是钱的事。我在游戏上有几个朋友被他现实中给搞了，死了2个，进监狱1个。武玲珑，有这种事？我问问去。时间不长，武玲珑又发来了消息：武玲珑，你说的是那几个小孩吧？
这件事与他无关，是巅峰木然做的。他们刷怪的时候起了矛盾，巅峰木然被那孩子杀了10几次，他们现实中又在一个城市，然后孤独不苦，他当然不会承认了。武玲珑，我在他们市也有熟人，我仔细问过了，确实跟巅峰依旧没关系。李阔想了想，这件事有可能还真的不是巅峰依旧做的。第一，武玲珑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第二，早晨的风和自己只是游戏朋友而已，巅峰依旧弄死他们也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巅峰依旧想报复自己，完全可以收买他们，就像凉快一样，他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孤独不苦，那能把我朋友洗脱罪名放出来吗？武玲珑，洗脱罪名不难，让巅峰依旧去处理就行，放出来恐怕……武玲珑，据我所知，那孩子已经死了。李阔心头一颤，这些人还真是手眼通天，就因为在游戏里被击杀了10几次，现实中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说没就没了。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自身的实力强才是硬道理，不然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孤独不苦，那你告诉巅峰依旧，他小弟做的事让他自己解决明白，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人家一个公道。另外，他给我1000万金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如果他以后不惹我，我不会主动找他麻烦。如果他心怀鬼胎，想在现实中动我，一旦被我发现，我保证追杀他到0级，这个游戏他也就别玩了。李阔也不是墨迹的人，事已至此，多说无益。3个小时后，武玲珑发来了消息：武玲珑，李阔，来城主府护卫这儿。来到城主府，武玲珑已经在等他了。没有一句废话，武玲珑直接交易给了李阔1000万金币，并嘱咐他3天后看新闻，到时候会播报巅峰木然的下场。得到了金币，李阔也不想耽误功夫，他还有3件神龙套装没有激活，和武玲珑道别后，打开拍卖行狂秒30级紫装。现在30级紫装并不贵，每一件也就4万金币左右。把3件神龙套装的属性全部激活，并且把属性条洗成自己需要的属性，这足足花了李阔400多万金币。龙角头盔40级男头，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4，物理攻击力加57，物理攻击力加52，物理攻击力加61，物理攻击力加60，物理攻击力加61。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2，力量加68，力量加53，力量加55，力量加62，力量加67。附带技能待激活，龙形项链40级项链，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3，物理攻击力加67，物理攻击力加62，物理攻击力加55，物理攻击力加52，物理攻击力加65。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2，力量加57，力量加58，力量加58，力量加65，力量加69。附带技能待激活，龙爪青旅40级鞋子，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力加58，物理攻击力加60，物理攻击力加56，物理攻击力加58，物理攻击力加62，物理攻击力加68。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力量加64，力量加55，力量加56，力量加59，力量加67，力量加62。附带技能待激活，穿上激活属性的装备以后，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此时的物理攻击力已得到大幅提升。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55级，生命值15万，魔法值22250，物理攻击力6585，魔法攻击力2225，物理防御力2225，魔法防御力2225，速度2225。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装备技能忽视物防症 2%， 紫冠蛇毒，足足6585的物理攻击力。这属性一个半月斩打出去的伤害已经破万。李阔对自己的属性很满意，现在已经和巅峰公会达成和解，不能再去屠杀他们的成员，提升属性就只能靠盟战这种大型活动。盟战1周才举行一次，想了想，左右没什么事干，
李阔决定先把等级升到60级再说。离开蓝星城，李阔一直往东走。蓝星城附近的野怪等级都不高，这引不起他任何的兴趣。随着越走越远，回头望去，已经隐约有些看不到蓝星城的影子了。这个时候，不远处的森林中突然有打斗声传来。李阔迅速飞奔过去，来到近前一看，竟然还是几个熟人：彭少爷、苏如烟、小仙女、巅峰小刀，还有一个女玩家不认识 ，ID 叫秦妙妙。他们应该是组的固定队，每天一起做任务和打怪升级。苏如烟、小仙女、秦妙妙都是药师，彭少爷是法师，巅峰小刀是弓箭手。这是一组暴力刷怪队，2个暴力输出，3个奶妈的阵容。此刻，这一队人正在合力击杀一头 BOSS。默默、妙妙，你们依次给我上无敌，怪朝我这边来了。林鹏是个法师，在远处一边对着 BOSS 释放技能，一边大喊。第49章，打耳光。有 BOSS 不抢，除非脑子有问题。李阔眼见怪物还剩下皮血，直接闪身过去，来了一击半月斩。他现在速度极快，击杀了 BOSS 以后，顺手把 BOSS 爆出的紫装和金币都给捡走了。谁他妈抢老子的 BOSS？ 彭少爷大怒。妈的13，巅峰公会在这刷怪看不见吗？巅峰小刀以巅峰公会为荣，时时刻刻不忘提醒别人自己是巅峰公会的玩家。不过等他们看清来人以后，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李阔，孤独狗。最近巅峰公会的大喇叭刷疯了，大家都对孤独不苦这个 ID 有所了解，就连巅峰公会的大佬都被李阔天天追杀，更别提这几个小兵了。咱们走。巅峰小刀不敢招惹李阔，和队友挥了挥手，转身就走。站住！李阔大喝一声，谁他妈刚才骂老子了？巅峰依旧自从和李阔达成了和解以后，马上就在公会下达了命令，警告全血盟的玩家，见到孤独不苦这个 ID 以后都别招惹，如果给公会惹了事，自己掂量后果。虽然不知道巅峰依旧花1000万金币的事，但是他们也知道老大怂了，好不容易才和李阔达成了和解。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自己挑起争端，那用脚丫子想想也知道，以后不单单是在游戏里混不下去了，现实中也得遭到报复。所以面对李阔的质问，几个人都不搭话，沉默不语。巅峰小刀和彭少爷更是被冷汗浸透了后背，一直不说话也不是办法。苏沫仗着自己以前和李阔谈过恋爱，主动挺身而出，走到李阔身边，笑道：都不知道是你来了，呵呵，很少见你发火，你这样吓着我了，少来这套，都给我过来。李阔指了指林鹏，又指了指巅峰小刀，2个人硬着头皮走了过来。刚才是你俩骂我了？没骂。放屁！李阔扬手抡了巅峰小刀一个大嘴巴子。他妈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吗？这里就咱们3个男的，不是你俩骂我，是我自己骂自己。巅峰小刀捂着脸没敢吭声。虽然游戏里只有现实中1%的痛感，但是当众被抡耳光，这侮辱性极强。彭少爷以前一直瞧不起李阔，见到李阔耀武扬威，自尊心备受打击，咬了咬牙说道：李阔，你别欺人太甚，我刚才不知道是你，这才说了句脏话，你杀了我吧。啪啪啪！李阔照着林鹏脸上抡了3个大巴掌。操，老子他妈忍你很久了，杀了你，太便宜你个狗东西了。小仙女是苏沫现实中的闺蜜，当初在新手村也骂过李阔，见到这种情况脸都吓白了。她离着秦妙妙最近，小心翼翼地躲到了秦妙妙身后。那你想怎么样？大不了我不玩游戏了，行了吧？林鹏咬着牙说，眼里仿佛要喷出火来。如果不是怕巅峰依旧现实中搞他玩个游戏绝对不受这种鸟气。李阔当然也知道他们心里怕的不是自己，而是巅峰依旧，所以才会出手教训他们。2个垃圾，现在不装逼了。李阔骂道：都给我听好了，杀你俩这种垃圾，脏了老子的刀，现在都跟着我，给我在前面引怪，最后一刀我来杀。谁如果敢把怪打了拿经验，或者故意送死，被老子发现，老子立马就去杀了你们老大。巅峰依旧指了指秦妙妙，又道：这几个人都骂过我，没你的事，你可以离开。我不走，小哥哥，我也帮你引怪。秦妙妙长得也不错，一脸媚样的冲着李阔笑。走不走是你的事，但你如果把怪打死，我照样秒了你。知道了，小哥哥，我一定注意了。走吧，找怪去。李阔说完，让苏沫一队人向东继续挺进，自己则是跟在他们身后。此刻的苏沫脸都气绿了，他一边走一边指着林鹏骂：废物，废物玩意。他现在后悔死了，如果当初不这么快和李阔闹掰分手，那现在自己在游戏上还不得横着走。李阔有什么不好的？长得也比林鹏帅。以前是穷点，可人家现在不穷了，就这么牛逼的玩家，搞点金币那还不是跟着玩一样。
1枚金币现在就能兑换30元 RMB， 搞个1000万金币卖了就有3个亿。3个亿，林鹏家全部的家底也就这样。苏沫越想越气，他也知道和李阔不可能回到以前了，心中的怨气立刻又转移到了李阔身上，忍不住在心里暗骂：妈的，一个破游戏让这个穷逼翻身了，走了他妈的狗屎运，我算是倒了他妈的8辈子的血霉了。狗东西，玩个游戏逼都让你装了，什么玩意？早晚有一天，非让你个狗东西嘴里喊着姑奶奶饶命，给我跪下磕8个响头。苏沫正在心里骂着李阔，突然就听到林鹏语无伦次的哇哇大叫：跑，快跑！对了，不能跑，不跑，不赖我，这怪能有100级。说完这句话，人已经被妖兽秒了。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定睛一看，果然就见一头巨大的蜘蛛正缓缓向众人靠近。这蜘蛛体型巨大，十分恐怖，浑身都散发着极其危险的信息，一颗头颅更是已经进化的和人类女性无异，只不过暗黑色的嘴唇和眼角2条绿色的巨大纹路毁坏了整体容貌，显得异常阴森可憎。人手兽身的妖兽一般比兽首人身的妖兽更为强悍，这妖兽很恐怖，让你引个怪，你他妈都能引出这种来，废物玩意！苏沫嘴里骂着，人也没跑，他早就想死了，省得留在这被侮辱。不过即使想跑也跑不掉，因为这怪的速度太快，8只巨大的蜘蛛腿上都长满了刀刃，碰上就死。就算离得远也跑不掉，这蜘蛛还会吐丝，那蛛丝速度更快，转瞬即至，缠上就动不了。一个照面的功夫，苏沫、林鹏、巅峰小刀、秦妙妙、小仙女全被秒杀了。李阔也被蛛丝缠上了。这种级别的怪物已经不能算是野怪或 BOSS 了，在游戏里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第50章建造令。在上一世的游戏中，经常会有100多级的玩家组队去找这种妖兽，击杀这种妖兽以后，不但经验给的多，往往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物品或神兵。不过游戏地图全面开放以后，地域非常的辽阔，想遇到一只非常的难，而且遇见低级的还好，如果遇到了却是高级的，被怪秒了以后能气到删号退游。此时李阔被蜘蛛怪用蛛丝缠着，近乎窒息，生命值更是不断的叠加减少，负500、负600、负700、负800。与此同时，蜘蛛怪也遭到了巫神反噬的伤害反弹，负5万、负6万、负7万、负8万。这蜘蛛怪生命值是真的多。没有时间犹豫，李阔立即使出了嘲讽技能，准备和蜘蛛怪火拼。叮！此怪不受嘲讽技能影响，突然冒出的系统提示让李阔有些措手不及，嘲讽竟然对蜘蛛怪无效。不过还好，这时蜘蛛怪已经对李阔发动了攻击，负18万，简单一击竟然有18万伤害，李阔生命值直接清空。叮！巫神降临触发，原地复活，恢复自身100%最大生命值，18万的伤害输出，这都顶得上孽龙球的巨龙了。不过这蜘蛛怪却显然没有巨龙那么多的生命值，看来是个主打攻击的妖兽。只见蜘蛛怪头顶上冒出180000000的伤害反噬，立时毙命。叮！恭喜玩家升到56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叮！恭喜玩家升到57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叮！恭喜玩家升到60级，体质+1，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未分配属性点+5。杀了一个怪，直接就把等级给拉满了。如果不是有突破任务，估计起码还能升10级。呼！击杀了蜘蛛怪，李阔松了一口气。不是巫神降临，这一下就回了复活点了。不过总算是万幸，哈哈。李阔急忙过去搜刮战利品，这种级别的妖兽，战利品肯定非常丰厚。苏沫他们几个人死亡，报了一件40级紫装，并没有报出其他东西。像技能书这种东西，他们暂时也刷不出来，即使刷出来，也不会带在身上出来打怪，肯定是要放在仓库的。只有一件紫装，李阔微微有些失望，也不知道是几个人里谁掉落的。捡起紫装，李阔来到了蜘蛛怪身旁。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啊！只见蜘蛛怪死亡的地方什么都没爆出来，莫非还没死透？想了想，李阔又朝蜘蛛怪尸体上砍了几刀，还是丝毫没有反应。这么高级的怪，怎么啥都没有？李阔不甘心，随即眼睛又瞄上了蜘蛛怪巨大的腹部，给蜘蛛怪来了个现场版实体解剖。神龙之刃是史诗级装备，非常锋利，如果是其他的低级武器，还真不见得能割破蜘蛛怪坚硬的身体。割开蜘蛛怪的腹部，李阔眼睛一亮，
果然从里面发现了闪着光芒的东西。不过现场鲜血横飞，有点惨不忍睹。李阔强忍着恶心，钻到了蜘蛛怪的腹部。经过仔细搜查，找到了2个令牌，带了出来。一爬出来，李阔就忍不住蹲在地上嗷嗷直吐。现在他也分不清游戏现实了。说是游戏吧，还得要玩家自己解剖妖兽；说是现实吧，爬进去爬出来，身上一点血也没沾上，这不符合常理。巫域游戏果然神奇，不可思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吐完以后，李阔急忙查看战利品。庄园建造令牌，找一处合适的地方，使用庄园建造令牌会自动建造一处别致的庄园，庄园会自带阵法，有阵法保护，在庄园内不会受到妖兽袭击。哈哈，没想到竟然是建造令，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对于建造令，玩了3年游戏的李阔也是知道的。这东西分为小建造令和大建造令，小建造令就是李阔这种庄园建造令，大建造令则是城池建造令牌。城池建造令非常珍贵，使用城池建造令以后会直接建造出一座城。3年以后，游戏现实结合，只有在城里受阵法保护的人类才能够规避风险生存下去。用建造令建成的建筑都会有阵法保护，让妖兽无可奈何。同时每个建筑的主人也都拥有无上权威，因为他可以使用建筑内的阵法轻易击杀不听话的任何人。李阔小心翼翼地把庄园建造令收进包裹，又点开了另一件物品。传送阵建造令，拥有城池或庄园的玩家可以在城池或庄园内使用传送阵建造令建造一座传送阵。完美！李阔见到2个令牌的功能，乐开了花。高兴过后，他又犹豫起来，去什么地方建个家呢？能建造传送阵，那自然是找个离这蓝星城比较远的地方最好，这样出去打怪探险直接就能免费传送了。可是蓝星界里危机四伏，如果不小心被高级妖兽给秒了，把令牌爆掉，那就傻眼了。想了想，李阔打定了主意，还是继续冒险深入。如果在眼下这种地方建造庄园，那简直就是浪费了建造令。这里自己不行就能到达，而建造令这东西弥足珍贵，绝对要做到物尽其用，怎么可以用在这种地方？说走就走，李阔收好2枚令牌，继续奔着正东方行进。足足走了有10来天，李阔这才有惊无险地来到一座小山峰前。这一路上，他只简单杀死了一些弱小的妖兽，遇见厉害的直接就跑，不敢正面硬刚。眼前这座小山峰并不算高，峰顶是一片扁平的区域，正好适合建造庄园。不过上一世的他实力太弱，根本没来过这种危险的地方，所以也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在何处。就在这里吧。李阔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使用了庄园建造令。只见一道巨大的白光泛起，把李阔包裹在其中。时间不长，眼前画面一闪，他已经置身于一座颇具古代风貌的房屋之中。此时房屋之内什么都没有，这还需要以后再想办法制作一些家具进来。第51章传送阵。走出屋子，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子的左右2面都有厢房，对着主屋的地方是一道门。这和金海市那些古代遗留下来的四合院很像。把所有房屋都简单检查一遍后，李阔在院子的角落处选定了地方，开始布置传送阵。布置传送阵也很简单，直接使用传送阵令牌就可以。传送阵令牌分阴阳2块，把阳属性的令牌使用以后，会在玩家选定的地方出现传送阵。此时的传送阵还无法使用，需要玩家继续选定位置，使用阴属性的令牌方能进行双向传送。使用了阳属性传送阵令牌以后，阴属性的令牌会变成绑定状态，死亡不会丢失。这阴属性的传送阵令牌，李阔决定布置在蓝星城里，这样就可以做到蓝星城和庄园之间相互传送的效果。做完这一切，李阔走出了庄园，站在山上极目远眺，正东方是一个巨大峡谷，峡谷中雾气弥漫，云海翻腾，恍若人间仙境。而正南和正北方向则是一片终日不见阳光的茂密丛林，肉眼无法看清丛林里的情况。这种地方高级的妖兽肯定不少，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领取突破任务。不完成等级突破任务，击杀再多的妖兽也无法升级。来的时候是一路向东，回蓝星城自然是走相反方向。李阔找准了正西方，飞奔下山。大约行进了2个小时左右，一条巨蟒出现在眼前，拦住去路。这条巨蟒并没有朝人类进化，还是蟒蛇该有的样子，不过体型非常巨大。这么巨大的蟒蛇在地球上根本不会出现，望上一眼，李阔就有些头皮发麻。这巨蟒怎么不攻击我？见巨蟒毫无反应，李阔心中疑惑。一般的妖兽见到人类玩家都是反应强烈，立时就会发动攻击，这巨蟒竟然无动于衷。不过巨蟒不攻击，并不代表李阔就不会主动打它。现在背包里没有珍贵物品，不怕死亡丢失，况且如果能击杀巨蟒，绝对又能大赚一笔。不试试怎么甘心？嘲讽！李阔直接发动了技能，嘶！
蟒蛇正在睡午觉，受到嘲讽技能的影响，立刻被惊醒，巨大的蛇头缓缓抬起，一对树眸闪着森森寒光。嗖！巨蟒飞身而起，留下一道残影。负175800，17万加的伤害，直接把李阔生命值清空。巫神降临，只有50%的复活几率，一点都不稳定。叮！玩家死亡，你的等级降低为59级。你因死亡导致等级降低1级，体质6，精神1，力量1，魔力1，耐力1，智力1，敏捷1，直接被秒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掉了1级。李阔走出天土城复活点，检查了一遍背包，那件40级的紫装掉了。死了更好，少走10天路。李阔自语。现在的职业城内非常热闹，因为这里才是大部分玩家活跃的区域，只有高端玩家才会去蓝星城。毕竟1万金币的传送费不是谁都愿意花的。1万金币相当于30万 RMB， 这些钱可以在现实中交个首付买楼了。对于那些想在游戏赚钱养家的玩家来说，这不符合他们的游戏初衷。李阔已经很久没来职业城了，看着人来人往的低级玩家，他心中五味杂陈。上一世他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卧槽，大家快看，孤独不苦！我擦，见到大神了！什么大神不大神的，我就砍自己的怪，刷自己的金币，别的与我无关。就是每天赚上10金币，300元到手，都够我在厂子拧2天螺丝的钱了。等我攒够了1万金币，我说什么也得去蓝星城逛逛，说不定就能遇见什么奇遇。你想多了，去了被秒，你还得回来，1万金币也白瞎了。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巅峰公会每天都刷大喇叭骂李阔，这也导致他直接出名了。整个华夏区的玩家几乎没有不认识他这个 ID 的。找到蓝星城传送人，李阔直接传送了过去。蓝星城的传送阵是在一个广场上，整个传送阵都被白光包裹着，用来接收各种地方传送过来的玩家。李阔把因属性传送令牌使用以后，直接把坐标定在了蓝星城传送阵里面。从外面看，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有李阔来到这个坐标以后才能触发传送，其他玩家站上去不会有任何反应。布置好了传送阵，李阔站了上去。叮！请确认是否传送到庄园。传送！眼前画面一转，李阔直接来到了庄园的院子中。走出传送阵，在继续站上去以后，又收到了系统提示。叮！请确认是否传送到蓝星城。传送！画面又是一转，李阔直接回了蓝星城。哈哈，这东西还真是好用。李阔大喜，随即他又传送回了庄园。现在他只有59级，眼下最主要的是先把等级提升上去。布置传送阵用了10来天的时间，华夏区那些高端玩家差不多也有60级的了，等级不能落后。走出庄园，李阔在山下的丛林中随便击杀了几头妖兽，等级升到了60级。传送回蓝星城后，他直接找到等级突破这个 NPC， 领取了突破任务。大手一挥，眼前凭空出现通讯栏，李阔给武玲珑发送了好友消息：孤独不苦，升到60级了吗？等级突破任务打了没有？武玲珑直接秒回了信息：武玲珑，打突破任务死了1次了，正准备找你呢。孤独不苦，那你来 NPC 这一起打。即使不找武玲珑，他肯定也会找自己帮他打突破怪，倒不如主动点。武玲珑，楚总更惨，死了好几次，一起。孤独不苦，没问题。武玲珑，那好，你等着。时间不长，武玲珑和妩媚动人就找到了李阔。只有他们2个过来，说明武媚娘他们还没升到60级。我说吴总啊，人家楚总打怪有300%的经验加成，升到60级可以理解，你怎么也升得这么快？你是什么天赋？李阔身兼5种传说级天赋，外加一个史诗级天赋，其他的天赋他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玩了这么久游戏，也没问过别人是什么天赋。第52章又要吸人头了，我当然是史诗级天赋。武玲珑一脸骄傲地说，我这天赋技能可不一般，使用职业技能会使效果翻倍。你就嘚瑟吧。妩媚动人的天赋技能最没用，看不得武玲珑显摆天赋，羡慕也没用呀，楚总。武玲珑娇媚一笑，像我这么暴力的大奶妈都抢着找我组队，升级自然就快了。前天封神乱刷到一头高级 BOSS， 他们公会的奶妈不行，还是求着我帮他们打的，那经验也是真香啊。李阔想了想，说的貌似有道理，问道：那你不抓紧多学几种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当然要学，等打完了60级突破怪，我就回职业城刷技能去。走吧走吧，有李阔这个大神在，咱们还是抓紧灭了突破怪。妩媚动人赶紧催促：走走走！武玲珑说着话，率先开了路。60级的突破怪就比较难缠了，因为这家伙不但会隐身，皮血了还会逃跑，而且还能自动回血。等你找到他，他又把血量回复满了。不过遇见李阔也算他倒霉。李阔和武玲珑都会通灵，2个通灵扔出去，
突破怪隐身技能算是白搭了。皮血了想跑也跑不了，李阔现在的速度比60级的突破怪还要快得多。见李阔轻轻松松就击杀了突破怪，妩媚动人长舒了一口气，同时望向李阔的眼神也有些火热起来。如果能和李阔组个游戏 CP， 那这游戏就真的玩好了。两个人升级都这么猛，遇见突破怪也能秒杀，那等级绝对是一路高歌。不过看到武玲珑和李阔的关系这么亲密，妩媚动人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眼中神色逐渐黯然。若是单论长相，他绝对不输武玲珑，可是之前因为集团的利益，他把李阔给踢出了血盟，这就让两个人之间多少有了点隔阂。武玲珑也是风风火火的性格，杀完了突破怪，第一时间就回了职业城找职业导师刷技能去了，就连晚上的盟战也不参加了。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毕竟从职业城回蓝星城参加盟战，又要花费1万金币的传送费。游戏在开放了蓝星界以后，盟战都是在蓝星界举行，这样就杜绝了一大批低级玩家的参与。低级玩家参加盟战也是炮灰送人头，这样的设定对于各盟来说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李阔来说就损失巨大了。这可都是一个个的属性点啊！时间来到7点30分，距离盟战开始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李阔打开了血盟频道。武妹妹，天下风云真是个下贱胚子。武媚娘就是自己抽到 SS 级天赋，好好躺平就好了，去舔巅峰干嘛？天下和巅峰混到一起了。李阔有些吃惊。在上一世，天下风云也是个厉害人物，抽到的也是史诗级天赋，并且和风神乱在现实中认识，两个公会是一直联合起来打压巅峰公会的。但这一世，因为李阔比上一世提前进入了游戏，所以局面全被打乱了，抽奖抽到的天赋技能也和上一世大不相同。毕竟这么多人玩游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出现一点变数都会打乱整个布局。虽说土豪玩家有的是钱，在游戏前期可以风光无限，但是到了游戏后期，没有史诗级天赋，在游戏里的发展潜力并不大。能抽到史诗级天赋的也都不会差钱，因为他们用的都是乌玉至尊游戏仓抽奖，而有些东西并不是钱能买来的。两个土豪都有钱，一个史诗级天赋，一个 SS 级天赋，此消彼长，时间长了，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看来天下风云这是要抱巅峰依旧的大腿啊！记得上一世天下风云抽到史诗级天赋，在游戏里可是装逼的很。妩媚动人，孤独不苦听令，今晚的盟战可就靠你了。妩媚动人在血盟频道直接艾特李阔。妩媚灵儿，哇，大神今晚打盟战，上周盟战咱们被打惨了，这周一定出口鸟气。妩媚柔弱弱的问一句，大神上周为何没来参加盟战？我还想着和大神组个队呢。妩媚妹，大神上周去蓝星界深处打妖兽了，怎么参加？妩媚柔，你怎么知道的？你和大神一起去了？妩媚小乔，别闹了，打什么妖兽？妹姐最近一直和我组队在蓝星城这儿打野怪。妩媚柔，妹姐出来解释一下，你怎么知道大神的行踪？妩媚妹，我特么见大神没来盟战，给他用了个追杀令。妩媚柔，时间很快来到7点50分，这时候就可以找盟战传送人，传送进入盟战场地了。李阔缴纳了1枚金币，然后跟着一大堆女玩家进入了盟战区域。这时候妩媚动人在血盟频道发送了消息，现在天下血盟的也站在巅峰那边了，整个华夏区除了几个看不上眼的小盟，其余都是巅峰的人，就只有咱们和风神是一条战线。进去以后大家尽量打，能打出成绩固然好，打不出成绩也别灰心，尽量多活一会，出去以后奖励也会好一些。妩媚娘收到，嘿嘿，这还用说吗？二姐忘了我上周得到什么了？游戏现如今在蓝星界举行盟战，和之前盟战的奖励机制也有了些许不同。以前只给血盟发放奖励，现在不但给排名靠前的血盟奖励，参与盟战的个人也会得到非常丰厚的物品奖励。毕竟盟战死亡就会被传送到职业城，到时候还要花1万金币传送回来。如果不给奖励，除了盟主和血盟的几个管理以外，鬼才会打这种东西，那到时候盟主就变成光杆司令了。所以游戏机制还是很缜密的，丰厚的物品奖励才能调动玩家参与盟战的积极性。个人得到的奖励也和血盟获奖规则差不多，在盟战中生存的时间越久，死亡被传送出去以后，获得的奖励就越丰厚。当然，这东西有时候也看脸，有些脸白的生存时间不长，但是也能得到很珍贵的物品；有些脸黑的生存时间比较久，却不一定得到珍贵物品。不过生存时间越久，获得珍贵物品的几率越大，这是不会更改的。所以李阔刚进入盟战场地就接收到了几十条组队邀请。第53章血盟联合。李阔只要击杀玩家就能吞噬属性点，组队和不组队都一样。见武妹妹连续发来了10几次组队邀请，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假装看不见，索性进了队。哇靠，大神来咱们队了！
你姐姐我厉害吧？五妹妹炫耀道。谢谢大神带飞。时间来到晚上8点钟，盟战正式开始。五妹阁阵地的左边是巅峰血盟，右边是战神殿血盟。盟战刚开始，这2个血盟的玩家就迅速向五妹阁众人靠拢过来，包围了他们。这周的盟战和上周一样，由巅峰依旧总指挥，他联合了9个强力血盟，准备把风神血盟和五妹阁血盟这2个对手先打出去，然后再清理掉其余的小盟，最后剩下他们10家血盟拿前10名。这也是盟战前就商量好的，每周的盟战10大血盟组成联盟，把其他血盟清理掉以后，他们就互相砍着玩，在里面耗时间。血盟战的规则是，如果盟战结束，大家都有存活玩家，那么时间一到，这些玩家就会被安全传送到蓝星城，按照现场存活玩家的数量进行排名。巅峰依旧组织这样的联盟有2大好处，其一是大部分的联盟玩家不用死亡调级，不用回职业城，也能省下大量金币的传送费。其二，活到最后，每个血盟成员得到的奖励也会相对丰厚。不得不说，巅峰依旧有点脑子，这妥妥的就是欺骗系统。当然，为避免因排名问题引起各大血盟不满，巅峰依旧也做好了妥善的安排。巅峰血盟即使不联盟，也是第1名，所以每周他们要拿第1。天下血盟和王者血盟实力差距并不大，他们2家轮流做第2名和第3名。战神殿实力次之，每周固定第4名。剩下的6个血盟实力也都差不多，也是轮流排名。这周你排在前面，下周他就排在前面。这种联盟自上周盟战开始推行以后，10家血盟都是收获颇丰，也得到了大家认可。有了上周盟战的磨合，现在的巅峰依旧指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只听他扯着嗓子大喊道：兄弟们，都看指挥，先把五妹阁这帮娘们给我灭了，别让他们和风神狗会合，逐个击破。一众巅峰和战神殿的玩家闻言，就像打了鸡血，如饿狼般扑向了五妹阁血盟的成员。上周的盟战，因为没有防备巅峰联盟，五妹阁血盟就吃了大亏，不但没能进入前10名，血盟的女玩家们更是遭受了恶劣的骚扰，像被袭胸、摸屁股这种事比比皆是。所以，眼见人山人海的男玩家扑了过来，五妹阁一众女玩家都是秀眉微蹙，恶心到不行。李阔憋了这么久没打盟战，这次盟战相当积极，一马当先冲到了最前面。技能发动，嘲讽。一个嘲讽技能发出去，他周身10几名巅峰血盟玩家全都不由自主地对他发动了攻击，把大招都吸到了自己身上。-1 220 853 1 68 1050 449，能破开李阔防御的直接被巫神反噬反死，破不开防御的李阔就进行补刀。他现在的物理攻击力堪称恐怖，没有人能抵挡住他的普通一击。几分钟的功夫，以李阔为中心，周围10米内已经没有可以站着的玩家了，死尸躺了一地。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战士也太猛了，他能有6000的物理攻击力。巅峰依旧也发现了李阔，咬了咬牙，没敢在现场大喊大叫，急忙打开血盟频道扣子。孤独狗有100倍反伤天赋，都别打他，就杀那帮娘们，他自己一个人翻不起风浪。有盟的管理们，赶紧通知一下你们的成员。发完消息，他又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生怕李阔发现他后秒杀了他。五妹阁也是排行榜前10的大盟，实力并不弱，看到李阔大杀四方，一时间士气高涨，也冲上去和敌人火拼。上周他们吃了大亏，这周正好报仇雪恨。随着杀红了眼的双方不断火拼，再加上李阔的强力输出，时间不长，巅峰和战神殿的玩家已经不再密集，变得有些稀稀拉拉。老大，风神都往这边来了。巅峰老六这时候给巅峰依旧发来了消息，他和王者血盟的一个刺客负责查探敌情，他们2个人都隐着身在外围藏着，等时间快到了5分钟就互砍一刀，然后冷却 CP 继续隐身，这样就能保证不被强行传送出去。操！巅峰依旧骂了一句，2个血盟打一个五妹阁都没占到任何便宜，如果再让风神血盟从后面堵上来，前后夹击，手底下这点人非得全军覆没不可。别恋战，撤退，和其他友盟会合。巅峰依旧无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后，自己带着人往风神相反的方向跑了。时间不长，风神血盟就和五妹阁会合了。这时候战神殿还没来得及撤退，被2大血盟围攻，近乎全歼。风神血盟这次运气不错，两边都是小盟，没遇见巅峰的联盟，不然肯定也会被围住，不能这么快过来会合。风神雷和风神狂是五妹洞人的追求者，刚会合就在五妹阁众人里寻找五妹洞人的影子。操！又是这条舔狗！他们看到李阔正和五妹洞人在一起，忍不住骂道：走，趁着他们10个血盟还没会合，咱们抓紧杀，遇到天下血盟的，给我狠狠的打。风神乱世五妹阁和风神血盟的指挥，咬着牙下达了命令。他和天下公会的会长天下风云是现实中的朋友，
对于天下风云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齿，现实里也断交了。风神乱下达了指挥命令，2个血盟的玩家浩浩荡荡追着巅峰血盟逃跑的方向冲去。盟战的场地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没有任何阻碍物，大家避无可避，躲无可躲，遇见了就是闭着眼砍人就行。巅峰依旧现在手底下的人不多了，他带着小部队一直往前跑，遇到有盟的部队就收编，遇见小盟也不杀，目的就是尽可能早点全部汇合，毕竟人多力量大。因为不是一个血盟的玩家，大家也可以互砍，以防5分钟时间一到被强行传送出去。第54章，照这样下去成神了。随着巅峰依旧在场地转了大半圈，他终于汇合了全部的友盟。这时候他的底气也足了不少。各位兄弟，和我一起杀个回马枪！说着话，一马当先的带着众人往回杀了过去。在路上屠了几个小盟以后，巅峰联盟和封神联盟正面对上了。巅峰这边足足有10个血盟联合，虽然战神殿废了，但是还有9个血盟的人。而封神这边除了五媚阁，并没有其他血盟联合，因为他们都不想得罪巅峰公会。双方在人员数量上还是有极大差距的。随着一场惨烈的火拼下来，双方都损失巨大。封神这边除了封神盟，其余人全军覆没。五媚阁这边也只剩下了李阔一个队伍，并且队伍里也死了3个人，只剩下了李阔和五妹妹。之所以封神盟能活下来，也是让李阔给救了。他见封神的人都快死没了，就连盟主封神乱都被打出去了，急忙过去援助了封神盟一把。巅峰依旧这边也不好受，10个血盟联合死了一大半人。见到只剩下李阔一个队伍了，巅峰依旧知道打不过，带着人灰溜溜的跑了。五妹妹见巅峰的人撤了，这才松了一口气，笑了笑调侃李阔道：“咱们盟里这么多美女，还不够你用啊？还看上人家封神乱的老婆了？你懂什么？如果5分钟一到，咱们不打伤害或者不受到攻击，那就要被传送出去了。”五妹妹心里当然明白李阔的用意，她这是准备让封神盟砍他们2个打伤害，再让他砍封神盟，保证大家都不会被强行传送出去，因为同一个血盟的人参加盟战不能互相造成伤害。嘿嘿一笑，封神盟说道：“我就是跟你闹着玩，你可别着急啊，大佬，我还要你保护我呢。”说完这句话，直接来到了封神盟身边，说明了来意。封神盟也很配合，毕竟他自己势单力薄，如果不跟着李阔，遇见敌人就会被秒。见封神盟和五妹妹一同朝自己走来，李阔很是满意。这五妹妹和封神盟都是药师、超级奶妈，还有无敌技能，比较能抗，不会被敌人轻易秒掉，这样自己杀人就方便多了。如果是个法师、刺客或者弓箭手，李阔根本不会救他。这些脆皮职业，即使救了他也活不长。看李阔自己的队伍就知道了，即使如他这般强大，队伍里除了大奶妈五妹妹，其余3个队员都被人家给秒了，根本就控制不了。谢谢你们带我，一会儿每过几分钟我就打你们一下伤害，你们过几分钟也打我一下，咱们尽量坚持到最后一刻。封神盟说道：“我打就行，你可别让大佬砍你，我怕他一刀送你出去。”五妹妹咯咯笑道：“眼下刷属性点最重要。”李阔没心思听他们聊天，大手一挥，说道：“走吧，杀人去。”李阔要人头，五妹妹和封神盟只想多活一会儿，见到敌人他们就给自己堆血上无敌，况且遇见大批量的玩家，李阔会把他俩护在身后，他们又都是围着场地的边缘走，不让敌对包围起来，所以几场战斗下来，3个人都没什么损耗。李阔现在可是杀疯了，几乎遇见玩家就会被他秒杀，巅峰依旧也被他秒了。随着不断的击杀，场地中的玩家已经越来越少。盟战要进行4个小时，直到夜间12点才结束。这么长的时间，李阔的速度又快，这足够他杀光场地中的所有人了。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整个偌大的场地都已经看不到任何玩家了。没人了吧？封神盟此刻还心有余悸，说话都有点颤抖。他早就听说李阔厉害，但是亲眼见到和听别人说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对游戏公司的背景有所了解，他绝对会认为李阔是个外挂。不清楚，也许有，也许没有，毕竟场地这么大，有漏网之鱼也很正常。李阔回道：“我说大哥啊，你都在场地转了2圈了，还能有什么人啊？放通灵放的我手都麻了，也没有刺客隐身。而且就算有人，他们不打伤害5分钟也会被传送出去，他们打伤害，咱们多少也能听见一点动静啊！快停下聊会天得了。”五妹妹说完，直接打开了血盟频道。牛逼啊，哈哈！大神带我平地起飞了。见到五妹妹不动了，李阔无奈也只好停下。五妹灵儿，我后悔死了，选错职业了。如果我是个药师，有大神保护，刚才在队里我也不会死了。五妹动人，你们还没出来？五妹妹，什么意思啊？楚总，你是希望我们被杀出去是吧？嘿嘿。五妹动人，早知道这样，我开始也该进李阔的队。五妹妹，进队只是其次，职业才是关键，大神可带不动脆皮。五妹动人，牙尖嘴利的死丫头。五妹大乔，现在还没出来，
你们这是屠杀了多少人？五妹妹，记不清了，视线里能看到的都被大神干了。妩媚可人，卧槽！双手沾满血腥啊！我一会念经礼佛，替死在你们手上的亡魂超度。你们一会得了好东西，可要分给我一点哈。闲着没事，李阔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他现在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吞噬了多少属性点。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60级，生命值33万9千，魔法值5万3500，物理攻击力9710，魔法攻击力5350，物理防御力5350，魔法防御力5350，速度535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装备技能忽视物防症 2%， 紫冠蛇毒。从55级升到60级，除了体质，每项属性只增加了5点，但是一场盟战下来，直接把各项属性提升了3000多点。这李阔心里一跳，按照这个吞噬速度吞下去，3年的游戏生涯要吞噬多少属性点？3年以后，游戏和现实结合，到那时候岂不是成了神一般的存在了？而且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玩家都会保留在游戏中的实力，这样的话，卧槽！李阔都不敢继续往下想了。第55章，没人可杀。盟战结束，排名也出来了。不过这一次李阔的运气不太好，坚持到最后，他竟然什么物品奖励都没得到。第1名妩媚阁，第2名封神，第3名王者，第4名天下，第5名杀手组织，第6名巅峰。系统刚公布了血盟战排名，公屏上就飘起了喇叭公告：封神乱，恭喜巅峰公会顺利被打出前5；封神狂，恭喜巅峰公会顺利被打出前5；封神盟同上；封神雷，恭喜巅峰公会顺利被打出前5。巅峰老六，你们装什么13？怎么得到的名次不清楚吗？巅峰荣耀，老六不用理他们。巅峰不败，封神的这是想约架。叶倾城，我就静静的吃个瓜。钱多多，瓜子板凳已备好，另外无限收金币。封神狂，脸都被打没了，有脸约架。巅峰依旧，封神的不孝子们，野外碰碰，别让老子瞧不起你们。封神乱，别把自己太当个人，你亲爹一会野外教你做人。每次盟战结束，封神和巅峰都要对骂一番，然后到野外再来一场大型血拼。野外就是指蓝星城外的暗黑森林，因为蓝星城内不能动武，而出了城最近的地方就是暗黑森林，所以被玩家们俗称野外。有玩家发生矛盾，实力又相差无几，谁都不服谁，除了刷大喇叭对喷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去野外来一场 PK 解决矛盾，输了的闭嘴认怂。巅峰和封神在蓝星界内，每个公会都有不下500名1、2线玩家，而那些3线玩家基本都在职业城那边刷金币、学辅助技能、做血盟任务等。2大血盟加起来差不多1000人，以李阔现在的速度，他们野外约架，他过去起码能抢1半人头，想想就心疼。不过他已经收了巅峰依旧1000万金币，也没脸过去屠杀人家，人无信不立，信用还是要讲的。打开属性面板，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李阔暗自琢磨起来。目前等级是60级，50级的秘境不能进，而全球升到60级的玩家又不多，现在去打60级秘境，连人头都刷不到几个，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外国区不清楚其他区的实力，在秘境里肯定要抢内丹，到时候把人反杀，抢了他的内丹，另外还能增加属性点，这才是王道。看来这等级还是不能提升太快啊，升级才给这么点属性点，远不如击杀玩家来的痛快。如果等级太高，就会和大部分玩家脱节，任务活动不在一起，到时候没人可杀，不利于属性点的增长。如果不管不顾，见人就杀呢。想了想，李阔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这样可以快速提升实力，但也会在华夏区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毕竟玩家每升1级都非常困难，如果是那些经验值快满的玩家，被击杀以后经验值就会清空，另外还要掉1级，这就相当于掉了2级。如果无冤无仇就把这种玩家击杀，那他肯定游戏都不玩了，也要刷大喇叭骂上半年，上到8倍祖宗，下到朋友同学都得被他骂个遍。李阔不缺金币，一些低级的任务也不想做，想了想没什么事干，随即退出了游戏。来到龙界空间，此刻的小金龙已经长成了蟒蛇那么大，见到李阔，小金龙立刻飞了过来，围着李阔不停地转圈，这是代表亲密的意思。摸了摸小金龙的龙头，李阔心里有些激动，这家伙太拉风了，如果不是怕被人拍照发网上去，怕把小金龙抓走当小白鼠做实验，
李阔真想骑着它到金海市转上一圈，体验体验飞的感觉。和小金龙玩了一会，李阔意念一动，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别墅里。别墅里明显有被人闯入的痕迹，不用想也知道是巅峰依旧派人干的。游戏里弄成这样，他现实中肯定是要找人报复自己的。这家伙还真够狠，不过以后最好别惹到我，不然的话……李阔冷哼一声，走出别墅，他准备到街上吃点东西。这段时间一直靠营养液和龙界空间里储备的便捷食物果腹，嘴里早已淡出个鸟。盟战是在12点结束的，此刻已经到了凌晨1点钟。大街上很多小吃店都拉上了卷帘门，不营业了。找了半天，这才找到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鲍鱼烩菜、9味鸡、烤鸭一份，红烧蝶鱼尾、煎豆腐焖五花肉，再来个素的木耳炒鸡蛋。李阔看完菜单，点了6个菜。小伙子，你们几个人？服务员是个40多岁的女性。就我一个。对了，有什么主食？就你一个人吃这么多啊？服务员呵呵一笑，继续介绍道：主食有米饭、烧麦、水饺。行了，来盘韭菜馅水饺，韭菜鸡蛋的。好嘞，您找张桌子坐着，我先给你倒点水。李阔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刚坐下，就听邻桌几个男女正在那讨论，那个孤独不苦是真特么牛逼，一个人愣是屠了我们10个血盟。那你觉得华夏风云榜第1那个隐藏 ID 的玩家会不会是他？100%就是这个 B， 真特么屌。我们盟主在盟里说，孤独不苦身上应该有传说级天赋。传说级，卧槽，怪不得这妖牛蛋，5个传说级都在华夏被找到了，按理说还应该有4个大神出现啊。人家低调呗，谁像孤独狗一样啊，弄个了好天赋，整天杀人装蛋。就是这种人太能装。李阔在游戏里也是戴着面具的，所以也不怕别人认出自己的模样。趁着菜没上来，他把头凑过去问一直骂他的那个男人：打扰一下哥们，你也玩无欲吗？可以互通一下 ID 吗？有机会一块打怪。那男人疑惑地瞧了瞧李阔，问：你多少级？我比较垃圾，只有52级。卧槽，52级还垃圾？妥妥的大神啊，快来我们这桌坐坐，一起聊聊。李阔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挖苦自己，说道：52级算什么大神啊？旁边一个女孩说道：我们都才44级，你都52级了，你不会一直在蓝星界混吧？第56章传说级坐骑。见邻桌几人都是3线玩家，李阔顿时失去了继续套话的欲望。本来他是想着套出对方 ID， 把他杀回0级的，谁让他背后骂人还被人听到了。不过这些低级玩家也不容易，他现在也不想杀了，毕竟自己上一世也是这类人，感同身受。这时候菜端上来了，李阔不再多说什么，闷头吃饭。大神，方便的话说下 ID， 等吃完了饭上去游戏，咱们互相加个好友。李阔不想聊了，对方却还想着和他交朋友。一个20多岁的女孩自来熟，一屁股坐到了李阔对面。哦，李阔抬头瞧了他一眼，长得还不错，顺口胡诌：我叫巅峰85。大哥，你是巅峰公会的？剩下的2男1女闻言全部凑了过来。李阔的这张桌子是6人卡座，2个男的坐到了李阔对面，另一个长相出众的女孩更是开放，直接坐到了李阔身边。我 ID 叫战神小静静，我们几个都是战神殿的。说完对李阔伸出了白皙水嫩的小手，指甲上涂的5颜6色。李阔随意和他握了握手。这时候就听刚才骂李阔的那个男玩家说：大哥，你也住望京花园？望京花园就是李阔购买别墅的小区。他微微点了点头。那咱们住一个小区啊，哈哈，我们几个都是主播，每天就是打打游戏，顺便直播游戏里的一些内容。很好啊，很有前途。李阔暗恼，都怪自己嘴贱，没事套什么 ID， 这下饭也吃不清净了。大哥，咱们是邻居啊，以后在游戏里你有机会就多提携我们，如果方便的话，等我们50级以后，还要劳烦大哥帮忙干一下突破怪。你们战神殿不是有很多高级玩家，杀个突破怪还要找别人帮忙？李阔随口问。操，实话跟你说吧，大哥，战神殿这屌盟不能进，我们也就是为了直播效果，另外图个响亮名号。在战神殿像我们这种低级玩家，除非不断的刷血盟任务，不然贡献度不够，他们啥都不管。到时候再说吧。李阔不想听他啰嗦，敷衍道。对了，大哥，你有高端装备要出售吗？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销一把。我实力虽然不强，但是口才好，直播间的人也不少，到时候给你在直播间卖，能省下不少手续费。没有。那属性好的坐骑呢？坐骑？对啊，大哥，你都52级了，不会不知道坐骑吧？操，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李阔心中一跳。玩家40级以后就可以在职业城购买宠物蛋，孵化坐骑了。坐骑可以帮助主人战斗，坐骑击杀野怪以后，主人同样可以得到经验。只不过职业城出售的宠物蛋孵化出来的都是低级坐骑，最高级别只能升到40级，只有在职业城刷怪的玩家才会使用。因为坐骑没有死亡复活机制，
被怪秒了，直接就会死亡消失。而职业城属于低级玩家的天下，他们每天都在职业城刷怪升级，虽然打怪给的经验少，但是遇到的野怪和 BOSS 都不会超过40级。为了效率快，他们经常会带上坐骑出战，并且他们升到45级以后，在职业城是完全有能力保障坐骑安全的。反观蓝星界的高端玩家，他们都会在蓝星界驯化一头妖兽当坐骑，这种低级坐骑根本不会带出去也是被妖兽秒杀。之所以李阔在蓝星界没有见过玩家骑乘坐骑，完全是因为这是游戏前期，以玩家目前的实力，还没有能力驯化一头妖兽当坐骑。最近光顾着升级刷人头了，不是这小子说，我都忘了这事。李阔心里砰砰狂跳，他戒指空间里可是有一条龙，这应该是游戏里最高级别的坐骑了。既然坐骑击杀妖兽可以为主人提供经验，那么坐骑击杀玩家能不能也可以让主人吞噬属性点呢？李阔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饭也吃不下去了。你们进了游戏就搜巅峰85这个 ID， 到时候我会通过好友验证。李阔给几个主播匆匆留下这句话，立刻起身去结账。服务员看到菜剩了不少，忙问需要打包吗？不需要。李阔结了账，匆匆离开。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不懂事了，大吃大喝，不会过日子，早晚有一天要后悔。服务员抱怨道。回到别墅，李阔意念一动，人已经出现在戒指空间。现在的小金龙经过在戒指空间的不断成长，已经成长的足有水桶这么粗，龙头上的龙角也长长了不少，看上去和蛟差不多。李阔一进来，小金龙就围着李阔转圈。嘿嘿，又见面了，走，哥带你出去耍耍。李阔嘿嘿一乐，随即意念一动，带着小金龙出现在游戏里。叮！恭喜你成为第一个拥有坐骑的玩家，职业城购买宠物蛋孵化的系统坐骑不计算在内，奖励气运值100点。叮！请为你的坐骑起一个响亮的名字。龙三。李阔想了想，用了上一世坐骑的名字。叮！起名成功，名称不可更改。上一世到了游戏后期，李阔也驯化了一头低阶妖兽当坐骑，不过那坐骑是垫底的存在，也就是走累了随便骑，怕被妖兽秒了，他打架刷怪都不敢带出来。此刻李阔的游戏面板里已经多了一个坐骑系统。打开坐骑系统，小金龙的属性面板映入眼帘。坐骑龙三，品种五爪金龙，血龙一族的后代，融合魔龙一族的祖龙之魂后产生的变异神龙。等级40级，品阶传说级，生命值8万，魔法值8万，物理攻击力2000，魔法攻击力4000，物理防御力3000，魔法防御力3000，速度3000。天赋技能龙行、龙翼、龙之逆鳞、祖龙血脉。攻击技能龙卷雨击、龙炎复日、龙腾、龙啸。坐骑缺点，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最好不要被其他的龙族发现。传说级，竟然是传说级坐骑！李阔瞪大了眼睛。坐骑的品阶从低到高分依次为普通、良好、优秀、稀有、完美、史诗级。至于传说级，听都没听过。不过这个缺点是什么鬼？没有具体介绍，李阔也是一头雾水。第57章龙三。小金龙一直在戒指空间里成长，李阔也没想到竟然这么强，40级就有这样的属性，不管是针对玩家还是妖兽来说，这属性都近乎无敌。找到蓝星城传送人，李阔直接传送回了职业城。他现在迫切的想要验证小金龙击杀玩家到底能不能为自己提升属性点。职业城有3个地图刷新40级的野怪和 BOSS， 第一个是苍穹蓝海深处，也就是苍穹蓝海第6层，第二个是紫叶谷，第3个是昆仑虚。如今除了新注册 ID 的玩家，几乎所有的低级玩家也都已经达到了40级，他们大部分都会在昆仑虚刷怪，因为昆仑虚足够大，并且刷新 BOSS 的频率最高。来到昆仑虚以后，李阔直接把坐骑放了出来。坐骑击杀野怪不但能给李阔带来经验，自身也会得到经验，只不过在职业城刷怪，对于60级的玩家来说，经验是微乎其微的。放出坐骑以后，李阔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暗中观察着龙三的一举一动。龙三一直待在戒指空间，早就憋疯了，刚放出来，他就把妖兽的习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乱窜乱蹦的撒欢。此时在昆仑虚有很多低级的玩家在刷怪，他们猛地见到龙三出现，都是有些懵逼。卧槽，那是什么？一条蛟龙？职业城也能出现妖兽？头顶上有名字龙三，这是妖兽坐骑。目前游戏才多少级？就算是大神也不能拥有这样的坐骑吧？莫非这是野生坐骑，还没被人驯化？哪里来的一头蛟龙？昆仑虚还有这种怪，以前没见过啊！卧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高级 BOSS， 我要击杀他，谁跟我抢跟谁玩命！我滴个乖乖，这是妖兽坐骑吧？驯化了卖给土豪，
卖的钱我8辈子都花不完。见到龙三的玩家们眼神全都火热起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有好事不抢是傻瓜。一众玩家甚至连眼神都没交流，就全都争先恐后的冲向了龙三。龙三的属性在职业城区域堪称无敌，李阔也不用太过担心，让龙三自由发挥就好。龙三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戒指空间，此时正在呼吸游戏里的新鲜空气，心情非常好。但很快他就发现有一大堆人类玩家眼神火热，正像饿狼扑食一般扑向自己，这是对龙族赤裸裸的挑衅。这立刻触碰了他的逆鳞，龙族脾气向来火爆，没有丝毫犹豫，龙三张开龙嘴就对着一众玩家喷出了一大团火焰，这是群体攻击技能火炎复日。火炎复日的攻击范围是自己周身10米，等以后等级高了，攻击范围还会不断扩大。龙三现在的魔法攻击力足有4000，一个群体技能火炎复日从龙嘴里喷出去，周身10米范围内立刻燃起熊熊烈火，在这个范围内的玩家全部被秒。一众玩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么猛，这不是咱们可以对付的，赶紧撤！操，幸亏我没在他的攻击范围，刚擦了点边就掉了半管血。一众玩家们见识到了龙三的实力，自知不敌，全都抱头鼠窜。可龙三显然不想放过他们，他现在的速度足足有3000的数据，不是人类玩家能够比拟的。追上逃跑的玩家就是一个龙卷雨击，又死了一大片。龙三这边追杀玩家，李阔这边乐疯了，果然可以吞噬属性点。巫神吞噬是自己的天赋技能，龙三是认主坐骑，击杀的玩家也算在李阔头上。牛逼！有了小金龙，我这属性点还怕涨不上去吗？哈哈！瞅着不断提升的属性点，李阔激动万分。巅峰依旧正在带着人打怪升级，突然收到了一条好友消息，抹掉额头上的汗珠，巅峰依旧看了一眼，消息是职业城那边一个堂主发来的。这小子最近总是不好好带人做血盟任务，看来又是找我抱怨来了。如果是这样，我看他这堂主是不想当了，我还要追杀他到退游。随即打开了消息，巅峰明光，老大，职业城这边出现了一头40级的蛟龙，是珍贵的妖兽坐骑，可以升级的那种高级坐骑，你快点带人来抓。巅峰依旧，大白天你说什么胡话？巅峰明光，真的老大，你快点带人来，不然被别人抓去，后悔就晚了。巅峰依旧，去职业城再回来，每人都要花费1万金币，如果你骗我，你应该知道后果。巅峰明光，我怎么敢骗你呢，老大，你快来吧。巅峰依旧关闭了消息，立刻在血盟频道喊人。一头40级的蛟龙坐骑还能升级，如果把这东西抓到手，那他就是游戏里第一个拥有坐骑的玩家。普通的妖兽并不能当坐骑，只有特殊妖兽才能被驯化成为坐骑，现在特殊妖兽的等级起码都在80级以上，想要驯化基本没有希望。如果真像巅峰明光说的这样，那这就是天大的机缘，可以给这小子记上一大功。封神血盟，老大，职业城有一头野生坐骑，只有40级，不过攻击力有点爆炸，我们抓不住，你要不要来抓？什么？你确定？千真万确，牛逼得很，是一头蛟龙。你等着，我马上带人过去。和龙字沾边的，不管是妖兽还是装备，都是最珍贵的。如果能得到蛟龙坐骑，那骑出去绝对能亮瞎巅峰他们的一堆狗眼。风神乱越想越激动，急忙喊人出发。同样的事情在其他血盟也在上演，一时间各大血盟的盟主都带着手下来到了职业城。五妹阁这边也收到了消息，但是五妹洞人并没有行动，他总觉得这种好事轮不到自己，因为他知道游戏里有一个变态玩家，那就是李阔，而且他隐隐觉得这件事肯定和李阔有关，随即给李阔发去了好友消息。五妹洞人，大神，听说职业城出现了一头40级的蛟龙坐骑，你知道吗？孤独不苦，知道啊，这坐骑就是我的，我放他在职业城这边刷怪升级呢。五妹洞人，好的好的，祝大神的坐骑早日升到100级。五妹洞人回复完消息，吐出了一口气，我就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幸亏没去。第58章抢坐骑。闭眼狂狼，这是昆仑虚里最多的野怪，他们大多群居，生性凶残，即使是45级穿着装备的玩家被狼群围住，也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此时上百头闭眼狂狼正聚在一起，显得焦躁不安，这让附近刷怪的玩家们一头雾水，他们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狼群，平时的狼群最多也就10-20头，狼群中不会是有超级狼王 BOSS 吧？100多头闭眼狂狼，我劝你别好奇，赶紧逃命，我先走了。不过今天这狼群怎么感觉怪怪的，行动有点诡异，就好像是遇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能遇见什么恐？操，那是啥飞出了？我日，那是一条龙啊！此刻龙三从狼群中飞身而出，上百头闭眼狂狼全部畏缩低吼，趴伏在地。
妖兽的世界弱肉强食，遇见高级的妖兽，神圣不可冒犯，他们会从骨子里感到畏惧，更别提攻击了。反观龙三，丝毫不在乎狼群的摇尾乞怜，一张龙嘴喷出一大片火焰，身下100多头狼全部被秒杀。这就是龙族，冷血、残暴、无情。卧槽，这妖龙发狂了，赶紧逃命啊！太猛了，职业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妖兽？不能再说了，还是抓紧跑吧。众玩家立刻一哄而散，也有几个跑得慢的，直接被龙三秒回了复活点。妈的，游戏出 bug 了！高级妖兽都来职业城，还让人玩吗？操！我要投诉游戏公司，让他们赔偿我死亡损失的东西。杀了100多头闭眼狂狼，龙三的等级已经升到了42级。这时候，各路大神也一窝蜂的涌进了昆仑虚。就在前面，我刚才听到有玩家惨叫了，肯定是那蛟龙干的，也怪可不能让他们叫得这么难听。抓紧抓紧，哈哈，今天要屠龙了。时间不长，众人就远远围住了龙三。带头的几个盟主更是从包裹里掏出了锁妖绳。玩家要驯服妖兽当坐骑，先要把妖兽打到皮血，然后才能用锁妖绳锁住妖兽。这时候妖兽还会攻击玩家，玩家就要硬抗伤害，带着妖兽放风筝。5分钟时间一到，如果玩家没被妖兽打死，这头妖兽就算是成功被驯服为坐骑。这5分钟内，如果妖兽死亡或者玩家死亡，前功尽弃。上一世有仇的2个玩家就经常会趁着对方驯服妖兽之际，突然展开偷袭，报仇雪恨。见到人山人海的高端玩家跑来了昆仑虚，李阔生怕龙三有什么闪失，急忙混进了人群当中。老大，这蛟龙是幼年期，机会难得。刚才还40级，现在已经42级了，可以无限升级。趁着他还没有成长起来，现在正好收服他，不然等他等级高了，就打不过了。一个巅峰的玩家对巅峰依旧说道。巅峰依旧当然知道这是天大的机缘，心里砰砰狂跳。不过当他看到其他玩家那垂涎欲滴的模样，又倍感压力巨大。想在这么多玩家中驯服蛟龙，难如登天。想了想，他直接在公屏上刷起了大喇叭。巅峰依旧，昆仑虚的各位朋友，我知道大家都想得到昆仑虚这头坐骑，不过坐骑只有1头，大家一起抢的话，很有可能会惊跑这条蛟龙，况且人多手杂，打死了蛟龙，什么也得不到。巅峰依旧，不如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把这头坐骑让给我，我不但支付你们回城的金币，另外再给每人5万金币作为补偿。这大喇叭刷完以后，那些本来不抱希望，没打算来昆仑虚的玩家，一听这话，怪也不打了，直接都传送了过来。看到周围人头不断增长，巅峰依旧咬着牙在心里大骂：妈的，一群垃圾！不过他也没有办法，不刷大喇叭的话，靠嗓子在当前喊，没几个人能听到他说什么。这时候风神乱也在公屏上刷了大喇叭。风神乱，呵呵，你怎么想的这么美？不如我给你们巅峰每人10万金币，你带着你的人撤。巅峰依旧，我就知道你这个杂碎，唯恐天下不乱。风神乱，你这样的狗也不配拥有坐骑，况且你还是条疯狗。叶倾城，你们打一场不就得了？战神灵妖，叶小姐好算计啊，让他们打，你好抓坐骑是吧？竹，没什么好说的，金币谁都不缺，还是抢吧，谁抢到算谁的，总有人会得到的。王者扛把子，我们王者好像没什么存在感。暗影，这是召开盟主大会了吗？我不出场，貌似很不礼貌啊。天下风云，我支持依旧。风神乱，狗一样的东西，早点退游不比在游戏摇尾乞怜强。几大血盟的盟主刷喇叭，一众玩家立刻在下面交头接耳起来。卧槽，都是排行榜前10的大神啊，惹不起惹不起。不是说战神殿和王者都听巅峰依旧的吗？看这样子，好像也没给他多少面子。你说的是盟战吧？那算听，只不过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已，都是特么的史诗级天赋，又都是土豪，谁惯着谁啊？遇见好东西，直接撕破脸皮都很正常。不过那个孤独不苦怎么没来凑热闹？不是说他才是全区第一吗？操，谁说没来？我刚才就看见他了。在哪呢？我怎么没看见？左边，往左看，在那傻笑的那货不就是吗？卧槽，还真来了，我的偶像。李阔见他们竟然商量着怎么瓜分自己的坐骑，心头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要是让他们商量完了，那还得了，人头也刷不成了。眼见各方势力火药味十足，李阔有了主意，在人群中转了转，找到一个风神血盟的男玩家，瞅了瞅他，见他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公屏上的内容，猛地用胳膊撞了他一下。那玩家大怒，转头一看，见到撞自己那人头顶上的 ID 竟然是孤独不苦，立时被吓了一跳，连忙陪笑：大神你也在啊？李阔冷着脸问他：你撞我干嘛？我撞你？那男玩家有点懵，笑道：大神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在这儿一点没动的，我能看错？撞我就给我去死！说着话，一刀就把那男玩家给秒了，随即大喊：巅峰公会的杀风神的人，给我干他们！此时他站的位置正好处于巅峰和风神两伙人的交界处，本来大家都防备着对方了，只等盟主一声令下，就立即火拼。此时见有人动手，那里还管这些，举着刀就砍了过去。有一个动手的，场面就再也压不住了，所有的玩家全都打了起来，也不管谁是谁了。这种群战，如果还有心思观察情况，那么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有些人打群战，专门先挑这种站着不动的愣头青下手。第59章，大赚一笔，目的达到，李阔立刻加入混战，疯狂刷人头。毕竟这种群体战斗，你不杀别人，别人就杀你，刀剑无眼，没人会怪你。职业城里有复活点，死了就可以直接传送过来，这样一来，大大的延长了战斗时间。随着玩家们不断的调级，自然有人坚持不住，回了复活点再也没出来。还有一些吃瓜群众从战斗一开始就跑了。几场火拼下来，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几个盟主。这也是他们达成了共识，给成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毕竟这种无休止的火拼对谁都没好处。看了一眼龙三，还在不远处慢悠悠的刷怪，巅峰依旧松了一口气。又瞅了瞅一直安然无恙的李阔，他在心中立刻愤愤不平起来。这人比人得死，他一直躲着李阔，虽然没被李阔杀死，但也被别人杀死了3次。这么多玩家火拼，技能满天飞，李阔竟然一次没死。不过他也不得不佩服李阔的实力。随即表情凝重地对李阔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坐骑让给我们？李阔嘿嘿一乐，笑道：我可以离开，但是你们要支付给我金币，能不能抓到坐骑，看你们自己的本事。巅峰依旧闻言心头一喜，没想到李阔竟然会对蛟龙坐骑不感兴趣。本来他还以为李阔要把他们全杀了，然后抢坐骑呢。用钱能办到的事，在巅峰依旧眼里就不叫事。他又对风神乱说道：你怎么看？风神乱掉了5级，眼珠子都红了，恨恨道：我必须得到这头蛟龙，如果我得不到，我就喊人过来再推一波，谁也别想得到。你他妈就是个砸锅锤！巅峰依旧大怒，不服咱就继续打。风神血盟这次损失巨大，整体实力大打折扣，风神乱打急眼了，丝毫不怂。左右没办法，巅峰依旧又望向了李阔，你看怎么办呢？我管你们怎么办，要不你们给我金币我走，要不我现在就过去抓坐骑。巅峰依旧无奈，又对风神乱说道：风神乱，我替你把金币给了，你最好别玩阴招，一会咱们一起抓，谁抓到算谁的。现在在场的几个盟主里，几乎都给巅峰依旧几分面子，他有自信，一会抓坐骑，除了风神乱，其他人不会太为难他，他自信能有80%的几率得到这头蛟龙。我说了，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风神乱也明白眼下的处境，他和几个血盟盟主关系都不怎么样，一会抓坐骑，他指定吃亏。但是什么都没得到，还掉了5级，他绝不能就这样妥协。巅峰依旧见风神乱滚刀，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恶狠狠道：如果你想咱们2个盟都废掉，那就继续打，我不介意让咱们的人都掉到0级。其余几个盟主自然不会劝架，巅峰和风神废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们。风神乱也不想和巅峰依旧弄到不死不休的地方，想了想说道：那我也要金币，我也走。他知道自己一会抓不到坐骑，索性也不抓了。那你要多少金币？1个亿！草你妈，你玩我！巅峰依旧气得眼眉都竖了起来。你不给金币，我就喊人过来，最起码我先把蛟龙打死，到时候谁也别抓。这时候战神殿的盟主战神灵妖说道：这就有点过分了吧，风神乱，损人不利己。王者扛把子也皱起了眉头，这2人和巅峰依旧关系最好。就1000万，你要不就拿着金币走，要不咱们就继续打，老子也不抓了，要打老子奉陪到底。这次直接打废一个算完，老子说到做到，做不到老子直接退游。风神乱见巅峰依旧真急了，话锋一转，指着李阔问：那你打算给他多少金币？自从上次盟战，李阔带着风神盟杀到了最后，风神乱就恨上李阔了，他嫉妒心理很强，这让他很没面子。只不过畏惧李阔的实力，他这才一直没敢发作，眼下被打急眼了，也不管不顾了。巅峰依旧也没想好，试探性的问李阔：给你2000万金币怎么样？他被李阔杀怕了，不敢对李阔太强势，这家伙无亲无故，也不是盟主，啥也不怕还这么强，巅峰依旧最头疼的就是这种人。还没等李阔说话，风神乱就急了：给他2000万？你他妈瞧不起谁呢？他本来就嫉妒李阔，这下更是直接爆发了。别聊了，我这就喊人过来，直接把蛟龙给屠了，你和孤独狗谁也别想抓。一着急连李阔也骂了。李阔紧锁双眉，眼中杀气闪现，他并没有接触过风神乱，没想到这人心眼这么小，估计现实中岁数也不会很大。强压住怒气，李阔问巅峰依旧：那如果我把风神乱杀了，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3000万金币？巅峰依旧眼见到手的买卖，这就要砸锅，心中大急，都行，都行。说着话，就偷偷给巅峰公会的手下发去了消息。封神乱这边也直接和李阔撕破脸皮了，大骂：你装神妖比？你杀你妈谁呢？老子这就把龙屠了！话音刚落地，李阔一刀就送他回了复活点。巅峰依旧见状，不再犹豫，立刻和李阔交易了3000万金币。这是他这段时间不断收购金币才能有这么多，不过这也是他全部的家当了。这金币来的还真快。李阔大喜，问其余几个盟主：你们给我金币吗？战神灵妖说道：我不抓，我就看看。我也看看，我走也行。天下风云说道：好吧，再见。李阔得到了3000万金币，也满足了，转身离开。这时候巅峰血盟的人也都来到了昆仑虚入口处，巅峰依旧直接在盟里发消息：都给我在门口堵住封神的，给我用命堵，我这边抓坐骑，抓到坐骑，我绝不亏待你们。随即又和几个盟主达成一致，让他们派人支援自己，只要抓到坐骑，好处都少不了。这几个盟主都给巅峰依旧点面子，他们也知道抢不过巅峰依旧，过来就是为了混点好处。目的达到，不再多说，立刻在盟里喊人。第60章伏战。李阔来到昆仑虚的入口处，这里早已经是人山人海。这次不但大赚了一笔金币，还刷了这么多人头，这还没喘口气，又有人来送人头了。李阔呵呵一乐，急忙给龙三下达了离开的命令。龙三之所以全程不参加战斗，也没有逃跑，全是李阔指使的。眼下目的达到，也没必要再让龙三在那刷怪装傻了。以龙三目前的速度，李阔相信巅峰依旧他们不可能抓得住他。到时候刷完人头再和龙三会合，把龙三收进戒指空间，神不知鬼不觉。昆仑虚在职业城范围内，玩家死了可以直接从复活点出来，继续加入战斗。这次封神乱也是急眼了，他不断给血盟成员施压，死了就必须回来继续杀，谁都不许后退半步，势必要屠了蛟龙，让李阔和巅峰依旧空欢喜一场。虽然封神面对好几个血盟，人员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是他跟你玩命，以命换命，这谁不害怕？再加上巅峰依旧带着几个盟主追蛟龙去了，现场没人管理，几个血盟的成员又都害怕掉级，不肯出全力，一时半会还真让封神占了上风。不过时间不长，巅峰依旧就一脸沮丧的回来了，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这才抓捕坐骑的任务失败了。想到自己坐骑没得到，还损失了3000万金币，巅峰依旧把怒气全都撒到了封神乱身上。卧槽你妈！给我打，把封神的狗都给我打到0级！随着双方的不断厮杀，李阔刷人头也刷了个盆满钵满。看到玩家已经越来越稀少，他又砍了几个人后，随即转身走了。龙三是他的坐骑，他们之间有感应，很快李阔就找到了龙三，把他收进了戒指空间。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这次赚了大量的人头，相信属性绝对又是一次巨大提升。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60级，生命值55万2000，魔法值8万9000，物理攻击力13260，魔法攻击力8900，物理防御力8900，魔法防御力8900，速度890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装备技能忽视物防症 2% 紫冠蛇毒。看到自己的属性，李阔倒吸了一口凉气，生命值足足有55万，物理攻击力也破万了，现在普通一击就能打出5位数的伤害，越来越厉害了。李阔眼中金光一闪，照这种速度提升下去，3年以后灾难降临，谁都奈何不了他。这时候公屏上突然发送了系统全服公告，系统全服公告2033年1月1日将举行第1届巫域 X9 联赛，等级60级的玩家请尽快找联赛选拔人进行报名。系统全服公告2033年1月1日将举行第1届巫域 X9 联赛，等级60级的玩家请尽快找联赛选拔人进行报名。连续10遍的系统全服公告让华夏区的所有玩家顿时炸了锅。这是伏战吧？你说对了，我看过游戏官网， X9 联赛就是伏战。卧槽，咱们区不是有传说级天赋的大神吗？我貌似见到冠军正在向华夏区招手啊。你想多了，也别太小瞧其他区的实力。对啊，据我了解，这种战斗可不是靠一个人强就能赢，这得看谁金币多。李阔玩过3年巫域游戏，也了解伏战，这是属于土豪大神们的专属活动。伏战奖励非常丰厚，获得前8强的代表队都有奖励，止步8强则没有任何奖励。奖励会按照排名颁发，名次越高
奖励越好，而且奖励差距比较大。第8名和冠军的奖励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每次服战都是各区玩家们最疯狂的时候，因为玩家可以选择用金币来支持本区代表队。每次服战结束，有的玩家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有的玩家则是赚得盆满钵满。每个玩家都可以用金币支持代表队，1万金币起步，每个代表队获得1万金币的支持。进入联赛场地后，代表队成员会获得各属性增加1点的临时属性加成。服战结束，离开场地后，临时属性消失。代表队成员也可以自己支持自己。在上一世就有土豪玩家直接用1亿金币支持己方代表队，那么等进入场地以后，他就可以获得每项属性多增加1万点的临时效果。如果支持的代表队获胜，金币会成倍的返还给玩家。支持的代表队进入8强，玩家就可以保本，等盟战结束，金币全额返还。代表队获得第7名，金币也是保本，不赔不赚。代表队获得第6名和第5名，金币2倍返还。代表队进入4强，即使是最垫底的第4名，金币也会4倍返还给玩家。代表队获得第3名，金币5倍返还。代表队获得第2名，金币6倍返还。代表队获得冠军，金币10倍返还。代表队没能进入8强，获得第9名，金币全部没收，连1半都不给返。每次服战都有土豪玩家被骂惨。如果玩家支持的代表队没有进入8强，那么他全家都要被大喇叭问候一遍，上到8辈祖宗，下到7大姑8大姨，只要是沾一点边的全都跑不了。更有甚者，连卖给他游戏仓的销售和居住小区的门卫都给骂了。李阔打开背包，看了一眼自己的金币，经过这段时间的积累和巅峰依旧的贡献，现在已经有了3595万金币。巅峰依旧这金币送的是真及时啊！李阔咧嘴一笑，3595万金币如果都拿来支持自己，获得冠军以后就可以得到3亿5950万金币，到时候妥妥的稳居金币排行榜第1名。这么多的金币，如果换成 RMB， 现实中也算是百亿富豪了，几辈子都花不完。李阔越想越心动，这服战他是一定要参加的。不过参加服战需要有队伍，想了想，眼下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找五妹洞人组个队。第61章拉支持。打开好友栏，李阔给五妹洞人发去了消息：孤独不苦，你参加服战吗？五妹洞人每个区只有2个队伍参赛，恐怕我这实力不能入围吧。服战队伍的海选结果是以队伍的整体实力做依据，五妹洞人现在的实力并不强，甚至已经被挤出了排行榜前10，反倒是武玲珑进了前10名。孤独不苦，不是还有我吗？如果你有心参加，组个队，咱们去报名。五妹洞人如果能入围，当然要参加。你看另外3个找谁？其实风神乱实力是最强的，不过你们好像有什么不愉快，他让我替你出血盟，我没理他，他直接和咱们解除友盟关系，并把咱们拉成敌对关系了。孤独不苦，不需要理会风神乱，到时候盟战我连风神的一起打。服战的人你自己看着找吧，凑够5个就行。五妹洞人，好。时间不长，李阔就接收到了五妹洞人的组队邀请。进入队伍以后，五妹洞人带着一队人来到了 X9 联赛选拔人这里报了名。系统全幅公告，华夏区玩家五妹洞人、五妹妹、五妹娘、孤独不苦、武玲珑所组成的队伍已经报名参加 X9 联赛，支持他们的玩家可以去 X9 联赛选拔人处为他们加油打气，提前预祝他们在此次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X9 联赛一旦报名成功，队伍人员就不能再变动，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届时不能到场的，则由剩余的在场队员来完成战斗，没有替补队员这一说。当然，报了名并不代表就能参加服战，因为每个区只有2个代表队名额，所以整体实力最强的2个队伍才有资格参加。如果支持的队伍没有获得参加服战的资格，那么支持的金币也会退还给玩家。队伍报了名，玩家就可以去联赛选拔人处用金币给予支持了。李阔离开队伍之后，直接找到联赛选拔人，先投了自己队伍1票，选择用全部的金币支持己方的代表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阔每天都带着龙3出去升级，顺便帮自己刷人头。现在龙3的等级已经升到了80级，并且模样也不再是蛟龙，而是彻彻底底变成了一条龙。龙3属性强悍，就连比他高10几级的妖兽都能秒杀，况且他还有群体攻击技能，李阔不得不感慨他的升级速度还真是如同坐了火箭。李阔这段时间倒是没急着升级，因为他实在是看不上升级赠送的那点微薄属性。不过龙3击杀妖兽他也会得到经验，所以现在他也已经65级了。明天就是服战正式开启的日子，李阔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经过这段时间龙3的击杀和参加盟战，李阔的属性又提升了1大截，并且这段时间他还打了2次秘境，意外的获得了一本火焰寂灭技能书。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等级65级，生命值
739500，魔法值12万，物理攻击力16360，魔法攻击力12000，物理防御力12000，魔法防御力12000，速度1200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火炎寂灭，装备技能忽视物防正 2% 紫冠蛇毒。有了火炎寂灭技能，就可以使用魔法攻击，这种群体攻击技能可比半月斩好用多了。不过李阔现在的金币都支持了自己的代表队，也没有钱洗装备，只有等符战结束再把力量洗掉了，顺便升级一下神龙套装。到时候他准备把装备全都洗成体质，争取把生命值突破100万大关。至于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12000的攻击力足够秒杀玩家了。华夏区公平，巅峰依旧，明天就要符战了，区里没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支持一下，争取做到100亿金币的支持，我们保证进入4强，大几率夺冠。巅峰9，我们自己支持了10亿金币，这数据你们懂得。竹，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叶倾城，出来冒个泡，我又走了。暗影，我向叶总看齐。风神乱，嘚瑟尼玛13，网恋被骗12万，早就支持过大佬了，这可是我全部的身家呀，全指望大佬了。谁也不怕自己玩，反正这种没把握的事我是不会干的，我谁都不支持。巅峰老六，那个谁也不怕自己玩，看你名字就知道是个穷逼，你恐怕是把金币都卖了换饭吃了吧？你能有金币？呵呵了。封神狂，哟，六狗子又出来咬人了。巅峰不败，杀比封神狗，海选都没过，连参加符战的资格都没有，谁给的脸出来逼逼？封神盟，华夏区装不下你们巅峰了吧？见巅峰依旧又刷大喇叭拉支持，那些始终拿不定主意的玩家立刻纠结起来。操，最后一天了，我到底该支持谁啊？好犹豫啊。废话，当然是支持巅峰依旧，他们代表队是土豪联盟队，几个人加起来自己就支持了10亿金币，10个亿的金币啊，卧槽，属性点直接提升10万，想想10万加伤害是什么概念，大佬就是大佬。总之我已经支持巅峰依旧了，如果区里能有100亿金币的支持，那岂不是属性增加100万？一个平砍就得7位数，能参加符战的哪个代表队没有个100亿金币的支持啊？到时候数据还是一样，也不一定，我看五妹阁应该就没什么玩家支持。废话，五妹阁这帮人能和巅峰依旧他们比？你不看看巅峰依旧的代表队都有谁？巅峰依旧、树、暗影、叶倾城、巅峰9，除了排行榜第一的那位，从第2名开始到第6名，可是都被他们给占了，他们自己就顶了10个亿金币。言之有理，支持五妹动人代表队的都是沙比，我就支持的巅峰依旧代表队。呵呵，本来我还在犹豫支持封神乱还是支持巅峰依旧呢，没想到封神乱代表队竟然实力没达到，没能入围。第62章输了倾家荡产。话说排行榜第一那个隐藏 ID 的是真猛，绝对就是孤独不苦，他这是为他们代表队拉上去多少评分？你看五妹阁那几个人的实力都不咋样，就他一个人直接就把实力排名给拉到了第一，就连巅峰依旧他们的综合实力评分都才排第2，封神乱更是被挤到了第3，直接落选。呵呵，封神乱这一队这阵子收了不少好装备和潜能果，结果仍然没入围。这个孤独不苦身上加起来得有多少属性？我感觉他一个人的属性应该就有2万，实力评分应该在2万左右。2万，体质、精神、力量、耐力、智力、敏捷，这些数据加起来能有2万？你搞笑呢吧？你别忘了还有装备呢，达到2万不意外。实力再强也没用，符战主要看金币，别人100亿金币直接各属性附加100万，能比？也对，我赶紧支持巅峰依旧去，幸亏还来得及。操，我他妈开始不懂规则，支持了孤独不苦，现在不能换了，妈的！我也是，日了狗，我真想找五妹动人退金币，但是又怕他杀我。我也是，草了，开始觉得孤独不苦这妖牛逼，肯定能赢，我他妈把所有金币全支持了，现在看到巅峰依旧这么猛，我他妈肠子都悔青了。全球共有100多个国家，但是巫域游戏只划分了64个大区，像华夏国这样的大国，人口玩家足够多，直接就是一个区。而像华夏国东边的3个小国家岛、朝、蚌3国，则是合并成为一个区。64个区，每区可以出2个代表队参赛。符战规则也很简单，64个区共有128队玩家，随机匹配对战，胜利的晋级，失败的淘汰。一场战斗下来，直接淘汰一半队伍。接下来是64进32，32进16，16进8，
胜利的8个队伍进入8强。8强赛是排位赛，8个队伍两对战，胜出的进入4强，失败的继续两对战，直至排出名次。进入4强的队伍，胜出的2队进入决赛，失败的2队再进行一场对战，排出第3名和第4名。终于到了符战开启的时候，李阔所在的队伍找到 X9 联赛传送人，直接传送进了场地。眼前画面一闪，大家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每个代表队都会被传送到这样的宫殿之中，每人一座，在这里等待符战开启。不知道咱们得到了多少金币的支持，心里好紧张。五妹妹一进宫殿就有些坐立不安，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代表整个华夏区参加符战。武媚娘和她一样，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说话声音都有点嘶哑。这规则太坑了，如果金币支持不够，获胜几率几乎为0，我自己还给咱们队顶了100万金币，现在看来简直是杯水车薪。相反，妩媚动人则要冷静得多，淡淡道：“既来之则安之，小妹你慌什么？你看人家吴总多安静。”我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武玲珑颤声道：“你们也太没出息了吧！”妩媚动人咯咯一笑：“不是怕别的，就怕第一场就被打出去，回区里能被玩家骂死。”武玲珑担心道：“怕什么？咱们不是还有李阔了吗？”妩媚动人说完，瞧了李阔一眼。李阔现在也是气的，正在心里骂街。他没想到区里的玩家竟然大部分都支持了巅峰依旧，本来以他的实力，他还以为玩家们都会支持他呢。虽然现在看不到具体的金币支持数据，但是从公屏上的信息可以推断，支持自己代表队的玩家并不多。他可是把全部的家当都投里面了，足足有3000多万金币。如果输了，直接回到解放前。大意了，李阔现在后悔极了。如果只是100亿金币的支持率，他倒不太担心，毕竟他自己就支持了3000多万金币，再加上一部分玩家的支持，怎么说也能有6个亿。6亿金币就能把各条属性都临时增加6万点。虽然增长6万点的防御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的体质是成倍翻的。多增加6万点体质，算上战神体质和巫神重体效果，就能增加360万生命值，再加上自己现有的70多万气血，就有430万加的生命值，可以抗住别人的攻击。抗住别人的攻击，那么触发巫神反噬以后，攻击他的玩家必死。不过他怕就怕那些外国区的玩家比较团结，为了胜利孤注一掷，全部倾家荡产的投一个代表队，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出现200亿金币的支持。200亿金币可以各属性增加200万点。如果是一个法师或弓箭手这种暴力职业得到了200万的属性加成，他们1点属性增加2点攻击力，那么就有400万攻击力，再用个大招直接打800万伤害，那还打个毛啊！巫神降临这个天赋只有 50% 的复活几率，经常失灵，况且也架不住别人一次次的攻击啊。如果有一次不触发巫神降临，那就会被一招秒杀。想到这些，李阔一颗心都凉了半截。见到李阔忧心忡忡的模样，妩媚动人疑惑道：“李阔，看你这样子，你不会是把自己全部的家当都投给咱们代表队了吧？”李阔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卧槽，大神，你投了多少？武妹妹惊奇的问。3000多万。3000多万？卧槽，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就投啊？这特么是你攒了多久才攒出来的这么多金币啊？你真是个败家老爷们。武妹妹替李阔心疼坏了。听到李阔这么说，武媚娘心里也是平衡多了，也不紧张了，毕竟眼下最应该紧张的该是李阔才对，笑道：“没想到大神这么有钱，看到你这数字，我那100万感觉都不算什么了。还是我二姐和妹姐聪明，一分没投。对了，吴总，你投了没？”“什么？”武玲珑走神了，只听到有人喊他，没听清说些什么。武媚娘又问道：“我说，你这次为咱们代表队助威了没有？”“我吗？我他妈把装备都卖了，支持了1200万金币。”武玲珑对李阔信心十足，这次也是砸锅卖铁，准备大赚一笔的。你俩真牛逼！妩媚动人再也忍不住了，冲着李阔和武玲珑的方向竖起了大拇指。第63章淘汰赛，第一场128进64的淘汰赛正式开始。从大殿里出来，眼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的对面是个一模一样的宫殿，这是对手的等待区。对面5名玩家也来到了场中，符战都是随机匹配，强弱完全随机。这次遇到的是8连区。叮！华夏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10亿金币的支持，华夏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10万点。叮！8连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80亿金币的支持，8连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80万点。随着2个代表队入场，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华夏区这边的玩家正在通过游戏内置通道观看视频直播，见到双方差距这么多，支持本区代表队的玩家直接在评论区骂娘：“我尼玛，这不坑了！各项属性加成80万，防御力起码有80万，咱们代表队10万的属性加成，能破开人家防御？全完了！
80万属性增长，即使是个药师也能干80万伤害，金币打水漂了。马德系统，还老子金币！八连区，哈哈，第一场拿下，不枉费我花重金支持代表队。这局稳了。想不到华夏区这一队这么弱，那么另外一队要格外关注了，应该是汽车保帅的套路，金币可能都支持给另一队了。看到自己这边竟然有10亿金币的支持，李阔心中安稳了不少，比预算还多了4个亿。10亿金币能增加10万点体质，加上无双战神和巫神重体2种效果，10万体质就能增加600万生命值。这局稳了。八连区代表队也听到了系统公告，脸上都显露出不屑的神情，望向李阔等人，犹如一群待宰羔羊。对面是个花瓶队，4个女人都是极品，先把那男战士给杀了，一会再好好羞辱这几个美人一番。八连代表队的队长自觉胜券在握，一脸奸笑地说道。队长发了话，八连队剩下的几个队员都像是打了鸡血，他们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一个场景：5个男人在调戏4个美女，就像猫戏老鼠一般，等玩够了再把他们击杀。想想就刺激。杀了那男的！一声令下，八连代表队成员立时冲向了李阔。你们都离远点，看我的！见对方都举着武器要打自己，李阔急忙支开队友，打算硬抗伤害。正中下怀，他就怕他们不打他。对方不攻击，李阔这点攻击力还真破不开人家的防御。砰！刷！嗖！几个伤害砸到了李阔身上。负69万3000。负1392000。巫神血脉触发，每秒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巫神反噬触发，反噬受到伤害的10000%。与此同时，2个恐怖的伤害反噬到了八连代表队的玩家身上。负69300000。负139200000。虽然他们有80万属性加成，不过没有巫神重体这种传说级天赋，生命值并不高，也就几百万的样子。反噬的伤害足够他们死上几十次了。天，什么情况？怎么队长趴了？这战士有问题，但是我已经发动攻击停不下了。我连血都没推，也抡了一记攻击。剩下的3个队员没有前面2个跑得快，此时的攻击才到。负69万1300。负1388000。负68万8060。又是3个伤害打到了李阔身上，结果可想而知，3个人又趴了。死！华夏区看直播的玩家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孤独不苦还是人吗？一个照面秒了一队，这就是他的100倍反伤，真他妈牛逼啊！卧槽，即使有100倍反伤，那也应该是一命换一命啊！他哪里来的这么多生命值？卧槽，我好像又有点希望了，最好能赢，我不求赚钱，金币保本就行。同一时间，八连队观看直播的玩家气得把手里的装备都砸了，花了全部积蓄支持的队伍，一回合就被秒出来了，这下血本无归了。叮！恭喜华夏区代表队获得第26组淘汰赛的胜利，请获胜玩家回战神殿及时调整，回复血量，等待下一场比赛开启。比赛获胜，李阔几人回了战神殿等待区。虽然4个队友都被李阔震惊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但是也没有问些什么，毕竟李阔时常给他们带来惊讶，这种事他们多少也有点心理准备了。不过李阔到底有多少生命值？4个女人心里同时出现了问号。接下来是淘汰赛第2场，64进32，这次匹配到的是 YF 国代表队。随着系统公告，李阔心里松了一口气。叮！华夏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10亿金币的支持，华夏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10万点。叮！ YF 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9亿金币的支持， YF 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9万点。运气不错，匹配到了 YF 区一个弱队，比李阔他们还少1亿金币的支持。这个队和李阔他们一样，没获得太多金币支持，是 YF 区的2线队伍，来参加服战就是为了露露脸。上一场他们运气也很好，匹配到了一个6亿金币支持的2线队伍，导致他们晋了级。不过这次注定要失败了，金币支持率不够，属性相差太大，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性。毫无悬念，李阔他们轻松地击败了这个2线队伍。叮！恭喜华夏区代表队获得第14组淘汰赛的胜利，请获胜玩家回战神殿及时调整，回复血量，等待下一场比赛开启。华夏区正在观看直播的玩家，妩媚阁代表队又晋级了，运气好而已，遇见了一个2线队伍，不过以后就没这么好运了，估计剩下的都是1线队了。10亿金币支持率太少了，不可能进入8强，拿名次还得看巅峰依旧代表队，他们获得了150亿金币的支持率，超过他们的应该不多，进入4强问题不大。哈哈，但愿如此，进了4强我就能赚4倍金币，哈哈，我可是投了10万金币给他们，这一下就能白捡几十万金币，有多大的胆赚多大的钱，哼，10万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我把装备都卖了，投了巅峰依旧他们50万金币，
等着瞧吧，我马上就变成100万金币的富豪了。第64章，巅峰依旧代表队被击败。第3场淘汰赛是32进16制，这次遇见的代表队足足有100亿金币的支持率。不过100亿金币只能增加100万属性点，即使是法师和弓箭手这种高伤职业，也不过200万的攻击力，用上大招也就打400万伤害。李阔现在有670万加的生命值，完全可以抵挡任何人一击。只要不能对李阔做到秒杀，那么攻击他的玩家就会被反噬致死。而李阔有巫神血脉，每秒回复20%的最大生命，几秒就可以满血。除非是对方2个高伤职业同时发动攻击，不过在不了解敌方属性的情况下，很少有代表队做这么冒险的事。一旦2个脆皮高伤职业陷入敌人包围圈，被围殴致死，那么对他们整个队伍来说将是巨大损失。而且也没有人会想到李阔有这种天赋技能，还需要在3秒内把伤害全打他身上。所以仗着对方都不清楚自己的底细，这一场李阔又顺利晋级了。卧槽，100亿金币支持的队伍都被孤独大神秒出去了。孤独不苦就是我的神，我要认他当干爹。10亿金币的支持率拿了3连胜，这绝对不是运气好这么简单了。孤独的实力是真的强，他恐怕还有其他厉害的天赋，不会是有复活天赋吧？不然怎么谁都打不死他？不好说，这样牛逼的人物，即使没有天赋，装备上附带的技能肯定也牛逼。正当华夏区玩家们热烈讨论战况的时候，突然公屏上传来系统公告：系统全服公告，华夏区巅峰依旧代表队在第3场淘汰赛失利，被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击败，恭喜米国区超人代表队晋级16强。系统全服公告，华夏区巅峰依旧代表队在第3场淘汰赛失利，被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击败，恭喜米国区超人代表队晋级16强。接连2遍的系统全服公告，立刻在华夏区炸了锅。华夏区公屏，网恋被骗12万，狗系统，我恭喜尼玛个比！老女人，草你爸爸！快刀斩乱麻！游戏公司我日你玛！天天向上，我擦个锤子！弃坑，不玩了。思思更健康，游戏公司尼玛批出的这是什么垃圾服战规则？你们整个公司都不得好死，全体工作人员生儿子没屁眼，不想被骂的都给我离开这个屌公司，让他倒闭！妈的，老子以后玩游戏的任务就是天天骂你们。黑哥，明天我就去炸了游戏公司，那些看门狗自己掂量着，别尼玛没有眼色。花了重金支持巅峰依旧代表队的玩家一直在关注着战斗情况，见到巅峰依旧被打出来了，情绪完全失控，连游戏公司的工作人员和门卫都刷大喇叭给骂了。网恋被骗12万，巅峰依旧大佬出来说句话，这是怎么说？不是保证进4强吗？我全部的金币都投你了，装备也卖了，我游戏还怎么玩？巅峰老六，我们让你卖了。黑哥，遛狗子我擦你妈，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小李飞砖，遛狗子，谁给你的脸？老女人，没有本事就别说大话，连16强都没进去，没有个交代吗？格格，是我们活该，我们就不该有眼无珠，早就应该投孤独不苦。某些人说什么进4强，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笑话。萍水相逢就约饭，不出来解释下吗？巅峰依旧大佬。紫色小王子，不出来解释下吗？巅峰依旧大佬。封神乱，不出来解释下吗？巅峰依旧大佬。呵呵，刀秒装逼狗，不出来解释下吗？巅峰依旧大佬。X999999999，电灯泡，不出来解释下吗？巅峰依旧大佬。巅峰小人物，不出来解释一下吗？我的巅峰大佬。老子大不了不玩游戏了，一会就退盟。运气必须爆棚，我的金币啊，呜呜。张氏电缆信誉，看到你们赔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支持的1万金币就当喂狗了。虽然巅峰老六酷爱撕逼，谁都不服，但是也不敢惹众怒，在大喇叭上冒了个泡，直接不说话了。至于巅峰依旧、叶倾城、树、巅峰九、暗影这几位游戏大佬，知道会被骂惨，战败以后直接就下线了。战神殿里，吴妹妹一脸坏笑的说道：哈哈哈，巅峰依旧被大喇叭骂惨了，你也别高兴太早，咱们出去也得被骂。武玲珑说。武媚娘不服气的说道：咱们才10亿金币支持率，输了很正常，骂咱们干嘛？想赢钱怎么不支持咱们？武玲珑道：哎，玩游戏就这样，他才不管你委屈不委屈。妩媚动人道：10根手指头都不一样齐，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做好自己就行了，况且咱们也不一定进不了8强。紧接着继续问李阔道：大神有什么策略没有？剩下的应该都是强队了。妩媚动人总觉得李阔隐瞒了很多东西，对李阔还是抱有一些希望的。李阔笑了笑，破罐子破摔呗，有啥策略？不过如果你们进去就给我上无敌，应该还有希望。众人闻言全都眼睛一亮，你快点说，有什么好办法？以后的场次你们都听我指挥就好，我说上无敌你们再上，毕竟无敌的技能冷却时间太长，千万别平白浪费了。李阔认真的说道。行行行，
我们都听你的。下了线的巅峰依旧也气疯了，不过他并没有闲着，妈的，输了就输了，最起码也不能让孤独狗进8强，不然更难看了。随即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少爷您好，有什么事吩咐？你联系一下国外的那些朋友，让他们不管是通过微博还是邮件什么的，立刻找到这几个玩家的联系方式，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弄过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你记一下这几个游戏 ID， 在米国的超人，还有巅峰依旧把剩下的10来个队伍的队长 ID 都说了一遍。因为参加服战的代表队都会有系统公示，所以队长的游戏 ID 大家都知道，怕不能及时联系上所有队伍。巅峰依旧又给巅峰老六打去了电话。电话接通，巅峰老六焦急说道：喂，老大，游戏上那些玩家都在骂咱们，不用理会那些垃圾，我交代你一件事，你立刻去办。什么事？老大你说。你匿名在全服游戏论坛上发个帖子，公开孤独狗有100倍反伤这件事，让剩下的外国代表队提前做好应对。老大，这样做好吗？他妈的，什么好不好的？抓紧去办，我不管你怎么说，组织一下语言，把孤独狗的底细都给我报出去。行，我知道了，老大。第65章8强。战神殿，米国等待区内，米国代表队几个玩家正在开会。100倍反伤？我的天，不会吧？应该不会错，巅峰依旧没必要骗我。ID 叫超人的玩家皱着眉头说道：那这个巅峰依旧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他应该是和另一个队伍是仇家，所以才会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圈套。队长还是不要轻易相信华夏区的玩家，不管他有没有100倍反伤，他们只有10亿金币的支持，根本翻不起风浪。大不了我去攻击那个战士，和他同归于尽，到时候你们再杀剩下的人。老三说的对，目前最应该注意的应该是 EB 区。我查看了观战玩家发的帖子，只有我们和 EB 区是200亿金币的支持率。超人说道：不能掉以轻心，别忘了华夏区那个队伍有3个药师，可以上无敌。如果他们没点本事，10亿金币的支持率不可能连胜3场。要知道，其中有2场的支持率可是80亿和100亿。华夏有句老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真遇见100倍反伤的队伍，先杀药师，不要管那个战士，他只有10亿金币的支持率，对我们造不成伤害。他唯一的依靠就是100倍反伤，想让我们攻击他，我们偏偏最后打他。OK， 都听你的，队长。几个队员异口同声地答道。服战来到第4场，16进8，这一场胜利的队伍将会进入8强赛。妩媚动人带着李阔等人来到场地，外国区的代表队已经在场中等待了。这次匹配到的队伍是 ND 区代表队，足足150亿金币支持。这一场轻松了，对面只有10亿金币，哈哈。ND 区代表队一个刺客嘿嘿笑道：呵呵，进8强稳了，我看你自己一个人就能灭了他们一队，我就在这里看戏了。对，我们不动，以免暴露实力给下个对手。好嘞，看我的。这刺客说着话已经隐了身。武玲珑见对方隐着身往自己这边来了，一脸焦急地冲李阔喊道：李阔，对面的刺客隐身过来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放通灵啊，这也要我指挥啊。哦对，我这一紧张竟然给忘了。武玲珑脸上一红，急忙把通灵放了出来。这时候 ND 区的刺客也已经冲到了李阔他们面前。操作还挺溜，不过晚了，破了我的隐身又如何？给我去死！ND 区刺客拿着匕首就往李阔身上刺来。-2893500，巫神反噬触发。289350000。ND 区刺客一命呜呼，和4个美女组队，嘲讽都不需要了，谁来了也是先打李阔，这让他一阵无语。见到 ND 区刺客趴到了地上，武妹妹上前一步，对着那刺客尸体踹了2脚，笑道：哈哈，傻小子，谢谢送人头。刚踢完，那刺客尸身白光一闪，被传送了出去。卧槽，什么情况？150亿打10亿，怎么死的？他们能破开防？见到自己这边刺客被秒了， ND 区剩下的4个队员都懵了。走，一起上。 ND 区代表队的队长不再犹豫，带着其余的人冲了上来。150亿金币支持的队伍，李阔还不放在眼里。即使是暴力输出职业，使用大招最多也不过打600万伤害。至于对方自身的真实属性，李阔完全无视，能有5000伤害就不错了。李阔现在有670万加生命值，对方的法师和刺客如果不同时攻击，那么他们注定失败。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李阔还是让武玲珑给自己加了个无敌状态。都散开，小心对面法师的群伤。李阔喝道。这时候对面的4个玩家都进入了李阔的技能释放范围。嘲讽，火焰寂灭。李阔和对面的法师几乎是同时使用出的技能。-600万。-1387920。-1387935。-1387931。受到嘲讽技能的影响，
对面4个伤害全部打到了李阔身上，只有法师打出了600万伤害。ND 对剩下的是3个玩家是药师，伤害并不可观。另外，因为李阔有无敌状态，所以免疫了此次伤害。但是巫神反噬依旧反弹，恐怖的4个伤害出现在对方头顶上。负6亿，负13879200，负13879350，负13879310。ND 区4个玩家全部被秒，因为对方的火焰寂灭是群体技能，李阔这边也死了2个。武玲珑离着李阔最近，并且把无敌状态给了李阔，所以第一个就被秒了。妩媚动人是个脆皮法师，也没能幸免。只有武妹妹和武媚娘跑得快，逃出了火焰寂灭的攻击范围，这才幸免于难。不过符战死亡不掉级，会在战神殿免费复活，死不死的倒也没有影响。下一场还能继续出战。操！孤独大神进8强了！孤独大神牛逼，比巅峰狗强多了。孤独大神谢谢你，让我金币保本了，以后我无条件支持你。如果大家都投孤独不苦，给他增加属性，可能就不是进8强这么简单了，说不定能夺冠。哎，现在双方都倒霉，好后悔啊！还我金币啊！哼，几万金币而已，我下次符战还投巅峰，我就不投孤独狗。谁让他前阵子平白无故就杀我？你不投孤独大神，我以后也杀你丫的！华夏区玩家见李阔的队伍进了8强，立时议论纷纷。李阔也在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下金币算是保住老本了。不过这符战貌似也没有那么难打，对上150亿金币支持的队伍也是轻轻松松。时间不长，战斗结束，进入8强的队伍都确定了。这时候也出现了队伍名单，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对手的匹配情况。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 vs ZB 区龙头代表队，米国区超人代表队 vs EB 区神主代表队， DZ 区黑暗神爵代表队 vs 大亚区疯狂激情代表队， GD 区豪门代表队 vs SL 区死神无尽代表队。看到系统公示的对战表，武妹妹顿时幸灾乐祸起来。哈哈，8强赛第一场，米国区就和 EB 区碰上了，这2个代表队都是200亿加的金币支持，这下总有一个要倒霉的。妩媚动人也少见的激动起来，运气不错啊，咱们这次遇见的又是150亿金币支持的队伍，和上一场一样，争取拿下，全靠你了李阔大佬。经过几场战斗以后，观战的玩家们早已把每个代表队的数据传得人尽皆知了，所以现在金币的支持数量完全是透明的。第66章第2次金币支持系统全服公告，恭喜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 ZB 区龙头代表队、米国区超人代表队、EB 区神主代表队、DZ 区黑暗神爵代表队、大亚区疯狂激情代表队、GD 区豪门代表队、SL 区死神无尽代表队晋级 X9 联赛8强赛。比赛将于2033年1月2日12时正式进行8强排位赛。看好本区代表队的玩家可以找 X9 联赛8强赛接引人选择用金币支持本区代表队。连续10遍的系统全服公告出现在公屏上，这让正在抱怨和责骂的众多玩家们全都懵逼了。想象中的比赛并没有进行，而是推迟到了第2天，而且玩家们还有一次为8强赛加注的机会。我操，8强赛也能下注？这是一次翻身的机会，还是又一坑？不管这么多，亏的金币我必须要挣回来，我必须给孤独大神加注。我尼玛，狗系统，老子装备都卖了，哪里还有钱再支持孤独大神？这是逼着我用 RMB 收金？游戏公司氪金好有手段。不好意思的宣布下，我淘汰赛没下注，嘿嘿，这次8强赛我要把全部的金币都支持孤独大神。哇哈哈，哈哈，淘汰赛只下注了1000金，手里还有23000，呼呼。突然出现的系统全服公告让所有玩家们都沸腾起来，就连李阔也有点懵逼。上一世的他并不关注符战，因为他觉得这些和他这种垃圾号没有关系，况且他有一些金币就会卖掉维持现实生活，手中也没有多余的金币。3年游戏他只支持过1次符战，支持了2000金币给封神乱，结果还输了。所以对于这些符战规则，李阔并不了解。至于其他玩家就更别提了，只要官方网站不公布，他们都是第一次玩游戏，当然不会知道。既然8强赛能继续顶金币，那么以妩媚动人代表队在淘汰赛的表现来看，这一次的金币支持应该不会垫底了。龙都市龙城别墅，巅峰依旧正在暗自得意，他已经通过关系联系了4个8强代表队，把李阔的底牌暴露给了他们，并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攻击李阔。狗东西，看你这次怎么死！只要别人不攻击你，就你那点攻击力，我看你怎么破防。哼哼，一场比赛只有10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以双方剩余的在场人数判定胜负，到时候人家5个都活着，你这边就剩你一个，老子看你还怎么赢。这时候一通电话打了进来，看了看来电，是巅峰老六。什么是老六？喂，老大吗？出大事了，你快上游戏看看吧。
一个游戏能有什么大事？着急火燎的，给我稳重点，慢慢说。老大，孤独狗进了8强。知道了，这个狗东西是有点东西，不过放心，他马上就要被干出去了。巅峰依旧打断了巅峰老六，继续道：这特么算什么大事？不是，你听我说完，老大，这个8强赛也特么的能下注，选择用金币支持。巅峰依旧闻言心中一惊，有这种事？是啊，老大，擦特么的，游戏官网都没公布，早知道我也这时候在顶金币了。听巅峰老六这么说，巅峰依旧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但是也并没有责骂巅峰老六，毕竟这小子把所有金币都支持了自己，还把装备卖了，最后闹了个血本无归。巅峰老六也自知失言，急忙转移话题。现在游戏上刷大喇叭都刷疯了，老大都在收金币，准备支持孤独狗。现在一枚金币的价格被炒到了50元 RMB。我擦他妈的！巅峰依旧也是恨得牙根痒痒，就连一些外国区的玩家也都来咱们区下注了，老大。妈的，外国区能来咱们区下注？说什么胡话？他们好事来不了，钱都打过来了，找咱们区的玩家代收金币帮他们下注，他们支付给咱们区玩家手续费，怕咱们区的玩家耍赖，还在网上签署了网络协议。操！现在怎么办，老大？还特么能怎么办？赶紧给老子收金币去，老子这就上线大量收金币支持孤独狗。老大，咱们也支持孤独狗吗？那他不是更容易夺冠了吗？废特么话，老子能跟钱过不去吗？老子支持自己赔了2个亿金币，全赔光了，妈的，这次要全赚回来，2个亿够老子买特么多少钱能裹的。对了，老六，8强赛赔率是多少？你上游戏看老大，电话上说太麻烦，我抓紧收金币去。去吧。巅峰依旧挂断电话，直接进入了游戏。淘汰赛队伍多，赔率比较高，8强赛只有8个队伍，很好猜中，所以赔率比较低。玩家支持的代表队进入4强，支持的金币可以保本，不赔不赚。玩家支持的代表队没能进入4强，血本无归。玩家支持的代表队获得第3名，赔率 1.2 倍。玩家支持的代表队获得第2名，赔率 1.5 倍。玩家支持的代表队获得第1名，赔率2倍。苍蝇再小也是肉啊！李阔看到赔率以后一阵心疼，这次肯定有大量的玩家支持他，这次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手里还有金币的话，他一定下注。不过他也只能想想而已，他现在手里不但没有金币，甚至连可以卖的东西都没有。至于用 RMB 收金币，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平时金币价格是30元 RMB 一枚，现在都被炒到了60元 RMB 一枚，即使押中了冠军，也相当于不赔不赚。不过那些淘汰赛没有下注的玩家和没有押上全部家当的玩家也不在少数，他们手里都有金币，这一次应该都会下注。如果他们这一次都出手，那么临时附加属性应该可以提升一大截，那么拿冠军就比较稳了。拿了冠军10倍赔率，之前投的3000多万金币直接变3亿。第67章晋级4强，8强赛正式开启。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 vs ZB 区龙头代表队。李阔和队友刚来到比赛场地，就收到了系统消息。叮！华夏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200亿金币的支持，华夏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200万点。叮 ！ZB 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200亿金币的支持， ZB 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200万点。这次2个代表队的金币支持数竟然出奇的一致，这一天的功夫不到，咱们就从10亿涨到了200亿。武媚娘听到系统通报以后，瞪着一双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二姐自己就顶了2个亿。武媚媚道：二姐有2个亿金币？你二姐把血盟的金币从金库提出来了，那都是大家参加盟战做任务积累的血盟资金，到时候她金币翻了倍，咱们一定要找她分一些。楚总竟然挪用公共款，武玲珑也开玩笑的说道。妩媚动人娇媚一笑，反正又输不了，怕什么？他对李阔有十足的信心。妩媚动人几个人在场地中谈笑风生，反观 ZB 区的龙头代表队，他们现在可乐不出来了。他们淘汰赛就有180亿金币的支持，现在到了8强赛，2次支持只增加了20亿金币，其中还有5亿是他们自己顶的。对面那个战士有100倍反伤，据帖子说他的物理攻击力和双抗都很强。龙头队一个弓箭手愁眉不展的说道：怕什么？一个战士而已，攻击力能强到哪里去？帖子发的也不一定准确，就是大家金币数都一样，这就看谁的真实实力强了。咱们都是史诗级天赋，区里排行前5，难道怕他们华夏区？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行了，龙头代表队的队长龙头开口打断了大家的对话，旋即说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杀对面的其他人，留着那战士。布置好了战略，龙头队便发起了进攻。双方都是200亿金币的支持数，谁也不服谁，
比赛刚宣布开始，立即火拼了起来。弓箭手和法师增加200万临时攻击属性，可以提升400万的攻击力，但是防御力和敏捷与李阔一样，都是提升200万。李阔怕高伤职业秒自己队友，一马当先，冲着对面的法师就冲了过去。双方都不算临时属性，李阔的敏捷也有12000，而对面只有500加，在速度上对面完全处于劣势。在对面法师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李阔已经来到了他面前，对着他放了个嘲讽。负1918000，对面法师有400万加的魔法攻击力，李阔只有200万加的魔法防御力，即使对面法师没有来得及使用技能，仍然打出了不少的伤害。同一时间，巫神反噬立即触发，负1918000，对面法师被反弹了1亿加的伤害，立时毙命。没有一刻停顿，李阔又冲到了弓箭手近前。嘲讽技能虽然作用不大，但是也有优势，那就是几乎没什么技能冷却时间，等待1秒就能继续用。嘲讽，负1993600，负199360000，对面弓箭手毙命。操，真猛，牛逼啊！孤独大神！华夏区观看直播的玩家忍不住叫好，这一个碰面就把对面输出干没了。ZB 区是一个法师，一个弓箭手，3个奶妈的阵容。这时候剩下的3个奶妈正和李阔这边的3个奶妈互砍，双方都是奶妈，没什么攻击力，砍来砍去，气血都不见少。李阔冲过去，又对着他们来了个嘲讽技能，负1，负1，负1。对面3个奶妈的伤害打到了李阔身上，没有破防，负100，负100，负100。卧槽，这数据！李阔无奈，直接对准对面一个药师，又抡了一记半月斩。李阔增加了200万力量，加上自己的真实属性是2016360的物理攻击力，这个伤害使用半月斩可以打出4032720伤害。但是要是重防，200万属性的加持，防御力直接能涨400万。这样下来，李阔也只砍出了3万伤害。对面药师的血量几乎没见少，因为药师增加的200万体质也可以增加1000万气血，1000万生命只少了3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哈哈，傻了吧？还是看我的吧，大神！妩媚动人解决了对方一个药师，这时候冲了过来。他是法师，一个火焰寂灭过去，直接打出800万加伤害。对面剩下的2个药师被这一个技能打过来，就掉了半管血。一物降一物，对付药师这种职业，就得法师和弓箭手上。时间不长，妩媚动人的大招冷却好了，只见他又对着 ZB 区的2个药师用了个火焰寂灭，结束战斗。系统全副公告 ：ZB 区龙头代表队在8强赛第1场失利，被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击败。恭喜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晋级4强。华夏区公平，爱妃的风筝，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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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会更好，哈哈哈！4倍金币到手，谢谢孤独大神带我发财啊！陈一刀，铜线，铜线，哈哈！淘汰赛支持的金币赚了4倍，2次支持的金币也保本了，谢谢孤独大神，你是我永远的偶像。东东，独孤大神，请允许我叫你一声爹地。风神雷，感谢妩媚动人女神带我躺赚3000万金币，哈哈！本想着只是为爱发声，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1000万金币真没白支持女神。风神雷刚发完大喇叭，风神狂就给他发来了好友消息。风神狂，操！雷子尼玛13，你偷偷投了女神1000万不告诉我，你还跟我商量一起投巅峰依旧，我投巅峰，你投妩媚，你坑兄弟！操！断交！风神雷，我他妈装逼的，我就是投的巅峰依旧，日了狗了。风神狂，那你刷大喇叭。风神雷，你傻吗？我投没投妩媚动人又不知道，这时候不献殷勤怎么能钓到女神？难道不能装一下？风神狂，嘿嘿，雷子还是你心眼多。回复了风神雷的消息，风神狂也刷了一个大喇叭。风神狂同样为爱发声，只想表达爱意，默默支持了妩媚动人女神一把，没想赢金币，呵呵，没想到还收获了7000万金币。第68章，郁闷的狂雷。见到风神雷和风神狂刷喇叭，妩媚娘对妩媚动人笑道：“二姐啊，风神雷和风神狂这俩货也真够执着的，还惦记着你呢。淘汰赛都不看好咱们，他们竟然一个支持了1000万金币，一个支持了2000万金币，不错哟。卧槽，这你也信？他们也就忽悠忽悠你行。这俩舔狗明显就是在装逼，人家舔狗都给女神刷装备，这俩舔狗竟然刷大喇叭装逼，真服了。”妩媚媚是老油条，一眼就看出了毛病。妩媚动人笑了笑，没有说话。接下来是4强赛4进2，这一场如果拿下，那么就可以进入决赛了。同样进入4强的队伍有
米国区超人代表队 ，DZ 区黑暗神爵代表队 ，SL 区死神无尽代表队。4强赛李阔等人匹配到的队伍是 DZ 区黑暗神爵代表队，对方是230亿金币的支持。虽然金币比上一场的 ZB 区龙头代表队多30亿，但是结果却和 ZB 区一样，被李阔轻松击败。李阔这一次还是用的老套路，先过去嘲讽对面的高商职业，再由妩媚动人击杀对面的药师。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李阔给妩媚动人配了3个奶妈。李阔现在有200万属性点加成，生命值直接变成了 1.2 亿加，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需要妈妈，并且他自己一直跟在妩媚动人旁边，一起向对方推进。如果对方的输出赶过来秒人，一旦进入李阔的技能施法范围，他就会直接嘲讽对方，让对方主动送死。系统全副公告 ：DZ 区黑暗神爵代表队在4强赛中失利，被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击败。恭喜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晋级决赛。系统全副公告 ：SL 区死神无尽代表队在4强赛中失利，被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击败。恭喜米国区超人代表队晋级决赛。系统全副公告播报完，华夏区公屏就又热闹了起来。妖妹，语言已经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我此时只想唱一首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封神狂，女神竟然不是带我赚7000万，目前这是带我赚了 1.2 个亿啊！哈哈，爱你又妩媚动人，我的女神，么么哒。封神雷，谢谢妩媚动人让我赚了6000万，请允许我在服战结束后请你吃一顿便饭，太感激了，请女神一定不要拒绝我。妩妹妹，草，俩傻逼算术都没学好，还来追女神，成本不用去掉的吗？6000亿的，疯了你俩了吧？一会我们得了冠军，你俩一个会有1个亿，一个会有2个亿，到时候截图发公屏，让大家看看你俩到底有没有这些金币，装啥呢跟着？封神狂，那个妩妹妹，请你说话文明点，谁装逼了？把话说明白。封神雷，如果我们有，你怎么办？要不是看在女神的面子上，我绝对和你较真。武玲珑，不用截图吧？貌似1亿金币就可以上金币排行榜了吧？到时候看榜单就好了。武妹妹，对，一会看榜单。叶倾城，我就静静的吃个瓜而已。武妹妹，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狂雷，武妹妹，狂雷呢？怂了。武媚娘，也许是人家游戏仓没电了呢。妹姐脸红。封神狂李逵没敢继续上喇叭，在好友里给封神雷发消息。封神狂，怎么办雷子？封神雷，我他妈知道，当时那么多人刷大喇叭，我他妈出来装一下，本来没人注意，你非来凑热闹装逼，还比我多收了1倍金币，现在被武妹妹这个小贱人抓住小辫子了，妈的！封神狂，那怎么办？露馅以后，俺俩别想再追女神了。封神雷，草，找个别人替咱们上喇叭收金币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凑个几千万应付一下。妈的，现在金币被他们投服战都快抢没了，到现在还是50人民币一枚，日了狗了。终于来到了服战的最后一场决赛场，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 vs 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叮！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200亿金币的支持，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200万点。叮！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共获得本区300亿金币的支持，米国区超人代表队成员每项属性临时增加300万点。卧槽，好难啊！孤独大神恐怕拿不到冠军了吧？孤独大神一定能拿冠军，别忘了他10亿的时候都干100亿，那是刚开始，谁都不了解谁，现在数据都透明了，这米国区一路来到决赛，实力绝对不一般，估计已经想好了打败孤独大神的方法。唉，差100亿金币，希望不大。不过看吧，孤独能夺冠固然好，不能也无所谓，现在6倍赔率，我也知足了。哈哈，快点让孤独狗输掉！妈的，米国的大哥们帮我打死他，气死！投了巅峰依旧赔了20万金币，我不能看着别的玩家疯狂赚金，不然我半个月都睡不着觉。观看比赛的玩家们议论纷纷。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战斗正式开始。对面的米国队是刺客、法师、弓箭手、双奶妈的阵容。比赛刚开始，对面刺客就隐了身，因为不知道对面刺客什么时候会偷袭，李阔让武玲珑直接放了个通灵，随即带着队伍向对方靠近。米国区玩家明显是观看了李阔的比赛视频，知道李阔是嘲讽配合100倍反伤的手段取胜，所以他们并不靠近李阔，远远的就各自分散开了。时间不长，通灵消失，武妹妹急忙补上通灵。对面的刺客明显是在等待机会，准备过来秒杀妩媚动人。如果妩媚动人死亡，那么他们剩下的人都破不开对方防御，只要对方一直不出手攻击，李阔的100倍反伤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一队很难缠啊，李阔，你抓紧想个办法。武玲珑催促李阔道。不过
眼下李阔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对方300亿金币的支持，速度达到了300万加，而李阔只有200万加的速度，速度不占优势，他就没有办法冲到对方附近嘲讽对方，因为对方一直在躲避他的嘲讽施法范围。第69章，挑衅的下场。服战一场战斗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一到，存活玩家多的队伍获胜。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米国队玩家还是丝毫没有进攻的意思，他们速度上占尽优势，不停地拉着李阔等人放风筝。这样下去不行啊，等快到10分钟的时候，以他们的速度完全可以抢在咱们前面出手，到时候随便秒咱们一个，咱们就输了。武妹妹放了个通灵后焦急地说道。武玲珑道，他们是怕李阔嘲讽他们，所以带着咱们放风筝，没有别的办法，咱们一旦分开，属性差距太大，也会有人被秒杀。吴总说的有道理，通灵别断，小心对面那个隐身刺客。妩媚动人提醒道。米国区玩家太他妈狗了，气死我了，李阔大神怎么办啊？武媚娘极少骂人，这次也忍不住了。李阔现在也有些慌，如果被米国区拿了第一，那么10倍赔率就变成了6倍，他可是投了3000多万金币，这能让他少赚1个多亿。眼瞅着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李阔道，和他们拼了，这样咱们分成2队，你们4个靠着左边推，我走中场，遇到以后楚总就打他们药师，咱们妈妈直接上无敌。现在不拼也不行了，以米国区玩家的速度而言，他们完全有把握在最后时刻抢先发动攻击，到时候击杀了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导致失败。好，那你不要离太远，随时接应。妩媚动人对李阔说道。服战的场地是个圆形，李阔让妩媚动人4人从左边追，自己在中间走，这样不管对方是往左边躲还是往右边躲，这个距离李阔都有机会过去嘲讽对方。不过这样风险也很大，因为此时李阔和妩媚动人几人已经脱离了技能可以覆盖的施法范围，而对手速度快，如果对手杀了人就跑，并不恋战，等李阔反应过来再过去放嘲讽也是来不及的。但是不这样做又没有别的办法，李阔心急火燎地往场地中间跑，刚出队伍里通灵可以覆盖的范围，耳朵边上就传来了米国区刺客的嘲笑声。嘿嘿，慌了吗小子？爷爷就在你旁边，孙子快点嘲讽爷爷啊！刺客隐了身，即使在嘲讽范围内也嘲讽不到。米国区刺客也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断用言语挑衅李阔。他身为米国区第一次刺客，打个服战竟然一味逃避，不敢正面硬刚，甚至连偷袭都不敢，这让他觉得自己在米国区丢了大面子，毕竟这么多米国玩家都看着呢。米国刺客仿佛和李阔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又继续对李阔挑衅道：快点嘲讽爷爷啊，爷爷都等不及让你个孙子用100倍反伤反死了。李阔还是头一次见别人对他提这种要求。你不知道爷爷也有通灵吗？也不怪你，谁叫你爷爷这边奶妈多，轮不到爷爷用通灵呢。李阔骂道。既然对方主动送死，李阔当然不能不好意思，直接放了个通灵。只见李阔身边顿时出现一个白色半透明的小药人，一出场就自己原地转了一圈，随即一道波纹向四周快速散去，速度极快，10米范围内的刺客被波及到，立刻就会被破除隐身状态。米国区刺客还没来得及惊讶，李阔就把他给嘲讽了。负992500，负99250000，不到1亿的伤害，米国刺客直接趴在了地上。片刻不敢犹豫，李阔立时奔向武玲珑等人。现在米国区还剩下4个，该他们着急了。只要汇合了队员，就等着米国区玩家来送死。冲到附近，米国区的弓箭手正在远处对着妩媚动人狂射2重箭。刚才他用了个大招，结果打无敌上了，算是浪费了。不过他仗着自己伤害高，直接用普通攻击狂射妩媚动人。而米国区的法师刚才也把火焰寂灭打无敌上了，一个大招用出去，只秒了一个妩媚娘。因为妩媚娘的无敌给了妩媚动人，而武玲珑和武妹妹都给自己加了无敌状态，免疫了伤害。这时候的米国区法师已经被妩媚动人用法师的冰封术技能给封印住了，完全不能动。见到李阔回来，米国区弓箭手心中一惊，更加心惊的则是米国区那个法师，因为他现在还动不了，如果被李阔抓住，他必死无疑。不过眼下妩媚动人已经皮血，且无敌状态马上消失，只要普通一剑，妩媚动人就会死亡。米国区弓箭手不甘心，咬了咬牙，继续狂射2重箭。2重箭是弓箭手的普通技能，和普攻差不多，每次可以射出2个箭矢，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且没有冷却时间。因为米国弓箭手不停地发射2重箭，此时他发射的箭矢已经连成了一条直线，箭头和箭尾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只要妩媚动人无敌状态消失，第一时间就会遭受到箭矢的攻击。嘲讽！李阔来到合适的位置，立刻释放嘲讽。这个位置可以同时嘲讽到米国区的法师和弓箭手。这时候妩媚动人的无敌状态也没了，被一个箭矢击杀。其后源源不断的箭矢都成一条直线射到了妩媚动人身后的场地围墙上。负994480，
负993800，负993800，负993800，负993800。受到嘲讽的影响，玩家会不受控制的攻击施法者，5个90万加的伤害打到了李阔身上。第一个伤害是米国区法师打的，后面4个伤害都是米国区弓箭手打的。虽然在妩媚动人无敌状态即将消失之前，米国区的弓箭手就转身逃跑了，但是仍有2箭是在李阔使用出了嘲讽以后射出的，所以这2箭没打围墙，直接对着李阔来了。负99448000，负99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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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个恐怖的伤害反弹了回去。刚解除冰封的米国区法师和已经跑到了场地另一头的米国弓箭手全部被秒杀。见到这一幕，华夏区观战的玩家们彻底沸腾了。卧槽，对面就剩下2个破奶妈了，赢定了！哈哈，10倍金币的赔率，我特么赚大了！我开始还骂孤独大神，我真是狗都不如。冠军拿定了，孤独不苦，值得信赖的品牌。第70章夺冠。鬼神你务必藏好，现在3对3，我们继续放风筝，优势还在，冠军我们拿定了。米国区队长 ID 叫超人，是个男药师。他见到自己这边的法师和弓箭手死了，立刻在场中大喊，一来可以稳住场中的其他队员别慌，二来也能给米国区观战的玩家们吃个定心丸。你是沙比吗？刺客都死了，还喊叫什么？鬼神早死了，不知道。超人大佬刚才一直在战斗，应该是没注意到那边的情况。超人大佬恐怕还以为鬼神隐着身了吧？大傻逼，我特么金币投给这种傻逼，不输才怪！妈的！米国区观战玩家大骂，虽然他们没在现场，可是如果有人大声喊叫，他们观看直播也能听得到。很快，超人也发现了自己这边刺客已经被秒了，尴尬的脸都红了，一双眼睛里冒出了血丝。就剩下我们夫妻了。超人咬着牙说道。怎么办，老公？米国区另一个药师是超人现实中的老婆，2个人在区里分别是排行第1和排行第2的大奶妈。我们现在普通攻击都有300万伤害，对面防御力只有200万，打那个战士会被反1个亿，必死无疑。可是他们在一起，我们过去杀药师，那战士也会嘲讽我们。是的，况且对面药师也有1000万加气血，我们每次只能打掉100万气血，根本不能做到秒杀，我们没希望了。法克，华夏区那个战士为什么会如此强大？不公平！他确实很强大，以刚刚的对战数据来看，他的真实防御力能有12000。12000 ！Oh my god！ 获胜没了希望，米国区剩下的2个药师也不跑了，拿个第2名也可以了。等李阔来到近前，超人直接说道：华夏区的朋友，我们夫妻希望可以和你做朋友，请原谅我的冒昧，希望你可以为我留下联系方式。李阔只懂几个简单的米国单词，这么复杂一段话他听不懂，问武玲珑道：他说什么？武玲珑解释道：他希望和你成为朋友，并希望你留下联系方式。那没必要怎么说 ？Not necessary。那就 sorry 了。李阔没有选择重复武玲珑的发音，用自己会的简单谜语回复了超人，随即直接嘲讽了对方。药师虽然没有攻击技能，但是足足300万加的攻击属性，即使普通攻击也能打掉李阔近100万生命值。负988066，负988065。巫神反噬触发，反噬受到伤害的1%。负98806600，负98806500。米国区夫妻药师双双毙命。系统全服公告：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在决赛中失利，被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击败。恭喜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获得冠军。系统全服公告：米国区超人代表队在决赛中失利，被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击败。恭喜华夏区妩媚动人代表队获得冠军。系统一连播报了10遍。哈哈哈，牛逼！终于还是得冠军了。我特么好后悔，我只投了孤独大神100金币，如果我把我身上的5000金币都投了就好了。说这些有屁用？如果我会投巅峰依旧这个傻逼1万金。日了狗了！别人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老子搏一搏他妈的直升飞机换吉普，剩下的吉普就不错了，开毛的飞机啊！老子把装备都卖了，老子找谁说理去？老子特么以后就只能靠11路了。看到服战结果以后，有些玩家在刷大喇叭，也有些低调的玩家暗自在心里琢磨，这貌似是一条发财的道路啊！以后我要积极囤金币，不换 RMB 了。等2034年1月1日的服战开启，我要全部投给孤独大神，嘿嘿，用1年打怪赚到的金币投进去，10倍的赔率，我就相当于打了10年怪，嘿嘿。希望别人不要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不然大家都有钱了，金币就不值钱了。哈哈，我看到了一条发财的道路，我要囤金币，另外收金币，等2034年服战开启，我就发大财了。这一年我要省吃俭用，先辛苦点，明年我再开始牛逼。有同样想法的玩家不在少数。
妩媚动人代表队获得了服战冠军。妩媚动人带着队伍直接来到了服战奖励领取人这个 NPC 这里，看看给什么好东西。众人解散了队伍，各自找 NPC 领奖。恭喜你获得本年度 X9 联赛赛季冠军，这是你的奖励，请收好。NPC 说完，李阔包裹里直接多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宝箱，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李阔又找到了 X9 联赛选拔人，领取了自己下注的金币。恭喜你慧眼识英雄，你所支持的队伍获得了本年度 X9 联赛赛季冠军，你所支持的金币将10倍返还给你，请收好。叮，你获得了359500000金币。系统悦耳的声音钻进李阔的耳朵里。哈哈，3个亿！迫不及待地打开金币排行榜，李阔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还不是第一名。华夏区金币排行榜，第一名风神乱金币5200680040，第二名妩媚动人金币46850600，第三名天下风云金币4360052003，第四名孤独不苦金币359500000，第五名王者扛把子金币3126088030，第六名巅峰依旧金币2600000100，第七名钱多多金币1865436992，第八名武玲珑金币1638588899，第九名叶倾城金币1423680002，第十名竹金币123800068。排行前3名的都是各大血盟的盟主，而一直稳居金币排行榜第一名的钱多多则是直接被挤出了前5。风神乱这次没能入围服战，他也不想给别人加属性，所以淘汰赛上他1枚金币都没顶，目前身上的金币最多。而8强赛他看到了必赢的局面，直接从血盟里把血盟资金抽出来2个亿下了注，这一次直接又赚了2个亿，加上他自己身上的1亿多金币，这让他直接拿了榜首。不过抽掉血盟资金风险很大，要及时还回去，不然血盟就有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血盟每天都会有维护费，没有资金就无法正常维护，那么血盟就会处于停止运行的状态，到时候玩家们无法回到血盟，也无法做血盟任务，血盟里也不会刷新商品，时间一长，血盟就会被系统强制解散。第71章服战冠军奖励太丰厚了，现在排行前10的大盟里，每个盟差不多都有2个多亿的血盟资金，所以妩媚动人和天下风云能够在华夏金币榜排名第2和第3，肯定也是抽掉了大量的血盟资金下了注，不然随着每天在游戏上大量消费金币，谁身上也不可能带着上亿金币。王者扛把子也抽掉了血盟资金，只不过他没有投2亿，应该是投的1亿或者 1.5 个亿，所以排名第4。至于战神灵妖没上榜的原因，肯定是怕输没敢投，或者投的很少。而巅峰依旧、竹、叶倾城、暗影这几大盟主，因为他们自己就参加服战，所以一开始每人就投了自己2个亿，这2个亿里说不定还有一部分是血盟资金，所以手里没有那么多金币，他们的排名只能靠后。李阔不得不感慨，这血盟盟主就是有钱啊。巅峰依旧代表队这几个盟主，每人都拿出来2个亿金币打了水漂，现在竟然还能上榜，他们的能量不可谓不强大。尤其是巅峰依旧，服战他是带着自己的 CP 巅峰9上的，他这边2个人肯定是出了4个亿的金币顶自己的代表队，赔了4个亿金币，现在金币排行榜竟然还能排第6名。看到巅峰依旧的排名，李阔心里算计起来，找个机会还得想办法去巅峰依旧那里搞点钱。随后李阔退出了游戏，在自己的别墅里洗了个澡，他又回到了游戏。听说开贵重物品前要先洗洗手洗洗脸，以免脸黑，不知道是不是真管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从包裹里找到服战奖励的金箱子，李阔打了开来。叮，恭喜你获得鬼影技能书。叮，恭喜你获得城池建造令牌。叮，恭喜你获得瞬移技能书。叮，恭喜你获得史诗级装备技能领悟卷轴。卧槽，都是极品，赚大发了！刺客职业的鬼影，弓箭手职业的瞬移，都是梦寐以求的职业技能。大建造令牌，直接建造一座城，到时候就是城主，和蓝星城城主一个级别。还有这史诗级装备领悟卷轴，太他妈实用了！这种卷轴可以让装备激活一种史诗级级别的装备技能，别人可能得到了也不会用，因为现在穿的都是低级装备，用了就会和装备绑定，那简直是浪费。这种高级技能绝对要用在高级的史诗级装备上。不过李阔可是有一套可以升级的史诗级神龙套装，他现在正好就可以用。强压住内心暴跳的冲动，李阔把鬼影和瞬移还有史诗级装备领悟卷轴都使用掉了。叮，恭喜你学习到新的技能鬼影。叮，恭喜你学习到新的技能瞬移。叮，你的神龙之刃激活了新的装备技能神佑复生。鬼影，使用鬼影技能后进入60秒隐身状态，隐身状态下不会受到攻击，技能冷却时间70秒，
瞬移，使用瞬移技能可以让玩家瞬间脱离危险，移动到其他地方，技能冷却时间30秒。神佑复生，史诗级被动技能，玩家死亡后有 100% 几率原地复活，并恢复自身 100% 最大生命值，此技能24小时内只能触发一次。备注：如果玩家身上有其他复活技能，将优先使用其他技能复活，无法复活时才会触发神佑复生技能。牛逼！竟然激活了神佑复生！李阔忍不住叫道。有了神佑复生技能，就等于多了一条命。虽然一天只能复活一次，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要知道，巫神降临还有 50% 的几率无限复活呢。如果巫神降临没有触发，那么就会触发神佑复生，到时候死了又会触发巫神降临，这可不是一条命这么简单。打开装备面板，李阔看了一眼神龙之刃，此时上面已经多了一个神佑复生技能。又看了看其他装备的技能，李阔直接在交易平台秒了2块装备技能消除时，把忽视物防症 2% 和紫冠蛇毒这2个装备技能给消除了。这种低级技能没什么鸟用，看着碍眼，以后装备上只留牛逼技能。旋即，李阔迫不及待地打开属性面板，查看起自己的数据来。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坐骑五爪金龙，等级65级，生命值739500，魔法值12万，物理攻击力16360，魔法攻击力12000，物理防御力12000，魔法防御力12000，速度1200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鬼影瞬移火炎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哈哈，这数据看上去顺眼多了。下一步开始升级装备。李阔现在有3亿加金币，直接打开交易系统，开始狂秒40级紫装。现在高端玩家都升到了60级，即使是职业城的低端玩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刷怪，身上也都不太缺40级紫装，所以40级的紫色装备并不贵。况且李阔升级装备不用计较紫装的属性，反正都是被神龙套装吞噬，所以他就挑着便宜的买。神龙套装吞噬1件同级别的史诗级装备，可以把装备等级提升1个档次，或者是吞噬5件橙色装备，或是吞噬10件紫色装备，直接秒了60件垃圾的40级紫装。李阔把6件神龙套装都升级到了50级，继续升级，有钱不花留着干嘛？李阔又秒了60件50级的紫装，把神龙套装直接升级到了60级，和人物等级持平。继续洗装备属性，现在50级和60级的紫装还比较贵，李阔想了想，选择用40级的紫装刷新装备属性。这次刷新完以后就先这样用着，反正别人也打不死我，等100级以后再继续刷新，不然纯属浪费。洗装备属性就比较费事了，有时候1件40级紫装就能洗出体质，有时候10几件才能洗出来自己想要的体质属性，所以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李阔才算是大功告成。第72章洗装备。打开装备面板，李阔看了一眼神龙套装的新数据。神龙之刃6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50，最大生命值加710，最大生命值加775，最大生命值加880，最大生命值加695，最大生命值加63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5，体质加65，体质加75，体质加68，体质加72，体质加66。装备技能神佑复生，龙鳞铠甲60级铠甲，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40，最大生命值加710，最大生命值加770，最大生命值加820，最大生命值加640，最大生命值加64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5，体质加66，体质加75，体质加64，体质加72，体质加61。装备技能为激活，龙晶腰带60级腰带，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50，最大生命值加740，最大生命值加725，最大生命值加820，
最大生命值加660，最大生命值加63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4，体质加66，体质加75，体质加68，体质加76，体质加64。装备技能：为激活。龙角头盔60级男头，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30，最大生命值加720，最大生命值加770，最大生命值加880，最大生命值加610，最大生命值加65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2，体质加68，体质加71，体质加63，体质加72，体质加62。装备技能：为激活。龙形项链60级项链，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80，最大生命值加735，最大生命值加735，最大生命值加800，最大生命值加645，最大生命值加67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5，体质加62，体质加75，体质加63，体质加72，体质加69。装备技能：为激活。龙爪青旅60级鞋子，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720，最大生命值加740，最大生命值加700，最大生命值加830，最大生命值加675，最大生命值加625。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0，体质加68，体质加73，体质加76，体质加72，体质加60。装备技能：为激活。全部属性洗成生命值和体质以后，最大生命值增加了26100，体质增加了2500。装备的基础属性是增加面板的直接数据，也就是最大生命值，而附加属性则是增加属性点，也就是体质。装备的基础属性远不如附加属性来的爽啊！一点体质属性点配合无双战神和巫神重踢双重效果，可以增加60点气血，而生命值就没有办法获得无双战神的职业加成了。系统对于装备基础属性和附加属性的设定，基本是按照1点体质相等于10点气血来设定的。李阔的无双战神职业是每增长1点体质增加20点生命值，对于直接增长的生命值来说，无双战神职业等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这样一算，基础属性相较于附加属性直接亏损了一半。26100的气血通过巫神重体只能增加78300最大生命值，而2500的体质通过无双战神职业和巫神重体天赋的加成，直接增加15万最大生命值。花了1000多万金币洗装备，生命值竟然没能突破100万大关。李阔打开属性面板后叹了一口气。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坐骑五爪金龙，等级65级，生命值967800，魔法值12万，物理攻击力12000，魔法攻击力12000，物理防御力12000，魔法防御力12000，速度1200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鬼影、瞬移、火焰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没有办法，眼下只能去秒人，才能把生命值干到100万。差3万加的生命值，每击杀1名玩家增加1点体质，这需要秒500多个玩家。这时候，武玲珑给李阔发来了好友消息。武玲珑，这么安静，我不找你，你是真不好奇我们得到了什么符战奖励啊？孤独不苦，有什么可好奇的？武玲珑，大神不愧是大神，别人得到什么你都波澜不惊。孤独不苦，难道你们也得到了城池建造令牌吗？武玲珑，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孤独不苦，城池建造令牌。武玲珑，你得到了城池建造令牌。孤独不苦，发完这条消息以后，李阔等了很久，武玲珑都没回消息。李阔琢磨着，武玲珑估计是被伤到了，毕竟城池建造令这种东西是游戏里最珍贵的物品，谁拥有城池建造令牌，谁就是城主，这身份可不是盟主可以比拟的。而且
每座繁华的都城里面都可以经商开店，甚至玩家进城都要花费金币。到时候城主赚到的金币可以想象，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哎，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告诉吴总令牌的事啊。李阔暗自说道。第73章，孤独城主。走进蓝星城传送广场的传送阵中，李阔直接来到了自己的庄园。他准备在这里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池。他的庄园是建在一片山脉中的一个小山峰上的。此时使用了城池建造令以后，立刻收到了系统消息。叮！查探到玩家已在此处建立庄园，如果建造城池，此处将作为城主府，城主府将覆盖庄园。取消！李阔直接取消了，他可不想白白损失一座庄园。往前走了100多米，李阔继续使用建城令。叮！查探到玩家已在此处建立庄园，如果建造城池，此处将作为城主府，城主府将覆盖庄园。取消！卧槽，城主府这么大的吗？这一次，李阔走了足足500米，才继续使用建城令。叮！玩家是否确定在此处建造城池？这一次没有提示覆盖庄园，李阔选择了确定。叮！恭喜玩家已成功建造好一座城池，请为你的城池命名，叫什么城好呢？李阔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好名字，孤独城吧，用游戏 ID 直接命名好了。叮！玩家确定为城池命名为孤独城吧吗？不确定，李阔赶紧取消。叮！请玩家重新为城池命名。孤独城。叮！玩家确定为城池命名为孤独城吗？确定。叮！孤独城已建好，玩家身份为孤独城城主，玩家可以选择进行全服公告或者不进行全服公告。不进行。李阔可不想让大家知道孤独城是玩家建造的，更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就是孤独城的城主。有些犊子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孤独城的城主，以后保准不会来孤独城消费。但是如果有玩家在蓝星界探险，自己发现了一座孤独城，那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们以为孤独城都是 NPC， 肯定会跪舔城主，希望搞点好处，到时候自己也好氪点金。想到这里，李阔以防武玲珑泄露了风声，急忙给他发去了好友消息。孤独不苦，怎么不说话了？我逗你呢，我倒是想要城池建造令，那东西有这么好得到吗？时间不长，武玲珑回复了消息。武玲珑，差点被你骗了，开始我相信了，不过随后想想，你应该也是骗我的，哼！我猜你应该是得到了庄园建造令。孤独不苦，你怎么能猜到我得到了庄园建造令牌？武玲珑，这个不难啊，大家一起打的符战，得到的东西应该差不多，我就得到了一块庄园建造令。而楚总得到的是蓝星城的豪宅地契，他可以在蓝星城里指定的位置建造一个豪宅当家。孤独不苦，那武媚娘和武妹妹呢？武玲珑，武媚娘也得了一个地契，不过比楚总的地契小，只能建个华宅，而武妹妹连个民宅地契都没有。这回武妹妹还在刷大喇叭骂系统呢，你没见吗？她都刷了1000多个大喇叭了。孤独不苦，我一直在忙，没注意看公屏。武玲珑，你也得到了技能书吧？孤独不苦，是啊，大家都差不多。武玲珑，那不聊了，我正选地方建庄园呢。孤独不苦，好的，回见。关闭了好友消息，李阔在新建造好的城池里转悠了起来。眼下孤独城刚刚建造好，除了4周厚重的城墙外，就只有城主府和李阔的庄园这2个建筑。庄园就在城主府旁边，孤零零的一座，不过这可是典型的在2环内了。另外，因为李阔现在是城主了，所以他手里有很多孤独城的地契，到时候使用地契，酒店、武器店、药店什么的就都出来了。如果自己不想当老板，也可以出售商店的地契进行招商引资，买了地契的玩家就可以在孤独城开店经营，到那时候孤独城才能彻底的繁华起来。如果自己开店没时间经营，就要雇佣 NPC， 雇佣 NPC 分1年合同和永久合同。李阔看了看价格，就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卖给玩家合适。那些低端玩家不怎么升级，让他们在孤独城做买卖，正是双方盈利的好事。毕竟税收几个点全由城主说了算，城内空空荡荡也没什么好转的。李阔直接回了城主府。城主府是城主的私人属地，非常的奢华，犹如皇宫一般。孤独城这种私人城池和蓝星城那种开放城池不同，没有李阔的允许，别说城主府，就连孤独城的大门，其他玩家也进不来。要不要购买几个侍女服侍一下？不然怎么配得上我现在的城主身份？李阔直接打开了城主购买 NPC 专属通道。国色天香，购买国色天香型永久侍女，需花费5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大量魅力值。沉鱼落雁，购买沉鱼落雁型永久侍女，需花费5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大量魅力值。善解人意，购买善解人意型永久侍女，
需花费4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中量魅力值。小家碧玉，购买小家碧玉型永久侍女，需花费4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中量魅力值。金国英豪，购买金国英豪型永久侍女，需花费3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少量魅力值，且可以充当侍卫使用。水性杨花，购买水性杨花型永久侍女，需花费2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少量魅力值。如果遇到优秀侍卫，极有可能会逃离城主府，并拐走一名侍卫，请谨慎购买。姿色平庸，购买姿色平庸型永久侍女，需花费1000万金币，可持续为城主增加微量魅力值，也有可能减少城主的魅力值，请谨慎购买。购买侍女没有1年的都是永久型，一个就要几千万金币，真特么贵啊！李阔原本以为一个侍女也就几万金币呢，看着自己包裹里的3亿4000多万金币，他一个也没舍得买。如此看来，想要把孤独城打造好，那需要的金币绝对是天文数字。想要从玩家身上获得这些金币来打造孤独城，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也只有从系统身上下功夫了。系统可是无限提款机，只要办法用对了，想要多少金币就有多少。就比如服战，如果投5000亿金币，那获得冠军以后就有5万亿，到时候买啥都够了。5万亿金币，即使是买最顶级的侍女，也能买10万个。第74章，烟雨阁血盟被宣战。孤独城现在一时半会儿还完善不了，李阔关闭了孤独城的城门，开启了护城大阵，随后通过庄园传送阵回了蓝星城。阵法开启以后，玩家和妖兽都不能再进入孤独城。刚到蓝星城就收到了武玲珑的好友消息：李阔，帮我个忙好吗？什么事？我闺蜜的血盟被人宣战了，我需要找点人过去帮她。你闺蜜不就是妩媚动人吗？血盟里没有收到宣战消息啊。另一个闺蜜，可以，就咱俩去吗？怎么不在盟里喊点人？楚总不认识我那个闺蜜，所以他不想为了我闺蜜和风神撕破脸皮，没借给人。风神宣战的，话说这楚总也太不够意思了吧？现实就是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他都不看你的面子吗？他说让我找你一个人去就够了，大部队过去的话会引起2大血盟对抗，绝非智者所为，这是他原话。那好吧，你想得开就行，我无所谓啊。那你退盟，我拉你进他的盟。好的。李阔关闭了好友消息，直接退了盟。妩媚阁血盟，妩媚妹，卧槽，大神怎么退盟了？妩媚娘，妩媚灵儿，盟主怎么回事呀？这是妩媚动人，你们的大神有事去别的盟帮忙了，完事就回来了。妩媚妹，哦，特么的吓我一跳。叮，你已加入烟雨阁血盟。烟雨盟，谢谢了玲珑，谢谢你能带着朋友过来帮忙。武玲珑说这话就见外了哈，一不小心入坑了，卧槽！我没记错的话，武玲珑美女带来的这位是百倍反伤那个大神吧？空格键，卧槽，还真是，吴总牛逼。Relax， 米神，我说怎么我看着这 ID 这么眼熟呢？东厂第一帅比，大神来了也没戏，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盟主还是找封神的谈谈比较好。武玲珑，封神为什么要宣战你们呀？萌 Relax， 米神，欺软怕硬呗，我们杀 BOSS 他们正碰上，过来抢没抢走，就刷喇叭侮辱人，盟主回了个喇叭，这不就直接给血盟宣战了？烟雨萌，就是太欺负人了。武玲珑，孤独不苦，封神乱世越来越不长进了，放心，有我在呢，这次给他好好长长记性。东厂第一帅比，哼，虽然你是大神，但是也没必要把话说这么满吧？你一个战士靠单体攻击能杀得了几个？你有好天赋，他们不攻击你，直接推我们 NPC 怎么办？ Relax， 米神东厂第一帅比，就因为你老婆在封神血盟，你就一直在这废话。现在是别人宣战我们，躲得了吗？你不想打可以不打。东厂第一帅比 Relax， 米神，我废话。东厂第一帅比和我老婆有什么关系？你觉得靠咱们这点人能打得过？东厂第一帅比，我真是呵呵了。血盟，东厂第一帅比已被盟主烟雨萌踢出血盟。Relax， 米神，漂亮。空格键，干得漂亮。我早就看这个避不顺眼了。烟雨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备战。Relax， 米神，收到。空格键，收到。一不小心入坑了 ，Yes sir。血盟之间可以互相宣战，宣战方如果击败防守方的重要 NPC， 将会掠夺走对方的血盟资源。一般血盟之间不是有深仇大恨，都不会进行血盟宣战。一旦宣战，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以后在游戏里不死不休。当然，游戏里对血盟也有保护机制，被击败的血盟在接下来的1周内，任何血盟都不能再对其进行宣战，并且每个血盟每天都有3次高挂免战牌的机会，拒绝应战。
但是这个保护机制明显存在漏洞。一些大盟友盟非常多，他们如果想要击垮一个血盟，会先让友盟对其宣战3次，第4次他们再宣战，这样对方就没有办法再拒绝宣战。如果对方在前3次就应战，那么他们也有办法，他们会把血盟的成员全都进入到友盟，然后协助友盟击败对手。而身为应战方，如果明知道打不过，又不想血盟被击垮，只有3种办法。第一种比较省事，就是直接认怂，给对方说好话，给好处，和对方协商。如果对方同意，那么宣战以后就不会有人来进攻，那么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当然，这种协商具体给什么好处，全在双方自己商量，有的可能只是为了勒索点金币，给几百万金币就撤了。但是宣战方因为宣战花费的100万血盟资金，认怂方不用别人交都会主动奉上。也有的仇恨值较大，需要花费巨额金币才能花钱买平安，或是给多少钱也不行那种，说啥都得打，势必要打垮对方。遇见协商无果的这种，就只能用第2种办法了，那就是四处摇人，把亲戚朋友都喊来自己盟，和敌人硬抗，扛得住万事大吉，扛不住大不了血盟倒闭。烟雨阁就是用的这种办法。烟雨阁盟主烟雨盟拒绝了3次宣战，第4次无法拒绝后选择硬抗，并且直接忽略了第1种协商解决的方式，估计也是被封神血盟给气坏了，才会这么不理智。毕竟自己打 BOSS 你过来抢，抢不到还要宣战，放谁身上谁也得气得跺脚。最后一种解决办法就比较高大上了，那就是让自己的老大出面解决。每个小盟都会找一个大盟当靠山，为自己寻求庇护，原因就是怕其他血盟天天宣战自己，抢自己的钱。大盟和大盟之间很难发生战争，一般由大盟的盟主出面，事情都会得到解决。毕竟双方实力都不弱，打来打去也没意思。如果你抢我小弟的钱，那我就欺负你小弟。如果协商不好，大盟的盟主也会派人来支援自己的小弟。作为防守方，本来就占据优势，再有外援，那么到时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了。甚至有的大盟还非常硬，如果你欺负他的友盟小弟，他根本就不和你协商，趁着你去打他小弟，他直接向你宣战，围魏救赵。到时候你不得不回来防守自己的血盟，如果你敢带着人出去不回来，那么他趁着你血盟空虚，直接就把你血盟给偷了。宣战方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只要是向任何一个血盟宣了战，这期间都不能再用免战牌，所有血盟都可以向他宣战，这就是系统对挑起战争一方的惩罚。第75章血盟攻坚战，华夏区公平。封神狂，烟雨阁做好准备了没有？再有10分钟，我们可就要去你家屠戮了，哈哈。封神雷，投降死一半，不投降的话，嘿嘿，全部杀光。巅峰老六，就知道欺负小盟的狗东西，叫唤尼玛。封神盟，怎么？我们不许宣战，大盟就得受气？宣战就叫欺负人？巅峰9，呵呵。巅峰不败，烟雨阁归顺我们巅峰吧，到时候没人敢动你。封神乱，别太把自己当个人。巅峰依旧，乱儿子，你再逼逼信不信我一会偷你？封神乱，你试试。东厂第一帅比，烟雨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会你就知道我说的才是正确的，还踢我，你们脑子都有大病。烟雨阁血盟里正在积极备战，空格键在血盟里发消息，妈的，我刚更新了东厂那条狗的信息，特么的加入封神了，反过来咬咱们，当初突破怪还是盟主帮他打的，妈的，我真想刷喇叭骂他。烟雨盟，不用理他，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放仓库，咱们血盟门口集合。每个血盟领地都有一个宽阔的大门口，李阔来到门口的时候，眼前黑压压的站着一大片人。武玲珑问李阔，要不要给你配2个奶妈？不用，你们缺奶，你们组队就行，我自己应付得来。好，那就不管你了。时间不长，系统便发送了公屏消息。系统公告，封神血盟对烟雨阁血盟发起的攻坚战正式开始，请双方成员及时回到血盟领地支援。系统公告刚发出来，一大群封神血盟的玩家便出现在不远处的传送门出口处。宣战成功以后，封神血盟领地里会出现一个传送门，通过传送门就可以来到被宣战的血盟领地。封神血盟的传送门距离烟雨阁大门口只有100米，这个距离转瞬即至。封神乱大叫道：兄弟们给我冲，给我杀！先摧毁他们建筑，再杀光他们的 NPC。 每个血盟领地都有金库和商店等重要建筑，摧毁金库可以掠夺金库里 20% 的血盟资金，摧毁商店可以掠夺商店里 20% 的物品物资。这2个建筑是血盟领地里最富有的，一般宣战也都是奔着这2个建筑来的。还有一些仇深似海的，攻破敌对血盟以后，不但要摧毁建筑，还要杀血盟领地里的 NPC。 血盟领地里有很多 NPC， 各有各的功能，比如血盟技能师这个 NPC， 血盟成员学习血盟的辅助技能都要找血盟技能师，
如果把这个 NPC 推了，那么盟主就要花费大量的金币复活 NPC， 不然的话，血盟成员将无法学习辅助技能。还有血盟总管这个 NPC 更重要，因为所有的血盟任务都要在血盟总管这里领取。血盟的强盛与否，主要就是靠血盟成员做血盟任务来维持。如果不能领取血盟任务，那么每天的血盟维护费就能拖垮一个血盟。把门口堵住了，死了的血盟复活点直接复活过来继续支援，别让他们冲进去。要释放通灵，防止刺客偷进去。烟雨蒙蒙临危不乱，在血盟领地冷静指挥。每个血盟领地都有复活点，在血盟领地死亡的玩家可以直接在血盟复活点复活，这是防守方的优势。而进攻方玩家如果死亡，则会出现在职业城复活点，到时候他们还要回到血盟领地，再通过传送门传送过来。一来一去要花费一定时间，不利于集体群战，这也是攻击方的劣势。但是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太大，那么这种劣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封神血盟是华夏区排行前3的大盟，实力自然不弱。一大群封神血盟的玩家冲到烟雨阁门口，疯狂杀戮，哈哈，爽！就是这种感觉，屠戮的感觉，给我死！哈哈，一刀，哟，你个小娘们还敢用法杖打爷爷，受爷爷一刀！太弱了，感觉像在屠杀一群小号，我都不忍心下手了。为了金币，干吧！抢他们几百万，大家都有好处。对啊，这种背后没有大盟支持的小盟不多，咱们不抢，早晚也要让别人割韭菜。血盟攻坚战死亡的玩家也会掉级，这也就意味着李阔可以吞噬属性点。见对方一大群人都冲了过来，李阔直接在血盟大门口放了个火焰寂灭。血盟宽阔的门口大约10米，而火焰寂灭的覆盖范围也是10米。这个范围内使用火焰寂灭可以覆盖敌对的全部玩家。李阔现在有12000的魔法攻击力，火焰寂灭可以打出加倍伤害，这样的一个火焰寂灭直接就能打出24000的群体魔法伤害。只见技能发动以后，以李阔为中心，方圆10米内敌对的玩家瞬间消失了一大片，只有几个挂着无敌状态的玩家还站着。不过这几个玩家也都懵逼了，刚才还和自己有说有笑的队友都去哪里了？怎么突然消失了？盟主下令撤退了吗？一个战士疑惑地转了下身子，想看看具体情况，结果直接被脚下的尸体绊倒，摔了一跤。我操！这个战士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大脑嗡的一下就变得空白了，因为他趴下以后见到了遍地的死尸。烟雨阁众人也有点懵，怎么敌人都没了？李阔现在是烟雨阁的成员，在血盟领地内发动攻击，不会伤害到同盟玩家，所以烟雨阁众人都活得好好的。不过眼下他们没时间想这么多，因为敌人的第2波攻击又冲上来了。给我抗住，给我狠狠的打！烟雨蒙蒙仿佛看到了希望，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激动起来。火焰寂灭技能有60秒的冷却时间，不能连续使用。李阔现在只能用半月斩和普通攻击杀敌，一个半月斩下去，他前面的4个玩家直接被他秒杀。又往左边抡了一记普攻，又一个玩家被秒杀。卧槽，这也太慢了，和群体法术没得比啊！还是群体法术牛逼，回头多弄几本法师的技能书。李阔暗自说道。第76章偷鸡不成蚀把米。封神论身为封神血盟的盟主，刚才带着一队高端玩家冲在了最前面。此刻他的整个队伍都被李阔一个大招秒回了职业城复活点。怎么回事？突然就被秒了？封神乱第一个走出复活点，满脸疑惑，难道是游戏出 bug 了？封神盟紧跟着封神乱走出了复活点。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忽然觉得这么高端的游戏不可能出现什么 bug， 又补充道，真奇怪，到底是谁用的火焰寂灭？封神雷技能看上去是像火焰寂灭，但应该不是，他们应该是用了什么贵重物品吧，比如什么攻击符咒之类的，不然我实在想不出华夏区有哪个法师可以同时秒掉咱们一队。封神狂也比较支持封神雷的观点，雷子说的对，应该就是使用了什么特殊的物品，不过这东西肯定有使用次数限制，咱们抓紧回去，这一次他们恐怕不能再用了。他们都没有往李阔身上想，毕竟李阔只是个战士，又是躲在人群里使用的技能，被黑压压的一大群玩家围着，他们很难发现李阔。况且那个叫东厂第一帅比的玩家虽然去了封神血盟，但是也没有告诉他们李阔去了烟雨阁，因为他知道李阔是大神，害怕李阔出面和封神乱调和这件事，所以故意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信息。烟雨蒙蒙刚才把他从血盟里踢了出来，他就是要看着烟雨阁被击垮才能解恨。封神乱一队人回到血盟后，直接通过传送门传送到了烟雨阁的血盟领地。看了一眼战斗情况，封神乱眉头皱了起来。血盟攻坚战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超时以后传送门就会关闭。此时烟雨阁的玩家虽然比之前少了一大部分，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的第3波进攻了。等突破了防线以后，进去还要摧毁建筑
击杀 NPC， 时间上本来就很紧张，怎么这帮废物到现在还没有突破烟雨阁的第一道防线？又扫了一眼自己的四周，只见有很多封神血盟的成员都在踌躇不前，他更是大怒，都他妈的给老子冲，赶紧给老子攻进去！封神乱瞪着眼珠子，对众人下达了进攻的命令。随后一马当先，带着自己的队伍冲了过去。此时李阔这边火焰寂灭技能的冷却时间又好了，眼见又是一大波人头送了过来，李阔嘿嘿一乐，等大部分人冲到门口以后，他直接又放了一个火焰寂灭。-23538， -23240， -13120， -19886，上百名封神血盟的玩家被一招秒杀。封神乱这次有无敌状态在身上，免疫了此次伤害，没有死掉，但是他身边的几个队友都没了。操！怎么回事？给老子继续冲！封神乱大叫一声，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手下冲向烟雨阁，转身一瞧，顿吸一口凉气。现在封神血盟活着的就只有几个玩家了，其余的都被秒回了复活点，或是在来烟雨阁的路上。这么大一个盟主，转眼间就变成了光杆司令。封神乱这一惊非同小可，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身上就挨了一记半月斩。没办法，李阔不出手，像封神乱这种高端玩家，烟雨阁极少有玩家能破开他的防御。封神乱被秒回了职业城复活点。这时候封神盟几人刚好走出复活点，封神乱急忙喊住了自己的游戏 CP。 这次他算是茅塞顿开了，能用战士的半月斩秒了他的人，放眼整个巫域游戏，恐怕就只有李阔一个人。下令撤退。封神乱和自己的队友碰了面，咬着牙说道：老大，怎么撤退？对方的特殊攻击符咒不可能连续使用3次，俺们正准备杀回去报仇雪恨呢。封神狂说道：什么他妈的攻击符咒？那就是孤独狗放的火焰寂灭。孤独不苦，他不是个战士吗？封神雷不解，战士就他妈不能学习技能书了吗？他就不能买本火焰寂灭了吗？众人闻言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战士能使用魔法攻击技能并不意外，只要买一本技能书领悟就可以，但是一个战士能使用魔法攻击秒人，还是秒高端玩家，这就有点恐怖了。要知道战士使用的可是物理攻击啊。最终还是封神盟问出了众人心中这个疑惑，可是一个战士能有魔力属性吗？封神盟是封神乱的游戏 CP， 即使封神乱现在很闹心，但是也没有和封神盟发火，降低了语气说道：烟雨阁什么怂样，谁不清楚？他们能秒得了咱们？孤独不苦身上肯定有秘密，或许他根本就不是一种传说级天赋。5个传说级天赋不是都在华夏区被找到了吗？除了孤独狗，你们还看见过其他的超级玩家吗？我怀疑孤独狗就是游戏公司的内部人员，提前知道了传说级天赋的秘密，妈的，回去召集人，集体举报孤独狗。5种传说级天赋都让他一个人找到了，这就有点太扯了吧？众人在心中同时想到，但如果他是游戏公司的内部人员，说不定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封神乱的几个队友彻底在风中凌乱了。忽然，封神盟想到了些什么，对封神乱道：老公，你在烟雨阁见到孤独不苦了吗？没有，但是我刚才被半月斩秒了，除了他，我想不出还有谁能有这个本事。那你先确定一下，烟雨阁那边不是刚过来一个玩家入了咱们公会吗？你在盟里问问他具体情况。好，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妈的，这次就是太大意了。封神血盟频道，封神乱，大家都撤退，别打烟雨阁了。另外，那个从烟雨阁过来的玩家是谁来着？封神艾丽，老大，是我老公。东厂第一帅比，老公快出来冒个泡，盟主找。东厂第一帅比，盟主您找我何事？封神乱，你从烟雨阁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叫孤独不苦的去帮烟雨阁？东厂第一帅比，有这个人。封神乱，那你他妈隔壁的为什么不在盟里说一下？东边第一帅比，我觉得没有必要说的盟主，他一个人能翻起什么风浪？血盟攻坚战看的是血盟的集体力量，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你说我分析的对吗，盟主？封神乱，你分析的对尼玛隔壁。血盟，东厂第一帅比已被盟主封神乱踢出血盟。血盟，封神艾丽已被盟主封神乱踢出血盟。封神乱，以后见到这个东厂第一杀比就给老子杀，给老子把这个杀比杀到退游。封神乱，另外除了他老婆这个什么艾丽，还有谁和这个杀比熟？封神仙不熟，封神联盟不熟悉，封神翼龙不熟，老大，那个艾丽我也不认识。第77章，烟雨阁的反击。系统公告：封神血盟对烟雨阁血盟发起的攻坚战最终以失败告终，恭喜烟雨阁血盟防守成功。系统公告：封神血盟对烟雨阁血盟发起的攻坚战最终以失败告终，恭喜烟雨阁血盟防守成功。
连续几条系统公告发出来，华夏区那些吃瓜玩家们都感觉自己的脑回路有点慢。什么情况？封神血盟打着什么烟雨阁没打下来？是不是双方协商好了呀？肯定是协商好了呀，毕竟把建筑推了， NPC 杀了，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如果对方能给足够多的好处，兵不血刃赚钱，不香吗？不过接下来的系统公告直接否定了这些玩家的猜想，甚至让他们的脑回路更慢了。系统公告：烟雨阁血盟已经对封神血盟发起了反击战，反击战无法避战，请封神血盟的成员速回血盟领地，做好战斗准备。系统公告：烟雨阁血盟已经对封神血盟发起了反击战，反击战无法避战，请封神血盟的成员速回血盟领地，做好战斗准备。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是不是在梦境之中？我怎么感觉这游戏越来越玄幻了呢？华夏区公屏，巅峰老六，这回还真是小刀捅屁股，开眼了。七仙女三姐，这不科学呀喂！叶倾城，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作为专业吃瓜群众，我绝不允许自己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巅峰依旧，乱儿子怎么下线了？你快告诉爹，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又耍什么歪心眼子呢？此刻，封神乱正躺在别墅的沙发上打电话。短短半小时内，他已经召集了几十个手下，一起给游戏公司打电话，举报孤独不苦这个 ID。但是得到的回复都是：对不起，我们对巫域游戏没有任何管理权限，如果有人侵害到您的合法权益，希望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为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操！封神乱挂断了电话，气得大骂。这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满脸不痛快的接通电话。喂，什么事？老大，不好了，咱们被宣战了。谁他妈这么大胆子？巅峰吗？不是老大，是那个烟雨阁反击咱们。卧槽，反了他们了！你等着，我这就上游戏。挂断了电话，封神乱其实在心里早已慌了神。自己这边先宣的战，现在对方反击，系统规定根本无法避战。现在李阔就在烟雨阁，如果打通了传送门，他过来以后，那将会是单方面的屠杀，百倍反伤，谁敢打他？况且他伤害还这么高，说不定就能把血盟建筑给推了。血盟里如今资金充足，资源丰厚，正是蒸蒸日上的大好状态。如果血盟建筑被推，那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况且建筑被推掉以后，他这张脸也丢不起。越想越着急，他直接给五妹洞人打去了电话。现在也只有协商解决了。经过这一次的攻坚战，李阔又吞噬了不少属性点，打开属性面板。这时候的生命值已经突破了100万大关。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坐骑：五爪金龙，等级65级，生命值1041000，魔法值132200，物理攻击力13220，魔法攻击力13220，物理防御力13220，魔法防御力13220，速度1322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鬼影、瞬移、火焰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刚关闭属性面板，李阔就收到了武玲珑发来的好友消息。武玲珑，你不是让萌萌反击封神血盟了吗？封神乱找了楚总，说以后和烟雨阁井水不犯河水，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让楚总和你说一声。刚才楚总找我了，让我来和你说，我没答应他，他一会儿应该会自己找你说这件事。孤独不苦，知道了。果不其然，在李阔回复武玲珑消息的同一时间，五妹洞人就发来了好友消息。五妹洞人，大神呀，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孤独不苦，楚总啊，我劝你做人还是厚道一点比较好。五妹洞人，我没有办法呀，都是朋友。孤独不苦，烟雨阁的盟主也是我的朋友。封神的欺负她闺蜜的朋友，不见五妹洞人来管，现在封神被反击，五妹洞人立刻就跑出来替封神说情，这就是做大买卖久了养成的性格和格局吗？李阔很不高兴，你做你的买卖，我刷我的人头。李阔可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毕竟五妹洞人也不是他的老婆。辱人者，人恒辱之。这个封神乱不止一次挑衅李阔，李阔早就想教训他了，这一次正是绝佳的机会。好友消息，五妹洞人，这一次就给我这个面子嘛，大不了以后你说什么我督依你。孤独不苦，有这时间，我劝你还是让封神乱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吧。楚总，五妹洞人，好吧，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算是尽力了。你不同意就当我没提，你可不要误会我呀。孤独不苦，不会。关闭好友消息栏，五妹洞人叹了口气，精神萎靡了不少。
站他旁边的武媚娘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问道：“二姐，李阔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和咱们又没关系，干嘛为了封神乱得罪李阔呀？”武媚动人悠悠道：“我不是为了封神乱才出来调和的，那你费这个心干嘛呀？二姐，你懂什么？如果这一次封神血盟被烟雨阁推了，那这梁子算是结下了，以后双方肯定是要每天都搞宣战偷袭的。你觉得如果事情发展成这样，李阔和吴总会不会留下帮烟雨阁？他们还能回到咱们血盟吗？既然牵扯到自身的利益，那就有必要叫停这件事。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再送封神乱一个人情呢？”武媚娘茅塞顿开：“二姐，还是你考虑的深。”武媚动人黯然道：“深什么？早知道这样，开始就该把封神和烟雨阁直接给他们叫停。是我低估了李阔和你玲珑姐的感情。”第78章封神血盟的人海战术。烟雨阁血盟对封神血盟的反击战正式开始。随着系统公告出现，烟雨阁的血盟领地内出现了一道传送门，李阔几人早就在此处等待了。烟雨蒙蒙此刻一颗心还在砰砰狂跳，要不是武玲珑无条件支持李阔，他是万万不敢宣战封神血盟的。要说这个烟雨阁血盟能够建立起来，武玲珑也是出了不少力的，相当于烟雨阁血盟的半个幕后老板，所以烟雨蒙蒙也没好意思拒绝武玲珑和李阔的这个要求。再说人家都是来给自己帮忙的，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推封神？烟雨蒙蒙今天算是长见识了，他玩过这么多款游戏，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单枪匹马去推人家帮派的。对方人多，你们去了也是送死吊级，我自己去就行，能推多少推多少，给他们尝尝记性。李阔说完以后，直接走进了传送门，留下烟雨蒙蒙和武玲珑在原地等消息。李阔出现在传送门的另一端，只见封神血盟早已经严阵以待，从大门口到血盟领地里到处人头涌动，粗略估计能有1000人以上。都听我指挥，那几个暴力刺客隐身秒对面奶妈，其余人装备都换成加气血的，都打孤独狗，就用强制伤害号给老子耗死他！封神乱在血盟频道里大叫道。他这边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知道李阔双防高，又有100倍反伤，所以叫成员们都穿上了增加体质和气血的装备。在他看来，李阔双防和伤害既然这么变态，那么生命值肯定不多。60多级的玩家，即使是高级战士，如果装备上不加气血，把全部属性点都加了体质，那生命值也不可能过万。他有1000多号人，就算破不开防，只打1点强制伤害，那每人打一下也能打掉李阔1000多点气血。而1点的强制伤害输出，100倍反伤只能反伤100点，这数据根本就反不死人。况且自己这边又有奶妈回血，每个人都可以无限用强制伤害打他。假如李阔换上增加气血的装备，那他的伤害肯定降低，也就推不动建筑了。虽然知道这次会死很多人，但是和谈没成功，封神乱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所以当李阔来到封神领地门口的时候，立时就被一大堆玩家给包围了。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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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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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100。一众封神血盟的玩家见到自己只被反伤了100点气血，心中顿时大喜。哈哈，老大就是老大，战略没毛病，人多力量大，大家加油，一起耗死孤独狗。感觉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打伤害了，反正怎么打都是1点。孤独狗太特么能装了，还自己一个人来的，这是瞧不起咱们封神血盟啊！妈的，给老子狠狠打！这小子就是装逼都不带个奶妈，一会他就杀比了，让这孙子知道什么叫人海战术。对于敌人只打自己1点强制伤害，李阔并不意外，毕竟他现在的双防都有13000，能破开他防御的玩家不多。不过这些人包围着自己嗷嗷骂街，李阔就有点受不了了。火焰寂灭，李阔直接使用了大招，一个大招打出去，李阔周身10米范围内的玩家几乎全部被秒，只有几个玩家还能站着，正拿着刀砍他。火焰寂灭能打26000加伤害，即使不计算对方的防御，李阔也不能做到秒杀全部人，因为有些战士也是全体加点的肉盾，再加上装备上的属性，生命值也有3、4万。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我们的人尸你个小逼杀不完的。一个弓箭手正在李阔的施法范围之外，对着李阔狂射2重箭，他每次可以发射2个箭矢，打2点伤害，在这时候就展现出了自身的优势，真正的一个顶俩。而且弓箭手的射程范围比较远，可以达到15米到20米，李阔的火焰寂灭根本秒不到他。下一波继续上，关门打狗。刚秒了一波人，就又有一波封神的玩家把李阔包围了。哈哈，大神又如何？蚂蚁多了也能啃死大象。封神的玩家们只打1点伤害，反倒是越打越兴奋。李阔现在的群体技能还没冷却好，他也懒得一个个的杀，反正反击战足足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他能放60次火焰寂灭。
如果对方一直靠这种战术，李阔仿佛看到了上万点属性点正在向自己招手。我擦，我射箭射的手都麻了，孤独狗怎么还不死？快死了吧！这么多人打他，这回起码打掉了他1万点生命值。这比是真的强，生命值竟然超过了1万。继续打，我就爱打大神玩家，哈哈！如果被我打了最后一刀，那我就是屠神。操！到时候我能出去吹半年。卧槽！孤独狗被打死了。不知道是谁在领地突然大叫了一声，一众封神血盟的成员立刻停下了攻击。果然，攻击目标没有了。哈哈，果然被打死了。是谁打的最后一刀？赶紧自己出来承认！牛逼！一点强制伤害屠神，孤独狗装大不带奶妈，活该有此一败。哈哈，好简单的样子。卧槽！孤独狗没死，那孙子在推咱们金库呢。什么？没死？而且他是怎么过去的？也不怪封神血盟的奶妈们不放通灵，他们也都拿刀砍李阔呢。再说，谁能想到李阔还会刺客的隐身技能？李阔现在懒得一个一个的击杀，只等技能冷却好，来个大范围秒杀。所以隐了身，直接过去推对方金库。至于他们打的那些一点强制伤害，李阔也是有些心有余悸。他倒不是怕自己被强制伤害打死，开什么玩笑？巫神血脉每秒可以恢复 20% 的最大生命值，他现在有100万加的生命，1秒就能恢复自身20万气血。他是怕那些一点强制伤害为难自己的巫神血脉这个传说级天赋，这让人家怎么恢复气血？都是这些一点伤害，李阔怕把巫神血脉给搞懵逼，到时候卡出什么意想不到的 bug 来，受损失的肯定是自己。毕竟现在都是传说级天赋，都非常实用，他可不想出现什么变故。第79章，摧毁与掠夺。血盟的金库建筑也有生命值和防御力，不过没有攻击力。建筑的属性会随着血盟的逐渐强大而增加。现在封神血盟的金库是100万的生命值和5000的防御力，只有魔法攻击力和物理攻击力达到5000以上的玩家才会对金库造成伤害，否则也是只能打出一点强制伤害。每次打掉8000气血，这100万气血要打到啥时候？李阔查看完金库的属性，一阵头大。这需要他砍100多刀，他还要留出时间来刷人头呢。不想慢慢砍金库的李阔，直接选择用头撞，对着金库最坚硬的位置直接撞了2下。-30，-35。李阔现在防御力高了，用头撞墙掉的气血也少了。-3000，-3500。封神血盟的金库只被反伤了3000左右的伤害，还不如用刀砍来得快。李阔无语，不过他这番操作却看傻了封神的众人。这沙比在干什么？孤独狗的脑子被咱们给打坏掉了吧？估计是被我们一点一点的伤害给打烦了，准备自杀。他应该是准备放弃此次反击了。不对，孤独狗是想利用100倍反伤这个天赋技能来反咱们的大金库。有精明的玩家已经看出了李阔的目的。众人闻言全都一愣，还能这样？急忙查看金库的血量，果然金库少了6000加气血。不过这对于100万来说不算什么。你们都别愣着呀，继续干他！一个封神血盟的弓箭手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李阔狂射2重箭。这次反击战，弓箭手算是最大的功臣，因为李阔的火焰寂灭秒不到他们，他们可以持续输出。从李阔一进来到现在，他们的2重箭就没停过。这时候，李阔的火焰寂灭技能也冷却好了，直接又放倒了一大片。随即对着金库来了一击半月斩，金库的生命值又掉了2万加。哼，几分钟的时间用上半月斩才打掉2万加气血，还想一个人推我们金库？做梦去吧！我们不动，就让他打，1小时他也推不倒。好希望等结束的前1秒，让孤独狗打掉金库 99.99% 的气血，到时候孤独狗就哭死了。我也好想看看孤独狗到那时候是个啥表情。封神血盟的成员见李阔的伤害不过尔尔，全都松了一口气。不理会周围的嘲讽声，李阔想了想，直接把神龙之刃的刀柄顶到了金库的墙上。封神血盟的成员不明所以，继续口水。孤独狗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哼，净出洋相，脸皮咋这么厚呢？李阔没空理会这些耍嘴皮子的玩家，把神龙之刃的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肚子，狠了狠心，猛地把身体扑向神龙之刃。-12000，哈哈，果然奏效。见到自己损失了12000的生命值，李阔哈哈大笑。这时候，嘲讽李阔的封神成员全都懵逼了。卧槽，什么情况？金库倒了！正在嘲讽李阔的封神成员全都看傻了。李阔损失了12000气血，巫神反噬触发，直接反弹了金库1200000生命值，金库瞬间倒塌。虽然给李阔造成伤害的直接凶手是神龙之刃，但是金库墙壁作为神龙之刃的支撑点，也算是帮凶。神龙之刃是李阔的装备，
巫神反噬这种天赋技能不反自己人，谁和这件事沾上边就反谁，这就是主神精血的霸道之处，不讲道理。同一时间，烟雨阁血盟频道里发送了血盟消息：血盟，我方众志成城，永不可挡。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战，我方已成功摧毁了封神血盟的金库建筑，掠夺封神血盟1000万血盟资金，资金已并入我盟金库。空格键，卧槽！大神竟然如此牛逼 ！Relax， 米神，解气。武玲珑，继续，把他们商店也给推了，没准能抢本技能书。不同于烟雨阁血盟的欢声雀跃，封神血盟此刻彻底慌了。不慌也不行了，一刀就把金库给推了，这还得了吗？虽然封神乱不觉得李阔能推倒自己的金库，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把金库的大部分金币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只留下了5000万金币。这5000万金币是金库的底线，盟主也不能取出来。如果金库的金币低于5000万，盟主还要往里面充金币，不然血盟就不会维护资财。眼瞅着李阔又往血盟商店这个建筑走了过去，封神乱彻底慌了，他急忙跑向李阔，同时大叫道：李阔大佬，有事好商量，你先别动手。血盟商店不同于血盟金库，这里面的东西取不出来。血盟商店每小时都会花费大量血盟资金刷新物品，血盟成员可以用血盟贡献度兑换商店的物品，而血盟商店回收的贡献度也会按照一定比例来增加血盟资金。这是一套完整的血盟商业链，用来保证血盟可以持续发展。一般血盟商店会刷新出红药、蓝药、装备、潜能果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奇珍异宝等，有时候也会刷新出珍贵的地器、技能书等。每到血盟商店刷新资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血盟成员都会跑过来蹲刷新，希望能够秒到一本技能书，实现一夜暴富。因为血盟商店刷新出的技能书都是一种价格，不管是鬼影这种特别值钱的，还是嘲讽这种不特别不值钱的，定价都一样。如果是刷新出一本嘲讽，几乎没有人会买，因为商店里比交易行卖的贵很多。游戏开服这么久，早就形成了金币和血盟贡献度的换算比例，吃亏不吃亏，玩家们都很清楚。但是如果刷新出一本鬼影技能，那血盟成员们会彻底的疯狂，都恨不得自己能长100只手，在别人前面抢到技能书。看到了技能书却抢不到的玩家，脾气好的拍大腿，脾气坏的直接砸游戏仓，还有一些被气的直接退游。毕竟血盟商店极少刷新珍贵物品，机会不是每天都有。李阔也听到了风神乱喊他，用余光一扫，风神乱正心急火燎的往他这边跑来。不过李阔假装没听见，把刀柄对到血盟商店的墙壁上，直接开推。轰！封神血盟的商店倒塌。第80章，封神惨了。烟雨阁血盟，血盟，我方众志成城，永不可挡。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战，我方已成功摧毁了封神血盟的商店建筑，掠夺封神血盟20%的商店物资，物资已并入我盟商店。Relax， 米神，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战，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呢。空格键，卧槽，大神牛逼。不过我现在没空拍大神的马屁，我要抓紧去血盟商店看看，新抢来的有什么好东西没有？你们都别和我抢啊 ！Relax， 米神，对啊，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也要去换东西。我他妈刚才还纳闷呢，武玲珑小姐姐一直站在血盟商店那里干嘛呢？原来她早就在等这事儿了。在其他血盟掠夺来的血盟物资会有1个小时的兑换期，时间一到，这些没有被兑换掉的物资也会折合成血盟资金，并入血盟金库内。看到自己的血盟商店又被推了，风神乱气的肺都炸了，眼珠子也红了，不再服软。好得很，孤独狗，你他妈的给我等着！都他妈愣着干嘛呢？都他妈给我打孤独狗！风神乱的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大声喝骂自己的血盟成员。众封神的成员闻言，立刻涌了上去，继续打李阔。操！沙比盟主，老子一直在射2重剑，你看不到吗？老子射箭射的手都麻了，你不知道给点安慰，就知道瞎逼逼。那个蹲在大石头上射箭的弓箭手在心里抱怨道。不过他也就在心里骂一下，嘴上可不敢说出来。推倒了封神血盟的商店，李阔又对着自己周围的玩家们放了个火焰寂灭，把这些口出污言秽语的玩家们送回了复活点。随即找到了血盟总管这个 NPC 和建筑一样也不会攻击。李阔查看了一下血盟总管的信息，生命值10万，防御力3000，这样的属性扛不住李阔几刀。1个半月斩抡出去，再加上6级普攻，血盟总管被击杀。操！总管死了，我他妈一会做不了血盟任务了。操！复活血盟 NPC 需要24小时的时间，接下来的1天内，老子刷不了血盟贡献度了。李阔现在是杀疯了，火焰寂灭 CD 好了，他就放大招，秒完了玩家他就去找 NPC 杀。接下来血盟技能师、血盟守护兽、血盟传送人、血盟宣战人、血盟守卫等等，
但凡是在血盟里能见到的 NPC 都被李阔给杀了，甚至连血盟的阴阳图腾和太古神鼎都被李阔给打烂了。阴阳图腾是血盟玩家回血盟的接收点，和传送阵类似。太古神鼎是血盟举行祭天仪式用来上香的，只是个摆设，没什么具体作用。现在封神血盟的成员眼见打不死李阔，也都不打了。大部分玩家都已经去刷怪升级，还有一部分好事的远远的躲着李阔的施法范围，在那骂街。就连封神乱也走了，他实在是在血盟领地里待不下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大不了再重新建个血盟。这一次被摧毁了这么多的建筑和 NPC， 修复建筑和复活 NPC 需要花费大量的金币，倒不如直接再建一个了。他们封神公会都有微信群，到时候直接召集大家去新盟。把骂街的几个封神玩家秒掉以后，李阔又摧毁了封神血盟的白虎堂、聚义厅等建筑。这时候反击战的结束时间也到了，李阔直接通过传送门回到了烟雨阁血盟。系统公告：恭喜烟雨阁血盟在对封神血盟发起的反击战中一雪前耻，摧毁了封神血盟的血盟金库、血盟商店、血盟聚义厅、血盟青龙堂、血盟白虎堂、血盟朱雀堂、血盟玄武堂、血盟圣兽坛、血盟阴阳图腾、血盟太古神鼎，击杀了封神血盟的血盟总管、血盟技能师、血盟守护兽、血盟传送人、血盟宣战人、血盟鉴宝大师、血盟装备修复师、血盟药店老板、血盟种子商人、血盟守卫。系统公告出来以后，华夏区公屏顿时炸了锅。巅峰老六连保安门卫都杀了。发电机，六爷，您没见把上香的大鼎都给打烂了吗？封神魅影，我就想问问那个孤独不苦，我们的太古神鼎碍你什么事了？你都不放过。巅峰不败，哟，封神的狗这回不吹牛逼了，也不刷大喇叭了，小号上来喷了。封神狂，巅峰的狗叫唤尼玛隔壁。封神雷，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不像巅峰的狗这么没出息，打不过人家就摇尾乞怜，花钱买平安。巅峰九，呵呵。封神乱，你呵呵，尼玛隔壁。巅峰依旧，怎么被推了拿我们出气？卧槽，尼玛13的。封神盟，谁先在大喇叭挑衅的？巅峰老六，你爷爷，我只是实话实说，尼玛必管得着。巅峰13，谁花金币买平安？别尼玛被推了就到处咬人。封神乱，是哪只狗花了1000万金币给孤独不苦？那条狗自己心里清楚。巅峰依旧，把话说明白，乱儿子，别尼玛必乱咬人。封神乱，不承认是吗？要不要找五妹洞人出来证明一下？叶倾城，好大的瓜呀！喂喂喂，五妹洞人，乱总，什么事能不能别扯上我？巅峰血盟，巅峰依旧，大家都回来，别在大喇叭上喷封神的狗了，穷寇莫追。巅峰13，他们诽谤你老大，说什么你给了孤独狗1000万金币。巅峰依旧，爱说啥说啥，没必要解释，越理封神这帮狗，他们越上脸。巅峰依旧当然不会承认给了李阔1000万金币的事。发完了这条消息，他气得在心里大骂：麻痹的楚晴，什么事你都和封神的狗说？封神的狗是你爹？嚼舌头根子的臭娘们，麻痹的。不过他也就在心里骂，不敢上大喇叭骂，因为他知道李阔和五妹洞人关系不错，他可不想混得和封神一个下场，以免手下人控制不住情绪，连五妹洞人也骂。他这才急忙把大家叫停。李阔一个人就能推了一个大盟，他现在更不敢得罪李阔了，甚至听见孤独不苦这几个字，他的心里都有些打颤。第81章龙三化形。封神乱这次彻底被李阔给打怕了，恐怕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招惹李阔。他经过权衡利弊以后，还是选择了修复封神血盟。虽然重新建盟更省钱，但是这毕竟是脸面的事，如果解散掉血盟，他丢不起这个人。不过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他也学精了。他安排自己的得力手下又创建了一个新盟，名字叫专杀巅峰狗。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规避风险。李阔一个人就能推一个盟，他可不想再被推一次。每个血盟都有3次免战的机会，到第4次才会被迫应战。如果以后再碰上这种事，他会在别人第1次宣战他的时候，就让专杀巅峰狗血盟宣战自己，然后自己应战。到时候让自己的专杀巅峰狗血盟过来随便砍自己一个门卫，就能导致失败，1周内都不会再被其他血盟宣战攻击。经过李阔推盟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和封神乱有同样想法的盟主不在少数，都研究起了系统漏洞。巅峰依旧见到封神乱的新盟，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安排人建立了一个新盟，名字叫专干封神狗。还有其余几个大盟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小盟。他们都怕李阔推盟推上瘾，毕竟这种直接掠夺的方式太容易激起玩家的贪念了。虽然他们有盟多，可以让有盟宣战自己应战，但是这种大事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
如果出现意外被推了，先不说损失有多么巨大，就是这脸他们也丢不起。李阔通过自己在蓝星城内的庄园传送阵传送到了孤独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要让坐骑龙3升到100级，因为龙3是神龙，升到100级以后就可以口吐人言，和李阔进行交流了。他准备让龙3在孤独城里坐镇。龙3的属性非常猛，又会使用群体法术，再加上李阔在一旁协助，升级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等级越往后越难升，整整用了1个月的时间，龙3这才升到100级。虽然龙3刚能开口说话，但是智商可不像人类那些刚会说话的3岁娃娃。李阔推断，龙3现在的智商如果换成人类的智商，起码有10岁以上。神龙升到100级以后，不但可以口吐人言，还能化形成人类的模样。看着龙3现在的样子，李阔就有点想笑。只见化形后的龙3身高只有1.5米左右，身材并不算肥胖，但是一颗脑袋极大，和身体呈现出非常不协调的比例。虽然龙3有手有脚，面部轮廓也大致有点人类的意思，但是高高隆起的额骨，大大的眼睛，宽大扁平的鼻子，朝天大鼻孔，怎么也无法让人把它联想成人类。而且这家伙脑袋上还长着龙角。不过在经过李阔花了重金给他定制衣服包装过以后，现在看上去也确实像那么回事了。收住笑意，李阔问龙3道：三哥啊，我一直好奇，你这属性提升的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都是翻倍提升的，有什么窍门没有？我也想这样。这段时间和龙3打怪交流，龙3带给李阔的震惊不可谓不大。这神龙的天赋和体质就是牛逼，属性提升从来没有规律。人类玩家升1级只能各属性提升1点，另外赠送5点自由属性点。可是神龙就不一样，在龙349级的时候，他的体质是10万，物法攻击5万，双防和敏捷5万。要知道龙340级的时候，气血只有8万，魔法攻击也只有4000，甚至物理攻击才2000。这样的提升本来已经很令李阔震惊了。可是人家龙3在升到50级的时候，属性直接翻了1倍，生命值变成了20万，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都变成了10万，甚至物理防御、魔法防御和速度也都提升到了10万。升到51级的时候，每项属性增加的有多有少，完全没有规律，但是总体不多。但是等升到60级的时候又翻倍了，生命值直接蹦到了40万，物法攻击、物法防御、敏捷也都成了20万。有一次提升了1级，别的属性都没有增加，生命值直接增加了500万，这能让人不害怕吗？所以李阔现在也不敢和龙3喊什么小三子或是小金龙之类的了，直接尊称三哥。因为龙3升到100级以后，属性已然逆天，就连李阔这身兼5滴主神精血的玩家，在人家眼里也根本不够看。现在龙3的等级是100级，但在他毫无规则的属性提升下，生命值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000万。物理攻击、魔法攻击、物理防御、魔法防御、速度，这几项都是100万。100万的攻击力，比当初孽龙球的那条血龙都要猛得多。也不知道当初那条血龙是不是因为被禁锢住的原因变弱了，还是因为龙3融合了祖龙之魂的原因变强了。对于李阔再一次提出的属性提升问题，龙3并没有回答他。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龙3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神龙，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收集宝贝。神龙的性格就是喜欢收藏奇珍异宝，这已经变成了龙族普遍的习惯。只听他认真的说道：老大，我请你不要总想着我的属性，这是我的东西，你想也没有用，现在咱们应该抓紧搞好东西才是首要任务。龙3自打出生以来一直和李阔在一起，耳听目染的说的也是华夏语。我不就是问问吗？三哥你可别着急啊，你一着急我害怕啊。那天你吹了口龙气，我特么掉了半管血。不好意思啊老大，那天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一着急就喜欢吼两嗓子。不过幸亏巫神反噬不反自己人，不然我能让自己这生龙猴把自己给玩死。哎，我也想搞好东西啊三哥，不过附近的妖兽都快让你杀没了，去哪里搞？李阔转移了话题。我倒是感应到有一个地方，那里应该有不少宝贝，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哪里？摄魂渊。卧槽，算了吧，我可不想一尸两命，我是你的主人，如果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啊三哥。李阔玩过3年游戏，当然知道摄魂渊这个地方。第82章云梦泽。摄魂渊是游戏里最恐怖的地方，里面都是高级妖兽，在上一世即使是玩了3年游戏的后期玩家也不敢轻易涉足此地。据说这里已经和现实出现融合了，在摄魂渊里被妖兽击杀以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就连复活机制都不管用。在上一世就有一个玩家自觉无敌，去了摄魂渊以后就再也没见他上过线。据说这个玩家在地球上也找不到了，直接消失了。当时的玩家们大多都了解到了一些游戏会和现实结合的秘密，所以对这件事也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巫域游戏本来就不可思议，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死个人又算什么？但是幸好摄魂渊的妖兽都被封印住了，
只有玩家可以进入摄魂渊，而摄魂渊的妖兽都出不来。那怎么办，老大？我一天不搞宝贝，我这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龙三沮丧道：你搞的宝贝还少吗？前几天打怪爆的那件60级橙装，你就自己留着慢慢享用吧。三哥，那是60级的装备，等我70级了，你再送给我，我也不要了。等我新鲜一阵子，就把那装备借给你用用。嘿嘿，别生气啊，老大。借给我？你是真大方啊。李阔对龙族这贪财的习惯一阵无语。龙三打怪搞了好东西，从来都不给李阔，李阔也不知道他留着干嘛，他又不能和玩家一样穿装备。不过经过龙三这1个月的打怪升级，李阔也多少混了点经验，也把等级提升到了69级。这个等级刚好可以卡60级秘境。如果带着龙三去秘境里刷内丹，那速度还不跟着玩一样。想到就做，李阔嘿嘿一乐。走了，三哥，带你刷宝贝去。随即李阔把龙三收进了戒指空间，然后回了蓝星城。这1月来，李阔虽然一直在陪龙三练级，但是每周的盟战还是准时参加的。毕竟盟战可以快速吞噬属性点。经过了和风神的攻坚战、反击战，再经过这1个月来李阔参加的4次盟战，他现在吞噬了大量属性点，面板属性早已今非昔比。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坐骑五爪金龙，等级69级，生命值2049600，魔法值300100，物理攻击力30110，魔法攻击力30110，物理防御力30110，魔法防御力30110，速度30110，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鬼影瞬移火炎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来到蓝星城城主府，这里有不少玩家在领取秘境任务，毕竟现在1线玩家都已经升到了60级。见到李阔进来，几个队伍的队长先是一愣，随即麻利地踢了自己队伍里的1名成员，然后疯狂邀请李阔进队。李阔全部拒绝了。哈哈，大神，没有兴趣一起组队吗？进我们队呗，大神，我们队里都是漂亮妹子。李阔心道，等进去秘境以后不杀了你们补充属性点，你们就谢天谢地了，还组队呢。李阔直接无视了这些玩家。找到城主，李阔花费了30点威望值购买了1枚传送令，捏爆传送令，李阔直接进入到了60级秘境里。60级秘境在云梦泽，这里大部分都是蛇怪。出来吧，三哥。刚进秘境，李阔就用意念勾动龙界，把龙三放了出来。只见龙三出现在云梦泽以后，一股强大的龙族威压瞬间便向四下散去，附近的蛇群感受到龙族的气息，全都远远的逃遁走了。卧槽，你把怪都吓跑了，我还刷什么？李阔嘴上埋怨着龙三，其实心里也是吃了一惊，这龙族就是牛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这就追这些破蛇去。龙三说完，不等李阔答应，自己就跑了。李阔知道龙三的想法，他是怕李阔抢他的宝贝，所以不想和李阔在一起打怪。不过龙三有1000万的生命值，100万的攻击和防御力，李阔倒也不担心他会遇到什么危险。从包裹里取出内丹袋，李阔一路向着云梦泽深处走去。秘境任务是全服通用副本，所有国家的玩家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现在云梦泽秘境里的玩家特别多。李阔刚走出不远，背后就响起了一个声音。李阔听不懂外国话，但是听那说话语气非常的不客气。转过身来，5个玩家映入眼帘，看长相样貌应该是印国的玩家。指了指自己，李阔问道：你们叫我？一个印国男玩家大喊大叫道：可是我听不懂你们说话啊！李阔无奈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嗖的一声，一个箭矢射到了李阔身上。负1。李阔转身一瞧，是印国队伍里的一个弓箭手射的。操！你他妈敢打老子！李阔有些吃惊，自从他全属性破万以后，这还是头一次遇到有人敢主动打他的。印国那弓箭手急忙摆了摆手，尴尬的笑了笑。弓箭手旁边站着的是个印国法师，他对着李阔单膝跪地，做了个鞠躬的动作，随即起身带着队伍就想离开。完呢？李阔怎么可能饶了他们？他正愁去哪里找人头刷呢。一个瞬移，李阔来到印国队伍近前，直接放了个火焰寂灭。负56850，负58236，负58054，负57638，负59001。5个印国玩家全部趴到了地上，随即白光一闪，被传送了出去。印国玩家死亡的地方留下了几个内丹袋。李阔捡起来一看，每个内丹袋里只有1枚妖兽内丹，每人1枚，怪不容易的呀。不过要怪也只能怪你们那弓箭手了。就在这时，
系统消息突然响了起来。叮！你的体质增加1点，精神增加1点，力量增加1点，魔力增加1点，耐力增加1点，智力增加1点，敏捷增加1点。叮！你的体质增加1点，精神增加1点，力量增加1点，魔力增加1点，耐力增加1点，智力增加1点，敏捷增加1点。一连收到了几十条系统提示。卧槽，三哥又杀人了！谁这么倒霉？你说你惹谁不行？你惹那条龙干嘛？第83章，金币赚翻了。龙三现在有100万的速度，100万的攻击力。1个小时以后，龙三已经把云梦泽的玩家和妖兽都给秒没了。如今龙三升到了100级，法术覆盖的范围能有好几里地，云梦泽妖兽的刷新频率根本就赶不上龙三的击杀速度。李阔和龙三会合的时候，见到数不清的妖兽内丹，他差点惊掉了下巴。这条龙实在是太霸道、太暴躁了。回到城主府，李阔把妖兽内丹交给了蓝星城城主。见到这么多的妖兽内丹，城主也懵了。这都是你一个人击杀的吗？城主看了看李阔，虽有疑惑，但是没有说话，而是吩咐身边的侍女道：暂停云梦泽秘境，这些内丹够用好久了。侍女点头答应，然后走了出去。操，三哥你干的好事，把副本都给打停了。李阔用意念和身在戒指空间的龙三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很奇妙。李阔想说啥，只要脑子里想一下就行，而龙三说的话也会出现在他脑子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宝贝，原来都是破内丹，里面蕴含的妖兽精气太少了，都不够我塞牙缝。以后不要带我去打这种垃圾妖兽，不然我把秘境的阵法壁垒给打烂。龙三现在很生气，云梦则属于副本任务，里面能得到的只有妖兽内丹，这让龙三大失所望，这也是他大开杀戒的主要原因，实在是因为他太生气了。这时候系统消息突然响起，叮！恭喜你完成了60级秘境任务，由于你在秘境中表现突出，获得1万点威望值，城主奖励你大传送阵令牌1枚。操！杀了这么多妖兽，就给1件物品。老大你放我出去，赶紧的，我要秒了这个城主，太他妈小气了。你懂个锤子！李阔哈哈大笑道，这一个传送阵令牌能顶你那个60级成装1000倍，1万倍还值钱。操！你骗人老大，你就是胆子小，不敢得罪城主。龙三在游戏里天天看刷大喇叭的，也学会说脏话了。闭嘴！李阔不想搭理龙三，急忙和城主道了谢，跨着大步离开了城主府。一出蓝星城，城东就是暗黑森林，也是玩家们野外 PK 的地方。李阔在城门口和暗黑森林的中间地带，选了一处相对干净的位置，直接使用了因属性大传送阵令牌，随即又回到蓝星城的庄园传送阵处，直接传送到了孤独城。在孤独城的城门口不远处，使用调阳属性传送阵令牌以后，立刻收到了系统消息。叮！检测到你使用了大传送阵令牌，请问是否开放传送阵？开放。叮！传送阵已开放，所有玩家均可以使用此传送阵进行双向传送，请玩家设置传送阵使用价格。李阔想了想，定价为100金币一次。游戏的传送阵都会在周围泛着蓝色的光芒，李阔设置好的传送阵也一样，任谁看一眼都能知道这是传送阵。这次设置的大传送阵面积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可以同时容纳几十个人一同传送。做完这一切，李阔回了蓝星城，关注着公屏动态。华夏区公屏，益力多多，云梦泽出现的那条龙到底是个什么鬼？奶奶个怂，我就瞅了他一眼，他就直接把我给秒了。福娃，你最起码瞅了一眼，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我们一队人刚特邀刷了个内丹，还没等着捡呢，就全没了。操！有爆奶大，60级秘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态的妖兽？这还让人怎么玩游戏？游戏公司脑袋被驴踢了。小笼包，估计游戏出 bug 了吧？我刚才去领取秘境任务，城主那都领不了了。坐看风云起，秘境任务领不了了。沧海，是的，我也是了，领不了。坐看风云起，日了，我好不容易升到69级，正准备好好刷秘境呢。妈的，游戏公司是个大傻逼吗？开发的这是什么游戏？天天出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程娘娘，最可气的是人家从来不出来解释。巅峰老六，游戏公司为什么要对你们这帮傻逼解释？不想玩可以滚。巅峰不败，滚之前记得把装备留下，嘿嘿。程娘娘，没素质。巅峰老六，你个臭婊子骂谁呢？你再说一句给六爷听听。来，朕最爱程娘娘，六狗子，游戏公司的都是你也爹，你这么向着游戏公司啊？巅峰老六，妈的，反了你个小逼崽子了吧？跟你爹这样说话，财迷心窍。你们还在这骂呢，我晕。游戏出新地图了，还不抓紧去看看？巅峰老六，游戏出新地图了，为什么没有系统消息？巅峰小刀，是真的六爷，刚才蓝星城门口那多了一个传送阵，
我去试了一下，100金币就可以传送，传送到的地方不知道是蓝星界哪里。巅峰老六，卧槽！那赶紧带上家伙去刷怪，哈哈，蓝星界里妖兽肥啊！巅峰老六，不过那个爱成娘娘的小比，你六爷记住你了，等老子看完新地图，你个孙子就等着接追杀令吧，狗东西！此刻的李阔正在咧着嘴乐，因为他背包里的金币正在不停的增长。342536800342536900，这一下赚大发了。游戏里不算那些在职业城刷金币的3、4线玩家，在蓝星城的1、2线玩家最起码也有2000万，2000万人啊！每个人传送过去需要100金币，这就能收入20亿金币。这些人再传送回来又20亿，而且每个玩家不可能只传送一次，因为现在蓝星城附近的野怪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升级需求了，大部分玩家都已经去往蓝星界探险打怪。没有传送阵，这些玩家只能徒步前进，有的时候需要走上好几天才能遇到一个适合打怪的地方，而且回来也要走好几天，太浪费时间。所以有些走得远的玩家打完了怪宁可在蓝星界自杀掉1级，也不愿意往回走。现在有了传送阵，相信他们只要脑子正常，都会选择花费100金币直接传送。只要孤独城附近的妖兽够多，那么长此以往下去，这些玩家得给自己送多少钱？李阔现在都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第84章副城主龙三。几个小时的时间，李阔已经收入了5000多万金币，加上他自己的3.4亿加，现在他有4个亿金币。想了想，他决定卖地契，然后开放孤独城。现在传送阵刚刚建好，玩家们都不清楚孤独城的底细，房子可以卖个好价钱。但如果等他们新鲜进过了，知道孤独城是一座空城，到那时候房价肯定崩盘。但是如果他们现在就花重金投资了孤独城的房产，那么到时候再说什么也晚了，甚至都不用李阔自己操心。那些买房子的玩家为了让房产升值，肯定也会把孤独城搞得繁荣起来。孤独城里一共有10家商店和1万家住宅的地契，住宅地契包括豪宅1000户、华宅3000户、民宅6000户。李阔留下10张豪宅地契，然后把所有地契拿出来挂上了交易行。豪宅地契3000万金币一张，华宅地契2000万金币一张，民宅地契1000万金币一张。华夏区公平！卧槽，孤独城的地契出来了，新地图牛逼！哈哈，一大波福利啊！土豪们抓紧下手吧，我就看看，我又买不起。不过上次有个比，拍卖行拍的蓝星城华宅地契足足拍了5000万金币。你他妈说谁呢？我拍卖地契犯法了？传送阵坐标也是可以更改的。为了更好的发展孤独城，李阔准备连自己的庄园也开放掉，顺便把庄园传送阵设置在职业城。在系统商城花费1000万金币买了一个珍贵的传送阵坐标更改石以后，李阔打通了庄园传送阵和天土城复活点之间的双向传送。不过这个传送阵是小传送阵，每次最多只能传送1队人，也就是5名玩家。卧槽，系统今天喝多了，变得这么大方。我日啊！我再也不用天天憋在职业城了，我要去孤独城玩耍。傻不傻？你蓝星城也可以去了，因为孤独城和蓝星城之间也有传送阵，不过需要花费100金币。卧槽，和蓝星城传送人比起来，100金币算个球。妈的，以后蓝星城传送人可以下岗了，还要1万金币才给传送，这个黑笔与我无关，我还是会在职业城打怪刷金币，除非免费传送，不然想让我花1枚金币也是不可能的。你快别装逼了，你他妈没在排队传送，老子就在你身后排队，你回头看看，游戏上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有一大群装逼狗。哼，也不知道谁装逼，我就是为了无限占位置，耽误别人传送。你见到我进传送阵了？麻痹，不进滚，在老子前面排队瞎逼逼，还有脸刷大喇叭？以后见一次杀一次。呵呵，比我高几级，你装啥逼？大不了老子以后不出城，老子是战士，老子天天在天土城排队卡，你个傻逼，滚回自己的黑水城，有本事别来天土城。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来到城主府，李阔直接把龙三放了出来，然后购买了4个最高级侍卫，每个侍卫都是100级，给你配上几个侍卫，维护孤独城治安，城里不能动武，以后你就是孤独城的副城主，城里大小事都你来管。卧槽，我才这么小，你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老大，我还怎么升级？龙三一脸的不痛快，虽然副城主看上去很拉风，但是他更渴望力量。升级着急什么？再说了，你没事出去刷怪我也不会拦着你，而且你不当城主，难道我来当吗？我看上去也不像 NPC 啊，而且那些犊子如果知道我是城主，气都气死了，保准不会来孤独城消费。如果让我负责孤独城，那我有件事得先说明白，如果有玩家惹到我，我杀人你可别骂我。龙三道，你是城主，
你要爱护子民啊，三哥。李阔可不想因为龙三的火爆脾气，把玩家们杀得不敢进孤独城。而且杀人有什么用？你忽悠那些玩家手里的宝贝不好吗？那些玩家精得跟猴一样，有这么好忽悠吗？他们又不知道你是谁，你就装 NPC 就行。正说着话，已经有玩家来到了城主府。李阔来不及多说，急忙用刺客的隐身技能藏了起来。这里有个 NPC， 长得真他妈丑，哈哈，这是跟着装龙呢。上古时期有五爪金龙，这个是小丑比龙，哈哈，我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啊。不过60级秘境里那条金龙是真牛逼，在秘境里龙三使用的是真身，所以玩家们见到的是一条真正的金龙。此刻龙三听到他们骂自己，早就气炸了。但是刚上任就在自己的城主府里杀人，貌似也不太合适。龙三强行遏制住了自己即将爆发的情绪。喂，你好，小丑比龙，请问你这里有什么隐藏任务可以领取吗？一个玩家走上前来问龙三。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副城主，你可以给我一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把它升级成一件橙色的极品装备。龙三面无表情地说。卧槽，运气来了，牛逼啊，一件橙色装备能顶100件子装了。妈的，我先来。一个叫后羿的弓箭手听到龙三这么说，急忙跑过去问，城主你好，请问我怎么给你装备呢？扔到地上就行。龙三依旧面无表情，像极了一个 NPC。 弓箭手闻言，麻利的把自己身上最值钱的紫装铠甲脱了下来，扔到了地上。其余几个玩家害怕这任务有次数限制，也纷纷效仿，把自己最值钱的装备都扔到了地上。有个玩家还故意扔了2件紫装，在他看来，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如果能升级2件橙装最好，不能的话，自己再把多扔的那件紫装捡回来，也不损失什么。还有一个玩家身上有一件橙装，急忙问龙三，城主大人，如果我给你一件橙装，你会给我升级成什么装备？我会把橙装给你升级成史诗级装备。史诗级？卧槽了！几个玩家嫉妒极了，恨不得自己身上也有一件橙色装备。第85章，三哥太狠了。龙三是李阔通过机缘得到的特殊神兽，不同于普通坐骑，他进入游戏以后也和玩家一样有自己的道具栏。见到几个玩家把装备都扔到了自己脚下，龙三眼疾手快，急忙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包裹里，随即站着不说话了。几个玩家不知道这任务是怎么样的，生怕多说话会发生什么变故，谁也不敢多问，就站在原地死等。这时候又有几个玩家走了进来。卧槽，你们几个在这站岗呢？还有那个法师，你攥着拳头紧张个鸡毛。那法师闻言大怒，回头一看，来人是巅峰依旧和巅峰老六一伙人，急忙赔上了笑脸。哼，原来是六哥呀，我这不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吗？激动的，呵呵，没紧张。隐藏任务？巅峰老六一愣，随即看向了他的老大巅峰依旧。巅峰依旧瞪了老六一眼，看鸡毛呢？有隐藏任务还不上？说着话，自己先走了过来问龙三，您好大人，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在下是巅峰依旧，请问有什么可以为大人您效劳的？一般 NPC 都爱听好话，说话中听最容易触发 NPC 的隐藏任务，这是巅峰依旧玩了这么多年游戏摸索出来的经验，所以对龙三很客气。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副城主，你可以给我一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一件橙色的极品装备。龙三面无表情地重复了刚才的话，这番话让周围的几个玩家同时松了一口气，还好大家任务都一样。虽然他们不敢招惹巅峰依旧，但是对巅峰依旧的霸道很是看不惯。如果让这舔狗触发了高级隐藏任务，他们在心里能骂1个多小时。那如果我给您一件橙色装备，或者是3件橙色装备，您可以辛苦一下为我升级吗？可以，如果你给我3件橙色装备，我会给你升级成3件史诗级装备，还有可能给你翻倍，给你6件史诗级装备。卧槽了，妈的13，这下发了。巅峰依旧大喜，生怕这任务只有一次，巅峰依旧有钱，准备下重注，又激动地问道，谢谢您城主，冒昧的再问您一句，如果我给您1本技能书呢？您会奖励我什么？我会给你10本技能书。操，马个比，巅峰依旧这回发了。看不惯巅峰依旧的几个玩家在心里大骂，但是恨也没有用，他们只怪自己父母不是土豪，没有钱给他们充游戏，没能耐得到技能书这种珍贵的物品。谢谢城主大大，我是一次性给您，还是巅峰依旧激动坏了，全部扔在我脚下。龙三面无表情地说道，好的，谢谢城主大大，我现在就扔。我可以再多给您1张孤独城的豪宅地契吗？可以，我会给你2张豪宅地契。收到，谢谢城主大大。这任务也许只有一次就要赚够本。巅峰依旧不再犹豫，把身上的3件橙色装备和1本技能书，
还有一张刚在交易行秒的孤独城豪宅地契，全部扔到了龙三脚下。见到自己周围的玩家都不再下注，龙三捡起巅峰依旧扔的物品，闭上了眼睛。巅峰依旧紧紧握着拳头，激动的2只眼睛都红了。他的游戏 CP 巅峰9是华夏区公认的第一美女，此刻她也是激动坏了，2只眼睛里冒出小星星。等她老公有了6件史诗级装备和10本技能书，最起码给她一半。史诗级装备啊，游戏最高规格的装备，那是多少玩家梦寐以求的极品啊！叮，玩家装备升级失败，3件橙色装备消失。叮，玩家技能书兑换失败，技能书消失。叮，玩家装备升级失败，1件紫色装备消失。叮，玩家装备升级失败，1件橙色装备消失。叮，玩家。龙三学着系统的叮声，用略显粗犷的嗓音自言自语起来。一连串的叮声把一众玩家都给听愣了，在一边藏着的李阔也傻了。三哥太他妈狠了，这是1件也不往外吐啊！1件不吐以后谁还上当啊？赶紧给龙三用意念传音，三哥赶紧把豪宅地契给巅峰依旧啊！不可能，我好不容易忽悠来的，到手的东西不可能再吐出去。你懂个锤子啊！那个巅峰依旧非常有钱，你给他2张孤独城豪宅地契，让他住下来，以后慢慢忽悠他也行。叮，玩家地契升级成功，获得2张孤独城豪宅地契。龙三自顾自地说完，咬着牙从包裹里拿出2张豪宅地契，不情愿地扔到了脚下。这还是他和李阔死磨硬泡，硬逼着李阔给他的5张地契，怕李阔要回去卖，他自己在包裹里还都给上锁了。见到地契，巅峰依旧急忙弯腰捡了起来，总算是成功了一次。不过这几率也太小了，这下装备都特么没了。抱怨也没用，对方是个 NPC， 骂街他也听不懂。妈个逼！这时候，一个玩家激动叫道：“我的还没失败，我成功了！哈哈，城主没公布我那件紫装，哈哈，我可以换一件橙装了。”叮，玩家装备升级失败，1件紫色装备消失。操！那玩家笑声顿时停了，乐不出来了。李阔在城主府里一面屏风后边藏着，给龙三用意念说话：“三哥，你别太黑啊，我知道你喜欢宝贝，你这样搞，这买卖恐怕不能长久啊。爱咋咋地，刚才这个小子骂我是头小丑比龙，还他妈想要装备，要个吉伯。”这时候巅峰依旧仍不死心，他冲着手下的人喊道：“把你们装备都给我脱下来，我要再试试。”巅峰老六道：“老大，这城主升级的几率太小啊，你看这么多，1件都没成，咱别试了吧。”放他妈屁！不是，老子刚才损失的3件橙装怎么办？巅峰9说道：“要不这次让我来试试。”在一些游戏里，一般女性玩家的运气都比较好，况且巅峰9又是华夏区第一美女，比五媚动人和武玲珑还要更胜一筹。她很有自信，自己应该可以得到城主的青睐。第86章，自信的巅峰9。巅峰依旧同意了自己老婆的提议，这一次由巅峰9来升级装备。虽然损失了3件橙装，但是如果能升级1件史诗级装备，那么最起码能顶得上100件橙装。这个城主升级装备的成功率太小，不适合用紫装，咱们用橙装。巅峰9提议道：“对，紫装升级成了，无非是1件橙装，没什么屌用，并不珍贵。如果是史诗级就牛逼了，现在游戏上还没有出现过1件史诗级装备。”巅峰依旧越说越激动，如果有史诗级装备，花多少钱他都会买下来。你们把身上的橙装都脱下来。巅峰9自己身上有2件橙装，他说着话就把装备脱了。巅峰老六闻言不敢怠慢，立刻脱下了身上的唯一1件橙色装备。巅峰9妥妥的是未来大嫂，虽然现实中还没被老大搞到手，但是早晚也会上老大的床。他可不敢得罪这个女人，献殷勤道：“嫂子，这个橙装项链就劳烦嫂子了，我十分相信嫂子的魅力，嘿嘿，这破城主绝对不敢给嫂子失败。”巅峰依旧瞪了巅峰老六一眼，严厉道：“别他妈说城主坏话，容易增加失败率，你傻吗？”“是，我知道了，老大。”这时候巅峰不败也把身上仅有的1件橙色装备给了巅峰9。巅峰荣耀身上没有橙装，说道：“我先用我身上的6件紫装给嫂子垫垫底，说不定失败6次以后，第7次嫂子1次就成功了。”“可以。”巅峰9同意了巅峰荣耀的建议。巅峰荣耀走到龙三面前，先是鞠了一躬，恭敬道：“城主大人您好，我准备给您6件紫装，希望您帮我升级一下。”“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副城主，你可以给我1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1件橙色的极品装备。”龙三先把千篇一律的开场白说完，又说道：“如果你给我6件紫色装备，我会给你升级成6件橙色装备，还有可能翻倍，给你12件橙色装备。”“谢谢城主大人。”巅峰荣耀把6件紫色装备扔到了龙三脚下，龙三麻利的捡起装备扔进包裹里，闭上了眼睛。
6秒以后，龙三睁开眼，开口道：“叮！”玩家巅峰荣耀装备升级失败，6件紫色装备消失。卧槽，又失败了。不过这次城主说的话好像和刚才不一样，还叫上了我的游戏 ID。三哥，你露馅了。李阔也急忙给龙三用意念传音。什么露馅？我觉得这是个好买卖，所以故意改良了一下。你没见我闭了6秒眼睛吗？我心里数着数了，1秒骗一个。三哥厉害。李阔现在也不敢得罪龙三，开口闭口三哥长三哥短的。这条龙现在可是土豪，身上都是橙色装备，只有感情培养好了，才能从他手里借几件装备用。嫂子，你来吧。巅峰荣耀升级失败，失望地离开了龙三身边。巅峰九没回话，走到龙三近前道：“城主大人你好，请为我升级1件橙色装备。”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副城主，你可以给我1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1件橙色的极品装备。你给我1件橙色装备，我可以为你升级成1件史诗级装备，还有可能翻倍，给你2件史诗级装备。龙三自顾自地说完，弯腰捡起了巅峰九的橙色装备，扔进了自己的包裹里。闭上眼睛，1秒以后，叮！玩家巅峰九装备升级失败，1件橙色装备消失。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每次都成功，那才稀奇了，到时候极品装备还不烂大街了。巅峰九并没有失望，他继续问龙三：“城主大人，我可以请你继续为我升级装备吗？”龙三面无表情地说道：“可以，每个玩家都有3次升级装备的机会。”他刚才看到了巅峰九有3件橙装，怕他留下1件，所以说了3次。城主大人是每天都有3次机会升级装备，还是玩家终生只有3次机会呢？龙三一时间被巅峰九问住了。如果说每天都有3次机会，那么他们会觉得明天运气会好，有可能明天再来。看见好装备不搞到手里，龙三是一会儿也等不了。但是如果回答一辈子只有3次机会，那这不是自己限制自己发展，买卖不就砸了吗？见到龙三发愣，巅峰不败惊讶道：“这 NPC 还会卡壳？”龙三也是一惊，急忙道：“我看心情。”什么情况？看心情给别人升级装备？操！这到底是不是 NPC 城主啊？不会是个玩家吧？他怎么看上去一点也不傻呀，老大？巅峰老六疑惑说道：“废话，玩家有长这样的。而且你看不见城主旁边的4个侍卫吗？谁敢假冒城主？不想活了！”巅峰依旧说道。巅峰荣耀道：“老大分析的没错，刚才我的装备升级失败，城主也盯了。你没见系统一发消息，也会先盯一下吗？”不过系统盯的好听，这个城主声音就太魔性了。巅峰不败道：“别废话了，老六，你们把这些玩家都赶出去，装备升级失败就是让这些垃圾在这里给老子腻歪的。”收到了巅峰依旧的指令，巅峰老六一点也不敢含糊，立马指着城主府其他的玩家大声喝道：“都特么给老子滚！这里我们巅峰包了！”玩家们都不敢得罪巅峰，况且有巅峰的在这里，也轮不到他们升级装备，全都灰头土脸的走了出去。尼玛的，竟然赶走老子的客人！你个小崽子，给老子等着！我要让你们巅峰能升级成功1件装备，我特么就不姓龙，我改姓虫！操！龙三气的在心里大骂，但是表情却不能展现出来，看上去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好像玩家之间的事情与他无关一样。明白了，城主，请给我升级一下这件橙色装备吧。巅峰九说道。龙三此时正在气头上，强压了一下心中的怒气后，面无表情的说道：“可以，但是如果你一次性给我2件橙色装备一同升级，成功率和翻倍率都会更大一些。”龙三不想一件一件的升级，浪费时间。第87章买侍女。听到龙三这么说，巅峰九当然不会拒绝，直接给了龙三2件橙色装备。哈哈哈，老大要成了。是啊，这次城主说话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是一样的词，现在都告诉我们怎么提升成功率了。厉害了，2件史诗级装备到手，天下我有。也有可能是4件，哈哈，嫂子牛，不是，嫂子厉害。史诗级装备非常珍贵，经常会附带一些特殊的技能，有时候一个史诗级装备上的技能可以抵得上玩家的一个天赋，这能不让人激动吗？巅峰依旧和固定队的几个成员眼睛死死盯着龙三。2秒以后，龙三睁开了眼睛。叮！玩家巅峰九装备升级失败，2件橙色装备消失。日了狗了！巅峰依旧等人都傻了，现在身上的橙色装备1件都没了，战斗力直线下降，今晚的盟战可能都干不过封神了。走，抓紧去拍卖行秒装备去，先穿上紫装，准备今晚的盟战，明天再来。巅峰依旧哭丧着一张脸，带着自己的队员离开了城主府。巅峰的人走了，其他血盟的玩家急忙涌进了城主府。操！这几条狗终于走了，妈的！说话小心点，隔墙有耳。
一个队友提醒道。知道了大哥。这玩家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随即走向龙三。城主大人，我可以请你为我升级一件蓝色装备吗？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城主，你可以给我一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一件橙色的极品装备。龙三觉得当城主也挺好的，这一次直接把副字去掉了，把自己说成了城主。谢谢城主大人，我想说的是，您可以为我升级一件蓝色装备吗？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城主，你可以给我一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一件橙色的极品装备。龙三直接选择了无视，蓝色装备有鸟用。这玩家眼见不能触发隐藏任务，一咬牙把身上仅有的一件紫色装备脱了下来。那么劳烦城主为我升级一下这件紫色装备吧。好的。龙三捡起装备扔进了包裹里，随即闭上了眼睛。李阔赶紧用意念给龙三传音，这小子敢霸巅峰，挺合我胃口的，你就给他一件橙装吧，算我求你了行吧，三哥。不可能，到我包裹里的东西就没有往外拿的习惯。卧槽，你这样搞，买卖早晚得黄，爱咋咋，赚一件是一件，他们不来找我，我就自己打怪去刷装备。真是服了你了，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你给这小子一件，你借我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老大，我骗你干嘛？行，那我就给他一件，虽然你是我老大，我的生死都掌握在你一念之间，可是你也不能赖账啊，老大，你就放心吧，我的好三哥。叮，玩家无心恨装备升级成功，获得一件橙色装备。龙三说完，从包裹里拿出一件橙装，丢给了那个 ID 叫无心恨的玩家，以免露馅，他没敢拿巅峰依旧等人的橙装。这件60级橙装还是龙三自己打怪爆出来的，属性非常好，就连李阔跟他要，他都没给。卧槽，发财了！恭喜恭喜，发财了无心，抓紧看看装备属性。卧槽，极品属性，哈哈哈，这装备卖了，我在现实里起码能买2栋别墅。无心恨哈哈大笑，他是普通玩家，身上只有一件紫装，没想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一夜暴富了。见到有人成功了，一众玩家更是热血沸腾，用紫装搏橙装，即使是几率极低，也必须得搏一把。一直弄到夜间12点，城主府进行装备升级的玩家才逐渐变得稀少，甚至有些人升级装备升级眼了，连盟战都没去打。李阔打完了盟战，第一时间回到了城主府。此刻城主府的门口已经站了4个侍卫，这是龙三安排的，不允许别人再进城主府半步。他骗玩家们骗了一天，也骗累了。有侍卫站岗，玩家们都不能再进入城主府，如果强行硬闯，就会被侍卫击杀掉1级。老大，战况如何？龙三嘿嘿笑着迎接李阔回来，看他开心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赚翻了，必须带着烟雨阁拿第一呀。李阔和武玲珑都留在了烟雨阁，暂时还没有回五媚阁，得了不少好东西吧，老大？还行吧，还你这件橙装。李阔从包裹里拿出一件打盟战赚到的橙装，给了龙三。嘿嘿，咱俩还客气啥呀？我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其实不用还的。那你还给我？哼，我先替你收着，老大，我包裹里这些装备，早晚不也都是你的吗？龙三周媚道。你舍得给我吗？有啥舍不得的？哼，对了，老大，和你商量个事，我觉得这个城主当着挺好玩的，以后我就在这城主府不出去了。三啊，你当城主赚爽了，老大我可是1毛钱也没搞到啊！我这不正和你商量吗，老大？嘿嘿，以后你出城，我出人，咱俩合伙搞宝贝，宝贝5分账怎么样？你小子这次倒是懂点事了。嘿嘿，明天估计还会有大批玩家前来，有我这份买卖，孤独城的地契都多卖了不少。是吗？李阔打开交易行，果然地契已经卖了1多半了。哈哈，都是钱啊！龙三和李阔达成了一致，他也没舍不得，直接把今天赚的装备分给了李阔一半。不过他有没有私藏，李阔就不知道了，毕竟装备都在他手里。现在传送阵每天也会收入大量金币，有了钱，李阔也准备买几个侍女了，不然城主府太冷清了。侍女分很多种，高级的增加大量魅力值，低级的增加少量魅力值。李阔直接花费了2个亿金币，购买了4个最高级别的永久侍女，2个国色天香型，2个沉鱼落雁型，一步到位，漂亮的比较养眼，丑的他可不想花钱买。第88章7旋斩。巅峰依旧被龙三忽悠了一本技能书，李阔直接和龙三要了过来。这是一本战士职业的技能书，7旋斩。7旋斩，挥舞战刀，身体快速旋转，形成刀环，对周围的敌人造成自身攻击属性的物理伤害。这是战士职业唯一的一个群体技能。如果不是技能书，李阔要刷很久职业任务才能找战士大宗师学习这个技能，他可没时间天天去刷职业任务，有那功夫还是提升属性更为重要。学习了7旋斩以后，李阔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几乎满了。
因为之前打60级的秘境，龙三秒了大量的妖兽，所以李阔也跟着赚了不少经验值。随便秒了几头野怪后，李阔把等级提升到了70级。第一时间把突破怪打死，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自身属性映入眼帘。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坐骑五爪金龙，等级70级，生命值2610000，魔法值393450，物理攻击力39345，魔法攻击力39345，物理防御力39345，魔法防御力39345，速度39345，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120，魅力值150，威望值1000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职业技能嘲讽，半月斩，七旋斩。通用技能神识术。领悟技能通灵，鬼影，瞬移，火焰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此时的属性面板上已经加入了魅力值和威望值，攻击属性和防御属性马上就能破4万，这就是吞噬玩家属性的恐怖之处。在60级秘境里，龙三秒了大量玩家，这让李阔也提升了大量属性，同时也让李阔认识到了数量的重要性。如果单靠一个人去杀，还是太慢了。李阔玩过3年巫域游戏，也见识过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的新世界，对于新世界的事情也多少了解一点。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这个全新的世界被称为巫域大陆。巫域大陆地域非常辽阔，起码是地球的1000倍以上。以李阔现在的提升速度，若是一直这样提升下去，到时候在巫域大陆上也没有多少妖兽可以对李阔造成威胁。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巫域大陆上有一些非常神秘的地方，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那里生活着一些非常恐怖的存在。那里不但是人类的禁区，就连妖兽也不敢去。那里的妖兽都是活了上万年的恐怖怪物，实力非比寻常，动不动就是上亿的生命值，几百万的攻击力，即使是李阔按照这个速度提升3年，也打不过那些怪物。现在随着玩家们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每周参加盟战的玩家减少了很多，参加盟战的都是那些1线玩家，2线玩家已经退出盟战舞台，毕竟他们进去也是送人头。即使是每周在盟战里拼命击杀，也只能获得几千属性点，1个月也就才增长1万左右。按照1月增长1万，1年增长12万计算，3年时间才有36万，这属性在巫域大陆上根本不够看。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复活机制消失，到时候被妖兽击杀，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李阔有些担心未来的处境，当下暗自琢磨起来。如果想要200%的保证自身安全，提升属性一刻也不能耽搁。但是只靠盟战提升的太慢，若是每天出去疯狂杀人呢？1分钟杀一个，不吃不喝不睡，1年才能杀525600个。再加上龙三配合击杀，即使2个人加起来一天杀1万名玩家，1年也就才365万。这不是李阔理想的数据。如果想要站在巫域大陆的巅峰，李阔想着自己要有1个亿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这才放心。华夏区就有将近1个亿的玩家，如果每个玩家都在自己手上死上一次，这样就能达成这个数据。可是怎么才能让玩家们都被自己杀死呢？李阔琢磨起来。时间不长，李阔仿佛抓到了些什么，有了主意，心中砰的一跳。龙三的忽悠之道给了他重要提示，拿出一张习武堂的地契，李阔直接使用掉了。习武堂属于商店类型，谁有习武堂，谁就可以赚取金币。玩家进入习武堂需要花费10金币，而在习武堂中和 NPC 武师互击6个小时，玩家可以增加1点属性点。建好了习武堂，李阔走进了偌大的大厅，只见一个武师正站在大厅中间的位置。李阔直接把武师给取消掉了，然后又买了一个习武堂管家 NPC。 叮，请玩家对习武堂管家做设定，设定习武堂的收费标准以及武师的星级难度。李阔设定了一番。叮，玩家已设定习武堂为免费开放状态，并将自己设定为武师，如因攻击武师在习武堂中死亡，管家将赔偿死亡玩家100金币，请谨慎操作，是否确定？确定。叮，玩家设置成功，请为管家充值金币，以便管家运行习武堂。提示：如管家金币不足扣除，将在玩家身上强行扣除金币补偿死亡玩家，如玩家身上金币不足，将永久关闭习武堂。李阔没有犹豫，直接给管家充值了1个亿金币，随即站到武士的位置上，刷起了大喇叭：华夏区公平，孤独不苦，系统有病，设置我的形象和技能在孤独城习武堂中站岗，玩家被我技能反死，你还奖励玩家100金币，你脑子呢？孤独不苦，系统有病，设置我的形象和技能在孤独城习武堂中站岗，
玩家被我技能反死，你还奖励玩家100金币？你脑子呢？李阔一连刷了10个大喇叭，很快就有人刷大喇叭和李阔搭话。12万，哈哈，谁让大神是华夏风云榜第1呢？我们想去站岗也站不了啊！一只小蝴蝶，还有这种好事？死了就给100金币吗？确定？空格键，哈，大神你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要抓紧去看看。无情哈拉少，每款游戏都有这种设定，把一些大神的形象搞到什么荣誉墙那里站岗，哈哈哈。孤独大神不用计较哈，不过他让你去孤独城站岗，确实不符合大神的身份，也许是你这个名字和孤独城有缘吧。第89章爆炸式提升属性。巅峰依旧也看到了李阔的喇叭内容，心中疑惑，孤独狗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敢在大喇叭上骂李阔，只能背后骂街。现在没有人敢刷大喇叭骂李阔，因为他们都知道李阔武力值太强，骂一句那还不得被人家用追杀令追杀1个月。巅峰老六哈哈笑道，哈哈，孤独狗被系统针对了，哇哈哈，活该，真他妈解气啊！巅峰依旧道，过去打孤独狗的这个形象人就给我往脸上招呼，出口恶气。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孤独城习武堂。操，果然是孤独狗的形象啊，这跟真人没啥区别啊。虽然知道这个是用孤独不苦形象做出的 NPC， 但是见到李阔的样子，巅峰依旧心里还是忍不住有点害怕。老六，你去试试。巅峰依旧喊了一句。巅峰老六立刻会意，急忙跑上去，照着李阔脸上就来了一个大鼻斗。-1，-100。巅峰老六被反伤了100点伤害。妈的，打老子的脸！虽然李阔希望用这种方式吞噬属性点，但是也不能让人往脸上打呀。一气之下，直接一刀就把巅峰老六给秒了。卧槽，这个 NPC 能动手的呀？那还打鸡毛啊？我他妈65级，万一死了损失大了，系统才给100金币。系统你他妈知道老子现在升1级有多难吗？也许我可以试试，我才41级，死了很快就升上来了。如果真给100金币，我天天过来送死，这可比打怪刷金币强多了。一个 ID 叫王胖胖的玩家说着，过去砍了李阔一刀。-1，-100。王胖胖被反伤了100点气血。继续。-1，-100。-1，-100。10几刀以后，王胖胖死亡了，同时他收到了100金币的补偿。卧槽，真有钱给！王胖胖从职业城复活点走出来，等级已经变成了40级，没有一刻犹豫，他把自己的装备都脱了下来，扔进了仓库，然后通过传送阵直接传送到了孤独城。钻进习武堂，二话没说，王胖胖对着李阔胸口就是一拳。-1，-1。2拳以后，王胖胖被巫神反噬，直接反死。王胖胖是个弓箭手，他把属性点都加了攻击，只有升级时自动增长的体质属性，也就是40点。弓箭手1点体质增加5点气血，在他脱了装备以后，现在只有200气血，2拳就会被反死。时间不长，王胖胖又来了。旁边的低级玩家们还都在观望，见到王胖胖又来了，忍不住问道：那个小胖子，看你这么积极的样子，难道死了真的有金币拿吗？废话，不给金币我会送死吗？哈哈哈，牛逼，以后这就是我的日常了，日常过来送死。听他这么一说，旁边的低级玩家都激动起来，这简直就是送钱啊！这些在职业城混的玩家，每天就是刷怪，运气好的能赚10几枚金币，换成 RMB 也有几百块，比上班还强。碰见运气不好的，一天下来只能打几枚金币，换个100多块 RMB， 不过也足够温饱了。毕竟玩游戏赚钱可比在厂子拧螺丝强多了。但是现在游戏不但给他们搞了个传送阵，可以免费传送到孤独城玩耍，还又给搞了个习武堂，这简直就是低级玩家的福利啊！算上传送的时间，几分钟就能死一次，死一次就有100金币，100金币现在就能换3000人民币，一天死上2次就能搞6000人民币，这还打个鸡毛的野怪啊！一天6000人民币，死上2个月，直接可以拿钱交首付买楼了，操！哈哈，我的福利啊！一个21级的玩家此刻更是激动坏了，他刚进游戏不久，等级才21级，这要是过来死上6次，他一会就能赚到18000 RMB， 而且等级越低升级越快，因为低等级的怪现在根本没人抢，都可以闭着眼刷怪升级。他用1天的时间就能再次升到21级，而且这种因为死亡掉级的，在升20级的时候还不用打20级的突破怪，一天送死6次，一天就能稳定赚1.8万 RMB， 妥妥的发财之道。如果不是等级低于15级就会被传送回新手村，他都恨不得把自己送死送到0级，这样效率就更快了。习武堂大殿非常的宽阔，没用多少时间，大殿里就挤满了低级玩家，足足上千人。毕竟这些低级玩家也都有聊天群，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都传开了。这些低级玩家都是提前脱了装备来的，有的弓箭手拿着武器，也都是没人要的10级绿装。他们是怕人多挤不进去，准备在远处射箭。此时的李阔就站在习武堂大厅里不动，等着玩家们轮流过来送死。趁着人多混乱，他还把那些高级玩家给偷偷秒了。这些高级玩家等级高，不会为了100金币来送死，留在习武堂白白占地方。看着不断飙升的属性点，李阔嘿嘿一乐，随即给龙三用意念传音：三哥，派2个侍卫来习武堂，城主府留2个侍卫就行。你要侍卫干嘛呀，老大？你这实力还有哪个敢惹你吗？自有用处。你顺便交代他们，让他们在习武堂门口站岗，40级以上的玩家不允许进入习武堂。可是我正在忽悠玩家们的装备啊，我一说话就露馅了，明天行不行啊？也好，从明天开始，每天的早晨9点到下午5点，派他们过来站岗。李阔也不能一天24小时在习武堂站着，他准备给自己来个朝9晚5的工作时间，只有这个时间段接受玩家们过来送死。下午5点钟，李阔下班，直接利用鬼影技能隐身走了。这种事情不用说明，只要2次，玩家们自己就能摸索出经验，每天都会计算着时间过来送死。况且明天还有侍卫了，也会为他们做讲解。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李阔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属性就翻了1倍。按照这个数据计算，李阔估计以后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的属性就能增长10万，一天增长10万，一年365天就是3650万。虽然现在已经距离和现实结合不到3年了，但是这样提升，到时候属性绝对破亿。况且下班时间他也可以带着龙三去秒人，只不过就是这种方式太费钱了，一天大约10万次死亡次数，一天就要赔偿1000万金币，1个月就是3个亿，想想都心疼。不过幸好传送阵收入也不错，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空缺。第90章2年。时光匆匆，转眼间时间就来到了2034年11月1日。这时候的巫域游戏已经开服整整2年了。现如今游戏的一线玩家都已经把等级提升到了150级，这个等级是游戏里所能达到的最高等级，也是蓝星界妖兽所能达到的最高等级。当然，一些特殊的妖兽不在此列。满级的玩家杀怪不再获得经验，这个阶段的玩家每天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提升装备和自身的属性，以便在游戏里获取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一世的游戏并没有按照上一世的游戏设定而发展，游戏才开服2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游戏和现实结合的前兆。所有升到100级以上的玩家，在现实里都拥有了部分游戏中的力量，这导致地球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拥有神奇能力的人，经常扰乱社会秩序，这让地球上各个国家都非常的头疼。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是因为游戏的阵法壁垒出现了破裂。这件事还是因李阔而起。半年前，蓝星界里被2条来自巫域大陆的神龙强行把阵法封印破开裂缝，闯了进来。这2条神龙的目的也很明确，奔着龙三来的。虽然李阔和龙三都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来找麻烦，但是也不可能睁着眼挨打。先不说龙三这条150级的满级5爪金龙武力值如何，就是李阔现在的能量也足够这2条龙喝一大壶的。一场想象中的大战并没有发生，2条神龙轻轻松松就被李阔给屠了。但是由于战斗双方的实力都太过强悍，虽然很快结束了战斗，但仍然导致了游戏阵法壁垒的松动，以至于发生了游戏玩家过早获得部分游戏力量的结果。地球上秩序出现混乱，自然就要有人出来维护安全。虽然各国都震撼于游戏的神奇之处，想要掌控这种力量，但是这时候再派人进入游戏去练级也晚了。所以各国因此都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部门是由游戏中的强力玩家组成的，也负责惩治抓捕那些违法捣乱的游戏玩家。各国为这个部门起的名字都不相同，但是意思一样。华夏国成立的这个部门叫华夏国异能力监督管理局，经过层层选拔，决定由妩媚动人任第1届局长。毕竟他思想成熟，比较稳健，得罪的人也少。现如今游戏中的部分力量可以同步到现实，这让所有的玩家都为之疯狂，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大家都在拼命的升级，花钱买玩家送死这个买卖，李阔也做不成了。金海市第1肿瘤医院内，李阔正在探望病重的冯远，这是他唯一的朋友。因为糜烂的酒色生活，冯远年龄轻轻就患上了肝癌，这2年已经发展到晚期肝硬化，活是活不成了。李阔来看他最后一眼。此刻的冯远已经骨瘦如柴，皮肤焦黄，呼吸机也被医科主任取下了，出气多进气少，不知道哪口气上不来，就此一命呜呼。冯母早已哭成泪人，正握着冯远的手听他的临终遗言。李阔很懊悔，当初如果强行拉冯远进游戏，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在游戏里提升了能力，体质会变得非常强壮，百病不侵，什么疾病都不能近身。这时候
一道与此刻气氛极不协调的声音传进了病房。哟，冯赖皮死了没有？话音落地，几个5大3粗的壮汉便推门闯了进来。你们是干什么的？请出去，病人需要休息。护士见这几个人不像好人，出言喝止。你他妈算什么？一个护士也敢这样和老子说话？我们是冯远的朋友，他快死了，难道不能探望吗？几名壮汉不管不顾，把拦在身前的护士推到一边，直接来到了病床前。趁着家人都在，正好。领头的壮汉指着冯远说道：这小子在我们这借了钱，他死了，你们身为家人就要替他还，1分都不能少。人都这样了，你们还来追债，就不能等等吗？欠多少我替他还，请你们立刻出去。冯远的姐姐知道父母没钱，所幸她和她老公也开了一家小公司，颇有财力。这时候站出来说道：哟，姿色不错吗？呵呵，你看看这张欠条。领头的壮汉扔给冯远的姐姐一张欠条。呼，还好只有1000万 RMB。冯远的姐姐看完欠条上的数字，顿时松了一口气。这帮人一看就是高利贷，他们惹不起。1000万对吗？我过几天就会转给你们，到时候双方写个字据，两清。要说冯远有武玲珑和妩媚动人给项目干，应该混得不差，最起码不至于欠债。不过人一旦有了钱，就容易沾染恶习。从冯远和他家人的交谈中，李阔了解到冯远这是染上了赌，以至于把公司都卖了，还欠下了巨款，导致身败名裂。10赌9骗，这明显是被人下套给坑了。呵呵，1000万，你打发要饭的呢？领头那壮汉满脸不屑地笑道：开始是借的1000万，不过我们可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是靠利息吃饭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楚，1周之内还不上钱，利息由我们按照我们的公司的经营状况计算后面的利息。因为这1000万你们没有还上，导致我们公司面临了倒闭的风险，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月，这23天的利息由我们来定。你，冯远的姐姐气坏了，不过转头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弟弟，又看了一眼正在一旁哭泣的母亲，强压住怒意，问道：那利息是多少？5个亿。什么？冯远的姐姐大惊失色。呲熬，冯远也是气得差点没咽了最后一口气。他现在身体虚弱，想说话也说不出来，口头语一个草字都有气无力的只说了一半。5个亿，这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李阔见到这种情况，不想在医院里多生事端，眼下先打发这帮人离开，让冯远和家人说说话才是最重要的。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这帮害群之马，社会败类。随即接话道：5个亿，我替他还了，欠条改成我的名字。这帮人恐怕还不清楚自己眼前站着的是谁。第91章，为民除害。领头的那壮汉听见有人主动送钱，自然喜不自胜。瞧了瞧李阔，见他岁数不大，说道：小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敢乱讲。你确定要结下这笔账吗？我挺有钱的，5个亿不算什么。几名壮汉听李阔这么一说，顿时来了精神。今天运气真好，出门要账第一单就遇见了一个沙笔。看这小子这么装，估计刚步入社会不久，家里应该也很有钱，又是一头肥羊。如果他真有能力还5亿，那就叫他还50亿。对于下套这种事，他们很有经验。虽然说能拿出几个亿的家庭，背景肯定不简单，不过他们是青龙会的人，谁的面子都不给。如果对方真托中间人出来交涉，大不了少要点，到时候还能卖个人情。如果把人情卖给当官的，那就更完美了。他们此刻已经脑补出了自己的老大会如何夸赞他们，这件事办成了以后，老大会给他们多少的好处。有肥羊不宰是傻子。领头那壮汉急忙让李阔写下了字据，并按上了手印。这些人随身都带着印台，见到李阔签了协议，领头那壮汉终于放心了，随即把冯远那张欠条当面给撕烂了。走吧，土豪，咱们现在有债务关系了，先带着我们去你家转转呗，拜访一下伯父伯母。现在就走吗？李阔问。对啊，谁知道你小子是不是在吹牛逼啊？从这一刻起，我们哥几个就和土豪形影不离了，哈哈哈。另一个小弟说道。好的，稍等，我和我朋友说句话。李阔怕冯远着急，急忙来到了冯远病床前。冯远此刻暗淡无光的眼神变得更加暗淡了。李阔知道他现在说话很费劲，贴到他的耳朵边上说道：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想问，不过你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担心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天上的神仙转世，神仙下凡，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你还担心个锤子啊？冯远现在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李阔想让他轻轻松松的离开这个世间，不想让他留有遗憾和愧疚，索性冒充神仙开始胡诌。冯远听李阔这么一说，暗淡的眼神里难得出现一丝清明，死死盯着李阔。哥们，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因为你没准也是神仙归位。李阔看不懂冯远眼神里的意思，出言安慰道。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他这还是第一次与自己身边的人经历生离死别。在冯远依依不舍的眼神下，李阔起身和冯母道别，跟着几个壮汉离开了京海市第一肿瘤医院。刚出医院门口，那领头的壮汉又催促道：“哥们，你是现在还钱，还是需要去家里拿钱？还是需要过几天？提醒你一下，过几天还钱，可就不是5亿了。走，找个没人的地方，我给你钱。”李阔说道：“给钱尼玛，怕什么人？尼玛的，别想耍什么阴招！”另一个小弟骂道。不过看到李阔就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他们也并不担心，毕竟自己这边都是身经百战的壮汉，如果连李阔都收拾不了，那他们以后也就告别催债这个职业了。领头大哥皱了皱眉头，道：“去公司。”说完带着李阔来到了他们口中所谓的公司。他们这个公司只是在一栋办公楼里租的一间简单公寓，毕竟他们这种工作办公地点只是一个摆设。刚推门进来，他们就把门反锁了。说吧，怎么支付？领头大哥进门就点了一根烟，栽棱着脑袋也不正眼看李阔，瞅着打火机的火苗问道。其余几个小弟则是把羽绒服都脱了，各自找地方坐了下来。大冬天的，每个小弟羽绒服里面都是穿的半截袖，胳膊上纹龙刺凤。我支付尼玛隔壁！李阔大骂一句，抓过刚才骂自己的那个小弟，一伸手就捏住了他的下巴，手上一使劲，直接把那小弟下巴给捏碎了，下半辈子注定重度残疾。啊！我操你！另一个小弟见状顿时急了，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李阔一拳把脑袋给打爆了。我操！什么情况？叼着烟的那个大哥，香烟从嘴里滑落，掉落到了地上。实话告诉你们吧，老子也是干你们这行的，你们敢抢老子的买卖，现在立刻给老子写欠条，不然老子把你们这几个狗崽子都特么给宰了！马隔壁的见到李阔这么猛，几个5大3粗的壮汉都吓傻了。行，我们认栽。一个小弟说了一句话，操你妈的！李阔一脚就把这说话的小弟给踹死了。卧槽，这恐怕是个变态吧？这几个身经百战的壮汉自认为自己算是够屌了，身上也都背着几条人命案子，不过看谁不顺眼就杀谁，这他们做不到，他们也是第一次见着这种狠人。剩下的3个壮汉不再犹豫，掏出纸笔写下了欠条。李阔接过欠条看了一眼，自己歪歪斜斜，一看就属于那种小学没毕业的文化程度，或者是因为惊吓过度导致手颤，所以写得这么难看。不过大致可以看清楚内容。满意的把欠条揣进裤兜，李阔瞅了一眼那个领头大哥，那领头大哥也是个老江湖，立刻会意，急忙颤抖着双手把李阔给他们写的欠条递给了李阔。李阔把欠条撕了。想过有今天吗？李阔戏谑地问道。像你们这样的社会败类，死上10次也不嫌多，多少无辜的家庭被你们搞得支离破碎，多少人被你们逼得跳楼自杀。妈个逼！对，大哥您教训的对。另一个小弟周媚道。操！我特么让你说话了！李阔甩手就用手背给了这个小弟一个大嘴巴。只见这小弟脑袋360度旋转了一圈，脖子断得不能再断了，立刻毙命。剩下的2个壮汉裤裆里都开始往地上滴水。他妈的！李阔一大巴掌又送走了一个。走吧，带着我去找你们的老大，别想着跑，不然你的下场你清楚。李阔指着那带头大哥说道。说完自行往外走。走到门口处，见到那个被捏碎下巴的小弟正在不断哀嚎，李阔也不想让他这么痛苦，一脚踩死了他。第92章杀人。李阔现在心情很不好，自己唯一的朋友死了，任谁心情也好不起来。坐在放高利贷的那个领头大哥的副驾驶上，李阔表情冰冷，一句话也不说。正在开着路虎的那个领头大哥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的座位上都湿漉漉的，还不时传来一股尿骚味。打开车窗，李阔看了一眼繁华的京海市区。再有1年，这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将彻底烟消云散，到时候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存危机。时间不长，领头大哥带着李阔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别墅区。这里的别墅并不多，只有中间一栋极其气派的大别墅，被周围10几栋小别墅包围着。看这建造方式就知道，这是自己家族买的地皮，然后自己家族建造出来为自己居住的。别墅区的大门口有8个保安站岗，这些保安统一西装革履，5大3粗。别看干的是保安职业，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保镖。领头大哥下了车，在门口对着一名保镖说了句什么，随即那保镖转身进了别墅，留下那领头大哥在原地焦急等待。时间不长，一名20多岁的青年从别墅区走了出来，那领头大哥赶紧凑上前去，弯着腰打招呼，还指了指自己的车，明显是在告诉他李阔就在车上。李阔本来就是来找事的，也不再低调，下了车走到那青年面前问道：“你就是他大哥？”那青年看了李阔一眼，点了点头。
挺懂事的啊，这倒省得费口舌了。李阔嘿嘿一笑，掏出那几张欠条，说道：“这是你小弟欠的钱，有的死了，死了也别赖账。你这当大哥的就替他们还了吧。你小子在这说他妈什么胡话呢？找死是不是？”一名保镖见李阔如此无礼，顿时大怒。那青年瞪了保镖一眼后，随即客客气气地对李阔说道：“我手下欠了钱，自然是要我这当老大的来管，我这就叫人去取3000万来。”李阔逼着他们写了3张欠条，每张1000万。3000万？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李阔把他们用在冯远身上的套路用了出来。青年眼中杀意一闪而过，那你准备要多少？1万亿。青年算是看出来了，李阔摆明就是来闹事的。不过他刚才从那领头大哥的嘴里得知具体情况以后，知道李阔是个异能者，所以才会放低姿态和李阔谈判。这时候不了解李阔的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没有商量的余地吗？青年用自己最大能力克制住愤怒，尽量保持语气平和地问道：“商量？可以商量，或者你给我1亿也行。”这句话说完，周围8个保镖再也按耐不住了，只要领头的青年一句话，他们立刻就要冲上去把李阔撕成碎片。反观那青年，城府倒是挺深，听了李阔的话后，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愤怒。那我需要去找长辈商量一下。去吧去吧，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青年点了点头，转身回了别墅。你个小逼崽子是活够了，你知道自己刚才在和谁说话吗？尼玛，隔壁的，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小傻逼？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勒索到您家头上来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狗崽子！尼玛，隔壁的！见青年走了，8个保镖这才敢开口说话。你一言我一语的骂李阔，只有刚才那领头要债的大哥没说话，他可是知道李阔的脾气。果不其然，等那青年从别墅区走出来以后，门口的8个保镖已经趴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那青年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谁给的胆量？就算是巫域游戏里排行前100的大神，也不敢这么搞吧？毕竟华夏国可是有异能局的。不过他刚才和他13叔申请了，他13叔杀完一头妖兽就会退出游戏来解决这件事。他们宁家可不会找异能局来参与，既然游戏异能者敢招惹他们宁家，那就让宁家游戏里的族人来解决这件事。毕竟游戏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宁家在游戏里几乎都认识。如果对方只是个无名小卒，那就直接杀了。若是异能局参与进来，就会把人带走，他们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他只是宁家的分支，虽然姓宁，但是并没有什么权利，平时也就是做一些放高利贷的小生意，更不敢招惹游戏异能者，怕在游戏世界里给家族带来麻烦。毕竟现在家族对于游戏的重视程度比现实还要在意的多，重心都放在了游戏里。很快，青年口中的13叔就退出游戏，追了过来。李阔也认识青年的这个13叔，巅峰公会的巅峰13。巅峰公会大部分重要玩家都是宁家人，像巅峰依旧和巅峰13，他们都是宁家的直系子孙。巅峰依旧在宁家是太子爷，这一届宁家掌权人是巅峰依旧的爷爷，下一届就是巅峰依旧。因为巅峰依旧的父母都是高官，所以并没有直接在宁家掌权家族。宁家是华夏国数1数2的大家族，底蕴很深，在华夏国根深蒂固，几乎每座城市都会有宁家的一支直系在当地发展，和古代分封诸侯王意思差不多。除了宁家，华夏国还有几个大家族可以和宁家分庭抗礼，其中有一个就是封神乱所代表的封家。看来这金海市是由巅峰13这一支宁家族人负责的。李阔在游戏里都是戴面具的，所以巅峰13并不认识他。但是巅峰13在游戏里从来不戴面具，到处张扬，李阔是认识他的。这货还被龙三骗过一件史诗级装备，虽然只是70级的。见到李阔也是游戏异能者，那就代表等级也在100级以上，因为只有100级以上才能在现实世界里具备异能。巅峰13不清楚李阔的底细，没有第一时间动手，开口问道：“我是巅峰公会的巅峰13，你是哪个公会的朋友？因为什么跑到我们宁家来闹事？”第93章，实力，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李阔丝毫没有给巅峰13面子。巅峰13闻言大怒，自从进入巫域游戏至今，除了这2年突然销声匿迹的孤独狗，还没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莫非是封神的杂碎，或者是刚升到100级具备异能的愣头青？巅峰13懒得去想，呵呵冷笑道：“很好，我希望你的拳头也和你的嘴一样硬。现在玩家们只是具备了游戏中的部分能力，和玩家自身的属性相关，具体比例是多少，李阔也不清楚，有可能是继承了游戏里的20%，也有可能是10%，或者是1%。但是尽管这样，力量也已经非比寻常了，甚至连子弹都奈何不了这些异能者。因为玩家们没有继承游戏里的装备，所以巅峰13还专门为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打造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只见他举着刀，猛地就向李阔刺来。在普通人眼里，
巅峰13的速度已经达到了肉眼无法捕捉的地步，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但是这样的速度，在李阔眼里就和蜗牛爬行没什么区别。去你妈的！李阔动都没动，伸手就给了巅峰13一个大耳刮子。巅峰13直接被扇飞出去，身体就地滚了18个圈，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寒光闪闪的大刀也飞了出去，一刀刺进了一侧的水泥墙壁中，只留下了刀柄，可见力量之大。这还是李阔控制了自己的力量，不然一巴掌就能把巅峰13抽死。旁边的那个宁家青年见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吓傻了，一脸懵逼的愣在了原地。这特么到底是个什么鬼？他可是清楚自己13叔实力的，虽然13叔比他大不了2岁，但是辈分在那摆着，况且他13叔可以飞檐走壁，徒手抓子弹，这些可都是他亲眼见到的。他一度以他13叔为超级偶像，而且他13叔也是和他介绍过游戏里的一些实力的。用他13叔自己的话说，游戏里大家都满级，现在都在无限收钱能果，属性都差不了多少。我的实力怎么算也可以位居全球10大高手之一。这妖牛批的13叔竟然被人一巴掌就给抽飞了，这任谁都理解不了。卧槽！对了，先看看13叔死了没有。青年想到这里，一刻都不敢马虎，急忙跑了过去，探了探他13叔的鼻息。还好13叔只是晕死过去了。见到李阔这么猛，青年一直冷淡不惊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大哥，咱们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和你们这群到处害人的狗，老子和你商量什么？李阔现在是真想杀了这个到处放高利贷害人的狗崽子，不过想想还是忍住了。如果动了宁家的人，他们拿自己没办法，狗急跳墙，肯定要报复冯远的家人，这不是李阔希望看到的。为了不让他们联想到冯远这方面，李阔故意岔开话题道：老子关注你们很久了，不干正经买卖，到处放高利害人，你们害的那个女孩心里还清楚吗？青年害了不少女孩，也不知道李阔指的是谁，赶紧应付道：我错了大哥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老子就是黑夜的幽灵，正义的化身，以后再让老子知道你干这些害人的买卖，老子就过来屠了你全家，你听明白了？李阔威胁道：我听明白了大哥，我真的再也不敢了。怕这青年不相信自己会杀人，李阔有意当着他的面再震慑他，一弹手指，一束由2根手指快速摩擦而产生的风刀瞬间爆射而出。青年几乎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个带头催债的领头大哥额头上就出现了一个血洞，人缓缓倒了下去。嘶！青年倒吸了一口凉气，隔空都能杀人，这特么谁不害怕？李阔杀这个领头的大哥，也是怕回头宁家仔细追问事情的起因，到时候肯定会联想到冯远的家人。李阔现在耳力极好，知道刚才那领头大哥并没有来得及和青年汇报具体情况，所以及时杀了他灭口。这样一来，清楚这件事的人都死了，宁家才会相信李阔就是看不惯他们才来闹事的。他不想让冯远家人受到迫害，更不想让自己因为朋友的家人而束手束脚。在地球上，他现在可谓是无亲无友，孑然一身，谁惹他，他就可以杀谁，不用考虑那么多。大哥，1万亿太多了，要不我给您10个亿，您大人大量就把我放个屁放了，您看行不？青年见李阔杀完了人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心里早就是慌的一批。不提醒李阔自己都忘了自己是来要钱的。不过他现在可不缺钱，孤独城每天的收入是他们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巨额财富。老子不缺钱，李阔说道，不过你收了这么多利息，老子这次也收你点利息，让你尝尝记性。李阔说着话，闪身来到青年近前，抬脚就把青年的2条腿给废了，粉碎性的骨折，骨头都碎成了粉末，不可能再医的好了，就让这小子后半辈子坐轮椅，省得出去害人。李阔呵呵一笑，这样留着他一条命，相信宁家人也不会狗急跳墙，到处去报复社会。解决完了巅峰13的事，李阔直接回了别墅。目前游戏只有1年的时间就会和现实结合，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1个亿的目标，眼下还相差很多。从别墅进去龙界空间，李阔躺进游戏舱，直接进入了游戏。孤独城现在经过1年多的发展，已经成了蓝星界数1数2的大城。毕竟孤独城有通往蓝星城的传送阵，又有通往职业城的传送阵，还可以在周围击杀妖兽，这种地方想不繁华都不行。至于龙三，他眼下还是孤独城的城主，不过经过这1年多的锤炼，龙三也精明了很多。他现在能忽悠来的装备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他又不想坐以待毙，所以见到李阔进来，他顿时来了精神。第94章150级满级橙色装备。老大，你要抓紧想个办法才行了，搞宝贝一刻也不能耽搁呀。龙三见到李阔以后，第一时间就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李阔白了他一眼，这么好的一桩买卖都被你搞黄了，还搞什么宝贝？按照李阔的意思是让龙三忽悠玩家们的装备，把几率调成20%，
也就是10件里面随便吐2件垃圾的，这样也能赚8成，而且自己可以掌握什么装备要，什么装备不要，多好的事。可是龙三不听，他忽悠100件，只给别人吐1件，这几率相当于1%，而且还不给人家吐成装，人家拿着紫装来升级，他吐出去的也是紫装。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孤独城的城主是个不靠谱的 NPC， 没人再来他这里升级装备了。我这样搞，不也是为了给你多赚点东西吗？龙三委屈地说道。这1年多，龙三虽然和李阔五五分账，但是他并不能穿装备，所以忽悠来的装备玩上一阵子都会送给李阔。李阔也知道龙三赚了好东西，就等于是自己赚了，所以不再批评他，嘿嘿笑道：别在意啊，三哥，过2天我带你去摄魂院转转，说不定能搞点好东西。那咱们现在就去呗。龙三一听可以搞宝贝，立刻就来了精神。现在不行，我得把我的神龙套装先全部升到150级，差这1件，我看着膈应。好吧，龙三没了办法，因为他手上也没有140级的装备。140级装备已经非常珍贵了，没有玩家会拿着140级的装备来找龙三升级，因为这种级别的装备只能用装备打造材料来打造，打 BOSS 也只会爆出材料，并不会直接爆出装备。不过李阔有钱，总有一些玩家会为了钱卖掉自己的装备。毕竟玩游戏除了装备以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这需要大量的金币支撑才行。把神龙套装从140级提升到150级，需要的是140级的装备，这也让李阔省了不小的一笔钱。如果是用150级的装备升级，那他1件都弄不到，因为150级的装备属于满级装备，除非玩家得到了更好的满级装备，不然没有人会卖。现在李阔已经把5件神龙套装都升级到了150级，就剩下1件没能升级成功，而且已经积累了9件140级的紫装，就差1件就可以进行升级。但是交易行最近没有人卖140级装备，这已经膈应了他半个月了。正在2个人交谈的时候，风神乱突然带着人来到了城主府，李阔急忙隐身藏了起来。老大，你真的打算把这件140级的紫装升级吗？这个城主不靠谱啊，据说成功率只有1%。是啊，老大，140级的装备这么值钱，不如卖了吧。闭嘴！风神乱喝道。老子特么缺钱吗？老子缺的是极品装备。这个部位我已经有了150级的紫装，我留着这个140级的干嘛？万一升级成功，给我1件140级的成装，那才是王道。风神乱已经打定了主意。卧槽，想什么来什么啊！李阔听到风神乱这么说，急忙用意念给龙三传音：三哥，这件装备拿下以后给我。收到。龙三回复了李阔：玩家你好，我是孤独城的城主，你可以给我1件紫色的极品装备，我会免费为你升级成1件橙色的极品装备。这句开场白，龙三已经说了1年多了，可谓是轻车熟路。孤独城主，我这里有1件140级的装备，请帮我升级一下吧。风神乱总觉得自己是真命天子，他不信邪，把装备交给了龙三。龙三把装备收进了自己的包裹，闭上眼睛，默数1秒钟以后，龙三睁开眼，面无表情的开口道：叮！玩家风神乱装备升级失败，1件紫色装备消失。操！风神乱骂了一句，果然失败了。虽然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不过他还是抱有希望的，因为他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玩家你好，鉴于你多次找本城主升级装备，现在本城主赠送你福利1次，下一次你升级装备的成功率将会变成100%。龙三刚才听到风神乱身上有150级的紫色装备，立刻开启了忽悠模式。卧槽，运气来了！风神乱哈哈大笑，恭喜了老大，哈哈，这城主终于开窍一次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恭喜你老公。风神萌说道。风神乱此刻心中激动坏了，他并没有理会队友，而是向龙三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城主你好，这一次100%成功率的升级，如果我给您2件装备呢？2件都会升级成功。龙三面无表情的答道。听到这话，风神乱激动的身子都颤抖起来，怕时间长了几率会消失，风神乱不敢再多问什么，急忙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件150级橙色装备脱了下来。没有一刻犹豫，风神乱把2件150级橙装都交给了龙三。如果这一次升级成功，他将会成为游戏第1人。150级的装备非常强大，蓝装品质以上，每1件都有必带技能，而且都是极品技能。如果能升级成功，2件150级的橙色装备就能升级成史诗级装备。他不敢想象这会为他带来多么巨大的提升。龙三心里也是一跳，这小子真有钱啊！龙三本来是想忽悠风神乱身上那1件150级的紫色装备，没想到这个傻子竟然送来了2件150级橙色装备。不过龙三忽悠了这么多玩家，早已练就了处事不惊的心态。只见他忽悠完风神乱的2件150级橙装以后，仍是站在那里不悲不喜，看不出任何反应。龙三不说话，别人也不敢问。此刻整个偌大的城主府会客厅内，
只听得到封神几个人的心跳声。大约等了有10几分钟的时间，龙三依旧没反应。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开口道：“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啊，城主怎么没反应了？”叮！玩家封神乱装备升级失败，2件橙色装备消失。特别提示：满级装备升级需要时间，周围嘈杂之声打扰到升级，导致失败。卧槽尼玛！封神乱大怒。第95章，李阔的属性，还老子装备！封神乱指着龙三破口大骂：“哪有这样的？人家说句话就让装备升级失败了，这明显就是个骗人的城主。”封神乱再傻也不会傻到连这种事都分不清楚的地步，况且他一点都不傻。龙三也不装了，反正这个买卖已经干到头了，临近倒闭，还有人送来2件150级橙装，赚大了。只见龙三一挥手，一道巨大的水柱凭空出现，把封神几个玩家包裹在其中，1秒钟都没到，他们就被水柱击杀，回了复活点，全部死亡掉了1级。要知道他们可都是游戏里的顶端玩家，都是150级满级，149级升150级需要大量的经验，而且掉了级以后150级的装备就不能穿了，实力将大打折扣。玩家死亡的地方又爆出了1件150级紫色装备，也不知道是谁掉的，龙三顺手捡了起来。哈哈哈，三哥牛逼！李阔现出身形来到了龙三面前，敢骂我？妈的！以后这小子最好别遇见我，否则我见一次杀一次。龙三骂道。哈哈，火气别这么大嘛，三哥，赶紧把装备给我。龙三一心想着让李阔带他去摄魂渊玩，也没有舍不得，把这次赚来的装备都给了李阔。李阔第一时间把神龙套装的最后1件也升级到了150级，现在他手里还有3件150级的装备，1件紫色，2件橙色。他用自己的神龙之刃把这3件装备都给吞噬了。神龙装备升级到150级以后，吞噬装备会100%留下装备的技能，而且每吞噬1件150级的装备激活属性，每一条属性都是附加被吞噬这件装备的属性总和，非常强大。神龙之刃150级武器，可升级，专属绑定装备，无法交易，死亡不会丢失。佩戴等级无级别限制，装备品级史诗级，装备品阶史诗级。基础属性：最大生命值加8750，吞噬1件150级紫色装备；最大生命值加15710，吞噬1件150级橙色装备；最大生命值加15775，吞噬1件150级橙色装备；最大生命值加880，最大生命值加695，最大生命值加630。附加属性：史诗级品阶6条附加属性，体质加75，体质加65，体质加75，体质加68，体质加72，体质加66。装备技能：神佑复生，耀武，吞噬装备所得炼体，吞噬装备所得炫法，吞噬装备所得魔之心，吞噬装备所得。神佑复生被动技能，玩家死亡后有100%几率原地复活，并恢复自身100%最大生命值，此技能24小时内只能触发1次。耀武主动技能，玩家发动物理攻击时可以选择触发耀武，耀武状态可持续60分钟。耀武状态下，玩家发动物理攻击，临时提升自身100%最大物理伤害，此技能24小时内只能触发1次。炼体被动技能，拥有此技能的玩家最大生命值提升100%，失去此技能，玩家炼体状态立即消失。炫法主动技能，玩家发动魔法攻击时可以选择触发炫法，炫法状态可持续60分钟。炫法状态下，玩家发动魔法攻击，临时提升自身100%最大魔法伤害，此技能24小时内只能触发1次。魔之心被动技能，拥有此技能的玩家魔法攻击力提升100%。经过1年多的不断吞噬，此刻李阔的属性面板都已经破了8位数。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孤独城主，坐骑五爪金龙，等级150级满级，生命值72054960000，附带炼体效果，魔法值6003934550，物理攻击力60039345，魔法攻击力1200786990，附带魔之心效果，物理防御力60039345，魔法防御力60039345，速度60039345，未分配属性点0，气运值28000，魅力值8600000，威望值445000。天赋技能：精神集中，巫神吞噬，巫神重体，巫神反噬，巫神血脉，巫神降临。角色技能：职业技能加通用技能加领悟技能，嘲讽、半月斩、七旋斩、辽空破、崩天裂、神识术、通灵、鬼影、瞬移、火炎寂灭。装备技能：神佑复生，耀武，炫法，炼体，魔之心。
正在李阔欣赏自己爆炸属性的时候，风神乱在华夏区公屏上直接刷起了大喇叭。风神乱，孤独城城主骗玩家装备，游戏公司不出来给个说法。风神盟，这还是一款游戏吗？风神雷，游戏公司的人呢？巅峰老六，呵呵，活该。风神狂，游戏公司你们倒，我草你妈六狗子。巅峰依旧，沙比才去找孤独城主升级装备，哈哈哈，可怜的风神狗。风神乱，尼玛币巅峰狗。风神狂，巅峰狗也好意思出来说话。昨晚骚酒被我老大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你去哪里了？巅峰依旧，风神的狗，你他妈给老子等着。巅峰不败，卧槽尼玛风神狗，出来单挑。风神乱，哼，想约架老子可不奉陪，有本事上追杀令，老子一定让你们这群狗有来无回。现在游戏里的部分力量可以带到现实世界中，玩家们已经把游戏当成了自己的全部，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随便约架了，毕竟掉一级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平时也就是刷刷大喇叭图个嘴痛快。巅峰依旧，风神乱你麻痹欺负女人，你算个什么鸡巴东西？巅峰荣耀，风神乱不看看自己第几名了，还在这里吹牛逼。经巅峰荣耀这么一说，一群吃瓜群众都很好奇的打开了华夏风云榜。华夏区实力排行榜只显示前10名，第1名叶倾城，第2名巅峰依旧，第3名竹，第4名暗影，第5名巅峰9，第6名风神盟，第7名妩媚动人，第8名战神01，第9名战神02，第10名风神乱。此时因为损失了2件150级的橙色装备，风神乱的实力已经从第3名掉到了第10名。现在到了游戏后期，一些前期的王者已经逐渐被赶超，慢慢退出了前10的舞台。这其中就包括王者扛把子、天下风云，还有武玲珑等。这1年多的时间，李阔没日没夜的吞噬属性点，非常的低调，和朋友们的来往也很少，有时候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所以在没有了李阔的帮助，武玲珑和那些大家族的玩家也是没办法比的。至于李阔，他选择了隐藏，玩家选择不显示排行榜的话，排行榜上就不会出现他的名字，即使他是第1。第96章，自作孽不可活。因为李阔每天9点就会站到习武堂刷属性，5点下班又要和龙3分配装备提升神龙套装，剩下的时间还要出去升级刷经验，所以他这1年多来非常低调，几乎没在公共场合露过面。如果不是游戏中的力量可以带出现实，没有玩家再因为100金币去习武堂送死，他还不会露面。毕竟猥琐发育才是王道，不然他现在也不可能有72亿加的生命值和6000万加的攻防。李阔的低调让很多玩家都淡忘了他，一度以为他在现实中被报复，已经无奈弃游了。只有少数的几个好友知道李阔还在玩游戏，毕竟他的好友头像还亮着。既然大家聊起了华夏风云榜这个话题，那自然就有很多吃瓜群众喜欢八卦了。空格键，话说孤独大神去哪里了？这1年多在盟里也不说话了，盟战也没来参加了。游戏等级高了，实力相差太大，玩家们都不会轻易送死，所以现在的盟战已经成了那几个顶端玩家的个人战。李阔刷不到人头，他自然懒得去打了。天下风云，呵呵，还想着孤独狗呢？你是在孤独狗后边吃狗屎吃习惯了吧？天下风云现在已经不算顶端玩家了，只能算是1线玩家，但是也不是空格键这种2线玩家惹得起的，所以他没敢还嘴。风神的最恨天下风云，因为他背叛了风神，投靠了巅峰，所以他一刷喇叭，风神的就骂他。风神雷，你个狗一样的东西，不去找你巅峰爹舔他的狗屁股去，在这逼逼什么？巅峰老六，你又算个鸡婆，这有尼玛必说话的份。暗影，不过实话实说，孤独不苦以前是真的强，我号称华夏区第1刺客，他是我唯一不敢偷袭的人。我号称无敌，前期强没什么用的暗影大佬，后期强才是强，才是笑到最后的人。风火轮，估计孤独狗是没脸在华夏区待下去了吧？前期那么无敌，那么牛蛋，后期没钱支配自己的角色了，落差太大，没脸玩了。毕竟潜能果不是他吃得起的。猴子，呵，大佬始终是大佬，无限收潜能果这一点比不了。我考虑排行前10的大佬们，哪一个的攻击力也破10万了，战无不胜，10万玄乎了，感觉5万能有。一天花8000，不过可惜了孤独狗的天赋了，人走了，天赋留给我就爽了，哈哈哈。劲儿，你确实想多了。巅峰依旧，你们最好别在我面前提孤独狗，老子手里还有1000多枚追杀令，你们掂量着点。巅峰依旧，想起那条狗我就恶心，恨不得宰它100次，妈的！幸亏他聪明，退油退得快。你们谁再提他，老子不介意给你们下个追杀令。风神乱，孤独狗，孤独狗，孤独狗，重要的事情说3遍。孤独不苦，你骂谁呢？巅峰依旧，
还有那个封神乱，卧槽！销声匿迹1年多的孤独狗出来了。巅峰依旧心中一跳，不过这1年多，他的家族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游戏里，这使得他得到了巨大提升，所以现在他也不太惧怕李阔。不过他也不敢太冒失，毕竟李阔有100倍反伤天赋，即使他能杀了李阔，搞不好也得一命换一命。但是如果他不打李阔，估计李阔也拿他没办法，不然那些潜能果算是吃到狗肚子里去了。巅峰依旧，呵呵，你没死呢，老子以为你个狗东西去现实里享受生活了，毕竟前期让你这条狗在游戏里搞了不少钱走。封神乱，狗咬狗，我这当人的就看看，哈哈哈。封神乱和巅峰依旧的想法也差不多，以为到了游戏后期，李阔已经跟不上了，不然谁会销声匿迹这么久？游戏里厉害，不但在游戏里有面子，在现实里也是大爷，谁会藏着不露头？他觉得李阔就算再厉害，靠前期积累的那些东西，也不足以在后期强大起来。李阔没有继续刷喇叭，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切。叮！孤独不苦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巅峰依旧和封神乱同时收到了追杀令。巅峰依旧此刻正在蓝星界刷装备材料，突然收到的追杀令让他心中一慌。150级满级，掉1级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了，老公？巅峰9见巅峰依旧神色不对，问道：“孤独狗对我使用了追杀令，他也就是吓唬吓唬人吧，老大。这小子这么久都没露头，应该强不到哪去。如果他真牛逼，早该出来嘚瑟了。”巅峰不败不屑一顾地说道。巅峰依旧狠了狠心，道：“去他妈的，咱们继续杀怪，我倒想试试孤独狗有多大本事。”巅峰依旧现在想跑也没办法跑，因为附近最近的传送阵也要走到孤独城，而李阔使用了追杀令，系统每分钟都会为他报告坐标，如果他真追过来，肯定也会走孤独城这条路，到时候在半路上就能遇见。所以巅峰依旧索性不再理会。时间不长，巅峰依旧和巅峰9等人就把眼前遇到的一头150级满级 BOSS 打成了皮血。这是一头150级的钻石 BOSS， 击杀以后爆出的材料肯定无比珍贵。这时候几个人的心里都有点小激动。忽然一道月牙刀气从背后迅速击来，转瞬即至，直奔 BOSS 而去，一刀便把皮血的 BOSS 给秒杀了。卧槽，谁他妈敢和我们巅峰公会抢 BOSS？ 巅峰不败气愤的大吼道。巅峰老六眼疾手快，直接把 BOSS 爆出来的材料捡了起来。嘿嘿，杀了 BOSS 又如何？现在满级杀怪不给经验，抢到东西才是王道。把东西捡进了包裹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才往身后望去。只见一个战士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这战士身上穿的这身装备，巅峰依旧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个形象一度让他担惊受怕了好几个月，甚至连晚上做梦都能被吓醒。孤独不苦，终究还是追来了。第97章，被杀急眼的封神乱。李阔穿着的神龙套装隐藏了特效，并不闪光，还和以前的形象一模一样，看上去像一身蓝装。巅峰依旧见到后落实了心中的猜测，孤独狗果然没有什么提升。他心里放松了不少，呵呵笑道：“你这是过来着急送死吗，孤独狗？以前他被李阔欺负怕了，现在好不容易抓住报仇的机会，如果李阔真的没什么实力，他要千倍万倍的还回来。你骂我3遍了。”李阔道。李阔戴着面具，巅峰依旧也看不清李阔的表情，但是见他说话还是这么硬气，心中隐隐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这时候巅峰不败吼道：“骂你个沙比10遍又怎么样？你还以为自己是无敌呢？这是游戏后期了，醒醒吧沙比，你知道我们身上都有多少属性吗？”哈哈，说出来别吓死孤独狗，我劝你善良啊，拜哥哥。巅峰荣耀笑道。不过孤独狗仗着自己那18000的属性，在普通玩家那里也确实可以装逼，在职业城也算是大神了。巅峰老六道。一个练级队伍5名玩家，只有巅峰9秀眉微蹙，没有说话。老大，我先去试试孤独狗的深浅，嘿嘿。巅峰老六说着话，人就隐了身，来到李阔身边，没有一刻犹豫，举起匕首就刺。去死吧，孤独狗！-1，没有破开防御。卧槽，孤独狗防御这么高！老六可是全力家的属性点，装备也都是攻击属性，整个华夏区没有他破不开防御的人。巅峰依旧见到这种情况，心中一跳，完了！孤独狗不但没有变弱，貌似更强了。孤独狗全部堆的防御，没有攻击力，大家不用怕他。巅峰不败此刻还在叫嚣，李阔顺手给他打了一个半月斩。-120068553。卧槽！麻痹！巅峰剩下的几个人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1.2个亿，这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送走了巅峰不败，李阔一轮神龙之刃给了还在发愣的巅峰老六一刀。-60038111。日，普攻都打6000万加，
孤独狗有6000万物理伤害，这怎么可能？6000万物理伤害，这在现实里得多牛逼！即使继承游戏1%的能力，也有60万属性带到现实里，原子弹都奈何不了他，这还怎么对抗？李阔就是要下巅峰依旧，一个辽空破技能又把巅峰荣耀给秒杀了，这是他最近学到的另一个战士职业技能。此刻只剩下了巅峰依旧和他的游戏 CP 巅峰9，巅峰依旧已经被吓破了胆，家族把所有的财力都压到了他身上，如今得罪了李阔，一切都完了。李阔绝对有能力把他杀到0级。双腿一软，巅峰依旧跪下了，原谅我吧，我错了。这番举动把李阔和巅峰9都看愣了，没想到巅峰依旧这么没骨气。我之前和你说过，以后别惹我，你为什么不听？李阔问道。巅峰依旧无话可说，他现在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都怪自己嘴贱。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我记得，我知错了。我可以用钱买平安吗？老子不缺钱。巅峰依旧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但是他不甘心，刚想要说点什么，李阔一刀就送他回了复活点。我和你无冤无仇，我也没骂过你，但是我想你肯定也不会放过我。巅峰9见队友都死了，冷着一张脸说道。你猜对了。李阔直接秒了巅峰9。虽然巅峰9色是华夏区第一美女，但苍蝇再小也是肉，能增加一点属性是一点。杀完了巅峰的，接下来是风神。风神乱比巅峰依旧跑得还要远，在蓝星界腹地打怪。不过李阔现在的速度非比寻常，他在游戏里行走比风都快，甚至连残影都看不到。很快李阔就找到了风神乱，他们练级的队伍也是5个人。风神乱的游戏 CP 风神盟、风神雷、风神狂、风神仙子。见到李阔，风神乱也是心中一跳，孤独狗为什么敢来杀我？他那里来的自信？容不得多想，风神乱立刻部署战略，毕竟现在是游戏后期，等级掉不起。孤独狗来了，大家注意配合，一起击杀孤独狗，该上无敌上无敌。然后话还没说完，风神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复活点。我擦，我被秒杀了！回头一看，风神盟、风神狂、风神雷、风神仙子也都在复活点，他们全都掉了1级，变成了148级。因为之前他们还集体被龙3秒过一次，日了狗了！满级状态下一天掉2级，不是哪个玩家都能接受的，到底怎么回事？风神乱气的肺都快炸了。风神雷解释道：“老大，孤独狗用了个火焰寂灭，把咱们全秒了。妈的逼！一起刷大喇叭骂孤独狗。”风神乱不解恨，咬着牙阴狠说道：“老大，孤独狗很强啊，骂他会不会招来更大的麻烦？怕什么？大不了把等级升到150级，以后不出城了。我就不信他天天不刷怪，就盯着咱们打。1天之内损失2件150级橙色装备，又掉了2级。”风神乱已经崩溃了，人也近乎疯狂。华夏区公平！风神乱，你麻痹孤独狗，有点本事乱杀人，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风神雷，孤独狗出来解释一下，我们惹着你了。风神狂，以后老子不出城了，你能奈我何？孤独狗，风神盟，乱杀人，一点素质都没有。风神仙子，满级以后在城里收钱能果也一样，不刷怪不刷材料，有钱一样可以买。孤独狗，你以为你是谁啊？老娘还能怕你这个穷逼是怎么的？刷完了几个大喇叭，风神几个人从职业城复活点的传送阵传送到了孤独城，刚一露头就被李阔直接给秒了。再一次回到复活点，风神的几个人都有点懵逼。孤独城能杀人，孤独狗敢在主城杀人，他也好受不了。侍卫们不是吃干饭的，等着被侍卫监禁吧。孤独狗这个杀比。第98章，躲在主城也被杀。风神的几个人刷大喇叭，这让吃瓜群众们落实了一件事：孤独不苦不但没退游，而且依旧很强大，一个人就秒了风神一队的顶端玩家。不过现在风神乱急眼了，玩家们也不敢刷大喇叭，更不敢调侃他，以免惹祸上身。大家都在等着巅峰的刷大喇叭呢，这样也好免费看戏。不过等了很久，巅峰那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巅峰的当然不是因为惧怕风神才不敢刷大喇叭的，他们现在是被李阔的属性给吓破了胆，这时候躲起来还唯恐不及，哪来的胆量去公屏上冒头？风神乱几个人现在都在职业城复活点等着，他们在等李阔被孤独城侍卫抓走。如果玩家在主城里杀人，城主都会派侍卫前去缉拿，遇见强大的玩家，有时候城主更会直接出手将其击杀，毕竟城主手里都掌握着护城大阵了。玩家违规被城主缉拿后，系统会发送系统消息以示警戒，可是风神乱几人等来等去也没有收到系统消息。怎么回事？还没收到系统消息？难道是孤独狗太强了，侍卫们打不过他？风神狂说道。
风神乱此刻眼珠子也红了，但是他并没有冲动。他现在掉到了147级，一天之内掉了3级了，他的心都在滴血。咱们先别出去，派工会的其他人去孤独城质问侍卫，质问那个沙比骗子城主。这特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多派点人去，快点！我知道了，老大。风神雷赶紧在血盟里安排人。时间不长，风神血盟里派出去的人在血盟频道回复了消息。风神翼龙，老大，我们去质问孤独城的侍卫，为什么不抓孤独狗？侍卫把我们都杀了。风神乱，你们他妈的没骂人吧？骂侍卫了？风神联盟，我们没骂，真没骂老大，我们就说孤独不苦这个 ID 在孤独城杀了人，你们身为侍卫怎么装看不见？侍卫不说话，我们就继续问，侍卫就直接把我们秒了。风神乱，麻个逼！有那个沙比骗子城主，手底下也交不出好兵。风神盟、孤独城都是一群神经病。风神仙子，咱们都在孤独城有房子，城主不保护咱们吗？风神乱，有没有人去找那个骗子城主？风神二炮，我们10几个人去的，刚进城主府，说孤独不苦杀人了，让他去管。那沙比城主说杀的少，他要再给凑几个数，把我们都给秒了。风神乱，麻个逼的，这游戏特么的疯了吗？风神童，没办法呀，老大，物欲游戏也没游戏客服，游戏公司也从来不出来说一句话，咱们有理也没地方说去啊。风神乱，妈的，孤独城那个沙比城主就知道骗装备，正是一点指望不上。咱们集体上公屏刷大喇叭，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管。妈的，主城杀人还没人管了，无法无天了。华夏区公屏，风神乱，孤独城的城主什么意思？有人在你城里杀人，你不抓，你还秒杀受害者。风神狂，游戏公司有人在吗？我就想问问还有王法吗？风神雷，麻个逼的，孤独狗杀人，整个孤独城都假装看不见是吗？风神祖龙，游戏还让人玩吗？孤独狗杀人没人管，我以为孤独城可以杀人，我去实验了一下，杀了一个巅峰的小号，结果我被抓了，现在我被监禁着了，不能玩游戏，只能刷大喇叭。侍卫说要监禁我半年，我还怎么玩游戏？放我出去！叶倾城第一次遇见被监禁的玩家，真的很好奇，冒昧问一句，你如果自杀呢？不就回复火点了吗？风神祖龙，我自杀了，侍卫跑到职业城复活点，又把我给抓回来了。NPC 都特么是一伙的，职业城的 NPC 侍卫还帮着他们一起抓的我。叶倾城，哦，这还真是好奇心害死猫，那只能让你们老大去劫狱了。听说游戏是可以劫狱的呀喂。战神零幺，劫狱也得打得过才行。孤独城那城主人品不怎么样，武力值确实厉害。主，这事儿真够新鲜的。话说孤独不苦重出江湖了。暗影，是啊，为何排行榜查无此人？叶倾城，肯定是选择了没登排行榜呗，人家低调。封神的现在都在气头上，普通玩家不敢刷大喇叭，以免惹火烧身，只有排行榜的几个大佬敢出来刷喇叭。不过大家都很好奇，为啥巅峰公会的这次这么消停呢？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好奇心，刷大喇叭问了出来。鱼儿格格弱弱的问一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巅峰的大佬们怎么都没有出来？难道都在开会吗？巅峰11弟，那个鱼儿格格，你能不说话？巅峰依旧一看到风神乱刷喇叭，就在血盟频道下了命令，都不许上喇叭。而他自己则是带着队友第一时间去了职业城复活点，因为复活点是安全区，除了这里，别的地方他都不放心。封神的是被李阔用群体技能火焰寂灭秒杀的，并看不到具体伤害，他可是知道李阔的伤害有多么恐怖。别说孤独城，就是蓝星城，估计李阔也敢杀人。阵法侍卫应该都对李阔无可奈何，毕竟他的属性太恐怖了。风神乱就没有巅峰依旧这么理智了。风神乱自认为自己现在站着10城里，眼下也没空理会巅峰的人，他的理不饶人，继续指挥风神众人一起刷大喇叭声讨孤独城主。风神乱，没规矩不成方圆，这个游戏还有王法吗？孤独城的地契白买了对吗？风神狂，为什么我们杀人就要被监禁，孤独狗杀人就装作看不见？风神盟，退钱吧，孤独城我不想待了。风神雷，对，退钱，把我们风神在孤独城投资的地契都收回去吧，这种毫无安全感的地方我们怎么待着？风神仙子，退钱就行了，加倍赔偿，游戏到底谁管事？游戏管理都死了，玩游戏的都无法无天了，看不到。第99章，什么是试炼者？风神血盟众人连续刷了1个多小时的大喇叭，也没有任何反应。风神盟知道再刷下去也是徒劳，对风神乱提议道：老公，咱们去蓝星城。不等风神乱说话，风神盟又说道：咱们去蓝星城骂孤独狗，如果他敢在蓝星城杀人，我倒想看看蓝星城城主管不管。几个队友闻言立刻明白了风神盟的用意。
如果李阔敢在蓝星城杀人，蓝星城城主可不像孤独城城主那么不靠谱，相信他肯定会出来制裁李阔。如果李阔不敢在蓝星城杀人，那么大家正好出一口鸟气，狠狠地骂他。这次他们在公屏上犹如泼妇一样的骂街，成了全区的笑话。如果不找回点面子来，以后没脸玩游戏了。萌萌说的对，蓝星城主高冷有内涵，不像沙比孤独城主那么不靠谱，他肯定会管咱们，到时候让李阔这条狗好看。风神仙子也是个大美女，此刻俏脸气得通红，咬着牙骂道：现在孤独狗肯定觉得自己很牛逼，正好趁这时候架住这条狗，让他骑虎难下，逼着他对咱们动手，一命换一命。如果他敢在蓝星城杀人，咱们煽风点火，让蓝星城城主监禁这个沙比几年，出一口恶气。风神雷恶狠狠道：好，就这么办。风神乱点头同意。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没有别的办法。不赢李阔，李阔也会追杀他们。如果那把李阔监禁起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几个人商定好了计划，一刻也没停留，通过职业城的传送阵，每人花费1万金币传送到了蓝星城。至于孤独城那条省钱的传送路线，他们现在是不敢走了。刚到蓝星城，几个人立刻就来到了城主府，找到蓝星城城主，你一言我一语的把自己的遭遇添油加醋的告诉了蓝星城城主。蓝星城城主听完了他们的叙述后，很不耐烦的说道：我只负责蓝星城的事，没有资格过问其他城主的事情，你们不必和我讲这些。风神几个人吃了瘪，脸色都不怎么好看。风神仙子问道：请问城主大人，如果有人在蓝星城杀人，您会管吗？每一座主城里都不允许动武，不然还要主城做什么？蓝星城城主说道。听到蓝星城城主这么说，风神雷立刻来了精神，当着蓝星城城主的面就刷起了大喇叭。华夏区公屏，风神雷，孤独狗卧槽你个狗崽子，过来杀你爹，卧槽！风神乱，老子骂儿子天经地义，你竟然杀你爹，现在你爹继续骂你，你过来杀！来，爹等着你，爹还能让你个装逼狗吓住。风神萌，别太把自己当个人，在我们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最多算一条可怜狗。风神狂，孤独狗你麻痹的死了，回个大喇叭呀！以后日常骂你1000遍。风神仙子也不照照镜子，穷比一个，得了点好装备，天天游戏装什么？狗都不如的东西。风神几人刚刚刷了几个大喇叭，李阔这边已经追着他们的坐标，带着龙三来到了蓝星城城主府。风神狂眼尖，第一个发现了李阔，急忙出言提醒：孤独狗过来了。几个人虽然商定好了计策，但是见到李阔真追过来了，还是不由自主的身子一颤。能秒杀一对顶级的玩家，任谁也会产生敬畏之心。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肯定会选择和李阔做朋友。不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玩了这么久的游戏，每天活在玩家们的尊敬和羡慕当中，这早让他们养成了高高在上的性格。游戏里可以打不过，但是面子绝对不能丢。风神乱第一个开口挑衅道：孤独狗你个傻逼东西，你麻痹还想在蓝星城杀人是怎么的？他现在也喝出去了，大不了再掉一级。如果李阔敢在蓝星城杀人，有他好看的。毕竟每座城里都有护城大阵，只要城主发动阵法，任你多么强大也扛不住阵法的攻击。玩家始终是玩家，不可能对抗得了游戏设定。风神乱，你 TMD 是真不怕死？李阔眼神冰冷。这时候龙三走到蓝星城城主面前开口道：我是孤独城城主，在你们蓝星城杀几个人，你不会不给面子吧？不到万不得已，李阔不想和护城大阵对抗，因为他有100倍反伤。如果蓝星城城主启动阵法攻击他，那么巫神反噬触发，极有可能会击毁护城阵法。游戏的阵法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破坏了游戏设定，很有可能导致游戏阵法壁垒碎裂，提前让游戏和现实结合，那对全人类都没有任何好处。毕竟多玩1天游戏，玩家们就会多提升一点能力，以后也好对抗异世界的怪物。所以李阔故意带着龙三过来，准备来个先礼后兵。蓝星城城主见自己眼前的小矮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孤独城主，不敢怠慢，急忙起身施礼。一礼行罢，蓝星城城主又恢复成先前那副冷淡模样，淡淡道：孤独城主，您应该清楚，主城里是不可以杀人的，尤其是不能击杀玩家，这是主神定下的规矩，咱们都是被主神选中的试炼者，应该恪守本分，你何必为难我？风神几人听蓝星城主这么说，心中大喜，不过同时也都在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孤独狗是你孤独城主的爸爸？你身为一城之主，不管孤独狗杀人也就算了，在孤独城替孤独狗摆平事情也罢了，你他妈现在和孤独狗追到蓝星城来杀人，你他妈算个什么城主？怎么就不知道学人家蓝星城主？不过刚才蓝星城主说的主神是什么意思？是游戏开发者吗？神？龙三又不是 NPC， 当然不会遵守什么破规定。正当他要发飙杀人的时候，
李阔及时用意念给他传了音：“三哥，先别着急动手，你先问问蓝星城主，什么是试炼者？”李阔刚才听完蓝星城主的话，心中也很是疑惑。虽然这蓝星城主在游戏里是 NPC 的设定，但是事情貌似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口中所说的试炼者是什么意思？难道主神在乌域大陆上还安排了其他世界的人进来？第100章武玲珑的邀请。龙三收到了李阔的命令，立刻琢磨起来。虽然他平时不太靠谱，但是关键时候却一点都不掉链子。几秒钟的时间，龙三便组织好了自己的语言。蓝星城主，虽然咱们都是被主神挑选的试炼者，但是我在进入乌域的时候撞坏了脑子，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你可以为我指点一下迷津吗？龙三一副呆萌的模样，睁大了眼睛问道。当然可以，不过我也很好奇，孤独城主为什么可以走出主城？主城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牢笼罢了，我们没有自由，更不能走出主城半步。我希望孤独城主一会儿也替我解答一下心中的困惑。龙三点头，他现在只能先答应下来，先套蓝星城城主的话，完成老大交代的任务。至于一会让他解答的事，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大不了直接往脑子被撞坏了这件事情上推，赖皮赖习惯了，也不差多这一次。闲杂人等都离开吧，我和孤独城主叙叙话。蓝星城城主准备和龙三好好聊聊，瞅了一眼身旁的侍女，吩咐道：“送客。”那侍女诺了一声，对着李阔等人打了个手势：“请吧。”说完，自行在前面带路。走出城主府，风神乱立刻嚣张起来，指着李阔嘲讽道：“孤独狗，你他妈怎么不敢杀你爹了？动手啊！老大，你别吓破了他的狗胆。”呵呵，仗着一个脑子被撞坏了的愚蠢城主耀武扬威，也不知道怎么忽悠的人家，真是狗都不如。风神仙子呵呵冷笑道：“说话呀，孤独狗！我们以后再蓝星城不出去了，你能把你也爹们怎么着？不刷怪也能升级，大不了花钱买经验单，到时候升到150级，在蓝星城收钱能果和装备，一样玩得爽。嘿嘿，气死某条狗！”风神狂和风神雷也不忘刺激李阔。李阔冷笑道：“很好，咱们走着瞧。”说完自行离开。他已经决定了，等套完蓝星城城主的话以后，必杀了这几个垃圾泄愤。若是怕反噬阵法破坏游戏壁垒，大不了让龙三出手，到时候不让他们掉个10级8级的，就太对不起他们了。见李阔灰溜溜的走了，风神乱犹如打了胜仗的将军一般，哈哈大笑，越发张狂起来。继续刷大喇叭给我骂，孤独狗逼得咱们出不了城，咱们就每天在蓝星城刷大喇叭骂他，让他悔不当初。收到收到，老大。嘿嘿，如果能把孤独狗给气死，这就符合我的意思了。老公，我觉得你在现实里最好躲一下，以孤独狗现在的实力，在现实里肯定也很厉害，我怕他狗急跳墙，在现实中报复你。一句话提醒了众人。对啊，现实中怎么办？如果在现实里被杀了，以后游戏都完不成了。以前都是他们在现实中报复别人，他们还是头一次感受到来自现实的威胁，这世道真是变了。巫域游戏能让玩家在现实里提升能力，这简直不可思议。即使是一个穷小子，只要在游戏里的强大，也能让他们这些富二代妥协。毕竟游戏里的强者才是整个世界的王者。所以接下来他们刷的大喇叭也骂得没有那么难听了。叮，收到好友消息，是否查看？李阔打开了好友消息，是武玲珑发来的。武玲珑，李阔，风神的一直在公屏骂你，你不会是抢了人家好东西，还把人家都给杀了吧？孤独不苦，骂去呗，又不少块肉。武玲珑，你能这么想最好，没必要生气，气大伤身。孤独不苦，你找我不只是因为别人骂我吧？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武玲珑，嘿嘿，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在金海市呢，晚上想请你吃个便饭，可否赏脸？孤独不苦，你来金海了？干什么来了？武玲珑，见面说吧，怎么样？我入住在望海临江国际大酒店，现在戴着游戏头盔玩游戏呢，别扭死了。孤独不苦，挺会过日子的嘛，我以为你出差会在当地买个游戏舱。孤独不苦，晚上几点？哪里？武玲珑，7点，就在望海临江国际大酒店内，记得准时哦。孤独不苦，这是吃个便饭。望海临江可是金海市唯一的9星级大酒店，全国闻名，刚夸赞你会过日子，你这就露相了。话说晚上吃饭就咱们2个吗？武玲珑，还有熟人，你来了就知道了，我先下游戏了呀。我这刚收到微信消息，有事情要处理一下。孤独不苦，下吧。和武玲珑在游戏里认识了2年，现实中还没有见过面。以前是怕别人报复，不敢在现实里露面，现在李阔的实力已经非比寻常，他可不再惧怕这些。看了一眼时间，此时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看来武玲珑也是刚到金海，临时组织的饭局。李阔用意念给龙三打了声招呼，告诉他别着急，多陪蓝星城城主聊聊，
多套出一点有价值的信息，随后退出了游戏。金海市宽阔的外环路上，一辆蓝色出租车正在马路上飞快地疾驰。出租车司机一边猛踩油门，一边和坐在后座的李阔不停抱怨：现在都没什么人打车了，都去玩什么物欲游戏了。你看这马路上连私家车都没有几辆，更别说坐车的人了。像你这样从5环外去市中心的大客户，我已经半年没拉过一单了，这几波买卖没法干了。而且政府还不给提升起步价。昨天我们几十辆出租车去政府门口闹，还给拘留了2哥们，真特么没法干了。李阔看着车窗外的夜景，没有接话。如果不是怕引起普通人的恐慌，他也不会打车，而是选择自己跑着去。以他现在的速度，随便一个快走也能顶得上一辆豪华跑车的速度。眼下这辆破旧出租车的车速，在他眼里就和蜗牛爬行没什么区别。不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现在人们都去玩游戏了，路上不会造成堵车。以前的金海市，每到6点钟这个下班高峰期，各条街道上就没有不堵车的时候。第101章，游戏异能者。望海临江国际大酒店是金海市唯一一家9星级酒店，这里装修十分豪华，价格也是贵得离谱。李阔坐着出租车来到这里的时候，武玲珑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武玲珑今天打扮得十分艳丽，穿着白色晚礼服，身材高挑，凹凸有致，一头乌黑秀丽的青丝披洒而下，衬托出一张绝世娇颜。只见她眉目如画，眼睛又大又亮，樱桃小嘴不点自珠，皮肤白皙光滑，犹似凝脂，让人看了忍不住心动神游。李阔看得呆了，现实中的武玲珑比游戏里更加令人惊心动魄。你好，吴总。李阔强压下心中的躁动，从出租车上下来。你好，李阔，你比我想象中帅得多。武玲珑也是嫣然一笑。他们在游戏里认识了2年，虽然李阔戴着面具，武玲珑戴着面纱，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劳烦吴总在这等我，真是罪过。这应该是我的荣幸。李阔和武玲珑互相客气了一番，随后武玲珑带着李阔走进了酒店。酒店内灯火辉煌，来到武玲珑提前订好的包房内，房间里还有2位女士正在聊天。见李阔和武玲珑进来，他们都站了起来。李阔，我先不给你介绍，你自己先猜猜这2位是谁。武玲珑嬉皮笑脸地说道。这2人和武玲珑岁数差不多，都是20多岁，其中一个长得倾国倾城，和武玲珑有的一拼，另一个虽然没有武玲珑这般姿色，但也是少见的美女。李阔仔细打量了一番，便认出来了，一个是妩媚动人，一个是武媚娘。这位恐怕就是楚总了吧？李阔说道。哟，眼力劲不错吗？你不会是天天想着我2姐呢吧？武媚娘打趣道。李阔笑了笑，没有说话，几个人都入了座。很快，服务员就把各种山珍海味摆上了桌。妩媚动人开了一瓶红酒，罗曼尼康帝。你们这是组团来金海市旅游来了？李阔随口问道。我们这次来金海是专程过来找你的。妩媚动人给李阔倒了一杯红酒。找我？李阔一愣，我就说怎么这么好心请我吃饭？说吧，几位大美女有何指教？妩媚动人道。你知道异能局吗？有所耳闻，而且听说楚总就是异能局的局长，以后称呼要改成楚局了呀。李阔嘿嘿一乐，游戏大佬现实里都这么贫嘴的吗？武媚娘插了一句嘴。妩媚动人笑道，其实我们这次来是专程来邀请你加入异能局的。这个恐怕不行，我这人自由惯了，不喜欢受拘束。李阔直接拒绝了。你实力这么强，应该为国家做点贡献才对吗？武媚娘劝道。你们几个都在异能局？李阔有点吃惊，这几个人不好好玩游戏，怎么都成官迷了？几个人都点了点头。呵呵，我是真不感兴趣，你们就别为难我了。几个人对视一眼，都有些失望。好吧，我就说李阔不会加入，你们2个还不信，怎么样？还是我说的对吧？妩媚动人说完，又对李阔说道，那可否劳烦大驾帮我们抓个人呢？这顿饭吃的可真不容易啊。李阔挖苦道，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嘿嘿。妩媚娘道，还得麻烦你帮我们抓一下巅峰13。巅峰13犯事了？李阔有些疑惑，在他的印象中，巅峰13是个游戏迷，应该整天泡在游戏里提升实力才对，怎么还在现实中胡作非为呢？他犯的事可不少呢。就拿最近一次来说，这个垃圾仗着自己有实力，竟然把你们金海市第1美女给那个啥了，你懂吧？武媚娘用一副你懂得的眼神，略有深意地瞧着李阔。那个啥了？哎呀，就是强了，明白了吧？卧槽，这货还能干出这种事来？李阔惊讶，口头语都爆出来了。你肯定知道金海第1美女是谁吧？武玲珑问李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不关注这些。糊弄鬼呢？最近他多火呀，他可是你们金海的大明星，拍的那个电视剧在全国都火了，人家被誉为新一代4小花旦之首。您家财大气粗，
花钱搞不定这个什么小花旦吗？还做这种事？李阔很不理解。你以为谁都在乎钱啊？人家被玷污了，直接就把巅峰13给告了，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妩媚动人接着武媚娘的话头说道：游戏异能者犯了事，都是由异能局出面，这样才不会引起社会恐慌，而且普通的警察特警也拿巅峰13没什么办法。武媚娘又接上了妩媚动人的话茬，可是你懂得，我们也他妈打不过他啊，奶奶的，这还真是无法无天了。李阔很气愤，自己这么强都没有乱来，这个巅峰13还真是反了天了。现在巅峰13就在他们家的别墅里，可嚣张了，他家人放出话来，绝不会包庇这种犯罪分子，让当地警署有本事就随时把他抓走，其实这就是直接叫板呢。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李阔直接答应下来，抓个小小的巅峰13分分钟的事。接下来几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吃饭，这顿饭足足吃了2个小时，这才宣告结束。酒足饭饱以后，李阔跟着妩媚动人等人来到了宁家的别墅区。上次李阔过来直接杀了宁家的8个保镖，此时已经又换了8个新的。我们是异能局的，现在执行公务，不许通风报信，否则后果自负。妩媚动人瞪着宁家的保镖说道：二姐，我在这里看着他们，你们进去抓人。你没看他们手里都拿着小遥控器吗？估计里面早知道咱们来了。武玲珑看到了保镖的小动作，开口提醒道。果然如他所料，别墅里已经有人给巅峰13打去了电话。巅峰13立刻从游戏里退了出来，如果躺在游戏舱里被抓走，再把自己给废了，那就真坑了。第102章击杀巅峰13。少爷，要不要避一避？门口说这次来的是异能局的人。一个老管家对刚从游戏舱里出来的巅峰13说道。呵呵，程伯你不用担心，任谁过来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异能局的局长叫楚晴，虽然他在游戏里很强，但可惜是个奶妈，现实里继承的能力是看游戏属性的，他的能力只是防御力强，并没什么攻击力。除了有数的那几个人，在现实里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我，想抓我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除非动用原子弹，不过那样一来，整个金海市的人都得给我陪葬。嘿嘿，有招就让他们使去吧，我倒想看看谁能奈我何。巅峰13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游戏舱旁边的钢刀，主动走出了别墅。管家程伯无奈地摇了摇头。刚出别墅门口，巅峰13就迎面遇上了李阔等人。哈哈，就凭你们几个小娘们也想抓老子？来得正好，老子一会就把你们几个小娘们就地正法。嘿嘿，长得还不错，老子让你们知道。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这个小子怎么这么面熟？巅峰13看到了李阔，这小子麻痹，这是孤独狗。自从上次被李阔打晕，他就做了缜密的分析，经过不断推敲，他确定上次打晕自己的就是游戏里的超级大佬孤独不苦。巅峰13和李阔有过一面之缘，很快就认出了李阔，心道完了。这时候妩媚动人对李阔说道：看你的了。李阔动都懒得动，直接一甩手，一道凭空出现的刀气便激射而出，瞬间打到了巅峰13身上，直接把巅峰13打飞，身上更是伤痕累累，已然成了重伤。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李阔也太强了吧，在不接触对方的情况下，挥手间强弩灰飞烟灭，这得要多少游戏属性，现实中才会有这种能力？不理会惊讶中的众人，李阔问道：接下来怎么办？处局？杀了。妩媚动人眼神冰冷，异能局的宗旨就是，如果游戏异能者严重违反，那就直接击杀，不然把他抓起来，监狱也关不住他。就在这时候，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从别墅里跑了出来。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楚局长！说着话就挡在了巅峰13的身前。父亲巅峰13喊了一声，随即就是一口鲜血喷出，可见受伤很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妩媚动人冷冷说道。他还真有点当局长的潜质，你不看我的面子，也该看一看我侄子天一的面子吧。你就留他一条命，我保证他以后再不会干那些混账事了。明天一就是巅峰依旧。武玲珑见李阔疑惑，给他解释道。说起巅峰依旧，其实妩媚动人还是有些忌惮的，毕竟巅峰依旧的实力不容小觑。如果现在杀了巅峰13，那么巅峰依旧肯定会和他在游戏里不死不休，毕竟在游戏里杀人又不犯法，谁都不能把他怎么样。为了这种强奸犯，到时候导致自己被杀几级，那就太不值当的了。见妩媚动人犹豫，巅峰13的父亲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急忙说道：我这就给天一打电话，楚局长您高抬贵手，我这就让天一和您说。说着话就拨通了巅峰依旧的电话，怕妩媚动人怀疑，他还打开了免提。巅峰依旧怕被李阔追杀掉级，不敢出复活点，此刻正站在安全区里刷大喇叭收钱能果。突然接到的电话令他很不爽，
一看来电是他八叔。喂，什么是八叔？天一啊，你要救救你弟弟啊！你也知道你弟弟那件事，现在异能局的人来了，要杀了你弟弟。你和楚局长说，你帮八叔说说情，八叔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啊。这帮狗杂碎还反了天了是怎么的？上个婊子又是什么大事了？还敢要人命？普通人是罪不至死，可是你弟弟是游戏异能者啊！你也知道现在国家对异能者的打击力度，你快点抓紧和楚局长说说吧。你让他接电话。巅峰依旧道。哎。巅峰13的父亲一边答应着，一边把电话递给了妩媚动人。李阔一把从妩媚动人手里抢过电话，问巅峰依旧道：你刚才骂谁是狗杂碎呢？巅峰依旧被李阔追杀掉了级，此时正烦着呢，见对方这么质问他，登时大怒：你他妈是哪里冒出来的小逼崽子，敢这么和你爷爷说话？你知道我是谁？你游戏 ID 是什么？老子不把你追杀到退游，老子他妈跟着你姓！赶紧把电话给楚晴，麻个逼！你想救你弟弟，老子偏偏让你救不成！李阔说完，一甩手就把重伤的巅峰13给击杀了。天啊！我的儿啊！巅峰13的父亲大哭。巅峰依旧明显也听到了他八叔哭天抢地的悲痛声音，一股怒火从脚丫子登时冲到了脑门。你他妈找死！你他妈的给老子等着，让老子知道你是谁！老子现实中不弄死你，老子他妈的跟着你姓！你真听不出你爷有的声音吗？李阔道。老子管你个傻逼是谁！尼玛，隔壁的！行啊，巅峰依旧，你尽管骂，老子不让你在游戏里掉10级，老子都算对得起你。谁他妈这么大口气？吹牛逼不打草稿，还杀10级？除非是……巅峰依旧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心中猛地一跳。你不是李阔吧？正是你爷爷我。啊！巅峰依旧挖了一句。其实巅峰依旧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声音有点熟悉，但是他也没往李阔身上想。在他看来，孤独狗现在正和封神打得热闹呢，怎么会跑到现实中去搞事情？况且李阔也不是异能局的人，异能局有多少人，他早就调查清楚了。除了妩媚阁那些垃圾玩家外，就剩下一些其他血盟的2线玩家，只有几个1线玩家在异能局。虽然他不能把那些1线玩家的名字全部叫出来，但是那几块料有多大本事，他心里却是一清二楚。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把异能局放在眼里。第103章，另一个星球的人也在游戏。嘟嘟嘟，巅峰依旧知道对面是李阔以后，直接挂断了电话。李阔把手机扔给了巅峰13的父亲，然后准备和众人离开。你们都给老子站住！巅峰13的父亲刚死了儿子，还是唯一的宝贝儿子，此刻的他已经接近癫狂。老子把话放在这，你们这几个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要给我儿子偿命！一边说，他一边给巅峰依旧打电话。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些游戏异能者的对手，想要报仇还得找巅峰依旧，因为巅峰依旧是游戏里最厉害的。他认为在游戏里谁都没有他侄子武力值高。嘟嘟嘟，巅峰依旧的电话无人接听。巅峰13的父亲因为悲伤，颤抖着双手继续给巅峰依旧拨电话。他现在痛彻心扉，虽然用不了多久他侄子就会给他报仇，可是现在他就要让他侄子亲口告诉这几个凶手，他们宁家不会放过他们。他要让这几个凶手恐惧，让他们害怕，这样才能缓解一下心理上带来的悲痛感，才能解恨。嘟嘟嘟，巅峰依旧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妈的，这种时候大侄子到底在忙什么？继续打。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李阔和妩媚动人等人解决了巅峰13的事情以后，就和他们道别，回了自己的别墅。虽然他们一再挽留李阔，一再邀请李阔去歌厅 K 歌，但是都被李阔给拒绝了。因为李阔现在迫切的想要知道龙三到底和蓝星城城主套出了什么重要信息。进入龙界空间，李阔直接躺进了游戏舱。进入游戏以后，龙三已经回到了城主府。怎么样了，三哥？什么是试炼者？可不得了啊，老大！什么情况？巫域游戏竟然不是只有一个世界？你慢慢说。卧槽！主神那老家伙不但准备把地球的人类融合进巫域大陆，他还把另外一颗星球的人类也融合进了巫域大陆。而且早在2年前，地球上出现巫域游戏的那一天，那颗星球的人类就已经集体来到了巫域大陆。还有这种事？那是一颗什么样的星球？和华夏国的古代差不多，人也和你们长相一样。那颗星球没有热武器，没有科技，他们崇尚修真炼道，很多修炼者都十分强大。蓝星城城主就是那颗星球的人啊。那蓝星城主怎么不去修炼，反而跑到咱们蓝星界来当城主了？他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得到了主神的机缘，被选定为城主。等地球这边和巫域大陆融合以后，游戏壁垒就会彻底消失，到时候蓝星城城主就会获得自由，
并且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就是打工3年，最后一炮发工资呗。意思差不多，老大。那他们星球的实力如何？蓝星城主也不清楚啊，他第一天就被禁锢在蓝星城了，这2年没出去过，不然他怎么能让我这个假城主给忽悠了？他还以为我和他一样呢。不过据他说，现在他的形象并不是他的真实样貌，只有等地球融合进来，他自由以后才会恢复自己的容貌。这么说来，巫域游戏一共64个大区，就有64个蓝星城，这也就意味着那颗星球有64个人来到了地球这边。64个天之骄子，等游戏壁垒消失以后，他们会变得非常强大。那你知道那个世界在游戏的哪里吗？摄魂渊，那个世界的入口在摄魂渊里就可以找到，咱们抓紧去看看吧。怎么样，老大？卧槽，不知道那边实力如何，咱们过去别被人家给弄了。你几千万的攻击力，比我这条神龙属性都强，你怕个毛啊？那里肯定很多宝贝啊。好吧，等过阵子我把神龙套装全部弄好属性，咱们就去看看。不过现在我要先去杀人。杀风神乱，对，还有巅峰依旧。那我陪你一起去，老大。不用，你就在孤独城坐镇就行。既然蓝星城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NPC， 那就不怕破坏游戏设定，我想我自己就能应付。好吧，你可要早去早回啊。行了，知道了，等我把装备全部激活到最好属性，我就带你去摄魂渊。李阔说道。风神乱一队人现在都不敢出蓝星城，这种不能打怪不能刷材料的日子也是真的难熬。老大，不然找李阔谈谈。风神狂刷大喇叭刷得最猛，不过骂来骂去，李阔也不理会他，他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谈什么？妈的，老子早就看孤独狗不顺眼了，这次彻底把脸皮撕破了更好，老子跟他不死不休。风神乱火气还是很大。哟，你也配不死不休？你恐怕是送死不止吧？李阔的声音传到了风神众人的耳朵里。操！孤独狗隐身来了，老婆放个通灵破孤独狗隐身。风神乱对风神萌说道。风神萌放了个通灵，李阔的隐身随即被破。狗东西，你爱干什么？过来找妈！风神乱见到李阔，立刻指着他鼻子大骂：我是来帮你调集。火焰寂灭！李阔大喝一声，周身立刻泛起熊熊烈火，方圆10米内生机全无。自从有了李阔的便宜传送阵，现在蓝星城里可谓是人满为患，就这方圆10米的范围内就有10几个无辜的玩家被李阔的群体技能给秒杀了。不一会儿，这些平白无故掉了1级的玩家就不乐意了，刷上了大喇叭：华夏区公平！小豆豆，孤独大佬，我们没惹你吧？杀人能不能用单体技能啊？龙的传人，就是啊，路过一下竟然被秒了，还掉了1级，郁闷！逆袭白富美，哼，以后都不敢出门了，大佬就是大佬，想杀谁就杀谁。呵了，做个血盟任务而已，就这么平白无故被秒了，牛逼！那叶亲了你，82级刺客如影随形，尼玛币！我刚被孤独大佬误杀了，装备掉了1件，你特么跑过去就给捡走了。我看到了，孤独大佬看都没看我的装备，你特么过去就捡走了，脸呢？第104章不退出游戏就得死。风神乱几人从职业城复活点出来以后，很快就集合到了一起。妈的，孤独狗真敢在蓝星城杀人，等着瞧吧，城主不会放过他的。老大，要不要派人去打探打探消息？废特么话，抓紧派人去看看侍卫抓没抓孤独狗。风神乱气急败坏，他现在已经掉到了146级，从150级掉到了146级，整整4级，这已经让他崩溃了。等级越靠后越难升，掉的这4级，他要很久才能升回来。关键是他还不能出去打怪升级，靠经验单那点微薄的经验，如果想升到150级，那需要的时间将会更久，因为他现在即使把交易行的经验单都给秒光，也不够升半级的。等级升到100级，就可以把能力带到现实中。玩家们现在都玩了命的刷经验，并没有多少人会卖经验单，而且价格也都不便宜。孤独狗，你他妈等着被监禁吧，杀比！风神乱气的大骂。话音刚落地，耳边就传来了李阔的声音：火焰寂灭！一队人又全被送回了复活点。风神乱的等级掉到了145级。马勒戈壁！风神乱现在不敢出复活点了。李阔不但在蓝星城杀人，竟然还在职业城杀人，这简直无法无天了。这一次他的队友也都没有找他集合，这样下去可受不了啊！毕竟谁也不想掉级。风神血盟，风神翼龙，老大，孤独狗真的牛逼！刚才孤独城的侍卫去抓他，竟然破不开他的防御，只打了一点强制伤害。风神二炮，是啊，老大，现在职业城的侍卫和蓝星城的侍卫都撤了，他们根本破不开防，抓孤独狗没有任何可能。风神乱，你们特么的集体去找蓝星城主，让他用护城大阵击杀李阔，
杀他10次，麻痹的，不然老子不解恨。封神一龙，好的老大，你在复活点先别出来了呀，避避风头，我们这就去找城主。时间不长，封神血盟里又出现了消息，封神乱急忙查看。封神一龙，我日了！老大，我日了！封神乱，说尼玛什么胡话呢？好好说话！封神一龙，老大，城主用护城大阵打孤独狗，竟然也没破开孤独狗的防御，这他妈还是人吗？封神二炮，老大，游戏肯定出 bug 了，妈的！封神雷，孤独狗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封神乱此刻再也淡定不了了，大脑嗡嗡直响，他机械似的在血盟里发消息。封神乱，那怎么办？城主说什么啊？封神一龙，老大，城主说他也无能为力了，说孤独狗太强了。封神二炮，城主说护城大阵足有1000万伤害，竟然没能破开孤独狗的防御，估计城主此刻也是懵逼状态。封神乱，那这怎么办？封神一龙，老大，城主都无能为力了，没办法了，这特么孤独狗玩的私服吧，一刀999，我特么吓死了，我先退盟了哈，老大。封神乱，你个小逼崽子，等着被追杀退游吧。封神一龙，你还是先考虑考虑自己怎么玩游戏吧，以后我走了，盟主。叮，封神一龙已退出血盟。封神乱，麻个逼的！封神盟，老公，你先别着急，我去找李阔谈谈。李阔此刻心情大好，没想到护城阵法攻击也是有数据可依的，1000万攻击根本就破不开自己的防御，每次攻击自己只打1点强制伤害，这样的数据，巫神反噬只能反噬100点，根本就不会对护城大阵造成实质性伤害，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对游戏平衡造成破坏了。呵呵一乐，李阔来到了职业城复活点。此刻封神乱还在复活点里站着，没敢出来。见李阔来了，他满眼的惊恐之色，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也没敢再骂街。半月斩，李阔见复活点只有封神乱一个人，直接对着复活点里的封神乱来了一击半月斩，封神乱直接被秒杀。哈哈，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李阔大喜，玩家在复活点里面之所以不会受到伤害，是因为复活点也有阵法保护玩家，复活点阵法的抵御数值也是1000万伤害，不超过这个伤害数据，在复活点里面就是绝对安全的。可惜李阔的伤害有好几千万，这种伤害打出去，复活点的保护机制也抵御不住。封神乱在复活点里面被秒了，复活以后还会在复活点的原地出现。李阔又给他来了一刀，直接又把他秒了。什么情况？封神乱此刻要多懵逼就有多懵逼，他玩了这么多款游戏，还是头一次死在复活点里面，这简直不可思议。趁着封神乱还在懵逼之际，李阔就站在他旁边，一刀一刀的秒他。封神乱此刻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做梦，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等级已经掉到了138级的时候，他终于猛地惊醒过来，急忙退出了游戏。玩家退出游戏，角色就会消失，李阔也砍不了他了。哈哈，舒服，让你他妈的嘴贱！李阔哈哈大笑。接下来轮到巅峰依旧了。这时候突然收到系统消息，叮，封神盟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拒绝。叮，封神盟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没完了。李阔皱了皱眉头，同意了好友申请。很快封神盟就发来了消息，封神盟，放过我和我老公好吗？算我求你了好吗？我们以后就自己打怪，什么都不掺和，什么都不过问，就安静的玩游戏，好不好？孤独不苦，骂我的时候没想过这一天。封神盟，我们错了，我给你道歉。孤独不苦，不需要，我自己会给自己讨回说法，让封神乱等着吧。封神盟，你怎么才能放过我和我老公？只要你说出来，我们一定做到，即使我让我和你上床，我也可以。孤独不苦，请自重。封神盟，我会和我老公说，我们现实里去找你，我们当面给你磕头认错，你别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好吗？孤独不苦，不需要。说完拉黑了封神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第105章摄魂渊。封神盟极度卑微的道歉，甚至可以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这确实让李阔不忍心再下手了。不过他也不会应承他什么，就让他们活在恐惧之中，相信这样他们以后才会变得低调一些。这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接下来是封神雷和封神狂。现在主城可以杀人，职业城可以杀人，甚至复活点都可以杀人，只要对方不下线，李阔想让他死多少次他就得死多少次。所以封神雷和封神狂在被李阔各杀了10级后也都退出了游戏。还有那个什么封神仙子，李阔找到他时，他还在复活点站着刷喇叭骂李阔呢。看来封神乱他们还都处于懵逼状态，并没有告诉封神仙子
李阔可以在复活点杀人这件事。见到李阔，风神仙子咯咯笑道：“废物垃圾，姑奶奶打不过你，就是要骂你，骂你祖宗18代。一个女人竟然戾气这么重，看来是需要多杀她几次，才能消除她的暴戾之气。”李阔一刀秒杀了复活点中的风神仙子。风神仙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人就已经又被传送回了复活点。还是他刚才站立的地方，还是那把刀，又是一刀，再来一刀，继续一刀，第5刀，第6刀，第7刀。李阔出手速度极快，一共砍了风神仙子25刀。他的等级也从145级掉到了120级，直接被挤出顶端玩家的行列。120级甚至连1线玩家都算不上了。风神仙子退出游戏以后，想到自己短短时间就从150级满级掉到了120级，气得把游戏仓都砸了。巅峰依旧现在也不敢去刷怪，也不敢去孤独城，他现在就一个人躲在蓝星城收东西。李阔找到他，给了他一刀。复活点内，第2刀，第3刀。巅峰依旧也被李阔砍了10几刀，这才抓住机会及时退出了游戏。接下来是巅峰老6、巅峰不败、巅峰荣耀，每人都挨了李阔7、8刀。至于巅峰9，这个女人没骂李阔，冤有头债有主，李阔倒是没砍她。不过巅峰依旧明显给他发送了信息，告诉他李阔能在主城和复活点杀人，所以李阔没想砍他，他自己也被吓得退出了游戏。杀完这些人，李阔也捡了不少装备，都是高等级装备，正好用来激活神龙套装的属性。华夏区公屏，我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为什么风神乱和巅峰依旧这2位大佬全都不在排行榜了呢？卧槽！我看了一下，还真是的，不会是选择不登入华夏风云榜了吧？不会吧？为什么好好的比不装了呢？卧槽！你看大佬没在线才敢这么说的吧？不好意思啊，我截图了，回头我会告诉大佬的。大哥，我错了。一众吃瓜玩家们众说纷纭，只有少数几个有他们好友的玩家知道，他们都是被秒了等级，这才掉下排行榜单的。接下来的日子，李阔每天都在拍卖行和交易行秒高级装备。2个月以后，李阔已经把神龙套装全部激活完毕。摄魂渊相当于是一处150级的秘境，这里面生活的都是150级的妖兽。眼下玩家们实力有限，大家都在蓝星界混，并没有人敢来这种地方。李阔带着龙三来到摄魂渊以后，只见这里十分的阴森，遍地都是巨大的妖兽骸骨。李阔感觉有些毛骨悚然，这里的妖兽很明显都在互相啃食，这让他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异常血腥的画面。用目光扫视了一番周围的情况，李阔带着龙三朝着深处走去。老大，这里似乎太安静了。龙三跟在李阔身后，有些疑惑地对李阔说道：“我也在琢磨，虽然玩家们不敢进来摄魂渊，但是妖兽怎么也没有。”一主一仆正在疑惑间，突然听到远处一阵惨叫声传来，有人！李阔说完，连忙加快脚步，朝着前方赶去。来到声音发出的地方，只见不远处的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淋漓的碎肉，还有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在那躺着。这尸体的头颅已经被啃掉了半截，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李阔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东西。那尸体的半个脑袋上，一只眼睛睁得极圆，嘴巴也张得老大，仿佛是临死之前受到了什么极大的痛苦。难道是被人给咬死的？李阔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妖兽一般体型庞大，一口就能吞下人类的整颗脑袋，不会只咬掉半个。而且尸体上的齿痕也不符合妖兽的獠牙。老大，这个尸体应该就是那个世界的人类，你看他们穿的衣服不像是地球人。龙三是残暴的龙族，并不觉得尸体恶心，他走过去用手拽了拽尸体的服饰，还低头闻了闻。李阔也发现了这个细节，点了点头，随即目光落在了尸体手臂旁，眼神不由得闪烁起来，因为他从这具尸体的手臂旁发现了一把宝剑，看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武器。我看着恶心，你把那把剑收起来，咱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李阔吩咐龙三取走了宝剑，随即2个人继续深入。走了没多远，突然一道刺耳的尖锐声音响起，紧接着一个黑影瞬间出现，朝着李阔冲击过去。见到这种突发状况，龙三不敢怠慢，毕竟如果李阔出现意外，他也活不成了。他直接使用了自己的天赋技能，只见龙三浑身散发出了金黄色的光芒，紧接着便把他和李阔都包裹了起来。而在金黄色光罩之外，则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防御罩，抵挡着黑影带来的冲击力。李阔看着龙三所释放出来的防御罩，脸上流露出了震撼之色。虽然他不认识龙三的这种防御，但是却能够感觉到他的厉害之处，因为那黑影只是碰上外围的防御罩，就已经被震飞出去，再也爬不起来了。更别说防御罩里面还有一层看上去更加强大的金黄色光罩。
第106章玄星剑，把黑影震飞。李阔这才发现，这个攻击他的黑影，竟然就是刚才那具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气息的尸体。此刻尸体被防御罩震飞，身体上又掉下来不少碎肉，散发出一股恶臭，让人感觉到反胃。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僵尸？李阔暗暗猜测。就在这时，一道劲风猛地袭向脸颊，李阔身体瞬间弹跳而起，躲过了这股攻击。龙三急忙又一次发动自己的防御罩，把李阔保护了起来。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又一个尸体被防御罩震飞出去。不对劲，李阔心中一紧。上一世的摄魂渊里虽然恐怖，但是里面都是妖兽，怎么这一世里面都是丧尸？摄魂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在摄魂渊里，怎么属性能力和在现实中一样？几千万的属性在这里不能发挥效果。李阔对自己的力量很熟悉，他突然发现，在摄魂渊里面，他的能力和在现实中是一模一样的。而他在蓝星界的几千万属性，在这里就和回到地球一样，只被继承了一部分。这里已经和现实结合了吗？龙三见李阔神色凝重，开口道：“老大，这里应该已经和现实结合了。我也感觉到你的实力变弱了太多，恐怕是受游戏阵法壁垒的限制。只有等游戏和现实彻底结合，阵法壁垒消失以后，你才能完全继承自己的游戏属性。那你呢？你受不受影响？”“我没事，老大，我不属于游戏玩家，不会受到游戏的限制。”听龙三这么说，李阔松了一口气，有龙三跟在身边，安全有保障。此时攻击李阔的那两具尸体已经很久都没动弹了，李阔猜想他们已经被龙三的防御罩给彻底震死。三哥，你这防御罩能持续多久？只要我想，可以一直持续。龙三得意地说。操，那你刚才怎么撤了？害得我差点让那尸体扑我身上，真那样，我他妈洗半个月的澡都会觉得恶心。龙三嘿嘿笑道。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僵尸嘛。李阔白了龙三一眼，没有说话，继续深入。这一次龙三全程为李阔开启了防御罩。经过在摄魂渊内8个小时的摸索，李阔和龙三终于找到了一处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闪着淡淡蓝光的石门，石门上刻着3个古朴的大字玄星界，这应该就是蓝星城城主口中所说的他们的那一个界面了。李阔试了试，并不能进入。从蓝星界来到摄魂渊是直接传送进来的，李阔并没有发现身后有什么石门之类的。那么在玄星界的人如果进入摄魂渊，应该也是没有玄星界自己界面的石门，而玄星界的人在摄魂渊里很显然也会发现蓝星界的石门，不过和李阔遇到的情况一样，并不能进入。不过李阔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巫神反噬来摧毁建筑。没有犹豫，李阔就把神龙之刃的刀柄顶到了石门之上，一使劲，刀刃插入肩膀处，负60万。李阔全力一击，自己掉了60万生命值。通过这个数据，他计算出了自己的能力。在如今的摄魂渊里，他的能力和地球相同，这就证明在地球上他也是继承了60万的攻击属性。这就证明在现实里继承部分游戏能力的比例是 1%。 像巅峰13这种顶端玩家，游戏属性差不多有10万，而他在继承 1% 的能力后，只有1000的攻击属性。没想到他竟然可以做到无视任何热武器的地步，可见如果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10万属性将会是多么强大。想想自己的6000万属性，李阔忍不住就是一阵心惊肉跳，这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了。李阔自残了60万伤害，巫神反噬不反自己人，神龙之刃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石门却直接损失了6000万生命值。不过令李阔惊讶的是，石门竟然还带自我修复功能，1秒回复1000万生命。这一愣神的功夫，石门就回复了3000万生命值。也对，如果随便就能击破石门封印，那么玄星界的人早该出现在蓝星界了。李阔不敢再停顿，又对着自己另外一边肩膀插了一刀，负6000万。石门又被反了6000万，可是石门还没破，继续对着小腹又来了一刀，又是6000万。随着砰的一声响，石门碎裂，露出浅蓝色的光芒。现在的石门俨然已经变成了一道传送门。李阔带着龙三走了进去，眼前画面一转，李阔和龙三出现在一座古风古气的城池之中，这感觉就像是穿越回了华夏国古代。叮，欢迎来到巫域大陆。叮，检测到玩家是来自地球的修炼者，现在将为你同步巫域大陆数据。叮，数据同步成功。叮，玩家属性、技能、装备已同步。叮，储物戒指已自动发放给玩家。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李阔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很快，李阔便记起来了，上一世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系统就是发来了这样的消息，把玩家的游戏能力同步到巫域大陆，然后系统消失，复活机制消失，任由人类自生自灭。不过这一次系统怎么没消失？应该是
还没到游戏和现实结合的日子吧？李阔暗暗想到。这时候，系统提示音突然又响了起来。叮！检测到玩家经过非正规途径提前进入乌域大陆，玩家的道具栏已清空。回到蓝星界后，将自动切换成蓝星界数据，并恢复玩家道具栏。叮！玩家的死亡保护机制消失，死亡以后不会再复活，请玩家在乌域大陆上务必小心。看着自己手指上凭空多出的一枚碧绿色的戒指，李阔知道这就是储物戒指。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玩家的道具栏就会转变成储物戒指。在上一世，李阔进入乌域大陆后，因为没有实力，所以没能进入主城保护区，成为最早牺牲的那一批人。那时候他和几个游戏玩家一同在荒山里找了个山洞躲避，晚上就遭受到了妖兽的攻击，同伴们相继死亡，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李阔还吊着一口气。这时候他看到一个身穿古代服饰的人走进了山洞，并杀死了妖兽。他很想开口求救，但是因为受伤太重，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那个穿着古代服饰的人也并没有救他，而是又给他们挨个补了刀，抢走了他们的储物戒指。李阔现在还记得那张阴狠的脸。重生以后，他本想报仇，可是一直找不到这个人。当初他不知道乌域大陆上还有另一个星球的人类，不过现在他清楚了，那人明显不是地球玩家，而是玄星界上的修炼者。第107章，已到达人生巅峰。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地球上的人类都会被转移到乌域大陆，普通人想要在这里生存，难如登天。即使是游戏玩家，每天也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只有那些依靠主城阵法保护的人，生命才能得到保障。李阔叹了一口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走出城池，外面是一片翠绿的山谷。这时候，几道人影突然出现，把李阔和龙三围了起来。哪里来的两个毛头小子，穿着如此怪异？赶紧把手上的储物戒指交出来，爷爷们或许可以留你一个全尸。哈，我观察这两个小子很久了，没想到他们真敢出城，恐怕是刚出来行走的雏，还不明白世间险恶。一个满脸横肉的修士哈哈大笑道。李阔早就想试试自己在乌域大陆上到底有多少攻击力了，他脸上波澜不惊，暗地里却已经发动了火焰寂灭。只见一大片火焰腾的一声从四下冒了出来，把这几个修士都吓了一跳。此刻这几个修士都感觉自己身上像是被点燃了一般，烧得浑身都疼。妈的，好强烈的火！快跑！这俩兔崽子扮猪吃虎，撤！别着了这俩兔崽子的道！几个修士有些惊慌失措地朝外逃去。呵呵，想跑？李阔嘴角勾起一抹玩味之色，随即手掌一挥，一股强悍无匹的吸力暴涌而出。这是由嘲讽技能同步而来的术法。那个逃窜最快的修士瞬间被李阔吸了过来。龙三见状，张口喷出一个火焰剑，直接击杀了这名修士。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名修士已经被龙三射出的火焰剑烧成了灰。看到这一幕，另外几个已经逃到远处的修士直接吓破了胆。这个矮子这么厉害，这不是普通的法术，难道是妖术？这小子竟然会妖术！这么说的话，我们都死定了。这几个修士一想到自己将要被击杀，顿时绝望起来，双眼发直，脸色煞白。李阔微微一笑，直接让龙三开始收人头。龙三不受游戏阵法壁垒的限制，属性非常恐怖，一个群体法术，剩下的几个修士全部被秒杀。走到几个修士死亡的地方，扫视了一圈，龙三把地上的战利品都收了起来。转头一看，李阔还站在原地发愣。杀几个人而已，老大你发什么愣？连宝贝都不着急捡了，这不像你的性格啊！李阔此刻哪还有空理会龙三？他现在整个人都激动坏了，因为他发现刚才击杀了5名修士，他的各种属性竟然都提升了50万点。在乌域大陆上击杀1名修士，可以让各种属性增加10万。在蓝星界击杀1名玩家才各属性增加1点，这里竟然是蓝星界的10万倍。不过想想也释然了，毕竟这里的修士实力强横，李阔60万的属性在蓝星界堪称无敌，但是在这里却不能秒杀刚才那几个修士。况且这里的修士也没有死亡复活机制，击杀修士以后吞噬的属性点多，倒也合理。击杀一个修士就能各属性增加10万，李阔当然不会闲着。他从储物戒指里把神龙套装拿了出来。神龙套装在乌域大陆上，6件装备被同步成了1件。这是一把巨大的宝剑，剑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神龙图案。这东西一看就是极品武器，相信会有很多人前来抢夺。到时候敢来杀人夺宝，那就别怪我拿你们增长属性了。李阔心里暗暗算计着。时光匆匆，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半年来，不断有人想要击杀李阔，抢夺他的储物戒指，这也导致他刷了很多的人头。经过不断击杀玄星界的修士，
李阔现在已经把属性提升到了乌域大陆上所能达到的顶峰，除了生命值100亿，其余个属性都是1个亿。现在李阔杀人已经不能增长属性，甚至穿不穿装备也都是1个亿属性，不能超过这个数值。老大，你的属性已经到达了这个世界所能够到达的最高值了。龙三和李阔来到摄魂渊，他们准备回蓝星界。吞噬的太快了，没把握住节奏，现在不能再增长属性了，以后也不知道干什么了，装比咱俩也不会。坐等游戏和现实结合吧。好的。一人一龙直接把摄魂渊所有的僵尸全部屠杀干净了。当初他们进来时，摄魂渊的妖兽都不见了，反而多了很多僵尸。通过半年的调查，李阔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是玄星界一个叫鬼冥教的宗门把摄魂渊当成了自己的养尸基地，所以屠光了妖兽。1个月前，李阔和龙三已经把鬼冥教的邪修们全部给杀光了，给乌域大陆去掉了一颗毒瘤。刚来到蓝星界，李阔便收到了系统消息，叮，检测到玩家已经修炼到这个界面的极限，玩家将提前继承全部的游戏能力。叮，为配合玩家升级，游戏里前期为玩家设定的虚拟普通技能现在将自动收回，只保留玩家部分真实技能。真实技能将会自动同步成法术神通，玩家在现实中依旧可以使用。叮，玩家装备已同步，6件神龙套装已自动进化成1件神器。叮，玩家复活机制消失。叮，请玩家自行查看数据面板。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传来，让李阔一愣。达到了游戏世界的顶峰，就不受游戏阵法壁垒的束缚了，提前获得了游戏中的力量。李阔急忙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职业无双战神，孤独城主，坐骑五爪金龙，等级150级，满级，生命值100亿，魔法值10亿，物理攻击力1个亿，魔法攻击力1个亿，物理防御力1个亿，魔法防御力1个亿，速度1个亿，气运值、魅力值、威望值全部消失了。日了狗了，魅力值可以在交易系统换东西，李阔还一次没有使用过，现在竟然全部被回收了。接下来他迫不及待地查看技能一栏，法术神通才是重中之重。第108章技能转变。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一些普通技能将会被系统收回，因为这些技能都是用来辅助玩家升级而特定出现的，并不属于真实世界的法术，比如战士的辽空破、崩天裂、七旋斩等。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每个职业都只会为玩家保留一种基础职业技能，一种基础攻击技能。战士的基础职业技能是嘲讽，演变后为大擒拿术；刺客的基础职业技能是鬼影，演变后为体相无形；弓箭手的基础技能是瞬移，演变后仍然是瞬移；法师的基础技能是冰冻，演变后为禁锢术；药师的基础技能是通灵，演变后为天眼通。除了禁锢术，其他的李阔全都有。另外，玩家的天赋技能会完全保留下来，融合到玩家身上。李阔有6个天赋技能，1个史诗级天赋和5个传说级天赋。精神集中融合到李阔身体里以后，他的体质将变得百毒不侵，并且不会受到禁锢术之类的法术禁锢。巫神吞噬融合以后，李阔击杀玩家或妖兽会自动吸收他们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修为。巫神血脉融合以后，李阔受伤以后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复原，并不断回复自己所消耗掉的力量，使自己永远处于巅峰状态。巫神反噬融合以后，攻击李阔的玩家或妖兽会被100倍伤害返还回去。巫神重体融合以后，李阔的体质将变得金刚不坏，百毒不侵，不会受到低于自己属性的伤害，就和修仙小说里的无敌体修一样。巫神降临融合以后，李阔会有9条命，死亡以后他会在随机出现的地方自动复活，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的死亡影响。9条命死完以后，第10次则只能元神出窍，找合适的肉身进行夺舍。夺舍成功以后，将重新开启新的人生，并且巫神降临永久消失。李阔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天赋技能已经融合进体内，不再显示。玩家技能栏中只剩下了6个术法神通：大擒拿术、体相无形、瞬移、天眼通、半月斩、火焰寂灭。李阔经历过一次游戏和现实融合，知道融合后会保留的技能，所以才没有浪费时间去刷技能点，学习那些虚拟的普通技能。这时候，武玲珑突然给李阔发来好友消息：武玲珑，李阔，是你吗？孤独不苦。武玲珑，我晕，这大半年你都去哪了？好友头像都黑了，我还以为你遭遇了不测。孤独不苦，我能遭遇什么不测？有能力杀我的人，恐怕只有神仙。这半年来，李阔一直在玄星界刷属性，而玄星界和蓝星界不属于同一界面，所以蓝星界这边应该是显示他不在游戏中。武玲珑，
你就别吹牛了，出大事了，你知道吗？孤独不苦，出什么大事了？武玲珑，原来巫域游戏竟然是星系主神设计的，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就都要来到游戏世界里的这片大陆上生活了。孤独不苦，你怎么知道这些信息？武玲珑，2个月前，游戏里来了几条神龙，把游戏阵法壁垒给击破了，然后大家现在都继承了游戏中的力量，系统已经发送了全服公告，通知了这件事，现在全球上所有人都慌了，现实中早已经乱了套了，这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孤独不苦，要来的迟早要来，躲也躲不掉。武玲珑，你还真是心大，我劝你抓紧去找个主城买个地契，那样安全一些。不过现在地契已经涨到了天价，现实里的大佬们把资产都变卖了，跑到游戏里来寻求庇护，不过现实中的资产现在也特别不值钱了。孤独不苦，谢谢提醒。李阔回复完了消息，心中暗想，蓝星界又来了几条神龙，看来肯定又和三哥脱不了关系。既然游戏壁垒已经失效，那么达不达到游戏世界的巅峰数据意义也不大了，反正都是能继承游戏里的能力。半年多了，还是抓紧回孤独城看看。随即李阔带着龙三回到了孤独城，刚走到城门口，他们就被几个侍卫给拦住了。干什么的？2个兔崽子，东川城也敢乱闯，肥了你们的狗胆！李阔和龙三都是一愣，抬头一看，孤独城的标志已经没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东川城。半年没回来，城还没了。李阔怒极，强压着心中的怒气，问道：这里以前不是孤独城吗？那侍卫道：那是你们这些异族修炼者以前的叫法，现在此城已归我们大燕皇朝管辖，没事的赶紧滚！卧槽你妈的！龙三早就听不下去了，一巴掌就把这侍卫给呼死了。李阔也算是看明白了，孤独城这是被人给霸占了。在玄星界待了半年，他也知道这个大燕皇朝，这是玄星界那边非常强大的一个王朝势力。看来游戏阵法壁垒消失以后，玄星界的人也有人通过某些特殊的手段来到了蓝星界。见到有人闹事，而且闹事的小矮子实力这么猛，剩下的几个守城侍卫都有些不知所措。龙三却不管这些，一口火箭喷出，把剩下这几个侍卫直接烧成了渣渣。走老大，先把城主宰了再说，他妈的，太岁头上动土，他们都活腻歪了。说着话，大步走进了城里。东川城城主府里，一个身着华丽古装的20多岁男子正端坐在城主的宝座上，听着下面的老仆人做汇报。六皇爷，我等今日又收编了10万异族修士充军，加上这10万异族军，咱们手中人马已超过30万。老皇身体日渐虚弱，恐怕挨不了多久就会驾崩仙去。到时您挥军北上，有这30万人马，定能一举成功，荣登大宝。老奴先在这里提前恭喜六皇爷了。六皇子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道：还没打听出蓝星城那个城主是哪个宗门的势力吗？这个，老奴脸上顿时浮现出惊恐神色，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这时候突然有侍卫来报。报！侍卫一进城主府便跪在了地上，报六皇爷，有2个异族人强行闯城，并击杀了守城侍卫。第109章，玄星界的修炼境界。大胆！大燕皇朝的6皇子听到侍卫的禀报，登时大怒，脸色冰冷，眼神中杀气浮现。异族修士实力弱小，犹如蝼蚁一般，只配充当奴隶和送死的普通士兵。竟然有异族人敢在东川城闹事，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正当6皇子想要发号施令，命令高级侍卫捉拿闹事者时，李阔和龙三已经闯进了城主府。大胆狗奴才，竟敢直闯城主府！刚才的老奴指着李阔和龙三骂道：我滚你妈的！龙三一个闪身过去，跳起来一巴掌就把老奴的脑袋给扇掉了。他现在的速度极快，除了李阔，别人都看不清龙三是怎么过去的，连残影都没留下。本来龙三是可以站在原地释放法术攻击的，但是他觉得不解恨，他当了这么久城主，龙族又十分爱财，有人敢抢他的东西，就相当于在老虎嘴里拔毛，可以想象龙三此刻的心情，不然他也不会因为个子矮，闪身过去跳起来扇那老奴的脸了，一巴掌就呼死了老奴，这让一旁的侍卫直接吓尿了。老奴可不是一般人，在他们的世界里也算是一名强者，他们的世界每个人都会修炼，实力等级一共分为8个境界，分别是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身期、合体期、大成期、渡劫期。按照蓝星界的属性计算，他们的凡人只有1点属性，也就是生命力、攻击力、防御力都是1，属性达到时就是炼气期1层的修士。每个境界都分9层，达到90的属性就是炼气期9层，属性达到99属于炼气期大圆满，突破瓶颈以后，属性达到100就是筑基期1层的修士了。以此类推，他们的属性又叫灵力，灵力达到1000便是金丹期修士，1万是元婴期，10万是化神期，
100万合体期，1000万大成期，1个亿渡劫期。灵力达到1个亿的修士就会渡劫飞升，飞升成仙，那种境界只存在于传说中。自从2年多以前，整个世界的人被移动到乌域大陆，他们世界的凡人早已经被妖兽吃光了。现在能活下来的都是修士。老奴属于化身期8层的修士，足足有80万灵力，竟然被这个小矮子一巴掌就给扇死了，而且是形神俱灭的那一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恐怕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那个六皇子也傻了，在他的印象中，异族修士最强的也不过10几万灵力，根本不是老奴的对手。这个小矮子竟然一巴掌就呼死了老奴。不过吃惊归吃惊，他也并不慌张，因为他手中还掌握着护城大阵。护城大阵有1000万的灵力攻击和防御，不是大成期的那些半步仙人，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当初拿下孤独城，他还是求他爷爷过来帮忙，才击破了孤独城的护城大阵。他爷爷是他们大燕皇朝的太上皇，大成期2层的修士，足足有2000万灵力，在整个乌域大陆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强者。不然他们燕家也不会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从一个修仙家族建立成为一个强大的皇朝，站在整个大陆的顶端。除了那些恐怖的龙族，他爷爷就是整个乌域大陆上的神。只不过他爷爷在建立了大燕皇朝后，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父亲，然后开始闭关修炼，企图能够突破境界，飞升成仙。现在早已不问世事了。六皇子人狠话不多，见龙三实力强横，他1秒都没有犹豫，直接启动了护城大阵。砰砰，2道蓝色的光柱砸到了李阔和龙三的身上。龙三身上冒了点烟，就没了其他反应。至于李阔这边，甚至连烟都没冒，光柱砸到他身上，直接就凭空消失了。这是什么情况？六皇子直接懵逼，难道护城大阵失效了？就在六皇子还处于懵逼状态之时，龙三可不客气，一挥手就把六皇子给秒了。旁边那个向六皇子禀报的侍卫见到这种情况，直接一翻白眼，晕了过去。龙三也不管他是真的晕了，还是装死想着逃过一劫，一个火焰剑就把那侍卫烧成了灰。老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孤独城里的这些异族人都给宰了。说完，龙三也不等李阔回话，直接出了城主府。玄星界的修士和蓝星界的人喊异族人，蓝星界的人又和玄星界的人喊异族人，这还真是讽刺。大家本来就都不属于这颗星球，而是来自另外的2颗星球。抢占主城有2种办法，一种是杀了城主，另外一种就是如果城主逃避消失，击破主城的护城大阵，自己重新建立护城阵法，这样就会成为新一任城主。东川城的城主是那个六皇子，龙三击杀了他以后，本来是应该由龙三来当城主，但是龙三是李阔的坐骑，所以李阔这边直接收到了系统消息。叮，恭喜玩家成为东川城城主。叮，玩家可以选择重新为此城命名。李阔想了想，眼下游戏和现实就快要结合了，直接命名为华城。现在游戏阵法壁垒经过特殊情况提前消失了，所以不但现实中乱了，游戏里也全乱了，有时候都让玩家们分不清游戏和现实了。系统经常失灵不说，就连购买 NPC 这个渠道也没了。李阔这半年来在孤独城积攒的金币也全都没了，不知道是被那六皇子搜刮去了，还是被系统回收了。华夏区公屏，吾乃神主，大家发现没有？原来的孤独城不是改成东川城了吗？现在东川城又改成华城了，难道又换城主了？封神狂换谁都行，总比以前那个沙比孤独城主要好。封神雷就是那个沙比城主就知道骗玩家装备，等游戏和现实结合了，大家指望他庇护，我就呵呵了。貌美如花，不会吧？我和我几个好闺蜜前几天刚去城主府，给那个什么六皇子唱了一首咱们地球的金曲，刚刚混熟了就换城主了。闭月羞花，如果换了城主我就草了。月月不是亏大了，那晚他貌似被城主六皇留下过夜了吧？四月若花，我什么时候留下过夜了？敢不敢不在公屏乱说？脑子呢？好奇心害死猫，好大的瓜！说说呗，反正公屏只有咱们华夏的玩家可以看到，那些异族人又看不见。四月若花，那个好奇心害死猫，麻烦你回家让你妈妈和你说。沙比第110章5界13岛。乌域大陆上一共有5界13岛，虽然叫岛，但是乌域大陆地域辽阔，每个岛其实都是一片大陆。就拿华夏区的蓝星界来说，现在的蓝星界面积就比华夏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到时候游戏和现实结合，其余63个外国区所在的蓝星界也会和下华区的蓝星界一起合并在一个岛上。这个岛就是乌域大陆13个岛屿其中的一个蓝星岛。一个蓝星岛的面积就是一个地球的总面积。况且地球上还有4大洋和南极这种不毛之地，陆地面积只占不到 30%， 而乌域大陆上的一个岛
却是实实在在的陆地面积。由此可见，乌域大陆是多么的辽阔。蓝星界所说的这个界，只是游戏上的称呼而已，并不属于乌域大陆的5界之一。乌域大陆上所指的5界，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其中有一界便是神龙界，那里生活的都是龙族，没有人敢轻易靠近。另外一界是巫族界，这是乌域大陆上最早的土著，非常神秘。星系主神便是从巫族界羽化成仙，最后成为主神的强者，所以被巫族人唤作巫神。另外一界便是玄星界，玄星界虽然是人族界，但是玄星界上都是修仙者，实力同样不容小觑。2年多以前，星系主神把另外一颗星球的修仙者融合到玄星界以后，他们便迅速地控制了这一界，把玄星界上原本的兽人族屠杀殆尽。毕竟他们其中不乏一些合体期的强者，甚至还有几个大成期。蓝星岛位于玄星界的正南方，中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庞大深渊，这深渊便是游戏里摄魂渊的原型。只不过游戏里的摄魂渊只是乌域大陆上摄魂渊的极小一部分。星系主神圈进蓝星岛给地球玩家修炼，而游戏阵法壁垒便是设立在摄魂渊的天然屏障之上的。此刻，玄星界大燕皇朝金碧辉煌的皇宫内，6皇子神魂灯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殿宝座上，大燕皇冷冷问道，不怒自威。神魂灯灭了，就证明6皇子已经神魂俱灭，连夺舍的机会都没有。不是不死不休的仇家，大燕皇想不出谁有这么大胆子，竟敢如此对待他的儿子。启禀父皇，据孩儿所知，前阵子6弟求爷爷出关，貌似带着爷爷去了那个一直被封印的岛上，而后他便再没有回来，难道是？不可能，蓝星岛上都是一些凡人，即使有几个像样的修士，也不可能对你6弟构成威胁。当初神龙族走出龙界，打破蓝星岛封印，我也趁机过去瞧了一眼，那岛上没有强者。父皇，孩儿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当时那几条龙族的祖龙并没有离开，是他们在蓝星岛对6弟下的手？击破那种强大封印，不是大成期第8层的强者根本无法做到。当时那几条祖龙已经被封印反噬，损伤严重，我是亲眼看到他们虚弱逃回神龙界的。孩儿明白了。大燕皇瞧了瞧自己这个3皇子，冷冷道，听你刚才话里的意思，你貌似对你6弟去找你爷爷出关这件事很不满意。他一眼便瞧出了自己这个3儿子的心思，知道他是极度太上皇疼爱6皇子。孩儿不敢。行了，为父就派你去那岛上调查你6弟的事，希望你回来后能给为父一个满意的答复。孩儿遵命。虽然现在游戏阵法壁垒已经被神龙族击破，但是从玄星界进入蓝星岛仍是需要穿过摄魂渊。摄魂渊深不见底，并且经常会有强大的妖兽突然从深渊冒出来发动袭击，所以那3皇子也不敢大意，此次出发带上了自己所有的得力护卫。御剑飞行来到蓝星岛上空，只见整个蓝星岛上坐落着65座巨大的城池，每一座城池都是一座游戏里的蓝星城。巫域游戏共有64个大区，64座蓝星城。至于第65座城池，便是李阔的华城。见到64座大城的间距都很有规律，只有一处地方的2个城池挨着很近。3皇子打定了主意，带着人来到了华夏区这一片区域。如今的巫域游戏，由于阵法壁垒被恶意破坏，可谓是极不稳定。有的玩家在交易行卖了一件高级装备，竟然没得到金币；而有的玩家在交易行卖了一件垃圾，竟然得到了1000万的金币。有的玩家死亡以后会出现在复活点中，只是掉了1级；有的玩家死亡以后直接掉了5级；还有的玩家死亡以后没有复活，甚至在现实中也找不到这个人了。这样不稳定的游戏导致人心惶惶，所有玩家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系统提示也是时灵时不灵。这一天，李阔就突然收到了几条非常混乱的系统消息。叮！玩家已经到达巫域游戏的数据顶峰，以后不会再增加属性，玩家可以选择渡劫，渡过雷劫，玩家会飞升至另一个界面。叮！已将渡劫丹发放至玩家的储物戒指，玩家不服用渡劫丹将继续留在巫域大陆，但不会增加任何属性。叮！玩家体质强横，奉劝玩家及时渡劫，融合巫神重体天赋的玩家渡劫成功率100%，雷劫不会对玩家造成任何伤害。叮！玩家如果不服用渡劫丹，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也不会触发雷劫。如果玩家获得多余的属性，可以选择加持到护城大阵上。总算有一条有用的消息了。傻子才会渡劫。到了另一个界面，老子就是个菜鸟了。看了这么多修仙小说，谁还不知道飞升的界面是仙界？老子身为巫域大陆的第1强者，我特么兢兢业业的吞噬属性，吞了2年半，就不能享受吗？李阔对系统的提醒直接无视，眼下研究增强阵法才是王道。如今的华城护城大阵是6皇子让他爷爷耗费了大量的珍贵材料才打造出来的阵法，攻击力和防御力足足有1000万灵力，这相当于游戏里的1000万属性。
他是准备把华城当成自己的大本营的，以便日后和兄弟们争夺皇位。所以他也是很尽心尽力的在经营华城。这时候的华城可比以前的孤独城要大得多，也繁荣得多。不过现在都便宜李阔了。第111章，倒霉的大燕三皇子。三皇子带着自己的6个手下，非常低调的来到了华城。不低调也不行，毕竟每座城池都有护城大阵，除了一些垃圾城池，一般的护城大阵都有1000万灵力的攻击力，这相当于是一个大城7亿层的修士在坐镇。他们几个化身7修士还不敢在城里喧哗。来到城主府以后，三皇子等人都有些懵逼。城门口没有侍卫也就算了，怎么连城主府也没有侍卫？没有侍卫，谁替咱们通报呢？三皇爷，不如咱们直接进去找城主。一个侍卫开口道：“不可，不可冒失。”三皇子拒绝了，他准备在城主府门口等着城主出来。皇天不负有心人，等了1个小时以后，李阔带着龙三出来了。见到有人从城主府走出来，三皇子急忙抱拳行礼，恭敬问道：“敢问这2位兄台，城主可否在府邸？”龙三见到玄星界的修士就烦，毕竟那个6皇子杀了城里的侍卫和侍女，那些可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还有城里的金库也被搬空了，所以龙三对玄星界的人非常不客气，开口答道：“尼玛的，老子就是找老子什么事？”见到面前这个犹如侏儒一般的矮子竟然这么无礼，三皇子的6个手下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不过没有三皇子的命令，他们也不敢说话，毕竟三皇子对他们管理很严格，如果自作主张，很有可能会性命不保。呵呵，幸会幸会。三皇子并没有因为龙三出言不逊而恼怒，急忙又施了一礼：“有屁就放，别他妈跟老子拽文，老子没上过学。”龙三1天学也没上过，懂得都是李阔教的，就连李阔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更别提他了。三皇子尴尬一笑，急忙说道：“我想和城主打听一个人，他大约20多岁，长得……别废话了，你说的是什么6皇子吧？”城主竟然知道6皇子，找对人了。三皇子心中一喜，急忙换上一副笑脸，道：“不错不错，那人是在下的6弟，敢问，已经被本城主击杀了。”啊！三皇子张大了嘴巴，这也太直白了吧！靠着一个护城大阵，就敢如此的有恃无恐吗？大胆贼子，竟敢杀我朝皇子！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区蓝星岛也敢和我玄星界叫嚣，你们恐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三皇子的6个手下再也忍不住了。虽然三皇子没有发话，但是他们相信三皇子不会怪罪他们，毕竟别人都骑到头上拉屎了。三皇子见到这种情况也不再示弱，正要出口恐吓，突然嘴里刚要蹦出来的话硬生生又憋了回去，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刚才那2个说话的手下已经被龙三秒杀了。三皇子和身边剩下的4个侍卫全傻了，蓝星岛竟然有这种强者，秒杀化身期，莫非是合体期的100万灵力修士？一个侍卫眼见情况不妙，对三皇子使了一个眼色，就想让三皇子抓紧离开，但是下一秒他就被龙三拍死了。使眼色经过本城主同意了吗？剩下的3个侍卫见状，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这城主恐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吧？看他旁边那个小子文文静静的，抓住他充当人质，或许可以活命，不然早晚都要死在这个变态城主的手中。几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不用眼神交流，就都同时想到了捉住李阔。一个侍卫决定先发制人，猛地向前一窜，下一秒他就趴到了地上。李阔现在有1个亿的属性，相当于渡劫期。那侍卫虽然刚动，属于电光火石之间，但是在李阔眼里也是有迹可循的。见那侍卫冲自己来了，李阔还跟他客气什么？又秒杀了1个侍卫，剩下的2个侍卫再也不能淡定了，全都没了注意，转头瞧向了三皇子。李阔直接又秒了1个，不知道胡乱转移视线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李阔冷冷说道。此刻剩下的那个侍卫和三皇子完全吓懵了。我天，这是哪里冒出来的2个变态？而且实力还都这么强。城主身边这位明显比城主还要厉害，恐怕已经修炼到了大成期。我日了！乌域大陆弱肉强食，强者为尊，人命如草芥。你不杀人，人就杀你，适者生存，没什么道理可讲，拳头够硬才是王道。见完全吓住了2个人，李阔急忙阻止了还要继续杀人的龙三。龙三不满道：“老大，你让我宰了这2个小子，出口恶气，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来打咱们城池的主意。”李阔摇头道：“杀了他们有什么用？那个6皇子既然是这位的弟弟，想必这位也是个皇子，那么就留他在华城住上几天吧。”指了指那个已经被吓傻的侍卫，又道：“你回去告诉你们皇上，让他拿钱来赎人。你们的6皇子杀了我们城里的侍卫和侍女，这笔账咱们好好算算。3天时间，不来的话，我就去玄星界走走，到时候事情可就不好谈了。”
那仅剩的侍卫战战兢兢地问道：“什么？是皇上？哦，就是你们的王，你们大燕王朝的皇帝。遵命。”侍卫走了，李阔把三皇子扔进了监牢。现在华城没有侍卫，李阔带着龙三在监牢亲自守着三皇子，以免他逃跑。玄星剑，侍卫回到皇宫，把在华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了大燕皇。大燕皇听完以后，瞬间暴怒，挥手斩杀死了那名侍卫。岂有此理！击杀无儿，还要让本皇拿钱去赎人，简直无法无天！还有老三这个废物东西，你弟弟被人杀了，叫你去查，你报不了仇也就罢了，自己还被人给囚禁了，简直是奇耻大辱！来人啊！大燕皇大喝一声，一个侍卫跑了进来，把皇朝大城期的修士全都召集过来，本皇势必要屠了华城，以泄心头之恨。另外通知太上皇。诺！侍卫胆战心惊地退了出去，他从来没见过大燕皇发这么大的脾气。第112章7000万灵力护城大阵，击杀了大燕皇朝的5名化身期修士，李阔吸收到了400万灵力。现在巫神吞噬已经和李阔融为一体，他击杀修士和妖兽，不但可以吞噬修士的能量，还可以吞噬妖兽的能量。而融合后的巫神吞噬，在击杀修士以后，可以吞噬修士的全部灵力。5名化身期修士全部都是化身期第8层，每个人有80万灵力，5个人的400万灵力，李阔直接加持到了华城的护城大阵上。现在护城大阵已经有1400万属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还是高级修士吞噬起来比较爽啊！李阔心里暗暗想着，把目光移动到了三皇子身上。三皇子感受到了李阔的目光，吓得直接发起了呆。他见识过李阔和龙三的秉性，这两个人动不动就杀人，所以他也不敢低头，也不敢转移目光，只好假装发呆。三哥，你看着这小子，别走开，以免他跑了，我出去办点事。放心吧，老大，有我呢，这小子跑不了。龙三答应着。意念一动，李阔直接从原地消失了，来到龙界空间。意念又是一动，李阔回到了金海市。此时的金海市哪里还有往日的繁华气象？大街上垃圾横飞，有的汽车更是直接停在了马路中间，汽车上布满尘土，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开了，甚至空气中都充斥着一股难闻的霉味。远远望去，整条街道上就只有2个行人，整个就是一副世界末日降临前的景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游戏会和现实结合这件事情，又见识到游戏的神奇之处，哪里还会产生什么怀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下去，自然是要进入游戏世界去寻求一线生机。可是想要在游戏世界里生存，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乌域大陆的残酷，不是长期养尊处优的地球人类可以想象得到的。来到一处敬老院中，这里倒是聚集着不少孤寡老人，他们全都眼神无光，死死盯着李阔，脸上不见有任何表情。等到游戏和现实结合的那一天，地球毁灭，这些孤寡老人也会被扔进乌域大陆，任由自生自灭。他们注定要成为妖兽口中的食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李阔叹了一口气，他改变不了什么，意念一动，直接回了乌域大陆。刚进游戏，龙三就给李阔用意念传音：“老大，那什么大燕皇朝的人来了。他们知道大城期以下对抗不了护城大阵，所以来的全是大城期修士，一共来了8个。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这次是集合了大燕皇朝所有的大城期修士过来的。他们刚来就攻击护城大阵，被我直接秒了3个。眼见打不过我，他们又和我商量，说给咱们补偿，让我提条件。我提了个条件，他们不同意，我又杀了3个鸡毛大城期修士。”李阔没想到自己离开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急忙问道：“你提了什么条件？”“我让他们把整个大燕皇朝都给我，作为补偿。他们小气，不同意。”“你也太黑了吧！”李阔无语。“所以你抓紧过来和他们谈谈条件呀，老大！我一听他们说话，我就想杀了他们。你再不来，我就都给杀光了。杀光了他们，咱们就没法弄宝贝了。如果咱们自己去拿，太浪费时间，不如让他们都准备好，给咱们送过来。”李阔道：“算你这次有点脑子，别动手了，我这就过去。”李阔来到华城监牢，只见监牢里已经多了2个人，一个是大燕皇朝的大燕皇，一个是大燕皇朝的太上皇。见到李阔过来，大燕皇仿佛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急忙施礼道：“这位小兄弟，还请高抬贵手啊！是我有眼无珠，我罪该万死啊！还请小兄弟帮我和城主讲讲人情啊！”“谁他妈是你小兄弟？喊我老大小兄弟，你他妈是想占我便宜吗？”龙三怒斥道。“没，小人不敢。”见到大燕皇这副胆战心惊的模样，李阔就知道他已经被龙三吓破了胆。见到龙三火气这么大，李阔也知道这大燕皇刚到华城的时候肯定是口出狂言，甚至是辱骂龙三了。李阔呵呵一笑道：“好说好说。”见事情有转机，大燕皇急忙躬身施礼，
深深地给李阔鞠了一躬。在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商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大燕皇补偿给李阔51块上品灵石，另外提供从炼气期到大成期的所有修仙功法。修士修仙可比玩家打妖兽提升的快多了。等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人类想要在乌域大陆上站稳脚跟，就必须要修仙，强大自身。这也是李阔要功法的原因。乌域大陆上有天地灵气，人类是可以修仙问道的。至于灵石，这是乌域大陆上的通用货币，不但可以在乌域大陆上购买物资，还可以吸收灵石里面的灵气，加快玩家的修炼进度。条件谈成，李阔放走了大燕皇和大燕皇朝的太上皇以及三皇子。这一次，龙三击杀了6个大成7亿层的修士，这也让李阔吞噬了6000万灵力。他把灵力全部加持到了华城的护城大阵上。现在护城大阵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已经达到了恐怖的7400万灵力。这种属性在乌域大陆上可以说是最顶尖的阵法了。在华城里，玩家的生命安全可以得到十足的保障。华夏区公屏，庸一，你们看见没有？原来的那个孤独城城主，他回到华城了，我日了！华城城主依旧是他，太他妈强大了！刚刚在华城，他一个人就秒杀了一族大能者，足足6人啊！卧槽！八部天龙，这么屌的城主，你竟敢背后议论？你不想活了？庸一，我在咱们华夏公屏说，他又看不到。貌美如花，这城主虽然人品不好，但是实力是真的强，有他在华城坐镇，咱们的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不后悔当初投资华城地契啊！闭月羞花，美美，咱们要不要今晚过去忽悠忽悠这城主，给他唱几首金曲？貌美如花，可以。哎，想不到咱们华夏国最美乐队竟然会沦落到在游戏里给个侏儒唱歌的地步，好怀念以前那种万人欢呼的演唱会，以后咱们是开不了那种演唱会了。第113章，武玲珑被抓了。李阔和龙三正坐在城主府里发愁，现在侍卫和侍女都没了，游戏里购买 NPC 的渠道也没了，他们俩一个城主一个副城主都变成了光杆司令，手底下一个兵都没有。哎，你说这要怎么办？三哥，李阔坐在大堂椅子上，两腿搭在桌子上，看起来十分落寞。龙三也是满脸愁容，他们两人的实力虽强，但毕竟每个人只有2只手，华城大小事务繁多，没有人手根本就忙不过来，现在整个华城都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如把你那几个朋友喊过来帮忙吧，老大。他们实力虽然弱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强啊。龙三建议道。你是说武玲珑他们？就在李阔提到武玲珑的时候，武玲珑恰好给李阔发来了好友消息。救命！好友消息很简短，只有2个字。李阔一愣，急忙对武玲珑使用了一枚追杀令，得知了武玲珑的坐标蓝星城城主府。在蓝星城城主府里喊救命，李阔有些迷惑，留下龙三在华城坐镇。李阔通过传送阵第一时间来到了蓝星城。来到蓝星城的城主府，李阔被侍卫拦了下来。城主府重殿，闲杂人等禁止入内，麻烦你通报一声，我朋友在里面，我来找他有重要的事情。李阔和蓝星城城主虽然算不上是朋友，但是也绝对不算敌人，所以对他的侍卫说话还是挺客气的。通报个屁，赶紧滚！侍卫一点不给李阔面子，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好吧，那就不要怪我了。李阔直接往里闯，只见他身上灵力一震，身边的几个侍卫全部倒飞出去，重伤倒地。走进城主府偌大的厅堂，只见武玲珑正被五花大绑，有2个侍卫按着跪在地上。李阔大手一挥，一道灵力打出去，那2个侍卫便被击飞，同时武玲珑身上的绳索也被击碎。李阔走过去扶起了武玲珑，虽然李阔戴着面具，但是武玲珑早就听出了李阔的声音，随即呜呜哭了起来。见到武玲珑梨花带雨，李阔心里登时升起了一股怒意，他决定要让蓝星城主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朝廷堂上守望了一眼，只见坐在城主宝座上的并不是蓝星城主，而是一个陌生的修士。这修士看上去大约50多岁的样子，身材肥胖，一看就是玄星界的人。而蓝星城城主则是立在一旁，另一边站着的竟然是封神乱。李阔，你这条狗竟然敢管城主府的事，你活得不耐烦了？封神乱也听出了李阔的声音，他恨极了李阔，立时放声大骂。李阔这一次并没有击杀封神乱，目前复活机制还未消失，击杀了封神乱不过是让他掉1级而已，他长不了记性。等会把这小子抓回去，相信三哥有100种办法折磨他，这样才能让这个滚刀肉偿记性。这时上手的胖修士冷声道，一个异族奴隶也敢擅闯城主府，何人给你的胆色？李阔没有理会胖修士，转头问蓝星城城主，城主大人，我朋友被你们绑得像个粽子一样，你不应该解释解释这件事吗？这蓝星城城主也不知道怎么开口，那胖修士是他真实世界里的师傅，自从游戏阵法壁垒破碎以后，他师傅便找到了蓝星城，
他师傅有个特别的嗜好，就是驯服那些漂亮的女修士，做那些无法言表的事情。如果女修士顺从，他师傅就没了兴趣；如果强行女修士，他师傅也没有兴趣。他师傅的兴趣是找那些脸蛋漂亮又性子硬的女修士，然后威胁折磨，让女修士不情愿，但是又无可奈何，最后再征服女修士，属实变态。自从他师傅来到蓝星城以后，一共得手了10几个华夏女玩家。他虽然看不过去，但是也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在修仙宗门里，最基本的就是首先要尊师重道。况且在修仙者眼里，是凡人生命如同草芥，没有人会在乎低贱凡人的生死，更别说其他事情。见蓝星城城主不肯说，武玲珑简单和李阔描述了一番事情经过。原因自然是武玲珑不肯屈服于胖修士，以至于被胖修士抓来，准备慢慢折磨。而且据武玲珑描述，武妹妹已经被胖修士给祸害了。至于武媚动人和武媚娘，则是怕落入胖修士的魔爪，已经1个月没有进入游戏了。武媚动人、武媚娘、武妹妹、武玲珑都是属华夏1数2的美女，又有封神乱这条走狗给胖修士提供情报，胖修士能找到他们并拿他们下手，一点都不奇怪。不过想不到武妹妹在游戏中这么污，竟然也是个性子刚烈的女子。听完了武玲珑的叙述，李阔早已是怒发冲冠。他长这么大，在电影里都没有看见过这种变态的杂碎。不过那胖修士虽然看到了李阔充满杀意的眼神，但是他却并不紧张。虽说李阔刚才击飞侍卫，表现出了一些实力，但是在他看来，蓝星城的修士都是垃圾，最高修为也不会超过化身期。他自己是合体期第8层修士，自然不会把这些低贱的异族奴隶放在眼里，所以他不但不紧张，反而是满脸都很享受的模样。他就是喜欢看到这些低贱的奴隶在他面前充满愤怒，却又奈何不了他的样子。他戏谑地瞧着李阔，奸笑道：“嘿嘿，你这个低贱的奴隶，如果不想死得太痛苦，或许本仙师可以给你指条明路。你可以把你的亲戚朋友或是妻子都送给本仙师，只要本仙师玩得爽了，就会把你当个屁一样放了。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呀！”哇哈哈哈！卧槽你妈的狗杂碎！老子要是让你轻易死了，老子都算是对得起你。李阔大怒，立刻用意念给龙三传音：“赶紧过来，有个狗杂碎交给你，给我扔进监牢。你以后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我狠狠地折磨他，进去先把他修为废了，再把他重要器官给老子砸成粉末。”龙三从来没见过自己的老大生这么大气，收到传音以后，他哪里敢有半秒犹豫。龙三甚至连传送阵都没用，他一飞冲天，直接现出本尊，化身成一条金光闪闪的巨大神龙，在云朵里闪了2下，人就来到了蓝星城。他不用传送阵，是嫌传送阵太慢。老大发怒，这是非同小可。第114章斩杀蓝星城城主。龙三来到城主府，一眼就瞧见了李阔。见李阔脸都黑了，他知道老大这是被气到一定程度了。他身为李阔的宠物，从一出生就跟着李阔，2个人感情深厚，他感同身受，瞬间就急了。从李阔的眼神中，他看出李阔盯着的那个胖修士就是罪魁祸首，所以龙三也不问青红皂白，身子一闪就到了城主宝座上。卧槽你妈的！龙三一把抓住胖修士的头发，直接暴力乱锤，几巴掌下去，把胖修士合体期第8层的修为直接给抽到了化神期第8层，一顿大嘴巴子直接抽掉了一个大境界。胖修士现在被龙三禁锢住了，动都动不了，眼看着自己挨对方一个大鼻窦，辛辛苦苦修炼来的境界就掉1层，他直接吓尿了。孤独城主，还请停手。蓝星城城主和龙三多少有点交情，这时候见他还要扇巴掌，急忙开口求情：“滚！”龙三一甩手，给了蓝星城城主一个大鼻窦，蓝星城城主被抽飞出去，半天才爬起来。这时候再一看自己的师傅，修为已经掉到了元婴期，已是奄奄一息，这修为都赶不上蓝星城的异族修士了。这孤独城主为何如此厉害？蓝星城主懵逼了。玄星界64个天之骄子被主神选中在游戏里当城主，他们在游戏里可是都有1000万属性的。等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他们就会重获自由，回到玄星界，到时候就会继承游戏里的1000万属性，摇身一变，直接变成大成7亿层的修士，一步登天，站在乌域大陆的最顶端。1000万属性在孤独城主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孤独城主是大成期第几层？修仙界弱肉强食，强者为尊。见龙三修为这么高，蓝星城主不敢再说话了。眼见在抽胖修士嘴巴子，胖修士这条命就要交代了，龙三急忙停了手。李阔对龙三的骚操作很是满意，对付这种垃圾，还就得三哥这条喜怒无常的暴力龙出马。他有法术不用，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大鼻窦解气。瞧了一眼已经吓傻的风神乱，李阔对龙三说道：“三哥，还有风神乱这小子，你把他们俩一并抓回去，怎么折磨就看你的意思了。总之别让他们痛痛快快的死掉就行。”
我明白了，老大，嘿嘿。龙三答应着，随即一手抓住一个，凌空而去。龙三虽然个子小，但是他是神龙，气力非比寻常，手里拎着2个修士，就像拎着2根鸡毛一样简单。龙三走了，蓝星城城主这才敢开口说话。这次的事是我失职，还请您不要怪罪。孤独城主是您的结拜大哥吗？蓝星城城主听李阔和龙三称呼三哥，又见龙三和李阔称呼老大，也弄不清楚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客客气气地问道：以后你再多失职几次，我们游戏玩家还有活路吗？李阔没有回答蓝星城主，而是冷冷反问道：下不为例。蓝星城城主面色一冷，同样冷声答道。他在心里其实并不惧怕李阔，虽然他说话很客气，但是语气中并没有表现出恐慌。在他看来，李阔不过是因为结识了龙三，所以才敢狐假虎威的异族奴隶罢了。他身为蓝星城城主，能这么客气的和一个异族修士说话，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见到蓝星城城主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李阔心中刚压下的火气噌的一声又窜了上来。别下次了，你这个城主别干了，剥夺我城主资格。呵呵呵。蓝星城城主闻言怒极反笑，呵呵2声，笑声背后的意思谁都能猜到，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同意吗？李阔冷着脸问，眼神中已有杀意浮现。恕难从命。蓝星城主直接正面硬刚，他是主神指定的城主，岂是谁想换就能换的？再有几个月，游戏就会和现实彻底融合，到时候就可以继承1000万灵力，岂能前功尽弃？这个城主他当定了。好，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了。哼，一个异族修士，奴隶一般的人物也好意思冒充大能？我看你们这些异族人是玩游戏都玩傻了，已经认不清现实。去你妈的！李阔懒得再和他废话。乌域大陆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没有心慈手软的修仙者，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见李阔从储物戒指里换出自己的神龙剑，对着蓝星城城主就是一个半月斩。负9亿。蓝星城城主头顶上冒出9个亿伤害。大家都属于游戏玩家，虽然现在游戏阵法壁垒破碎，已经让游戏和现实变得非常混乱，但是很多游戏特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次的伤害是以游戏数据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蓝星城城主有1000万的属性，游戏里的体质和生命值的数据换算是1等于10，所以他有1个亿的生命值。李阔有1个亿的物理攻击力，使用半月斩和火焰寂灭可以打出2个亿伤害。神龙套装6件已经融合成一件神器神龙剑，神龙套装的装备技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神器器灵。5个副装备和主装备神龙之刃的器灵融合以后，5个副装备器灵被主装备器灵吞噬，吞噬以后每个副装备都给神龙剑增加了1倍的伤害力。5件神龙套装的副装备就让神龙剑增加了5倍伤害，再配合术法神通的双倍伤害，李阔现在用神龙剑打出的半月斩可以增加10倍伤害，所以直接打出10个亿。在武玲珑满脸的惊恐神色中，蓝星城城主一命呜呼。任谁看到9个亿的伤害数字，也得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睛出现了问题。武玲珑知道李阔强，但是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强。跟着这种强者，等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才有机会活命。虽然武玲珑一直对李阔有好感，但以前他只想让李阔当他的游戏 CP， 毕竟现实和游戏是两码事。现实里那些高富帅很多，家族势力也很强大，那才是一个集团掌舵人应该选择的理想对象。但是自从游戏中的力量可以带到现实，自从知道了游戏和现实会融合以后，现实中那些大家族的高富帅公子哥已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垃圾。现在游戏中的强者才是令每个女人心最神秘的完美配偶。第115章下城。叮！玩家击杀了蓝星城主，玩家成为蓝星城新一任城主。叮！玩家可以为蓝星城重新命名。李阔斩杀了蓝星城主，立刻收到了系统消息。李阔想了想，直接命名为下城。华城加下城，正好组成华夏。在上一世，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城主和 NPC 都会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也是游戏玩家。城池里拥有地气的最强者继承城主的位置，城主可以选择和自己关系好的玩家来接管城池里每个重要的商店。系统全服公告，由于华夏区蓝星城城主被击杀，华夏区蓝星城已更换城主，华夏区蓝星城正式命名为下城。系统全服公告，由于华夏区蓝星城城主被击杀，华夏区蓝星城已更换城主，华夏区蓝星城正式命名为下城。连续10遍的系统全服通报，让整个巫域游戏的所有玩家全都懵逼了。外国区各大公屏，华夏区那边发生了什么？杀死城主？我有没有听错？还有这种操作吗？我也去试试。楼上那位，我保证，你连城主的一根头发都碰不到，你就会被杀死。法克！
华夏区公平。卧槽了，我就日了，谁把城主给干了？希望换个好城主，我可是把孤独城的地契卖了，特意来蓝星城买的房子。谁不是呢？孤独城是穷人城，大家都是 VIP， 有钱的谁不在蓝星城里混？话说巅峰的大佬们呢？你们知道内幕消息吗？不会是以前的孤独城城主干的吧？那样的话，我特么哭死！我特么当年被他骗了8件紫装，我一气之下还骂过他。有这功夫，大家不如去城主府看看啊喂！刷大喇叭这人是华夏区实力排行榜第1位的叶倾城，也是最喜欢吃瓜的一位女玩家。您是大神，我们可不敢去，我们怕死，要去还是您叶总去吧。武玲珑也看到了系统消息。你不会是当了城主了吧？武玲珑张大了嘴巴，震惊地盯着李阔问道。李阔点了点头，若不是现在去不了外国区，他不介意把另外63个蓝星城的城主也一并斩杀。不过想要攻下所有城池，只有等游戏和现实彻底结合以后才行。现在游戏阵法壁垒虽然破碎，但是基本的游戏设定还在。如今只有乌域大陆的人可以随便进入蓝星岛，而蓝星岛的玩家还是各自被圈禁在自己所在的大区里的。如果把65座主城全部掌握在手中，那么这将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到时候就让乌域大陆上的5界13岛变成6界12岛。李阔眼中金光一闪，他相信自己绝对有这个实力。李阔成了下城城主，下城那些 NPC 都要听命于他。在布置完一切以后，李阔回了华城，来到监牢。胖修士和封神乱的重要器官已经被龙三砸烂，都被龙三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见李阔回来，龙三嘿嘿笑道：“老大，还满意吗？”嘿嘿，李阔点了点头，说道：“蓝星城城主被我杀了，现在蓝星城也是咱们的了。”卧槽，又赚了一座城。龙三有些激动，那我可不可以去蓝星城当几天副城主过过瘾？现在叫下城了，你去吧，我会通知那些 NPC。对了，你带上这俩垃圾扔进下城监牢里，里面有 NPC 看着，想必他们也跑不掉。好嘞！龙三大喜，当即拎起胖修士和封神乱，直奔下城而去。闲着没事，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身份华城城主、下城城主，修为渡劫期，生命值100亿，灵力1亿，术法神通大擒拿术、体香无形、瞬移、天眼通、半月斩、火焰寂灭。现在游戏中的能力已经被玩家完全继承，所以玩家们的属性面板都发生了变化。除了生命值以外，其余个属性系统会平均分配，然后转变成灵力。现在没有满级的玩家，杀怪增长的不是经验值，而是增长灵力。如今的等级已经变成了修为，玩家死亡损失的也是一定比例的灵力。技能在经过转变以后，也和以前的效果有所不同。嘲讽大擒拿术，玩家使用神识锁定目标以后，可以使用大擒拿术将目标擒拿至身旁。如果目标灵力低于玩家一个境界，玩家可以对擒拿目标进行禁锢。这个不错，可以当法师的禁锢术使用。不过禁锢术可以禁锢同修为玩家，而擒拿术禁锢的却是要比自己低一个境界的玩家。也就是说，现在只能禁锢大成7亿层或者以下的修士。李阔暗暗想到。鬼影体相无形，使用体香无形秘法，玩家形影俱无，犹如9名幽灵来去无踪，杀人与无声无息。体相无形秘法的强弱与玩家的自身灵力息息相关。没有技能冷却时间了，这就证明可以无限隐身。这种隐身技能果然到什么时候都好用。瞬移，瞬间移动，移动距离与移动速度和玩家自身灵力相关。天眼通可破除体香无形，可以观察目标人物的疾病、体质等，可观察灵草的属性、年份等，是炼丹师独有的高级神通。基础职业技能转变以后都很强。虽然地球玩家修为很低，和玄星界的修仙者不在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游戏中的术法神通却是地球玩家独有的。像玄星界的那些修仙者，他们并不能使用这些神通，也没有相关的功法供他们学习。至于半月斩和火焰寂灭，作用基本上和游戏里技能差不多，可以使玩家打出自身灵力2倍的伤害。过不了多久，游戏就会和现实结合，基础职业技能还是学满最好。李阔急忙查看了一下交易行，运气很好，真的有一本法师的禁锢术在卖，不过卖得很贵。法师的禁锢术不如其他职业的神通，有些玩家得到以后并不会学习，而是拿出来换钱。尤其是法师职业，因为他们本身就会禁锢术。现在游戏就快和现实结合了，这段时间是最耗钱的，所有玩家们的钱都不够花，卖掉技能书换钱去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仿佛成了唯一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出路了。但如果是鬼影技能书，那就没有人会卖了。5种游戏里的基础职业神通，这是主神给予游戏玩家们最大的福利。李阔终于全部集齐了。第116章封神盟的选择。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
会保留5种职业的基础职业神通，还有5种职业技能。李阔现在有半月斩和火焰寂灭，看了一眼交易行，另外3种技能并没有人卖。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他要想办法集齐另外3种技能才行。因为一旦游戏和现实结合，这3种技能就不会再出现了。如今使用半月斩和火焰寂灭，已经没有了技能冷却时间，但是每施展一次都会消耗自身的灵力。灵力耗尽，玩家就要找地方补充，不然所有的术法神通都不能再使用。这个灵力并不是消耗修为，玩家的修为境界就好比一个大水缸，灵力是这个水缸的容积，随着修为境界提高，水缸的容积也会慢慢变大。而使用法术消耗的灵力就是这个水缸里的水，用掉以后补充即可。李阔体内融合了巫神血脉这个天赋，每秒可以回复自身 20% 的灵力，这种情况下，他的灵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术法神通完全可以无限使用。叮！封神盟对你使用了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他将得知你在游戏中的坐标，请小心。李阔突然收到了系统消息，封神盟这是什么情况？李阔心中疑惑，她老公封神乱被龙三给折磨惨了，这是狗急跳墙，过来拼命来了。时间不长，封神盟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华城城主府。刚一碰面，封神盟瞧了瞧四周，眼见四下无人，他仿佛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随即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你这是干什么？给我出去！李阔赶紧转过头去，大声呵斥：“让我做你的女人吧，李阔！”封神盟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动作，说着话的功夫，已经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请你自重！李阔用余光扫视了一下，封神盟的身材是真的不错，怪不得封神乱会对封神盟如此着迷。华夏区所有女玩家中，除了巅峰9外，就属封神盟最漂亮。能和封神盟媲美的，只有五媚动人、武玲珑、叶倾城3个。他们5人被游戏玩家誉为华夏区5大美女，而巅峰9则是5大美女之首。5个人都是旷世容颜、绝世之貌，足可以倾国倾城。如果你不想要我，那我也可以当你的奴婢，你以后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封神盟道：“华城连个 NPC 都没有，收这么个漂亮的侍女，倒也不错。”李阔心中想着，开口问道：“那你的条件呢？”“我没有任何条件。”封神盟的回答让李阔一时间有些懵，不知道他心里算计些什么。见到这种情况，封神盟急忙解释道：“其实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最近封神乱投靠了蓝星城新来的城主，做了很多坏事，我已经和他走得越来越远了。离开封神乱，我怕他会报复我，所以只能投靠你。况且游戏和现实即将融合，我也想找一个强大的依靠，以求自保。而且更重要的是……”封神盟俏脸一红，而且封神乱现在已经变成了，他已经不是男人了。但是我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李阔闻言一愣，现在游戏和现实还没融合，封神乱不是男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到此处，急忙给龙三用意念传音询问。时间不长，龙三回复了李阔：“对不起老大，我刚到下城当城主，只顾着贪玩了，把封神乱交给了侍卫，侍卫没注意，让他自杀成功了。”“好吧，知道了。”李阔见龙三并不知情，随口说道，随即又对封神盟问道：“你说封神乱不是男人了，是什么意思啊？”封神盟一张脸更加红了，他被你的那个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孤独城主，把他的那个东西给弄掉了，他现在已经是个不健全的人了。刚才他在游戏里死了，没想到复活以后，那个地方并没有复原，甚至在现实里，他也没有那个东西了。封神盟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到了机不可闻的地步，也幸亏李阔属性强，换成别人很难听到这么低的声音。现在游戏阵法壁垒破碎，游戏里很混乱，出现这种事情倒也正常。早知道这样，就该让龙三再多谢封神乱2条胳膊。李阔心中想着，嘴上对封神盟说道：“你先把衣服穿上吧。另外我很好奇，这种事情封神乱也和你说，他现在情绪崩溃了，我安慰他，他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把这种事说了出来。”“好吧。”李阔道，“现在游戏就要和现实结合了，我需要抓紧去提升实力，你就留下照看一下城主府吧。一会你加我好友，有什么事情好友里给我发消息。另外晚上给我泡好热水，我要洗个热水澡，你还给我搓背。有婢女不用是傻子，况且是这么漂亮的婢女。至于阴谋诡计这些，李阔可不怕，他有1个亿的灵力，任何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浮云。”封神盟点了点头，一副婢女的姿态，还真是干什么像什么。随即他捡起地上的衣服开始穿了起来。李阔很满意，坐在城主宝座上，直接施展了体香无形秘法，身影顿时消失。又一个瞬移神通施展出来，人隐着身就来到了百里开外。从储物戒指里掏出追杀令，李阔输入了巅峰依旧的 ID， 直接对他使用了追杀令。
眼下李阔还有3个职业技能没学会，而技能书这种东西非常珍贵，必须找有实力的盟主才有机会得到。巅峰依旧突然收到了李阔的追杀令，吓得魂都快飞了，急忙刷大喇叭：华夏区公屏！巅峰依旧，孤独大佬，不要这样吧，我是真的没惹你啊，最近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别冲动啊，谁惹着你了，你和我说一声就好，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空格键，咦，孤独大神又闭关出来了。叶倾城，这是个什么瓜呀喂！第117章，集齐全部游戏技能。下城，李阔找到巅峰依旧的时候，巅峰依旧正带着自己的团队在城主府里寻求城主庇护。见李阔进来，巅峰依旧道：我哪里得罪你了，孤独大佬，你最起码让我死个明白吧。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游戏即将和现实结合，到时候复活机制消失，死亡就是真的死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一款游戏了，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实力就是王道，实力就是一切。为了生存，没有人再敢轻易嘴硬了，毕竟性命只有一条，谁都不想死。杀人需要理由吗？李阔呵呵一乐，说道。这时候，龙三坐在城主金座上，沉声道：我刚上任下城城主，不想见血，巅峰依旧，本城主限你3天内找来我需要的那3本技能书，本城主自当庇护于你，帮你化解这次危机。多谢城主大人替我做主。巅峰依旧嘴角上扬，不屑地瞧了瞧李阔。这次和城主拉上了关系，看李阔以后还怎么欺负自己。城主可是连屠6个异族大能的高手，实力深不可测。李阔散个球啊！只要这次完成了城主交代的任务，以后下城我巅峰依旧说了算。巅峰依旧几个人对着龙三整齐地鞠了一躬，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城主府。虽然技能书现在非常贵，但是这难不倒巅峰依旧，因为他不缺钱。况且巅峰血盟这么多玩家，弄3本技能书而已，问题不大。如果能和城主拉上关系，那以后将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只用了1天的时间，巅峰依旧就按照龙三的吩咐集齐了3本技能书。巅峰依旧把技能书交给龙三，龙三转手就给了李阔。集齐所有技能以后，李阔打开了属性面板。玩家孤独不苦，身份华城城主、下城城主，修为渡劫期，生命值100亿，灵力1个亿，术法神通大擒拿术、体香无形、瞬移、天眼通、半月斩、火焰寂灭、连珠剑气、鬼影分身、华灵水遁。连珠剑气挥舞宝剑，射出2道剑气攻击敌人。第1道剑气是正常的伤害值，第2道剑气则是和半月斩一样，可以打出双倍伤害。鬼影分身技能转变后为身外化身，隐身状态下施展技能会原地出现一个和玩家一模一样的分身，且不会影响玩家的隐身状态。分身会自动攻击周围的敌人，分身属性是玩家真实属性的一半。华灵水遁聚集天地间的水属性灵气，形成灵力罩，把玩家护在其中。灵力罩的防御力是玩家防御属性的200%。这个身外化身不错，李阔立刻施展了一下。只见在他站立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他，就连衣服都一模一样。2个人物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此时李阔使用了体香无形秘法，所以在别人看来，这里站着的只有一个李阔，而这个李阔就是那个分身。使用分身非常耗费灵力，灵力不足时分身会自动消失。不过李阔每秒可以回复20%的自身最大灵力，也就是每秒回复2000万灵力。有了这种天赋体质，李阔可以无限使用分身。玩家可以用意念控制分身攻击目标人物。华夏区公屏，封神乱，下城城主，你他妈的狗杂碎！你一个游戏 NPC 竟然敢这样对玩家，你是尼玛的什么城主？狗都不如！还有李阔这条狗！封神乱，下城城主，你他妈的狗杂碎！你一个游戏 NPC 竟然敢这样对玩家，你是尼玛的什么城主？狗都不如！还有李阔这条狗！龙三把封神乱重要器官给弄掉了，他现在已经疯狂了，在公屏上无限刷大喇叭骂龙三和李阔，已经刷了整整1天了。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发泄出一点心中的怒气。不过此刻封神乱已经不在蓝星界了，所以他才敢刷大喇叭骂人。自从他自杀成功以后，他就回到了复活点，现在他已经通过摄魂渊来到了玄星界。因为玄星界的10门封印被李阔破除，摄魂渊里的僵尸也都被李阔清了，所以他一路上根本就没遇见什么危险。玄星界的天道宗是玄星界数1数2的修仙宗门，封神乱和胖修士被关在一起，早就从他口中得知了天道宗的详细位置。封神乱把下城的事情汇报给天道宗的宗主以后，引起了整个天道宗的震动。一个合体期第8层的长老被拘禁，一个被主神选定的宗门天之骄子，未来的大成期修士被斩杀。这还得了？天道宗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只派了2位大成期第3层的太上长老
来到了蓝星界。此刻，胖修士正反绑着双手，跪在下城偌大的广场中央，等待着被处死。他的身边站立着2个威武的侍卫，侍卫手里捧着大铡刀，只要时间一到，大铡刀就会砍掉胖修士的脑袋。龙三刚到下城当城主，他急需树立威望，所以才会有此一举。毕竟大家还都记得他骗玩家装备的事，对他这个城主嘴服心不服。眼瞅着时间已到，龙三吩咐侍卫道：“行行。”诺。侍卫应了一声，随即举起了手中的铡刀。城主威武！哈，这异族修士就是活该。妈的，城主还是太仁慈了。如果是我，我会把这胖修士做成人质，方能解我心头之恨。谁让他祸害了我的暗恋女神？胖修士在下城作威作福，不是1天2天了，玩家们都对他恨之入骨，离着他近的更是不停地朝他脸上吐口水。而此刻的胖修士早已经被龙三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修为也尽数被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眼中的这些异族奴隶不停地羞辱他。就在铡刀挥下，即将砍掉胖修士脑袋的时候，一道极强的音波瞬间极至，笼罩住了整个偌大的广场。音波很强，把侍卫的铡刀都震落到了地上。随后声音才传到众人耳朵中：“大胆贼子！”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迅速向四下散去，来人实力深不可测，这让众华夏玩家全都大惊失色。第118章分身。随着话音落地，半空中显现出2个人来，紧跟着便是一道黄色灵力光柱爆射而出，直击龙三。凌空飞行，卧槽！只有合体期的修士才能做到这样吧？灵力外放，都形成光柱了，这恐怕是大成期的异族修士吧？牛逼，牛逼！修仙界的王者大成期，城主要惨了！我靠，咱们快跑吧，否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得对，不跑的是傻子。一众游戏玩家们有的看热闹，也有的替城主龙三担心，还有的被吓得出了城。毕竟经常有玄星界的修士进入蓝星界，这让大家都对修仙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他们很清楚大成期意味着什么，这是属于半步仙人的存在。想象中的击杀并没有出现，只见龙三一把抓住灵力光柱，直接吞进了肚子里。操，这是啥情况？怕死不了吗？还把人家公鸡直接给吃了，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城主威武，城主威武！在人群中大声呐喊的这人是巅峰依旧，他完成了龙三交代的任务，自认为已经得到了龙三的青睐，觉得自己已经是城主的人了，所以他是最不希望龙三出事的。见到龙三这么猛，2位天道宗的太上长老再也不能镇定了，徒手抓灵力，还给吃了，这特么是个什么鬼？没有大成期5层的修为，根本做不到这样。想到大成期5层这个境界，天道宗的2个太上长老登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从半空中降落下来。在修仙界有个规矩，那就是遇见比自己修为高的前辈，都要降落到地上施礼，以示尊重之意。如果和前辈一同站在空中，那视为对前辈的挑衅，后果可想而知。更别说龙三此刻都还在地下，他们俩哪里还敢站在半空中？你们俩是个什么东西？龙三矮小的身躯坐在偌大的龙椅上，显得极其滑稽，抬头望着远处的2个太上长老，用灵力发出声音问道。他身边还站着4个侍女，回禀前辈，晚辈乃是天道宗的太上长老，特意前来助前辈击杀我宗叛徒。其中一个太上长老的应变能力很强，他知道打不过龙三，说瞎话张口就来。是这样吗？龙三冷着脸道。其实龙三早已猜出他们的来意，只不过他当初把华城城主这个差事给搞砸了，这一次他想好好的树立自己的人设，怕别人说他喜怒无常，所以当着这么多游戏玩家的面，他才装得很沉稳。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玩家看着，就龙三这脾气，恐怕几10个大鼻窦都已经扇到那2个太上长老的脸上了。的确如此，前辈，晚辈绝不敢有任何隐瞒。另一个太上长老也说道。那你们刚才的黄色光柱怎么解释？龙三冷冷问道。黄色光柱？什么黄色光柱？师兄你见到了吗？没有啊，不过我刚才貌似听到有人在模仿我说话，难道是有其他人藏在背地里挑拨我们和城主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太卑鄙了。一个太上长老满脸愤恨之色，恭敬对龙三道：我2人都没有见到过那条光柱，不过前辈请放心，如果让我们知道是谁发出来的，我兄弟2人绝对不会放过他。龙三不想当着这么多玩家的面击杀这2个修士，现在他们对自己这么恭敬，已经让华夏玩家们见识到了自己的能量，目的已经达到。滚吧！龙三道。是，既然城主不需要我等，我们这就走了。2个太上长老如释重负，急忙转身走了。这时候他们是不敢施展法术凌空飞走的。见2位太上长老走了，龙三急忙给李阔传音：老大，有2个大成期3层的修士找茬，你去击杀了他们哈，我这边在下城安抚民众呢，
不方便离开。杀了他们可以搞6000万加灵力，到时候加持到下城的护城大阵上啊。知道了。李阔正由封神盟伺候着，悠哉悠哉的半躺在华城城主金座上闭目养神呢。收到龙三的传音，人影立时消失不见，来无影去无踪，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封神盟。太恐怖了，刚才若不是反应快，咱们两个这条老命就要交代在这狗屁蓝星岛了。是啊，蓝星岛这城主什么来历？怎么如此之强？那个投靠宗门的异族奴隶不是说最多只有大成7一层吗？另一个太上长老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仍是心有余悸。他已经几百年没出过汗了。修士修炼到一定境界，可以青春永驻，甚至长生不死。即使是化神期的修士，寿命也能达到500年。大成期修士更是有长达几千年的寿命，而度过雷劫的修士则可以飞升成仙，永生不死。我们蓝星界是菜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李阔突然出现，拦住了正要回宗门的2位天道宗太上长老。又来一个异族奴隶。2位太上长老同时一愣，他们刚才被龙三吓得够呛也就罢了，毕竟人家最低也是大成期第5层的修为境界，但是现在一个蓝星界的垃圾修士竟然也敢出来拦路了。2位太上长老顿时大怒，龙三是城主，拥有恐怖的实力也不让人意外，但这么一个异族的垃圾奴隶，这辈子连合体期都不可能修炼得到。小杂种，道爷刚才没出手，你是真以为道爷好欺负了是吧？还敢尾随道爷过来找茬？你这种废物修士恐怕还不清楚大成期代表什么，道爷们这就送你一程，下辈子投胎记得别惹白胡子长的老爷爷。2位太上长老受到如此侮辱，早已经气炸了，说着话的功夫，攻击就已经打了出去。李阔急忙施展了体香无形，把自己隐身，然后叫出了分身。一个瞬移来到远处，李阔定睛往场中望去，他现在想试试分身的攻击力。华灵水遁，半月斩。分身用了2个技能，一个防御，一个攻击。华灵水遁防御住了对方的攻击，半月斩则是直接击杀了一名太上长老。第119章，游戏现实结合。如果是李阔，他根本就不会施展华灵水遁，因为他体内融合了巫神重体天赋，对面的修士根本就伤害不到他。不过李阔每秒可以回复2000万灵力，分身爱用什么技能就用什么吧，反正他也控制不了分身使用什么技能，因为分身就是一个傀儡，没有自我意识。见到李阔这么强，另一个剩下的太上长老急忙故技重施，准备求饶。但是分身是个傀儡，没有思想，哪里会给他机会？那太上长老嘴里刚蹦出一个字来，就被分身直接击杀了。不错，李阔收回了分身。他有1个亿的灵力，分身可以继承1半的属性，也就是说有5000万灵力，这相当于刚步入大成期5层的修士，而且还是拥有50亿生命值的大成期5层。击杀了天道宗的2个长老，李阔吞噬到了6000万加灵力，他直接加持到了下城的护城大阵上。时光匆匆，几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如今的游戏已经和现实彻底融合了，所有的地球人类全部被转移到了乌域大陆上，游戏系统也随之消失。以后大家在乌域大陆上生死由命。现在游戏玩家不再叫玩家，而是统一称之为修士。所有人以后都要按照乌域大陆上的修炼体系继续生活。除了没有玩过游戏的普通人，剩下的游戏玩家攻防属性如今已被平均分配成自身灵力。地球上大部分游戏玩家变成了金丹期或元婴期的修士，顶端玩家属于化神期1层，甚至连化神期2层都没有。这和玄星界的实力不只是差了一个层面。如今的华城和下城经过几个月的建设，已经高楼耸立，再不是以前那种独门独院的古建筑。这也是李阔拿下蓝星城后听从了武玲珑的建议，特意让游戏里的玩家们共同建造起来的。毕竟他有龙界，可以把地球的混凝土搅拌机、塔吊、水泥、汽油等等全部带进游戏世界。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城池空间，现在的华城和下城已经没有了商店，全部都是高达100层的独栋楼房，每一层有10室，每一室50平米。不管你一家有多少人口，都要缩在这50平米的小房子里生活，不然出了城也是成为妖兽的食物。当然，当初做了这个决定以后，那些拥有地气的玩家肯定是不同意的，而最后的结果就是闹事者直接被击杀。华城一共建造了5万栋独栋高楼，下城5万栋。每座城池的中心是城主府，城主府门前的巨大广场是免费传送阵，可以让华城和下城的玩家自由传送。10万栋楼房依次排开，整齐地矗立在2座巨大的城池之中，极其壮观。每一栋楼房都有自己特有的编号，从1栋到10万栋。例如第1栋第2层的第8家住户所代表的数字是000000128室，第99853栋楼房里的第98层的10个住户分别是99853981998539829829985398110。
10万栋楼房，每栋有100层，每层有10户，总共1亿户。按照每户住4口人计算，也只能住下4亿人口。华夏国有足足30亿人口，这些房子根本就不够住。当然，此时的30亿人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毕竟被转移到蓝星界以后，并不是所有人都来得及进入主城。蓝星界妖兽无数，靠李阔和龙三2个人根本就杀不完。那些没来得及进入主城的人，大部分都变成了妖兽嘴中的食物。如今李阔已经开启了护城大阵，华城和夏城时时刻刻都在阵法的保护之中。现在2座城的护城大阵都是满属性，1个亿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乌域大陆上没有人敢来碰这2座大阵。不过护城大阵时刻运转，也是需要用到灵石来支撑的。每座护城大阵每天就要消耗10万上品灵石。不过幸好李阔在大燕皇那里搞来了5个亿上品灵石，一天20万上品灵石的消耗，他还可以坚持2500天。至于从大燕皇那里得来的修炼功法，李阔也全部公布给了城里的居民。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才能在乌域大陆上活命，不然李阔也不可能庇护所有人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而且灵石也早晚会有用光的那一天。游戏和现实结合以后，玩家的道具栏都变成了储物戒指。储物戒指的功能除了可以储物外，还有通信的功能。眼睛盯着储物戒指，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屏幕。所有拥有游戏储物戒指的玩家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进行交流，包括那些外国区的玩家。而没玩游戏的普通人和玄星界的修炼者，则是看不到这个频道里的内容的。在聊天频道发消息也很简单，只需要消耗1块下品灵石，嘴里默念想要发送的文字就会显示在聊天频道中。在聊天频道发送消息，玩家可以选择显示真实名字，也可以选择显示游戏名字。一旦选定，不允许再更改。如今游戏和现实结合，玩家们的金币也都按照比例变成了灵石。1万枚金币等于1块下品灵石。灵石分为上品、中品、下品。1块上品灵石可以兑换10块中品灵石，或是100块下品灵石。1块中品灵石同样可以兑换10块下品灵石。如今下城的 NPC 侍卫都消失了，李阔和龙三又变成了光杆司令。龙三坐镇下城，李阔坐镇华城。不过五媚洞人、武媚娘、武玲珑、烟雨蒙蒙4个人现在都搬来了华城，可以替李阔照料一些事务。至于封神盟，她如今还是李阔的婢女，李阔对她不放心，暂时还不敢让她负责城里的事务。聊天频道，约翰、史密东，印国今天被妖兽屠城了，不知道我们城还能坚持多久，好恐怖。张明明，护城大阵是摆设。苏哥，罗达里斯，华夏张明明，护城大阵只有1000万灵力，有些妖兽灵力有2000万，你和我说护城大阵？孙超，我们华城和夏城的护城大阵都有1个亿的灵力，呵呵，我好意思告诉你们。阿普，好希望可以搬去华夏城居住，感觉他们那里的人好幸福，不需要每天担惊受怕。艾米莉亚，是啊，华夏的朋友们，能否出来帮忙找一下房子？多少钱我都买。周传虎，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城主免费发放的，我们自己都不够住，不会招待外国友人，谢谢合作。吴亦兰，我家，我二姑一家，我三姨一家，现在我们3家10口人都挤在一个50平米的样板房里打地铺，你想来我们这，你觉得有可能吗？李阔属性不能提升，每天闲着没事就爱看看聊天频道。看到那个外国人发的消息，李阔心中暗道：印城被妖兽屠城了。第120章护界大阵。印城离着华城不算近，在华城的东南方，2座城中间还隔着一个鹅城。李阔带着龙三来到印城以后，这里早已是尸横遍野，妖兽们肆无忌惮地在城池里啃食着人类修士的尸体，这里已经变成了人族的地狱，妖兽的天堂。此刻城里已经看不到什么人类了，想必是死的死，逃的逃了，太残忍了。李阔忍不住一阵心酸，这些妖兽就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一路上，李阔发现了很多几岁孩童的尸体，这些孩子甚至刚刚学会走路，自然是逃不过妖兽的迫害。弱肉强食，这是自然规律，老大你不必自责。龙三身为神龙族，做不到和李阔感同身受，对人类更是没有太多的怜悯之心。毕竟妖兽也是生命，也有父母妻儿，如果人族强大了，妖兽也会落得这种下场。要抓紧想办法把这些妖兽驱赶出去，给人类修士建立一处休养生息的稳定环境才行。你有好主意没有？李阔问龙三。恐怕不容易，蓝星界妖兽无数，只靠咱们2个要杀到什么时候啊，老大？而且即使杀光了蓝星界的妖兽，蓝星界以外的妖兽也会继续闯进来，这种事情永无休止。除非能有一座巨大的阵法，把整个蓝星界全部覆盖起来，这样就可以杜绝外面的妖兽进来，然后咱们击杀掉蓝星界里强大的妖兽，留下那些弱小妖兽，发动所有人类的力量去围堵击杀，这样才行。可是咱们2个对阵法都不了解啊，老大。
龙三答道：“你这个主意不错，三哥。这样，咱们去大燕皇朝走一趟。当初那太上皇不是为他孙子建了一座护城大阵吗？咱们把他绑来给咱们造阵。我全听你的，老大。什么时候出发？”现在。李阔说完，带着龙三直奔玄星界而去。大燕皇朝，大燕皇正在皇宫内听着群臣汇报最近的国家情况。这时候，一道霸气的龙吟响起，随即李阔和龙三出现在皇宫的上方。从半空中降落下来，龙三现出人形，跟在李阔身后走进了皇宫。启禀大燕皇，大事不好了！有一个异族修士骑着一条神龙，强行闯进了皇宫。一个侍卫满脸惊恐，跌跌撞撞地跑进大殿，向大燕皇禀报。难道是他来了？大燕皇听完侍卫的禀报，心中就是一惊。有胆子敢擅闯皇宫的，整个乌域大陆的人族，恐怕就只有李阔和龙三。那什么，大燕皇，你不抓紧出来迎接，你是活够了吗？龙三一边往前走，一边大吼。对于龙三的声音，大燕皇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个声音每晚都会让他做噩梦。不敢有一刻犹豫，大燕皇急忙带着群臣迎了出来。不知城主大人前来，有失远迎，罪无可赦，还请城主大人见谅。别他妈废话，把你爹叫出来，去帮我们一点忙。龙三直奔主题。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传来，由远及近：“晚辈在此，有什么事，请前辈尽管吩咐。”话音还未落地，大燕国太上皇就已经来到了近前，随即对着龙三和李阔一一施礼。这一番操作，只把大燕国群臣看得一愣一愣的。一位皇帝，一位太上皇，竟然在两个异族修士面前如此卑微，我这是在做梦吗？也没什么大事，还得麻烦太上皇去帮我们建造一个阵法。李阔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建造阵法？太上皇一愣，怎么，你不愿意吗？龙三见太上皇没有立时答应，心中顿时不爽，眼珠子一瞪，就要杀人。李阔急忙给他使了一个眼色，以免他冲动。太上皇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涔出的秘密细汗，紧张说道：“晚辈不敢不从，只是上次我们大燕国的大成期修士都被前辈击杀，现在就我一个，建造阵法恐怕……如果前辈不在乎时间，那我立刻就和前辈启程。”龙三怒道：“什么叫不在乎时间？难道你1年建好，我们就要等1年？”“是，前辈教训的是。”太上皇说着话，眼珠子一转，突然满脸讨好的表情，说道：“如果前辈着急的话，或许可以去找玄天门的修士来帮忙建造，他们是玄星界最会建造阵法的宗门，而且建造出的来阵法要比晚辈建造的强上不止1倍。”玄天门？李阔来了兴趣，那你抓紧带路。太上皇急忙点头答应，带着李阔和龙三赶往玄天门。他可不敢留着这2个瘟神在大燕国皇宫，尤其是龙三，这家伙喜怒无常，和他交流说错了一个字都有可能丧命。玄天门是玄星界有名的修仙宗门，主要就是研究阵法，宗门里遍地都是阵法大师。在击杀了2个不听话的大成期修士以后，玄天门见识到了李阔和龙三的厉害，不敢再犹豫，把宗门里的阵法大师全部叫出来，由李阔带着回了蓝星界。一共是25名阵法大师，25位阵法师里10位是玄天门的太上长老，14位是玄天门长老，还有1位是玄天门内的一名年轻女弟子。这年轻女弟子名叫颜若雪，虽然只有20岁，但是阵法造诣非常高，丝毫不亚于玄天门长老，是玄天门年轻弟子中的第一天骄，而且生得极美，丝毫不逊色于武玲珑等人。像这种貌若天仙的阵法人才，等大阵建造好以后，李阔也是不打算再还回去的。有了这么多阵法大师的加入，建造大阵的速度极快。1个月后，蓝星界的护界大阵正式建成。虽然蓝星岛的地域辽阔，用阵法把整个蓝星岛围起来非常耗费时间，但是李阔可以吞噬灵力给阵法加持，所以他让阵法师们建造的都是只有1000灵力的低级阵法。这样一来，建造的速度就快多了。只要大阵建成，杀一些大成期的妖兽或者修士，很快就可以把阵法的灵力提升上去。这1个月来，李阔一边监督阵法师们建造大阵，一边击杀蓝星界的高级妖兽，所吞噬的灵力全部一点点的加持到了护界大阵上。第121章，建立华夏帝国。护界大阵非常庞大，提升阵法属性所需要的灵力也很巨大。李阔粗略计算了一番，给护界大阵加持灵力比给护城大阵加持灵力足足要多耗费100倍灵力。也就是说，杀一个大成7亿层的修士，获得1000万灵力，可以让护镇天塔。天剑宗外门门主叫林启航，蓝裙少女叫蓝曼珠，蓝曼珠的父亲就是天剑宗的南院院主。2个人商量完毕，蓝曼珠便回了南院复命，完全无视了李阔的存在，只走了接引弟子。林启航单独留下了李阔。天剑宗是玄星界第1大修仙宗门，
不是你们这些异族人可以随便进来修行的，你们只配在外门充当杂役弟子。所以此次招收异族内门弟子，算是对你们异族人最大的恩赐，希望你能好好把握这次表现的机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日我将带你出发，前往蓝星界。如果你这次表现得好，我可以帮助你进入天剑宗内门。好了，你现在如实回答我，你们异族人的血脉秘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我所知，有的异族人可以隐藏身形，有的可以施展出高于自身灵力的法术。你们这些异族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此刻房间里只剩下了李阔和林启航，李阔也不准备再装了。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李阔盯着林启航冷冷地问。林启航一愣，虽然李阔的眼神有些吓人，但是林启航知道异族人最高的修为境界也不过是在化神期一层，他身为合体期第一层的修士，当然不惧。你又知道自己在跟谁放肆吗？林启航心里暴怒，不过他想着从李阔身上问出秘法的消息，所以强压下愤怒，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击杀李阔。看来你是不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老子现在就让你明白。李阔说完，立刻施展大擒拿术，只见凭空出现一只巨大的古铜色手掌，一把就把林启航给抓了过来。大擒拿术自带禁锢效果，可以禁锢比自己低一个修为境界的修士。这时候的林启航已经跪在了李阔身前，任他如何催动体内灵力都不能动弹分毫。林启航这已经非同小可，能有这种能耐的修士，修为恐怕已经到了合体期第5层。你，林启航睁大了眼睛，表情惊恐。告诉老子，你们天剑宗的金库在哪？天剑宗有多少灵石？你们有什么正宗法宝？有什么正宗功法？你敢说错一个字，老子就要了你的狗命！在上一世，很多地球玩家都死在了玄星界修士的手中，被他们杀人夺宝，包括李阔自己。所以他对玄星界的修士一点也不客气。杀了我，你也活不成。我们天剑宗大成期修士足足有几十位，你区一个合体期，恐怕还不清楚大成期意味着什么。异族人好不容易培养出你这么个天才修士，我奉劝你不要平白无故丢掉性命。你现在给我低头认错，我还可以既往不咎。林启航被大擒拿术禁锢住了，说话也非常吃力。说完这些话以后，他的额头上已经涔出了细汗。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李阔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催动体内灵力，把林启航的2条胳膊给炸碎了。房间中血肉横飞，甚至连骨头都碎成了粉末。不理会惨叫中的林启航，李阔继续问他：现在你可以说了吗？我说，前辈饶命啊！林启航此时再也不敢张狂了，强忍着胳膊上的剧痛，把天剑宗的情况告诉了李阔。随后李阔施展火焰寂灭，把林启航烧成了渣渣。身形一闪，李阔直接从天剑宗的外门瞬移到了天剑宗的内门，一处叫震天塔的地方。这是一座高达9层的巨大宝塔，这里是天剑宗的禁地，没有经过允许，任何弟子都不允许靠近这里。天剑宗的灵石和功法都在震天塔中，这下要发达了。李阔嘿嘿一乐，直接顺着宝塔1层的大门走进了塔中。可是下一秒，李阔就懵了，因为他走进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竟然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别说什么灵石和功法了，这里就连一丁点的光亮都没有，而且他的身子正在这黑暗中急速下坠，甚至就连宝塔的大门也突然消失了。李阔凭着直觉辨认好方向后，在前后左右各瞬移了100步，结果自己仍然是处于这种黑暗的环境里，而且身子也没能停止下坠。随即李阔使出全力施展了一次大瞬移神通，结果仍旧是一样的状况。要知道，就凭李阔现在的修为境界，使用最大程度的瞬移，足足可以移动上万公里之遥。妈的，这特么恐怕是一座高级幻阵。李阔心中一惊，在乌域大陆上，不单单有攻击和防御的阵法，还有这种用来困住敌人的迷幻阵。误入这种阵法之中，除非找到阵眼，不然永远都出不去。李阔不信邪，施展出自己全身的灵力，对着虚空就是一个半月斩。李阔现在能打出10个亿的灵力攻击，但是攻击打出去以后，就好似没有施展一般，四周依旧黑暗一片，没能引起一点波动。操！李阔大骂一句，这可怎么办？从储物戒指里拿出神龙剑，李阔举着神龙剑就给自己捅了一剑，没有任何反应。看来不找到支撑点，巫神反噬并不会反弹伤害，而如果把神龙剑撒手，恐怕再想找就找不回来了，因为任何东西在这里都会急速下坠。没办法自残破阵，李阔也没了办法，眼下只能给龙三传音，让龙三带着阵法师过来救出自己，或者是直接打进天剑宗，让他们乖乖放自己出去。三哥，我被困住了，你快带人来救我！李阔给龙三用神识传音，消息发出去，足足等了5分钟，龙三都没有回复。操！人呢？老三？日了狗了！李阔算是看出来了，
这座大阵竟然连神识都能阻隔。李阔是龙三的主人，两个人有灵魂契约，现在竟然无法给龙三传音。这座大阵果然强悍，不愧是天剑宗境地的高级阵法。这种阵法根本就不是灵力强就能破掉的。李阔虽然是最顶尖的渡劫期，但是他一路走来都是靠吞噬属性提升的修为，并不是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对于阵法，他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根本就奈何不了这种强大的阵法。而如果是乌域大陆上其他的渡劫期，那些修炼了上万年的老怪物，像这种阵法根本就困不住人家。第124章龙三救主。意念一动，李阔直接进入了龙界的内部空间，紧接着他在戒指空间给龙三传音，等了很久，依旧没有收到龙三的回复。这阵法果然强大，只要是被困在阵法之中，不管是修士还是戒指，都会受到阵法的影响。不过龙界可以让李阔穿梭于两个世界，所以他意念又是一动，直接来到了地球。此时的地球已经和火星融合在了一起，环境十分的不稳定。这就是星系主神的莫大神通，就连星球在星系主神的手中也犹如玩偶一般，想毁灭就毁灭，想融合就融合。只见如今的地球入眼处毫无生机，非常的混乱，哪里还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天空中电闪雷鸣，灰蒙蒙的一片，狂暴的飓风更是随处可见。地面上也是火山齐喷，岩浆横流，到处都是火红色的岩液和泥浆，不时还有爆炸声从远处传来。几千度的高温似乎要将整颗星球给融化掉，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李阔虽然实力强横，但是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下也有点受不了。他急忙用意念给龙三传音：老三，操！我被困在天剑宗的镇天塔之中了，你抓紧过来把我弄出去，不用联系我，一会儿我就收不到你消息了。你直接来天剑宗。匆匆说完这两句话，李阔也不知道龙三能不能收到，意念一动，直接回了戒指空间。此时的戒指空间已经变得足够大，李阔来到游戏舱中，躺进去试了试，游戏舱已经失效了，并不能进入乌域大陆。好在戒指空间还有一张大床，李阔直接躺了上去，在这里待着总比在阵法里待着要舒服一些。华夏城，因为李阔利用龙界的神通出现在了另一个世界，这也就相当于他脱离了阵法的控制，所以这一次他发出的消息被龙三接收到了。龙三和李阔有灵魂契约，李阔是他的主人，如果李阔出现什么意外，那么他也活不了。所以在收到李阔的消息以后，龙三急得直跳脚。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本王爷有事要出去一趟，你们一定要洁身自好，更不许逃跑。如果谁敢逃跑，等本王爷回来，一定要你们好看。龙三所指的四个人是叶倾城、巅峰九、封神盟和颜若雪。这几天他一直在训练他们四个，准备等李阔回来以后把他们四个训练好，然后给李阔当贴身婢女。毕竟这四个人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在龙三看来，不是绝世美女根本就配不上李阔华夏大帝的身份。而且他们虽然之前在游戏里都有游戏 CP，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都保留着处子之身，不然龙三还真的不会选他们。毕竟华夏城还有100个侍女，那些侍女的长相虽然不及他们，但也是少有的美女。随后龙三又把皇帝令交给了武玲珑，让他带领着五媚动人和武媚娘负责华夏城的一切事务。这3个人都是李阔的朋友，所以龙三对他们很客气。龙三虽然脾气暴躁，但是并不傻。这3个女人和李阔走得近，日后极有可能变成他的女主人。如果现在得罪了他们，以后他们肯定会在李阔面前给他穿小鞋，得不偿失。安排完了所有的事情，龙三直接化身神龙，飞去了玄星界。盘旋在天剑宗的上空云层中，龙三发出雷鸣般的怒吼：狗二的天剑宗，赶紧给老子出来受死！一条活生生的巨大五爪金龙竟然口吐人言，而且还是说脏话，这任谁看了也是一脸蒙圈。一众天剑宗的弟子被吓得肝胆俱裂，早已有人禀报了宗主。天剑宗宗主是大成期第3层的修士，在他听到龙三的怒吼之后，他就知道自己不是龙三的对手，所以他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天剑宗的天剑老祖。这是一位大成期第8层的强者，在整个乌域大陆上也是最顶尖的存在。大胆妖龙，竟敢跑到玄星界来撒野！看见！一道苍老厚重的声音传来，而比声音来得更快的，则是一道凌厉的剑气。眼见一道蕴含着天地法则的强大剑气冲着自己而来，龙三瞳孔一缩，身形猛然暴涨。轰隆隆，一阵剧烈的震荡之后，那道蕴含着天地法则的强大剑气被龙三硬生生撕碎。但是下一刻，一股庞大恐怖的威压便从四面八方朝他袭来。龙三脸色陡然骤变，心中暗叫不好，一咬牙，直接朝后方遁走。哼，哪里走？给我留下吧！一个满头白发、双目血红、浑身散发出恐怖灵力波动的老者突然出现在了半空之中。此人赫然就是这一片天地的掌控者，玄星界的第1强者
大成期第8层修为的天剑老祖。龙三的修为也在大成期第8层，如果单打独斗的话，身为防御力极强的龙族，他并不惧怕天剑老祖。但是坏就坏在这是人家的地盘。从刚才恐怖的威压中，龙三感受到这天剑宗的护宗大阵除了有极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外，还为天剑宗的修士提升了大量属性。天剑宗的修士在阵法内对敌，可以大幅度提升战斗力和防御力，而且还有天地法则的加成。天山身为天剑宗修士安身立命之地，所有修士的意念经过累积，已经在无形中形成了天地大道法则。整座天山上可以说是草木皆兵，所有生灵都会为护宗大阵增灵，甚至带来一丝天地法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眼见天剑老祖血红的眼睛里光芒一闪，就射出了2道剑气，而且比之前的剑气更是强大了100倍不止。龙三心中大惊，不敢有一刻犹豫。龙三急忙催动体内灵力疯狂运转，施展神龙族的血脉秘法，燃烧了自己3000年的寿元，瞬间化作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流光，飞遁而去。一击落空，天剑老祖微微皱眉，眼眸之中闪烁出了一抹惊讶。这条神龙貌似比神龙族的其他龙族更为强大，难道是神龙族的祖龙一脉？如果是祖龙血脉，那让他逃了也好，不然惹上那帮祖龙，被他们打过来，天剑宗即使占据天山地利，也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心念一动，天剑老祖消失在了空中。我就日了。10万多公里以外的一座山峰上，龙三吐出一口浊气，心里还是有些惊魂未定。这一次若不是燃烧了3000年寿元，就死在这个天剑老祖手上了。自从出道以来，龙三还是第一次被人追着打，还被打得这么狼狈。老大，老大，你说你不专心去找宝贝，你惹这种鸡毛干嘛？人逃出来了，龙三立刻自言自语地抱怨起来。神龙族虽然寿命长久，但是不突破渡劫期飞升，最多也只有1万年的寿元。这一下就烧没了1/3下去。第125章，苟起来，等待机会。虽然打不过天剑老祖，但是老大必须要救。龙三思来想去，决定先混进天剑宗，然后再慢慢想办法。他现在已经修炼到了大成期第8层，化成人形以后，头上的龙角也已消失，看上去和人类无异，只不过就是长得太丑了，不足1.5米的身高，还想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大的脸盘子上还长着一对朝天大鼻孔，任谁见了都会忍不住吐槽，惊叹修仙界竟然还会出现这么矮矬丑的修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龙三幻化成人形，一直徘徊在天剑宗附近寻找机会。现在他和李阔也只能单线联系，李阔询问进展时就会出现在地球上给他发送消息，而他匆匆回复完李阔几句话以后，李阔又要及时回到戒指空间去。毕竟刚融合的星球环境太差了，就连李阔这个渡劫期修士也不敢在地球上过多停留。这一天终于被龙三抓到了机会。天剑宗新来的外门门主下山办事，被一个邪教的修士堵住，准备杀人夺宝。龙三第一时间救下了他，并顺利进入了天剑宗外门。天剑宗选拔外门杂役弟子，要求并不严格，外门门主说了就算。由外门门主引路，自然不会触发天剑宗的护宗大阵，这样天剑宗的高层也不会知道有外人闯进了天剑宗。龙三一路上有惊无险地进入了天剑宗。来到天剑宗以后，龙三用灵力隐藏了自身的样貌，趁着夜黑人静，直接跑到宗主居住的地方挟持了宗主。他堂堂大成期第8层的修为，自然不会留在天剑宗慢慢等机会，他选择直接来硬的。如果天剑宗宗主不妥协，他就击杀宗主，大不了再燃烧3000年寿元跑路，以后再去慢慢寻找增加寿元的天材地宝，把寿元加回来就是了。天剑宗宗主是大成期第3层修士，好不容易修炼到这种境界，怎么敢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在龙三稍微施加了一些小手段后，天剑宗宗主就妥协了。在宗主撤掉震天塔的幻阵以后，龙三第一时间就给李阔传音：老大，老大。这时候的李阔正躺在戒指空间的床上干瞪眼呢。突然收到龙三的传音，李阔就知道幻阵被解除了。他意念一动，人已出现在震天塔中。以防事情有变，他现在也不敢再搜刮什么宝贝，直接施展出体香无形秘法，闪身出了震天塔，把龙三收进戒指空间。李阔又是一个瞬移，直接来到了天剑宗外门。天剑宗的宗主见龙三一句话也没说，突然就走了，一脸的懵逼。因为龙三这时候如果闯进震天塔，他是可以感应到的。费这么大劲儿挟持于我，让我解除震天塔的幻阵，然后就这么走了？你折腾半天图什么呢？就为了挟持我，吓唬我吗？好玩吗？天剑宗宗主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身为玄星界第1大修仙宗门的宗主，竟然被人挟持了，这种事情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主动出去和人乱讲。难道是我最近修炼太勤奋，导致心神不稳，出现了幻觉？天剑宗宗主安慰了自己一番，转身走了。来到天剑宗外门弟子居住的屋子中，
李阔把龙三从戒指空间放了出来，我就槽了，这次咱们亏大了，老大！龙三刚出来就立刻大呼小叫起来。哎，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李阔摇了摇头，这次我不但损失了3000年寿元，老大你被他们困住7天，导致什么事也没干。护戒大阵这7天所消耗的灵石，都特么要算在天剑宗头上。对了，还有护城大阵，这一天消耗这么大，天剑宗竟然敢居进华夏大地，他们这次摊上大事了。龙三把账都给李阔算明白了，天剑宗的灵石功法还有天材地宝都在镇天塔中，咱们现在就回去组织阵法大师回来破了他们的幻阵，进去拿回属于咱们的补偿。李阔打定了主意，不过听李阔这么一说，龙三立刻就软了。不行啊，老大，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说，这个鸡毛天剑宗护宗大阵带有大神通，恐怕最强能打出几百倍的伤害。那个天剑老祖是大成期第8层的修为，他利用阵法神通发出攻击，可能连你也抵挡不住。如果你不触发巫神降临，只靠巫神反噬，那么很有可能会和天剑老祖同归于尽，到时候他死一个，咱们死俩，不划算啊！你可别冲动啊，老大！李阔如果死亡，龙三也活不了，所以他急忙劝阻起来。还有这种事？李阔心中也是一惊，他没想到这巫域大陆上竟然还有人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但就这么离开，你甘心吗，三哥？李阔问龙三。我当然不甘心了，老大。不过在我看来，咱们只能智取了。怎么个智取法？我结识了他们外门的门主，听外门门主说，天剑宗马上就要在镇天塔里举行试炼了，到时候肯定会关闭幻阵。咱们现在先在天剑宗里苟着，等到时候再想办法混进去搞宝贝。这不就是偷吗？智取，智取，呵呵，老大你别说的这么难听呀。龙三难得的红了一次脸，也只能这样了。李阔同意了龙三的提议。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杂役弟子闯进了李阔的屋子。之所以说是闯，是因为他不但没敲房门，甚至推门时还故意加大了力道。臭小子，几点了还赖床？他妈的！你不知道杂役弟子每天都要干活的吗？一个身材肥胖的少年提着一把扫帚，恶狠狠地指着李阔骂。龙三昨晚是在另一间屋子睡的，虽说他们都是天剑宗的杂役弟子，但是天剑宗足够大，杂役弟子的条件也很好，大家都有单独的住所。听到老大屋子里有动静，龙三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屋子里。你他妈的找死！龙三见有人敢和自己的老大吆五喝六的，立时大怒，瞪着眼珠子大骂。那小胖子一见是龙三，立刻怂了，因为外门门主已经下发了通告，虽然龙三身份是杂役弟子，但却是外门门主的密友，所有杂役弟子见到龙三都要躬身施礼。龙三实力强横，还救过外门门主的命，外门门主早就有意结识龙三了。第126章登仙城拍卖会。龙三在外门就是大爷，别人都不敢得罪他，所以李阔和龙三的杂活都由其他的杂役弟子去做，他们俩什么都不干，就整天在外门闲逛。这一天，他们来到登仙城的修真黑市，准备给龙三弄一些增加寿元的天材地宝。今晚登仙城修真黑市正在举行1年1度的拍卖会，这个拍卖会是由登仙城城主所创办的，在玄星界非常有名气，前来参加的修仙者大多都是一些大宗门的长老或宗主，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天剑宗的优秀弟子过来凑热闹，毕竟天山脚下就是登仙城，两者离得太近了。拍卖会就在城主府里举行，虽然李阔没有资格参加这种大型拍卖会，但是他有体香无形，所以他轻轻松松就混了进来，并利用龙界的功能把龙三也一并带了进来。走进城主府偌大的大殿，只见里面人来人往，已经有上百个修士提前到场了。这些修士大多都戴着斗笠，用来遮挡自己的相貌，这是怕拍到好东西以后被人杀人夺宝，所以不能以真实相貌示人。在大殿里最显眼的位置是一个高台，高台上有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他坐在正中间，正是登仙城的城主。城主的两旁是一排座椅，座椅上坐着的都是此次前来参加拍卖的客人，他们的座椅后面都站着侍女，负责伺候这些拿出拍品的客人。登仙城的拍卖会规则是，每拍卖成功一件物品，拍卖会便会收取拍卖价格的10%作为手续费，可谓是一个相当暴利的行业。不过大家也没有办法，毕竟没有拍卖会，有好东西也卖不出去，有奇珍异宝想买也买不到。而能举办拍卖会的都是能够独霸一方的强大修士，否则的话，拍卖会的东西很容易被那些眼红又没钱的修士哄抢。就拿登仙城的城主来说，他就是一个大成期第3层的强大修士，而且他的背景也不简单，他是天剑宗宗主的师弟，和天剑宗宗主都是天剑老祖的得意弟子，一个负责天剑宗，一个负责登仙城，背后有第一大修仙宗门天剑宗做靠山，所以登仙城每年1度的拍卖会都是举办的最成功的，也是玄星界最高级别的拍卖会。能出现在登仙城拍卖会的物品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普通东西登仙城也不会为其拍卖。晚上8点钟已经到了拍卖会开始的时辰，
只见2个侍卫缓缓关闭城主府大门，拍卖会正式开始。登仙城城主缓缓起身，说了一番客气话后，他话锋一转，正式开始介绍第一件拍品。各位，想必你们大家都知道，前阵子咱们乌域大陆上突然冒出来很多异族修士，而且他们大多都会使用一种血脉秘法，而异族修士最得意的秘法，无非就是那个可以隐藏身形的法术，他们称之为体相无形。实有巧合，我2天前正好接待了一位异族修士，所以，呵呵。登仙城城主呵呵一笑，得意道：所以今天这第一件即将拍卖的拍品，便是那异族修士的神秘术法体相无形秘法。登仙城城主刚说完，台下立刻躁动起来，冲着城主大声质问：城主大人，据在下了解，异族人所修炼的这种术法是异族人自己的血脉秘法，除了异族人自己以外，别人是无法修习这种法术的。不错，难道这种异族术法也有功法可供修习吗？如果可以修炼，那这可以隐身的法术还真算得上是无价之宝了。不过还请城主大人言明细节，不然我等实在无法辨别真伪。听城主这么一说，李阔和龙三也懵了。体相无形不是玩游戏保留下来的技能吗？这东西可以让玄星界的修士学习，现在游戏系统都没了呀。只见登仙城城主呵呵一乐，捋了捋自己胸前的花白胡须，不急不躁地说道：大家稍安勿躁，既然我们登仙城敢于拍卖这本功法，自然是经过仔细确认的，而且拿出这本功法的异族修者就在高台之上，接下来他自会为大家详细解答。说完，他瞅了瞅自己旁边的第2个座椅上一个正在闭目养神的年轻小伙一眼。年轻小伙刚才也听到了众人的疑问，在感受到登仙城城主的目光以后，他缓缓站起身来说道：你们懂个锤。因为年轻小伙戴着面具，所以众人并不能看出他的表情。这位小兄弟，何为锤？对啊，还请小兄弟言明。年轻小伙缓缓道：锤为锤子，乃是我蓝星修士的血脉名词，你等自然不懂。说着话，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瓶，又道：这个瓶低咳一声，重新说道：此瓶中装的乃是我蓝星修士的老祖精血，只要喝下这口精血，体内就会拥有我蓝星血液，再配合我的体相无形秘法，就可以学习成功，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这精血乃是我蓝星修士独一无二的秘宝，只此一瓶。听到年轻小伙这么一说，李阔算是完全看明白了，随即忍不住为这年轻小伙默默竖起了大拇哥。这是哪个游戏玩家如此牛逼？要钱不要命了，竟然忽悠到人家玄星界来了！你恐怕还不知道自己正在什么地方吧？龙三也是赞赏的点了点头，用意念给李阔传音：老大，这小子比我还能忽悠。李阔回复道：确实，我是真有点佩服这个玩家的胆量。这时候，只听台下玄星界的修士问道：请问这功法需要多久能够修炼成功？如果我们支付了灵石给你，你拿着灵石离开了，我们却学不会秘法，到时候怎么办？年轻小伙道：大家请放心，我已经和城主大人说好了，我的体相无形秘法拍卖成功以后，我会把一半的灵石交由城主大人代为保管，我暂时只收一半。等大家彻底学会了体相无形秘法以后，城主大人自会留下手续费，再把剩余的灵石交付给我。我保证做到包教包会。如果大家因体质原因无法学会，我人就在城主府，大家可以找我退回灵石，我就当交下了一个朋友。反正蓝星老祖的精血虽然珍贵，但是我已经学会了体相无形，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价值。请大家相信我，我不可能吃饱了没事干，来到这里忽悠大家，我难道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吗？年轻小伙义正言辞的侃侃而谈，心中却道：麻个逼，等老子拿了一半灵石，半夜就隐身跑路，一群大傻逼。第127章天价假功法。游戏公平。叶倾城，是谁在登仙城卖蓝星老祖的精血呢？不知道我加入天剑宗了吗？叶倾城，是谁在登仙城卖蓝星老祖的精血呢？不知道我加入天剑宗了吗？叶倾城，你装看不见是吧？好的，我这就上台去揭穿你。暗影，卧槽，你别说话啊，女神，是我卖的。叶倾城，知道出来承认了，承认就好，也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一会怎么分钱吧。暗影，一人一半哈，一会拍卖完我就给你灵石，你手下留情，可千万不要揭穿我啊！我费了好大劲才穿过摄魂渊来到玄星界的，你在拍卖会哪里呢？女神，我一会就过去找你。叶倾城，你往台下第3排这里看，我和你挥一下手。张苗苗，暗影大神就是牛，竟然跑到玄星界去了。无敌风火轮，叶总难道也在玄星界？你不是被城主抓去皇宫当皇妃了吗？叶倾城，什么皇妃？你特么的别乱说话呀喂！现在游戏里的玩家们已经没有了好友系统，唯一保留下来的聊天频道就是这个游戏公屏，所以叶倾城第一时间在公屏上寻找这个卖体相无形秘法的小伙。叶倾城加入了天剑宗。李阔也看到了公屏消息，随即一愣。
他知道龙三把叶倾城抓到了皇宫，怎么他跑到这里来了？不过想了想，他就想明白了。天剑宗准备在蓝星修士里面挑选一些弟子，肯定是发现了叶倾城灵根优秀，所以招收了他。而叶倾城如果想要偷偷离开皇宫，没有龙三的监管，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想到这里，李阔不由得转头看向了第3排，只见一个身材非常火爆的女修士正在对着台上招手呢。因为戴着斗笠，所以李阔并看不清叶倾城的容貌。这时候，台上的登仙城城主道：“既然大家都打消了疑虑，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出价竞拍吧，底价100万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上品灵石。”登仙城城主说完，台下人群立刻议论纷纷起来，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这种隐身秘法太过强大，况且这蓝星老祖精血只此一瓶，必须要拿下。登仙城城主看到众人的反应这么大，嘴角微微勾起，这一次他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已经和年轻小伙达成了一致，等拍卖结束后，蓝星小伙会把另一瓶蓝星老祖的精血免费送给他，当做手续费。若不是蓝星小伙坚持拍卖，他本来是准备自己把2瓶精血全部拿下的。这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出价了，毕竟登仙城举办了这么多次拍卖会，还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信誉绝对有保证。我出150万上品灵石。有人带头出价，场面立刻就停不下来了。160万，170万，175万，200万，300万，400万，401万，1000万。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直接出1000万。听到声音，众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集中了过去。就见一张桌子的右侧站着一名穿着华服的老者，在老者的旁边还坐着一名少年。声音是老者喊出来的，但是很明显，少年才是主人。只见他手上正端着一杯茶水，悠闲地喝着茶。也有不少人认出了这个少年，忍不住惊呼出声：“这是大燕皇朝的3皇子吧？”“对，就是他，怪不得敢直接出价1000万上品灵石。有3皇子加入竞拍，看来这体香无形秘法注定是与我无缘了。”暗影也激动坏了，妈的，1000万上品灵石，这相当于打100多万只妖兽内丹了，哈哈哈！这么多的灵石，等吸收了以后，老子直接可以干到合体期，到时候稳居华夏第1高手之列。就在大家以为1000万上品灵石就要拿下体香无形秘法的时候，又一个苍老的声音出现：“1100万上品灵石！”卧槽，还没结束！哇哈哈！暗影大喜，1200万，1300万，1400万，1500万。2个苍老的声音互相喊价，都是当仁不让，很快就把价格给抬到了2000万上品灵石。这时候，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出来：“3000万上品灵石！”这一次喊出3000万的是3皇子本人。他之前见识过李阔的厉害，这让他心中很是嫉妒，毕竟李阔年纪轻轻就有这种实力，所以他对于蓝星界的法术非常感兴趣，花多少钱他都要拿下，准备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3000万上品灵石，这已经超出了一本术法的最高价格，在玄星界最高级的术法也就值1000万上品灵石。3皇子喊完价格就闭上了嘴巴，等待苍老声音的反应。3100万上品灵石。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4000万！” 3皇子这次直接喊出了4000万，语气比刚才强硬了许多，也坚定了许多。听到4000万这个数字，大殿内立刻陷入了寂静，一时间鸦雀无声。4000万上品灵石，这是什么概念？普通的一个小型修仙门派，恐怕都拿不出这么多灵石。大燕皇朝是真的有钱，喊出了4000万，大燕皇朝3皇子顺理成章地拿下了体香无形秘法。这时候，大殿中的气氛已经渐渐紧张起来。毕竟拍卖会才刚刚开始，就激烈到这种程度，第一件拍品就拍出了4000万的天价。游戏公平。叶倾城，我很好奇，暗影大佬，你拿出来的功法和精血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暗影，功法是我乱写的，什么急急如律令之类的，至于精血吗？嘿嘿，那是我给我工会的几个小弟放了点血，把他们的血液融合在一起提炼出来的，没啥屌用。暗影，叶女神，一会儿我怎么过去给你灵石？你最好别让他们看出我们认识哈，因为我一会拿了灵石，就会趁着他们都在忙拍卖会，无暇顾及我，我就隐身跑路了哈。刀刀致命，暗影大佬，冒昧的说一句，你骗了人家，人家不会报复你吗？孙伟，对啊，你可能戴着面具了，或是回来藏起来了，找不到你，他们报复我们怎么办？除非你把灵石分一点给我，不然我举报城主。第128章双修功法。游戏公平。暗影，叶女神，你能不能让天剑宗的修士救救我？叶倾城，什么情况？暗影，我和登仙城的管家来后堂取灵石，他说遵城主令，暂时留我在登仙城委屈几天，等确认了功法才会放我出去。他们用一个金色的大钟把我扣在里面了，我跑不了了。
叶倾城，你不想给我零食，也不用找这种借口吧？暗影，都什么时候了，我有心思开玩笑？生死存亡啊！求求你，快救命啊！叶倾城。接下来拍卖第二件物品，这是一本双修功法。只听登仙城城主道：“此乃上古流传下来的双修秘法，唤作天地诀。有道侣的朋友们可是有福气了。”话音刚落地，就有修士反驳道：“城主大人，咱们登仙城这是没有东西可拍了吗？双修功法市面上比比皆是，这种低级功法也能上得了台面吗？”就是啊，我自己就有一本双修功法，还是抓紧换下一件吧，这东西鬼才会拍。见到众人的反应，黑袍城主呵呵一乐，他就是喜欢故意吊别人的胃口，在别人以为东西不珍贵的时候，再来个急剧反转。举办了这么多年拍卖会，这早已经让他感到枯燥乏味，或许只有戏耍一下众人，才能让他从中找寻一点乐趣。只见他一脸满足的模样，不急不躁地缓缓说道：“这本功法不是普通的双修功法，别的双修功法都会对道侣带来伤害，更有甚者，甚至把道侣当为炉鼎，直接吸取道侣的部分灵力为己用，那样的低级功法自然是上不了台面。不过我接下来要拍卖的这本双修功法天地诀，却是夺天地之造化的无上秘法，用此功法双修，不但不会对道侣带来任何伤害，哈哈哈，而且双修的男女双方都会带来莫大的好处。您就别卖关子了，城主大人，您抓紧说说有什么莫大的好处吧。”这时候已经有人忍不住催促了。登仙城城主哈哈大笑道：“此功法已经算是神通类了，哈哈哈，在诸位和自己的道侣同房前，只需要运转一遍功法，便可以正常同房。等结束后，哈哈哈，本人和道侣都会提升 0.1% 的灵力修为，而且是按照双方修为最高者计算的。诸位都是玄星界的大能，自身灵力深不可测。试想一下，如果有了这种功法，那么诸位还愁自己和道侣不能突破修为境界吗？而且就算是达到了渡劫期满灵力的修士，也会继续增长灵力，而且用这种功法提升灵力，不会引来雷劫，哈哈哈！借助这种功法把自身灵力突破极限，到时候再度雷劫，那成功率也将大大提升。本来我是准备把这本功法放到最后压轴拍卖的，不过拿出此功法的修士着急离开，所以我才会第二件物品就拍卖。另外，老朽不才，这一次也会参与竞拍，还望各位海涵，哈哈哈！登仙城城主说着话就走下了高台，变成了买家，而此时主持拍卖会的换成了另外一个白袍老者。见到这种情况，台下众人立刻混乱起来。卧槽，这糟老头子也要竞拍双修功法，这功法简直逆天！不过登仙城城主也参与竞拍，此功法与我无缘了。世间竟然会出现如此神奇的功法，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我能拿下这本功法就好了，我长得这么帅，已经被大燕皇朝的皇帝选中了当驸马。哎，公主可是合体期第4层的修为，足足有400万灵力，洞房之夜一边恩爱，还能一边吸收公主 0.1% 的灵力修为，我一下就能提升4000灵力，简直不要太完美。哎，不过我现在没钱，我抢不过他们，气死我了，太没理想了。如果是我有了这种功法，我还找什么公主？我他妈直接找个大成期的老巫婆，即使是活了2000年的，我也不在乎。妈的，被他折磨一夜又何妨？一夜我就可以增长1万灵力，这不香吗？就是我孙儿刚刚步入修仙界，体内还没有灵力，如果我让我最得意的大成期第1层女弟子宠幸我孙儿一夜，那她直接就可以从凡人蹦到元婴期第1层。这本功法我一定要拿下。龙三也听到了黑袍城主的介绍，对李阔建议道：“老大，这本功法你一定要拿下，1/1000的灵力增长太慢了，远不如我吞噬快，我要来有什么用？”李阔道：“可是这功法可以让你突破灵力极限啊！你现在已经不能再增加灵力了，有了这功法，你就能继续增加灵力修为了呀，老大。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华夏城现在没有高修为的手下，以后我给你挑选一些绝色美女，你帮助他们提升一下修为，那咱们华夏帝国的整体实力不就上去了吗？而且修为高了，他们也好管理那些不听话的修炼者啊。好吧，我听你的，三哥。”李阔脸上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已经急得骂娘了，麻个逼，还他妈不快点拍，这功法老子必须拿下。这时候白袍老者厉声道：“大家安静，下面由我主持拍卖会，天地诀双修功法，不设底价，大家随意竞价，价高者得。”开始竞价。随着白袍老者话音落地，只见一名身穿黑色劲装、留着寸长胡须的中年男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出1000万上品灵石。”他也是此次另外物品的卖家方，竟然也参与了竞价，变成了买家方。开局就是1000万上品灵石，这让准备凑热闹的买家们全都闭了嘴。毕竟能有1000万上品灵石的买家并不多。1000万上品灵石，这是玄星界统一的极品功法价格，最好的功法基本都在这个价位徘徊。不过这本功法1000万上品灵石肯定是拿不下。1100万上品灵石，2000万，3000万，
一个3000万喊出来，整座大殿顿时陷入到一片死寂当中。1000万1000万的加，这才喊了4个价，竟然蹦到了3000万上品灵石，太疯狂了吧！第129章，天魔老祖，3000万上品灵石，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堪比一些小型修仙宗门的全部家当了。这时候，叶倾城旁边站着的一位俊朗青年对他开口道：“叶师妹，不如我出手拍下这本功法如何？这本功法已经到了最高价，我有4000万上品灵石，可以拿下这本功法。等到大婚之日，我们正好可以试试。”叶倾城俏脸一红，娇羞道：“师兄可不要乱说啊，我才不和你双修呢。”俊朗青年是天剑宗宗主的独子，自从叶倾城来到天剑宗以后，他第一眼就相中了叶倾城。现在两个人已经由天剑宗宗主证婚，准备结为双修道侣，等天剑宗的镇天塔试炼完毕，就为两个人举行婚礼。见到叶倾城娇滴滴的模样，俊朗青年心中瘙痒难耐，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接下来报价还在继续，不过这一次加价就没有这么生猛了，毕竟3000万上品灵石已经是天价了。3100万，3200万，3205万，5000万。就在这时，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直接叫出了5000万的天价。死！听到价格竟然猛地飙升到了5000万，整个大殿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震撼地望向了那个喊出5000万天价的紫衣老者。死！又是一口凉气倒吸。这个紫衣老者竟然是紫衣天魔老祖，这是玄星界出了名的淫魔，无恶不作，专干采阴补阳的恶事。玄星界不知道有多少貌美如花的女修士都惨遭过他的毒手。天魔老祖在玄星界是出了名的大魔头，但是他自身修为通天，已经修炼到了大成期第5层的境界，别人也奈何不了他。当年天魔老祖玷污了一个宗门的圣女，那宗门联合了4名大成期的修士，围堵天魔老祖，竟然都没能杀死他。因为这个天魔老祖有一种秘法，叫天魔血遁大法，危机时候可以保命，但是使用此秘法，修为会掉1层。再后来，天魔老祖为了报复那宗门，竟然一夜之间杀光了那宗门的所有弟子，鸡犬不留。玄星界第1大魔头的称号，便是因为那一次事件而由来的。这天魔老祖专干采阴补阳之事，身上自然有很多双修的功法，没想到竟然会花5000万上品灵石来竞价天地诀，这就证明他身上的那些极品双修功法，肯定是不能让他提升0.1%的灵力修为，足可见这天地诀的珍贵之处。有了天魔老祖的加入，很多修士都不敢再开口竞价了，毕竟即使是买到了，也不一定能安全带回去。如果出去被天魔老祖盯上，不但功法会被抢走，恐怕连性命也会不保，得不偿失。登仙城城主也是眉头紧锁，这天魔老祖怎么来了？天魔老祖是个散修，无亲无故，无门无派，即使是天剑宗这样的第1大宗门，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他，因为这种人非常记仇，如果得罪了他，肯定是要遭到报复的。况且没有十足的把握杀死对方，谁也不会轻易和一个大成期第5层的修士撕破脸皮。所以登仙城城主走到天魔老祖身旁，说道：“我天剑宗和老祖向来井水不犯河水，老祖也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天剑宗的修士，拍卖会是公平竞争，还望老祖能遵守拍卖会的规定。”放心，天魔老祖答道。登仙城城主对天魔老祖拱了拱手，转身离开。就在他准备回去继续喊价，和天魔老祖拼一拼财力的时候，一个报价声音忽然响起：1个亿！众人又是一口凉气吸进了肚子，这一开口就加了5000万上品灵石，这是哪里来的愣头青？竟然敢和天魔老祖争东西，不想活了！随即众人都有些惊讶，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正是李阔和龙三。这俩小伙子牛逼啊，他恐怕是个刚出道的厨吧，还不清楚天魔老祖的本事。他们是谁？居然敢跟天魔老祖作对？对啊，老五，这青年是什么来头？戴着面具我能知道，虽然我号称万事通，又是一对人傻钱多的短命鬼。众人议论纷纷，天魔老祖更是满脸狰狞，还真他妈有不怕死的。他本意就是镇住众人，打算用5000万上品灵石买走功法，没想到竟然出来2个愣头青，坏了他的好事。但是天魔老祖也不想得罪天剑宗，毕竟天剑宗的实力非常强横，天剑老祖更是大成期第8层的强者，不然他也不会放着天剑宗那些娇滴滴的小美人不碰了。权衡利弊之后，天魔老祖强忍着没有发火，一咬牙重新喊出了价格：1亿1000万上品灵石，1亿5000万，1亿6000万上品灵石，2个亿！李阔和天魔老祖你来我往，加价速度非常快，仿佛恨不得要撕碎对方一般。卧槽，这青年能有2个亿上品灵石？不会是哪个皇朝的太子吧？众人全都惊呆了，能拿出2个亿上品灵石的人物，在玄星界屈指可数。听到2个亿的报价，天魔老祖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呵呵，有意思。
如果一会儿拿不出2亿上品灵石，我想天剑宗的修士会告诉你死字怎么写。天魔老祖也不信李阔能有2亿上品灵石，随即停止了喊价，因为他这些年积累的全部家当也只有1亿6千万上品灵石，刚才已经咬着牙全都喊出去了。龙三见李阔竟然叫出了2个亿天价，急忙用意念给李阔传音：老大，你别乱搞呀，这可都是钱啊！再说了，你不是说功法没什么用吗？你还喊2个亿，留着钱干鸡毛，喊着玩呗。李阔回道：我心疼呀，老大，不如咱们抢吧，不然你真打算给他们2个亿啊？谁要给他2个亿了？我又不傻，不过抢也不能在这时候抢，抢完了拍卖会就搞砸了，后面有好东西也搞不到了。先给他2个亿，拿下功法，等拍卖会结束了再拿回来，顺便还能收点利息。嘿嘿，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大，不然花掉2个亿，我能心疼的半个月睡不着觉。第130章人傻钱多。2个亿上品灵石买一本功法，这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范围。众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李阔上台取走了功法，并支付了2个亿上品灵石。支付灵石也很简单，直接用神识从储物戒指里移动就可以。虽然每一块灵石只有火柴盒一般大小，但是2个亿数量太过庞大，这使得李阔支付了3次才全部支付完毕。我天，这青年真的有2个亿上品灵石，能轻轻松松拿出2个亿灵石，他到底是什么来头？这青年岁数不大，修为应该不高，我要当他的双修道侣，以后他出钱我出力，我们共同逍遥玄心界。就你长得这个样子，当炉鼎也没人要你。叶倾城也早就认出了李阔，虽然李阔和龙三全都戴着面具，但是身材却掩盖不住，况且像龙三这种身高的修士，在整个乌域大陆上也不多见。叶倾城心中一跳，就想跑路，他生怕龙三发现了他，把他抓回去，那么以后就只能当个婢女伺候李阔了，这不符合他的梦想和追求。师兄，我突然有些不舒服，咱们回去吧。叶倾城和他身旁的俊朗青年说道。拍卖会才刚刚开始啊，叶师妹，而且你不是对拍卖会很感兴趣吗？怎么？俊朗青年一头雾水。普通人身体不舒服也就算了，你一个化神期的修士，身体还能不舒服？那你自己看拍卖会吧，我先回去了。叶倾城脸色一冷，转身就走。他刚才在游戏公屏发送了消息，现在李阔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此时拍卖会正在进行，不趁着这时候跑路，等会儿恐怕就走不了了。见到这种情况，俊朗青年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拍卖会场，叹了口气，也追着叶倾城而去。接下来第3件要拍卖的物品是一颗大成造化丹。修士的每个境界都有瓶颈，只有突破了瓶颈才能继续增长灵力，而这大成造化丹就是用来突破大成期修仙瓶颈的。修士的修为就像一个大水缸，灵力就是水缸里的水，而瓶颈就是这个水缸的最大容积。突破了瓶颈，进入下一个境界，就相当于换了一个更大容积的水缸，这样才能储存更多的灵力。李阔已经修炼到了渡劫期，大成造化丹对他没用。至于龙三，他是神龙一族，瓶颈和人类修士不同，所以也不需要大成造化丹。但是这2个人初到修仙界，没见过什么世面，本着任何宝贝都不放过的心理，愣是花了5000万上品灵石，把大成造化丹也给拍下来了。接下来是第4件拍品，这是一个用玉石雕刻而成，没有容貌的小玉人，可以让修士炼制分身，也相当于高级傀儡术。李阔花了1个亿灵石拍下。第5件、第6件、第7件、第8件，此次拍卖会的整整8件珍贵物品，7件都被李阔和龙三给拍下了。李阔在大燕皇朝搞了5个亿上品灵石，如今都花光了不说，还道歉登仙城城主2个亿。不过登仙城城主见李阔这么大的手笔，也同意了李阔欠款，一会儿派人送过来就是了。能花出4个多亿的修士，还会因为2个亿赖账吗？如果是那样，恐怕这4个多亿的东西也带不走了，因为敢在登仙城闹事的，还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的。眼见拍卖会结束，一众修士你瞅瞅我，我瞧瞧你，也全都懵逼了。感情这次的拍卖会是为这2个人准备的，除了开局第1件体香无形秘法没拍，剩下的7件都给拍走了。这2个货是有多么的孤陋寡闻啊！没见过宝贝吗？需要的不需要的都特么给买走了，典型的人傻钱多。不过他那储物戒指里，众人望向李阔的眼神都变得火热起来。他储物戒指里可是有价值几个亿灵石的宝贝。拍卖会结束，李阔和龙三随着登仙城城主来到了后堂。进入厅内，登仙城城主先是客气了一番，随即说道：这位小兄弟，我们登仙城拍卖会还没有让人欠过灵石，这一次我给你这个面子，其实也是有求于你。顿了顿，见李阔没有任何反应，又道：希望小兄弟可以把天地绝为老夫拓杯一份。哈哈，老夫对这个功法也是情有独钟啊。李阔没有说话，摇了摇头表示拒绝。见李阔这种态度，登仙城城主当即把脸拉了下来，喊你一声小兄弟，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你不同意老夫的要求，那么，呵呵。李阔和龙三同时一愣，怎么，你还要抢吗？李阔问。他们两个就是准备过来抢城主的，没想到大伙都想到一块去了。我们登仙城拍卖会声名赫赫，老夫怎么会坏了规矩，出手抢夺你们的物品？那你刚才哼哼什么？哼，虽然老夫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是天地绝功法，老夫势在必得。我们登仙城也不是谁想欠账就能欠账的，欠我们灵石，我们可是要收取利息的。你一会派人送2个亿灵石，恐怕不能解决这件事。哟呵，你刚才当着大家的面装的人模狗样的，说什么相信我，把灵石替我垫付上，原来是想着收利息啊？那你倒是说说看，你想要多少利息？登仙城城主见李阔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心中也是有些疑惑，这俩小子难道真不怕死，还敢嘴硬？还是他们背后有什么强大的靠山？不过快速分析了一遍，他又否定了这个猜想。整个玄星界大成期的修士，他几乎都认识，没有哪个隐世不出的高人。况且他师父天剑老祖就是大成期第8层的修为，是整个玄星界的第1强者。他猜想李阔肯定是某个皇朝的皇室子孙，初次出来行走，妥妥的就是那种人傻钱多的类型，不然怎么会见什么买什么，和他提利息，他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好小子，你嘴硬是吧？你有钱是吧？倒也让你知道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你是皇室子孙又如何？皇室也得看我们天剑宗的脸色，不给他们脸，他们什么都不是。心里如此想着，登仙城城主脸上表情逐渐阴狠起来。100亿上品灵石，这就是我们登仙城的利息。第131章掠夺。100亿上品灵石少了点吧？李阔听登仙城城主随口就能说出100亿这个数字，心中猜测这登仙城肯定有不少灵石。呵呵，100亿上品灵石还少，看来你还真不是一般的有钱。既然如此，200亿也行，300亿吧，怎么样？李阔道。你敢戏弄老夫？你他妈找死吗？登仙城城主不信李阔能拿出300亿上品灵石，因为他经营了这么久拍卖会，也没有这么多灵石，甚至任何一个皇朝都不可能有300亿上品灵石。老子戏弄的就是你！妈的，300亿灵石什么时候给老子？李阔直接翻脸了。登仙城城主见李阔竟然让自己给他灵石，极怒反笑，哈哈，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你恐怕是做梦还没睡醒吧？这时候龙三一个闪身就上去了，跟他废什么话？只见龙三伸手成刀，一个手刀劈下去，直接就卸了登仙城城主一条胳膊下来。大成期第3层修为的灵力护体，在龙三面前犹如薄纸。登仙城城主惨叫一声，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龙三冷哼一声，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拽住他的另一条胳膊，一使劲又给卸了一条胳膊下来。龙三大成期第8层的修为，实力非常强悍，而且他身为暴力龙族，还不喜欢使用术法，就喜欢直接过去近身肉搏。此刻登仙城城主被龙三禁锢住了，一点都动不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多么强大的存在，急忙开口求饶：我给灵石，我给，前辈饶命啊！见震慑住了登仙城城主，龙三很满意，恶狠狠道：300亿上品灵石，少一块灵石，老子就要了你的狗命！妈的，打劫竟然打到你2个爷爷的头上来了，你恐怕还不清楚你2位爷爷的手段。我知错了，我知错了，前辈。这时候不管龙三说什么，登仙城城主也不会反驳，因为他不想死。任谁修炼到大成期第3层这种境界，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要能活着，他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灵石都在我的储物戒指里，前辈您自己去取便可，里面有70亿上品灵石，还有很多中品灵石和下品灵石，全部加起来能有100亿上品灵石。另外还有我这些年积攒的各种奇珍异宝，总价值超过了150亿上品灵石，只求前辈能留下我这条狗命。300亿灵石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他妈自己都没有这么多，你敢和你爷爷们要300亿灵石的利息？爷爷刚才说了，少一块都不行，你他妈的！龙三大怒，一掌击毙了登仙城城主。三哥，你真是杀伐果断啊！李阔说着话，就从登仙城城主的断臂上拽下了他的储物戒指。没办法，修仙界弱肉强食，没什么道理可讲，实力才是一切。修士死亡，储物戒指就会变成无主之物。李阔轻而易举地用神识进入到了戒指空间，随即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转移到了自己的龙界空间里。这一次击杀了登仙城城主，又让李阔吞噬了大量的灵力，他直接加持到了蓝星界的护戒大阵上。随即2个人走出厅堂，准备到其他的地方再搜刮一番。刚走出不远，就听一间屋子里有呼救声传来：救命啊！有人吗？李阔和龙三推门进入，只见屋里摆放着一个金黄色的大钟，声音是从钟里传出来的。李阔一挥手，
击破了金钟1000万灵力的防御力和阵法，把金钟击碎。金钟里面扣着的正是华夏第一刺客暗影公会的会长暗影。暗影解除禁锢以后，连一句谢谢都没说，直接隐身跑路。这小子也太不懂规矩了吧！李阔急忙施展天眼通，破掉了暗影的隐身。这时候龙三一个闪身过去，就把暗影给提了回来。啊，孤独大神，你好！暗影差点就吓尿了。虽然李阔和龙三都戴着面具，但是大家在一起玩了这么久游戏，李阔和龙三这一对组合很容易就能被华夏玩家认出来。救了你小子，你连句谢谢都没有，就想跑路？李阔问。我刚才紧张，没认出大佬。行了，别废话了。你小子卖了本甲功法，赚了4000万上品灵石，交一半给我。你自己抓紧回蓝星界。你这种修为的，最好别在玄星界乱逛。收到，我知道了，孤独大佬。暗影没有一刻犹豫，拿出2000万上品灵石交给李阔，然后急忙施展体香无形秘法，隐着身跑了。就在暗影刚刚离开之际，天魔老祖就找上了李阔。本来他是准备等李阔离开城主府再动手的，但是想到李阔的储物戒指，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毕竟李阔储物戒指里的物品最起码能价值好几个亿上品灵石，他怕时间久了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一见李阔，他立马发动了攻击。轰！一声巨响传来，地面都为之震动。天魔老祖使用的是他的成名绝技天魔御雷术，可以凭空引出天雷攻击敌人。修为低的修士被雷炸到，立时粉身碎骨。不过李阔是渡劫期的修为，又融合了巫神重体，最不怕的就是这种术法。2道天雷砸到李阔身上，连烟都没冒一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什么情况？天魔老祖有些懵逼。不过李阔可不给他发呆的机会，直接一个半月斩就对着他打了过去。见到李阔的法术，天魔老祖心中一惊，这道攻击上附带的灵力最起码得有1个多亿，这不是他这个大成期第5层可以抵挡的。心念一动，他急忙施展天魔血遁大法，准备跑路。你逃不掉的。李阔冷笑一声，就在天魔老祖刚使出天魔血遁大法的时候，他就使用了大擒拿术。只见半空中突然出现一个由灵力形成的巨大手掌，一把就把天魔老祖抓住了。这时候李阔又打出2道连珠剑气，直接把天魔老祖打得形神俱灭。第132章震天塔试炼。击杀了天魔老祖，李阔把他的储物戒指直接扔进了龙界空间。三哥，咱们走。把龙三收进戒指空间，李阔施展体香无形，一个瞬移消失在了登仙城城主府。现在登仙城城主死了，肯定会有人第一时间通知天剑宗。天剑老祖是个大成期第8层的修士，灵力比李阔差不了多少，况且天剑老祖修炼了几千年，阵法符咒之类的都比较精通。李阔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击杀天剑老祖，所以并不想正面与他交手。2个人回到天剑宗以后，装作没事的人一样，继续当他们的杂役弟子。2天后，天剑宗的震天塔试炼正式开启了。这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便有100名天剑宗的年轻弟子早早地站在震天塔外等待了。经过这些天的打探消息，李阔也知道了震天塔试炼的一些事情。据说这震天塔并不是产自于这一界，而是属于上一界面的神秘宝塔，是几千年前突然从上界飞遁下来的。震天塔一共有9层，目前天剑宗也只掌握了前5层，但是这也已经让他们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每过5年，震天塔里每一层的通道就会出现，而天剑宗就会在这时候派出弟子进入震天塔寻宝，这就是所谓的震天塔试炼。每次可以进入震天塔的弟子名额是100名，并且真实年龄不能超过25岁，否则就会被阵法阻隔，无法进入。这100名年轻弟子都是天剑宗精挑细选的优秀天才弟子。随着浑厚的钟声响了9响，天剑宗4院共计100名弟子，各自由自己的院主领着走进了震天塔之中。震天塔的前5层已经被天剑宗掌握，成了天剑宗的私人领地，随时都可以进入。但是第6层还没有被天剑宗拿下，所以众人全部被阻隔在了第5层和第6层的通道处。震天塔虽然从外面看只是一座黝黑的高塔，但是里面却自成天地，每一层的空间都非常的辽阔。众人在震天塔第5层等了大约1刻钟的时间，突然5层中心位置出现了一个古朴的传送阵，泛着淡淡的黄色光芒。走进传送阵便可以传送到第6层了。这种传送阵每5年只会出现1次。没有1刻犹豫，天剑宗众弟子按照排列的队形依次走进传送阵中。此时的李阔正施展着体香无形秘法，隐藏在一旁。这时候他忽然用眼睛的余光瞟见了一个熟人，竟然是叶倾城。只见叶倾城今天穿的是一身玄星界的女子服饰，看上去非常娇美动人，别有一番风味。这让李阔忍不住心中一动，悄悄来到叶倾城身旁，李阔和他并肩走进了传送阵中。临近传送阵之前，
李阔还狠狠抓了一把叶倾城的屁股。叶倾城登时一惊，左右瞅了瞅，师兄师妹们全都一脸肃然。这种时候谁敢搞这种事情？要知道镇天塔试炼可是天剑宗的重中之重，如果谁敢在这种时候嬉皮笑脸的，极有可能会被废掉修为，赶出宗门，更别说摸女弟子的屁股了。难道是李阔？李阔就在天剑宗附近，而且他还会体香无形秘法，除了他还能有谁呢？想到这里，叶倾城心下骇然，再没了之前淡定的模样。随着99名弟子依次进入镇天塔之中，此刻只剩下了最后一名弟子。这名弟子是本次试炼的核心弟子，被天剑宗高层寄予厚望。正当他的师傅想要嘱咐他几句话的时候，这弟子惊恐地叫道：“师傅，传送阵关闭了。”啊！这弟子的师傅一愣，果然就见传送阵已经消失了。看了看四周，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寺院院主都在四周站着，而且除了这名没有进去的优秀弟子，四周并没有其他人。这是什么情况？自打镇天塔来到他们天剑宗以后，几千年来每5年一度的试炼都是可以进入100名弟子。难道是因为整个宗门被主神转移到了乌域大陆，导致规则变了？在这里每次只能进入99名弟子吗？这可是件大事，我要抓紧禀报给宗主。优秀弟子的师傅一脸懵逼地想到。随着李阔走进传送阵，只见眼前画面一转，他已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看了看四周，围满了天剑宗的男女弟子。这时候一道略显沧桑的女子声音响起：“欢迎诸位来到镇天塔。”在场的众人大多都是第一次参加试炼，只有几个25岁的弟子在20岁时参加过一次，所以当听到这道女子声音时，众人不由得都是身子一震，心中暗暗吃惊，怎么这镇天塔中还有人吗？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但是很快大家就从震惊变成了惊喜，只因后面这道女子声音说出的话：“诸位，镇天塔一共有9层，如果你们之中谁能够走到第9层，那么就可以将整个宝塔据为己有。另外，宝塔乃是仙界的无上至宝，在这无尽的岁月里，有很多修仙者都曾参加过宝塔试炼，而且大多数修仙者都死在了试炼之中，他们身上的修仙资源全部遗留在宝塔里，包括仙界的修炼者。如果你们有机缘寻找到他们遗留的宝物，相信对于你们今后的修炼会有莫大的好处。修仙本就是逆天改命之旅，危险与机缘并存，最后祝你们好运。”女子的声音越来越小，越飘越远，直到最后一个字说完，四周顿时变得寂静起来，只听得到众人的心跳声。时间不长，就有修士首先开口道：“马师兄、张师兄、蔡师兄，你们参加过一次试炼，还请你们为大家讲解一番。刚才那声音所说的危险，指的是？”赵师兄所言极是，还请师兄们为我等讲解一番，有劳师兄们了。我也赞成赵师。咦，你们看见马师兄了吗？马师兄呢？经他一提醒，众人这才发现马师兄并不在场中。马师兄不是安排最后一个进来吗？他还是这次的领队，怎么人没了？第133章，都听我的。马师兄是此次天剑宗4院弟子的总指挥，他没能进来，场面立刻混乱起来。天剑宗4院各自为政，谁都不服谁。很快4院弟子便分成了4队。只听东院一个弟子喊道：“那个新来的叶师妹，听说你有天眼通这项神通，还请过来协助我们东院，与我东院一同寻宝。况且等镇天塔试炼结束，你便要嫁入我东院，很快就要变成我东院的人。我看你此时没必要再跟着南院众人了吧？”东院院主就是天剑宗的宗主，而等试炼结束，叶倾城便会嫁给宗主之子。本来此次宗主是不准备让叶倾城进来冒险的，但是叶倾城身为南院弟子，眼下没有嫁入东院，宗主也不好干涉南院的事务。此次蓝曼珠是南院的领队，而南院院主更是他的父亲，他自然要为南院谋福利。见到东院弟子如此嚣张，竟然无视南院众弟子，他意念一动，便把飞剑从储物戒指里换了出来。嗖！飞剑一出现，便猛地向前一冲，朝着东院那说话的弟子刺去，剑身上泛着耀眼的橙色光芒。刚才那个对叶倾城喊话的东院弟子见状脸色一惊，慌忙躲闪。可惜飞剑的速度太快，几乎在他躲避飞剑的瞬间，飞剑就已经刺到了他的胸口处，将其钉在身后的石壁上，再也无法移动半寸。东院领队弟子见到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怒斥道：“蓝曼珠，你疯了吗？”蓝曼珠没有理会，冷笑一声：“是你们欺人太甚，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还真以为我南院可以任人宰割了？”东院那领队弟子大怒，立时也换出了自己的飞剑，依旧泛着晨光。周围众弟子忍不住惊呼，又是一件灵气。玄心界的法宝品级分为法器、宝器、灵器。法器对应游戏里的蓝色装备，宝器对应游戏里的紫色装备，灵气对应游戏里的橙色装备。至于绿色装备，因为品阶太低，在玄心界根本没有这种武器。
而史诗级装备在玄星界可以称之为仙器了，极其少见。正当东院弟子和南院弟子就要在现场比划比划之际，李阔和龙三现出身形走了过来。你们抢什么抢？成何体统？所有人全部归我管理，找到宝贝全部给我，这样大家就公平了，也就不用争吵了。李阔刚说完，一个东院弟子登时大怒：你是哪里来的小杂碎？你他妈！话还没说完，就被龙三一大巴掌给呼死，顺带着连他身旁的一名弟子也跟着倒了霉，和他一块下了地府。东院作为4院之首，院主又身兼天剑宗宗主之位，他们一向高傲惯了，虽然见到龙三实力强横，但是仍然嘴硬。你们刚进来就残害同门，等出去以后，我定要禀报宗主，让你一巴掌呼死。你！一个弟子刚说了一个你字，也被龙三一巴掌呼死。啊！继续一巴掌呼死！凡是出声的都被龙三秒杀。这时候已经没人再敢说话了，场面如同静止了一般的寂静。李阔和龙三直接走到叶倾城面前，龙三问他：我离开之前说的什么？你个贱婢竟然敢私自出逃，你有几条命？叶倾城也是反应极快：三王爷，你误会我了，能伺候华夏大帝是小女子8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怎么会跑呢？我是担心你们，特意出来寻找你们的，现在好了，终于见到你们了。你放屁！龙三大怒。李阔怕龙三压不住脾气，出手杀了叶倾城，毕竟这么美丽的女子，杀了太可惜了，所以急忙开口道：三哥啊，没有证据就不要轻易下定论，你又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等回去以后看他表现就知道了。好吧，老大，我听你的，不过我要让她变成最低级的婢女，以后只配给你倒洗脚水，给你洗脚她都不配。李阔无语。龙三有时候很聪明，有时候又和小孩子一样，李阔早已见怪不怪了。随即望了望四周的环境，只见这震天塔的第6层是由多个宽阔狭长的通道组成的，一共有4条通道，通道的四周都是石壁，4条通道正好对应着4个方位，而众人传送进来的位置正好是4条通道的枢纽地带。东院走正东方这条通道，西院走正西，以此类推，搜刮到宝贝一会全部上交。李阔安排4院弟子各选一条通道，而他自己则是带着龙三跟在南院一行人之中。现在大家都见识到了龙三的强悍，没人再敢违背李阔的命令。很快，大家便顺着各自的通道前往第6层深处走去。时间不长，李阔等人便遇见了4头合体期的妖兽，2头合体期第4层，2头合体期第5层。华夏帝小心，这是4头金刚猿，这种妖兽极其难缠，肉身强悍，速度极快。当年在第5层试炼的时候，我宗弟子便见识过他们的厉害。不过第5层的金刚猿都是化神期，并不难对付，没想到这第6层的妖兽竟然都提升了一个大境界。蓝曼珠刚才见识到了龙三的厉害，又见龙三完全听李阔的，已猜想到叶倾城口中所说的华夏大帝就是李阔，而龙三只是李阔的奴仆。虽然不知道李阔是怎么进来的震天塔，但是眼下保命要紧，想报仇也不是这种时候。因为震天塔中与世隔绝，即使龙三把他们全都杀死，也不会有人知道。所以他这时候急忙和李阔套近乎，开口提醒李阔。李阔点了点头，怪不得天剑宗一直掌控不了震天塔的第6层，因为想要掌控这一层，就必须要杀光里面的所有妖兽。而震天塔只允许25岁以下的青年弟子进入，这个岁数的修士除了天才，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到合体期。这刚刚没走多远，就碰见了2头合体期第4层和第5层的妖兽。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想要掌控这一层，难度可想而知。第134章清空第6层，4头合体期的妖兽出现，吓得一众南院弟子心胆俱寒。不过这种级别的妖兽，李阔自然是不放在眼里。只见他一个火焰寂灭打出去，4头妖兽立时一命呜呼。你们把妖兽内丹都挖出来交给我，另外捡个品相好的妖兽给老子带上，等晚上给老子做烤肉吃，打牙祭。龙三吩咐着南院弟子解剖妖兽尸体。这时候蓝曼珠一脸惊羡地走到李阔身边，问道：敢问华夏帝如今是何修为？如此年轻，竟然能轻易斩杀合体期妖兽，真乃当世奇才，不值一提。李阔淡淡道。即使李阔不说，蓝曼珠也大致猜出了李阔的修为，能够秒杀4头合体中期的妖兽，这没有合体期第8层的修为根本就做不到。想到李阔年纪轻轻，竟然能有这等修为，况且还是某个皇朝的皇帝，蓝曼珠一双眼睛放起光来。这种完美的修仙伴侣，他不知道在梦中幻想过多少次了。没想到今天还真就遇见了一个，机会不是每天都有。想到此处，蓝曼珠放下矜持，笑了笑，直接凑近李阔，柔声说道：不知华夏帝可否婚配？如若不弃，小女子愿终身陪伴华夏帝左右。你说什么？李阔有点懵逼，这玄星界的女子比地球女子还开放吗？
蓝曼珠媚眼如丝地说道：“其实我很喜欢皇帝陛下，我不介意当小，只要能常伴华夏帝左右，小女子就知足了。你还是去解剖妖兽吧，我可无福消受。”李阔正说着，蓝曼珠缓缓伸出纤细手指，轻轻点在了李阔的嘴唇上，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娇滴滴地说道：“华夏帝跟我在一起，我保证让华夏帝享尽其人之福。实不相瞒，小女子略懂一些房中秘术。”蓝曼珠俏脸绯红地说道。李阔闻言皱了皱眉头，猛地一把推开了他。蓝曼珠没有料到李阔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一时之间愣住了，脸色更是变得苍白无比。哼！李阔厌恶地瞟了他一眼，随即冷哼一声，转身走了。虽然蓝曼珠长得很不错，但是不认不识的这种女人他可不敢沾，谁知道她心里怀的什么心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要找女人，皇宫里就有很多绝色美女，李阔怎么会接受一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女人？否则的话，极有可能阴沟翻船。蓝曼珠在天剑宗也算是宗花，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弟子想要追求她，没想到今天竟然被李阔如此侮辱。他一时间愣在原地，眼神里透露出阴狠、愤怒之色。李阔刚刚走出几步，忽然停顿住，扭头看向身后的蓝曼珠。蓝曼珠急忙换上了一副笑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莫非改变主意了？蓝曼珠心中想到。李阔看了他半晌，没有说话，转身离开。蓝曼珠见状，气愤难平，咬牙切齿的恨恨暗骂道：“贱男！”叶倾城也见到了蓝曼珠的情绪变化，本想过去调侃李阔一番，但是想到自己以后即将成为李阔的婢女，他当下大为尴尬，哪里还敢去找李阔说话？婢女的意思他是知道的，不但以后要服侍伺候李阔，甚至李阔要求他事情，他也不能拒绝。每想到这些，叶倾城就是一阵俏脸通红，在心里抱怨龙三道：“杀彼城主，这种事哪有强买强卖的？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真是要被气死了！希望镇天塔试炼完以后，天剑宗的修仙者们能够护我周全，找个宗主之子，最起码可以自由，总比整天被关在那个破皇宫里要好。”取出了4个合体期妖兽的内丹，李阔等人继续前进。这条通道很长，一路上出现了上百头合体期的妖兽，从合体期第1层到第9层的妖兽都有。不过这些合体期的妖兽全被李阔秒杀了，没有一头可以接得住李阔一招。这也让大家重新见识到了李阔的实力，能秒杀合体期第9层的妖兽，就连大成期第1层的修士都做不到。李阔岁数不大，竟然是大成期修士，而且很明显，李阔还不是大成期第1层。这种修为已经震惊的众人大脑一片空白。玄星界几万年的修仙历史，其中不乏惊才绝艳之辈，但是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这么年轻的大成期修士，这简直就是修仙界的奇迹。随着一路斩杀妖兽，很快众人便走到了通道尽头。这里是一个偌大的广场，4条通道的尽头都会通往这里。在广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传送阵，很明显，这就是进入第7层的通道。李阔和龙三对视了一眼，龙三当下就明白了李阔的意思，随即点了点头，闪身钻进了其中一条通道内。2个小时以后，龙三带着20几个天剑宗的弟子从正北方的通道走了出来。龙三嘿嘿一乐，对李阔道：“老大，我已经把第6层的妖兽全部斩杀了，并且把天剑宗这些弟子的储物戒指都抢了过来，哈哈，包括那些被妖兽杀死的修士，我也把他们的储物戒指都搜了出来。这一次的收获可是着实不少啊！”就在李阔想要称赞龙三几句的时候，只听一道非常愤怒的声音响起：“大胆贼子，竟敢偷偷混进我镇天塔中，你们找死！”这道用灵力发出的传音非常强大，震得镇天塔的地面都有些微微颤抖。天剑老祖来了！龙三惊道。很明显，在整个天剑宗内，只有天剑老祖才能有这个能耐。天剑老祖声音虽至，但是人还未到。趁这时候，龙三不敢有一刻犹豫，急忙施展龙族法术龙卷雨击，把天剑宗众弟子卷入其中，直接带进了传送阵之中。老大，咱们走。李阔也是一个瞬移，钻进了传送阵当中。这时候，天剑老祖的身形也出现在了镇天塔第6层，不过他的真实年龄远超25岁，所以并不能进入传送阵。恶贼！天剑老祖气得大骂。之所以天剑老祖能够来到镇天塔第6层，也是因为第6层的妖兽已经被全部斩杀，所以开放了第6层。第135章极度严寒。眼前画面一转，众人来到镇天塔第7层，这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冰天雪地，一望无际。一股寒风刮过，众人都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好冷，我们脱了道袍，生些火吧。这地方怎么如此之冷？我们的灵力在这里不能御寒吗？而且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太恐怖了。是啊，我也感觉这里阴森森的。众人议论纷纷，其中有几个女弟子已经瑟瑟发抖起来。都闭嘴！李阔怒斥道。当时
所有的声音消失无踪，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再喘一下，因为他们清楚眼前男子的实力，这绝对是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此刻，李阔也是双眉紧锁，面色峻冷。随着凛冽的寒风不断刮过他的脸颊，他感觉到自己的整张脸都在发烫，身体仿佛随时都会被这寒风撕成碎片一般。李阔身为渡劫期的修士，一身修为通天，灵力更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界面的极限，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奇怪的事情。这种只属于普通人的寒冷感觉，自从继承了游戏属性以后，他就已经感觉不到了。三哥，我感应不到灵力了，而且法术也不能使用，你呢？李阔用意念偷偷给龙三传音。我也是这样，老大，这里太奇怪了，在这里咱们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其他人应该也是一样。那咱们不要声张，如果让他们清楚了状况，咱们两个可打不过他们天剑宗20多个人。我明白了，老大。龙三用意念传音回复了李阔，随即忍着极寒，装出一副不冷的模样，对着天剑宗众弟子大叫道：赶紧走，你们修为太弱，难道想在这里等死吗？赶紧去找第7层粗口。说到最后2个字，声音都哆嗦了，把出口说成了粗口。众人不敢违背龙三的指令，强忍着身上刺骨的极寒，艰难挪步向着白茫茫的前方走去。众人只行进了半个小时，就已经有人受不了了，一头栽倒在地。只见他全身僵硬，身体似乎被冻住了一般，躺在地上犹如雕像，不能再动弹分毫。大约过了2秒钟的功夫，地上那名弟子的身体突然碎裂，变成了一块块碎片，储物戒指也掉到了地上，泛着淡淡的光芒。啊，这是……剩下的弟子惊恐万分，储物戒指变成了无主之物，很明显，这名弟子已经死亡。见到这弟子的死状惨不忍睹，死无全尸，众人脸色煞白，全都瞧向了李阔。在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时，人们都会习惯性的依赖团体里的最强者，希望他能够带领自己走出困境。李阔现在就是这个团队的领袖，不过他自己现在也冻得直打哆嗦呢。瞧了瞧众人的状况，李阔知道现在大家差不多都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如果再走下去，不消一时3刻，所有人都会落得和那倒地弟子一个下场。无奈之下，李阔给龙三传音：三哥，我回戒指空间去拆家具起火，不然大家都得冻死。你是回戒指空间待着，还是留在这里？我还扛得住，老大，你去你的，我先把刚才死了的那小子的储物戒指捡起来。给李阔传完了音，龙三哆哆嗦嗦的捡起了地上的那枚储物戒指。李阔无语，龙界空间里的灵石宝贝无数，早已经算是富可敌国了，况且都冻成这个样子了，三哥你还想着那个普通弟子的储物戒指干鸡毛啊？不过收藏宝贝是龙族的普遍天性，而且龙三是融合了祖龙之魂的变异神龙，估计骨子里继承贪财的秉性继承的也多，李阔也是见怪不怪了。不再犹豫，李阔意念一动，回到了龙界空间。龙界空间里四季如春，冬暖夏凉，如果不是龙三还在外面，李阔都有点不想出去了。和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当初在华夏城盖楼，李阔的戒指空间里还存放着不少汽油和柴油，李阔直接拎了10桶汽油。另外，他又把家具拆了不少，裹上自己以前穿过的旧衣服和床单被罩，做了10个简易的火把。意念一动，李阔出现在震天塔第7层的雪地里。这时候又死了好几个天剑宗的弟子，第一时间将火把分发给了众人。李阔用打火机点燃了火把，一股暖流瞬间袭来。现在大家都不能使用法术，就连最基本的火球术都用不出来，这种时候打火机就派上了用场。10个火把，李阔和龙三各拿了1个，叶倾城和蓝曼珠共用1个，剩下7个火把分别发给了剩余的21人，3个人一组，共7组。现在还有7桶汽油，7组人里各出1人负责拎汽油。对于这样的分配，任何人都没有意见，毕竟大家不认不识的，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还抢什么火把？有了火源，众人虽然寒冷，但是不至于被冻死，行进的速度也快了许多。足足走了5个小时，众人终于看见了通往第8层的传送阵。大家都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坏了，这一次不用龙三催促，都一股脑的钻进了传送阵里。一众人刚刚钻进传送阵，天剑老祖就带着天剑宗的几大院主追了过来。现在第7层已经通关，也对外开放了出来，并且如今的第7层已经不再是冰天雪地，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宫殿。又来晚了一步。天剑老祖眼睛里露出凶光，恶狠狠道：天剑老祖如今的修为已经无法再提升半步，能不能飞升成仙，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神秘的震天塔身上，他绝不允许任何外人接触震天塔。老祖，您不用太过担心，震天塔层级越高，难度越大，他们不可能闯过第8层的。每5年一度的震天塔试炼，天剑宗都会有弟子进入，等他们出来后，也会详细的给宗门汇报震天塔里的情况。所以震天塔里神秘女子所说的传承，大家都知道是需要闯到第9层才可以的。希望如此吧。见天剑老祖没说话，
天剑宗宗主叹了一口气，接上了话茬。不过他心里总是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毕竟前阵子就有人挟持了他这个大成期第3层的修士来解除镇天塔的幻阵，能挟持他的人修为最低也是大成期第5层。如果是大成期第5层的修为，又能够进入镇天塔试炼，那么能不能闯到第9层获得镇天塔传承，这还真不好说。万一被他获得了传承，那么整个天剑宗将受到极其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些年来，天剑宗的修仙资源都存放在镇天塔里，如果被人把塔偷了，那么整个宗门的财富也将会被搬走。而且一旦镇天塔试炼开启，存放在镇天塔里的奇珍异宝就会与世隔绝，想取都取不出来。只有等试炼结束，那些多年来积攒的修真资源才会重新出现。想到此处，天剑宗宗主就是一阵胆战心惊。第136章都是大成期妖兽。众人来到镇天塔第8层，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在广场的中心位置是通往第9层的传送阵。只见在广场里到处都是大成期的妖兽，足足有上百头之多。每个妖兽都是面目狰狞，盯着李阔等人，眼睛里露出嗜血的光芒。见到这么多的大成期妖兽，众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也太变态了吧！意思是要我们杀光这些大成期的妖兽爷爷们吗？设置镇天塔试炼的那位恐怕是脑子不正常。这叫什么试炼？这就是送死！妈的，合体期都打不过，让我们来打大成期！天剑宗的一众弟子立时怨声载道起来。不过好在这些大成期的妖兽虽然恐怖，但是都被阵法困住了，并不能出来攻击众人。在广场的最外围一圈是阵法之外的安全区，现在大家站在这里并不会受到妖兽攻击。华夏帝，您看现在怎么办？蓝曼珠没了主意，冷着一张脸转头询问李阔。他在见到这些大成期妖兽的时候就已经心灰意冷了。这种级别的妖兽，他们这点化神期的弟子都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还想闯过第8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不是你们宗主，你们不要什么事都问我。李阔冷声回答蓝曼珠。见李阔这么不负责任，一名天剑宗的弟子顿时抱怨道：如果不是您华夏帝强行带我们进来，我们或许在第7层就退出去了，现在可好了，进退两难，前进过不去，后退又没有返回第7层的传送阵。看到有人带头，其余天剑宗的弟子也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抱怨起来。是啊，您让我们给您寻宝，我们也都照做了。现在第8层都是大成期的妖兽，我们即使是想给您寻宝，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就是啊，进去也是死，你不如现在就杀光我们吧。杀不杀也活不成了，镇天塔试炼要1年才结束，到时候我们才会被传送出去，现在进退两难，我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这不得活活饿死，渴死，这可怎么办呢？咱们都是化神期的修为，只能坚持1个月不吃不喝，即使是合体期的修士，半年不吃不喝也受不了啊。难道要咱们在这里等上1年吗？晚死不如早死，省得最后受尽折磨也难逃一死，真是特么的倒了8辈子血霉了。好好的一个试炼弄成这样，呵呵，真是无语了。眼见众人越说越难听，龙三登时大怒，聒噪！话着话，龙三大手一挥，就把刚才那几个抱怨的天剑宗弟子全部扔进了广场之中。那几个弟子刚一进去，便被一众大成期妖兽抢食，现场碎肉横飞，场面惨不忍睹。剩下的10几个天剑宗弟子见状，顿时吓得浑身颤抖起来。谁再说一个字，这就是下场。龙三冷冷道，用眼睛扫视了一圈，见到天剑宗的弟子都低下了头，不敢目视自己，龙三这才消了点气，急忙给李阔用意念传音：老大，有把握吗？放心，这简直就是给咱们送了一堆宝贝，如果把这些大成期妖兽击杀，护界大阵就能达到1亿满灵力，到时候咱们在蓝星界便可以高枕无忧。你不要大意啊，老大，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妖兽绝非泛泛之辈，他们都有自己的血脉神通。如果是大成期第5层，我倒不是太担心，但是这里面可是有6层到8层的妖兽啊。放心，李阔说完，直接从储物戒指里换出了神龙剑。面对这么多大成期妖兽，空手对敌肯定是不行的。神龙剑是史诗级装备，在玄星界相当于灵气之上的仙气品阶，况且神龙剑还是由6件史诗级神龙套装合并成的一件，威力非常强大。随着李阔的召唤，神龙剑立时悬浮于李阔身前，巨型剑身陡然颤动了起来，散发着无尽威严。这是神龙剑的气灵感应到了李阔的杀意而兴奋的表现。只见李阔一把握住神龙剑，将体内灵力灌注于剑身之中，神龙剑随即发出了耀眼的金色光芒。一众天剑宗的弟子见状，惊得2只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这是仙气？这华夏帝到底是什么来头？不但一身修为强悍无比，手里竟然还有这种宝贝。华夏帝手里这把仙气，貌似比老祖手中那把看上去强大太多。玄星界的法宝对应游戏装备，法器泛蓝光，宝器泛紫光，
灵气泛晨光，而灵气之上则是泛金光的仙气，所以众人一眼就认出了李阔的法宝不同寻常。不理会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小弟弟，李阔直接施展体体向无形秘法隐了身，一个瞬移来到了广场之中。鬼影分身，李阔叫出分身，随即指挥着神龙剑斩杀场中的妖兽。分身虽然只有李阔一半的攻击力，但是分身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分身是由李阔的灵力外放而形成的，只要李阔灵力充足，分身就可以不死不灭。李阔融合了巫神血脉天赋，每秒可以回复自身 20% 的灵力，这种变态的回复方式使他的灵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就是李阔如果换成其他人，即使有分身他们也不会使用，毕竟分身极耗精灵力，有这些灵力还不如自己发动攻击，谁会舍得用这么多灵力浪费在一个只有自身一半攻击力的分身身上。吼！一众大成期的妖兽也感受到了李阔磅礴浩瀚的灵力，一个个发出雷鸣般的怒吼。火焰寂灭，李阔借助神龙剑的加成，直接施展了一个群体法术。神龙剑可以增加5倍的攻击力，再加上火焰寂灭的双倍效果，直接可以打10个亿。凡是生命值不足10亿的妖兽遇上就死。因为神龙剑6件融合以后，5件副装备是各自为神龙剑增加1倍的攻击力，而主装备气灵的效果则是忽视对方一切的防御力。也就是说，李阔打出多少伤害，对方就要承受多少伤害。所以单单就这一个火焰寂灭技能，就让场中的大成期妖兽死了1半以上，能活下来的都是身兼妖族秘法的一些特殊妖兽。第137章震天塔传承。能修炼到大成期的妖兽灵智并不比人类差，眼见李阔这么厉害，这些妖兽立刻一哄而散，再不敢靠近李阔。不过外面有阵法阻隔，这些妖兽想逃跑也逃不掉。时间不长，整个偌大的第8层广场就只剩下了3头妖兽，这是李阔故意留下的，杀光了妖兽就会开放震天塔第8层，到时候天剑老祖肯定又会追过来捣乱。天剑老祖有天山的阵法做辅助，实力非常强大，在天山的地盘上和他硬刚绝非明智之举。不过这一次如果能够得到震天塔的传承，相信天剑老祖肯定会愤怒到失去理智，到时候趁着天剑老祖不了解自己的实力，把他引诱出天山，直接斩杀，永绝后患。三哥，我去第9层看看，你在第8层看着这些天剑宗的弟子。李阔用意念给龙三传了一句话，随即钻进了传送阵中。此刻留在第8层的天剑宗众弟子们全都被李阔给吓傻了，他们没想到李阔竟然如此强悍，就连大成期第8层的妖兽都能斩杀，整个乌域大陆上还有谁是李阔的对手？这种强者让他们生不出一丁点的反抗之心。不过总有一些人自命不凡，即使他们知道李阔厉害，也是嘴服心不服。还有一些人因为性格使然，就算是心里惧怕李阔，但是嘴上也要说上几句，用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只听一个天剑宗的男弟子愤愤不平地说道：华夏帝这是什么意思？大家一路走来都在一起，现在到了最后关头，他自己去了第9层，留下3头妖兽，这不是故意阻挡我们吗？这男弟子说完，众人全都假装没听见一样，没人敢接他的话茬。感觉丢了面子的男弟子继续道：现在妖兽都被吓住了，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冲进去，趁妖兽还没缓过神来，一起闯进第9层。这种机缘可遇不可求，震天塔可是凌驾于仙气之上的无上法宝，如果能得到震天塔的传承，你们想想今后的修仙之路将会是何等的威风。你们忍心看着别人独享成果吗？如果大家都进入第9层，到时候谁拿传承各凭运气。如果得到了震天塔传承，大家以后完全可以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三爷，您觉得呢？这男弟子侃侃而谈一番，接下来把目标转移到了龙三身上，略有深意地瞧着龙三问：你说的貌似有些道理。龙三道：谢谢三爷夸赞。男弟子心中一喜，如果能把李阔和龙三离间成功，那么大家趁着混乱是完全有机会趁机获得传承的。那我们现在就闯进去吗，三爷？男弟子迫不及待地追问龙三。现在就进去，还有谁想和我们一起的？龙三说完，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其他天剑宗弟子，在场的10几个天剑宗弟子，你瞅瞅我，我瞧瞧你，一时间都拿不定主意。终于有一个长相颇为帅气的男弟子站了出来，说道：修仙之路本就是逆天改命，刚进震天塔时，那神秘声音也说过了，如果大家连这点胆量都没有，那以后还修什么仙？所以我同意闯进去。对，拼了！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我命由我不由天。好，我也去，不过还请三爷劳驾，在前面带路，最好是由三爷先击杀了这3头妖兽。说得好，由三爷击杀了妖兽，我们进去以后全部协助三爷获得传承。华夏帝不顾道义，故意留下3头妖兽阻拦大家，属实可恨。
他不配获得震天塔的传承。包藏祸心者，天地克诛，人亦克诛。见众人越说越激动，叶倾城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们叫嚣。他可是清楚龙三和李阔的感情的，这城主当初为了李阔，宁可破坏游戏规则，连游戏玩家都敢杀，而且还到处给李阔张罗美女，恐怕就连李阔他爸爸都不会对李阔这么好。你们以为就凭你们几句话就能策反了？况且这城主的人品也不值得信任啊！当初在游戏里骗游戏玩家的装备，可是让整个华夏区的玩家都见识到了他有多么的不靠谱。果不其然，就在龙三带着叫嚣的弟子走进传送阵以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弟子被妖兽残忍地杀害了。龙三之救下了最先带头闹事的那名男弟子，和他一起退了出来。这男弟子到了安全地带，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此刻还有些惊魂未定。大成期的妖兽果然厉害，进去就是被秒杀，那有什么机会靠近传送阵？谢谢三爷。男弟子捡回一条命，此时到了安全地带，急忙奉承龙三。你谢我干什么？龙三疑惑地瞅着男弟子。我谢三爷的救命之恩啊！你不用谢我，我救你只是不想你死在妖兽手里，因为我想让你死在我的手里。啊！男弟子一愣，随即强颜欢笑道：三爷，这种玩笑不要开啊！我现在还被妖兽吓得肝胆俱裂呢，您就别再吓我了。谁他妈吓唬你了？我像是开玩笑吗？龙三登时变脸，我特么不但要让你死，我还要折磨够了你，再让你去死。说完这句话，龙三一伸手就卸了男弟子的2条腿下来，扔进广场中喂了妖兽。我让你不好好待着，就想着进去给我老大捣乱，妈的！骂完了男弟子，龙三就闪身进了阵法之中，去收集那些死亡弟子的储物戒指去了，只留下那男弟子躺在地上痛声哀嚎。李阔来到第9层以后，只见第9层是一个宽敞的大殿，大殿的地面上铺满了碎裂的晶石，这些晶石散发出来的灵力已经蕴含着一丝天地法则的韵味了，想必是来自上界的修炼石。在大殿的中心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板，石板上刻画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符文，而且这些符文李阔竟然全部都能看懂。这是传承！李阔忍不住低呼一声。没错，这就是震天塔的传承。这个时候，一道倩丽的身影忽然出现在李阔的背后。李阔一惊，急忙转身查看，只见一个相貌倾国倾城的年轻女子，身穿一袭黑色的衣衫，正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第138章神魂夺舍之战。突然出现的女子让李阔大惊失色，他渡劫期的修为竟然都没能发现女子是何时出现在自己背后的。你是谁？李阔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他在这女子身上感受到了恐怖的灵力波动。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女子苦笑一声，只要你把精血滴到传承塔上，你就是震天塔的主人，你自然会明白一切。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李阔疑惑一笑，如果有危险，你刚才已经死在我手中了。女子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神态，看不出悲喜。你说的貌似有些道理。李阔咬了咬牙，不再迟疑。整个震天塔第9层中就只有他们2个人，既然女子都这么说了，看来她不会出手对付自己。震天塔是无上至宝，况且里面还存放了天剑宗多年搜集而来的宝贝，现在都已经来到了第9层，震天塔他必须拿下。在传承石板的中心位置有一个迷你版的小型震天塔，只有8掌大小，这就是传承塔。只要把精血滴在上面，震天塔就会变成李阔的法宝。李阔唤出神龙剑，把自己的手指割破，急忙施展体香无形秘法隐了身，随即一个瞬移来到了传承塔旁边，把手指放在传承塔上方。李阔的血液顺着割破的手指滴到了传承塔上，只见金光一闪，迷你版的震天塔化成一道流光，钻进了李阔的眉心。而石板上刻画的那些符文也犹如活了一般，全部脱离石板，变成金色的符文也争先恐后地钻进了李阔的眉心。石板上的符文虽然多，但是整个过程也只是持续了10几秒的时间，李阔便把这些符文全部吸收。这时候，李阔只感觉自己眼前画面一转，人已经来到了一处虚无空间。之所以说是虚无空间，是因为这里入眼处没有任何物体，就连脚下也是踩在虚空之中。李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女子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那女子立刻对他发动了攻击。容不得李阔多想，他第一时间也挥出神龙剑，照着女子就是一记半月斩。操！李阔大惊，因为他发现自己打出的半月斩竟然连女子的防御都没有破开。用神龙剑打出的半月斩可是足足有10个亿的灵力攻击啊！不过更加令李阔惊讶的还在后面，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说不了话了。刚才那一句口头语竟然只是在意识里骂了出去，他发现自己的嘴巴并没有张开。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在梦境之中，虽然什么都清楚，但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甚至连开口说话都不行。此时
他整个人就好像是用意识在战斗。李阔没能对女子造成伤害，但是女子的伤害却实实在在打到了李阔身上。李阔融合了巫神重体，体质非常强大，足足有100亿的生命力。但是女子的一记全力法术打出来，就打掉了他900多亿的生命力，堪称他妈的恐怖。这一记攻击就足够李阔死上9次了。随着女子的攻击砸到李阔身上，他顿时倒飞出去，浑身犹如散了架一般。不过很快，这种疼痛的感觉便消失了，因为李阔触发了巫神降临，直接涅槃重生。反观女子，直接被巫神反噬，反弹了9兆加伤害，1兆等于1万亿。这不可能！在女子不甘的惊恐声中，女子的身影顿时消失不见。眼前画面又是一转，李阔重新回到了震天塔第9层。这时候，李阔才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完全全获得了震天塔的传承。现在震天塔已经是他的法宝了。看着缩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的女子，李阔登时大怒：“你好大的胆子！刚才若不是李阔触发了巫神降临，现在眼前这名女子恐怕已经变成了他的主人。不过现在结果恰恰相反，李阔获得了胜利，如今已经变成了这女子的主人。现在他可以随意掌控这女子的生死，因为这女子就是震天塔的特殊器灵。继承了震天塔，李阔现在已经明白了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这女子乃是来自神界的一名妖皇，本体是一只拥有珍贵血脉的凤凰。很多年前，神界发生诸神之战，他的真身在那一战中被毁灭，并且被对手用神界至宝镇妖塔镇压，试图把他在镇妖塔中炼化成虚无。镇妖塔便是现在的震天塔。不过他的修为在神界也算是最顶尖的存在，自然不会轻易认输。在这紧要关头，他利用自己的无上神法，愣是硬生生燃烧了大量寿元，撕裂神界的界面禁锢，破开虚空，连同镇压自己的神界至宝镇妖塔一同逃遁到了下界。每个界面都有天道法则的界面禁锢，上一界的人并不能轻易来到下界，不然每天都会被天道法则攻击，修为会慢慢的变弱，直到降低到这一界面可以承受的最高级别渡劫期。而且在下界没有神力可供吸收，寿元也将会慢慢减少。女子身为神界妖皇级别的人物，虽然已经修炼了很多年，但是诸神之战已经让她耗费了大量寿元。当她发现这一问题以后，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寿元问题，等不到修为降低到渡劫期，她便会因寿元耗尽而死，彻底在宇宙中消散。所以无奈之下，她便吞噬了震天塔的器灵，把自己硬生生炼化成了震天塔器灵。这样一来，她不但可以保证寿元不再减少，而且修为也不会再继续变弱，完全摆脱了天地法则的掌控。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坏处，那就是他这辈子都不能再走出震天塔一步了。不过他身为神界妖皇，自然有自己的手段，那就是想办法把器灵转换。所以他才会设下震天塔试炼，意图把乌域大陆的修士吸引进来，让修士来到第9层，然后接受震天塔传承。当修士接受了震天塔的传承以后，他便在这紧要关头用自己的神魂对修士进行夺舍。夺舍成功，他便会以修士的身份成为震天塔的主人，然后走出震天塔。而被夺舍的修士将会变成震天塔新的器灵，永远被封印在震天塔中，成为他的法宝器灵。不过震天塔身为神界至宝，器灵虽然被毁，但是也有自己的神通。为了阻止妖皇女子的意图，震天塔原本的器灵用尽自己最后一丝执念，强行改变了妖皇女子的试炼规则，所以才会出现只有25岁以下的年轻弟子可以进入震天塔试炼这种规则，并且把妖皇女子强行封印在第9层，不让她出去帮助修士闯关。震天塔里镇压的妖族无数，虽然是在下界，妖族会因为天地法则而降低修为，但是这些妖族的实力仍是不容小觑。一个真实年龄不超过25岁的修士，想要击败一众合体期甚至是大成期的妖族来到第9层，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这样一来，也就相当于把妖皇女子永远封禁在震天塔之中了。第139章，以后就狗道成神。如今妖皇女子夺舍失败，已经彻底变成了震天塔的器灵。李阔虽然生气，但是也不想再为难他。你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李阔问道。我只是神魂受创，吞噬几个低级妖兽的魂力就可以恢复如初。好吧，第8层就有几头大成期的妖兽，你和我下去吧。李阔说完，自行在前面带路。忽然他又停下脚步，问道：你的神魂可以夺舍，也就是说你以后还可以继续夺舍别人？我只有那一次机会，因为当初震天塔是无主之物，我才可以进行夺舍。如今震天塔已经变成了你的法宝，以后我都不能再用神魂夺舍了。你身为神界妖皇，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留有一些特殊手段？你可以自行查看脑海里的震天塔信息确认，用神识进入脑海中的玲珑宝塔便可。李阔急忙照做，经过一番查看，果然如女子所说，这女子现在已经彻底变成震天塔的器灵了。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女子有些不满地问道。
叫主人！李阔眼珠子一瞪，怒斥道：“女子身为神界妖皇，走到哪里都是被人尊敬崇拜，何时受过这等气？”不过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李阔的奴仆，心里虽然还有些不能接受，但是也不敢反驳李阔。主人！女子用很不自然的声音喊出了口。哼，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害人终害己。李阔训斥了女子一句，带着女子走向第8层。李阔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其严肃，但是心里却是早已经乐开了花。妈的，这次赚大了！先不说这么厉害的妖皇变成了气灵，这气灵的强大程度如何？就是这妖皇的修为，也是让李阔一阵心惊肉跳。在乌域大陆上修行，如果突破1亿灵力，就会飞升仙界。在仙界，1亿灵力是真仙境界第1层，2亿灵力是真仙第2层，一直到第9层。真仙上面是天仙，灵力突破10个亿，便是天仙第1层。再往上是太乙玄仙、大罗金仙。太乙玄仙第1层100亿灵力，大罗金仙第1层1000亿灵力。等修炼到大罗金仙第9层，便有9000亿加灵力。而等突破了1万亿灵力，也就是1兆灵力，便可以飞升神界，羽化成神。这妖皇虽然因为诸神之战导致修为受损，但是现在可还是实实在在的大罗金仙第1层，一身修为足足有1000亿灵力。李阔有双修功法天地诀，如果以后和妖皇双修，那么一晚上就可以增加1亿灵力。而且妖皇长相倾国倾城，比巅峰9还要美上几分，这简直就是两全其美。用天地诀修炼增加的灵力，还不会引来天劫。这么一算，李阔心里就再也不能镇定了。1000亿灵力双修，每天增加1个亿灵力，最多只需要1000天，也就是不到3年，李阔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变成大罗金仙。而且用天地诀双修，妖皇的修为每天也会持续增加，到时候双修一次，可就不单单是增加1个亿灵力了。等到李阔变成大罗金仙第1层的时候，妖皇最起码也是第2层了。到时候继续双修，每天稳稳当当的可持续增长修为，最多也就是3年蹦1级。哈哈哈，别人修仙累死累活，我这以后只需要每天吃软饭就行了，只要假以时日，早晚成神。这样一来，完全不用冒险去仙界增加修为了。以后就在乌域大陆上苟着，苟成仙界第1强者，再苟成神界最顶尖的存在，然后再飞升，那不香吗？哈哈，李阔心里美滋滋的，很快就带着妖皇来到了第8层。现在震天塔已经变成了李阔的法宝，他已经关闭了震天塔所有的通道，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震天塔。就连天剑宗辛辛苦苦掌握的前几层也都被李阔关闭了，并且把天剑宗这些年来存放在震天塔里的修仙资源也一并占为己有。如今的第8层只剩下了2个天剑宗的弟子，一个叶倾城，一个蓝曼珠。而且蓝曼珠现在整个就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模样。李阔一惊，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见到李阔，龙三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李阔面前，抱住了李阔，喜极而泣。哈哈，老大你终于回来了，你可是想死我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死掉的。李阔有些懵逼，死什么死？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就证明我安全的很。如果我死了，你还活得了吗？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三哥呀，我这就走了一会儿的功夫，你至于这么激动吗？老大，你不会是被阵法困傻了吧？龙三愣道，你可是消失了10个月了啊。我有好几次想要进第9层去找你，可是第9层的传送阵已经不允许别人进去了，所以咱们已经有10个月没有见面了啊。李阔闻言也是一愣，随即转头看向了妖皇。哦，忘了告诉你了主人，当初神魂夺舍你的时候，那是在神魂空间，时间差不一样。妖皇脸上一红，怕李阔找他晦气，他急忙转移话题，指着场中的2头大成期妖兽道：主人，我可以吞噬这2头妖兽的魂力吗？如果吞噬了他们，我就可以恢复如初了。可以，去吧。李阔同意了妖皇的请求。妖皇收到命令以后，立刻施展术法，只见一团火焰包裹住2头大成期的妖兽，一眨眼的功夫，那2头妖兽就已经化成了飞灰。而此刻的妖皇也已经不再是虚弱的模样，整个人容光焕发起来。龙三被妖皇所释放出来的强大妖力吓了一大跳，胆战心惊地问李阔道：老大，这位姐姐是什么来头？即使狠如龙三，这时候也不敢在妖皇面前张狂，直接称呼为姐姐。虽然龙凤都是妖族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妖族最重视血脉。妖皇身为神界的顶尖高手，凤凰血脉的高贵程度自然不是龙三可以比拟的。回去慢慢和你说。对了，蓝曼珠小姐怎么变成这样了？李阔疑惑地瞧着蓝曼珠，问龙三道。龙三先是跑到妖皇面前躬身施了一礼，这才回来告诉李阔：老大，这10个月来没吃没喝的，他自食同门，所以变成了这副模样。你没见少了一头妖兽吗？那是被我杀掉了。我和叶小姐天天吃烤肉，我没给天剑宗的弟子吃。不过我和叶小姐也早就吃腻歪了，
咱们抓紧出去吃点新鲜的吧。哦，李阔点了点头，恍然大悟。不过这龙三貌似对叶倾城的态度有所转变啊，再不是刚开始那样随意辱骂了。想了想，李阔就想明白了。龙三和叶倾城在一起10个月，人家天天给他烤肉吃，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整天奴婢奴婢的喊了。毕竟以叶倾城的智商，经过10个月的相处，想要和龙三变成朋友，这对他而言并不是难事。第140章10万妖族。把龙三收进戒指空间，李阔闪身出了震天塔。一出塔，他就把震天塔收了起来。如今的震天塔已经变成了李阔的法宝。只见他意念一动，偌大的震天塔瞬间变化成一道流光，钻进了他的眉心之中。而震天塔原来摆放的位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偌大的空地。空地上站着李阔、叶倾城、蓝曼珠3个人。就这李阔收起震天塔的同一时间，一道精纯凶猛的剑气猛地朝他射来。轰！剑气的速度之快，就连李阔这种渡劫期的修为都没能捕捉到灵力轨迹，剑气便已经击中了李阔。咔嚓！李阔身形一颤，脸色瞬间涨红起来，喉头更是涌动了几下，但最终却什么都没吐出来。紧接着，一股强大的灵力瞬间笼罩住李阔全身。这股强大的灵力让李阔感觉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威压，似乎现在只要他稍微有点异动，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将他撕碎，碾成粉末。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痛苦。而更加恐怖的是，他体内的灵力竟然在飞快流逝着，就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着，在不停地吞噬着一样。就连巫神血脉的回复量，竟然都不足以抵挡灵力消耗。这是阵法！李阔心中一惊，他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自己这是被天剑宗用阵法给困住了。想必这10个月来，天剑宗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震天塔周围布置了最强阵法，以免自己逃脱。能挡住我最强一击不死，你果然有些本事。随着话音落地，半空中便出现了一名老者，满头白发，双目血红，正是天剑老祖。李阔现在丝毫不敢分神，也没有理会天剑老祖说些什么，在心中暗骂：妈的，阵法这玩意果然牛逼！就刚才天剑老祖打出的那道剑气的强大程度而言，依靠阵法的加持，最起码有80亿灵力攻击，若不是李阔体质强横，足足有100亿的生命值，这一下就能要了他的命。而且最令他惊骇欲绝的是，巫神反噬竟然没有反死天剑老祖。这并不是证明天剑老祖有8000亿生命力，这证明在这阵法之中，巫神反噬没有产生效果。这么一来，巫神降临也不会产生效果，死了就 TM 直接嗝屁朝凉。李阔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惊胆寒？只见李阔脸色越来越惨白，眼睛里更是浮现出了惊慌失措的神情。但是他此刻一点都不敢动，甚至连使用意念都不行，因为他只要卸掉灵力防御，在使用意念的同一时间，自己瞬间就会被阵法强大的威压撕碎。噗嗤，噗嗤！忽然2口鲜血从李阔口中喷出，他脸上露出痛楚绝望的神色，因为他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马上就要耗尽，到时候没有了灵力抵御，阵法威压瞬间就会把他撕成碎片。李阔紧咬牙关，双目赤红起来。就在他的灵力再也不足以抵抗阵法威压之际，忽然他浑身的肌肉都鼓胀了起来。砰！李阔体表爆射出璀璨夺目的金光，此刻他整个人好像被镀了一层金边一样，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肤上都布满了一圈金纹，而且金纹的密度越来越多，越来越亮，宛如实质一般。这时候，一股力量从李阔的皮肤上爆发出来，硬抗阵法威压。这股力量就好像来自于地狱中的恶魔，带着毁灭一切的霸道。紧接着，李阔体表的金芒忽然炸裂开来，化作一团团金色火焰，疯狂燃烧了起来。一股灼热的气浪向四周扩散而去，李阔身上的皮肤瞬间被灼烧焦黑，寸寸碎裂，而后竟然新生出了古铜色的肌肤。他现在就像是刚脱胎换骨一般，身体皮肤变得完美无瑕，更是充斥着极强的爆发力。而在金光渐渐消散以后，李阔的身影已经从原地消失不见。这是什么情况？见到这种情况，天剑老祖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而现在的李阔已经回到了戒指空间，不过此时他还是有些心有余悸，大口喘着粗气。这次能够死里逃生，完全是因为巫神重体这个天赋救了他一命。巫神重体的最大妙用就是可以硬抗阵法威压，硬抗天地法则。当初系统也提醒过他，有巫神重体天赋就完全不用担心雷劫。而且李阔惊奇地发现，经过这次体质的涅槃，自己全身的肌肤不但变成了充满爆发力的古铜色，而且巫神重体也已经不再是提升3倍体质，而是又多提升了很多倍。因为他现在的生命力已经变成了200亿，突破了天道法则的禁锢。要知道，在巫域大陆上，其他渡劫期的修士在这个阶段
也就只有10亿的生命力。因祸得福了，李阔松了一口气，呵呵一乐。龙三就在戒指空间里等着回蓝星界呢，见到李阔又回到了戒指空间，他心中疑惑，立刻向李阔询问情况。在李阔说明白了目前的处境后，龙三提议道：“老大，咱们虽然对阵法一窍不通，但是震天塔里不是住着妖皇大人吗？他是来自神界的神皇凤祖，或许咱们可以找妖皇大人帮帮忙。”同为妖族，龙三在心里对妖皇非常的尊敬，即使是在私下里，他也从来不肯说一句妖皇的坏话。李阔点了点头，认同了龙三的观点，随即唤出震天塔，摆放在了戒指空间。震天塔是李阔的法宝，可大可小，设置好合适的大小后，李阔带着龙三走进了震天塔。现在震天塔有了主人，元气灵的禁锢失效，妖皇也不用整天待在第9层了。在他感受到了李阔进入震天塔后，第一时间就现出身形，来到了李阔面前。李阔立时和妖皇说明了来意。妖皇听完李阔的叙述后，眼露不屑之色，道：“主人，难道你一直没有查探震天塔吗？”李阔一愣，问道：“震天塔不就是一个空间法宝吗？”妖皇恨铁不成钢地说道：“震天塔可是神界至宝，在神界又叫镇妖塔，里面可是封印着数十万妖族。虽然震天塔被我带到下界，很多妖族已经身陨，但是据我感应，应该还有10万头妖族强者，他们可都是神界的妖族大能。虽然他们不能和我一样变成气灵保持修为，都已经遭受到了天地法则的轰击，但现在最起码也都是这个界面的最强者，都是渡劫期的修为。”李阔一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请教他们？他们里面有阵法大师吗？”妖皇道：“谈何请教？你得到了震天塔传承，这些妖族的生死都在你一念之间，你已经是他们的主人了。而且这种低级阵法也不需要费尽心思去破阵，你直接把镇妖塔里这10万妖族强者带出去，他们一同出现，强大的灵力波动聚集起来，直接就能把阵法撑爆，让阵法灰飞烟灭。”第141章，这不牛逼大了吗？10万妖族全部被封印在震天塔第8层的强体壁画中。李阔和妖皇来到第8层以后，直接破除震天塔对妖族的封印，只见一股股强大的妖气冲天起，瞬间便笼罩住了整个偌大的场地。紧接着便有一团团黑色雾气出现，每一团雾气散尽，便会多出一头妖兽。时间不长，李阔眼前已经出现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妖兽，一望无际。这些妖兽刚出现时都是使用的本体，随后便全部幻化成人形，一脸茫然地站在场中。这时候，妖皇突然对李阔说道：“主人，你感受到了吗？他们现在都已经是你的奴仆了，你可以用意念随意控制他们的生死。”震天塔是李阔的法宝，李阔自然有所感应。李阔挑了一头看上去非常不顺眼的妖兽，意念一动，那妖兽身体立刻自爆，形神俱灭。这一番操作只把众妖兽吓得手足无措，他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集体躬身，齐声道：“还请主人息怒。”李阔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了这10万渡劫期的妖兽大军，征服乌域大陆指日可待。主人，有一件事，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这时候，妖皇微微蹙眉，扫视了众妖兽一番，对李阔淡淡说道：“你有话尽管说。”妖皇眯了眯眼睛，说道：“这些妖族大能都是修炼了几万年的老滑头，灵智非常人可比。你虽然可以随意掌控他们的生死，但是他们若是同时为难你，你恐怕也会凶多吉少。你如果死了，他们便能获得自由，不再受你控制。我想这些妖兽里大部分都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已经从不少妖兽的身上感受到了杀意。”李阔听完妖皇的话，心中也是一惊。如果10万头渡劫期的妖兽一同攻击他，那还真不是闹着玩的，即使他命再硬也扛不住。现在这些妖兽之所以这么老实，恐怕并不是因为自己能随意击杀他们，而是他们惧怕妖皇这个大罗金仙。毕竟妖皇身上给他们带来的威压非同小可，即使他们现在想动手，妖皇一个念头就能禁锢住这10万妖兽，让他们全都不能动弹分毫。李阔对妖皇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随即问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现在震天塔吸收了李阔的精血，已经变成了他的本命法宝，如果李阔死亡，震天塔也会直接碎裂，那样一来，身为气灵的妖皇也难逃一死。所以李阔相信，妖皇现在除了帮自己以外，没有其他的后路可走。主人还需要和他们签订灵魂契约。妖皇略微思索了一下，对李阔说道：“签订了灵魂契约以后，如果李阔死亡，这些妖兽全部都要一起陪葬。这样一来，即使有一些心怀鬼胎的妖兽想要对李阔不利，恐怕他的同伴为了自己的性命，也会第一时间将他击杀。”李阔重重的点了点头，他非常赞赏妖皇的深谋远虑。他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一些电视剧或是电影里，可是经常会出现这些剧情。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的妖兽自由惯了，他就不想活了，和你一命换一命，这怎么办？还有一些智商高的妖兽，故意怂恿那些傻子妖兽过来搞你，这怎么办？
退一万步讲，如果和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挂钩，他们肯定也会拉帮结派，倒行逆施。以后自己这个华夏大帝，就算是累死，也管不过来这么多的老怪物。所以，李阔急忙对妖皇说道：“如果要签订灵魂契约，还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才行啊！我自当为主人效劳。”妖皇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斩钉截铁地说道。打定了主意，李阔和妖皇商议了一番，以免这些妖兽狗急跳墙，他们决定分批突破。毕竟，如果签订了灵魂契约，这些妖兽的修为便不能再提升一步，将会永远定格在渡劫期。这不是这些妖兽们随随便便就能承受的事情。而且签订了灵魂契约，主人死亡，他们就会陪葬。这样一来，他们便彻底失去了任何自由，变成了最低下的奴隶，终生只能为自己的主人服务，一辈子只能以主人的利益为主，自己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震天塔的每一层都由李阔控制，在震天塔里，李阔不开放通道，这10万头妖兽就只能待在第8层。只有妖皇可以去其他的塔层，因为他是器灵，所以李阔和龙三直接去了第9层，把妖皇这个大罗金仙留在了第8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李阔和龙三就在第9层里等着给妖兽们做思想工作。时间不长，妖皇就带着10头妖兽来到了第9层。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外加各种威逼利诱以后，这10头妖兽耷拉着脑袋和李阔签订了灵魂契约。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不想死。随后，妖皇带着这10头签订完灵魂契约的妖兽，直接去了第7层，把他们和第8层的妖兽分开，以免他们相互之间通气。接下来，妖皇又带着10头妖兽来到了第9层，旁边有一个大罗金仙盯着。这些妖兽知道自己势单力薄，想要合力击杀李阔也是不可能，所以很快这10头妖兽也和李阔签订了灵魂契约，被妖皇给带到了第7层。老大，这就跟着签入职合同一样的啊！龙三中心乐开了花，嘿嘿笑道：“老大呀，以后可以让我管理这些妖族强者吗？”“当然是你管，我还要用天地诀修炼，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收到收到，谢谢老大。”哇哈哈！龙三此刻心中激动极了。先不提以后出门带着几个来自上界的妖兽强者当保镖，那种拉风程度如何？如果带着100头渡劫期的妖兽去搞宝贝，那他们整个乌域大陆谁敢不乖乖的？这不牛逼大了吗？龙三越想越激动，在第9层来回挪步，一张大脸更是憋得通红一片。这时候，妖皇又带着10头妖兽上来了。这一次的妖兽里有2个硬骨头，说什么也不妥协。在妖皇击杀了他们以后，剩下的8头妖兽顺利的和李阔签订了灵魂契约。第142章统一蓝星界。足足用了2天的时间，李阔才把10万妖兽安排完毕，全部和他们签订了灵魂契约。这中间有不少不妥协的，都被妖皇斩杀了。数了数，现在一共有10万140头妖兽，全部都是乌域大陆最顶尖的存在，渡劫期的修为。接下来便是破阵了。意念一动，李阔再一次出现在阵法之中，没有一刻犹豫，他立刻放出10万妖兽。轰！10万渡劫期的妖兽同时出现，瞬间阵法便被直接撑爆。阵法就像是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灵力威压就是塑料袋里的气体，只靠李阔自己，他那点灵力在阵法这个塑料袋里泛不起一点波澜。但是10万渡劫期的妖兽同时出现，足足有10兆灵力威压，这个塑料袋想不爆都不行。此刻天剑宗偌大的天山上遍地都是妖兽，恐怖的灵力威压直接压得天剑宗众修士无法呼吸，大成期以下的修士更是直接匍匐在地，连站起来都困难。天剑老祖也是第一时间就跑路了，哪里来的如此之多的渡劫期妖兽？就算是乌域大陆的妖族集体出动，也没有这么多强者啊！吓煞我也！天剑老祖这时候已经瞬移到了几千公里以外，虽然他依靠天山阵法可以发挥出强大的能量，但是妖兽太多了，恐怕他刚刚击杀完一头妖兽，自己就会被其余的妖兽吞掉。他一身修为来之不易，不跑怎么行？破掉了阵法以后，李阔没有滥杀无辜，把妖兽收回震天塔，他就准备回蓝星界。这时候龙三说道：“老大，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把叶倾城抓回来。”龙三是大成期第8层的修为，神识非常强大，只是用神识简单扫视了一下，他就发现了叶倾城的所在。此刻的叶倾城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等着和天剑宗宗主之子结婚呢。下一秒，叶倾城就被龙三带着飞回了蓝星界。蓝星界目前的护界大阵足足有1个亿灵力，外面的妖兽根本进不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而经过这么久的发展，蓝星界里面的妖兽也已经被游戏玩家们屠杀殆尽，只剩下了一些性格温顺的野兽，比如野兔、梅花鹿之类的。回到蓝星界，李阔直接把震天塔放到了原来孤独城的位置，因为这里正好是整个蓝星界的中心。随后，李阔便命令龙三带着1万头妖兽去接管蓝星界的所有城池。现在手底下人马多了，是时候过过当皇帝的瘾了。
1个月后，所有的一切全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完毕。如今的华夏帝国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皇朝。华夏帝国一共有65座城，每座城里都被李阔安排了2头渡劫期的妖兽，一个当城主，一个当副城主。至于每座城里的护城大阵，也都被李阔给破除掉了。如今所有城池都归属华夏帝国，有护戒大阵就行了，完全不需要护城大阵。以前的孤独城作为华夏帝国的都城，就叫华夏城。在华夏城的中心有一座高高耸立的宝塔，非常的威武霸气，这就是震天塔，也是华夏帝国的皇宫。除了华夏城这座都城池以外，游戏里64个大区的蓝星城都被李阔统一，分别以64卦象为城池命名。离着华夏城最近的，也就是原来的华夏区蓝星城，现在变成了前城。剩下的63座城池分别是昆城、屯城、蒙城、虚城、宋城、狮城、比城、小处、序城、吕城、太城、否、匹城、同仁城、大有城、千城、玉城、随城、古城、临城、关城、市科、河城、奔、毕城、波城、富城、吴望城、大处、序城、宜城、大过城、坎城、黎城、咸城、横城、顿城、大壮城、晋城、明夷城、嘉仁城、夔城、简、谢城、损城、义城、绝、怪城、构城、翠城、生城、困城、锦城、吉城、鼎城、镇城、艮城、建城、归妹城、丰城、吕城、训城、对城、换城、结城、中福城、小过城、季城、魏季城。因为李阔不懂外语，下令整个蓝星界书同文，车同轨，渡同治，行同伦，全部按照华夏国的文化来执行。65座城的城主每天上午9点钟来皇宫议事，留下副城主看家，说完了事，自己再顺一回去。议事大殿就在震天塔的第1层，如今已经被李阔改名叫紫禁宫。在震天塔的2侧还建造了10座气派的大宫殿，分列2旁，每一排5座。这是禁军营。李阔有100140头妖族手下，派出去当城主130头，还剩下101010头。6头男妖兽在紫禁宫当侍卫，4头女妖兽在紫禁宫当侍女，剩下的10万妖兽分成10组。这就是华夏帝国的禁军。10组禁军入驻10座禁军大殿，每一座里有1万禁军。每座禁军大殿上都有牌匾，用来区分每一组禁军。10组禁军以天干命名，分别是燕冯、詹蒙、柔兆、强羽、祝庸、突围、上章、重光、玄毅、朝阳禁军。震天塔第1层的紫禁宫，李阔设置的空间并不大。紫禁宫里只有1个大殿，大殿2侧是2个侧殿，一个给4名侍女居住，一个给龙三居住。在紫禁宫大殿的最上首是一张大龙椅，这是李阔做的。在龙椅的下手边是一张小龙椅，这是给龙三做的。李阔不来上朝，就由龙三主持朝政议事。其实修仙界也没什么是可议，李阔就是单纯的想过当皇帝的瘾。至于震天塔的第2层，被李阔打造成了一个偌大的后花园，里面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有山有水，宛如人间仙境。这是李阔给自己设置的游玩之地。震天塔的第3层则是李阔和他的侍女们居住的地方，包括妖皇也搬到了第3层，大家住在一起，干点什么事都方便。第2层和第3层的通道是开放的，侍女也可以去第2层，而通往第4层和以上层次的通道，李阔则是直接关闭了，因为他现在还想不起来要把另外的空间做些什么用。除了李阔和妖皇外，目前谁都不能去第4层。第143章上朝。皇宫建造好以后，李阔第一时间找到了妖皇，在李阔的要求下，2个人当晚就用天地诀来了一次双修。一番云雨过后，李阔和妖皇都增加了1个亿的灵力修为。如今李阔已经有2个亿的灵力，在乌域大陆上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第2天上午9点钟，紫禁宫和往常一样开始朝会。李阔因为昨晚灵力增加了1倍，心情大好，闲着没事，他今天也来了紫禁宫上朝。只见紫禁宫内65座城的城主分列2旁，站得笔直，眼观鼻，鼻观心，一脸肃穆，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龙三也是气派十足，正襟端坐在小龙椅上，等着李阔说话。反观李阔则是没点正经的斜躺在偌大的龙椅上，刷着蓝星界的游戏公屏。光明骑士，前程的巅峰公会，你们还属于人类范畴吗？我们联合刷内丹，你们屠杀伙伴，抢走全部胜利果实。巅峰老六，不服来前程打我呀！逼逼有用。光明骑士，明天我就去华夏城告御状，
希望到时候你的嘴还能这么硬。巅峰老六，快去快去，到时候看看谁先死。反正我们城主说了，谁敢在不通知他的情况下去都城找皇上，如果给他惹了麻烦回来，诛他们9族。钱多多，忍忍吧，其实朋友，你以为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我玩游戏时稳居金币排行榜第1名，一门心思赚钱，结果呢？结果灵石都被抢了。哎，我现在也当了雇佣兵接工会任务，天天去蓝星界外面打妖兽，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力才是一切啊！真他妈后悔，以前我就应该好好提升自己，而不是想着赚钱。王维然，咱们蓝星界这是被乌域大陆的妖族给统治了。据我所知，其实很多城主都是妖兽幻化成人的。大刀阔斧，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打听的别打听，不该知道的就算知道了也装不知道。风息一水寒。不过话说起来了，想起以前那个沙比孤独不苦，我就有点想笑。玩游戏打盟战的时候，他就天天装，我他妈就特别的看不惯他，呵呵了。而且那沙比以前不是说自己要当华夏大帝吗？怎么现在不敢出来装了？不知道几斤几两，这时候那沙比恐怕早就被妖兽给吃了吧。武玲珑，嘴巴放干净点。见到武玲珑发言，李阔猛地从龙椅上坐了起来。他和龙三在镇天塔里待了10个月，等回来时，皇宫的侍女和武玲珑等人都不见了踪影。或许是他们以为自己死了，都出去打妖兽了。毕竟在这个世界，实力才是王道，整天在皇宫里待着也不能增加修为。游戏公平。风息一水寒，你算个什么东西？武玲珑，敢这么和老子说话？你让老子找到你，老子让你知道老子的各方面能力都有多强。花飘零，二哥呀，人家可能还以为这是在游戏里呢，还把自己当富家女呢。呵呵，小女子，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王者。那个武玲珑，你要小心了啊！以前仗着那个沙比骗子，城主庇护你，拿着个城主令作威作福，你这是装习惯了，看不清形势了。花飘零，人家现在的华夏大帝可不用那一套了，城主令还有个鸡毛用，阵法都没了，谁还听城主令的？妩媚动人，风息一水寒，你感觉自己挺行了是吧？不就是遇见了个重伤的妖兽，吞噬了一个高级内丹吗？一个合体期第2层就把你狂成这样了，狂的没边儿了。风息一水寒，总比你们这些垃圾化神期强，不服吗？实话告诉你，老子早就想品尝品尝你这个小娘们了。李阔看到这里，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急忙给妖皇用意念传音：青妹，叫叶倾城下来。妖皇是镇天塔的器灵，镇天塔是李阔的本命法宝，所以他们之间也是可以用意念进行交流的。如今2个人有了肌肤之亲，李阔直接称呼妖皇为青妹。妖皇的本名叫姬青。时间不长，妖皇便开启了2层通往1层的通道。叶倾城来到了紫禁宫，站到李阔身边以后，李阔让他在游戏频道发消息，定位一下那个风息一水寒的坐标。叶倾城每天无所事事，也一直关注着游戏公屏的信息。他也看到了刚才的交谈，急忙发送消息：叶倾城，公屏好热闹啊喂！那位风息一水寒大佬，您修炼到合体期第2层了吗？膜拜膜拜。风息一水寒，好说好说，哈哈，有叶总这样的大美人膜拜，搞得我这心里痒痒的。叶倾城，既然如此，那小女子可否请大佬吃一顿便饭，交个朋友？风息一水寒，可以啊，我正好刚刚打完妖兽回来。你在哪个城呢？叶倾城，我在华夏城啊。风息一水寒，都城。好吧，我现在就传送过去。孙猴子，大佬们吃饭，我可以去围观吗？自从回到蓝星界，统一了所有城池以后，李阔就让龙三抓来阵法大师，在各个城池之间都建立了传送阵。传送阵维持运转需要消耗灵石，而使用传送阵传送也需要花费灵石。经过核算，李阔发现传送阵每天收入的灵石足足比消耗的灵石要多1倍。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为居民们提供便利，还能为华夏帝国增加一笔收入，简直是一举两得。毕竟前期建造传送阵没有投入资金，那些建造传送阵的阵法大师都是被龙三强行抓回来的，没有人工费，甚至连建造传送阵的材料也都是这些阵法大师自愿提供给华夏帝国的。给风息一水寒下完了套，李阔说道：华夏城城主何在？回禀陛下，微臣便是华夏城城主。一个60多岁模样的老者从队列中站出来，跪倒在了大殿上。平身吧。既然要过当皇帝的瘾，李阔给这些妖兽大臣们设定的规矩自然不少。首先便是统一朝服，进门3呼万岁，其次就是汇报事情都要跪下禀报，不让他们平身就不允许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规矩，反正都是李阔从电视剧里学来的。第144章打板子。你跟着叶小姐去把侮辱你们伟大的皇帝陛下的那位抓回来。李阔对华夏城城主下达了命令。遵命。华夏城城主
和叶倾城一同走出了紫禁宫。时间不长，风息一水寒就被抓了回来。看着跪在大殿之上的这名20多岁男子，李阔问道：“你认识我吗？”玩游戏时，李阔就一直戴着面具，此刻他身穿龙袍，况且他身为皇帝，自然会让人无形中感受到一股威严。风息一水寒胆战心惊地摇了摇头，他根本就没见过李阔。不认识？李阔戏谑问道。不认识就给我拖出去打！李阔脸色一变。门外侍卫闻言，立刻走进殿中，把风息一水寒押了出去。我认识了，您是皇帝陛下呀！风息一水寒被打得哀牙咧嘴。给我继续打，打到响起来为止。随着李阔的命令，殿外又是阵阵惨叫声传来。风息一水寒虽然不认识李阔，但是李阔认识他。当初在江山血盟第一次参加盟战，就是这小子诽谤李阔没出力，从那时候两个人就结下了一点梁子。不过那时候李阔比较强大，他不来招惹李阔，李阔也没搭理他。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记仇，现在有了点实力，立刻就想要报复李阔。如果李阔没点本事，那遇见他还不得让他给搞死。紫禁宫的这6名男侍卫也很专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灵气法宝，都是一根大棍子。这是李阔派龙三从玄心界大光明寺抢来的镇寺法宝，专门负责用来打板子的。2名打板子的侍卫下手也很有分寸，每打一棍子下去，风息一水寒的修为只掉一层。10几棍子下去以后，风息一水寒已经变成了元婴期。我想起来了，求求皇帝陛下不要打了。您是妖族的妖王陛下，您是玄心界的皇帝王者。风息一水寒被打得乱喊乱叫起来。时间不长，侍卫便跑进来回禀道：“启禀陛下，对陛下大不敬的罪犯已被杖毙于殿前。”好了，退下吧。李阔大手一挥，随即又道：“退朝！”众大臣一起拜倒在地，齐声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阔领着叶倾城来到第2层，在后花园中一边走一边说道：“你在游戏频道联系一下武玲珑他们几个，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回皇宫。另外，看你今天的表现很好，今晚就给你个机会，你来侍寝吧。”叶倾城是李阔的奴婢，不敢违背李阔的命令，红着脸道：“遵命。”到了晚上，叶倾城按照指定时间来到了李阔居住的地方。今天他还特意打扮了一番，看上去更加美丽动人。他自己心里也想通了，既然逃避不了，那就只能好好享受生活了，这就是他的命。一夜无话。第2天睁开眼，李阔和叶倾城的修为都增长了20万加灵力。叶倾城的修为更是直接从化神期第2层蹦到了化神期第4层。他还是头一次遇见这么神奇的事情，这可比打妖兽修炼要快得太多了。皇上，今晚还让臣妾来伺候你吧。一大清早，叶倾城就红着脸拽着李阔的胳膊不撒手。这一夜的时间，他的修为直接蹦了2层，任谁也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李阔也早就定下了规矩，凡是被他宠幸过的女人，又自愿跟在他身边的，就是皇妃，可以得到整个华夏帝国的尊重。所以叶倾城才称呼自己为臣妾。今晚不行了，小叶，今晚我也得去吃软饭。李阔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你堂堂皇帝吃什么软饭？叶倾城心里疑惑，也不知道李阔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没敢问。李阔来到紫禁宫上朝，大殿中已经站着2名女子了，正是武玲珑和妩媚动人。见到李阔，武玲珑兴奋道：“原来华夏大帝真的是你，不是看见你坐在龙椅上，我是真的以为蓝星界被妖族入侵了。”李阔呵呵一笑，随即宣布退朝。等众城主都退出去以后，李阔这才问道：“武媚娘怎么没来？”这句话问完，只见武玲珑和妩媚动人脸上都露出悲伤的神色。时间不长，妩媚动人道：“小妹去天堂了。”啊，怎么回事？几个月前我们出去打妖兽，小妹不幸呗。说到这里，妩媚动人再也说不下去了，眼睛里已有泪光闪现。放心，等我腾出手来，我就把乌域大陆剩下的5界全部统一。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吧。武玲珑这时候插话道：“开心的事也有啊。”李阔呵呵一乐：“现在我这皇宫也建造好了，这几天正准备选皇妃呢，不知道2位有没有想法？”妩媚动人最近吃了不少苦，早就想找个强大的男人保护自己了。见李阔这样说，他心中欢喜，立马就应承了下来。武玲珑则是尴尬说道：“这1年来你不在蓝星界，我找了个男朋友，他对我很好，这次他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来的华夏城的，他现在就在殿外呢，你要不要见见你这个妹夫？”“你有男朋友了？”李阔一愣，忍不住脱口而出。他和武玲珑感情最深，早已经内定了武玲珑当他的女人，没想到竟然被别人钻空子了。这时候龙三怒道：“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杀了不就没有了吗？”武玲珑闻言登时大惊失色。这龙三性格古怪，说得出口他就做得出来。李阔瞪了龙三一眼，
随即对武玲珑笑呵呵地说道：“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吴总？他一直在追求我，前天他为了我，差点就被妖兽杀死了。我前天答应做他女朋友了。这么说，应该还没发展到更进一步。”李阔心中若有所思，武玲珑对自己绝对没得说，就那个风息易水寒在游戏公屏骂自己，也是武玲珑出头对他的。况且他们都以为自己出了意外，能为一个死人出头，可见武玲珑心中绝对有自己的位置。眼下他极有可能是被那个什么男朋友用套路给骗了。不管怎么说，也绝对不能让武玲珑跟着别人跑了。打定了主意，李阔笑道：“那我就恭喜你了，吴总。对了，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你和楚总就在皇宫玩几天。你男朋友，我会在华夏城给他另外安排住宿的地方。”第145章楚国太子。安排完妩媚动人和武玲珑住下，李阔便带着龙三走出了紫禁宫。他要见见武玲珑口中所说的这个男朋友。来到华夏城的一家客栈，李阔找到了他。只见这人看上去大约30岁左右，身材修长，面容俊美，一头墨发用一根白玉簪挽住，露出饱满的额头，一张脸上写满了清冷与孤傲。你叫什么？龙三一屁股坐到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指着青年问道。感受到龙三的修为高深，青年不敢怠慢，急忙恭敬道：“在下楚风，是玄星界大楚皇朝的太子，不知二位是？大楚皇朝很牛逼吗？”龙三没有理会楚风，但看他一副很自豪的模样，心中已是非常不爽了。李阔也是微笑的看着楚风，眼神有些深邃。你们华夏帝国这种贫瘠之地，貌似还不能和我大楚帝国相提并论吧？楚风眉头微挑，也是不甘示弱，嘴角更是不经意间勾勒出了一抹嘲讽。虽然他把这种藐视华夏帝国的微小情绪隐藏得很好，但是李阔和龙三都是什么人？他们两个一眼就看出了楚风的小心思。李阔呵呵笑道：“既然你们大楚帝国如此富饶，那么还请你回去转告你父皇，以后每月都派人到我们蓝星界来，给我们华夏帝国进贡。我们可以考虑让你们成为我华夏帝国的藩邦。”你恐怕是还没睡醒。楚风语气冰冷，眼底闪过一丝寒芒。如果不是武玲珑，他根本就不会踏入蓝星界这种异族奴隶的地盘。自从外出历练遇到武玲珑，他就被武玲珑的美貌所吸引，一直跟在武玲珑身旁，并且他还屏退了侍卫，隐瞒了自己楚国太子的身份。他想等得到武玲珑的身体以后，再告诉他这个秘密，因为到那时候他的身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效果。他要让武玲珑激动，让武玲珑兴奋，庆幸自己找的男人竟然是大楚帝国未来的皇帝。他很喜欢这种征服女人身体后再彻底征服女人心灵的双重享受。眼见楚风不识抬举，龙三也不再跟他废话，一伸手就照着楚风的脸上来了一巴掌，直接抽掉了他一层修为。楚风顿时大惊失色，能做到这样，最起码需要合体期大圆满的修为境界。异族奴隶竟然有这么高的修为。不过楚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神色，咬着牙恨恨道：“你很好。”楚风语气冰冷，眼中杀机闪现。蓝星界都是化神期的奴隶，即使有几个合体期的强者又如何？他此次外出试炼，身边就带了8个合体期大圆满的侍卫，只要发送信号，8名侍卫很快就能来到华夏城，出手击杀这2个狂妄之徒。你小子还特么不服气了是吧？龙三最恨这种装13的，闪身过去又是2个大鼻斗。楚风是合体期第3层的修为，3个大鼻斗下去，直接掉到了化神期大圆满。看到自己辛苦修炼而来的修为竟然掉了3层，楚风心中登时大怒。他立时偷偷给自己的侍卫发送了信号，他们出门都带着罗盘，可以感应到的对方的坐标。发送完了信号，楚风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此时他已经不敢再轻易开口了，低着头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这时候李阔说道：“武玲珑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女人，开个条件吧，我满足你的条件，你滚回你的玄星界去。”呵呵。楚风一笑，修为立刻又掉了1层。你见龙三又给了自己一个大鼻斗，楚风眼里仿佛要喷出火来，又是一个大鼻斗。楚风彻底崩溃了，这个小矮子简直就是个变态疯子。好，既然你让我说，那你就给我100亿上品灵石，我就把武玲珑让给你。楚风也看出来了，这2个人是为了武玲珑才过来故意找麻烦的。可以，李阔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你有100亿上品灵石吗？楚风刚想要呵呵2声嘲讽李阔，但是想到龙三又硬生生憋了回去。李阔也不想再跟他废话，直接给燕冯禁军统领传音，让他护送武玲珑来客栈。这还是李阔第一次给禁军直接下命令，禁军统领自然不敢怠慢。很快，他便带着10名燕冯禁军护送着妩媚动人和武玲珑来到了客栈。路上他还仔细地整理了一番自己的形象。李阔所在的客栈叫战神客栈，主要就是招待其他城池的客人赚取灵石。战神客栈的老板就是游戏玩家战神灵妖，他经营的这家客栈在华夏城是最豪华的，并且在其他城池也有分店。
见到大名鼎鼎的帝国禁军突然来访，店小二急忙通知了战神灵妖。战神灵妖胆战心惊地把禁军迎进了客栈。余光一扫，战神灵妖就瞧见了五媚动人和武玲珑。见到禁军对他们非常恭敬，急忙在游戏公屏发消息：战神灵妖、武玲珑大姐、五媚动人大姐，冒昧地问一句，你们和帝国禁军来我这小店干什么来了呀？不会是查我来了吧？我可是合法经营啊，如果有什么事，还望你们看在同是华夏老乡的份上，帮我美言几句啊。神仙，卧槽，你不会是惹了什么事了吧？战神大佬，禁军可牛逼啊，据说都特么是大成期的。王者归来，大成期恐怕不行吧？据小道消息，咱们华夏帝国的禁军都是渡劫期。巅峰老六，别他妈吹牛逼了，10万渡劫期，你他妈玩呢？这也信？风神雷，六狗子，你还没死吗？巅峰老六，你叫唤尼玛什么风神狗？不服找个地方单挑，看你六爷宰不宰你就完了。风神狂，杀比六狗子，你接着吹。现在没有了追杀令，蓝星界又这么大，互相看不顺眼的也就在公屏上口水一下，毕竟能遇见的几率非常渺茫。虽然风神和巅峰都有工会驻地，但是这种时候没人敢轻易发动战争，毕竟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现在打架是真真正正的玩命。目前蓝星界的这些工会更像是以前地球的黑恶势力一样的存在。第146章如意算盘。武玲珑和五媚动人来到战神客栈后，李阔给他们让出座位，呵呵笑道：吴总啊，不是我说你，你找男朋友也要先了解一下人品吧，这样的人你也找呀。李阔指着楚风继续道：这不嘛，你所谓的男朋友100亿灵石把你卖给我了。你放屁！楚风大怒，我是故意如此说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100亿灵石，你敢侮辱华夏大帝，你小子活够了吧？龙三也是大怒，又是一个大鼻斗抡到了楚风脸上。这一次他加大了力道，楚风的修为直接掉了3层。武玲珑见楚风脸上有好几个巴掌印，急忙道：三王爷你消消气，有话好好说，如果楚风哪里不对，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我这就带着他离开华夏城。眼见武玲珑脸色不好看，李阔急忙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用意念把100亿上品灵石全都拿了出来。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是100亿灵石，你数数对不对？见到偌大的屋子都被灵石堆满，众人全都惊呆了。还是皇帝有钱啊，这可是100亿上品灵石啊，这够买多少修仙物资了？其实武玲珑对李阔也有意思，只是碍于先答应了楚风的追求，不好再改口。他当初以为李阔死了，就想着找个差不多的嫁了就算了，自己也好有个依靠。但是在这个乱世，能找个强大依靠，也是每个女人最大的心愿，所以他心里也一直在纠结，怕楚风真的收下灵石。武玲珑道：大家都是朋友，就别开玩笑了。楚风现在的内心也非常纠结，眼看着100亿上品灵石唾手可得，他怎么能不心动？虽然他是大楚帝国的太子，但是地位也并不稳固，有几个兄弟对地位一直虎视眈眈。不管是哪个皇朝，皇子们争夺地位都异常惨烈。如果这次出来历练能带回去100亿上品灵石，那他这地位算是彻底稳了。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以后，楚风一句话也没说，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硬着头皮把100亿上品灵石全部装进了储物戒指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灵石他要，武玲珑他也要。因为他的罗盘感应到自己的8名侍卫已经来到了华夏城，华夏城都是一帮化神期的异族奴隶，即使有几个合体期，他也不惧。哈哈，本太子就收下你的灵石了，不过这人我也要带走。楚风直接撕下了伪装，哈哈大笑。看见没，吴总，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李阔抓住机会，急忙对武玲珑调侃，这也帮武玲珑下定了决心。他气鼓鼓地说道：楚风，你太过分了，你走吧，以后咱们不再有任何瓜葛，朋友也不是了。把人当成商品一样交易，哪个女子心里也接受不了，这可由不得你了。楚风眼睛里射出凶光，大声叫道：都进来吧，把这里的男人都杀了，女人留下。哈哈，这个小妞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挺感兴趣的。楚风一双眼睛色眯眯地盯上了妩媚动人。进来，动手！楚风又一次大叫，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进来，而且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与那8名侍卫竟然全都失去了联系。他刚刚还感应到8名侍卫已经来到了客栈，胆战心惊地推开房门，楚风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门外站着11个身材魁梧的修士，都穿着华夏帝国的禁军服饰，地上也躺着8个身材魁梧的修士，正是自己的那8位，全被杀了。8个合体期大圆满全被无声无息地秒杀了，一句惨叫都没能发出来。这没有大成期第3层的修为，根本就做不到击杀合体期大圆满而不闹出一点动静。华夏帝国有大成期的修士坐镇？楚风大脑里第一时间冒出了这个念头，
随后便是一片空白了。这时候龙三大骂道：“妈的！我现在就宰了这个狗崽子！长这么大都是我和老大坑别人零食，还是头一次有人敢跟我们要零食，真是肥了他的狗胆！”龙三爱财如命，如果被别人拿走李阔100亿上品零食，他能气得半年睡不着觉。见龙三立时就要斩杀楚风，武玲珑急忙对李阔道：“让楚风把零食交出来，放他一条生路吧，毕竟他救过我的命。”李阔点了点头，叫停了龙三：“我不但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了他，零食是我答应给他的，我也不需要他再还回来。”李阔说完，对武玲珑笑了笑，这样武玲珑又欠自己一个人情了，以后想不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都不行了。老大，你……龙三见状气坏了，老大今天这是怎么了？变得这么大方？那可是100亿上品零食啊，红颜祸水啊，说的一点也不假。他急忙给李阔用意念传音：“老大，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你懂个锤子啊！”李阔道：“不怕他拿，就怕他不拿。他今天敢拿走这100亿上品零食，明天你正好有借口，你就带着人去一趟大楚帝国，让他们拿1000亿出来了事，并且让大楚每年都给咱们进贡100亿上品零食，不然你就灭了他们。这100亿是他们的太子提出来的，咱们就拿100亿说事，大楚也没办法讨价还价了。这个单最后还是要大楚帝国自己来买。”“嘿嘿，老大呀，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龙三呵呵一乐，对着还在发呆的楚风屁股就是一脚：“还不快滚，在这等死吗？”楚风猛地惊醒过来：“你放我走！”他有点不敢置信，眼睛睁得老大：“趁我们还没改变主意，赶紧带着零食滚！”“好，我滚，我滚！”楚风早已经被吓得肝胆俱裂，他都没敢瞅武玲珑一眼，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客栈，同时暗自庆幸这一次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楚风走后，龙三对李阔道：“老大，要不要修改一下护戒大阵啊？总让这些垃圾来咱们华夏帝国，也够恶心人的。如今蓝星界的护戒大阵被李阔设置成只会阻挡妖兽进入，而人类修士却可以随便进入蓝星界。修改什么？有个大城主镇守，他们还能翻了天吗？玄星界三面环海，海族不容易打，如果他们想要打妖兽内丹，就必须要经过咱们蓝星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在蓝星界各大城市消费零食，这样才有助于帝国的繁荣昌盛。”第147章横扫乌域大陆。当天夜里，李阔、姬青、叶倾城、楚晴、武玲珑5人就睡在了一起，用天地诀进行双修。李阔一夜连遇4女，修为又提升了4次，如今他的灵力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亿加，还是这样提升修为快啊！李阔不得不感慨，如果靠修炼或吞噬属性，这1亿灵力要多久才能搞上来？现在几女都发现了天地诀的妙用，恐怕以后都别想再清闲了。李阔想了想，既然她们都是自己的女人了，也该给她们准备一个私人空间了。随即，李阔开放了震天塔所有的塔层，李阔自己搬到了第9层居住，把第9层布置得富丽堂皇。第9层一座偌大的宫殿里，迎面就是一个大泳池，里面采用的都是清灵碧银水，这种水在乌域大陆上价格不菲。清灵碧银水不但可以自动净化，排除水中的杂质，长期用这种水洗澡，还能让皮肤更加的白皙光滑有弹性，甚至在洗澡时还能自动吸收水中的灵气。在泳池的巨大屏风后面是一张超级大床，异常显眼。这张大床可以同时容纳几十个人睡觉休息。至于第3层到第8层，李阔在每一层里都设置了很多宫殿，现在所有层次开通以后都有通道，几个女人想住第几层就住第几层，想住哪个宫殿就住哪个宫殿。紫禁宫，李阔今天又来上朝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三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城主一同跪拜，磕头喊口号。龙三本来也能活几千年，给他搞个1000岁，就像咒他死一样。本来他是不同意的，但是在李阔给他讲解了电视剧里1000岁所代表的职位后，他这才欣然接受。众城主行完跪拜大礼，李阔朗声道：“众卿平身。”这时候4个侍女中的一个用极其响亮的女声喊道：“遵华夏大帝皇帝令，各城主有本起奏，无本退朝。”这句话说完，整个紫禁宫鸦雀无声，65个城主全都默然无语。有个鸡毛的本啊！都特么渡劫期的修士在城里坐镇，他们这就是陪着主人在这玩呢。眼见没人说话，龙三站出来道：“皇帝陛下，我有本，讲。我想请命，带一队禁军出去干大楚帝国。”准了。众城主就看着他们2个人在这玩，反正他们俩不尴尬，大家都无所谓。传禁军统领。李阔说完，殿外侍卫用千里传音神通，直接给震天塔外的禁军营传音：“华夏大帝有令，传禁军营统领进殿见驾。”禁军都是渡劫期的强者，禁军统领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每个都有自己的血脉神通，非常强大。收到命令，他们一个瞬移就来到了震天塔外的广场上。在广场到紫禁宫大门口有50米的距离，这50米只允许步行，所有城主或是禁军瞬移都要在这里停下，不允许直接瞬移到大殿门口。很快，乐逢、詹蒙、柔照、强宇、祝庸、图为、上章、重光、玄毅、朝阳10个禁军统领全部走进了紫禁宫。三王要去攻打玄星界的大楚帝国，你们哪一营愿意跟他去？李阔问道。乐逢禁军愿领命，詹蒙禁军愿领命。10个禁军营统领异口同声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们10个营的禁军就都出去转一圈吧，也好彰显一下我华夏帝国的国威。另外，整天让你们在家憋着，估计你们也烦得慌。李阔直接把10个营的禁军都指派给了龙三。另外，你们65个城主都在自己所管辖的城市里关注一下这2个人。李阔用灵力勾画出巅峰九和封神盟的样貌，展示给了众城主。如果发现他们，第一时间带到紫禁宫通报。臣等遵旨。众城主齐声道。好了，退朝吧。李阔大手一挥，意念一动，人已经出现在了第9层。李阔可以瞬移，但是这些城主和禁军统领却不敢。他们见李阔走了，仍是对着龙椅跪拜，齐呼万岁，这才起身整齐地走出紫禁宫，一直走到殿外广场。嗖嗖嗖，所有城主这才敢施展瞬移，回了自己管辖的城池。半个月后，龙三带着10万禁军回来了。这一次出征，龙三不但灭掉了大楚帝国，还横扫了整个玄星界，并且没费一兵一卒。以后玄星界的所有皇朝和宗门全部要听命于华夏帝国，每年定时来华夏帝国朝贡。这一次出去，龙三也把修为提升到了渡劫期。毕竟10万妖族都想巴结龙三，帮龙三到处搜寻各种天材地宝，他想不提升修为都难。巅峰九和封神盟也都被城主们找到，并带回了皇宫。当天夜里，李阔就把他们2位给双修了。时光匆匆，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经过1年的修炼，李阔已经有了整整400亿灵力，生命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8兆。他现在已经是太乙玄仙第4层的修为了。而李阔的女人们通过和李阔双修，也把修为都提升到了渡劫期。这1年来，龙三也没闲着，他带着10万妖族禁军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横扫了整个乌域大陆。乌域大陆以前的地域划分是5界13岛，5界是玄星界、神龙界、乌域界、海族界、妖族界。13岛中，除了蓝星岛被李阔硬生生变成了蓝星界以外，剩余的12岛都是妖兽的栖居地。妖兽和妖族不同，妖兽是像人类进化的物种，高级妖兽也不能完全进化成人类形象，像那些人首蛇身或是长着牛头人身的都属于妖兽范畴。而高级的妖族则是可以完全幻化成人类形象，几乎和人类没什么区别。如今的乌域大陆5界12岛已经全部被华夏帝国的禁军征服，为蓝星界华夏帝国马首是瞻。毕竟华夏帝国有10万渡劫期的妖族禁军，这让其他势力生不出一点反抗的心思。即使是最神秘的神龙界和巫族界，也只能变成蓝星界的藩邦，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大成期的修为，即使有渡劫期，也早已飞升仙界去了，根本没有和蓝星界抗争的资本。李阔的10万妖族和他都有灵魂契约，修为无法再进一步，只能永远定格渡劫期，也无法飞升，这成了李阔在乌域大陆最大的资本。第148章，宇宙主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华夏帝国11年春，这一天小雨绵绵，极冰洋波涛汹涌的黑色海水之上，一位身穿黑色斗篷的男子正凌空而立，注目着海面上巨大的黑色漩涡。在斗篷男子的身旁，还凌空站立着6个女人，也就是这里凶险万分，人迹罕至，不然被人看到这7个人，绝对都会惊掉下巴。因为这7人都是乌域大陆最强大的存在。身穿黑色斗篷的正是华夏大帝李阔，他旁边站着的6人都是他的女人：华夏帝国的皇后姬清，华夏帝国的叶妃叶倾城，华夏帝国的武妃武玲珑，华夏帝国的楚妃楚晴，妩媚动人，华夏帝国的颜妃颜若曦，巅峰九，华夏帝国的苏妃苏化晴，封神盟。如今李阔和姬清的灵力都已突破1兆，已经成神。成神以后，姬清也是可以随便出入震天塔了。游戏公平，大刀阔斧。听说华夏大帝带着众皇妃去了极冰洋，他们应该是要飞升仙界了吧？杨亚双，肯定的呀，华夏大帝威武。空格键，没有了华夏大帝的存在，其余几界不会欺负咱们蓝星界吧？皮特章，不是还有10万禁军吗？龙行天下，极冰洋是渡劫最佳之地，大帝携美集体出动，肯定是渡劫去了，怀念大帝。赵小小，怀念大帝。巅峰老六，想当年我还骂过华夏大帝，幸亏大帝不和我计较，
大帝是我永远的偶像。巅峰依旧，祝华夏大帝飞升成功。风神雷，我的女神也要飞升了，呜呜。巅峰依旧，就你这逼样的也配和皇妃叫女神？请不要侮辱皇妃，可好？风神狂，妍妃也要飞升了。巅峰依旧，我和妍妃娘娘一直都是普通朋友而已。你们封神的找事是不是？巅峰荣耀，封神乱死了，你俩小逼崽子又出来蹦跶了。狂雷，封神仙子，祝华夏大帝飞升成功。赵晴晴，同祝。臧婷婷，祝华夏大帝飞升成功。X99，武玲珑，你们想什么呢？都盼着我们走是吧？我们只是在吉滨扬捉海鲜而已，最近想吃海鲜了。不苟到神界第一，脑子有病才飞升。李阔也看到了游戏公屏的内容，在心中暗暗说道。这时候，黑色的漩涡里已经卷出了2只巨大的螃蟹。李阔急忙大喊：深海巨闸蟹出来了，抓起啊！看我的老公！武玲珑如今也是大罗金仙的修为境界，只见他一挥手，便有一道精纯的灵力钻入黑色漩涡之中。时间不长，灵力包裹着2只巨大的深海闸蟹钻出了水面。哈哈哈，今晚有口福了。楚晴笑道。颜若曦也是娇媚一笑。冒雨抓蟹，不枉此行。我不喜欢吃螃蟹，我要去南明海抓大虾。叶倾城说完，直接就嘟起了嘴。我和你一起去，叶姐姐。苏化晴和叶倾城都不喜欢吃螃蟹，他们2个喜欢吃大虾，而南明海的大虾味道最佳。反正他们都是大罗金仙的修为，在乌域大陆上没有敌手，李阔也不怕他们发生什么危险，呵呵笑道。那你们现在就瞬移过去抓大虾，半小时以后咱们在皇宫集合。三哥最近的厨艺是越来越好了，一会让他一块给烹饪了。龙三每天闲来无事，这些年就琢磨厨艺了，现在他已经算得上是超级大厨了。2女点头，一个瞬移就去了南明海抓大虾。经过这些年来利用天地诀双修，李阔发现这天地诀原本就是神界至高无上的功法，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流传到了乌域大陆。有了这种功法，又有姬青相助，李阔只需要在乌域大陆苟着，早晚都会变成神界第一。其他几个女人也和李阔的想法一样，反正早晚都能成神，完全没必要去仙界和神界嘚瑟，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到时候再后悔就晚了。而且利用天地诀修炼，速度比在神界自己辛苦修炼还要快得多，去个毛的神界啊！所以现在李阔和自己的女人们每天就是游山玩水，晚上再聚到一起双修，提升修为。修真无岁月，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月。如今的李阔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什么修为境界。据姬青这个神界强者说，李阔如今在神界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甚至比他当初的修为还要高。李阔很满意，但是该苟着还是得继续苟着。又是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月，李阔终于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已经无法再提升半点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整个宇宙的极限。神界的境界划分很简单，只有3个境界：真神、星系主神、宇宙神王。灵力突破1兆就是真神第1层，灵力突破2兆就是真神第2层，以此类推，等灵力突破10兆就是星系主神第1层。神界存在最多的神就是星系主神，每个主神都掌控着一片星系。当初创造乌域游戏的便是从乌域大陆一步步修炼到主神境界的强者，他掌管的正是包括地球和乌域大陆在内的这一片星系。而妖皇姬青当初在神界也是主神级别的存在，现如今的李阔已经修炼到了宇宙神王的境界，灵力足足有100兆，生命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000兆。在整个宇宙中只能存在一个宇宙神王，因为整个宇宙只需要一个神来主宰。按理说姬青应该是第一个达到宇宙神王境界的，但是姬青身为李阔的女人，她自己自废修为，把修为降低到了低于李阔的修为境界。这样一来，李阔便顺理成章的成了整个宇宙的主宰。李阔第一个达到宇宙神王的境界，受到宇宙法则的加持，他的灵力直接变成了1兆兆，生命力也是1兆兆，这是整个宇宙的极限，这是整个宇宙的最强王者。而所有的主神以后的最高修为也只能达到100兆，便再也不能提升一点了，因为有了第一个宇宙神王，以后100兆便是其他所有主神的极限了。这就是宇宙法则，基于宇宙神王绝对的实力和权威，不允许出现其他的竞争者。李阔现在身为宇宙神王，寿命无限，不死不灭。他如今可以穿梭于任何星系，可以去到任何星球，不再受宇宙法则的禁锢，不再受天地法则的禁锢。所以现在不管是神界还是仙界或者是凡界，他都可以选择一处地方生活。接下来李阔带着自己的一众女人直接飞升神界，有了李阔的帮助，飞升轻而易举。成神以后，李阔的所有女人青春永驻，寿命无限。随后李阔为自己的几个女人单独修改了天地法则，她们以后也可以在凡界生活，并且不会受到天地法则的禁锢。
而其他的仙神则是不可以。这就是宇宙神王的权力，不容反驳。华夏帝国紫禁宫这一天，龙三正严肃地坐在小龙椅上，给65个城主和10个禁军统领开朝会。只见李阔带着众女直接从神界返回，闯进了紫禁宫。啊，老大！龙三见到李阔以后十分激动，一个瞬移就来到李阔面前抱住了他，心头一热，更是直接掉下了眼泪。李阔知道龙三肯定非常思念自己，心中一乐，随即假装严肃地说道：“你堂堂华夏帝国的三王爷，这么大人哭鼻子，成何体统？”这时候武玲珑对李阔笑道：“人家三王这叫重情重义，这是想你了，你还训人家，当了神王以后看把你能的。”龙三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说道：“不是这样的啊，嫂子，其实我是有事找老大商量。”李阔一愣：“你有什么事？”叶倾城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龙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其实我也想成神，老大，你能不能去神界帮我抓个主神级别的高级神龙回来？我也想用天地诀和他双修成神哈。”紫禁宫里众人一齐晕倒。